操！跟着这种怨种老板，真是浪费我的才华。谁说不是？策划的那是什么玩意？早就跟你们说和我跳槽去企鹅，现在好了，跳都没人要了。蓝星、魔都、乐度游戏公司几个员工拿着结算的工资和家当，毫无留恋地离开。制作游戏是一门技术活，想用小成本制作一个史诗巨作，更是一门超高技术。而想要这部史诗巨作呈现在 VR 设备上，无疑是他妈天方夜谭。当初也是猪油蒙了心，才加入乐度游戏。林总，办公室门口传来个欲言又止的声音。林飞扭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着普通、戴着厚厚平底眼镜的男生。走吧，别落下东西。林飞叹了口气，摆了摆手。成人的世界没有面包与可乐，有的只是现实。对方告了个别，抱着自己的东西离开。望着离去的员工，林飞久久不语。真失败。本以为穿越到这个 VR 技术发达、娱乐落后的世界，可以凭借脑无数游戏创造个游戏帝国，理想很美好，现实却打得他遍体鳞伤，一屁股饥荒。辛勤成果成为他人嫁衣，而他也要面临破产倒闭。难道自己这辈子还是个穷鬼命？操！老子还就不信了。就算做不出游戏，老子也可以抄其他东西。游戏不行，那就电影；电影不行，那就游戏。人嘛，不就得折腾折腾？就不信了。穷还能穷2辈子。就在此时，林飞脑中突然响起一道提示声音：叮！游戏制作系统已启动。宿主可消耗一定情绪值，制作出任何游戏。宿主可以自主创建，也可直接生成原游戏代码。制作相应游戏等级不同，所需要消耗的情绪值也就不同。将记忆中的游戏或电影制作生成游戏。听到系统提示的林飞双眼猛地一亮，没想到穿越这些年，终于要开启牛逼闪电模式了。我就说嘛，怎么可能2辈子都是穷鬼命？林飞想到记忆中的那些3A 大作，还有一些刺激电影，顿时来了精神。尤其一想到可以将前世那些3A 大作搬到这个世界 VR 设备上，当即感觉浑身血液都沸腾了。不过这情绪值是什么意思？情绪值，当你发布的作品引起他人恐惧、震惊、感叹、欣喜等情绪后所产生的数值，情绪值是制作所有游戏的主要能源。收集情绪吗？听着好像挺高大上。林飞皱眉，自言自语道：不过现在一个作品都没有，怎么才能收集情绪呢？您有新手礼包待领取，礼包内会随机生成一定数额情绪值。这还差不多。听到系统提示，林飞当即寻找并开启新手礼包。恭喜您获得情绪值10万。10万点能制作什么呢？林飞脑中闪过前世最喜欢的地铁和美墨，下意识便尝试制作。叮，情绪值不足，无法制作该游戏。不行吗？听到无法制作地铁和美墨，多少有点让人失望。下一刻，他脑中不断尝试各种游戏。GTA 5、只狼、战神。好吧，他承认有点想多了。以那少得可怜的情绪值，剧作也就能制作个消消乐。经过查询才得知，这些3A 大作最少都需要几千万情绪值。难道真要做个消消乐？可那玩意已经有了呀。尝试几种游戏后，林飞无语死了。忽然他眯起眼睛，想到系统另一个功能：魔改。既然现成的游戏无法搬运，自己何不用电影魔改个游戏出来？想到这儿，他当即查阅起来，发现使用电影魔改游戏相对情绪值要少上几倍。想到这儿，他脑中立刻浮现出一部大 IP 巨作《生化危机》。然而查询之后得知，《生化危机》是系列作品，兑换所需情绪值高达数亿，即便单独兑换电影版第一部，也是高达500万情绪值。好吧，自己仍旧是个穷鬼，他只能退而求次。又想到《我是传奇》这部电影，惊喜地发现这部电影只需要10万情绪值就可以魔改。林飞见状，脸上顿时露出喜悦神色。虽然这部电影知名度可能没《生化危机》高，但不可否认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以前林飞一直期待第2部续作，很遗憾，直至穿越也没能见到。他相信《我是传奇》中那些夜魔一定能给玩家们带来巨大快乐。也可能是惊吓，不过无所谓，收割情绪值才是真的。想到这儿，他再也忍不住，开始尝试起来。第002章，老姐，我怕把你送走了。将电影《我是传奇》魔改成游戏放到这个世界，而且还是那种身临其境的 VR 版本，想想都感觉有点太残忍。不能把玩家吓尿了吧？不过这样才够刺激，不是吗？那些秃头秃脑的夜魔一定会为他收割一大波情绪值。想到这里，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当即毫不犹豫选择兑换我是传奇，消耗情绪值，将我是传奇制作成游戏。丁，我是传奇制作游戏，需求情绪值10万，是否制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制作了。确定之后，林飞就见现有的情绪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瞬间归零。情绪值归零，系统提示声再次于脑海内响起。丁，我是传奇 V2 制作完成，所有文件转存至你的办公电脑地盘老师教学文件夹内。沃日，听到系统提示，林飞当即面色一沉，倒不是因为系统保存的文件夹不正经，而是因为他的电脑已经砸了，砸碎了。硬盘不要有事儿啊，不要有事儿啊，不然可就坑爹了。林飞不敢迟疑，赶忙蹲下身体，打开被摔裂的机箱，将里面硬盘拆下来。来到公司办公区，随意找了台主机，将硬盘接上，开机。电脑屏幕亮起，进入系统，他迫不及待打开硬盘查看起来。还好老师们都在，游戏文件也在，不然老子就亏大发了。看着整整200G 完好无损的游戏文件，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呵呵，企鹅，窃取老子的游戏，这次不把你干倒闭，老子直播倒立吃。看着眼前这款用我是传奇魔改成的末日 V2 沉浸式游戏，林飞当即信心十足起来。他相信，只要自己运作好这款末日 V2 游戏，到时候绝对能够收割一大波情绪值。到时候别说是企鹅，就算这个世界那些顶级游戏公司也不再是他仰望的存在。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一股能吹起这浪潮的东风。可他现在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一份宣传费，这就尴尬了。这时他忽然想起什么，当即又拆下硬盘，匆匆离开办公室。俗话说得好，酒香不怕巷子深。就算他将我是传奇 V2 发布到游戏平台，不去宣传，早晚也会被玩家发现。但是这样的话效果太慢，他等不起。所以最唯一的捷径就是剑走偏锋。离开办公室的林飞开着55个月贷款未还的小车，直奔5环外而去。锦城苑小区，魔都6环外的一处高档小区。不一会，林飞便驱车来到这里，敲响2号楼1103室的房门。房门响起，打开房门的是一名女子，大波浪，瓜子脸，一双丹凤眼望着门外的林飞，皱眉道：“老弟啊，你放过姐吧，老娘现在穷的卫生巾都快买不起了，哪还有钱给你霍霍呀？”貌若妖狐，自带成熟御姐范，开口便是一股大碴子味的女人，正是林飞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林洛，职业游戏主播，凭借那御姐气质和幽默大咧的性格，在斗鱼平台上小有名气。单看外表，对方绝对是那种男人心中的女神，女人眼中的妖姬。但声音，自古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观其面迷倒千军万马，闻其声下退百万雄师。上帝是公平的，他给了你一个美丽的外表，还会给你一个不相匹配的声音。这句话说的就是林洛，一个长相纯玉，声音却粗犷可怕的东北女人。也正因这独特的特点，被观众一致称作虎妞。看着老姐，林飞无奈道：“我说老姐，咱能别提钱的吗？就不能想点好事儿？”哟呵，你能有好事？说吧，需要多少钱？我可不想看唯一的弟弟去吃牢饭。林洛翻了个白眼，一转身向屋内走去。公司的事情，林飞并没隐瞒，早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老姐。当时林洛得知情况，气得火冒三丈，不过也仅仅只是生气而已。因为像他这种18线游戏主播，在企鹅面前连蝼蚁怕是都算不上。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完全没有回天余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帮助林飞保住这唯一的弟弟。也正是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林洛都在玩命的直播，只是效果有些不尽人意。而对这一切十分清楚的林飞，在得到我是传奇 V2 想到宣传时，第一时间就想到林洛。他相信凭借这款游戏，不但可以提升老姐的人气，甚至还能将他的游戏宣传出去。回到屋内，发现身后没有动静，林洛不由回头看向林飞，见到对方眼神有些呆滞，他担心林飞心里扛不住压力，当即开口道：“我说你想啥呢？要多少钱？赶紧说啊！不过事先说好，几十万我是没有，命倒是可以给你。”听到他的话，林飞回过神来。虽然他送老姐的是一场造化，但是深知我是传奇剧情的他，还真怕直接将老姐送走喽。稍稍犹豫下，他开口问道：“老姐，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流主播吗？我这有个机会，你要不要试试？”机会？什么机会？林洛盯着他，一脸狐疑神色。是这样的，林飞稍稍犹豫一下，便将自己手里有个剧组，并且能够为对方带来巨大流量的事情说出。真的假的？林洛闻言，一脸怀疑地看着林飞。当然是真的，我还能糊弄你不成？
林飞一脸认真的点头说道：“我敢保证，这款游戏你玩了，绝对能够吸一大批粉丝。真的。”一听到能吸粉，林洛瞪大眼睛，问道：“在哪下载？赶紧告诉我。”啊，没地方下载。林飞说道。混蛋，你玩我！林洛闻言当即一怒。别，我还没说完呢。这游戏确实没地方下载。说着，林飞拿出硬盘在面前晃了晃道：“因为这个游戏现在就在这块硬盘里。”什么？你不是想说这游戏是你做的吧？林洛惊讶地看着林飞。你那是什么眼神儿？我做的游戏怎么了？你又不是没看过。林飞翻了个白眼，继续道：“现在我手里这款游戏绝对比市面上所有游戏都要好，而且我敢保证真实度极高。真的？那还犹豫啥啊？赶紧整上！”林洛闻言当即催促起来，他对林飞这个弟弟还是比较信任。第003章，老姐，你上吧，别吓尿了。别着急啊。看着老姐急不可耐的样子，林飞说道：“在你玩之前，我要跟你声明一下，这个游戏绝对能给你吸大量粉丝，但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不是玩个游戏还要做什么心理准备？”林洛看着林飞，一脸狐疑道：“你小子不会坑老姐吧？整个少儿不宜的游戏给我玩吧。”想啥呢？少儿不宜的游戏我自己还留着玩呢，给你。别搁这儿做梦了。林飞撇了撇嘴，淡定道：“只是这游戏内容有点过于真实，而且还是末日题材，我怕你到时候会吓尿了。”切！林洛撇了撇嘴，一脸不屑的装逼道：“你太小看你老姐了，别说是一个游戏，你老姐当年半夜上山采蘑菇，见到坟圈子都不带绕着。行了行了，你这点光荣历史都说不下100遍了，就不能换点新鲜的？”林飞闻言一脸不耐烦的打断，跟着便拿着硬盘进入老姐直播的房间，打开直播电脑机箱，将自己硬盘内的游戏拷贝到老姐电脑内。眼尖的林洛一眼就扫到那些各种老师名字的文件夹，当即扯着公鸭嗓子惊叫道：“好啊，我说你家里的电脑怎么那么干净？原来你将所有罪证都随身带着啊！”啊！林飞闻言一脑门子黑线，当即开口道：“别瞎想，我还没你想的那么饥渴，这是从公司电脑上拆下来的硬盘，是员工们存的。活该你那公司倒闭都是什么牛鬼蛇神，看看是谁存的，把它给我开了。开，全都开了，现在公司就我一个人了。”林飞无所谓的回答。啊，没人了。听到他的话，林洛一惊，同时暗骂自己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于心不忍的看着林飞，想要安慰2句，却不想林飞率先开口：“对，没人了，这样挺不错。算了，不管你，如果没钱你就跟我说，我这还有一点存款，平时也不怎么消费。”哼，钱就算了，等下你玩了这个游戏就知道你弟弟多了不起。林飞说着又再次提醒道：“我再提醒你一次，这游戏很吓人的。”行了，少啰嗦，你太小看你姐了。林洛撇嘴道：“一个游戏还能有恐怖片吓人？行吧。”林飞闻言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恐怖片再吓人，那也不过是用眼睛看。而这款《我是传奇》VR 版，那可是绝对是沉浸式身临其境，说100%真实场景一点都不过分。试想一下，当你沉浸在一个怪物肆虐的末世当中，而且周围见不到一个活人，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想想都觉得刺激。希望老姐等一下还能正常与他对话。”为了能够打败企鹅，他也只能在心里默默为老姐祝福，希望等下不要被吓尿裤子。不一会，200G 的游戏拷贝完毕。老姐，祝你一路顺风。对了，如果觉得受不了，可以立即退出游戏，我可不想后半生伺候一个精神有问题的老姐。林飞起身拍了拍林洛肩膀，嘱咐一句后问道：“我那个房间电脑应该还能用吧？”“能，前天我还用它直播呢，赶紧滚蛋，别在这儿烦我。”林洛看着眼神古怪的林飞，从后者眼中仿佛像是看到一种叫做怜悯的东西，心下顿时有些火大。不就是个游戏吗？老娘可是连萨瓦迪卡鬼片都敢看的女强，岂会被一个游戏吓到？林洛根本没将游戏吓人当做一回事，现在唯一在意的就是这款游戏是不是真的能为他吸粉。如果真的能吸引大量粉丝，到时候也能尽早帮林飞还上债务。林飞下厨做了顿晚饭，吃过之后，林洛便如往常般准时准点开启直播。7点30，时间一到，准时开播。下一刻，直播间内涌入几千粉丝，其中多数都是老粉，彼此之间再熟悉不过。小伙伴们，你们的洛姐来了！林洛大大咧咧操着一副公鸭嗓子，与直播间一众老粉互动起来。哈，真准时，就是这个味儿，是洛姐，没错。雾草，这是什么鬼？
纯欲东北女汉子吗？洛姐，今天咱干啥？是吃鸡还是戏爱死狗？赶紧开着，不要说话，太破坏我心中女神形象了。楼上的，你学我，直接关声不就完了？这位仁兄，貌似有800个心眼。一条条弹幕弹出，直播间气氛慢慢热闹起来。对于观众们的调侃，林洛早就习以为常。若是哪天看不到，那他才会感觉奇怪。看着直播间人气缓慢上涨，他直接开口道：“小伙伴们，今天我们不干199，也不干是兄弟就砍我，更不会去撸啊撸。今天我带大家玩一款新游戏，这是一款末日题材游戏。”说到这，林洛忽然意识到什么，轻咦一声道：“咦，末日题材？这是什么题材？”林飞所穿越的世界，所有东西几乎与他曾经的世界类似，但是在这个世界，唯独没有末日一说，甚至与末日相关的娱乐产品都不曾见过，从而在人们思想中也就没有末日这种概念。林洛一边说着，一边穿戴 VR 设备，包括脚下升起的 VR 移动台以及一套体感服。末日游戏？那是什么游戏？不知道啊，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不会又是那种智商税的坑人游戏吧？谁知道呢？咱们洛姐踩过的坑不在少数，也不差这一个。一群从未听说过末日游戏的观众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多少对林洛口中的游戏有些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这年头所有的游戏都不及撸啊撸，还有最近企鹅推出的吃鸡也很好玩。至于这个连名都不知道的什么鬼末日游戏，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智商税的拉胯游戏，甚至可能就是一个满屏血浆突然来个贴脸杀或者回头杀的恐怖游戏。林洛看着弹出的弹幕，心中不由得也泛起嘀咕，但为了自己的弟弟，还是咬牙说道：“那么现在我就正式开始了。”说着，他便启动游戏。随着游戏启动，他眼前的画面昏暗下来。警告：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应当在家长的陪护下进行游戏。强烈声明：禁止患有心脏病、精神疾病、高血压、孕妇及对惊悚场景敏感的人群试玩本游戏，出现一切后果概不负责。不等游戏开始，一条免责声明最先弹了出来：我是传奇 VR 1.0， 开启第004章，让你直播游戏，你却搁这儿跟我们研究烧烤。免责声明，这是什么鬼？洛姐，你确定没玩错游戏？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个恐怖游戏？对，这免责声明明显就是那些恐怖游戏开场渲染手法，实际上游戏内容垃圾的一批。还别说，昨天我就看到有个主播玩，那家伙游戏内容不提，里面的模型着实将我看吐了。对，那个直播我也看了，那家伙人在前面跑，腿在后面追，手都不知飞哪去了。完了，洛姐又踩雷了。一条免责提示当即让直播间观众纷纷吐槽起来。就在众人吐槽之际，直播的画面忽然闪动起来，就像老旧的黑白电视信号不好一般，画面抖动，并且出现滋滋的干扰声。众人见状更加确信这就是一个恐怖游戏的开场。然而不等他们吐槽，略带信号干扰的声音中隐约响起一个男人的自述。男人的声音很低沉，且又带着一丝压抑。自命不凡的人类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人类征服癌症的那一天，竟然也是人类走向灭亡的时候。正常是一种属于群体的概念，多数的标准。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真正不正常的那个是你。随着话音跳动的画面渐渐稳定，变成灰蒙蒙一片，隐约之中好似还有一层薄雾，让人感觉像是身处深渊一样。卧槽，这是什么鬼配音？完犊子，一听这配音，妥妥的垃圾游戏没跑了。溜了，我敢保证今天这直播没啥好看的。直播间观众又对着开幕配音吐槽起来，一个个嘴上虽然说要退出直播间，但看在林洛那张纯欲的面孔后，还是忍着不适留下来。随着低沉的旁白消失，昏暗的直播画面逐渐亮了起来，金色的光线驱逐所有黑暗。杂草丛生的柏油路两侧停放着盖着厚厚尘土的汽车。林洛站在一家门店前的人行道上，身边的荒草长势茂盛，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他腰的高度。杂草中惨杂的狗尾巴草颜色淡黄，当即让人意识到这已经是中秋季节。呼呼，微凉的秋风拂面而过，周围杂草沙沙地摆动起来。望着眼前场景，林洛的眼睛不由瞪大起来，竟是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破败荒凉的街道。雾草，这是游戏画面？不是吧，这渲染就算电影也不能有这么清晰吧。我滴个鬼，这是什么画质？ 18K。 本以为是个垃圾游戏，却不想开幕就是这样极致。见到这样的画质，直播间的观众全都惊呆了。这是什么神仙画质？卧槽，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
这游戏画面好逼真啊！好半晌，从震惊中醒悟过来的林洛忍不住赞叹起来：“是啊，洛姐也好逼真啊！楼上你这逼真是哪个逼真？”这时直播间有人发出弹幕，林洛根本没有心情理会，眼前画面给他的感觉完全不像是在玩一款游戏，反倒感觉像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太真实了，这里一切都太真实了。风儿轻轻吹过，他身旁的狗尾巴草随风摇摆，他下意识地伸手拽住一根，啪！微微泛黄的狗尾巴草直接被他薅断。卧槽，看见了吗？连游戏里的一根草都能被我薅断。看着手里枯黄的狗尾巴草，林洛都惊呆了。这互动也太逆天了吧！而且这草拿在手上，感觉真的像是在拿一根草。说着，他下意识地将狗尾巴草叼在嘴里，感觉到口腔传来的触觉和味道，更是无法淡定。卧槽，这是神特么游戏啊！老铁们，你们告诉我，我是穿越了吗？直播间观众看着画面中的林洛，后者的一举一动全都被他们看在眼里。可以说，他们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逆天的画质。刚才说画面垃圾那哥们呢？出来说话！这是啥玩意？操，这游戏是不是有点太牛逼了？这画面比我看的蓝光大片还清晰啊！楼上的，你那大片正经吗？操，什么路况？你还有心情开车？谁说不是？难道你不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游戏吗？我草，洛姐，你踩死一只七星瓢虫，这互动场景也太逆天了吧！操，你没看那些蚂蚱都吓飞了吗？洛姐，那边有蜻蜓，赶紧捉一个看看。随着林洛园的活动，周围荒草中的小动物纷纷逃离。直播间观众见状，再也无法保持淡定状态，弹幕疯狂的刷起。而游戏中的林洛已经惊讶的说不出话来。按照直播间观众的要求，他开始尝试捕捉那些起起落落的蜻蜓，但是经过几次捕捉后，他悲哀的发现自己居然抓不住那群小家伙，只要微微有一点声音，他们就会受惊飞走，这让他好阵郁闷。哈，洛姐就是洛姐，连个蜻蜓都抓不住。我觉得应该让咱们洛姐做个粘网，这样也不至于累死她。粘网是什么东西？能吃吗？还治？你暴露自己幼小的年龄了！你们这群混蛋，老娘只是几年没抓而已。姐以前在东北老家可是抓蜻蜓的小能手，那玩意用火一烧，那味儿老香了。听到直播间一众网友调侃，林洛当即咬牙切齿起来，心中暗骂：这群损人，一个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真以为游戏里的蜻蜓是那么好抓的？只有玩的人才知道，这群家伙贼着呢。不说这是末日游戏吗？大姐，你搁这儿捉蜻蜓是几个意思？是来搞笑的吗？洛姐不是说了吗？抓住蜻蜓烤着吃。卧槽，还真是应了那句，凡是能穿成串的，就没有东北人不敢吃的。见到林洛半天也没抓到一只蜻蜓，直播间观众们顿时看不下去了，纷纷刷屏阻止。听到网友们的话，林洛动作一僵，这才想起来自己现在玩的是游戏，而不是现实生活。他赶紧停止自己的动作，抬头开始打量起周围环境。这是第005章，跑，腿都不好使了，你让老娘养哪跑？这是一座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林洛一双美眸瞪得滚圆，充满不可置信神色，望着眼前金秋之下破败荒凉的壮观景象，整个人都磕巴起来。尤其是那远处宛如擎天立柱般的大厦，让人不难看出这座城市的辉煌。可就是这样一座辉煌的城市，却不知因为何种原因变得今日这般败旧荒凉，甚至整条街道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人都哪去了？难道这是一座弃城？可是什么原因让人类放弃这座辉煌的城市？望着眼前空无一人的荒凉街道，林洛脑中充满疑问，甚至连同直播间的观众见此都感觉不可思议。虽然没能窥得整座城市全貌，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画面中这座城市丝毫不亚于蓝星一线城市。可就这样一座繁华的都市，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荒凉，甚至连一点人类存在迹象都没有？这设计师是谁啊？脑子瓦特了吗？怎么连个 NPC 都看不见？我觉得这座城市好像是被遗弃了。屁！楼上的能长点脑子吗？看看洛姐右边那栋大楼，一看就是正在施工，怎么可能会被遗弃？是啊，虽然看不到整座城市全貌，但是我感觉这座城市绝不比一线城市差。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座城市的人类突然都消失了？瓦特，你这脑洞可以啊！还别说，我觉得上面那哥们说的挺靠谱。靠，咱们在这瞎猜个什么劲儿啊？赶紧让洛姐去看看，不就完了？对，洛姐，赶紧去周围建筑里看看什么情况，
看看能不能找到 NPC。林洛听到直播间粉丝要求，打量眼周围环境，便抬脚朝不远的十字路口走去。哒哒，鞋底摩擦着粗糙遍布杂草的柏油路，发出的异响于这个寂静的街道上响起。静谧的环境让这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却又刺耳。我这心里怎么有点毛毛的？孤身一人行走在一个荒凉空旷的环境中，难免不会有点负面感觉。林洛疑神疑鬼地打量着周围，自言自语：曼哈顿第一大道39街，这是什么地方？站在十字路口，抬头看着立在面前的路标，林洛搜遍脑子，也没能在记忆中找到相对应的名称。没听过？废话，游戏里的东西多数都是编出来的，能听过才是见了鬼呢。虽然没听过，但是从路标分析，这座城市或者这片区域应该叫做曼哈顿。用得着你说？除了洛姐，谁不知道？面对林洛的问题，直播间粉丝当即给出结论：这是在夸我吗？这应该是在夸我吧。看到粉丝们的回应，林洛暗自翻了个白眼，心里自我安慰一下，继续探索起来。说实话，一个人在陌生环境下真的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尤其还是这种无人荒凉城市。一种叫做孤独的恐慌情绪由林洛心底滋生而起，以致让他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而他这种举动无疑又引起直播间观众不满，一条条弹幕弹起。我说洛姐，你这怂样是人设崩塌了吗？是啊，有啥怕的？你看大道上干干净净，连个鬼影都看不到。主播别怂啊！东北大呲花打赏主播兰博基尼 X1。洛姐别怂，赶紧跑起来！看到直播间又弹幕又礼物，不断催促自己的粉丝，林洛翻了个白眼道：你们这群损人说得倒轻松，有能耐你们自己来这游戏里体验一下。我跟你们说，你们根本体验不到我的感受，知道吗？这么和你们说吧，我现在感觉自己不是在玩游戏，而是真的穿越到一个荒凉世界。哈哈，主播，你这么说我们不跟你犟，但是你也得做个人吧，倒是把游戏链接发出来啊。是啊，链接呢？对，主播赶紧给我们链接。看到直播间粉丝纷纷要链接的热情，林洛想到这个游戏恐怕全球他是第一个玩到的，当即一脸得意道：哈哈，链接你们就别想了，这个游戏还没发行，我也是好不容易弄到的。啥玩意？还没发行？我靠，大姐这是不想做人了。这没发行你玩啥？我们看完咋办？是啊，没发行，你玩个尖儿啊！我想知道这个游戏是哪个公司出品。我觉得应该不是国内游戏水平不是我说。看到一众粉丝将自己玩的游戏误认为是外国大型游戏公司开发，林洛顿时心里有点不爽。再怎么说，这游戏也是自己弟弟的辛勤成果，怎么允许他人玷污？当即反驳道：你们这帮损人别瞎猜了，我给你交个实底，这游戏是国产游戏，至于工作室暂时保密。听到林洛的话，直播间内顿时哀嚎遍野。看着这种情况，林洛心中爽的不行，一想到这么真实的游戏是出自他弟弟之手，脸上更是感觉无比自豪。噗噗啊！就在这时，林洛听到身后突然传来声音，那声音就像是光着脚踩在路面上发出的沉重声音。听到这个声音，直播间闹腾的气氛顿时静了下来。站在原地并未回身的林洛，不知为何心底突然泛起一股心悸，甚至感觉整个后背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遇到 NPC 了？忍着不适，林洛缓缓转身向后望去。卧槽！魂飞魄散，魂飞天外，魂不附体。转过身的刹那，林洛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跟着停了，整个人都惊呆到妈了。哎呀！主播快跑吧！卧槽！狮子！楼上好眼力，而且还是他妈两头。惊呆的林洛望着眼前一公一母两只狮子，彻底的妈了。跑！养哪跑？老娘也想跑，可腿根本不听脑子指挥啊！大脑一片空白的林洛像是宕机了一样，望着缓缓靠近的两头狮子，不知所措。吼！第006章，富贵，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谁来救救我呀？林洛手脚冰凉，望着两头缓缓靠近的狮子，整个人都骂了。别说他，此时此刻，直播间内的观众也都跟着一同骂了。我滴个龟龟！谁来告诉我，戒完阴应该不是金毛吧？睡过老虎的饲养员，主播，以我多年临床经验来看，你这是遇到大猫了。听我的，别跑，除非你有4条腿。你看看他们的肚子，看看吃饱没有。如果吃饱了，你可能还有机会活。卧槽，楼上说的这是人话。你看那俩狮子像是吃过饭的样子吗？完了完了，洛姐这是要祭走的节奏啊！洛姐祭天，法力无边。不见得，
不都说东北女人是母虎吗？我觉得洛姐有和狮子较量的资本。因为观众活跃，话题又多，直播间热度快速攀升。此时林洛的直播间人气已经高达10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彻底超出他直播以来最高纪录。不过此时林洛就算知道也高兴不起来。直播间10多万人全都将心提到嗓子眼，屏住呼吸盯着眼前屏幕，这一刻全都为林洛捏起冷汗。没办法，这画面太真实了，真实的让他们一致认为林洛真在面对2头狮子。这一刻所有人都沉浸其中，不由自主地捏住手里的东西。吼！缓缓接近的狮子喉咙发出一声声低吼。尼玛！顶着金秋午后烈日，林洛却丝毫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反而一头冷汗，2条长腿颤抖不止。哪怕他平日里大大咧咧，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此时此刻却是怕得要死，甚至觉得尿都出来几滴。他可不认为眼前这玩意是吃狗粮的。恐惧之下，他忽然想起曾经不知在哪个没用的论坛看过一个王八蛋写的文章。文章中说，犬科和猫科动物都喜欢追逐移动的目标，你跑得越欢，它们就追得越凶。尤其是在野外遇到大型猫科动物，一定要谨记，遇到凡事不要慌。不慌，那是不可能。现在他心里慌的一批，难道真要像直播间水友或者文章中说的那样？去你妈的吧！老娘不信你们的鬼话！一动不动是王八。呜！林洛不想当王八，更不想坐以待毙。于是乎，在那2头狮子逼近的同时，他哭着转身甩开2条长腿，玩命地跑起来。好！林洛的这一举动顿时激怒那头雄狮。下一刻，就见那头雄狮遵循本能猛地窜出，朝着狂奔的林洛发起追击。卧槽！主播你是真的勇啊！吓死我了！牛逼！我宣布，从今以后除了洛姐的直播，谁的我都不看。我也是，这月工资6000，明天开支全都打赏给洛姐。东北娘们就是猛！同上加10086。林洛的举动无疑引燃直播间，观众们跟着同样疯狂起来。与此同时，像是满足众人观看感一般，直播视角突然切换为俯瞰的上帝视角。画面当中，2个身影于破败荒凉的街道上疯狂追逐起来。看到这种智能化的互动画面，观众们又是一阵疯狂好评。哈，这游戏爱了，这视角太爽了！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主播群体视角。你这想法我喜欢，一嘻嘻嘻嘻。洛洛女神快跑，那狮子离你就有10多米啊！对啊，你那大长腿赶紧掰开，使劲冲！我要累死了，我不想跑了，我要退出。平时运动量并不足的林洛，没跑多远便气喘吁吁起来。若不是身后那头狮子紧追不舍，此时怕是早就累瘫下来。呼哧呼哧，伴随着完全混乱的呼吸节奏，林洛感觉肺子里像是被人灌了汽油又被点燃一样，疼，火辣辣的疼，每一次喘息都感觉像刀刮一样，疼得他龇牙咧嘴。不过就算这样，他仍旧没有放弃逃生的希望。奔跑的脚步不仅没有停下，反而更加玩命起来。他完全能够预料得到，只要自己停下，迎接他的必定是死亡。一听林洛累得要退游，直播间观众顿时不干了。好不容易看到这么好的游戏，怎么能说退就退呢？别退啊，洛姐，你就说要礼物还是要人，只要你不退游，咋地都行。我操，洛姐这速度可以啊，100米飞人怕是也就这样吧。快女啊！直播间众人见到林洛奔跑的速度，一片惊讶。而此时的林洛根本没有心情搭理直播间那群损人，现在他只恨当初爹妈没多给他生2条腿出来。又过了一会，直播间画面再次切换，将镜头自动切换到那头雄狮正面。奔跑中，金色的毛发随风飘舞，威风凛凛。独特的金色兽瞳泛着野性的冷光，死死锁定前方奔跑的林洛。啊呀！林洛突然大喊一声，宣泄心中压抑着的恐惧。卧槽，大姐，咱能不能提前有点征兆？你这突然一嗓子，差点被你吓死。是啊，我他妈没被狮子吓死，反倒差点被你送走了。可不咋地，得回今天左手没自娱自乐，不然你就摊事儿喽。祝你早日秃顶。面对观众们的骚科，林洛只来得及骂一句。下一刻，他明显感觉到与那头狮子的距离又被拉近不少。如果这样跑下去，迟早会成为狮子爸爸。奔跑之中的林洛忽然瞥到不远有一栋大厦玻璃门开着，他当即眼前一亮，毫不迟疑，一个转弯大漂移向大厦狂奔。几米的距离眨眼便到，冲进大厦的同时，林洛还不忘关上开着的玻璃门。砰！哗啦！刚跑出几米，
身后便传来玻璃门碎裂声音，那头没刹住车的狮子直接摔进大厦大厅。我滴个鬼，看着都疼啊！林洛闻声，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看到那头狮子翻滚着滑进大厅，林洛看着都感觉疼。滑出一段距离的狮子突然在林洛和直播间观众面前做出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就见那头狮子迅速从地上爬起，扭头便从正门跑出大厦。这什么情况？这家伙怎么不追了？富贵，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第007章，兄弟们，情况不对，头皮有点麻。这家伙怎么不追了？难道是良心发现了？屁！你啥时候见过畜生能良心发现？看到雄狮退出大厦，停在门口，林洛及直播间内的观众全都一脸懵逼。明明是已经快要成功了，那头雄狮却毅然选择放弃眼前的食物。很明显，这并不符合食肉动物的生存法则。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厦里面有让那狮子害怕的东西存在？嘿，还别说，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什么叫你觉得？睡过老虎的饲养员，按照动物界正常理论而言，楼上的那位兄台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当然，在自然界内，能够让狮子惧怕的生物其实并不多，但是能够让狮子产生恐惧的，主播这把怕是真的凉了。我说我要退出游戏可以吗？看着直播间评论，此时林洛已经萌生退出游戏的想法。我不想玩了，我害怕。别呀，洛姐，你的人设不该在这崩塌。谁说不是？我兴趣都来了，你告诉我不玩了？可我真的害怕啊！林洛见状，哭丧着脸道。刚开始这个游戏还好好的，可谁能想到这会儿蹦出2头狮子，谁知道一会还会出现什么牛鬼蛇神？在他看来，不玩就得趁早。别呀，这又不是真的，游戏而已。对，这是游戏，我们这好10多万人看着，你怕个锤子？主播别停，我给你刷礼物还不行吗？一听林洛要退游戏，直播间的观众顿时急了。你说这都是啥事儿啊？这么好的游戏玩不上也就算了，看个直播贱娘们还玩上花活了。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性，不是愿望，直播间内不少人刷起礼物。听着又是火箭又是跑车的礼物提示音，林洛悬着的心脏忽然感觉美妙起来。万恶的金钱啊，老娘又沦陷了。那好吧，我就再等等看。为了赚钱，尿裤子不丢人。干了，反正是游戏，大不了一死，重新独当又是一条好汉。洛姐，我建议你先找个武器嘛。你这赤手空拳，真当自己是52？对，虽然不一定有啥用，但是我觉得主播能壮个胆儿。对，主播再找找，看看有没有2锅头，喝上一瓶，应该比武器有用。古有武松打虎，今有洛姐干狮子。卧槽，这车是通往哪里的？眼看直播间画风越来越不对劲儿，林洛翻了个白眼，不再理会这帮损人，小心翼翼在幽暗的大厅内搜索起来。虽然那帮损人有意无意瞎开车，但有一点没说错，此时找把武器才是真理。连着大厅的走廊内光线十分暗淡，长长的走廊没有灯光，只有从大厅门口射过来的一点光亮。走廊的地面一片凌乱，粉刷雪白的墙壁挂着一层薄薄尘埃，墙壁上偶尔可见各样式的宣传海报，但诡异的是，墙壁上那层浮灰可见一道道划痕，就像有人扶墙走过留下来的痕迹。宽阔的走廊尽头漆黑一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张责任似的怪兽巨口。呼！林洛直勾勾地望着被黑暗笼罩的镜头，下意识地调整一下呼吸。妈的，这环境也太压迫了。不得不说，这个游戏的真实环境给他一种强烈压迫感觉，甚至感觉周围好瘆人。而一直目不转睛看着视频的粉丝们，也都是感觉到周围那种逼人气氛。不得不说，这游戏在环境、气氛渲染上实在是太过真实。在这样一条幽暗的走廊内，任谁都会感觉到紧张。哒哒哒，幽暗寂静的走廊内全都是林洛自己的脚步声，清晰的回声让他本就神经紧绷到极限。咯吱，年久失修的门折页发出酸涩的摩擦声音，响彻整条走廊。啊！手掌紧握办公室门的林洛当即僵在原地。他不知道自己为啥会停止开门动作，他莫名感觉在这黑暗之中仿佛潜伏着什么可怕的怪物。僵在原地等了一阵，除了隐约可闻的风声，并没听到任何多余声音。半晌后，提到嗓子眼的心脏稍稍落下。妈的，老娘为啥要玩这破游戏啊？此时此刻，林洛哭的心都有了，周围环境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缓缓推开并未上锁的办公室门，快速向里面扫了一眼，暗淡的光线内并未见到任何可疑生物。见此情况，林洛彻底放下心来，毫不犹豫钻进办公室内。相比于黑漆漆的走廊，
办公室虽然挡着窗帘，但是却要明亮不少。办公室并不大，只有20左右平米的样子。简单搜索一下，除去一些办公用品，唯一能当做武器的只有一根棒球棍。拿在手里试了试，不轻不重，能够抡动。有，总好过没有。手里握着棒球棍，林洛心底踏实不少，但是想要用这东西对付一头狮子，显然并不实际。随后他又在办公室内找到一个手电筒，打开开关，仍然能够正常运作。漆黑的环境，光亮对人类而言，无疑能够增加一份勇气和安全感。不是吧，洛姐，你这是打算一直在这屋里待着吗？是啊，现在武器也有了，还怕个毛线啊？对，赶紧出去看看，这游戏气氛真尖儿，让人紧张。这群损人！看到直播间一群水逼议论，林洛脸色很不好。正如这群水友所言，他还真就打算在这屋子一直待下去。然而，随着一波礼物飞起，这种打算显然是不能如愿。好吧，林洛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打开办公室门，走了出去。小心翼翼走出办公室的林洛，继续在走廊内探索起来。忽然，手电筒照射身旁墙面，林洛的心脏骤然停顿，瞳孔急速收缩起来，一双美眸瞪得滚圆，盯着身旁墙面。墙面上一道道清晰的印记，全都呈现出线条状。猛地看去，就像是顽皮的孩子用手沾着油彩，在墙上留下的胡乱涂鸦。只是这涂鸦上的手印大小，明显成人留下，并且很明显就是血液的干枯的痕迹。鬼，这特么是血迹！主播，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掉头往回走，能不能别吓人？操，我头皮现在有点麻了。第008章，主播不会真吓尿吧？卧槽，你们这是让我继续探索，还是让我退回去啊？我的心好慌啊！看着直播间观众讨论，林洛心里慌的一批，尤其是身旁墙上醒目的干枯血迹，让他暗自打起退堂鼓。一时间竟然陷入进退两难的抉择。一方面他真的有点害怕，另一方面这游戏是自己亲弟弟所制，但凡这个游戏是别的公司制作，他都会毫不犹豫直接选择退游。但是这个游戏明显就是林飞耗费心血打造，现在直播间将近20万人，这无疑是最好的宣传机会，这让他不得不衡量起来。不过说实话，这玩意真是太吓人了，明明什么都没有看到，但这幽闭的环境就是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别介，大姐，你这啥都没看到就退游了，是不是有点太怂了？是啊，这么半天就让我们看2头狮子，你不觉得过分吗？是啊，爷们一点。很显然，直播间的观众并不买他的账，反而又是一波礼物砸出。这帮毫无人性的家伙，老娘是个女人！听着接连不断的礼物声，林洛又再次沦陷了，忍着恐惧道：我只走到转角，若是什么都没有，我宁可出去面对狮子，也不想在这大厦里待着。话毕之后，他便一手拿着手电照着前方地面，另一只手紧紧握着棒球棍，只要前面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会毫不犹豫抡过去。黑漆漆的走廊内只有一束灯光，周围尽是一片黑暗，那种感觉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道有多恐怖。强忍着恐惧，听着自己的呼吸和沉重的心跳，林洛一步步向前缓慢地挪去。前方不远就是走廊的转角，妈的，走到转角就回去，谁都阻止不了老娘的决心。刷嘉年华都好使。林洛心中暗自决定，可直播间观众却是极度不满。主播，能不能别磨磨蹭蹭的？谁说不是？胆子这么小，怎么当主播？还是说你瞧不起我们刷礼物的能力？随着一条条弹幕，紧跟其后的便是一阵礼物提示音响起。不要刷了，真的太多了。这群损人得是多愿意看老娘吓尿裤子啊！林洛自踏入主播这行以来，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抗拒刷礼物。虽然直播间礼物不断，但是他丝毫没有打算提速的征兆，仍旧如鬼子悄悄进村一样，不断的前行，越来越接近走廊转角。直播间观众的心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悬了起来。3步、2步、1步，下一刻，林洛终于抵达拐角，整个人都被笼罩在黑暗当中，只有手上的一束手电光亮，显得有点微弱。他下意识转头望向转角方向，眼前如同黑暗的深渊，丝毫不见一点光明。呼哧呼哧呼哧，望着黑暗，隐约听到一阵好似风一般的声音。林洛下意识举起手电筒，并且向直播间观众说道：各位，你们看到了，这里就是一片漆黑。随着话语，一束光亮射进眼前黑暗，残破的走廊门后是一处漆黑空旷的空间，墙壁残破，地面狼藉，甚至还可以看到不少像是拖拽物体留下来的乌黑痕迹。在这种绝对的黑暗面前，一束光线明显微不足道。林洛强忍着内心的恐惧，继续向直播间观众道：
我觉得咱们还是去门口看看那两头。林洛说着，手电光亮不经意扫过一处角落，不等他的话说完，直播间内瞬间炸了。卧槽，那什么，我他妈是不是眼花了？我好像看到了人。楼上的，你没眼花，我也看到了。洛姐，你再用手电照，看看刚才那个角落是不是有人。砰砰砰砰，林洛对直播间的所有弹幕视而不见，面色惨白的站在原地，心脏发出肋骨般声响。他妈了，他看到了什么？他都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玩意儿，而直播间这群损种还让他再看看，麻痹的有能耐你们自己来杠。此时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恐惧彻底将他吞噬。哗啦！突然撞翻物体的声音响起，在这黑暗之中尤为刺耳。不等他做出反应，就听前面空旷的黑暗中传来杂乱的奔跑声。他下意识移动手电，看到那束手电光中呈现出的一张张面孔，当即惊声尖叫起来。啊，妈呀！一张张惨白的面容出现在他眼中。那是怎样的一张脸？惨白、狰狞、漆黑的眼眸透着如同野兽般的嗜血。这是人吗？这不是人吧？这特么绝对不是人！看着那如同野兽般疯狂向自己袭来的人类，林洛丝毫没有一点见到同类的喜悦，反而整个人都麻在原地。卧槽啊！这是什么玩意啊？卧槽，老子吓尿了！不好，我的速效救心丸呢？卧槽尼玛！麻痹，老子裤裆都湿了！顷刻间，直播间彻底炸了，所有观众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屁滚尿流。吼，仿佛是受到光亮刺激，那群根本不能算是人的人类咧开乌黑的嘴巴，怒吼起来。随着怒吼响起，那群秃头、惨白狰狞的人类发了疯般朝林洛冲来。顷刻间，整个空旷的黑暗中密集的奔跑声音响起。卧槽啊！这得有多少怪物啊！快跑啊！还傻愣着干啥呀？跑啊！完了，洛姐已经吓傻了。看到林洛一动不动，直播间观众沸腾的同时，全都为他捏起冷汗。尼玛呀！被无边恐惧所笼罩的林洛猛然惊醒，下意识扔掉被当作武器的棒球棍，扭身就要逃跑。可他明显是高估自己的抗压能力，刚刚转身，抬起的脚一触地面，就感觉两条大长腿像两根面条一样一软，接摔倒在地，连手里的手电也扔了出去。啊！笼罩在一束光亮中的林洛看着周围无尽黑暗，嘴里发出有生以来最尖锐的惊叫。噗！不等爬起，他便感觉腿被什么东西抓住，浑身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站立起来。噗嗤！连惊叫都来不及，他就感觉腿上传来撕心裂肺般疼痛，下意识望去，借着手电光束，他看到一张惨白狰狞的嗜血面容，那丑陋的怪物正在撕扯他引以为傲的美腿。啊！看着皮开肉绽的小腿，林洛彻底放开了嗓子，发出刺耳恐惧的尖叫，下意识想要挣脱。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更多的那种怪物，一个个惨白光秃秃的脑袋凑进光束之中，扑到他身上，或抓或咬，疯狂地撕扯起来。望着眼前宛如饕餮盛宴的场景，林洛彻底失去反抗能力。并没有立即死亡的他，眼睁睁地看着那群怪物在自己身上大快朵颐。极具视觉冲击和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吓出惨绝人寰般的惊叫。卧槽尼玛，这太可怕了！操，不行了，老子要吐了！直播间观众看着那连肠子都被扯出来的画面，当即全都骂了。直至这时，他们才认知到，有时候画面太过真实，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你已经死亡，游戏结束。呜呜！伴随着游戏界面提示出现，直播间观众就听砰的一声，主播扔掉 VR 头盔，夺门而去。洛姐不会真吓尿了吧？第009章，只要老娘有枪，便可横扫全世界。随着直播画面变黑，宣布游戏结束。直播间观众们听到一声声哭泣的抽泣声响起。洛姐不会有事吧？吓哭了倒是正常，你们说会不会尿裤子？我操，你这问题值得研究研究。哭不哭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想知道这游戏什么时候能玩，我忍不住了。是啊，这游戏太刺激了。是啊，太逼真了。我操，我怎么感觉你这是在说主播呢？虽然游戏直播画面黑屏，但是直播间讨论热情仍旧持续不降。此时的林洛却是连体感服都没有脱，抱着脑袋哇哇大哭起来。他吓坏了，那种眼睁睁看着被怪物分尸的感觉，别说一个女生，就算是一般心理健全的男生，怕是都接受不了这种冲击，尤其还是在这游戏效果极度逼真的情况。
那种宛如穿越另一个世界的沉浸式体验，那种死亡压迫的强烈冲击，让所有人都误认为主播真的被吃了。而一直关注老姐的林飞，在老姐退出直播间的第一时间就打算离家出走，但转念一想，老姐这样全都是为了自己，这么一走了之，是不是有点丧良心？想到这儿，他便只好硬着头皮留下。飙着眼泪冲出房间的林洛见到林飞，二话不说冲上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并且哭道：“混蛋，你心理变态吗？设计的是什么游戏？我快要被你吓死了！有这么好的渲染，你咋就不寻思设计个现实版羊了个羊？这是特么什么末日？老娘讨厌末日！”面对情绪激动林洛，林飞只能咬牙咧嘴的忍着，等到对方发泄差不多，这才一把搂住对方：“老姐，对不起，不过你也别怪我，我都提前跟你说了，这游戏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听到他的安慰，林洛顿时又气不打一处来，攥着拳头又在他胸口捶了几拳。混蛋，老娘哪知道这游戏这么吓人！说着，他感觉脸上黏糊糊的，索性直接在林飞怀里将脸上的鼻涕眼泪全部蹭掉。你说你制作的是什么玩意？这是人能玩的？我跟你说，心里没点毛病的人都玩不了这玩意。情绪发泄过后，林洛开始喋喋不休地数落起来，可好半晌也没听林飞回一句，不由得抬头疑惑看向对方：“你咋不说话？大姐，我敢说吗？说多了你不得把我捶散架了。”林飞翻了个白眼，这虎娘们手上怎么这么大劲儿，给他捶的这个疼。一直等到老姐的情绪稳定，林飞这才开口问道：“你感觉这游戏咋样？”一听这话，林洛就想到自己被撕扯的画面，当即炸了毛。你还敢问？他直接攥拳抬头，可一见到林飞那期待的眼神，稍稍犹豫下便放下拳头。林洛努力的回忆一下，因为先前遇到狮子，只顾着逃跑，反倒忽略了游戏环境。但是此时回想起来，再联想到直播间观众的反应，这游戏要是不那么吓人，我觉得是最好的游戏。你不知道直播间那帮损人，那家伙馋的，卧槽，我直播还开着呢，不和你说了。说着，林洛这才想起来他还没关播，当即从沙发上跳起，急匆匆的回到工作室。等到再次戴上头盔，脸上直播间，整个人都愣在原地。这是我的直播间？看着眼前人气将近40万人气的直播间，林洛有种进错直播间的感觉。这不怪他，因为平日里直播的时候，人气最高纪录也就7、8万左右，现在比巅峰时期整整高出4倍不止。这谁能受得了？这一刻，他将先前的所有惊吓全都忘了，甚至心里一点恐惧都没有。然而，让他更兴奋的是，当他打开后台后，直播礼物收入一眼可见。好家伙，从开播到游戏结束，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整整收入20多万。这要是一直播下去，岂不是要起飞的节奏？与此同时，魔都某个豪华别墅内，斗鱼直播平台的一线主播烧猪，一场排位刚刚打完，本能的下意识看了眼直播间人气。什么个鬼情况？直播间人呢？老子直播间就算再没人，也不至于就2000多人吧？直播间人气将烧猪吓得不轻，甚至认为自己是不是凉了，当即用电脑查看一下直播平台主页，下一刻就看到无数的礼物打赏记录，火箭、跑车、嘉年华，各种礼物从几百到上千，全都刷给平台主播东北妞。我得发，这帮畜生疯了，还是那娘们擦边穿黑丝了？看到这里，烧猪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当即也没心思继续直播，直接查房钻进东北妞的直播间。却是不料，一进直播间却是一片黑屏，只有屏幕中间有一个醒目的提示条：你已经死亡，游戏结束。这是啥情况？迎面只有一个弹出提示的黑屏，烧猪是一脸懵逼。喂，洛姐，哭一阵就得了，赶紧回来，大家伙还等着看你直播呢。谁说不是？女人不务正业呢。楼上的大言不惭，让你玩，怕是还不如洛姐呢。鸡毛，没准被那俩狮子直接吃了。哎，让汉子姐哭一会吧，那家伙死得老惨了。是啊，要是我，没准都吓尿了。于直播间内蹲了好半天，烧猪终于算是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东北妞是玩了一款末日游戏，而且看样子这游戏还挺吓人。可末日游戏是什么游戏？我怎么从没听过？一脸迷惑的烧猪下意识便在打开搜索引擎搜索起来。可别说是末日游戏，就连与末日有关的信息都搜不到。这游戏很明显有巨大潜力。不行，我得问问东北妞。看到这种情况，烧猪很快意识到这游戏拥有巨大流量，当即拿起电话在群里艾特东北妞。然而烧猪不是唯一一个发现这种情况的人。
其他游戏主播也都是发现自己房间观众比之平日要少上不少。很快，这些察觉异常的主播纷纷行动起来。然而，相比于其他主播已经爽飞了的林洛，此时却犹豫起来。看着人气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不少的直播间，要不再玩一把？如果不想玩就算了。林飞看着老姐一脸挣扎的样子，有些于心不忍。算？怎么可能算？你没看后台有多少钱的礼物吗？一听他的话，林洛心里当即有了决断，反驳道：得，那你就继续吧。林飞见状，知道林洛已经上脑了，转身离开直播的房间。不过走到门口时，还是善意的提醒一句：游戏里的城市是个合法贩卖枪支的城市。什么意思啊？望着已经离开房间的林飞，林洛一脸疑惑。不过这疑惑只持续不到半秒，他便像是想到了什么，脸上当即泛起笑容。哈哈，那么大个城市一定有很多枪店，只要老娘找到枪店，什么妖魔鬼怪全都把你们突突了。林洛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当即跑到 VR 移动台上，捡起地上的 VR 头盔扣到脑袋上，接着奏乐，接着播。第010章，不好了，那个主播直播间炸了！各位父老乡亲，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戴上 VR 头盔，连接到直播间，看着这一会上涨将近60万的人气，林洛心中阴霾顿时一扫而空，全然忘记先前受过的惊吓，整个人都变得咋咋呼呼起来。哎呀妈呀！我说大姐，你能别一惊一乍的？谁说不是？看别人直播要钱，看你直播要命啊！好家伙，我正在看回放呢，主播你这一嗓子差点把我送走了。林洛的嗓音本就粗犷，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确实将众人吓一跳。面对受惊群众，林洛丝毫没有一点愧疚感，当即开口道：刚才我在厕所总结一下失败经验，这次我准备重新再玩一把。我去，主播你确定自己是在厕所总结，而不是在厕所洗裤子？楼上的注意点，有的事儿心里想想就行，何必说出来呢？卧槽，你们两个真损啊！烧猪打赏主播嘉年华 X1， 洛姐赶紧开始游戏，别磨磨唧唧的。大司马打赏主播嘉年华 X1， 跪求下载链接。大马猴打赏主播嘉年华 X1， 同上加1。还没开始游戏，直播间内就是一阵礼物提示音响起。好家伙，这帮大佬也来了！看着一个个平台的大主播给自己刷礼物，林洛心里震惊的同时，人也飘飘然起来。以前他跟这群大主播比起来，始终差上那么一点，而今晚他却在几十万观众面前长足了面子。虽然心里美滋滋，但是他并没忘回复几人：呵呵，游戏暂时没有下载地址，不过你们放心，明天差不多就能给你们答复。反正游戏是他弟弟做的，什么时候发布，掌握这第一手消息的非他莫属。好了，现在我可要开始游戏了，没看过的朋友保证惊掉你们的下巴。对了，友情提示，胆小的准备好尿不湿。说着，林洛深吸一口气，再次开启游戏。刷！金秋烈日照射荒凉残旧的城市街道上，林洛再次出现在先前出现的位置。这是游戏？确定不是18K 画质的电影？我操，这也太真实了点吧？这是点吗？这是过分啊！先前看过林洛直播的观众还好，后进入直播间的观众及那群大主播看到金秋骄阳下的破败街道，全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个游戏。如果说林洛穿越了，反倒更容易让他们接受。这游戏的画面实在是太真实了，这哪像游戏？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此时已经有过先前经历的观众纷纷弹幕提醒起来：洛姐，快动起来，别傻杵着了，等会狮子就来了。对，赶紧离开这片，建筑里也不要进。刚刚我看回放了，我觉得那些怪物应该是怕阳光。对，只要待在街上，就算是安全的。安全？别忘了，游戏里面还有黑天。看着观众们的讨论，林洛心里不以为然。先前他吓得半死，但能够靠玩游戏成为一名职业主播，在游戏天赋上就一定不能渣。别看整日大大咧咧，可在游戏上面却心思缜密。现在情绪稳定下来，他已经发现那群躲在楼里的怪物秘密，只要自己不设身其中，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至于夜晚，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在天黑之前找到武器店，只要有枪在手，管他牛鬼蛇神。哼，你们猜的没错，不过老娘既然敢玩，就有自己的应对之法。随着话语，站在原地的林洛沿着街道小跑起来。随着他的跑动，身体刮动身旁的荒草，顿时各种小昆虫飞起。极致的画面让人清晰看到那一只只昆虫透明的羽翼，当即又引起一片惊呼。卧槽，这是啥渲染？完全就跟真的一样啊！突然好想玩啊！曾经有人问过，
什么叫做幸福？众人回答的说法千奇百怪。直至这一刻，看着直播间一片哀嚎，林洛终于懂了，自己玩着别人玩不到的游戏，看着那些人哀嚎，这他妈的就是幸福！原来幸福如此简单。林洛心里满满的全都是满足感。为了游戏宣传效果，他有意无意的与身旁环境做着各种互动，翻垃圾箱，薅一根青草，或者撕电线杆上的小广告，馋的直播间观众狼哇乱叫，并且他还对天发誓，他真不是想馋他们，他真的是在宣传。就是宣传。而直播间的观众也真的是配合，热情高涨，疯狂刷起弹幕。他们发誓这辈子就没见过如此细致的游戏，尤其是那电线杆子上重金求子的广告，看着就让人有种冲动欲望。被林洛撕下来，不等他们看清上面联系电话，便又被风吹飞了。小广告的飞起，让他们高涨的热情又一落千丈。借个娘们，咋就那么损呢？回过味儿的观众突然意识到，这尼玛哪是什么游戏，这不就是穿越吗？直播间内的几十万人，一个个馋的眼珠子焦虑，嘴流哈喇子，恨不得现在就能玩上。但操蛋的是，这游戏暂时没有下载地址，想要玩是不可能。即便是看直播，也只能看东北妞一个人直播，而这样的后果无疑给整个斗鱼平台带来巨大的压力。主管，不好了！和情妇正在甜甜蜜蜜的斗鱼平台主管突然接到技术员电话，出什么事儿了？主管一惊，忙紧问道。电话另一端的技术员不敢含糊，当即说道：咱们平台主播东北妞不知道从哪弄来一款游戏，现在他直播间正受到巨大流量冲击，服务器随时有崩溃的可能。巨大流量？新游戏？下意识呢喃两句，主管便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当即开口道：赶紧调整服务器，不管用什么办法，给我稳住东北妞的直播间，我现在就去公司。挂断电话，主管不顾俏丽情妇幽怨的眼神，起床穿上衣服便朝公司赶去。而此时对这一切并不知晓的林洛正在与直播间观众吹牛逼。忽然哒哒的声音响起，一直在警惕防备那两头狮子的林洛顿时紧张起来，直播间的观众心脏也不由跟着提了起来。第011章，主播不做人，恶心死网友。哒哒清晰的脚步声让林洛身体顿时僵住，一双美眸紧紧盯着前面街头拐角。就在这时，那脚步声变得密集起来，来自于未知的恐惧让一脸戒备的林洛下意识就要转身逃跑。然而下一刻，伴随着哒哒的密集脚步声，从街头十字口窜出一群大脚麋鹿。林洛见状一愣，半晌过后重重吐了一口气，拍了拍心脏狂跳的胸口，撇嘴道：什么吗？原来是一群鹿，吓死老娘了！直播间观众见状也都跟着将悬着的心放下，纷纷刷起弹幕。我去，这一点准备都没有，差点被吓死。是啊，不过该说不说，这鹿也太逼真了吧，我怎么有种看纪录片的感觉。这群鹿不小，不知道能不能抓头当坐骑。看着这群突然出现的麋鹿，林洛脑洞大开道：卧槽，洛姐就是洛姐，这是要抓宠物的节奏啊！游戏里抓宠物难道不是正常操作吗？操作是正常，就怕这鹿最后没准被某人给果腹了。老娘有那么不堪吗？不管弹幕，林洛在众人目光中缓缓向就近的几头大脚麋鹿靠去。不知什么原因，这群鹿居然不怕人，而且胆子也很大。见到林洛靠近，并没有率先惊慌失措的逃跑，反而一个个瞪着大眼睛，好奇地望着像个偷瓜贼的他。林洛见状，胆子更大起来，走到一头麋鹿身前，下意识伸手朝对方脑门摸去。然而就在这时，他面前这头高大的麋鹿好似察觉到什么，猛地扭头看向另外一边街道。下一瞬间，这些麋鹿就像是受惊的兔，撒丫子向另一侧的快速逃跑。什么情况？林洛见状，满头雾水，下意识扭头朝先前那头麋鹿所看的方向望去。荒凉的柏油路上，杂乱无章的汽车将整条街道堵得水泄不通。两道健硕的身影于那车流缝隙中穿行，朝着他这边走来。卧槽，这咋走哪都能遇到他们呢？看到那两道身影，林洛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下一刻也如那群麋鹿般快速往远处跑去。洛姐，你家小老弟儿来了，你跑啥啊？主播，我觉得你要收宠物，就去收那俩狮子，跟麋鹿比起来，那玩意应该算精英宝宝。不知跑了多远，反正他是一点都不想跑了，现在就连喘口气儿都感觉肺里火辣辣的疼。看到直播间弹幕，他直接白眼一番，说道：去，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们是想看老娘收狮子，还是打算看老娘喂狮子？别以为老娘猜不到你们这帮800心眼的损众在想什么。
想看我喂狮子？没门！说完，他也休息的差不多，继续沿着街道搜寻起来。陌生、空旷无人的城市，很容易让人感觉自己就像迷失一样。如果没有直播间观众，恐怕这时早已经恐慌起来。不是，这游戏连个任务都没有，甚至连个 NPC 也看不到，怎么玩啊？切，楼上的，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自由探索，这样玩着才有感觉。伙伴们，我又发现个秘密。行走在荒凉街道上，林洛惊讶地揉着肚子，在游戏里，我居然感觉到饿了。他的话音刚落，直播间便有人回应：你看看，我说啥来着？我说洛姐抓麋鹿的目的不纯吧？不行了，我感觉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捂着咕咕叫的肚子，林洛四下寻找超市之类的店铺。好在功夫不负有心，没用一会，他便见到一家小型超市。警惕地打量一眼周围，见那狮子没有出现，当即冲进通亮的小超市内。毫无防备的林洛被扑面而来的霉味儿熏得整张脸都皱了起来。主播，你这是脸都饿抽抽了吗？卧槽，这超市怕是得有2年没人光顾了吧？小心中毒啊！卧槽，主播你真不是人啊！你翻冰柜干毛啊？走进超市的林洛只是下意识开了下门口放着的冷冻柜，却是不想这早就断电的冰柜内半槽子乌黑恶臭的泥浆，而引起直播间公愤的并非是这泥浆，而是那于泥浆中翻滚畅游迷集的白色蛆虫。这宛如真如般极具视觉冲击的画面，当即看土直播间不少观众，甚至连那些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身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主播奶都好，就是不做人难整啊！卧槽，大姐，你能别看了吗？你恶不恶心？谁说不是？设计师脑子有坑还是心理变态？把这玩意设计这么真实干鸡毛，害得老子都将隔夜饭吐出来了。恶心吗？不觉得呀？那些白虫子很有营养的，裹上面包糠，炸至金黄，干净又卫生。哈哈，楼上说的我都馋了，这玩意应该比科技与狠活安全吧？我说，你们这帮损人，能唠点正常嗑不？没看老娘正找吃的吗？直播间观众讨论的话题让林洛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真他娘的是自作自受，好模样的，自己为啥要给这帮损人看蛆？看了一圈，超市内的所有物品几乎都变质了。现在唯一能尝试的只有那些保质期3年打底的罐装食品。当然，为了身心健康，林洛没敢选肉类，而是选了1罐甜玉米和1罐豌豆。说实话，玉米罐头还好，起码有点滋味。那豌豆罐头一口吃到嘴里，如同嚼蜡，没有一点滋味，还是玉米好吃。林洛又打开1罐甜玉米罐头，倒出里面的汤汁，仰头往嘴里开倒。如此豪迈的吃法，看得直播间观众一个劲儿的吞咽口水。而直播间内的人气一直都没停过增长，已经隐隐有突破平台记录的趋势。这是野外生存主播吗？吃相属实有点难看啊！啧，看洛姐这么吃，我都感觉有点饿了。不行，点个外卖先。看到直播间的热度，林洛玩下去的信心更加强烈起来。他能够预见今日之后，自己就算成功晋级一流主播行列。咦？就在他仰头往嘴里倒玉米时，眼角余光瞥见超市对面商店牌匾。林洛二话不说，当啷一声扔掉罐头，一脸兴奋地喊道：哈哈，孩儿们，这回老娘让你们开开眼界！伴随着话语，林洛在观众迷惑的眼神中，像是个黑山老妖般手舞足蹈跑出超市，冲向对面的商店。第012章，主播像个座山雕。卧槽，真是亮瞎我的狗眼！这是枪店，这也太牛逼了吧！大街上就有武器店，这要是在现实，怕不等开业就得被查水表吧？直播间观众看到当街就有武器店，而且还挂着牌子，顿时惊呆了。他们从没想到，这游戏设计师居然连这个细节都设计到。是啊，这么危险的世界，没武器怎么能行？意识到这点的观众看着极致的画面，一想到这游戏设计师就是个细节狂魔，不得了啊！像是发现什么秘密一样，直播间的观众瞬间炸窝了。快，洛姐赶紧让我们看看武器。对，以这游戏设计师的变态细节，我怀疑这些武器和真的一样。卧槽，如果那样，老子以后再也不玩那什么火线，还有什么西爱死狗了。是啊，这真枪实弹的多过瘾。对，别墨迹。哈哈，终于能看到枪了。已经彻底沉沦在我是传奇 VR 模型和渲染下的观众，顷刻间热情变得空前高涨。在众人催促和期待中，林洛终于走进了枪店。这就是武器店吗？太酷了，跟电影里面看的一模一样。哎呀，我去，太牛逼了！
满墙的枪，那是什么？那是狙击步枪。还有那个长的是什么枪？直播间一群人瞪着眼珠子，紧紧盯着直播画面，一个个脸上表情像是囤炮进城一样。此时的林洛已经彻底忘了与直播间观众互动，愣愣地站在店铺门口，看着满屋子冰冷的金属武器，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都说枪对男孩子有着魔幻的吸引，但是谁又能想象得到，这些枪械对女孩子来说同样吸引力不小。看着墙上一个个黑色泛着冷光的枪械，本就有点男孩子性格的林洛再也抑制不住心中激动，直接扑了上去。哈哈，伙伴们，看到没有，这跟真的一样，而且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手里拿着不知名手枪的林洛当着众人的面好阵显摆，他这一举动当即馋哭直播间观众，尤其是那些大佬，直接一波礼物飞起，嚷嚷着让他打2枪。操，洛姐你真不是人啊，能不能考虑下我们的感受？是啊，弄得好玩的游戏不说，连个地址都没有，你这不纯气人吗？强烈建议主播上下载地址，同上+1加10086。直播间的热情空前热烈，看到如此效果，林洛心里已经爽翻了。不过枪这东西对于一窍不通的人而言，属实有点不友好。拿着把手枪好半天也没有研究明白咋用。好在直播间里有不少军迷，当即纷纷指点起来。在这群人耐心教导下，林洛终于弄明白基本操作，开保险、换弹夹、压子弹都弄得有模有样。装满子弹，他学着电影中那些大佬，直接往裤腰上一插。老铁们，怎么样？有没有黑社会女大佬的既视感？有没有黑社会大佬既视感？我们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你这造型有点像座山雕。洛姐，看看保险关没？别走火崩到鸟。曹，楼上的会说话吗？那能叫崩到鸟？那叫开个眼儿。对于观众时不时飙下车的弹幕，林洛选择视而不见，一脸嘚瑟道：哈，这些武器都是老娘的了，等下就找个地方，晚上老娘跟他们决一死战。听到他的话，直播间观众纷纷吐槽起来。俗话说得好，手里有枪，心里不慌。可是林洛却是已经飞上了天，在他看来，只要有枪在手，那些怪物还不是来多少突突多少。砰！就在众人眼馋的看着林洛摆弄一把霰弹枪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将直播间观众吓了一跳。卧槽，大姐，你想吓死我啊？谁说不是？操，吓得我把手机都扔了。我的屏，妈的，我这心啊！不好意思，一不小心走火了。意外，我保证这是个意外。看到直播间激愤的粉丝，心脏吓得砰砰直跳的林洛尴尬至极。卡了！就在这时，被他一枪打碎的窗外传来脚踩碎玻璃声音。听到声音的林洛下意识抬头望去，下一秒，他瞳孔骤然收缩起来。窗外那头先前追着他的雄狮就立在窗外凝视着。顷刻间，林洛大脑一片空白，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的与那凶厉目光对视起来。开枪！主播快开枪啊！擦，刚才说好的突突呢？现在怎么还傻了？妞子，不要怂，刚他！与此同时，直播间几十万人全都看到窗外金毛雄狮。这群人反应相比身临其境的林洛要快不少，当即纷纷弹幕提示道。看到观众们的提示，林洛这才如梦惊醒。操，老娘手里有枪，怕个毛啊！不知是给自己壮胆，还是试图吓走眼前的雄狮，林洛发出一声怒吼，下意识举枪瞄准窗外。而窗外的雄狮在听到他的一声怒喝后，就像是收到某种信号一般，当即吼的一声从窗外一跃而入。妈呀！看到那头巨大的狮子不仅没有离开，反而是冲了进来，即便心里有所准备，林洛也免不了被吓得惊叫一声，同时也下意识扣动扳机。砰！剧烈的咆哮响起，一团枪焰于他手中枪口喷出。与此同时，游戏 AI 界面突然旋转，画面变成如同静止般的慢动作。观众眼中就见一团密集的弹丸从霰弹枪的枪口缓慢喷出。慢动作的画面稍转即逝，伴随着镜头的转移，画面突然加速，就见那密集的子弹直接拍在雄狮的正面。噗！啪啪啪！下一秒，众人就见那一跃而起的雄狮身上爆起一团团血雾。众人惊悚的目光下，雄狮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摔出1米多的狮子并没有死去，而是挣扎着试图爬起。第013章，主播的第一个夜晚。以前连只鸡都没碰过的林洛，哪见过这场面？看着浑身流血的狮子，两条大长腿颤得不行。呼哧！伴随着粗重喘息，皮毛带血的狮子缓缓站了起来，略带痛苦的兽瞳凶厉地望向林洛。快开枪啊！想啥呢？操！
主播吓傻了，开枪，开枪，怕个毛啊！砰！好在关键时刻，在一群观众焦急的弹幕中，陷入恐惧的林洛下意识再次扣动扳机，倾膛而出的弹幕迎面轰在狮子头上，密集的弹丸直接将那硕大的狮头轰得皮开肉绽，像是爆裂的西瓜般留下一片焦糊，隐隐冒着青烟的大窟窿，鲜红血浆裹着白色脑花溅到林洛脸上，那液体的温热让他像是触电般一抖，下意识后退几步，用手在脸上擦了一下，见手上猩红的同时，一股子血腥味也钻进他的鼻子，一刻没忍住，当即干呕起来。哦！下一瞬间，先前被他吃下去的甜玉米毫无保留的全都吐了出来。好家伙，这是回馈大自然啊！卧槽，要不要这么真实啊？沃特吗？土都做得如此细致，这游戏设计师是的多丧心病狂啊！设计师是个极致狂魔吧？对于林洛被刺激吐，这次观众们并没有嘲笑，相比起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是彻底为这细节震撼的不行。不过仔细想想也是，别说是用枪轰死一头狮子，就连惨烈的车祸现场，有人见了也会受不了冲击大吐特吐，何况亲手用枪轰死一头狮子，并且还是个女人。虽然林洛表现很拉胯，但杀死一头狮子却是不争事实。洛姐，牛逼！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女神，我的偶像。该说不说，妞子，我算是彻底服了你，居然真和狮子正面硬刚，你牛逼！靠，这次让他彻底装到了。直播间观众毫不吝啬的一阵猛夸，甚至那些观众纷纷慷慨解囊，刷的礼物飞起。虽然价值可能不算很高，都是几块钱和10块多，但是可要清楚，现在林洛直播间内真实在线人数保守估计55万左右。即便是有1/3人刷礼物，就算人均1块钱，那也是相当恐怖的一笔数字。咔嗒咔嗒，就在林洛发呆，直播间气氛火热时，武器店橱窗外又传来声响。本就神经绷着的林洛听到声音，如惊弓之鸟般抬起枪口瞄准窗户。夕阳余晖下，苍凉的街道，一头领着2头小狮子的母狮站在橱窗外望着里面。本该毫无感情的兽童中，看着地上脑袋被开了的大洞，浑身血淋淋的公狮时，却透着一丝悲切。我靠，洛姐，你摊事儿了，你居然破坏一个家庭！呜，那母狮的眼神好可怜，借个娘们不计好银啊，把人家里的顶梁柱杀了。操，不想看了，看那狮子的眼神，我想哭。呜，那么小的2个狮子，没了爸爸好可怜啊！直播间内的女性观众见到橱窗外有些可怜的狮子母子，当即同情心泛滥起来。靠，这是群什么人啊？合着老娘就该被那公狮叼家去喂崽呗！见到直播间弹幕，林洛鼻子差点气歪了。虽然那母狮和幼狮看着很可怜，但是已经彻底沉浸在游戏中的他，可是丝毫生不起一点怜悯。面对眼前这种大型猛兽，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林洛想死吗？不想死，那么只能举起霰弹枪，当那个手持猎枪的猎人。林洛也确实这样做了。顷刻间，他不知哪来的勇气，端起枪对准橱窗外的母狮，眼中的恐惧消失不见。滚！枪口对着橱窗外母狮，他厉声怒喝，左手一撸，咔嚓一声，霰弹枪子弹上膛。只要那失去丈夫的母狮敢越雷池半步，他便会毫不犹豫扣动扳机。杀过一头狮子的林洛不敢说经验丰富，但他绝不会心慈手软。这就是成长，一种无形中能够不被人察觉、适应环境的成长。时间1分1秒过去，双方对峙不动。林洛紧张地盯着外面母狮，那头母狮也在忌惮地望着他，反倒2个跟在后面小狮子虎头虎脑望着武器店内死去的公狮子，那萌萌的样子当即又引得女性观众一阵狼嚎，并且声讨起林洛。双方僵持良久，落日余晖缓缓消失在地面，天色逐渐暗淡下来。好，母狮发出一声悲切的低吼，转而留恋地看了眼死去的公狮，回头又冲2头小狮子低吼几声。最终那头母狮还是放弃了林洛，带着2头小狮子离去，背影让人看着觉得有些寂寞。呼，紧张死我了。见到母狮离开，林洛这才长出一口气，喃喃自语道。与此同时，直播间内心脏悬着的观众们也跟着不由松了一口气。紧张的情绪缓解过后，观众们又纷纷谈论起来。我怎么感觉那头母狮好像成精了，看到自己公狮那一刻的表情，让人感觉好伤心。还好这狮子懂得进退，不然的话贱娘们真敢轰啊。屁，难道你没注意到细节吗？细节？楼上说的是什么细节？真是服了，天黑了，主播现在所处的环境已经快要黑天了。雾草，对啊，要黑天了，洛姐赶紧找地方躲呀。操！
看到直播间水友提醒，林洛猛地意识到，他这一耽搁，连庇护所都没来得及寻找，当即从武器店内找了个大帆布包，风卷残云般收拾起来。然而等到大帆布包装满，却悲哀了：操，拿不动，太重了！你真是老六啊！谁说不是？也不看看自己什么体格。天色越来越暗，面对吐槽的观众，林洛可没心情跟这帮损人互动。眼见已经来不及寻找庇护所，情急下他只能就地寻找。好在武器店内还有个小仓库，虽说不见得能够躲过袭击，但总好过傻乎乎的待在外面。也无其他办法的林洛，只好又将武器弹药挪进仓库。等到忙完，关闭仓库门，最后一缕光线也彻底于眼前消失，整座城市终将迎来黑夜。他也迎来了自己的初次夜晚。第014章背水一战要完。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黑色的帷幕吞噬整座荒凉的城市，清冷的秋风袭过街道，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如同鬼哭狼嚎般让人胆战心惊。操，这音效真他妈绝了，吓得我赶紧看了眼窗户。爱了爱了，听声音就让人感觉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哈哈，你们看主播。狭小的仓库，坐在角落的瑟瑟发抖的林洛，哪还有先前意气风发的样子？他死死地盯着那扇并不结实的木门，好像下一刻就像是有怪物会破门而入一样。踏踏踏踏，突然，呼啸的风中响起一阵某些东西行走的脚步声，密集且又杂乱。听到这个声音，林洛的美眸一颤，全身肌肉瞬间紧绷起来，就连有些粗重的呼吸都跟着停滞下来。他现在害怕极了，甚至都想立刻下线。不过他并没有这样做，遍布恐惧的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木门。也许只有手里那把对准木门微微抖动的突击步枪，才能让他心里多出一丝急畏。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紧盯着房门的林洛，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但是幸运女神垂怜他，就在他快要吓得半死时，门外突然响起哗啦声响，那是踩动橱窗碎玻璃的声音。操！被发现了！双眸锁定木门的林洛脸色一变，瞳孔骤然一缩。这时他才想起来，外面店内那只狮子尸体还在，那群嗜血的怪物不可能发现不了。正如他猜的那般，外面踩碎玻璃声接连不断响起。林洛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枪口死死对着木门，全身精神高度紧绷。只要那门有一点异动，他便毫不犹豫选择开枪。等了一小会，忽然一阵古怪的声音响起。林洛仔细分辨，忽然觉得那黏腻的声音有点耳熟，就像是狗吃食的动静。顷刻间，他就联想到什么，顿时感觉胃里翻江倒海。林洛极力压制那股由心底泛起的恶心感，尽可能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响。紧张的气氛让直播间弹幕都少了起来，所有人全都聚精会神望着直播画面，望着那扇紧闭的木门，心脏全都提了起来。咯吱！就在所有人都凭着呼吸观看之际，那扇木门突然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就好似外面有人在用指甲盖划过一样。这个声音顿时将林洛和直播间网友吓了一跳，并且还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卧槽，我尿出来几滴！操，太他妈吓人了，有东西在门外。还好我是静音模式。你是真鸡贼啊！顷刻间无数的弹幕弹飞，面色煞白的林洛即便是扫到弹幕，也没任何心情去与人沟通，整个人就像个雕塑，枪口对着木门，手指已经放到扳机上。林洛发誓这辈子都没这样紧张过，他觉得自己都快窒息了。砰！突然房门被撞响，灰尘嘘嘘掉落。咔嚓！一声碎裂声音响起，并不结实的木门当即被撞裂开来，一张惨白毫无血色的半张半空出现在那道崩坏的空隙中。本来耸动鼻翼的怪物见到缩在角落中的林洛，当即发出一声尖锐且又刺耳的嘶吼。吼！砰！嘶吼过后，就见那怪物身体微微后仰，接着一个头锤撞在木门上，已经被撞坏的门板咔嚓一声又被撞裂不少。那头怪物见状，当即发出兴奋的嘶吼声。主播，开莽吧，反正你是没地方跑了。对对，直接莽就完了，反正你有枪。冲冲冲！我抽你奶奶腿啊！冲！你们这么能比比，有能耐你们来，我看你们玩。已经吓得半死的林洛见到直播间弹幕，气得直接开骂。一群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损人，真当游戏这么好玩吗？眼前这一切都特么跟真事儿似的，老娘快要吓尿了。你们一个个却跟看戏大爷似的，紧盯着木门，透过碎裂空隙望着外面不断撞门的怪物。林洛手中端着突击步枪，哆哆嗦嗦不停。砰！看着与自己一门之隔的怪物，
林洛觉得精神都要崩溃了。去你妈的，老娘跟你们拼了！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猛地一扣扳机，朝着门外疯狂射击。砰砰砰砰，伴随着狂躁的枪声和红蓝交融的枪火，一颗颗子弹形成一道弹幕朝木门飞去。乒乒噗噗的声响下，飞射的弹幕瞬间将那木门轰得粉碎，而门后怪物更是爆出一团团血雾，随后便摔倒在地。去你妈了，都给老娘去死吧！砰砰砰砰，见到怪物倒地，林洛瞬间勇气十足，整个人猛地站起，背靠着墙角疯狂射击。眨眼间，一梭子弹全都喷了出去，木门被射得粉碎，外面迎面来的怪物直接摔倒在地。即便是有没被射中要害的，也都暂时失去行动力。看着被自己射得稀巴烂的怪物，林洛顿时信心十足，一边换弹夹一边大笑起来。哈哈，什么嘛，原来这么……可不等他来得及高兴，门外的咆哮声此起彼伏起来。吼吼吼！伴随着恐怖的嘶吼，就见乌泱泱一群怪物由枪店橱窗涌进店铺。尼玛，这是多少啊！看着宛如浪潮般涌入的怪物，林洛瞬间有种置身于地狱中的错觉。借着月光，他看到外面街道上全都是白天见到的人形怪物，密密麻麻，数不胜数，整个枪店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卧槽，完了，主播这是捅马蜂窝了！操，这都赶上暴动了！是啊，这是哪个变态设计的游戏？怎么全是怪物？这还让人活不活了？这是地狱难度吗？曹啊！林飞，你坑老娘！林洛只来得及惊叫一声，那群狰狞恐怖的怪物就如潮水般涌进狭小的仓库。完了，这尼玛全是怪物，咋活？第015章，我去，真吓尿了！吧唧吧唧，宛如狗吃屎般的黏腻声音刺激着直播间观众及林洛的内心，尤其是那血腥残暴的场面更是吓呆了众人。而这对沉浸其中的林洛而言，无疑又是一次对心灵的冲击，眼睁睁看着那些怪物撕扯咀嚼自己的身体。操啊！随着最后一口气儿咽下，屏幕逐渐变黑，醒目的提示亮起，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活人与怪物的交锋又以惨烈的结局告终。你已经死亡，游戏结束。死了，又死了。再一次受到冲击的林洛并没有像先前那样被吓哭，但是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怪物吞噬的感觉却让他愣在原地，脑子里全都是惨白狰狞的面容。这群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难道他们就是游戏世界的人类？还有，林飞绝对是个变态，正常人谁能想出这种东西？想不明白，实在是想不明白。直到现在，林洛更是意识到，进入游戏后他连任何主线任务都没碰到，就死了2次。说句难听的话，2次进入游戏全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卧槽啊，这游戏也太恐怖了吧！恐怖个灯笼，我看就是特么一个活活的大变态。那么一群怪物，谁能活得下来？是啊，就算有武器在手，面对那么多怪物，谁能顶得住啊？不是，兄弟们，难道你们就不能关注点别的东西吗？比如说，那个游戏世界为什么没有人类？你的意思是说，那群怪物以前都是人类？就在这时，直播间内有细心的观众发起弹幕。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游戏开始时那段低沉的叙述？听到这位网友的提示，直播间里几十万人瞬间就有不少人联想到什么：抗癌药，人类灭绝。我知道了，应该是人类科学家研究抗癌药出了岔劈，导致整个城市人类全都变成那种怪物了。别说，真就有这种可能。我去，你们这么说，我忽然想到一个更恐怖的问题。你说这事儿会不会在现实发生？随着话题引开，铺天盖地的弹幕弹出，这一刻，直播间的所有观众全都围绕着抗癌药和人类感染讨论起来。可以说，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话题。以前从没有过这种情节的电影或游戏，所以这个世界的人类从来没往这方面想。但是今天，随着这一话题提出，所有人顿时觉得毛骨悚然。可怕，太可怕了！他们不敢想象，如果游戏里的情况在现实中呈现，会是一副什么样子。而人类若是变成那种怪物，那么以自己所在城市的人口数量，又如何生存下来？人类、抗癌药、基因突变、末日。魔都某栋公寓楼内，一名刚刚看完直播、戴着方形黑框眼镜的男子，嘴里不断重复着几个词语。这些词汇让他不由下意识想到实验室内的情况，猛然间，他的后背被一层冷汗浸湿。末日这一话题就像一道导火索般疯狂快速在网上席卷而开。同时，我是传奇 VR 也彻底的火遍全网。
就连热搜榜前10的话题中，就有6条与其有关的末日论话题，而这6篇文章中全都有《我是传奇 V2》里的超前理念和末日言论。而此时林洛家中，两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相互对视着。良久，林洛才开口道：“林飞，你说游戏里的剧情会不会在现实中发生？而且，你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啊！看着面色严肃的林洛，林飞心里一片尴尬，自己就是开发个游戏而已，至于那么认真吗？那他妈就是个电影，就凭自己的脑洞，跑俩窟窿也没这种脑洞好吗？一个个游戏，没必要较真儿吧？再说，这种事发生几率几乎小到没有，你可别拿游戏当现实。真的不能发生吗？林洛听到他的回答，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虽然游戏是假的，但是体感服回馈给他的感觉却是真实的，那种被怪物生撕的感觉，现在想想都让他感觉到心悸。看着老者魂不守舍的表现，林飞发现自己有些低估了《我是传奇》的难度和真实性。这部让他由电影改编成游戏的剧作，可以说如果在不知剧情的情况下，很难触碰到主线。进入游戏的玩家如果没有万全准备，怕是很难度过第一个夜晚。对这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但却没有想要改的意思。只有这种自由探索，当玩家发现剧情或者触碰到一切真相时，他们才能知道其中不易及辛酸。而他却万万没想到，正因为这样，此时林洛的直播间一大批观众开始讨论起《我是传奇》这个末日世界。哪怕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游戏的魅力已经让这群玩家彻底沦陷。林洛直播全过程，林飞都一直在看，无论是直播间观众的反响，还是直播间的热度，都无疑证明了游戏的成功。现在他要面临的就是上架问题。至于宣传，还需要吗？显然是不需要。他相信有老姐这波热度，《我是传奇 V2》就算不能畅销，也能让他补上所有窟窿。至于推倒企鹅，暂时还有些不切实际。光凭一个《我是传奇 V2》还不够，若是没有任何意外，下个游戏才是他真正露出獠牙的时候。算了，不管你了，我先去洗个澡。这时林洛起身打算离开，听到林洛的话，林飞下意识回应一声，紧跟着像是想到了什么。老姐，你不会是……操，死小子，想什么呢？林洛闻言当即像是个炸了毛的母猫，瞪着一脸好奇的林飞，最后实在忍受不住他那怪异目光，哼了一声怒斥：混蛋，还不是因为你那破游戏，老娘整出来几滴。我去，这还真吓尿了。林飞没想到老姐真的被吓尿了，瞪大眼睛望着气呼呼走进洗手间的老姐。算了，还是想想上架的问题吧。现在网络上的游戏平台有许多，并且可以随便在上面发布游戏，不过上架的游戏平台官方会收取一定的抽成，而因为平台的不同，抽成比例也大不相同，不过总的来说差的并不太多。就在林飞选择平台的时候，老姐裹着个浴巾从洗手间走出来，突然问道：对了，你这游戏啥时候发布啊？啊，这不正找平台呢吗？打算明天就上架，正好周6。啊，这么快啊？咋了？林飞抬头疑惑地看向林洛。我第016章火出大气层，我要去打枪。我说老姐，这么做就不怕你粉丝把你撕了？听到林洛的解释，林飞忍不住调笑道：不知道自己若是把老姐想要靠《我是传奇》霸榜，不想让她发布那么早的想法公布于众，网友们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人肉东北妞的家庭住址，往她家防盗门上泼油漆？也是。回想起今天自己直播间人气，林洛尴尬一笑，随后问道：那你打算明天几点发布？就定在明天中午12点吧。林飞想了想回答：12点吗？也行。林洛回答一句，连头发都不擦了，扭身走到自己电脑桌前。这时才发现先前被吓得够呛，只顾着去质问林飞，却忘了关直播。这么长时间过去，直播间内的人气仍旧在30多万，而且弹幕上全都是相互讨论的剧情话题。卧槽，我刚才看到什么玩意了？洛姐玩擦边？哪呢？奶呢？快调转摄像头让我康康！擦边，擦边！注意到直播间弹幕的林洛赶紧关掉摄像头，吓得重重的舒了一口气。好悬啊！主播，你能做人不？谁说不是？咋还关摄像头呢？人呢？出来，我要看人！看着热情高涨的一群损人，林洛翻了翻白眼，直接开麦对道：看个毛！老娘是游戏主播，愿意看滚那群小婊砸直播间去！林洛直播就是如此，从不会迁就任何人，甚至生气时连金主爸爸都照对无误。虽然人有点彪悍，但是也正因为他这种豪迈性格，在平台收获不少忠实粉丝。而现在凭借《我是传奇 V2》更是直接跻身于斗鱼平台一姐。想到今后自己可能就是一姐，
心底不由兴奋起来。不过兴奋归兴奋，他却没忘先前林飞说的话：“损人们，今天老娘玩的游戏咋样？不咋样，菜的一逼。对，连主线任务都没碰到，就挂2次，还舔脸说呢。你们这帮傻鸟，懂第几个问题？有能耐你们自己上去玩，我看你们能玩成什么鸟样。”一看到全都是夸赞自己菜逼的弹幕，林洛火气腾的一下窜起，当即对着麦克风狂喷起来。这种独特的互动方式，也许只能适合林洛，若是搁1个主播身上，怕是人气直接下滑。然而他的直播间内不仅人气没有减少，反而因为活跃的气氛又隐隐有增长之势，俨然已经形成主播粉丝互对场面。对了几句，林洛心情舒爽不少，不再含糊，直接开口道：“嗨，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刚刚老娘已经和游戏的主创团队联系了。据游戏创作人回应，这款叫做《我是传奇 V2》的游戏将会在明日中午12点整在星际游戏平台上架。怎么样？老娘讲究吧，不要钱的关注赶紧给老娘上上！”哗！随着林洛的话音落下，直播间弹幕炸裂。卧槽！真的吗，洛姐？哎呀，卧槽！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听的消息，比我小姨子怀孕都让人兴奋。操，你小子怀孕跟你有毛关系？他小姨子没结婚呢。哈哈，太好了！明天准时守候。兄弟们，我们建个群，一起讨论剧情。我看行，到时候大家一起探索游戏世界，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末日。我倒是对那款抗癌药比较感兴趣，不知道是收费还是免费的。各式各样的弹幕疯狂刷起，直播间内的几十万人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游戏是收费的，而且价钱还不贵。起初听到收费2字，直播间内的观众心脏猛然一抽，脑中第一想法就是以这游戏的渲染真实程度，怕是不能便宜。但转而又听林洛说不贵，这群人当即又兴奋起来。还好是收费，真怕免费，你们懂得。是啊，企鹅的套路太深了，我已经怕了。这游戏只要在1500以内，我都能接受。1500，不过也确实，这游戏别说1500，就算是2500也值。尼玛，你们这群土豪，能不能考虑下我们屌丝的感受？哈，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吓人，我敢保证，价格所有人都能接受。而且明晚直播我也搞个抽奖活动，随机抽200名幸运观众，到时我会赠送每个人一个正式版的 CDK。看着直播间火热气氛，林洛当即宣布道。听到他的话后，直播间内再次热闹起来。虽然这几十万人中有不少土豪，但是其中屌丝却是占多数。这种有可能白嫖的机会，当然不想错过。林洛与直播间的观众互动一阵，又探讨一阵我是传奇的剧情，便下播去睡觉了。毕竟今天连直播再刺激，已经让他疲乏不堪。然而他是睡了，可因为他的一场直播，网络上掀起的浪潮却让无数人辗转难眠。林洛的东北妞之名火了，连同我是传奇 V2 也火了。只要打开任意一款搜索引擎，甚至视频网站，但凡是打上我或者末日之类的文字，最先出现的全都是有关我是传奇 V2 的消息。在这个夜晚，全国乃至世界无数人了解到这个游戏，同时也了解到末日言论。而在网上，一段经过处理只有20多分钟的高清视频更是直接被刷爆，千万点赞，100万评论，连转发都已经达到恐怖的20万，简直是火出了大气层。而且这还是视频仅上传2个小时的数据，尤其是那评论增长的速度正以每分钟上万条增长。卧槽，抗癌药引发的末日，这是电影？怎么主角的这么菜啊？鸡毛电影，这是游戏直播录屏。游戏？鬼，这也太真实了吧！是啊，太真实了，吓得我赶紧看了看我家药箱，还好并没有抗癌药。操，这特么比3花淡奶都吓人啊！以后怕不是连药都不敢吃了呀。楼上的别担心，就算你逃过感染，也不见得能活下来。满大街的怪物追你，就问你死不死。操，没看主播有枪吗？我想去打枪。爱了，明天12点，我一定去下游戏。第017章，相爱相杀的外国玩家，下一款游戏。不得不说，我是传奇 V2 彻底的火出大气层。随着网友们的讨论和那录播剪辑的视频转发，与网络上掀起的浪潮开始漂洋过海。众人好奇游戏制作者是谁的同时，国外的网友也看到了剪辑视频。当这群人第一眼看到游戏的画质后，全都质疑起来。沃德发，这画质是游戏？妈妈咪呀，这游戏不仅画质精良，连内容都很新奇。尼玛，末日策划这脑子是咋长的？这是哪个公司的游戏？索尼、刨冰还是 EA？ 傻，
没看是简体中文吗？应该是华国出品吧？华国制造？你他妈说别的东西，华国制造我不反对，可游戏这玩意，他们能做出来？是啊，就他们那些老旧配置和老掉牙的游戏引擎，怎么可能制作出这种游戏？要说这就是他妈一个电影剪辑，你们别他妈瞎嚷嚷了！一群国外玩家相爱相杀，都是纷纷对华国制造游戏持有怀疑的态度。这不怪他们，因为近几年来，华国的游戏产业几乎就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即便有新游戏上架，也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玩意，有的甚至连皮都懒得套，直接画质加轻，升级引擎，打上个重置或者怀旧的幌子，继续割韭菜。而这还不算气人，更气人的是，玩家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往坑里跳。所谓的怀旧，说白了就是将那些老游戏拿出来坑一下当年那些没能力消费年轻玩家。当年那群玩家兜里没啥钱，玩的就是一个乐趣。而现在不同了，年纪大了，事业有成，谁兜里还没个仨瓜俩枣？面对当年遗憾，也就不吝啬兜里那点零花钱。可却不想一下子掉进无底深坑，全都给他人做了贡献。随着网络发酵，现在对我是传奇 VR 呼声最高的就属棒子国的玩家。在视频下方的留言不仅语气酸溜溜，甚至言语间都带着一股子阴阳怪气儿，说什么直播录像是假的，只不过是电影而已。还有人说这电影的内容实际是他们棒子国一款正在筹备的电影，更有不要脸说这是发生在他们棒子国首都的真事。总而言之，为了抵制华国，这群不要脸的棒子国网友算是无所不用其极。也不用那猪脑子想想，如果这事儿真发生在他们那批大嘎地方，别说一座城，怕是整个国家都得成一座空国。还能在这吹牛逼，也特么算是没长心。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当下最火的游戏都是棒子国他爹大美丽制作的。至于华国，在世界上闻名的游戏还真就没有什么东西。要说氪金这方面嘛，那绝对甩的所有国家连车尾灯都看不到。也正因为这一点，华国出个画质这么逆天的游戏，国外玩家才觉得无法接受。但是不管能不能接受，这群国外小伙伴想要尝试的热情却是空前高涨。尤其是在得知这游戏于明日发布，当即一个个准备好自己的钱包。相比热情高涨的全世界网友，林飞此时也是无心睡眠，坐在电脑前看着网上的舆论和热潮，他失眠了。网络上好消息和负面消息全都有，但他并未往心里去，不管是什么样的消息，无疑都证明了他的《我是传奇 VR》火了，而且还火遍全球那种。现在唯一纠结的就是定价问题，高了有点不符合自己初衷，低了以当下这种热度又有点于心不忍。想了好半天，最终在价格一栏输入198的数字。198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更不能发家致富。但是对于一款画面极致、内容掉炸天的 VR 游戏而言，这价格简直就是亲民，和不要钱没任何分别。设定好发布时间，林飞点下提交按钮，跟着便靠在电竞椅上，望着漆黑的窗外，愣愣的出神。他能够预见明天随着游戏发布，自己的人生将会迎来巨大转折，但也仅仅只是翻身而已。想要与企鹅抗衡，凭借一款游戏根本不够。哪怕这个游戏火出太阳系，仍旧无法撼动那个庞然大物。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少情绪值了？自言自语，林飞打开系统查看起来。自从晚上零落开播，他就留意过情绪值增长。起初只是涨得不多，几百的涨，后来他也就不再留意。然而却是不想，这一打开系统，他整个人都愣住了。整整7位数的惊叹值，直接让他惊呆了。400多万。林飞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系统情绪值，很怕自己看花了眼，赶忙因为位数了起来。个、十、百万，操，真是100万！我滴龟龟，这是发生了什么啊？林飞整个身体都在轻微的颤抖，完全没想到老姐只是直播一场，自己就有如此收获。看着那400多万的情绪值，他顿时信心十足起来。等着吧，等明天我是传奇上架，解决债务问题，我就出创造属于我的神话。第二款游戏选什么呢？已经收割一波情绪值的林飞，此时倒是不需要担心这个，现在他反倒因游戏问题有些为难起来。说实话，在他心中有不少好游戏，但是现在这种时候，不见得什么游戏都适合他发展。忽然，他像是想到什么，轻笑一声：“哼，真是笨，我完全可以把《生化危机》系列拿出来啊！”想到末日题材，就不由让人想到《生化危机》系列和他心中最经典的《惊变28天》。不过，相比于《惊变28天》这种小成本剧情，很明显，《生化危机》系列更具有制作性。而且，《生化危机》
本身就有游戏版本，不过相对于游戏版本而言，它更倾向于电影版本。当然，它所要制作的《生化危机》系列绝非局限于电影和游戏内容，所以这一切都需要大量情绪值。现在他只等明天游戏上架，再继续收割一波情绪值，想来到时候自己完全可以实现心中理想。自己好不容易穿越一次，怎么也得让这个世界的人好好领略一下末日风采，不然自己岂不是白来一回。第018章开始下载，姐有点算不过来。自命不凡的人类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人类征服癌症的那一天，竟然也是人类走向灭亡的时候。正常是一种属于群体的概念，多数的标准。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真正不正常的那个是你。不知不觉，这段话已经成为当下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起初，不明所以的人并不懂这段话的真正含义。可当这群不明所以的人查询这段话出处时，看了一段剪辑视频后，他们懂了。原来这段话是来自华国一个叫做《我是传奇 VR》的游戏开篇叙述。当网友看到那一张张惨白、毫无人性的面容，全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而下一刻，又看到游戏中的女性玩家被那群泯灭人性的怪物撕扯致死，吃进嘴里，所有人都感觉遍体生寒。看着那一只只宛如地狱恶魔般的怪物，对方虽然长着人类模样，但却一点人性没有。也许真的如那一句，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真正不正常的那个是你。在这怪物肆虐的世界中，谁又是那个怪物？也许在彼此的目光中，眼中的对方就是那个怪物。而游戏的名称《我是传奇 VR》无疑指引出，正常的人类才是那个怪物。通过反复的观看和了解，众人知道这是一个有着剧情蓝图却没有交代任何故事线的游戏。这样一个不明确的游戏，按理来说就是一个失败的产物。可在这群玩家的眼中，那极致的画质和逆天的场景互动，却成为他们想要探索的欲望。这个具备全新世界观的游戏，仿佛具有无穷魔力一般，深深吸引着所有人。随着时间逐渐接近12点，全球玩家们的耐心不仅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情绪愈发的高涨起来。与之同样激动的还有林飞。一早醒来，他就早早的在星际游戏平台登录上昵称为玩家国度的账号，接着检查游戏文件，检查绑定银行卡，检查核心文件，一遍又一遍，很怕出一点错误。事实证明，他太紧张了。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整得我都跟着紧张起来了。看到他这样捧着手机看网上评论的林洛，有些不满地说：“我擦，这群小蓝蓝居然敢嘲笑老娘玩的菜！等会游戏开了，老娘看他们还敢避避不？”一想到游戏内那宛如现实的真实环境，还有至今让人搞不明白的玩法，他当即一屁股坐到林飞的床上。我说：“小老弟，你跟姐透露透露呗，这游戏到底怎么玩？”昨天虽然被吓得要死要活，但是今天一早醒来，林洛发现自己最先想到的就是游戏世界中的末日景象，因此他对整个游戏的情绪又变得高涨起来。那种身处一个完全未知的末日世界中的感觉，属实让人有种想要探索、搞清一切的冲动。呵呵，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听到林洛的话，林飞松开鼠标，转过椅子，看着床上盘腿坐的老姐。操，告诉我能死是咋地？见到他的样子，林洛知道自己白问，当即翻了个白眼。他拉着拖鞋离开。看着气呼呼离去的老姐，林飞脸上闪过一抹愕然，没想到对方居然连一点软话都不说。本来他想，对方如果卖个萌什么的，自己也就给对方透露一点消息。可林洛这头倔驴，连在自己亲弟弟面前都不能撒个娇。算了，先看看吧。如果真没人能找到罗伯特·奈维尔，我到时候再指点他一下。在林飞设定的《我是传奇》中，先期剧情中只有一个 NPC， 那就是本剧的主人公罗伯特·奈维尔。而玩家初次进入游戏的时间，正好卡在罗伯特放完广播之后的时间段。玩家进入游戏，想要触发剧情，只有2个途径：一、偶遇罗伯特，当然这种几率小到微乎其微；二、那就是成功度过一个夜晚，并且第2天能够有幸听到广播。也许玩家可能会觉得这种设定很糟，但是林飞认为，在这个已经几乎见不到活人的世界，玩家连生存一晚的能力都没有，又如何将接下来的剧情进行到底？尤其是后期那种直面夜魔的剧情，又要如何面对？所以生存才是他给玩家设下的第一道关卡。漫长的等待，时间终于来到12点整。林飞迫不及待地点击一下刷新按钮，本来还是灰色的下载游戏按钮已然变成蓝色，而且在下方明确地标注出下载数量0。刚刚开始而已。林飞安慰一下自己，
眼睛有意无意地瞄着屏幕右下角的电脑时间。当时间跳到12:01后，他迫不及待地再次点击刷新，还是0。咦，不是吧？居然没人下载！身后林洛的声音突然响起，将他吓了一个哆嗦。见他如此，林洛赶忙安慰道：“呵呵，没事，可能是系统卡了，你再刷新一下。”系统没卡。林飞回了一句，开口说道：“是我太激动了，游戏本身就好几百 G， 就算再快的网速，下载下来也得5分钟左右。”他说的没错，刚刚刷新，数据显示为0，并非是系统问题，而是游戏网平台的下载数据统计是以下载成功为准。现在只过去2分钟而已，怎么可能会有数据？你没开播？开了，这不是想看看吗？所以让他们先等会。两人又等了一会，这次林飞足足等了10分钟，手心全是汗水的握着鼠标点击一下刷新按钮。随着界面的刷新，林飞和林洛两人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下载为0的数字直接变成19988，短短10分钟时间，下载人数直接飙升到近2万人。这数据有点吓人。卧槽，19988乘以198是多少？看到这样的数据，林飞身后的林洛直接惊呼起来，甚至已经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然而以贱娘们的智商，怕是连脚趾头算上也够呛能够算得出来。第019章，主播太菜，自己下载。个10、100、1000，卧槽，林飞，你这是要起飞啊？好几百万啊！而且这还是10分钟，你这比老娘直播还赚钱啊！掰扯半天也没算出具体数字的林洛彻底放弃，直接大声惊呼起来。将近400万，去除平台10%，到手应该在300万多一点。林飞一脸平静地说道：“卧槽，300多万，老娘的直播多长时间能挣来啊？你搁这儿捡钱呢？”啊！母哦！兴奋至忘乎所以的林洛突然一把搂住林飞，在其脸上一阵狂亲。我说你够了，不恶心？你早上刷牙没有？被亲一下口水的林飞一脸嫌弃地推开林洛，说道：“我说你能不能要点形象？你不要嘴，我还要脸呢。擦，怎么现在有钱就嫌弃我了？”被推开的林洛听到他的话，当即叉着腰，指着他鼻子数落道：“老娘打你身上多少钱，你有算过吗？我怎么就有你们个没良心的玩意儿？行了，我算服了你了。”林飞见状无奈道：“赶紧去直播吧，晚上带你吃大餐去。”林罗闻言这才收起泼妇架势，一脸算你小子懂事的样子说道：“这还像点人话？行了，看到你数据出来，我也放心了，我直播去了。”远在大洋彼岸，有一个叫做大美丽的国家。这个自称为是霸主的国家，不但科技领先于全球，甚至连游戏产业也是相当发达。全世界顶流的游戏60%来自这些欧美国家。游戏产业发达，主播行业也就跟着水涨船高。此时这个国家正处于凌晨时间，虽然已经深夜，但是相对于夜猫子而言，这个时间刚刚正好。某位高人气主播一边下载着游戏，一边吃着布拉斯的凉披萨，那黏腻油亮的外观十足充满科技与狠活。吧唧吧唧吧唧，还是咱们的披萨好吃，这种东西配上快乐水，营养十足。来，我给大家炫一根。说着，这主播当即举起5L 的快乐水，一晃头便给众人表演个小节目，打了个嗝道：“朋友们，相信你们都听说了，白天的时候，我们的游戏论坛快要被华国的一款游戏刷爆了。就在刚刚，我用了不到1张披萨的价钱买到了这款游戏。你们能想象得到吗？一个游戏居然不值1块披萨！不瞒你们，我现在对这游戏的期待值已经不是很高。这么低廉的价钱，游戏内容一定垃圾到极致。我敢保证，白天那个视频全都是假的。华国除了山寨，他们根本做不出任何东西。”不等男子的披萨吃完，游戏已经下载完毕，随便找了一团泛黄的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油脂。这是我最后一次探雷，真不是我看不上华国，因为华国的游戏只会骗玩家的钱。我记得前阶段玩一个游戏，上去之后明明只是提示只需要充1元钱就能玩，可上去之后全都是氪金功能，而且还会让你觉得氪得很合理。你们敢信？1个月时间我居然花5万刀，法克，我居然花5万刀玩了个垃圾的氪金游戏，现在想想脑袋都瓦特了。随着这名男主播的絮絮叨叨，游戏安装完毕，接着他便拿起体感服 VR 头盔，起身走到移动台上面， VR 眼镜一扣，谁也不服，直接开口说道：“科茂，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揭晓华国这次的骗局。”说完，男子毅然选择开始游戏。自命不凡的人类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人类征服癌症的那一天，漆黑且又黑暗的界面，好似无尽的深渊，低沉沙哑的声音，像是来自深渊的受难者。
没有任何华丽的 CG， 只有一段低沉的字数。低沉的声音仿佛具有某种魔力一般，让人听后感觉心中埋着一团压抑。不等压抑的情绪释放，眼前昏暗，突然金光大放。这是一个金秋烈日的午后，微风不燥，植物沙沙作响。然而周围却并非是什么亮丽的风景，只有满是杂草的荒凉街区。脚下踩着略微枯黄的杂草，那种直击心灵的触觉体验，当即让男子愣在院子。这是游戏场景。男子傻了眼，站在原地，跟个大傻子似的看着周围。太真实了，无论是光线照在身上温热的感觉，还是那种风吹过带起的淡淡青草味道，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真实的会让人误以为自己已经穿越到一片废弃的城市，眼前的一切都跟那视频中一样。难道这真是游戏内部？不敢相信，不想相信。无论是男子亦或者男子直播画面前的观众，此时此刻全都震撼的呆住。这特么也太真实了！好长一段时间，男子从震惊中醒来，他像是一个得到全新玩具的好奇宝宝一样，不断的与周围一切事物互动。随着互动，他惊讶地发现，在这个游戏世界中，所有一切都跟真的一样。无论是你敲碎玻璃，还是碾死小昆虫，全都如同现实般呈现在眼前。好，就在男子还打算探寻其他东西时，街区拐角突然出现2头狮子，一公一母。沃德法！看到雄狮的瞬间，男子整个人都麻了。以前在动物园中看到狮子，他还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但是此时真正与2头狮子对峙时，他才发现自己连跑的勇气都没有。好！伴随怒吼，雄狮一跃而起，直接扑向男子。啊呀！男子一个措手不及，只来得及惊叫一声，就被那体态庞大的狮子压在身下。下一刻，就见那血盆大口直接咬向自己的咽喉。刹那间，并没有死透的男子闻到从自己动脉窜出的血腥及那张血盆大口，发出腥臭口气。那种临死之际，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头狮子咬死的既视冲击，让男子再也忍不住惊叫起来。啊！伴随着惨绝人寰的叫声，男子眼前的画面逐渐消失，又再次变成昏暗的深渊。卧槽！这游戏不行，我要去下载自己玩，主播太鸡巴菜了。法克，主播菜逼，看你玩真心累，自己下载去。太真实了，不过我喜欢。下载。男子直播间的观众此时全都沸腾起来，下一刻不少人直接退出直播间。这些人去了哪？懂的人都懂，当然是自己下载游戏亲身体验去了。毕竟这妖牛逼的游戏还不如一张披萨值钱，少吃一张披萨不能死，这么好的游戏不能玩，那还不得闹心死。这一刻，他们觉得自己国家那些顶级工作室制作的游戏和这个华国游戏一比，简直就像美丽国的饭桌一样，花样多，都是一个滋味。第020章，周姐的骚操作，新人终结者。相比于躁动的欧美玩家，亚洲地区这边也显得有些疯狂，尤其是一向自以为是，整天将阿西吧挂在嘴上的棒子玩家。这个民族好像是见不得别人好，他们一向不看好华国制造的游戏，但就在今天，画风全变了。俗话说得好，当初你有多瞧不起，如今你就有多打脸。当见到直播中那完美极致的画面，这群玩家的脸被抽得啪啪直响，显然这是要被抽肿的节奏。开始时，我是传奇 VR， 这款华国游戏只是一些主播响应网友要求才购买进行评测的产品。然而却是不想，这些怀着踩雷心理的主播进入游戏后全都傻了眼，看着如同现实世界般的场景，他们不敢相信这次华国居然玩真的，这尼玛谁能受得了？于是乎，又一群沦陷的玩家加入下载大军行列。随着这波热潮，我是传奇 VR 的下载数据以一个惊人的数字开始起飞，仅仅在1个小时后，下载数量就已经达到20W 加的数据。这种数据别说是在星际游戏平台，就连全世界的游戏平台都没出现过这种数据。而在华国这边，全国各大直播平台12点10分左右，但凡是游戏主播全都开始直播起我是传奇 VR， 而且凡是在玩这款游戏的主播，直播间人气全都空前火爆。即便是一个3流小主播，也因为这个游戏分分钟收入近1000元的打赏。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第一批尝试我是传奇 VR 的主播们全都迎来的开门杀，而全世界玩家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被那头雄狮当场咬死。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天死在雄狮口中的玩家没有100万，也有10万之多，可见其恐怖的程度。同时也因为我是传奇 VR 的原因，整个华国游戏市场当日受到不小冲击，所有直播平台上的热度直接碾压什么撸啊撸、西爱斯沟和那些热门怀旧游戏。更可气的是，那些擦边扭腰女主播
见到如此热度，也跟着纷纷凑齐热闹，一个个在游戏里嗲声嗲气，吓得嘤嘤乱叫。而各大平台的一哥一姐也开始纷纷加入直播大军行列，诸如烧猪、大司马、大马猴、戴小妹及周姐等流量主播，更是在微博发出自己正在直播我是传奇 VR 的消息。如此恐怖的趋势让各大直播平台彻底坐不住了。面对如此恐怖疯狂的热度，他们只好临时修改，专门在分类中弄出一个我是传奇 VR 专区，并且在主页上挂上一张醒目的海报。游戏主播行业在华国还算是不错，毕竟人口基数在那里。而一名叫做周姐的主播，在这些一线主播中算是巾帼不让须眉。与林洛相比，两人除了模样不同，其他特点几乎是相差不大。同样的貌美，同样的粗嗓子，甚至连性格都有点贴近。刚刚下载完游戏，他就迫不及待开启直播，迎面来的便是密密麻麻的弹幕。靠，周姐你偷懒了呀？看到你发布消息，我就一直在等你直播，别人的我都没看，你居然放鸽子。对，这都迟到1分钟了，快赶紧开播。对，赶紧开播，我要看周姐被扯肠子的画面。这说的是人话吗？看着满屏幕弹幕，周姐一阵无语。不过在看到开播直播间内就将近5万观众，所有的不满及抱怨全都烟消云散。好，这就给你们整，催，就知道催。下载游戏不需要时间吗？周姐看出大家对我是传奇的热情相当高，丝毫不含糊，直接开始穿戴起来。穿戴完毕之后，好似橡胶皮衣的体感服将她完美曲线勾勒出来。当然，直播间的观众是没有这个眼福。他深吸一口气后，直接进入游戏当中。首先便是那熟悉的低沉自述。自命不凡的人类，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人类征服癌症的那一天，我去，这嗓音比我的嗓音还恐怖。听到那叙述，周姐便下意识想到自己的嗓音，当即吐槽起来。哈，原来周姐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啊。没事，周姐，就算你是个哑巴，我们也依然会看你直播。对，你放心，老公们会永远支持你。面对善良相当正经的粉丝，周姐只是撇了撇嘴，并未做任何回应。随着自述完毕，金阳洒落，照亮眼前一切，周姐来到一处荒凉的店铺门前。卧槽，这画质真跟视频一样啊！我他妈，这跟穿越有啥区别啊？这真是国产游戏？你这不废话吗？没看全中文吗？没看游戏平台工作室名称吗？和其他玩家主播一样，第一次进入游戏的周姐，整个人都跟傻子一样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体验着周围一切。阳光明媚的午后，微风不燥。相比于其他主播，周姐的直播间内不少观众已经刷了好几遍视频。当看到周姐还傻傻地站在原地，赶忙提醒道：周姐还愣着干啥？准备喂狮子吗？对，网上攻略说，如果在出生地站久了，就会遇到2只狮子。周姐，那还想啥？赶紧跑啊！注意到观众们的弹幕，周姐猛然惊醒。狮子？操，别说狮子，就算是一条狗，老娘遇到可能都得死。想到这里，周姐当即迈开2条大长腿，直奔路旁汽车跑去。卧槽，周姐这是要干啥？不会是打算开车跑吧？卧槽，这个溜啊！一群观众见到周姐向路旁一排汽车跑去，纷纷吐槽起来。起初在看这游戏视频时，他们一直认为那些停在路旁的陈旧车辆一定是个摆设，但是此时此刻，周姐的下意识举动当即让他们像是想到了什么。咦，我是传奇，那种极致的互动，还别说，路旁这些车没准真就能开走。如果那样的话，是不是可以逃到别的城市？想到这里，直播间内的观众像是又发现一条新玩法一样，暗自决定等会就去试试。咯吱，伴随着酸涩声音，不知停放多久，落了一层尘埃的汽车被周姐打开，一股子霉味扑面而来。周姐皱着鼻子查看一下汽车钥匙孔，并没有见到钥匙。搜索一辆汽车，她并不死心，接连又搜索第2辆汽车。就这样，1辆、2辆、3辆，一连看了好几辆汽车，都保存的算是完好，但却都同样没有钥匙。啪啪啪，什么声音？就在周姐朝下一辆汽车走去的时候，身后忽然响起异样声响。她下意识转身，当看到身后的东西后，顿时吓得惊叫起来。卧槽，新人终结者来了！第021章，这游戏能学开车？他来了，他来了，他迈着王者步伐走来了。不等主播周姐做出反应，直播间的观众纷纷刷起弹幕，并且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他们想要看到周姐被狮子撕扯的画面，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的兽欲，看着周姐于雄狮身躯下挣扎的画面。然而，性格尤为彪悍的周姐
很快便从恐惧中清醒过来，面对袭来的雄狮，当即拉开车门，钻进汽车里。砰！好心的雄狮为他关上车门。雾草，周姐，你这操作真是溜啊，连他妈狮子都帮你忙，哈哈，666！主播你真是个机灵鬼。不过我就好奇，若是这狮子不走咋办？等死呗！看到直播间弹幕，周姐也是一脸无奈，自己躲进车里也是情急之下所为。现在看着车窗外徘徊虎视眈眈的金毛狮子，一时间也没有办法。也许两头狮子并不饿，只是守在车外徘徊半晌后，那头母狮子直接走了。而那头雄狮，尼玛，这算什么？拿老娘当兔子手吗？坐在正驾驶的周姐见那头雄狮非但没有跟母狮一同离去，反而趴在车外地上，心中当即泪流满面。哈哈，完了，咱们周姐被狮子看上了，连母狮子都不要了，想要跟他生小狮子啊！主播实在不行，你就从了我们的辛巴吧。辛巴是谁？一看你就是未成年，那是我们的童年。看着弹幕，周姐恨不得给这群观众一人2拳。自己这边命在旦夕，这群损人居然还有心情开车。不过现在可不是怄气的时候，总不能一直在这儿耗着吧。可外边那虎视眈眈的狮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吃宠物粮的品种。周姐一边思索，一边在车内翻找起来，试图能够找个防身的武器。卧槽，这游戏设计师怕不是个细致狂魔吧？操！我没看错的话，周姐手上拿的是蕾丝3根绳吧？我去，还真是，这设计师真牛逼！汽车储物箱放内裤没毛病吧？楼上老铁没毛病，放气球都是正常操作。周姐在车内整个互动过程全都被观众看在眼中，一群人又再次为这种细致入微的细节狠狠震惊一把。这游戏太牛逼了，完全超出以往他们所认知的游戏内部交通工具。各位，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这车真能开走，没有驾驶证的人怎么办？我去，是啊，我没开过车咋办？永安驾校本驾校面向全国招生，价位低廉，保证每人1位学员都会学有所归。好家伙，这广告打的真到位。当然，对于这种无孔不入的广告党，瞬间就有观众怒怼回去：操，游戏能学开车，谁他妈还用驾校啊？哈哈，兄弟，这下有理由跟家人要钱买游戏了。这一话题弹出，顿时引起直播间内一些学生党共鸣，纷纷拿起手机给家里大人发信息。暂且不提直播间内插入的广告事件，游戏中随着周姐在车内翻来翻去，时间一点点过去。时间一长，外面那头狮子显然已经失去耐性，突然从地上爬起，猛地一跃而起。砰！妈呀！一声闷响，沉重的尸身压得汽车向下一沉，正在寻找工具的周姐被吓一跳。咯吱，整台车响起金属干涩摩擦声。在周姐惊恐的目光下，就见车顶的狮子顺着挡风玻璃走到引擎盖上，一人一狮隔着混黄挡风玻璃相互注视着彼此。这种近距离与狮子对视，可比在动物园看狮子还要刺激。顷刻间，周姐的手脚变得冰凉起来。现在开门跑，能跑得掉吗？望着与自己只隔一玻璃的雄狮，周姐喃喃自语。下一刻，她就瞬间将这种想法否决。2条腿和4条腿赛跑？开玩笑！怕是莫等自己启动，就得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嘎吱嘎吱，面对不知如何是好的周姐，狮子精耗光所有耐心，伸出2只前爪挠起挡风玻璃。幸好这玻璃左上角标注着华国制造，这倒让周姐和直播间观众放心不少。可是随着雄狮的动作，整台汽车都上下起伏晃悠起来，这对车内的周姐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哗啦，随着汽车不断起伏，一个钥匙串从汽车遮阳板上掉到周姐腿上。这是车钥匙？看着突然掉到腿上的钥匙，周姐有些不敢置信。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自己想要找的东西就他妈在头顶。这惊喜属实来得太突然，以致让周姐眼睛里都出现泪光。哈哈，看把主播激动的都哭了。周姐别高兴太早，以我多年临床经验，这车都不知道放了几年，怕是电瓶都没电了。我操，你们这是多见不得主播好啊！还别说，真有这么可能。周姐对于直播间弹幕仿若未见，现在手中的钥匙就是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管好不好使，她都要尝试一下。她颤抖地将钥匙插入钥匙孔，重重地舒一口气，尽可能地让自己心中平缓一些。等到心情平复差不多，这才缓缓转动钥匙。吭吭吭吭，不知多长时间没有转动的启动机发出沉闷半死不活的声响。有电！周姐闻声，脸上不由露出喜悦神色。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时常直播间飙车的老司机，他知道此时千万不能着急，当即将钥匙门归位，让整台汽车进入通电状态。等了差不多能有30秒的样子，他再次调整自己的呼吸，踩下离合，一鼓作气，快速拧动钥匙门。吭吭吭，噗噗噗，轰！伴随着一声闷响，汽车尾部突然窜起一股黑烟，抖动的汽车轰然启动起来。哟呼，好样的！我滴龟龟真的能启动！这一刻，无论是周姐还是直播间的损人，全都如同示众般欢呼起来。若不是城市明令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怕不是都得有人放两挂鞭。总而言之，汽车成功启动，直播间内一片欢腾。而作为完全沉浸在游戏中的周姐，心里更是泛起旁人无法体会的喜悦情绪。汽车启动，剧烈的轰鸣声将那头雄狮吓得从车头跳了下去。跳下车头的雄狮并没有就此离去，站在不远，冰冷的兽瞳疑惑地看着眼前发出咆哮的铁皮怪兽。周姐迎着狮子的目光，心里兴奋不已，脸上露出满是小人得志的样子。乖乖，我看你死不死！第022章，一首 BGM 再次火遍全网。大宝贝儿，刚才你不是很凶吗？这回让你知道追老娘的下场！轰轰轰！一副小人得志样的周姐，一脚将油门闷到底，屁股下的机械野兽发出震天咆哮，宛如出闸猛虎般向雄狮冲去。好！躲开冲向自己的铁皮怪物，雄狮转身瞥了眼汽车，骂骂咧咧地窜进旁边的道路。这个娘们报复心好强，怕是再待下去，小命都得搭这儿。嘿，算你跑得快，不然老娘非撞死你不可！从倒车镜中见到那头狮子跑了，周姐嘴上嘟囔道：“主播，脸呢？咱能要点脸不？有能耐你下车说这话去！”哈哈，周姐不都是一向如此吗？这一点我不反驳。不过有一说一，周姐这波操作属实有点猛如虎。是啊，到现在也就周姐算是真正把狮子撵走了。可不是咋地，我刚在隔壁烧猪那过来，那家伙死得老惨了。哈哈，全网都在狮口逃生，你却把狮子撵走了。对了，周姐，昨天我看洛姐直播，大街上有武器店，你赶紧去收集武器。对，还有你得趁天黑找个安全藏身点。直播间观众见周姐像个没事人似的开车压马路，当即提醒起来。算你们这帮损人还有点良心。看到提示，周姐感谢一句，跟着便落下车窗，留意起街道旁的店铺。空旷废旧的秋日城市中，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整条街道，金辉洒落，照着周姐侧面，细腻的画质形成一张美轮美奂的画面。一时间，直播间观众全都看呆了。忽然 BGM 响起，随着美妙的旋律响起，一首 Hell or High Water 在直播间内响起。伴随着前奏，直播画面从车里穿过车顶来到空中。 You never know what tomorrow may bring， 充满沧桑的嗓音响起，直播间炸了。卧槽，我知道这游戏有 AI 视角切换，但这 BGM 是不是有点逆天了呀？我滴龟龟，这是什么歌？跟这场景也太贴切了吧。 The woman lying next to you could be a meme， 靠在你身边那个女人可能只是回忆。伴随着沧桑略带伤感的烟枪，视角再次高升，这时观众们看清整片街区全貌。看到这街区，众人第一印象就是大且又荒凉，除去下方道路上飞驰的老旧汽车，整个空旷的街区再也没有一个活物，就连先前逃走的狮子都不知去了哪里。这个地图到底有多大啊？鬼他妈知道设计师设计多大，不过就这手笔，恐怕以后别的游戏我都玩不了了。太牛逼了！不行，我要去下载。嘿嘿，我早就下载了，就是不玩。我也想玩，但是不敢啊。期待玩家国度能出个休闲游戏。卧槽，我又发现一个秘密，这首 BGM 网上居然没有搜到。啥？不会是设计师自己做的吧？做游戏的写歌？麻痹，我居然相信了，真见鬼！随着直播间气氛活跃，热度也在疯狂上涨，看得周姐心花怒放。然而与周姐相比，其他几位一流主播可谓是过得跟个苦逼似的，甚至有的仍旧在与狮子赛跑。明明已经换了好几个地方，可每次都能遇到这两头狮子，真他娘的活见鬼了。不过因为我是传奇 VR 的全网火爆，直播间内的网友们会挨个直播间乱窜，想要一睹这些大主播们的骚操作。随着网友的乱窜，周姐别具一格的骚操作也被传播开来。一群得知还有开车骚操作的主播，纷纷驾上心爱的破车，开启听 BGM 压马路之旅。我是传奇 VR 彻底火了，而且还是以火出新纪的节奏，挡都挡不住。同时火的还有开车逛街触发的 BGM， 更是有好心的网友直接录屏，将这首名为 Hell or High Water 加工处理后放到网上。一首游戏国度原创 BGM
Hell or High Water， 瞬间登上原创音乐榜。而更可怕的是，只用了不到20分钟时间，就从榜单最后杀入前10。众人见状，再次被深深震撼。什么时候全球原创歌曲榜门槛这么低了？居然连一个游戏 BGM 都能进入前10。当然，那些抱着这种想法的音乐人和网友，在听过这首歌后，全都默默送上一个5星好评，就像看此书的网友一样。而听过这首 BGM 的网友，在得知这是今日最火的直播游戏后，纷纷也加入观看直播的行列。等到这群人进到直播间，看到那美到极致的画面后，又纷纷提出质疑：这真的是游戏？看到这样的弹幕，蹲在直播间的那群老鸟显然是已经懒得回答，理都没理，继续观看直播画面。卧槽，马老师，您这儿牛逼啊！谁说不是？别人还在为逃生犯愁，你他妈居然搁这儿玩上捡垃圾造公式了！伴随着水友们的弹幕，就见直播画面中名为马老师的玩家在一栋临街的建筑地下室内构建起防御工事。铁皮构建的房门后堆砌老高一堆杂物，此时别说是推，就算用炸药，怕是也很难将这门炸开。看着堆满杂物的房门，马老师将地下室唯一一扇10多公分高、30公分宽的小通风窗打开，擦了擦刚才搬杂物被划破的手掌，简单包扎过后，拿起收集来的罐头，边吃边与直播间观众互动起来。哈哈，为了玩这个游戏，洛姐的直播回放我看了不下10遍。虽然暂时还没搞清主线是什么，但以我多年临床经验来看，怕是只有活过第1晚才能知道。不得不说，马老师这个机灵鬼，还真就误打误撞猜出林飞的想法。然而，这个我是传奇 VR 中的第一个夜晚，岂是那样好度过的？随着马老师与直播间水友的互动，外面落日余晖的街道逐渐被黑暗所吞没。夜风吹起，安静的城市响起悲切的呜咽声。吃饱喝足的马老师将先前收集而来的枪械弹夹全都压满了子弹，手握钢枪，战战兢兢地坐在地下室角落，死死盯着堆积杂物的地下室铁门。踏踏踏踏，黑暗中密集且又杂乱的脚步声如约而至，整个直播间内气氛瞬间凝结，所有人的心全都不由自主地提了起来。第023章，马老师，曹这帮家伙有狗鼻子，他来了，他来了，他们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来了。不负众望，我是传奇 V2 中的恐怖生物如约而至的登场。踏踏，伴随着脚步声，众人就见数道黑影出现在地下室的小通风窗外，借着微弱的月光，那是一条条褴褛灰白的大腿暴露在众人眼中。由于角度问题，马老师看不到那群怪物的模样，但是即便如此，先前通过看直播回放，脑海中也不由浮现出那些恐怖的面容。呼哧呼哧，怪物们粗重的喘息声在这狭小的地下室内显得尤为清晰。卧槽！看着窗外，马老师这才意识到，先前自己只顾着忙防御工事，竟然忘了关通风窗。虽然狭小只能允许一个孩子爬进的通风窗有着钢筋护网，但是谁知道那群恐怖的怪物的嗅觉会不会像狗一样灵敏？想到这儿，马老师只好忍着恐惧，壮胆从角落中走出，打算悄悄关上窗户。随着逐渐接近，一条条健硕灰白的大腿于眼前晃过，他的心跳也跟着逐渐加快。直播间的观众隔着屏幕不怕事儿大的调侃起来：喂喂喂，马老师，你不是一直喜欢大长腿吗？这回算大饱眼福了吧？瞅瞅，这说的是人话。心中紧张要死的马老师闻言只翻了个白眼，并不敢出声回应观众。就在他走到一半之时，窗外移动的长腿突然停下，一直紧张注视窗外的马老师瞳孔骤然一缩，心脏猛地旋起，吓得当即僵在原地一动不敢动。下一刻，心脏短暂骤停又跳动下，就见窗外那苍白长腿的主人突然蹲下身体。操！差点嘎一下抽过去的马老师顿时被吓出一头冷汗。幸好对方并没有看向窗户这边，而是蹲下身体，鼻子收缩，像是在嗅什么气味。马老师见状满脸疑惑，紧随其后突然像是想到什么，下意识看向包扎渗出血迹的手掌。不会真跟狗一样灵敏吧？他抬头看向那只怪物，他的心都碎了。这时直播间观众也都反应过来，纷纷弹幕道：我去，这群怪物真有狗鼻子，我看像马老师要祭天了。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窗户那么小，他们钻不进来不是？那就得看咱们马老师的心理抗压能力了。看到直播间水友们的风凉话，马老师恨不得掐死这帮损人。妈的，老子咋说也是个爷们儿，难道还会像洛姐那样被吓尿了？然而事实证明，他的接受能力还真就没比林洛强多少。就在他想着的时候，那蹲着的怪物像是追踪到血腥气味来源，猛地转过头来，漆黑眼眸死死锁定地下室。
那不含一丝人类感情的面容，当即将众人吓个半死。卧槽你妈！你麻痹啊！麻痹！我说尿出来几滴，你们信吗？相比直播间内的观众，身临其境的马老师明显感觉自己都快要吓尿了。四目相对的瞬间，更是不受控制的发出一声破了音的惊叫，伴随着贯穿夜幕的嚎叫，手中突击步枪的扳机也被他下意识扣下。砰砰砰！狂躁的咆哮彻底打破这宁静的黑暗，伴随着枪火与咆哮声中，没长眼睛的子弹像无头苍蝇般乱飞一通，水泥墙皮、窗户连同外面的怪物同时被飞翔的子弹击中，崩飞的水泥渣、碎裂的窗玻璃、迸射出的污血脑浆，形成一幕暴力美学画面。从未杀过人，甚至连鸡都没杀过马老师，当即又被眼前画面吓了一跳。乌黑黏腻的液体顺着窗口滴落到地下室内，难闻的腥臭气味弥散开来。本就剧烈喘息的马老师狠狠地吸了一大口，当场哇的一声被这气味呛得吐了出来。好，好，好！就在他大吐特吐之际，窗外接连不断的咆哮声响起，密密麻麻的身影朝着窗口这边扑来。卧槽！卧槽！卧槽！望着窗外那一张张丝毫没有人类特征的惨白面容，沉浸在杀人恐惧当中的马老师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同时下意识的再次扣动扳机。砰砰砰！伴随着震耳欲聋声响，弹夹内的子弹倾巢而出，暴风雨点般密集的弹幕乒乓乱响，有的射到墙上，有的射中怪物。这一刻，没有一个观众嘲笑他的枪法，甚至连弹幕都没有几个，所有人全都攥着拳头，聚精会神地看着眼前直播画面。真刺激！咔咔咔！听到手中突击步枪传来的空响，马老师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射没了，下意识抬头望向窗口，整个瞳孔骤然一缩。皎白月光下，残破的窗口竟是被迸射的污秽之物，乌黑黏腻的血浆顺着窗台，沿着墙壁，像是融化的蜡油一样缓缓流到地上。整个地下室全都是怪物体内那种难闻的污血气味。虽然气味难闻，甚至令人作呕，但是那几只死去的怪物已经将窗口堵住。马老师见状，心底不由松了一口气，暗道：应该没事了吧？然而，不等他来得及喘息，就见那堵在窗口被爆头的怪物猛地被一股巨力扯起甩飞出去。下一刻，被清空的窗口又几个新的面孔出现。吼吼吼！马老师心中骤然一紧，下意识扣下扳机，可手里的突击步枪却丝毫没有反应。操！没子弹了！意识到原因的马老师当即扭身爬到墙角，在那里堆积着他提前准备的枪弹。此时他心里无比庆幸，庆幸自己之前看了数遍零落直播回放，并且记住那家武器店位置。几乎将武器店洗劫一空的马老师，当即又拿起一把满弹 M4A1，对着窗口就是一通乱射。砰砰砰！不要钱的子弹瞬间形成一道弹幕，一瞬间趴在窗口的几只怪物便被他射得稀烂。然而等到这批怪物死去，却又有新的怪物涌上，一切就像陷入一个死循环一样。一批怪物死亡，堵住窗口，下一刻就会被同伴无情的甩飞，跟着又一批出现。而马老师这边更是不敢停歇，来一批射一批。虽然守着地下室并不耗费什么体力，但这对一个正常人而言，精神上也受不了啊。第024章，马老师杀红眼了。操！我特么怎么就这么倒霉？后背贴墙壁，心跳如鼓的马老师不断吞咽着唾液，嘴里干得像是沙漠，并且残留着一股怪味。这游戏哪都好，就是太他妈真实了，真实的让他认为自己现在就身处末世中。虽然一旁就有矿泉水，但是他却丝毫没有心情去喝水。望着又一批出现在窗口不含任何人类感情的面孔，他再次扣动手中扳机。已经杀红眼的马老师整个人麻木的像是个机器一般，只要窗口出现新的怪物，他就会毅然扣下扳机。砰！哗啦！忽然一声剧烈的撞击声响起，堆在铁门前的杂物滚落下来。操你妈！这一声撞击彻底让马老师紧绷着的精神炸了，他怒骂一声，悍然扣动扳机，主动凑到窗口，朝着外面射击。弹夹射空，换一把满弹新枪，直到后来射无可射，再打开弹药箱，开始往一个个弹夹里压子弹。铁门被撞得砰砰直响，窗口的人形怪物咧着乌黑的嘴巴，尽情的嘶吼。这一刻，他反倒没有先前那么恐惧，虽然依旧害怕，但是手上动作明显要稳了不少。弹夹压完，他又上膛射击，没子弹，再继续压子弹，反反复复，周而复返。就这样，马老师从夜晚射到深夜，又从深夜射到凌晨，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射出多少子弹，压满多少次弹夹。子弹再次射空，再次卸下弹夹，压起子弹。
长此以往，虽然会给人造成审美疲劳，但是直播间的观众却没有一个离开，都在等待游戏中的黎明到来。如果没有意外，马老师应该是全球第一个活过第一个夜晚的玩家。是啊，幸好那极致设计狂魔没将游戏里的时间与现实同步，不然这个游戏没法玩。不知道天亮后会不会开启主线任务，应该能触发吧。咯嘣咯嘣，就在直播间观众讨论游戏内容时，一声声好似石头崩碎的声音响起，毛骨悚然的声音瞬间让所有人神经绷起。伴随着马老师抬头，众人见到一幕骇人画面。不知道那群怪物是不是因为知道快要天亮原因，已经狗急跳墙，灰白的双手像是感觉不到痛苦一般，疯狂地抠起水泥窗口。哪怕双手被粗糙的水泥划得皮开肉绽，露出骨头，狰狞的脸上都不曾露出一丝痛苦。甚至在这疯狂下，还有2只扒烂双手的怪物在众人骇然的目光下，毅然张开大嘴，用那乌黑的牙齿啃了起来。咯嘣咯嘣的啃食声令人心底生寒，毛骨悚然，浑身起满鸡皮疙瘩。卧槽，这也太疯狂了吧！操啊，这设计师得是有多变态啊，居然能设计出这么疯狂的怪物。与直播间网友相比，此时马老师整个人都看麻了，一声声瘆人的啃食声彻底将他笼罩于恐惧当中。尼玛，狗逼设计师真他妈不当人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他发誓这辈子都没这么怕过，更没像今日这般渴望白天。心中尽是恐惧的马老师迅速压满弹夹，安上弹夹后，手中 M4A1 毫不迟疑开火射击。游戏中一晚上的练习射击让他的枪法提升好几个等级，从一开始的子弹乱飞到如今已经可以简单掌握点射，并且在这种距离百发百中。正如那句所有的神枪手全都是子弹喂出来的一样，马老师几枪便解决啃咬窗口的疯狂怪物。现实中只是过去1个多小时，而沉浸在游戏当中的马老师却觉得像1个世纪一样漫长。不知过了多久，窗口忽然飘进来缕缕青色烟雾，宛如硫磺燃烧般的味道混合着腐臭气息，形成一股新的更加难闻的气味。随着阳光出现，在震惊的看到窗外那些尸体在遇到光线后瞬间滋滋的冒起烟来，不一会就变成一滩黑色液体。天亮了，看着朝阳照射的荒凉街区，马老师愣了好半晌，脸上终于露出那种劫后余生的喜悦笑容。哈哈，我挺过来了，我挺过来了，兄弟们！此时此刻，马老师心里全都是那种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感觉。他扔掉手上的突击步枪，开心的像个孩子，眼中泪水再也抑制不住的流了出来。我真挺过来了！一直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彻底放松下来，他如同疯子般在地下室内又蹦又跳，并且嘴上不断欢呼：哈哈，马大师你牛逼！马大师威武！马大师威武！兄弟们，上礼物！随着一名铁粉的弹幕，马老师的直播间内顿时礼花、跑车、大别墅等礼物飞起。几分钟过去，直播间内的因打赏礼物绽放的烟花仍旧没有停下迹象。因为是全球第一个在我是传奇 VR 世界中度过第一个夜晚的主播，此时马老师的直播间正在源源不断有网友涌入，20多万的人气瞬间直接被拉到爆棚，达到恐怖的80万人。马老师，快赶紧出去看看，看看能不能触发主线任务。这时直播间内有观众提出要求，但这条弹幕很快就被刷得无影无踪。好在这时也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随后要求马老师出去看看的人越来越多。见到观众要求，马老师当即点头答应，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将五味杂陈的心情整顿一番。等到一切完毕，他也再次进入状态。不知是不是错觉，马老师发现自己经历游戏中的一夜，整个人好像变了不少，不但学会使用枪械，连同枪法都变准了。而且他隐隐有种感觉，就算现实中给他一把枪，他都能用得如游戏里这般轻松。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能够直面那些怪物。玩游戏真的能锻炼人的胆子吗？好像真能。那岂不是说我也可以练会开车？一想到自己8年都没考下来的驾照，马老师顿时信心十足起来。这么一会功夫，他便将门前堆着的杂物移开。我去，那群怪物是少林和尚吗？太尼玛变态了吧！这可是铁门啊！那怪物是不是和尚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自己好像真捡了条命。看着铁门上一个个圆形凸起，马老师不由联想到那群人形怪物光秃秃的脑袋，当即又是一阵庆幸。感叹之余，他迫不及待想要去寻找主线，当即想都没想，打开铁门走了出去。当啷！卧槽，吓我一跳！刚出门口没走几步，马老师便被脚下踢到的易拉罐吓了一跳，骂骂咧咧低头瞥了眼，当即愣在原。第025章，收费游戏能赚几个钱儿？这是有人故意摆的。看着脚下几个规规矩矩摆放在一起的易拉罐，
马老师不由一愣，下一刻他猛然意识到什么，脸上神色骤然巨变。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就感觉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操！马老师当即抬腿撒丫子往楼外跑，可这边脚刚抬起来，便感觉后背上落上一个重物，直接将他砸趴下。并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马老师，情急下只好攥着枪下意识扭身想要推开对方，却是不想这一回头，顿时吓得亡魂皆冒。卧槽，这特么算是回头杀吗？已鉴定完毕，马老师帅不过3秒，这是狗带的节奏。苍白狰狞嗜血的面容，咧着腥臭的嘴巴，直奔他面门咬来。马老师这一回头，不但将自己吓得不轻，连同直播间的观众也是被吓得马爪差点扔掉手机。等到这群人看清骑在马老师身上的怪物有着明显女性特征后，又不由得调侃起来。而当事人马老师此时哪有什么心情，甚至都觉得吓得能不能举都是个问题。就在这愣神之际，幽暗的走廊内又相继冲出10多只怪物。一群怪物看到马老师后，就像苍蝇见到屎一样，乌拉一下，纷纷一跃而起，将他掩埋其中。你已经死亡，游戏结束。哇！正在家中直播的马老师愣愣地看着屏幕上的提示，半秒没到，张嘴便吐。太他妈吓人了，太他妈残暴了！老子的肠子都被扯出来了。这设计师脑子有病，这个环节为啥也要这样真实？我是不是听到啥动静了？你没听错，好像是马老师吐了。好恶心！听到直播间传来的干呕声，直播间观众再次发起弹幕。已经见识过无数主播死亡场面的他们，对这种血腥画面已经多少有点免疫。而随着马老师的游戏结束，直播回放被制作成视频，全球第一个在我是传奇 V2 中活过1夜的玩家的标题也彻底火了。这一段视频以每分钟上万的点击量迅速登顶热搜榜第1。同时有了马老师的前车之鉴，一些主播们也纷纷效仿起来，并且从这条视频中众人还挖出一条劲爆内容，那就是游戏中的怪物有智慧，居然懂得用易拉罐来做预警。游戏仅仅发布不到2个小时，各种视频及攻略便被各个视频网站的剪辑大 V 制作成视频传上网络。仅仅2个多小时的发酵，就让这款叫做《我是传奇 VR》的游戏席卷整个网络。尤其是那极致般的画面，更是轰动了整个电影界。那些世界顶级的电影制片公司瞬间便嗅到商机，纷纷利用人脉联系星际游戏平台，试图要来游戏设计者或者工作室联系电话。然而这些凭借人脉弄到联系方式的制片公司毫不迟疑，当即拨通联系电话。什么？空号？企鹅总部顶层大会议室内，掌舵人麻花藤瞪着眼前主管，一脸不可置信。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利用关系弄来的联系电话居然是个空号。这你敢信？游戏这么火爆，而制作方留下的联系方式居然踏马是个空号。是设计师脑子瓦特了，还是工作室公关部瓦特了？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明天一定给我联系上游戏国度，无论任何人，哪怕是扫地大妈。听到自家老总的话，主管整张脸都跟苦瓜一样。现在全网都在找玩家国度的联系方式，可至今貌似没有一个人找到。这任务……突然间，那名主管好像想到什么，脸上的苦瓜神色当即一转道：马总，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下边人说，斗鱼平台有个叫东北妞的主播，是第一个玩这个游戏的，而且还是内测版本。我觉得他应该和玩家国度有联系。听到主管的话，麻花藤眼前一亮，当即开口道：那还不赶紧联系东北妞？好，我这就去。玩家国度。等到主管离开，麻花藤轻声念叨一句，便转身向会议室一侧走去。这里是中午临时搭建的工作组，此时整个公司的设计团队人员全都围在这里，有的坐在电脑前观测数据，有的正穿着装备站在移动台上玩游戏。哦，不一会就见移动台上一名工作人员干呕几声，摘掉头盔，朝不远的垃圾桶跑去。这游戏如何？等那工作人员回来，麻花藤便率先开口问道：好玩，真好玩。脸色有些发白的工作人员听到马总的问话，想都没想，下意识将自己对游戏的感受说出。我他妈是让你玩了去了吗？麻花藤听到手下回答，当即怒道：操，老子问你的不是好玩，我说能不能复制出来。复制？那名员工听到他的话，神色一愣，见到手下的样子，麻花藤皱了皱眉，说道：不要求100%复制，做到高仿就可以。操！听到自己马总的话，那员工下意识地骂了一声，随后意识到自己面前的可是他的衣食父母。不过一回想起游戏里的东西，无论是内容还是画面，甚至里面任何微不足道的小细节都跟真的一样。他当即摇了摇头，说道：马总，这事儿我们组做不到，别说高仿。说到这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眼前的马总
虽然干游戏行业，但是却从不玩游戏。跟这种人解释，完全是对牛弹琴，直接改口道：“马总，如果有时间，你还是自己体验一把。说再多，你也不能明白。”麻花藤闻言，当即一愣：“什么玩意？我就不明白了。老子有什么不明白的？做游戏不都是一个套路？免费广告打好，套路设好，到时候玩家的钱不还是嗖嗖往外掏？”看着眼前眼神古怪，甚至带着点鄙夷，一句话不说的手下，麻花藤心里有点生气。但是眼前这群人又是公司内的顶梁柱，他也不好发脾气。瞥了眼先前对方下来的移动台，心话：操，不就是个破游戏吗？老子就是做游戏的，难道还会被吓到不成？心中这样想着，走到移动台上，拿起 VR 头盔，直接扣在脑子上。直至现在，他都没瞧得起这个一时风靡网络的游戏，甚至更瞧不起收费游戏。那玩意能他妈赚几个钱儿？哪有免费游戏赚钱？第026章，老姐境外消费，社死现场。啊！卧槽！5分钟都没到，伴着一声惨嚎，麻花藤像是鬼畜般扔掉脑袋上的 VR 头盔，骂道：“你麻痹！这特么游戏设计师是变态吗？”忽然，他又像是想到什么，一脸惊悚的看向自己的肚皮，见完好无损，脸色稍稍好转一些。恐惧过后，他心有余悸的骂骂咧咧道：“妈了逼的，吓死我了！这特么是游戏？真不知道那群傻逼玩家咋想的，哪有免费氪金游戏爽？不过骂归骂，游戏内容是真不错，尤其是那逼真的画质和令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人有点流连忘返。可这特么怎么看都与他的免费游戏是不相同的东西。”麻花藤扭头看向一旁的秘书：“联系到游戏设计者了吗？”李主管正在联系，还没联系上。麻花藤一听秘书的话，当即脸色难看起来，沉声怒道：“让那群家伙抓紧给我联系设计者，立刻，马上！无论花费多大代价，我都要收购这个玩家国度。不要跟我说做不到，老子有钱！谁不知道你有钱？有钱就有钱呗，喊个鸡毛！”看着有些失态的麻花藤，秘书心里一阵吐槽，表面答应一声，便抱着文件匆匆离开。对于这次收购，秘书不看好，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怀里抱着的文件上数据代表着什么。仅仅半天不到的时间，我是传奇 VR 的下载数据就已经达到惊人的将近60万，60万的下载量。虽然 CDK 很亲民，才198的价格，但是可要知道，那踏马可是60万的下载量。说句最实的话，就是玩家国度只用了1个小下午时间，就赚了一个小目标，这特么堪比印钞机啊！谁卖？谁是大傻子啊？你说多少钱？看着瞪着大眼睛大呼小叫的林洛，林飞一脸淡然道：“除去游戏平台分成，剩下不多，也就1个亿吧。1个亿，还吧。”看着林飞一脸平淡的样子，林洛心里顿时酸了。小老弟儿，你这笔装的真冤啊！不行，老娘忍不了了！林洛心中怒吼着，扑到林飞身上，掐住后者脖子怒道：“混蛋，你还1个亿？你他妈知道老娘想要赚1个亿得用多久吗？老娘就算把脖儿扎上，一天24小时直播，10年都不一定能赚这么多。你倒好，1个下午就赚1个亿，还跟我装淡定，那可是1个亿啊！”想到先前自己给对方拿的那些钱，他更是大声吼道：“不行，还钱，带利息的，利息500%，我给你1000%，能撒开我吗？”被摇得头晕的林飞感受林洛坐在自己身上引起的变化，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现在他只想赶紧将对方弄下去，至于说的1000%，无所谓，又不是外人。何况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对方支持他。操！你他妈！听到林飞的话，林洛脸上当即露出笑容，可是这笑容没持续几秒，就感觉到臀下一痒，当即从他身上起开。啊，这你不能怨我啊！这事儿他1个巴掌也拍不响。看着怒目而赤的林洛，林飞尴尬的埋怨道：“你……”林洛刚要开口，却被茶几上的手机铃声打断，瞪了林飞一眼。他拿起手机，见是个陌生的国际号码，皱着眉接通电话，打开免提：“喂，您好，请问是林洛女士吗？电信诈骗。”听到电话中十分客气的温柔声，林洛第一反应就是诈骗。我境外消费了，买的军火，大地红双响的，一点火，轰，咔，砰的那种。啊，林女士，冒昧打扰到您，我是冰封公司项目经理，我叫法琳娜。啊，冰封公司？林洛表情瞬间凝固，整个人都凝固了。丢人啊，真他妈丢人！作为一名游戏主播，冰封公司是什么？他再清楚不过。
这可是国际前10的游戏公司，旗下不少游戏风靡全球，自己居然将人家当成电信诈骗了，社死啊！社死啊！不过，这对有着社交牛逼症的林洛来说都不算事儿。不好意思，我把你当成境外电信诈骗了。啊，呵呵，不要紧。对方客气的态度让林洛有些摸不着头脑，下意识问道：“不好意思，你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我们想与我是传奇 VR 创作者谈一下合作，希望林女士可以为我们引荐一下，当然，我们公司也会给你一份回报。啊！林洛闻言一怔，转头看向林飞，直接递出电话，试一试找你的。林飞见状，摇了摇头。林洛瞪了他一眼，向电话另一端的法琳娜说道：“这件事让我考虑一下吧，稍后给你答复。”说完，不给对方任何说话机会，直接挂断电话。呼！挂断电话的林洛长长舒了口气，扭头看向靠在沙发上的林飞：“我说老弟，你咋不接电话？那可是冰封国际，你的梦想不就是做游戏吗？有冰封国际做后盾，你的游戏梦就能实现了。”林飞打断他的话，转而看着他道：“我说老姐，你的目光能不能放长一些？就算我跟他们合作，有他们给我担风险，但是你觉得你弟弟是那种屈居人下的人吗？打工，这辈子是不可能给别人打工的。想跟我合作，通通不要想。从现在起，我要做自己的游戏，打造自己的品牌，我要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玩家国度。”这小子挣俩臭钱找不到北了。看着豪言壮语的林飞，林洛一时间有些无语，半想开口道：“你……我说小老弟儿，不是姐打击你，你看全网有多少工作室，没有1万也得有几千，出名的就那么几个，大浪淘沙呀，你懂吗？姐可不想看你赔的裤衩子都穿不上，哪有这么形容自己亲弟弟的？”听到林洛的话，林飞心中一阵吐槽，不过他知道老姐这是关心他，林飞心中一暖，安慰道：“你放心，你老弟我不仅要穿裤衩子，而且还得反着穿。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传奇 VR， 不过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这只是个开胃菜而已。接下来才是我的大动作。”“什么？开胃菜？你别告诉我你手里还有这样的游戏？”林洛闻言一脸惊讶道：“有，不过需要优化，所以我打算趁这段时间将下一款游戏优化出来，争取赶在我是传奇 VR 被人通关之后发布。”林飞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计划。“你说的是真的？”林洛一脸惊悚地看着弟弟，猛然他像是想到什么，他一改常态，满脸堆笑扭捏道：“那个小老弟儿，你看姐。”第027章，看直播哪都没去，在我二大爷家守灵呢。热！看着扭扭捏捏跟个擦边女主播似的老姐，林飞瞬间三观尽毁。“我说大姐，我不指望你像个大家闺秀，但咱起码也得像个人，行吗？”听到他的话，林洛身体一僵，当即神色骤然一变，横眉立目盯着林飞。“女人啊，真善变！混蛋，有种你再给老娘说一遍！”看着恢复本色的林洛，林飞反倒舒服不少，不以为然地翻了个白眼道：“你看，这样才像个人吗？没那股子浪劲儿，非要硬浪，整个跟个四不像似的。”心中腹诽一句，林飞开口问道：“说吧，什么事儿？”回归本色的林洛闻言也不扭捏，直接开口，甚至以命令式的口吻道：“林飞，老娘现在正式通知你，你那新游戏必须得提前1天让我直播。”“好啊，不过你得答应我个条件。”“什么条件？”林洛没想到他会答应的这么痛快，下意识道：“从今以后，你做我游戏的发言人，外加形象大使，当然是不需要说话的那种，没工资。而且过段时间，我要让你在微博上发布，就说游戏国度新游戏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前50名通关我是传奇 VR 的玩家将会获得提前体验资格。现在我是传奇 VR 热度如日中天，不趁这个机会狠狠炒一波，林飞都觉得有点对不起这热度，所以他决定先将消息放出去。我是传奇 VR 看着难度较大，但是故事线并不长，以他猜测用不上多久就会有人通关，所以后续工作必须提上日程。靠，我还以为多难点事儿，这包在我身上。林洛闻言拍着胸脯道：“有没有工资他倒是不在乎，反正自己提前直播也能赚不少钱，再者说游戏都是他们家的，难道小老弟儿还真能见姐姐饿死不成？行，那你去换衣服吧。”“不是，换衣服干啥？干啥？当然是吃饭去了，顺便办点事儿。”虽然有些忙，但是林飞可没忘答应对方的大餐，两人收拾一番便开车向市中心驶去。时间尚早，林飞先到银行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贷款清空，再次走出银行，心中压着的那块大石也彻底落了地。正所谓无债一身轻。
心情舒畅的林飞毫不吝啬，带着林洛在魔都最高档的餐厅内狠狠地炫了一顿。胡吃海塞的两人直接给酒店服务员吓得一直在门口守着，就怕两人吃饱喝足一抹嘴儿跑了。好饱！车内副驾驶上的林洛摸着滚圆肚皮，突然问道：“老弟，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下一步？对啊，你现在没有饥荒，而且身价上亿，手里还有更好的游戏，难道不应该像是电视剧里那样建立个什么商业帝国啥的吗？林洛掰着手指头，一脸天真的道：“我去，大姐，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还商业帝国？亏你真敢想！”林飞闻言吐槽两句，继续道：“商业帝国暂时别想了，接下来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搞垮或者收购企鹅，彻底将它从游戏市场中清理出去。至于在之后的事情，还没考虑。”一天时间，林飞的身价暴涨，但是自始至终都没忘当初自己受到的打击。收购企鹅，林洛闻言一惊，他可清清楚楚知道企鹅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集团。抛开游戏这方面不谈，单就网络这方面，说是华国半壁江山都不为过。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林飞真能如愿以偿吗？想了半天，林洛也没想出个所以然，索性也就懒得去想，又考虑起自己直播问题，当即神神秘秘道：“老弟，你给姐透点料呗。”什么料？开车的林洛疑惑道：“还能是什么？就是我是传奇 VR 的通关攻略呗。”林洛说完，像是怕林飞敷衍自己，赶忙补充道：“你别跟我说不知道，你是游戏设计者，我不需要太多，让我能安全活过第一晚，还有能触发主线就可以。我这点要求不过分吧？安全活过第一晚，而且还得触发主线任务，自己到底要不要告诉对方呢？”听到林洛的话，林飞有些犹豫，见到他如此，副驾驶上的林洛有些坐不住了，当即开口道：“不是，就让你透露这点信息，咋还得要你命似的？你可别忘了是谁。”呵，好吗？这还没说啥呢，就已经翻小肠了。小肚鸡肠的女人。看到老姐的样子，林飞心下撇了撇嘴，有些不耐烦道：“行啦，行了，告诉你还不行吗？你说，你说。”一听林飞的话，林洛当即闭上嘴巴，甚至连手机的记录本都打开了，一脸认真的望着他。不是。看着老姐一副三好学生的架势，林洛有些无语，暗自摇了摇头，也不去理会对方搞怪的样子，直接说道：“游戏里的夜魔，也就是你们口中的怪物，他们活动习性你现在应该清楚了。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那群夜魔的嗅觉十分灵敏，不但对血腥敏感，甚至可以追寻气味，找到躲藏起来的玩家。当然，游戏世界里药店有一种叫做消毒水的东西，那个东西可以掩盖玩家气味，前提是你得有一个坚不可破的庇护所。至于其他的吗？”说到这，林飞忽然想到什么，嘴角微微翘起，微笑道：“你可以去有水的地方看看，也许有意外收获。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再多，怕是我的游戏2天就要被人通关了。”什么嘛？将林飞所有话都记录下来的林洛闻言一脸不爽，自己记录半天只得到2条消息，一条是消毒水，一条则是去水边。消毒水的作用他已经清楚，至于去水边，难道那群怪物怕水？这倒是一个好消息。等到两人回到家，林洛迫不及待甩掉脚上的滑板鞋，一阵风般冲进自己的房间。虽然他并不需要争取那个全球前50通关名额，但是这种能够在全世界面前亮相的机会，又怎么能不让人心动？然而他却忘了自己早已经因为试玩我是传奇 VR 的原因，在全球玩家面前露过脸了。今天他没有准时准点开播，而是提前1个多小时。开播没到1分钟，直播间就已经达到恐怖的10万人。这种恐怖的效果，对于一名纯游戏主播而言，已经是快要到天花板的节奏。洛姐，你是真的狗啊？偷偷开播？谁说不是？幸好老子上厕所有看手机的习惯。我没上厕所，我正在送外卖呢。我这开车呢。操，你们这都是什么陋习？幸好我哪都没去，在我二大爷家守灵呢。第028章，城市里有军舰和战斗机。守灵看直播？你是真笑啊？特么也不怕仙人棺材板压不住，出来揍你一顿。林洛看着直播间弹幕，感觉这群观众是真的皮。早就迫不及待上游戏的他，只是在心里吐槽一番，便直接登录游戏。等待期间，他一脸嘚瑟道：“哈哈，各位小伙伴，经过我千辛万苦钻研，我现在已经大致摸清这个游戏。今天这场直播，保证你们看得有所收获。”说话之间，林洛的角色已经出现在荒凉街道上。别吹了，隔壁好几个主播都已经熬到第2天了。谁说不是？还在新手出生地晃悠的人，咋好意思跟我们说有巨大收获呢？脸呢？主播这脸可真是堪比城墙啊！
因为先前有周姐飙车和马老师固守地堡的操作，现如今我是传奇 V2 的游戏进度已经有不少人成功熬到第2天，不过暂时还没人触碰到主线任务。操！你们这群损人，今天姐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睾丸！背对的林洛愤愤地说了一句，便直接走到路边，熟练地拉开车门，从遮阳板上取下钥匙，直接启动汽车。哟，没看出来，洛姐不光在直播间是老司机，上路也是个老司机啊！目测洛姐已经有几年驾龄，这还用你说？洛姐开播以来哪天没开车？刚刚不还说是睾丸吗？我说你们够了，再没完没了，我可要开队了！看到调侃自己的弹幕，林洛当即面容一板，皱眉怒道：“他就搞不明白，平日里去别的小姐姐直播间查房，无论哪个直播间都是一片融洽气氛，反倒他这儿观众不像观众，主播不像主播。你要说人气凉也就罢了，可他直播间偏偏人气异常的火。”尤其自从播了《我是传奇 V2》后，开播便是10万人打底。面对一群杠精 LSP， 他属实有点招架不住。随着油门踩下，空旷荒凉的街道回荡起老旧保姆车的咆哮，经典的 BGM 再次响起。林洛按照记忆中路线，轻车熟路再次来到超市和武器店所在街道。走进超市，这次并没有打开冰箱恶心观众，只是拿了一点玉米罐头和几瓶纯净水，便蛇身返回车中。喂，洛姐，对面武器店你还没去呢？这女人脑子怕是都长胸上了吧？见她直接上车，直播间观众一脸迷惑，有人忍不住提醒。然而就在弹幕刚刚弹出后，看着直播的观众们全都突然瞪大眼睛，弹幕飞一般的刷起。卧槽，姐娘们疯了，狠人啊，居然还有这种操作，我尼玛！伴随着直播间炸屏般的弹幕，就见林洛驾驶的保姆车倒退，哗啦一声撞碎武器店的店门，一屁股扎进店内。屁事儿没有的林洛彪悍地蹬开车门下车，扫了眼一片狼藉的武器店道：“曹，这个世界连警察都没有，难道还要老娘遵守交通法规不成？再说这么多弹药，搬来搬去多麻烦。”听到林洛的话，直播间观众顿时全都无语，只因为懒得搬就想出这种操作的，一言不合就搞破坏，借个娘们是真虎啊！恐怕全网都找不出第二个。不得不说，林洛的办法虽然粗暴，但确实提升不少效率。不一会，林洛就将武器店的弹药扫空，连带那台老掉牙的保姆车减震都被压下去一大截。看着林洛收获丰厚，直播间观众也跟着高兴。按照正常操作，下一步就是寻找一个封闭坚固的安全场所。可不一会，林洛所驾驶的汽车又停到一家药店门前。在众人怪异的目光下，林洛又从店里拿了2大桶消毒水，放到汽车后座上面。不是，洛姐，你这是啥操作？我咋有点看不懂？是啊，就算为了防止受伤，不也应该是找急救用品吗？这消毒水是几个意思啊？谁说不是？那玩意可难闻了。你们这群脑子里全都是白浆的 LSP， 能懂个屁！林洛冲直播间弹幕对了一句：“卧槽，我知道主播要干啥了。消毒水的气味能掩盖主播身上的气味，到时候只要藏好，那群怪物就很难找到主播了。”哟呵，没看出来，还真有大聪明。说着，林洛将消毒水放到车上，看了眼天色，距离黑天还有段时间。回想起林飞的话，他便决定趁着时间抓紧找有水的地方，启动汽车沿街搜索，并且趁机向直播间观众介绍道：那群夜间出来活动的怪物，官方称这些怪物为夜魔，他们有着强大的嗅觉，消毒水的气味可以有效清除活人身上的气味。说话间，汽车又穿过2条街区，沿途风景一片凄凉，没有高楼的遮挡，一座耸立的大桥出现在视野当中。主播不会是打算逃出这个城市吧？我看不像，游戏地图毕竟有限，逃能逃到哪去？有那时间，还不如抓紧找个坚固点的地方躲起来。谁说不是？隔壁的马老师和呆小妹都已经熬到第2天了，而且现在全球已经有不少人熬到第2天。洛姐，你再这么混下去，可就彻底被他们拉开了。切，熬到第2天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碰到主线任务了吗？没碰到主线，就尖毛不是？林洛闻言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既然林飞让他寻找水源，一定有他的道理，说不定主线任务就与这有关。不一会，林洛驾驶着汽车来到驶入一条沿河公路，像是注视到什么的林洛当即一脚门住刹车，整个人都愣在驾驶座上。卧槽，槽啊，这他妈是啥？河里居然还有这玩意！直播间有没有大佬？赶紧科普啊！军迷250，可嗨，如果我没看错，这应该是一艘护卫驱逐舰。护卫驱逐舰？那踏马上边还有飞机呢！卧槽，这个游戏车都能开，你们说飞机？
操，那玩意就算能开，你能开走咋地？伴随着直播间炸裂的弹幕，呆住的林洛回过神来，下意识打开车门走到岸边，举目眺望。宽阔的河床内水位并不高，整个河床里遍布大大小小的破旧船只，而在这些船只中最为醒目的则是3艘并排而停的军舰，尤其边上那艘上面居然还有战斗机。这第029章，让老娘开飞机，咋不去死呢？卧槽！洛姐在游戏里找到军舰了，而且上面还有战斗机，啥玩意？你说东北妞找到军舰了？林洛在我是传奇 V2 世界中找到军舰消息，不到5分钟便传遍了整个游戏圈，顿时引爆整个圈子。其实这也不能怪众人惊讶，因为此时我是传奇 V2 还处在刚开阶段，而那些玩家进入游戏后，第一目标便是寻找武器，打造避难场所，试图度过第一个夜晚。也正因此，众人才忽略了探索荒凉城市的想法。随着林洛发现军舰的消息传来，顷刻间无数的玩家如同洪流般涌入林洛的直播间。洛姐，洛姐，快看看飞机能开不？对，洛姐，你给我们飞一圈，我给你们飞一圈，你们咋不让老娘给你们炫一个呢？这辈子都没想过有生之日能在军舰上搞直播的林洛，看着直播间各种无理要求，恨不得用他那39号的大脚丫子踹死这帮损犊子。车无证驾驶，顶多说被拘留；飞机无证驾驶，只有2种结果，一个是上去下不来，一个是下去也就真下去了。还飞一圈，开玩笑！想开飞机，你们自己上游戏，老娘对这玩意没兴趣。走在比足球场还要大的甲板上，林洛像是个好奇宝宝，四处查看。不一会，他便找到一处绝佳庇护所，位居军舰最顶层的一个封闭房间。房间不大，全金属包围，四周铜墙铁壁，一侧墙壁上还有2扇小窗户，并且大小直径20公分的样子。粗略的检查一遍，没见到可疑生物。小伙伴们，老娘找的地方怎么样？我敢说，全网都没有这么安全的地方。他们累死累活在那建造地堡，老娘直接躺平。不是我吹，就咱这地方。看着周围铜墙铁壁，林洛当即开始炫耀起来。直播间观众看不过去，当即刷起屏来。瞅你那嘚瑟的劲儿！呵呵，洛姐虽然嘚瑟了点，但该说不说，这地方真牛逼。哈哈，这家伙又让洛姐装一把。看到直播间观众连夸带损的话，林洛一脸嘚瑟道：没办法，我也不想啊，这运气来了，拦都拦不住啊。他一脸无奈，摇头叹气走出房间，返回岸边。这副欠揍的架势又让观众们好顿喷。早已习以为常的林洛对此嗤之以鼻，甚至时不时还对上2句。与观众互动之间，再次返回码头。林洛将车上食物运上军舰，随后又运了些弹药上去。眼见离天黑越来越近，只能放弃将东西全都运上军舰的打算。打开事先准备好的消毒水，林洛在车上洒了一些，又沿途用消毒水清理自己的气味。太阳一点点落下，夜幕降临。林洛最后检查一遍，见没有任何遗漏，便锁上房门，老老实实的待在房间内。日落月升，皎白月光洒落在大地上，透过船舱上的小窗户，凄凉的街区，荒废的公路尽收眼底。秋风掠过空旷的城市，发出鬼哭狼嚎般声响。靠坐在窗边的林洛看着外面，听着风声，与直播间观众互动起来。不得不说，看洛姐直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是啊，别人直播间都是苦苦死守，他这可倒好，还能有闲工夫欣赏月色。哈哈，这叫什么？你让我玩末日游戏，我却将它玩成了休闲游戏。休闲游戏倒不至于，但是起码能少点血腥。林洛扫了眼弹幕，回答一句，眼睛又忍不住飘向外面。咦，那是什么东西？忽然间，他注意到荒凉的街道上出现一道道灰色身影。虽然距离有些远，但是经过仔细辨认，他看清那是一只只变异的怪物，也就林飞口中的夜魔。随着风声呼啸，一只只夜魔走上街道，3两相聚，渐渐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卧槽，这是多少？怕是得有上千了吧？何止2000都他妈拦不住！这座城市到底有多少夜魔啊？随着林洛的视角，众人在直播画面中见到无数密密麻麻的夜魔出现在街道上。成群结队的夜魔出现后，一个个宛如没有目的的行尸走肉，站在街区附近徘徊不定。吼！吼！吼！忽然，一声宛如野兽般的怒吼穿透整座城市。随着这声怒吼响起，整座城市瞬间沸腾起来，此起彼伏的嘶吼响起。同时，那群在路上徘徊的夜魔像是收到某种命令一般，纷纷四散开来。太壮观了吧！我靠，不好，那几只好像是发现主播的车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主播不是用消毒水掩盖气味了吗？操，掩盖气味有屁用啊！你们忘了，这群夜魔貌似有智慧的，难不成他们还会记得码头车辆？随着直播间观众讨论，就像是印证众人的话一般，几只位于码头附近的夜魔纷纷奔到林洛先前那辆保姆车旁。虽然距离较远，但是明显能看到那群怪物在汽车周围徘徊，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靠啊！你们这群乌鸦嘴！看到这种情况，林洛不由张嘴吐槽起来。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同时，脚下的船板下方突然响起咚的一声闷响。啊！听到这个声音，林洛面色顿时僵住，当即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先前上船的时候，由于时间紧迫，他并没搜索整艘船，却是万万没想到，这船上还隐藏着夜魔。卧槽，这是打脸的节奏吗？是啊，先前是哪个说自己这庇护所安全来着？哈哈，你们看洛姐那脸色，好像卡粉了。这群混蛋！不敢开口大骂的林洛，看着直播间粉丝调笑弹幕，只能咬牙切齿地瞪大双眼。然而，他却不想，自己这副凶狠表情不仅没有一点杀伤力，反而让直播间观众嘲笑得更凶。咚咚咚，他不敢发出一丝声音，但是脚下的船舱内沉闷的声音响个不停。他感觉那个发出声音的夜魔好像与他只有一板之隔，甚至脚掌都能感觉到微微震动。纵然有完全准备，他心里也免不了恐惧起来。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脚下的地面是金属制造，即便夜魔恐怖，也未必能够破得开铁板。D030章，老娘现在已经不会吓尿了。NPC 是林飞。世界上最恐怖的，往往不是说你见到什么，最恐怖的就是你没看到什么，却听到声音。那种看不到、听得到的折磨，才会让人神经紧绷起来。咚咚，船舱内回荡着沉闷的撞击声。俏脸苍白的林洛神经兮兮地盯着地面，沉闷的声音响个不停，连带他的心跳也跟着这个节奏跳个不停。不过该说不说，胆量这玩意儿绝对是练出来的。林洛这个彪悍，并伴有社交牛逼症的傻妮子。自从玩了《我是传奇 V2》后，腰不酸了，腿不是，是自从玩了《我是传奇 V2》后，胆子越来越大了。除去先前几次吓得半死，尿过几滴，如今虽然还是害怕，但是却没有被吓尿的感觉。恐惧使人成长，漫长煎熬终于让他熬到天亮。黑色的帷幕褪去，新的一天来临，一夜有惊无险。林洛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朝阳驱走黑夜中的恶魔，照亮荒凉的旧世界。林洛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趁着没有危险，先补充一下体力。有人吗？我叫罗伯特，是约市的幸存者。我看到一台福特车，这是你的车吗？有人吗？卧槽，洛姐，有人在说话，你听到没有？真的有人啊，好像还是个男人声。船舱外隐隐传来呼叫，顿时引起直播间观众注意，一个个宛如打了鸡血般疯狂刷屏。也难怪他们如此。自《我是传奇 V2》发布以来，已经有不少人度过第一个骂骂咧咧的美好夜晚，甚至更有人打造堡垒度过第二个夜晚。可这些玩家根本没有遇到任何 NPC， 这让这群将《我是传奇 V2》当作生存游戏的玩家不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在玩生存游戏。然而此时这一说法在林洛的直播间内不攻自破。原来这游戏世界不是没有 NPC， 只是没玩家遇到过而已。就算没有观众提醒，林洛也听到呼叫，他赶忙起身，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汪汪汪！刚跑到甲板上，他便听到下方传来犬吠，当即下意识抽出腰间的手枪，循着声音来到军舰船头，一人一狗，两个身影映入他眼中。汪汪汪！码头上的黑背犬见到他后叫得更凶起来。一旁的男人抬头看到他后，当即举起挎着的突击步枪瞄准他。卧槽，林！虽然相隔较远，但是以林洛对林飞的熟悉，他还是一眼认出码头上的男人与他弟弟有9分相似。看到举枪的男人，林洛一怔，差点就喊出声来。不过瞬间反应过来的他意识到这并非是真的林飞，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遇到的 NPC 居然跟林飞有9分相似。这算什么？真他妈烧爆！小混蛋，居然将游戏 NPC 设定成自己的样子，还要不要点脸？心里吐槽两句，林洛这才意识到他还被对方用枪指着，便下意识开口道：我是被那群怪物追杀逃到这里来的。被夜魔追杀吗？罗伯特闻言呢喃一句，他心绪不宁，百感交集的脸上神色变幻不定，有喜悦，有惶恐，更多的是一种长久孤独，见到活人之后的不知所措。那种表情就像是常年认知的世界崩塌表情。望着眼前真真切切的活人，他表情激动，双眸湿润。
望着持枪的林洛，罗伯特忍着激动的情绪道：“我没有恶意，请你放下枪好吗？”操！这话说的，就像老娘有恶意似的。看着那与弟弟有着同样面孔、枪口对准自己的 NPC， 林洛下意识吐槽起来。那张熟悉的面孔很难让他带入游戏 NPC 角色。心中别扭的林洛将手枪重新插回腰间，说道：“看好你的狗，老娘可不想挨咬。”呵呵，你放心，山姆是个勇敢的伙伴，他不会咬你，除非他想咬你。罗伯特解释道。好家伙 ，NPC 都这么皮吗？一条畜生，谁还能猜他心思不成？对于罗伯特的解释，深受林飞荼毒的林洛显然是并不愿意相信，甚至还翻了个白眼。突然想到什么，他赶忙问道：“你是这里的 NPC？ 我能接任务吗？” NPC 是什么？听到他的话，罗伯特一脸茫然。啥？你他妈一个 NPC 居然不知道 NPC 是啥？这 NPC 难怪带着一条狗。你是真狗啊？听到罗伯特的回答，林洛彻底站不住了，当即从军舰上爬下来，气冲冲地走向罗伯特。随着逐渐接近，罗伯特那张棱角分明、干净的面庞出现在直播画面当中，孤独且又带着一丝迷茫的黝黑眼眸和那独特的气质，当即让直播间观众看呆了。卧槽，罗伯特不是外国人？操，谁规定姓罗就非得外国人？不过该说不说，这哥们有点帅啊。对啊，30多的男人才是具备杀伤力的黄金时期，真有男人味儿。男人啥味儿？随着林洛接近罗伯特，直播间弹幕刷刷飞起，而林洛心里已经100%确定，眼前这个与林飞9分相似、一脸沧桑的家伙就是游戏 NPC。不过该说不说，眼前这个处于青中年阶段的林飞，属实让人眼前一亮，连他心里都震惊起来。这特么真是自己弟弟？为啥感觉有点不同？被林洛侵略性目光盯着的罗伯特当即更加不自然起来。你好，我叫罗伯特，是约世幸运者。不过他那双黝黑的眼眸却透着不可掩饰的激动。卧槽，看那眼神，这家伙是个啥样？居然饥不择食的望着洛姐。天哪，连游戏里的 NPC 都这么真实吗？我居然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孤独和渴望。对，我也想说来着。你们看那家伙的眼睛，里面居然有泪光。操，这真是 NPC。第031章，你们这群 LSP 那是老娘弟弟。常年游走于无人的世界当中，这个人必定认为自己是孤独的，可当某一天眼睁睁见到一个活人出现在自己面前，长久认知的世界观也会随之而然地跟着崩塌。那长久的孤独感如洪水猛兽爆发，瞬间让罗伯特眼中热泪流转。在听到罗伯特简单赘述自己过往之后，直播间当即炸了。卧槽，这哥们是个牛人啊！自己一个人在这座死城生活好几年，太牛逼了！这要是我，怕是早疯了。我突然感觉有点心酸。太帅了，简直太伟大了！妈的，我怎么感觉好像被这 NPC 圈粉了呢？这男人也太强了吧，简直太帅了！不行了，我发现我爱上他了。是啊，谁能想得到，居然有人在这个世界一个人生存几年？爱了，我宣布，从此以后罗伯特就是我老公。果然啊，人都是逼出来的。楼上这话确定不是在开车？直播间惊呆的观众，谁都想不到，眼前这个开局只带一条狗的男人，居然在这座死城坚守数年。尤其是在交流中，对方流露出那种长久以往的世界观崩塌后，那种内心彷徨和偶遇活人后又激动的神色，瞬间圈粉无数。操，这群脑残女！看着直播间有点近乎疯狂的雌性生物，林洛酸了。本来游戏自己玩的挺好，直播也不错，特么谁能想得到，被一个 NPC 圈粉了。更可恨的是，那 NPC 的模样还是他弟弟，这你能上哪说理去？这群花痴都眼瞎了吗？居然能看上林飞这个歪瓜裂枣。如果不介意，你可以去我那休息，夜晚的城市很危险，你应该清楚。我那里不仅有安全的堡垒，还有温暖的大床，总好过你睡冰冷的甲板。就在这时，情绪已经平静不少的罗伯特开口提出邀请。卧槽，这么直接吗？不然你以为呢？可别忘了，这家伙渴了好几年。卧槽，那岂不是说我们要大饱眼福？草 ，LSB 这内容能直播吗？看到直播间弹幕，林洛脑门子上已经蹦出个井字，他就知道这群 LSP 口中绝对说不出什么好话。但一想这是游戏 NPC 的邀请，没准是什么任务，林洛当即回答：好吧。说着，他便要去车上收拾枪械。于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拿那些武器，
我那里并不缺少任何东西。主播小心，那家伙家里啥都不缺，就缺像你这样的糟女人。如果不是 NPC 当面，林洛绝对会对上一句去你妈的。因此他只能将这个 ID 叫做拿牛子放风筝，水友默默记在心中，转身上了罗伯特的车。轰轰，跑车肆无忌惮地穿梭在城市之中，秋日的冷风从车窗灌入，吹得林洛长发飞舞。出神地望着周围一片死寂的城市，他不由转头看向与自己弟弟9分相似却一脸沧桑的罗伯特，好奇道：罗伯特，你为什么不离开这座死城？这是我的家乡，我的亲人最后埋葬在这儿。罗伯特侧目看了眼林洛，脸上露出一丝笑道：哼，只要天黑前掩藏好自己的气味，再找一个安全的住所，其实这座城市还是很美好的。美好？如果说满大街的东西随便用，汽车随便开，倒是挺美好，但那群嗜血的夜魔瞬间就让人觉得一点都不好。深有体会的林洛不由暗自腹诽。穿过几条街区，两人很快来到一处耸立巨大石门的广场。距离广场不远的路旁停放着几十台豪车，在林洛惊讶的目光中，罗伯特将车停到车位里。走吧，我的家就在那边。说着，罗伯特从一旁另一台车备箱中拿出一桶消毒水。不过在这之前，我得清理好我们的气味。话语间，两人很快便来到一栋别墅前。罗伯特很绅士地将他请进别墅。在路上，林洛本以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几年，住的地方一定很豪华，很奢侈。可当他看到罗伯特家中简单摆设后，一时间觉得有点意外。邀请他在沙发上坐下，罗伯特便起身决定去做顿丰盛的午餐，来为林洛接风。不一会，一顿并不精致却格外丰盛的午餐摆到桌上。整张餐桌上荤素搭配齐全，甚至两人面前的餐盘里居然还有一大块烤肉排。看着桌上的饭菜，直播间内观众当即又狼嚎起来。罗伯特太帅了，简直是男人中的典范。不行了，我发现我恋爱了。妈的，玩个游戏居然喜欢上游戏人物了，这可咋整？卧槽，这家伙天天研究饭菜，怎么做的这么……我现在真想有这样一个老公。卧槽，你们这群母 LSP 还能不能要点脸了？那他妈是老娘弟弟，怎么就成你们老公了？看着直播间炸锅的弹幕，林洛心里酸得直冒酸水。这帮娘们是彻底不要脸了，一个个的居然想老牛吃嫩草，这可不行。而就在林洛胡思乱想之际，他却不知道贴吧里突然多出一个新的叫做我是传奇罗伯特的贴吧。贴吧一开，当即又吸引无数女性网友，其中更有女性技术帝直接发帖将游戏里的截图和自己所做的罗伯特帅照甩出。那沧桑面容，忧郁的眼神，再配上无一丝赘肉的完美身材，简直了，当即让那群女性粉丝疯狂不已。而且更有能人直接做了张新的游戏海报，苍凉荒废的水泥钢筋森林为背景，一杆长枪，一个人，一条狗行走于秋雨霖铃、落叶纷飞、荒芜的街道上，瞬间便将末世中的孤独与凄凉表现出来。粉丝们疯狂将这张图刚刚上传花瓣网的海报下载下来，直接当作屏保和桌布。短短1个小时不到，贴吧内的发帖量就高达几万。罗伯特这个名字也彻底在国内传开了。与此同时，更为震惊的是林洛，自从罗伯特圈粉，他这边直播间内人数如同坐火箭般上升，仅仅几分钟的时间，直播间观众就上升至恐怖的100万之数。第032章贵了，他就是传奇，瞬间几10条氪金方案，贵了。罗伯特这个名字不仅没有随着林洛下播而被人淡忘，反而如同瘟疫病毒般席卷网络。这一刻，但凡是关注我是传奇 VR 动态的玩家，全都记住了这个名字。无关他游戏 NPC 的身份，只因为那张坚毅沧桑的面容，让人一闭眼就泛起他的模样。随着林洛的直播回放、剪辑播放，全球玩家开始疯狂地在游戏中寻找这个男人。随着更多的玩家与这个男人接触，越来越多的信息被玩家挖掘出来。在全网玩家疯狂的挖掘下，玩家愈发感觉震撼。原来这个外表沧桑、孤寂、坚毅的男人，居然一名流行疾病专家。在病毒即将蔓延整座城市，送走妻女时，亲眼目睹飞机失事的惨剧。这个亲眼目睹家人离去的男人，选择留在这座死城内，最终活成最后一名人类。因为天生具有免疫病毒能力，他带着唯一陪伴他的忠犬山姆，白天行走于城市中寻找幸存者，或在实验室内研究治愈病毒的方法。这是个伟大的男人。直至这一刻，所有人才意识到我是传奇的真正含义。在这个怪物肆虐的城市中，他就是传奇，一个活着的传奇。论坛、贴吧、微博，但凡是转发我是传奇罗伯特的文章或者帖子，全都火了，而且火得一塌糊涂。帖子下边的评论
更以每分钟上千的回复速度上涨。呜，罗伯特太感人了。是啊，这个男人太伟大了，找老公就要找这样的。如果这世上真有罗伯特，我愿意为他生一窝猴子。太帅了，这才是纯爷们，什么小鲜肉，什么男神，通通都是垃圾。谁手里有罗伯特的精彩截图，重金求购。当晚，整个互联网游戏人物罗伯特直接火出圈，而与其有关的话题，热搜10个词条里，罗伯特就占了3个。罗伯特的出圈不可阻挡。同时另一个话题也被人谈论起来，那就是学医的不见得就能拯救全世界。罗伯特的火无法阻止，一些看清形势的明星也纷纷发文来蹭流量。杨老板，哎妈呀，这个游戏太好玩了，尤其是罗伯特太让我感动了，这才是真正的男人。胖迪，哈哈，从今以后我就是罗伯特的粉丝。姜文，我是传奇 V2， 这他妈游戏我看他行，如果有可能，我想踏马将他排成电影。冰冰，如果这世上真有罗伯特这种人，我愿意为他退出娱乐圈。然而，这样的话并不单单只限于华国，尤其是那些一向以英雄主义为主的欧美大陆，几乎所有玩家瞬间便被罗伯特的人设圈粉。几个知名的论坛内，无数的网友疯狂留言安利。操，这个罗伯特比蜘蛛侠帅多了。是啊，虽然是个东方人，但是我发誓，我已经喜欢上这个男人了。我宣布，从今以后，我的偶像不再是美队，而是这名神秘的东方男子。太伟大了，罗伯特，太伟大了！真难想象他一个人是如何在那个世界生存几年的。我是传奇 V2， 太精彩了！我现在已经与罗伯特接触，你们知道吗？和他接触之后，我才发现他不但伟大，而且还是个博学者。相比起欧美，华国这边的热潮下，一些工厂嗅到了商机。华国制造闻名世界，这是不可否认的。就算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只要敢拿到华国市场，分分钟就能量产出来，而且价格还贼便宜。正因以上几点，在罗伯特风靡网络的同时，无数嗅到商机的厂飞速运转起来。仅仅2个小时，就有无数的海报和手办在网购平台上纷纷上架，而且销量十分火爆。当下是个网络发达的时代，也是商人逐利的年代。企鹅大会议室，虽然已是深夜，但是此时却灯火通明。面容略显憔悴的麻花藤望着手下几名主管。这个游戏前景太大，剧情暂且不提，游戏里所有东西都是咱们无法拥有的，尤其是画质和游戏内置 AI， 甚至连配乐都是我们无法比拟的。这对整个世界而言，可能是游戏业的革新，但是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打击。现在我们太被动了，必须得想办法，不然的话，用不上1个星期，我们的游戏市场将会受到巨大冲击。这群主管听到麻花藤的话后，全都面露难色。道理谁都懂，但是拿什么去抵制？就凭他们手里那些歪瓜裂枣的免费游戏？别做梦了！众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但不说又不行，他们这帮人若是说不出个1、2、3，怕是明天全都得卷铺盖滚蛋。沉寂半晌的办公室内，一名中年主管站起身来：“马总，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蹭一波热度。我们可以将旗下代理的所有 FPS 游戏推出一款活动，推出一系列罗伯特的皮肤，再搞个礼品箱，同时再增加一系列的游戏装备，将我是传奇 V2 中的武器增加到服务器中。如果这波热度蹭好了，我们绝对能大赚一笔。”整个企鹅游戏部门的高管全都开始讨论起如何蹭我是传奇 V2 的热度。没错，就是讨论蹭热度，而不是讨论开发。不得不说，企鹅的高管们脑子太厉害，短短1小会功夫就以蹭热度、出皮肤为开端，策划出几10条氪金方案。这一波热度若是真蹭好了，没准真能让他们血赚一波。马总，诸位的方案确实不错，但是我觉得这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就算这波热度我们蹭到了，之后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加大力度，加大投资，开发一款新游戏。就在这时，坐在办公桌最末端的游戏开发项目负责人开口道：“开发？那玩意费精力又费钱，而且不保障有玩家买账，哪有代理稳妥？”一名高管开口质问，随后说道：“最好的方法就是想办法与玩家国度取得联系，争取收购他们。”收购？我他妈倒是想，可能联系上算啊。从下午开始，整个企鹅所有关系网都调动起来，根本无法联系到我是传奇 V2 的创作工作室。麻花藤摘下眼镜，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脑仁疼。第033章，准备新游戏。企鹅来电。翌日，天刚亮，林飞便醒了，第一眼就是查看一眼自己手中的情绪值。情绪值121400131，呼，终于到1000万了。看着1200万的情绪值，林飞脸上露出笑容。
有了这1000多万的情绪值，他就能更好的开发后续游戏。想到这里，林飞询问起来：开发整部生化危机系列需要多少情绪值？生化危机系列涉及到一个完整世界体系，所需要情绪值10亿。真多啊！即便是心里有准备，当听到10亿整个数值后，林飞心底也不由抽了口凉气。好在他有所准备，并非要一步到位，而且就算一步到位，自己怕是也无法全部设定完整。那么生化危机电影版1和2剧情改造呢？定制生化危机1、2改造需要情绪值1000万。1000万还好，良心价。得到系统的回复，林飞暗自点了点头，觉得这个价格完全可以接受。心情愉悦下，他简单收拾一下，难得起早，外出溜达一会，在返回的路上顺手买了2份早餐。等回到老姐家的时候，林洛已经起来。哟，出息了，居然起这么早。将早餐放到餐厅桌上，林飞看着梳洗打扮的林洛，诧异道：你还好意思说？你自己看看这都是啥？林飞不说话还好，这一开口，林洛当即妆都不化了，拿起手机解锁，将通讯录打开，扔到他面前。我去，你这业务属实有点吓人啊！红拉拉一大片未接电话，林飞也被吓了一跳。看着那全都是座机号码的未接电话，若是不知情，没准都会认为这是被电信诈骗盯上了。不过林飞、林洛两人清楚，那些未接电话都是各大游戏厂商或者公司的电话。你说怎么办吧？现在这些电话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私人生活了。林洛掐腰站在林飞面前，居高临下，一副女王姿态。加钱，涨工资。林飞抬头看了眼林洛，将手机扔到一旁，淡定道：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你现在已经属于玩家国度的对外形象大使兼业务部经理，这些电话接不接是你的事，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拒绝与所有公司合作，剩下的你看着办就行。好啊。混蛋，你早知道有这天是不是？听到他的话，林洛当即面色一凝，怒道：还剩下的事儿让我决定，你这一口否决了，老娘还决定个屁！既然如此，老娘也不接。说着，林洛弯腰抓起林飞身旁的手机，气呼呼的就往自己房间走去。林飞见状，赶忙喊道：喂，早餐还没吃呢，老娘没心请你，你自己吃吧。伴随着话语，林洛砰的一声关上房门，便没了动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看着关闭的房门，林飞心中稍稍迟疑。不过这迟疑并没持续多久，仅仅几秒便被他抛去脑后。下款游戏迫在眉睫，内容绝非像《我是传奇》这么简单，哪怕有系统的辅助，但游戏剧情优化、设定还有任务项都需要他亲自来设定。可生化危机的庞大体系，想要靠他一个人根本不现实。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那么多脑洞，所以组建一个策划工作室是势在必行。草草吃完早餐，他便出了家门。下楼后，他并没有离开小区，而是突然有感的在小区内闲逛起来。当然，闲逛并非是毫无目的。莫一会，他便在一名中介销售的陪同下，买下几间离老姐家不远相邻的楼房，上下2层，6间3室1厅。现在钱对林飞来说就是一堆数字，金钱开路，一路畅行，所有手续全都交给中介公司办理。楼房定下，后面就是装修事宜，这对林飞而言更简单不过。当初创建公司时，自己就与一家装修公司有过接触，看楼、设计、出效果图，只用1个上午时间全部搞定，可谓是雷厉风行。没错，这几间距离老姐家不远的住宅，就是他打算东山再起的公司选址。以他现在财力，租下一间办公楼都不是问题，但这次他并没有那样做，一是需要的人不多，二是觉得将办公场所设计成居家风格比较温馨，而且以后自己也不用住在老姐那里。工作室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林飞又在网上同城信息中心发布了一条招募信息。本公司面向全国招收以下职位：编剧、设计师2名，年龄不限，拥有历史成绩优先考虑；对外公关人员2名，无学历要求，只要求聪明、牙尖嘴利。这种奇葩的招募信息一出，顿时引起不少人注意，尤其是最后的公关职业，让人看了不由有上了车的错觉。这特么的是有多大受虐倾向？牙尖嘴利，好这一口，想想都特么疼。当然，能够有这种想法的人，大多数都是当个笑话，并没有对这招募信以为真。不过世界上毕竟是穷人居多，即便是这条招募信息看着有点荒唐，但还是有不少人按照联系方式投出简历。处理完所有事的林飞，当天晚上就收到不少简历，从中筛选出10来个靠谱的，约定明天锦城苑小区花园碰面。不提收到回复几人的错愕，回到家的林飞却是又遭到一顿狂轰乱炸。气死老娘了，一个个都是什么玩意儿？找我们合作，居然拽得跟258万似的。怎么了？
看着跟头发怒狮子似的老姐，林飞疑惑道：“还怎么？还不是你那游戏招来的那群人？老娘好心接他们电话，一个个……”不等林洛说完，手中电话又响了起来。你看，一脸气愤的林洛下意识就想挂断电话，但却又鬼使神差的接了起来。电话接通，刚刚放到耳旁不一会，他便抬头古怪的看向林飞。察觉目光的林飞扭头疑惑的看向对方，又怎么了？看到他询问，林洛赶忙将手机话筒捂住，小声述道：“是企鹅的电话。”企鹅？林飞闻言一怔，跟着便向林洛伸出手，示意对方将电话给自己。对于企鹅，他可是充满怨念，现在既然舔脸上来，岂有放过的道理？第034章打脸企鹅，准备放消息。我是传奇 VR 总设计师。接过电话的林飞简洁明了的向对方表明身份。他的话音落下，明显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一声惊呼，跟着便没了任何声音。过了没多久，电话那端便传来一个十分悦耳的女人声：“您好，我是企鹅公司业务部总监李丽，敢问先生贵姓？”林飞并没有因为对方是女人就给予好脸色，语气不咸不淡，甚至还有点冷淡道：“姓名就算了，有什么话直接说就可以。”听到他的语气，远在企鹅总部的李总监本还挂着笑意的面庞顿时冷了下来。他可并非是什么阿猫阿狗，以前洽谈业务，哪个见了他不是客客气气？现在可倒好，听电话里那家伙的语气，态度明显冷淡至极。若不是马总有吩咐，他都想直接挂断电话。稍稍平复下心情，李总监脸上又换上一副和颜悦色、微笑的表情，尽可能的让自己语气柔和一些。先生，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意想要买断。不等李总监说完，林飞这边直接开口打断：“买断？我是传奇 VR， 你们企鹅能出多少钱？还是说你们能够买得起？”随着话语，开着免提的手机明显听到曹的一声清脆。一旁林洛听得清清楚楚，忍不住的捂着嘴巴，身体一抖一抖的憋着笑，抬头看着弟弟，心想这小子可真够损，给人家一个女人气的都骂起人来。不一会，电话中又传来那个李总监的声音：“先生，你这是不相信我们企鹅的实力吗？”林飞闻言，将双手往脑后一枕，靠在沙发上不以为然道：“实力？我相信你们有收购的实力，但是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满足我。如果准备100个小目标，我想我可以考虑考虑。”100个小目标？电话中李总监的声音明显有点疑惑，不过紧随其后便又说道：“先生，你的这个玩笑可不好笑。你知道100亿是什么概念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有这些钱，我们企鹅自主研发也能够打造。”一听到自主研发几个字，林飞就像是受刺激般，当即脸色一沉道：“自主研发？你们这群只会代理、剽窃他人资料的家伙，什么时候懂得自主研发了？成天将免费游戏挂在嘴边，吃相却比任何人都狼的公司也能自主研发？如果我这游戏给你们代理，怕不是又被弄成个烧钱的无底洞吧？实话告诉你吧，我游戏国度的所有游戏全都拒绝对外合作，尤其是你们企鹅这种打着免费幌子却在掏玩家血汗钱的公司。”林飞这句话刚说完，电话中便传来那李总监咬牙切齿的声音：“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不然我会告你诽谤。”“诽谤？我有吗？难道我说错了吗？难道你们没剽窃他人游戏？不知所谓。感谢你的来电，让我很愉快。”林飞说完，当即挂断电话，丝毫不给对方任何反驳机会。这一通发泄，顿时让心里舒爽不少。虽然暂时弄不到对方，但是过嘴瘾也不错。嘴瘾过了，但接下来他所要面对的可能会是对方一系列打击。别不相信，以企鹅的吃香喝资本，完全能做得出来这种事儿。这样真的好吗？看着怒怼企鹅总监的弟弟，林洛心里隐隐有点担心。毕竟相比起企鹅那种大集团，他们姐俩在其面前恐怕连蝼蚁都不如。没什么好不好，早晚都会杠上。既然他们伸脸过来，咱们岂有不打的道理？林飞将心理计划稍稍调动一下，开口道：“今晚你开播时不用刻意，稍稍给透露出一点下部游戏的内容，不需要太多，只告诉观众下个游戏世界是一个真正的开放世界，而且不是一座死城，而是一个完整世界。”“啥玩意？一个世界？”林洛瞪大眼眸，误认为自己听错了。“对，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有着完整体系的世界。”林飞点头回答。嘶！听到林飞的准确回答，林洛不由抽了口冷气，任凭他想破脑袋，也幻想不出一个完整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难不成跟现实世界一样，有国家，有城市？那游戏地图岂不是说非常大？看到老姐吃惊模样，林飞心中摇头莞尔一笑，当即开口道：“不用想了，你可以按照现实来对比。
那个世界可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当然里面的时间我会做出调节，不然的话可能得累死玩家。也是，如果真按照你说时间复刻1:1的话，一个人待在那个世界怕不是的折磨死。听到他的回答，林洛下意识说道：谁告诉你是一个人了？林飞疑惑地看向林洛，不是一个人啊。林洛重复一句，随后猛然意识到什么，猛地瞪大眼睛，惊讶道：你说什么？不是一个人，是多人连线模式。多人连线。脑中回想一遍自己初步计划，林飞并没有否决，点头道：算是多人在线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叫算？林洛显然并不知道林飞的计划，当然也不能理解这样的解释。不过他见林飞没有任何想要说的打算，便郁闷地起身返回房间，开始准备一会儿的直播。一想到有关下一款游戏的消息要从自己口中散播出去，他的脸上又忍不住挂起得意的笑容。期间又接了几个电话，心情愉悦的林洛全都一口回绝。一直忙到晚上6点，到了开播时间，林洛这才将手机静音，调好所有设备，开启直播。刚刚开播，直播间瞬间涌入10W加观众。看到这种情况，林洛最近已经习以为常，现在他开播，若是没有10万加的人数，那才叫一个不正常。可以说现在林洛是斗鱼平台的公认一姐，就连那些扭腰摆臀的擦边女主播看着都眼红不止。对此林洛倒是丝毫不放在眼里，现在他算看得明明白白，只要自己弟弟的游戏事业一直继续下去，自己就能一路活下去。哈哈，可算等到洛姐上线了。我说洛姐，明个能不能早点开播？你看隔壁周姐、呆小妹直播都快连轴转了。谁说不是，生产队的驴也没你这么些的呀。快开整吧。看着一片弹幕，林洛心里跟吃了蜜似的。直播间火爆，他自然清楚，这些人并非只是冲着他直播而来。虽然他和游戏国度的关系暂时没摆到明面，但是聪明人多多少少都能猜出一些。来他直播间蹲着，不少人为的就是一手资料。清楚这点的他，当然也不吝啬抛出一点信息，就像林飞所交代的那样。呵呵，不好意思，白天去工作室参观来着。工作室？卧槽，洛姐不会是去玩家国度工作室了吧？第035章，别说练车技，麒麟臂都能练出来。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瞎传。林洛进入游戏，角色在罗伯特的大别墅内上线，同时嘴上澄清道：俗话说得好，越描越黑。有些事儿，你越否决，就越有人相信。此时直播间的观众就是如此。哈哈，洛姐别狡辩，你撒没撒谎，我打眼一看就能瞅出来。对，咱洛姐说谎时眼神发飘。说那么多没用，洛姐啥时候把游戏作者请直播间来，让我们见识见识那个极致狂魔长啥样。对，啥时候把狗作者弄直播间来，我们保证冲爆你直播间。老粉丝们一眼就看出林洛在说谎，直播间顿时沸腾起来，全都嚷嚷着要见传说中的极致狂魔设计师。各位，你们这要求我可办不到啊。林洛见状连忙说道。直播间粉丝们的热情属实有点吓人。这时游戏中林洛的角色已经走向门口，不等他走到门口，房门便被人打开。罗伯特一怔说道：你就醒了？早饭已经好了，等下去餐厅用餐。好的。看着熟悉的面孔，林洛始终有点不太适应，回道。见他回应，罗伯特便转身下楼准备。等到林洛下楼时，就听楼下传来罗伯特自言自语的声音：你说咱们是不是该给客人准备点新鲜食物？要不我们等会儿去狩猎。汪汪！随着犬吠走下台阶的林洛见到那条黑背犬山姆站在罗伯特面前，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哼，就算出去，我们也得先招待好客人再走。罗伯特弯腰揉了揉山姆的脑袋，察觉到楼梯处站着的林洛，转头问道：等下我和山姆打算出去狩猎，你要来吗？林罗闻言一怔，一想自己反正也没事，没准出去能触发到任务。想到这，他便点头回答：好啊。听到他的话，罗伯特脸上露出一丝喜悦，开口道：有你的参与，我们一定会收到一头大猎物。不过在这之前，应该先吃完早饭，而且还要给你准备一些装备。叮！罗伯特对你好感度增加5。叮！获取枪械基础知识，精准度提升50%。温馨提示：你已经进入剧情模式。卧槽，洛姐这是接触主线任务了？我说啥来着？这娘们跟极致狂魔指定有一腿，要不然就凭他那智商，玩到死都不见得触发任务。答对话就是接任务。我滴龟龟，好特么神奇！看到游戏内部提示，直播间观众全都惊呆了。他们完全没想到，全网千辛万苦搜索的主线任务，居然是以对话形式触发。
而且发布任务的 NPC 还他妈不知道自己是个 NPC， 真是活久见。林洛也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只不过反应过来之后，他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游戏系统发放的奖励自己领取之后没有任何反应。一心想着任务的林洛心不在焉的吃完早饭，随着罗伯特来到大别墅的武器库。当他见到武器库内的武器后，脑子忽然通明起来，眼前所有的枪械不用看任何说明书，他便能一一叫上名字来。更有意思的是，自己居然还知道这些枪械的使用方法。卧槽！这一时间林洛惊呆在原地，直播间观众不明所以，见到他愣在原地，还误以为是被眼前场面所震撼，又引得众人调笑起来。你有顺手的枪械吗？就在这时，罗伯特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林洛闻言回过神来，自顾地上前挑选起来。两人武装完毕，便带着山姆离开别墅。狩猎任务开启！轰轰！发动机的咆哮声响彻荒凉的街区。红色的福特追逐着疯狂逃窜的大脚麋鹿群。坐在汽车后座上的林洛脸色煞白，胃里翻江倒海，一脸兴奋的罗伯特脚下狠踩着汽车油门。操！这家伙是个疯子吗？林洛双手死死攥着头顶汽车扶手，心里一阵吐槽。卧槽！罗伯特这车技太帅了！楼上的，你试试一个人在无人的城市生存几年，别说车技，没准都能练出麒麟臂来。不行，爱了，我他妈现在迫不及待想要飙车了。妈的，我去请假，今天回家干游戏。哈哈，你们看洛姐那脸色，好像是魂都没了。罗伯特驾驶技术如行云流水一般，顿时引起直播间观众一阵狼嚎。汽车追逐，鹿群分散。罗伯特见状后，当即单手扶着方向盘，架起突击步枪，潇洒自如地扣动扳机。砰砰！然而因为汽车高速移动，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脸色不悦的罗伯特当即将枪扔到副驾驶，脚踩油门朝一头麋鹿追去。刚追出一段距离，路况变得糟糕起来，杂草丛生的柏油路上横七竖八摆放着几十台汽车。靠！眼见猎物钻进车流，罗伯特啐骂一声，不得不停下汽车，拎起副驾驶上的突击步枪，回头向林洛嘱咐一句，便带着山姆下了汽车。你在车里等着，千万不要去那些建筑里面。已经得知任务触发条件的林洛微微一怔，便也带着装备下了车。待在车里太无聊了，我想跟你去看看。你确定？罗伯特诧异地看向林洛，看出对方担忧，林洛拍了拍手中 M4A1， 说道：放心，我有自保能力，而且现在是白天。经历几次惊变的林洛此时已经不再是刚上线的小白，更何况任务就在眼前，哪有退缩道理？罗伯特见状觉得也没什么危险，稍稍犹豫下，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便同意让他跟随。决定完，两人一狗便沿着杂乱的车流向前面逃跑的大脚麋鹿追去。随着追逐，混乱地形中山姆的优势顿时显露出来。只见那条黑背犬风驰电掣般穿梭在车流当中，不一会，两人便将两人甩出一段距离，将那头麋鹿逼到一处高楼耸立的空旷地带。罗伯特见到周围地形，心中没来由的有些担忧，但眼见那头大脚麋鹿已经被山姆逼得走投无路，心里觉着放弃属实有点可惜，当即不再迟疑，快速向前跑去。然而那头受惊的大脚麋鹿见到他后，更是不敢停留，毫不犹豫窜进左侧一扇开着的铁门。眼见猎物就要到口的山姆见状也是急了，当即犬吠一声，追着麋鹿进入铁门。奔跑中的罗伯特见状，当即惊出一身冷汗，猛地提速朝铁门边跑边喊：不，山姆快回来！第036章狗勇，主人勇，快跑！不，山姆快出来！眼看着山姆钻进铁门，罗伯特睚眦欲裂的试图唤回爱犬，然而回应他的只有那扇黑洞洞的铁门。直播间观众见到山姆窜进铁门，也都是惊得瞪大眼珠子。我操，这狗是真勇啊！这是作死的节奏啊！狗爷威武，狗爷祭天，法力无边！你们这群乌鸦嘴，这辈子就不能盼着点别人好吗？扫了眼直播间弹幕，林洛脸色难看道。他虽与那条黑背接触时间不长，但是那条很懂事的黑背，即便他这个不爱狗人士都十分喜欢。可直播间这群损人居然盼着这条狗死，真他娘的不是一群好鸟。不过该说不说，这黑背是真勇啊！咱就打个猎，这也太玩命了。冲刺到铁门前的罗伯特看着那黑漆漆的入口，泛红的双眸遍布担忧。不！铁门前，罗伯特急得来回徘徊，想要进却又有些畏惧。紧跟上来的林洛见状，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不过犹豫不决的罗伯特最终还是连招呼都不打的，
直接举枪踏入铁门。卧槽，狗勇，主人也勇啊！这就进去了。已鉴定，罗伯特大帅哥妥妥的爱狗人士。鸡毛，在他心里，那不是狗，那是兄弟。我愿为兄弟两肋插刀，兄弟却插我肋两刀。看到罗伯特只是稍稍犹豫一下，便义无反顾踏进铁门，直播间观众瞬间炸了。狗勇也就算了，连特么人也勇，这俩玩意儿是怎么在这世界活好几年的？见此情况，观众们心中纷纷猜测，我咋办？看着一人一狗全都进了小黑门，林洛端着枪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这时游戏内置系统帮他做出决断。只见随着罗伯特进入黑门不久，他视野的右下角就弹出一个猩红的倒计时数字：10、9、8。林洛不知道这倒计时代表什么，他更不想去知道，所以他只能咬牙硬着头皮走进铁门。俗话说得好，自己选择的路，含着泪也要走完。进门瞬间，因为反差较大，他眼前一片漆黑，吓得他赶紧停下脚步。等他适应黑暗后，却没有发现罗伯特的踪影。林洛心里顿时慌了，哪怕身后是铁门透射一缕阳光，可在这昏黑的环境中，还是觉得有些毛骨悚然。林洛心中慌的一批的，当即从腰间抽出强光手电，毫不犹豫打开，四下乱照，试图想要找到罗伯特。罗伯特，罗伯特！他不敢发出太大声音，可即便如此，轻微的回声还是吓得他立刻闭上嘴巴。嘘！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跟着一束光亮朝他这边照来。林洛一惊，赶忙用强光手电照去，直接将对方晃得用手挡住光线。看到熟悉的面容，林洛赶忙将手电移开。这时罗伯特来到他身旁，小声说道：去外面等我，我找到山姆，去外面与你会合。罗伯特的话让人心中感到温暖，但是感动归感动，那倒计时结束后是什么后果，谁他妈都不知道。所以为了自己的小命考虑，他决定还是跟着对方比较稳妥。不，眼睁睁看着你冒险，那样我会于心不忍。我们两个一起行动，也有个照应。听到他的话，黑暗中的罗伯特明显一愣，黝黑的眸子盯着林洛半晌，一脸感激道：真是太谢谢你了。你放心，这些建筑中一般不会有太多夜魔，白天他们睡觉，只要不是太大声音或强光，他们不会醒来。叮！罗伯特好感加10。叮！获得精准射击。叮！获得先发制人。一连串提示弹出，林洛当即呆住。卧槽，这是什么情况？居然还有技能！林洛料到与罗伯特同行可能会触发任务，但是却万万没想到，居然还能获得技能奖励。而且先发制人是几个意思？这算哪门子技能啊？无语死了，无语死了！与此同时，直播间观众也纷纷嘲讽起来。哈哈，瞅瞅，瞅瞅这是啥？先发制人！不得不说，洛姐就是人才，连获得的技能都匪夷所思。知足吧。刚刚看论坛，已经有不少人触发剧情了。你是没看那群人获得的能力？我看了，我看了，带小妹那个挖坑专家技能，简直笑爆全网。卧槽，发生了什么？怎么现在进度都这么快吗？林洛被直播间弹幕吓一跳，完全没想到现在我是传奇 VR 的进度会这样快。如果自己再拖沓下去，怕是直接被人追上，甚至反超。玩游戏的人都有一个心理，那就是你若没有名列前茅，那也就算了。可一旦你的进度或者等级远超别人之后，心里就会自然而然会生出一种危机感，很怕别人追上你或者超越你。就连氪金都是如此，也正因这点，网络上才诞生一种叫做狗拖的职业。此时林洛就是这种心理。山姆，山姆，山姆！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中，罗伯特带着林洛缓慢前行着，每走几步便会用强光手电照一下周围环境，随后便会迅速捂住手电。林洛跟在身后，端着 M4A1，一张俏脸遍布细密汗珠。即便是狭隘的楼梯间内闷热无比，他始终都感受不到一点温暖。不仅如此，甚至还感觉好像正在逐步迈入深渊。罗伯特每一次的拿手掌，林洛便会立刻用枪瞄准手电照射方向，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几秒后，罗伯特又一次拿开挡住手电光的手掌，林洛下意识侧身瞄准照射位置，遍布汗珠的俏脸瞬间惨白起来，当即张嘴就要惊叫妈！好在罗伯特手疾眼快，当即一把捂住他的嘴巴，并在他耳旁小声说道：嘘，那群家伙就在墙后，山姆不可能。然而不等罗伯特话说完，另一侧的大堂内突然响起2声犬吠，汪汪！罗伯特瞬间色变，毫不犹豫拽住林洛扭头狂奔，快跑！与此同时，两人身后突然异样声响起，呼哧呼哧，啪啪啪啪！
第037章，还好老娘反应快，差点干死 NPC。该死！听到身后传来的沉重脚步声，罗伯特神色难看至极，林洛更是吓得玩命的跑，丝毫没有一点想要回头的好奇心。在这漆黑环境当中，能发出这种声音的，就算是用凶都能想出来是什么东西。与此同时，刚刚还一片弹幕讨论剧情的直播间内，瞬间弹幕消失，所有人的心全都为两人提到嗓子眼儿。这种与死神赛跑的生死时速，实在是太刺激了。无论是环境和音效，亦或者是林洛两人粗重的喘息声，无一不在刺激着观众的肾腺素。亡命奔逃的紧张气氛，让众人不由感觉头皮发麻，起了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去那边！奔跑途中，罗伯特突然喊了一声，便率先一步拐向右侧通道。林洛闻言，丝毫没有犹豫，紧紧跟着对方。砰！一扇开着缝隙的双开木门，直接被罗伯特暴力撞开，昏暗光线瞬间透射进走廊。冲进房间的罗伯特举枪快扫描下周围环境，林洛紧随其后冲进木门，眼前光线亮不少，但也仅仅只是昏暗而已。粗略的看了一眼，这个房间以前应该是一间大型办公场所，不过此时所有的桌椅全都被堆砌在窗边，其后的窗户上还挂着颜色较深并不透光的窗帘。踏踏踏踏，不等打量完，过道内便传来沉重杂乱的脚步声。罗伯特当即转身，举枪瞄准两人身后幽暗的走廊。几秒后，过道内显露出一道道灰白身影。随着接近，林洛看清那身影模样，是一只面目狰狞、秃头秃脑的夜魔。不等那些夜魔接近，罗伯特便扣动扳机。砰砰砰！霎时间，空旷的大房间内回荡起粗犷暴虐的枪火声音。夜魔虽然恐怖，但实际上并没有超脱生物范畴，子弹对其依旧有着致命伤害。不等几只夜魔靠近，便被罗伯特直接击毙。然而，随着枪声的响起，整栋大楼顿时响起此起彼伏的嘶吼声，整座楼内的夜魔全都被唤醒。该死！怎么会有这么多？听到回荡不止的嘶吼，罗伯特脸色难看至极，看了眼黑漆漆的过道，他立刻转头向林洛说道：“注意警戒，见到那群家伙，千万不要客气。”这还用说？听到罗伯特的话，丝毫不知客气为何物的林洛当即点了下头，算是回应对方。就在两人说话之间，走廊内又出现10来道身影，一只只皮肤灰白的夜魔咧着乌黑的嘴巴，发了疯般朝两人冲来。林洛见状，心里怕得要死，但手上却丝毫没有迟疑，瞄准那些冲过来的夜魔开火射击。砰砰砰！爆裂的枪声响起，随着他枪口移动，那些飞出的子弹就像是长了眼睛般，直接射穿几只夜魔脑袋。卧槽！洛姐什么时候成神枪手了？假的，一定是假的！这个娘们全是蒙的！操！你给我蒙一个看看！真是活见鬼了！这虎娘们枪法啥时候这么好了？我想我应该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洛姐先前获得的那个精准射击？卧槽！真的假的？这么猛！与直播间震惊的观众相比，林洛本人见到自己击毙几只夜魔，也是一脸不敢相信。我枪法这么准吗？林洛瞪着一双美眸，下意识看向手里的突击步枪。不等他多想，罗伯特的声音响起：“林洛，好样的！真没想到你枪法居然这么好。”听到罗伯特的夸赞，林洛当即有些飘飘然，侧头看了眼与弟弟有9分相似的罗伯特，下意识回道：“那是自然，也不看看老娘。”话说到一半，这才意识到对方并非是他弟弟，当即改口道：“还可以吧。”听到林洛谦虚的话，罗伯特并没有多余反应，便又2枪解决掉2只夜魔。楼内虽然嘶吼不断，但是走廊暂时并未出现夜魔。罗伯特见状，立刻招呼林洛向另一侧跑去，打算从另一侧找到原路返回。而就在两人刚刚走出不远，一道黑影忽然从堆砌的办公桌椅夹缝中窜出，奔向罗伯特。神经紧绷着的林洛下意识便要开枪，却不想这时罗伯特挡住枪口，惊道：“不要，是山姆！”千钧一发之际，林洛将手指从扳机上挪开，看着挡在自己枪前的罗伯特，惊出一身的冷汗。麻蛋！还好老娘反应快，差点干死 NPC。山姆，山姆！见到自己的爱犬毫发无损，罗伯特开心地蹲下身子，搂着对方的脖子，眼里含着泪光。几年的孤独生活，若不是有眼前这只黑贝，他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信心活下去。这种人狗情深的画面，顿时又惹得直播间内一群爱狗人士叫好。一些新观众得知这一人一狗在一个没有活人的世界中相依为命数年，当即感动得一塌糊涂。既然狗已经找到，现在他们主要任务便是抓紧离开。好，两人刚走进另一条通道，身后大办公室猛然传来愤怒的嘶吼声，随着嘶吼，杂乱密集的奔跑声传入两人耳朵。两人瞬间色变，
当即毫不犹豫向来时通道快速跑去。幽暗狭长的走廊内没有光源，显得更加黑暗。强光手电的光束四下乱晃，整条走廊好像过去的歌舞厅般。前方不远就是走廊尽头，只要进了安全通道便可以下到楼下，他们也就回到先前开着铁门的房间。罗伯特和山姆在前面开路，林洛寸步不离的紧紧跟在后面。眼见安全通道近在眼前，却是不想两人路过的一处房间门口时，眼角余光同时瞥见门内扑出3道灰影。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两人措手不及，等到反应过来，3个夜魔与他们只有2步距离。此时此刻，即便是神速想要躲避或反抗，也已经是来不及。操！完了！林洛心中升起绝望，下意识准备捂脸放弃抵抗，却不想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绝望至极的林洛突然双耳失聪，周围所有声音全部消失，而他的心跳更是快速强烈的跳动起来。不等他搞清一切，林洛便发现眼前世界开始剧烈变化，清晰的视线突然变得模糊，像是被蒙上一层隔膜。同时，眼前视线中的3个夜魔动作如同蜗牛般缓慢。林洛见状，美眸瞪得如灯笼一般，不可置信道：“这是第038章。不要说阿里乌了，我真啥也不知道。这是先发制人。”林洛不敢置信，一双美眸瞪得极大，望着眼前视野中弹出来的倒计时技能图标。他下意识查看，一条消息弹了出来：先发制人，被动技，可大幅度提升机体反应速度，持续5秒，冷却时间为1分钟。开启条件：当角色精神高度集中或波动强烈时，会自动触发该技能。卧槽，这他妈是神技啊！是啊，有这玩意，那不就是说洛姐永远比别友有先出手的机会？操，而且还是特么5秒，别说5秒，就1秒也受不了啊！这特么乃是大幅度提升。你看那怪物动作比蜗牛都慢。起初看到直播画面突然变慢，观众们还一致认为林洛直播卡了，但随后见到屏幕上倒计时和有关先发制人被动技的介绍后，全都惊呆了。有木有先发制人，这特么被动技能不是有点太逆天了？而且还持续5秒，冷却时间只有1分钟。我尼玛，还敢说没内幕？还让不让人活了？看着倒计时，林洛猛然从震惊中醒来，现在可是迫在眉睫，容不得他浪费一点时间。瞥了眼只剩2秒的倒计时，林洛毫不迟疑，当即抬枪朝着3个夜魔开枪。砰砰砰，缓慢沉闷的枪声响起，看着面前划出一道道弹道，缓慢飞行的子弹，林洛有种看科幻大片的既视感。下意识瞥了眼倒计时，我去，3枪仅仅只用了1秒。嘿嘿，此时彻底看出这个技能强大的林洛，脸上荡起个难以形容的笑容。直播间观众见到他这样，纷纷鄙夷起来。面对鄙夷，林洛不以为然。这群烂人就是妒忌老娘有神技在身。好在我是传奇 V2 是属于单人剧情模式，若是多人模式，借个娘们怕不是得用这先发制人的技能虐哭直播间这群渣渣。1秒时间有多长？转瞬即逝。看着从侧面扑来夜魔，罗伯特心底当即泛起一股无力的绝望。常年行走于死亡之中的他，却不想有朝一日居然离死亡如此之近，真的好不甘心。拯救人类的疫苗还没研制出来，哪怕面对死亡，罗伯特心里仍旧在为无法拯救人类而惋惜。然而就在他怀着不甘准备迎接死亡之际，砰砰砰，3声狂暴的枪声在他耳旁同时响起，3个近在咫尺只有2步之遥的夜魔光秃秃的脑袋瞬间被爆开，温热鲜红掺杂着灰色脑浆的污血当即溅到他脸上。下意识微微眨眼的罗伯特像是见到鬼一般惊悚地看向林洛，发生了什么？这个女人做了什么？瞬间击毙3个近在咫尺的夜魔，他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他动？此时此刻，罗伯特心底全然一片惊悚。他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从遇到夜魔到反应过来再到开枪射击，最多也不过2-3秒时间，而对方却在这短暂的瞬间完成一套不可能完成的操作。难道这女人不是人类？如果不是知道林洛真真切切是个活人，这一刻罗伯特都会认为他是个披着人皮的夜魔。这种情，正常人谁能反应过来？还愣着干啥？赶紧走啊！林洛见到罗伯特一脸震惊，心里得意，但他清楚此时耽误不得，当即催起来。哦。闻言，罗伯特猛然惊醒，回应2声，他便带着山姆快速跑进安全通道。林洛见状毫不迟疑，当即跟上。不一会，2人终于返回先前进入的空旷大厅。哒哒哒哒，
随着两人踏入大厅，周围黑暗之中，一道道灰色身影显露出来，那是一群躲在阴暗中的夜魔。数十只夜魔于角落中冲出。罗伯特看着几十只夜魔，又瞥了眼远处开着的铁门，当即面色一凝道：“冲！”话音落下，他便率先一步冲出，一边奔跑一边开枪清理试图靠近的夜魔。林洛见状毫不迟疑，紧随其后，同样也举枪清理围上来的夜魔。随着枪声，越来越多的夜魔出现，两人手中突击步枪也从点射转为扫射。面对数十只夜魔，林洛虽然心中紧张的要死，但是随着逐渐探索这个世界，他已经渐渐的适应这个世界。一路冲刺，两人有惊无险的冲出铁门。畏惧光线的夜魔只能躲在黑暗之中，冲着门发出不甘的怒吼，以来宣泄心中愤怒。真他妈刺激啊！是啊，得回是看直播，要是让我亲自玩，怕是得吓死。操，谁说不是？游戏我都买完了，到现在也没敢玩。也不知道极致狂魔下一款游戏会不会设计的不这么吓人的。吓不吓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下个游戏好像还是末日。重见光明，一屁股坐在石阶上休息的林洛，不经意间看到弹幕，猛地想起林飞交代的事儿，当即表现得像是无意说漏嘴一样，说到一半赶忙捂住嘴巴。卧槽，洛姐你说啥？是啊，洛姐快跟我们说说，你都知道啥？骑着山猪唱山歌打赏主播嘉年华 X5， 已打赏求内幕。随着这位土豪的打赏，直播间礼物瞬间飞起，当即晃得林洛眼珠子冒金星。不等他回应直播间观众，一旁的罗伯特站起身来。林洛见状立刻问道：“怎么要回去吗？”不，罗伯特摇了摇头，黝黑的眸子深深地看着那扇开着的铁门。我要抓一个感染体回去，最近实验进入瓶颈期，我觉得这次应该能成功。抓感染体？听到罗伯特的话，林洛一惊。对于罗伯特制作抗病毒血清的事儿，全网都知道，也都对这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征求全人类的汉子感到钦佩。现在这家伙居然要抓夜魔回去，好家伙，你这玩的也未免太嗨了点吧？难道作死不成，还要带加一个去玩？对，我自己来就可以，你留在这休息吧。罗伯特冲他点了点头，便自顾地向不远处的几辆废旧汽车走去。林洛见状，知道抓夜魔自己未必能够帮得上忙，因此也就没有跟上，坐在原地看着直播间爆炸性的刷礼物，嘴差点笑歪了。稍稍调整心态，当即调转视角，对着直播间观众道：“不要刷了，我真不知道什么东西。”第039章末日星球，一人一个球。不知哪位大佬曾经说过，女人的话你得反着听，女人嘴上说的不要，那就是要；女人嘴上说的不知道，那就是知道，而且知道的可能还不少。直播间的观众明显都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林洛拒绝的越诚恳，那就越证明这个娘们心中越有鬼。懂得都懂，礼物不能断，刷的丧心病狂，刷的毫无人性。总而言之，刷到这娘们说为止，冲爆她。面对毫无人性的观众，林洛彻底沦陷了。用当今网络术语来说，那就是不是他守不住，是他们给的太多了。就这么一会功夫，后台数据显示，礼物总价值超过20万。10分钟20万，什么概念？这尼玛捡钱怕是都没这个快。洛姐，兄弟们够意思吧？赶紧说，赶紧给我们透露下下个游戏的内容。是啊，只要你敢露，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铁粉啊！不是，是我是你铁粉，我全家都是你的铁粉。我怎么感觉他在骂我？已经深深感受到直播间观众热情的林洛调转视角，对着镜头露出一副为难的样子，道：“朋友们，有些东西不是我不说，是我真不能说，别介啊！兄弟们都掐着家伙搁这儿等着呢，你说不玩就不玩了，有这么干的吗？谁说不是？别想退银子，我们不要，我们要听消息。对，谁都不缺那仨瓜俩枣，你要够意思就挑能说的说。对，我们保证，你说的话就直播间这帮哥们知道，绝不外传。”林洛闻言，下意识瞥了眼直播间在线人数，我第一个吗？这咋这么多人？120多万！你他妈搁这儿跟老娘许愿发誓的说不外传，就这人数，外不外传还有意义吗？怕是自己这边说出去，用不上1分钟就得他妈得上热搜。就眼前这情况，若不是林飞示意打死他都不敢往外转。既然林飞授意，那还在乎个屁啊！老娘可是都要憋死了。林洛当即决定放开了说，大胆的说，使劲吹就完了。不过该做的样子还是得做，不然咋能对得起那些礼物？想到这，林洛当即露出一副狐疑神色，那表情妥妥的影后。你们确定不外传？我可跟你们说好了，如果传出去，你们可真把我坑死了。好家伙，
这家伙真能装。听到他的话，直播间一群网友当即纷纷发出弹幕保证：保证不外传，保证不外传，加10086。我拿我们家旺财狗头发誓，主播的话绝不外泄。我也发誓不外传，如果外传，我小姨子这辈子找不到男朋友。我也发誓，如果外传，我姐掉3颗门牙，我爸这辈子钓不到鱼，我班主任自行车天天丢弃米线儿。好家伙，这一个个的都是什么玩意儿？一个个赌愿发誓，全都不涉及自己，心眼都让你们长了，真他娘的人才！林洛看着直播间一条条弹幕，彻底无语死了。收拾一下心情，组织下语言，林洛开口道：既然你们都保证了，我要是一点不透露，也说不过去。既然这样，我再矫情，属实有点装了。兄弟们，我说钱，不要钱的关注先给来一波，榜上大哥关注也给点点。说完，等了一小会，他继续道：今天下午我确实去玩家国度工作室了，不过并非像大家想那样，我去只是去看朋友。不过还别说，我去时真就看到点内容。我说洛姐，咱不带这样的，直播间谁没给你点关注啊？是啊，你就赶紧说吧。废话可真多。见林洛半天不进入主题，直播间内的观众顿时不愿意了，纷纷发起弹幕。烧猪打赏主播嘉年华 X5， 妞子能不能做人了？赶紧说，大家都看着呢。PPD 打赏主播嘉年华 X5， 赶紧说，我直播都停了，特意来看你的。呆小妹打赏主播嘉年华 X8， 谁说不是？赶紧的别墨迹。忽然又是一顿礼物狂闪，并且还带着一条条发言。好家伙，这群人咋也来了？看到平台各路大主播刷嘉年华，林洛彻底不淡定了，抬眼一瞧，我去！不知不觉，整个斗鱼平台所有游戏一线主播全都上榜了。看到满屏嘉年华，林洛嘴角都歪了。谢谢各位大佬打赏。然而面对他的感谢，那群一线主播一点都不领情，反而一个劲儿让他抓紧说。林洛一看势不可挡，当即开口道：既然如此，那朕就顺应民意，给你们捞点干的。在我朋友那，我确实看到新游戏了，不过现在正在调试阶段。听我朋友说，新游依旧走末日题材啊，还是末日题材，还让不让人活了？是啊，一个末日题材就行了，怎么还弄末日题材？这么好的画质，难道就不能弄点休闲风游戏吗？谁说不是？末日游戏有什么好？死拉吓人的，洛姐，赶紧联系官方，给我们出个黄油。一嘻嘻，楼上这要求可以。黄油加10086，靠，这都什么人啊？看到直播间瞬间刷起的黄油弹幕，林洛彻底凌乱了。这群 LSB 真是他妈不死心，还想玩黄油？玩吧吧吧！嚷嚷玩黄油的赶紧滚蛋！末日游戏怎么了？不刺激吗？而且你们知道下一款末日是什么样的吗？不知道就别在这儿瞎巴巴。我跟你们说，下一款末日游戏与《我是传奇》VR 完全不一样。用最简单的形容给你们打个比方，《我是传奇》故事线是一座死城，而下一款末日游戏，它是一个世界，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像咱们蓝星一样，是一个星球的末日。轰！一颗星球的末日，那是什么样？直播间观众听到林洛的话，全都惊呆了。任凭他们所有人想破脑袋，也想象不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今，我是传奇中的一座死城都没人全部探索，一座城都如此，一个星球会是什么样？一个人玩一个星球，那特么还是玩游戏吗？第040章，你该不会把人家老婆掳来了吧？洛姐，咱晚上没喝假酒吧？应该是喝了，这都满嘴跑火车了。一人一个星球，这是玩游戏，还是玩命啊？谁说不是？狗逼作者疯了，不拿我们当人啊！直播间内弹幕飞起，所有人都在嚷嚷说设计师疯了，不拿他们玩家当人。不过虽然骂声一片，但出奇的没人对质量提出质疑。看着弹幕，林洛瞥了眼飞速上涨的热度，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微笑，跟着胡一道：我有说过是一个人一个星球吗？谁又告诉你们这游戏只有单人模式？听到林洛的回答，直播间观众全都呆了。不是单人游戏？卧槽！难道说还能连线？我的龟龟，那可有意思了。完了，如果联网，那质量不得下降啊！曹，楼上想啥呢？就算质量下降，以极致狂魔那变态，这个游戏也特么值得一玩啊！对，到时候大家一起打怪兽，相当 nice。爱了，居然能联网，到时说什么都得下载。对，多少钱都买，到时候老子就占领一座城。听到林洛说新游戏能线上联网，直播间观众热情顿时高涨起来，甚至连内容都不知道，就搁这儿畅想未来。虽然联网游戏可能会因为数据传输出现一些画质问题，
但是有我是传奇 V2 这个例子在，网友们反倒不太担心这个问题。以那狗作者的能力，即便是画质再渣，也绝对不是市面那些氪金电脑网游能够比拟的。洛姐，知道新游戏叫啥名吗？热情高涨的直播间内，一条弹幕被林洛注意到，他当即开口回答道：好像叫什么生化危机。生化危机？我去，这名字一听就特吓人。完了，看来与我无缘啊。哎，只能看直播了。操，怕个球，多个尿不湿，干就完了。椅子下抠个窟窿，放个盆，妥妥的。嗡，砰！正当直播间观众讨论如何防止尿裤子时，忽然一声重物坠地的沉闷声响起。林洛被吓一激灵，转头望去，顿时惊得站了起来。我去，真抓到了！望着远处被一根钢索吊起、疯狂扭动的黑布，林洛当即结束与观众互动，起身朝罗伯特跑去。来到罗伯特身旁，好奇地看着那被吊起来的黑布，随着黑布疯狂扭动和里面发出的嘶吼，他心中确定那里边真是一个夜魔。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他还是忍不住惊讶地看着罗伯特。你真抓到个夜魔？如你所见。罗伯特见林洛惊讶模样，微微一笑，淡定走到那只夜魔跟前，抬手砰的一枪脱击晕对方，跟着便要将对方从绳套中解开。好！就在他刚刚解开那个夜魔时，相隔几米的铁门内传出愤怒的咆哮。下一刻，在二人惊讶的目光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性夜魔面目狰狞地冲出铁门，周身苍白皮肤被光线照射，瞬间便响起嗤嗤的烤肉声。顷刻间，魁梧夜魔的全身皮肤大面积灼伤，冒起青烟。好！严重灼烧的魁梧夜魔吃痛下不甘地退回门内，愤怒凶狠地盯着罗伯特，那眼神就像看到杀父仇人一样。这家伙，你该不会抓了人家老婆吧？注意到魁梧夜魔眼神的林洛扭头向罗伯特开了句玩笑。也许吧。罗伯特耸了耸肩，弯腰将地上昏迷的夜魔扛起，边向汽车走边说：不过我不认为这些怪物能有家庭概念，病毒已经烧坏他们的脑子，他们现在恐怕连猴子都不如。连猴子都不如吗？听到罗伯特的话，林洛一愣，下意识不由想起玩家群里发的一些消息，无一不是证明眼前这些夜魔是具备智慧，而且貌似还不低。他觉得有必要警告一下对方。想到这，他忌惮地瞥了眼那魁梧夜魔，便立刻转身追上罗伯特，说道：罗伯特，我觉得他们已经进化出智慧，他们懂得放置警戒陷阱。不等他说完，扛着夜魔的罗伯特停下，黝黑眼眸当即打断他的话。凝视他半晌，罗伯特再次迈步走出，语气不屑道：我与他们打几年交道，我可以很负责告诉你，他们就是群没有脑子的恶魔。林洛愣愣地站在原地，望着前面固执的背影。想想也是，一个人长久建立的世界观，怎么可能会因为另一个人一句话就产生动摇？这个家伙！见罗伯特越走越远，林洛跺了跺脚追上。也许就是这份固执，才会让对方这些年来一直坚守初衷，试图拯救人类。忽然间，林洛想起一句不知在哪听过的句子，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大概的意思就是学医的救不了世界。后面还有一句是什么，他已经不记得了。20多分钟后，林洛帮罗伯特将夜魔运进地下实验室，揭开黑布的一刹那，他整个人都惊呆了。我去，你抓的不会真是人家媳妇吧？一脸惊诧的林洛仔细打量下女夜魔，骨瘦如柴，胸前俩图钉，猜测道：看着不像成年女性，倒像是少女。你不会把人家孩子绑来了吧？不然为什么那家伙看你的眼神像是看杀父仇人一样？看着宛如福尔摩斯附体的林洛，罗伯特并没多想，观察昏迷的夜魔，回答道：也许吧，我会治好他，让他恢复成正常人模样。治好？真能治好？林洛看着罗伯特，语气怀疑道：可以的，只是时间问题。罗伯特盯着昏迷的夜魔，继续道：全世界只有我免疫这种病毒，我体内流动的血液就是这个世界的希望。无论如何，我都要治好他们，这是我的宿命。不得不说，眼前这个沧桑失去家人的孤独男人是个十足的英雄主义者。林洛对宿命这种东西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他真被感动到了。一个人类生活在满是怪物的世界，过着朝夕不保的生活，每日想的不是如何生存，而是如何去拯救那些怪物。这种想法很可笑，但是却怎么让人都笑不起来，甚至听后会感觉心中沉重。如果在以前有人和直播间观众说这样的话，他们怕是都得笑掉大牙。现在却是真心实意的赞叹道：真男人，这才是男人。嫁人就嫁罗伯特，纯爷们，杠杠低。第041章麻花藤，超给老子养死超，
不就钱吗？学医的想拯救世界，很可笑，可我却笑不出来。随着林洛今日直播结束，这一话题又引爆全网。与此同时，另外几条消息更是霸占热搜。玩家国度新作已经进入调试阶段，玩家国度重拳出击，新游《生化危机》属于全球的末日。主播东北妞再次揭秘玩家国度，疑似与玩家国度签约。整个网络所有搜索引擎热搜词条中，全都是《生化危机》、玩家国度、罗伯特、东北妞等有关热词。可以说，现在整个网络所有的热搜最终全都与玩家国度有关。这个先前并无人知晓的工作室，以一个势不可挡姿态，一跃进入全世界玩家眼中。而就在网上好评如潮时，斗鱼主播东北妞的微博上又丢出一颗重磅炸弹。据玩家国度发言，我是传奇 VR 前50名通关玩家，将会获得新游戏《生化危机》抢先体验资格。这消息一出，林洛的微博瞬间被刷爆了，整篇文章纷纷被各大游戏综合站转发，连带林洛的微博都跟着涨粉几十万。而那文章下方的回复更是以每分钟几千的数量增加，一时间成为微博最热门话题之一。卧槽，实锤了！东北妞果然和玩家国度有关系。是啊，没准有 PY 交易。操，管他什么交易，新游戏资格才是真的。哈哈，前50名，我志在必得。现在我已经和罗伯特抓完夜魔了，今晚不睡觉，我也要干，必须干，有提前体验资格，到时候哥也开直播。对，抢到前50，获得体验资格，到那时流量、财富不都全来了？好家伙，这评论里居然还蹦出个海王宣誓。好吧，这条消息一出，全网都沸腾起来，无数的玩家抱着前50名通关的决心，全身全心投入到《我是传奇 VR》中。因为有林洛率先触发任务原因，全网玩家纷纷效仿，很快便都进入剧情当中。深夜，企鹅总部大会议室内，本来在家中休息或小三床上休息的高管们，全都被电话叫回公司。10多名高管，2个游戏制作团队全都心怀不满，一副无精打采没休息好的模样。会议室主位上一言不发的麻花藤，眼镜片后的双眸带着些许血丝，望着眼前无精打采的众人，开口道：在座诸位都是我企鹅公司的骨干和精英，这次深夜将你们叫来，有的人可能已经知道原因，有的人可能还不清楚。废话我不多说，你们看看眼前资料，再看看手机上的热搜。说完，麻花藤扶了扶眼镜，静静地看着会议室内众人。听到他的话，众人将眼前文件拿起来，看完文件，众人又拿起手机查看热搜。好家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整个网络但凡是与游戏有关的平台和搜索引擎，全都是有关玩家国度的消息，即便不是，那也是我是传奇 VR 剪辑讲解和剧情分析。槽啊，玩家国度，这是哪冒出来的？以前咋没听过？你这一上来，搁这儿啪啪打脸，有意思吗？见到铺天盖地全都是有关玩家国度的消息，众人脸色难看至极。倒不是说他们对公司有多忠心，而是大家伙毕竟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现在你一上来就要掀桌子砸锅，这谁能受得了？看到众人脸色，麻花藤暗自点头，开口说道：我相信玩家国度崛起这件事儿，不用我说，大家都能猜到后果。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抄，无论用什么手段，给我往死里抄。听到他的话，在座所有人全都瞪大眼睛，不是他们不想抄，只是那他妈比蓝光电影还可怕的画质，咋抄？用嘴抄啊！马总，现在我是传奇 VR 已经形成自己的玩家体系，就算我们抄，也不一定能有成效。这时，一名主管起身，委婉道：再怎么说，上手坐着的是公司老总，他不可能直白地说这事儿办不到。麻花藤面无表情看着起身的高管，扶了扶眼镜道：我让你们抄，不是去抄我是传奇，而是抄生化危机。麻花藤的声音刚落，就有一名游戏团队负责人惊愕道：啊，可生化危机没出啊，我们也不知道内容啊。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们做末日题材，我们也做末日题材，他们叫生化危机，我们就叫生化受潮。听到那名负责人的话，麻花藤当即拍桌子怒道：没人敢拒绝他，既然玩家国度敢拒绝，那就做好被碾死的准备。你做末日题材，老子就和你一起做，不就钱吗？末日游戏谁不会做？不就是弄点怪物，弄点枪，再给城市里放上点生存物资，到时候一免费，那群怨种玩家还不乖乖来玩？等玩家多了，再开一些收费皮肤、收费车辆、收费物资，甚至还可以将庇护所分出个369等，到时还不是大把大把赚钱？今夜无眠，不光企鹅一家，
随着《生化危机》消息放出，整个网络直播平台全都临时召开会议。这是一个利益至上的时代，只有动作快才能吃上4个菜，那些后知后觉的人只配吃点残羹剩菜。所有的直播平台都在讨论是不是将《我是传奇 V2》改为主推，并且放宽政策，加大力度宣传和流量扶持。与这些忧心忡忡的平台相比，斗鱼直播公司反倒平静不少。抛去国内一线游戏直播平台身份不说，单就现在最火的游戏主播东北妞就已经是他们平台签约主播。而今晚斗鱼平台高管们虽然也都在开会，但是他们开会的内容却是与他人不同。因为玩家国度的热度，一群高管正在商议东北妞合同问题。我觉得零落的合同可以按照一线主播来，但是分成上必须得改动。我的建议是2:8。我觉得可以，钱少赚点无所谓，东北妞给平台带来的流量是不可估计的。我同意，我也同意。而已经在睡梦中的林洛，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上升到众人不可忽视的地步，甚至斗鱼平台都为他做出一系列策划。也幸好这娘们睡了，不然的话没准会兴奋成什么德行。与睡得跟个死猪似的林洛相比，坐在电脑前的林飞无心睡眠，一脸愁云。手真欠，没事提前把他们俩弄出来干啥呀？看着庞杂的生化危机体系，试图一个人将其东方化的林飞蛋疼的要命。抛出基础设置不说，单就整个故事体系和风格，想要东方化就是一个难题。凭借他一个人，怕是累出脑梗，也不能几天之内完成。无奈之下，他只能暂且将故事脉络和一些重要角色写出，准备明天面试完员工，交给下面的人去做。第042章，这俩编剧有些不对劲儿，准备培训小姐姐。翌日，锦城苑小区门前小广场，林飞坐在一张长椅上，手里拿着一沓简历，对面站着10个面色古怪的年轻男女。不远的石桌围着一圈观看下棋的老大爷，并且时不时的还支上2招。我说哥们，咱这儿像面试吗？你说呢？我特么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面试，咱们怕不是遇到骗子了吧？听着几人小声议论，林飞不以为然，简单的扫了眼手中简介，抬头看向几人，问道：你们玩游戏吗？听到他的话，几人一头雾水。半晌后，一名黑七分裤白衬衫的青年率先开口：作为华国新生代青年，我觉得玩游戏就是在浪费青春。我认为。好家伙，自己招编剧，这怎么还来个讲师？听到青年洋洋洒洒的演说，林飞差点都要交学费了。若不是那连粉底都遮不住的黑眼圈出卖对方，他怕不是都信了。小哥哥，我喜欢玩游戏，而且什么游戏都喜欢玩。紧随青年之后，又一名浓妆艳抹，好似勾栏妈妈桑的女子走到他近前。好家伙，这又是什么选手？还有你这身上喷的是敌敌畏吗？怕是苍蝇都进不了10米之内吧？刺鼻气味，真他妈上头啊！脑仁都快炸了的林飞下意识从简历中找到对方简历。好家伙，这姐姐在足疗城上班，而且你那括弧里写的业务熟练，手拿把掐，是几个意思？造孽啊！这招来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脑仁都快炸了的林飞抬头看向女人，这位姐姐，你的简历好像投错地方了吧？怎么可能？小哥哥不说是要牙尖嘴利的吗？你看我这嘴，你看我这牙。女人说着便张嘴露出满口牙齿。我滴个神，你说就说呗，往我跟前凑什么？难道是在炫耀你牙花子上的韭菜叶子吗？这口牛逼！林飞身体后倾，连忙摆手道：姐姐，不好意思，我招的是公关客服。我就是客服啊。你是客服？有工作经验？有，姐哪天不服务点客人？你放心，客服工作解说。林飞无语地看着对方，这女人跟他是一个频道吗？怎么感觉好像在开车？哎，造孽啊！心里哀嚎一声，林飞向女人开口道：姐，你先回去等通知，如果我们需要，我会联系你的。那太好了，姐姐这就回去等通知。女人闻言打了声招呼，转身离开，刚走出2步，停下来回头朝他咧嘴露出粘着韭菜叶子的2排牙齿，说道：小弟，别忘了联系姐，姐经验丰富，保证牙尖嘴利。沃尼玛，这女人绝对是在开车。林飞打了个冷战，赶忙摆手道：好的，我会记着的。打发走女人，林飞也对这场面试失去兴趣，抬头看着剩下几人，算了，还是按演员来吧。想到这儿，林飞指着队伍中2男2女宣布道：你还有你俩留下，其他人不合格。神经病，谁说不是？浪费老子时间。操，你要不是神经病，我非卸你一条腿不可。看到面试就这么草草结束，
落选的几人纷纷骂骂咧咧的离开。林飞并没与离开的人计较，抬头打量剩下的两男两女。男的长相一般，带着些许油腻，两个妹纸怎么说呢，算不上美女，但挺耐看。从简历中找到4人简历，仔细看了下最上面一张，随后惊讶地看向左边男子：“你叫唐三？”“是的，老板。”戴着眼镜干瘦男子立即回答：“网络作家，怎还出来找工作？”林飞看了眼简介，好奇道：“在他印象中，网络作家几乎都是月入上万，甚至10万100万。然而，唐三的一句话让他对网络作者这个职业又有了新的认知。嗨，网络作家，也就说着好听，实际连工地搬砖的都不如。跟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1万个网文作者，9成在喝西北风，剩下1成里9成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剩下的那些才是真赚钱的。实不相瞒，我连扑街都算不上。这不，新书开局制作末日游戏，震惊全世界，又扑了，再不找工作就得饿死。”唐三的话音刚落，旁边的男子惊讶道：“哟喂，同行啊，我都3本书没出成绩了，一点亮都不给，你也是网文作家？”林飞诧异地看向另一名男子：“对，我叫殷玉，书友都叫我39，你也可以叫我39。”男子闻言有些腼腆地向林飞说道：“39，好家伙，你扑的不会是斩神吧？”林飞一脸惊悚地看着两人，不知道说些什么，只是感觉脑子有点乱。好吧，此唐三非彼唐三，此39非彼39。行，你们4个面试结束。不知说神好的林飞起身拍了拍屁股，转身便朝小区里走去。走出几步，见4人没有跟上，回头看着一动不动的4人，提醒道：“走啊！”这就面试完了。4人大眼瞪小眼，互相看了一眼，下一刻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一丝荒唐。确实，小区门口面试这种事儿还真就没人做得出来，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唐三和39两人已经几个月没成绩，再赚不到钱，怕是连西北风都没得喝，所以即便是离谱也相继抬脚跟上。两个小姐姐相互对视一眼，犹豫一下后也跟着进了小区。不一会，林飞便带着几人来到自己买的楼内。楼下几个房间正在装修，楼上2套住宅是商品样板房，虽然过段时间也要拆了重新装潢，但是现在可以当做办公室。带着几人来到房间，将提前打印好的《生化危机》初步剧情稿件交给唐三和39。这是一份加急文件，需要你俩用2天时间将里面的剧情整合出来，给我拼接出一个完美的故事线。有问题吗？两人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接过林飞手中文件，低头看了起来。两人看字的速度可谓是一目十行，不一会便抬头震惊地看着林飞：“这是你写的？这脑洞也太大了吧？大吗？我倒不觉得。”林飞对两人的惊讶不以为然，说道：“能干吗？”“能。”他的话音刚落，两人便异口同声回答，并且一眼热切地望着林飞，手中这个初稿比他们这些年来写的书强多了。那好，这是钥匙，这房子暂时就归你们俩，你们可以把家搬来，到时候楼下装完，你们2人再搬工作室去。见到两人反应，林飞开口说道。听到他的话，两人又是一愣，完全没想到这看似荒唐的工作居然还提供住宿，而且环境还不差。当即两人纷纷开口，一个劲儿地保证自己能够做好这个工作。林飞对此倒是没有多想，毕竟自己已经将故事大纲和脉络罗列出来，如果这都整理不好详细剧情和脉络，那也就证明这俩货活该扑街。安排完两人，他又看向两个小姐姐，想了想说道：“你俩等会跟我去见个人，他能培训你们。”第043章狗死了，林洛爆照。呜！林飞推开门，便隐约听到老姐的房间传来哭声。卧槽，家里咋还来阴怪了？要不回工作室那边躲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带着两个小姐姐的林飞脑子快速思索起来。然而不等他想出答案，就见林洛的房门打开，后者跟个红眼兔子似的冲出来。哎，有话好好说。林飞一见对方架势，吓得赶忙后撤，把着门边。只要对方敢动手，他就敢关门。冲出房间的林洛本来是想捶林飞一顿，却是不想林飞身后还有2个妹纸，当即急刹车，一脸尴尬。见到林洛停下，林飞悬着的心稍稍落下，好奇地看着对方。失恋了。不过话一出口，便又被他立即否决，自言自语道：“忘了，你没男朋友，想失恋都不可能。杀人诛心啊！”林飞，林洛哭花妆的俏脸阴沉的像是个厉鬼，咬牙切齿地看着前者：“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狗腿？”
嗨，吓死我了！能生气就证明没事。说完，林飞有点好奇，问道：“你这是咋了？混蛋，你还好意思说？”有外人在场，不好发作。听到他的话，气不打一处来的林洛恶狠狠瞪他一眼，气道：“狗死了！什么玩意儿？狗死了？不是，老姐，你啥时候养狗了？我咋不知道？”林飞一脸疑惑：“混蛋，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林洛怒视他道：“我装啥糊涂啊？咱家哪来的狗啊？是你糊涂了吧？”林飞一头雾水道：“王八蛋，是山姆，山姆死了！”林洛气得怒吼起来：“啊，原来如此！”听到林洛的话，林飞顿时明白了。回想一下《我是传奇》整个剧情，确实山姆死的那一段确实让人有点揪心。看着跟个红眼兔子似的林洛，林飞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难道非得承认说自己想亮刀子割一下玩家情绪？这种事儿想想就可以，说出来会被打的，甚至可能被对方掐脖捏死。别怀疑，这娘们唬着呢，啥事儿干不出来。不想继续在这种问题上纠结，林洛灵机一动，当即岔开话题，将两个小姐姐带进屋，说道：“老姐，这是我临时招的客服，你带2天看看行不行？待会有电话就让他2个接，你在一旁照顾点就行。”事实证明，林飞的决定是对的。听到他介绍后，林洛当即将视线从他身上转移到2个妹子身上，仔细打量下两人道：“长相不错，当客服有点可惜，倒是可以跟着我干游戏。”喂，老姐，有你这样的吗？挖自己弟弟墙角，这是人干的事儿。林飞闻言一脸不满道：“瞅你那损色！”林洛见撞白了他一眼，跟着说道：“行，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他向2个妹子招呼道：“跟我来。”说完，他便一扭身向自己房间走去。只不过刚走2步，像是想起什么，回身看着林飞道：“最近出门戴点口罩。”好么样的，让我戴口罩是几个意思？林飞一怔道：“我怕你挨削。”说完，林洛头也不回，带着2个妹纸进了他的工作室。什么意思？看着已经关上的房门，站在原地的林飞有些不明所以，抬脚便准备回自己房间躺一会。下一刻，他猛然像是想到什么，当即掏出手机进入林洛微博：“狗作者敢给老娘发刀子，必须爆照！”好家伙，好家伙，我就说一句，好家伙！看着这个被顶置的文章标题，林飞彻底凌乱了。他就知道林洛这娘们够虎够狠。点开文章，好家伙，真有一张他大学时期的照片。林飞当即就要冲进林洛的房间，让对方赶紧删除文章。可一看数据，点击率已经达到30多万，转发将近10万。擦你个令叮咚，这还删个毛线啊！早晚不等，他迟早的被这败家玩意霍霍死。林飞边走边退出微博，打开斗鱼直播 APP， 在游戏栏目中随便选择一个我是传奇 VR 的直播间点了进去。呼哧呼哧，夜幕降临，一个圆滚滚的小胖子气喘吁吁地奔跑在公路上，身旁则是抱着爱犬一脸绝望的罗伯特。靠，我说烧猪，你这也太虚了吧，才跑多远就不行了？谁说不是？你看看身边的罗伯特。随着直播间水友的弹幕，主播烧猪的游戏角色和罗伯特跑上汽车，伴随着最后一抹斜阳隐去，汽车后面铺天盖地的夜魔嘶吼着冲上来。只见一脸肥肉乱颤的烧猪操控着如同脱缰野马般汽车狂飙而起，无数的夜魔一路疯狂追赶，都是老司机。烧猪的车技不错，一路惊心动魄地带着罗伯特和受伤的山姆回到别墅。哗啦，罗伯特抱着山姆冲进实验室，立即将山姆放到试验台上，拿出还在实验阶段的血清，直接注射进山姆体内。整个过程，烧猪都站在一旁，根本插不上手，甚至看着抱着山姆不断自言自语的罗伯特，都不知如何安慰。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山姆，山姆。罗伯特坐在地上，紧紧搂着山姆，不知疲惫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有抗体，我的血清一定能成功，你不会有事的。”说着说着，他的眼里泛起了泪花，模糊的眼眸中透着无比的渴望。自从病毒爆发，妻女离他而去，陪伴他的只有山姆。旁人眼里，山姆是条狗，但他眼里，山姆是朋友，是家人，是无法割舍的伙伴，更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一部分。有血清在，山姆一定不会有事。然而，心中一遍又一遍安慰自己的罗伯特，突然感觉手上传来异样感觉。他低头一看，一撮狗毛从山姆的身上脱落下来。不要，不要，不要！看着手上的狗毛，他脸色骤然巨变，再也忍住不，眼中泪水忽然流出，感受怀中山姆在一点点异变。
而他如同当年面对妻女飞机失事一样，那种痛失亲人的无力感再次袭来，痛，心如刀绞般痛苦。第044章 NPC 作死，玩家得跟着。那个烧猪游戏中的角色惊恐地看着逐渐褪毛、双目缓缓猩红的山姆，想要出言提醒罗伯特，却是不想。下一刻，罗伯特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当即让他一脸惊悚。只见脸上挂着泪痕、痛苦、无助的罗伯特轻抚山姆的双手，突然环抱住山姆的脖子，猛地勒紧。呜呜吼！正处病变弥留之际的山姆突然一惊，他抬头看向主人，好似也察觉自己状态，暗红的眼眸透着迷茫与不舍。可随着病毒扩散，他的眼神逐渐失去理智，身体开始挣扎起来。感受怀中山姆的挣扎，罗伯特不敢低头去看，甚至连余光都不敢去触及山姆的眼神。已经将山姆当作家人的罗伯特，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要亲手结束对方的生命，这是一件需要莫大毅力与勇气的事。他忍着内心痛苦与挣扎，紧紧地勒住山姆的脖子。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无法拯救家人，无法拯救人类，甚至连自己的伙伴都无法拯救，最终还要亲手送葬对方。他是个废物，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一个自命不凡、妄想成为救世主的废物。那张面容也不再坚毅，红红的眼中尽是无助与眼泪。烧猪沉默了，直播间观众也沉默了。这一刻，所有人全都沉默地看着这个一脸绝望的男人。多讽刺，在这个怪物肆虐的死城，一心想要拯救人类的男人，最后连自己的狗都没救了，甚至还要亲手勒死对方。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山姆的挣扎力度也在逐渐变弱，直至最后失去生机，软趴趴地躺在罗伯特怀里。看到这里的瞬间，无论是主播烧猪还是直播间观众，全都潸然泪下。太心酸了，我他妈一个大老爷们都哭了。马勒戈壁，这他妈是啥事儿啊？操，这不是恐怖游戏吗？咋玩着玩着就发刀了？狗币作者，我要干死他，害得老子掉眼泪。心疼罗伯特。山姆一路走好，愿来生没有末日。直播间一片哀嚎，甚至有人扬言要人肉林飞。然而这时直播间内突然有人弹幕道：草他妈，你们敢信？作者那狗比跟罗伯特长得一模一样。靠，狂魔是真几把狗啊！一边刀玩家一边立人设。啥？作者和罗伯特长一样？麻痹，狂魔那比真狗，拿自己做模型，特么！看到直播间观众矛头全转向自己，满屏弹幕。林飞感受到一股深深的爱意，从今后怕是真如林洛所说，出门戴口罩上街。这群人真是玻璃心，这就受不了了。不知道魔改的结局会不会让这帮人杀了自己？感受到玩家热情的林洛，隐隐对自己魔改的结局有些担心。在直播间小伙伴们如太阳般炙热的问候下，他悄悄退出直播间。随后他又进了几个直播我是传奇 VR 的直播间。不得不说，我是传奇 VR 的热度实在是高，全网游戏主播都在玩这款游戏，而游戏的进度大部分都差不多，只有个别几个干地已经快要接近尾声。毕竟我是传奇 VR 只是仓促间作品，可玩性有，但剧情方面确实不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当初情绪值有限。就在这时，一个直播间引起他的注意。哒哒哒哒，夜幕下的空旷城市，枪声不断响起，即便隔着老远都能听得清楚。操，这逼是疯了吗？夜路狂飙的周姐听到枪声，确定下方向，怒骂一句后，毫不犹豫调转方向，向不远处的街区冲去。汽车刚刚冲出，后边便有一群秃头夜魔追上。夜晚的约市危险程度，已经死过几遍的周姐深有体会。如果可以，她真不想出来作死，可现在她又不得不这样做。罗伯特在山姆离去后，愤怒的失去理智，当即带着武器冲出家，是要为山姆报仇。NPC 冲动作死，玩家还得逮逼嗖嗖出去找，这操作可真特么花花。大晚上带一群夜魔压马路，只能说有够刺激。循着枪声，周杰很快来到一片街区。好家伙，此时眼前街区放眼望去全都是秃头怪，周姐当即吓得差点掉头就跑。但是在看到那位于一家店铺2楼窗口不断射杀夜魔的罗伯特，他又有些犹豫起来。你是真他妈能做啊！咬牙切齿的周姐只能硬着头皮下车。NPC 若是死了，那还玩个尖儿啊！一边射杀冲过来的夜魔，一边钻进一家店铺。进入店铺后，快速奔上2楼，并毫不迟疑从窗户攀上楼顶，朝罗伯特所在店铺跑去。随着接近，他看到一脸决绝、目光愤怒，向夜魔不断射击的罗伯特，随手解决尾随的夜魔。周姐怒吼：傻逼，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
对于周姐出现，罗伯特惊讶的同时，心中无比感激。不过在听到他的话后，同样也是一脸愤怒的大吼道：“不，我没疯，我要为山姆报仇，我要杀死这些恶魔！”说着，他便转头向冲来的夜魔疯狂射击。操！周姐见状，怒骂一声，不再说话，开始帮着清理周围夜魔。虽说有了他的加入，罗伯特的压力减轻不少，但是面对满街的秃头夜魔，两人的火力明显微乎其微。时间一点点过去，夜魔越来越多，空气中血腥与硝烟交缠在一起，弥散起令人作呕的气味。周姐额头冷汗顺着鼻翼滴落，在她脚旁落着薄薄一层弹壳，手中 M4A1 都快把手烫起泡了。吼！一声爆吼，贯彻整个街区，奔跑而来的夜魔顷刻间暴动而起，一个个夜魔变得毫无畏惧，疯狂冲锋攀爬，向着两人这边袭来。操！赶紧想办法跑！周姐见状，下意识看向罗伯特，却见后者不为所动，当即怒道：“哒哒哒哒！”罗伯特像是没有听到一般，手指击十分有频率的扣动扳机，快速点射靠近的夜魔。来吧，恶魔们，我要为山姆报仇！咔咔咔！然而就在他怒吼刚落下的同时，手中突击步枪传来空响，子弹射没了。屋顶的周姐见状一惊，当即趴到边缘，向罗伯特伸手骂道：“傻逼，快点上来！”第045章 LSP 无处不在，夜魔 BOSS 真帅！卧槽，这娘们咋跟林洛一个德行？看着与自己9分相似的罗伯特被周姐骂，林飞总感觉心里有点不自在。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用自己形象设计罗伯特，也不至于现在心里怪怪的。好在下一刻，直播间弹幕让他心里好受不少。女人怎么可能理解男人？操！罗伯特这较真性情，要是我也会选择为山姆报仇。该说不说，罗伯特是真勇啊！是啊，这要是我一个人面对这些怪物，早就吓尿了。伴随着直播间弹幕，周姐将罗伯特拉上屋顶。冲动过后的罗伯特虽然心里仍旧带着怒意，但是已经能够冷静思考事情。抬头感激地看了眼周姐，说道：“谢谢。”丁，获得罗伯特好感+5。看着来自罗伯特的好感增加提示，周姐脸上丝毫不见半点喜悦，因为这好感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过这时显然不是纠结好感问题的时候，她从腰间抽出一个弹夹丢给罗伯特，感谢的话还是逃出去再说吧，向汽车那边撤，车里有足够我们用的弹药。罗伯特闻言没有矫情，迅速换上弹夹射杀一个攀上屋顶的夜魔，向前跑去。我来开路。周姐没跟对方客气，抱着滚热的突击步枪跟了上去。二人一前一后于屋顶边撤边射杀袭来的夜魔。吼！这时先前那个恐怖的吼声再次响起。下一刻，街道上的所有夜魔全都如猴子般迅速地攀上窗户和招牌，朝屋顶跃来。操！看着顷刻便跃上屋顶的几十个夜魔，周姐顿时面色一沉，并下意识地朝那些夜魔扫射。哒哒哒哒，密集的子弹组成一道弹幕，瞬间击倒一片夜魔。可即便如此，面对密密麻麻的夜魔，她的反击也显得渺若尘埃。周姐死死扣着扳机，疯狂扫射起来。很快弹夹被射空，迅速再换上一个，在每分钟800至1000的射速下，顷刻间弹夹又被射空。握着滚热的枪身，他下意识朝腰间摸去，顿时整个人僵在原地。完了，没子弹了。看着密密麻麻源源不断攀上屋顶的夜魔，他下意识朝下面望去，街道上数之不尽的秃头在涌动，看得他毛骨悚然。怎么办？难道要重来一遍？想到这儿，周姐下意识看向罗伯特，当即又是一惊。你……他惊讶地看着已经将枪扔掉的罗伯特，张了张嘴，将想要骂人的话收了回去，扭头看向那些涌来的夜魔，他心中也不由升起一股无力感。难道真就没办法了吗？一瞬间，意志消沉的周姐双眸猛地泛起凶狠。操！想要老娘死，那得看老娘愿不愿意。老娘凶起来，可是连榜一大哥见了都害怕。瞬间像是做下某种决定的周姐，毅然选择扔掉空枪，弯腰从靴筒旁抽出一把30公分长的乌黑短刀。我是传奇 VR 中，但凡是进入剧情任务的玩家都会获得不同能力。虽然获得的能力看脸的成分居多，但不得不说周姐很幸运。她有2个最强能力，一个叫做超强体质，可以让她身体素质堪比特种兵；另一个则为刀格斗术。从名称不难看出，这是一项近身搏斗技能，以致她一直没有机会尝试。然而现在机会来了，想要活命，只能期望这个技能不要太拉胯。然而就在周姐做好万全准备与这些夜魔殊死一搏时，那些围上来的夜魔突然被一声嘶吼阻止。吼！
又是那恐怖的嘶吼声伴着吼声，就见所有的夜魔全都停止行动，将两人围在包围圈中。什么情况？卧槽，不会是这些秃头大汉看上周姐了吧？有可能，毕竟这群汉子饿了好几年。LSB 无处不在啊！看到直播间弹幕，周姐只能这样想。好，伴随着一声吼声，就见围着二人的夜魔分开，不一会便让出一条近2米宽的通道。一尊接近2米高的夜魔于分开的通道缓缓走到二人面前。是那个家伙！看着这个独特的夜魔，直播间观众有人认出来，画面中这个强壮夜魔正是先前狩猎在楼内遇到的那个。同时，游戏中的周姐和罗伯特也认出眼前强壮夜魔。好！强壮夜魔在两人面前5米停了下，朝着二人愤怒咆哮。什么情况？看到强壮夜魔的举动，周姐满心恐惧的同时一脸黑人问号，完全无法理解对方。我想我可能懂他的意思了。就在这时，一旁的罗伯特突然说了句不明所以的话，扭头看向周姐。你说的是对的，他们确实有思想。以前我一直将他们当作怪物，认为他们没有思维，原来我错得这么离谱。说着，罗伯特转身面向强壮夜魔，脸上单晶复杂的神色一扫而空，毫无表情道：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可以带你去找他。说着，他仔细观察那强壮夜魔的反应，见到对方眼眸中透出的急切神色，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补充道：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要放过我们。好。强壮夜魔听到罗伯特的话，像是听到令他愤怒的事一样，当即冲着后者发出怒吼。罗伯特见状，神色微微一颤，露出一抹苦笑。算了，还是先让你看看他吧。好。强壮夜魔闻言又是一声嘶吼，随着这声有别于先前愤怒的吼声响起，他身旁的夜魔纷纷向两侧退去。不一会，一条接近5米宽的道路被让了出来。卧槽，真的假的？这群怪物智商这么高吗？该说不说，这个夜魔 boss 是真帅啊。是啊，路见活人一声吼，一群小弟如疯狗。好事！不提直播间观众对于夜魔老大的震撼，罗伯特见到夜魔们让开的路后，稍稍犹豫，便回头向周姐道：走吧，我们回别墅。许是看出周姐担忧，他又补充道：放心，在这之前，他们不会伤害我们。至于……他瞥了眼强壮夜魔，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率先一步迈出。周姐见状，迟疑一下，便攥紧短刀，紧紧跟上。第046章，火车王要救也是老娘救你必看。卧槽，周姐这波操作太拉风了。是啊，几百只夜魔开路，逼格直接拉满啊。周姐你腿别抖，你要淡定，我愿称你为全网最牛逼主播。叮，恭喜周姐获得火车王称号。哈哈，楼上你他妈真有才。正如那句卖呆的永远不嫌事儿大一样。直播间观众见周姐和罗伯特两人在近千夜魔拥簇下来到大别墅门前，弹幕一条接着一条就没断过。面对直播间弹幕，周姐心里默默的问候这群老六家亲戚：你们这群老六是真恨老娘不死啊！听到他的话，观众们又纷纷刷起弹幕。但是此时别墅门已经被罗伯特打开，他只好被迫结束互动，操控着游戏角色进入别墅。在夜魔老大和一群夜魔小弟的拥簇下，二人进入别墅，直接走进实验室。好，看到被固定在手术床上的女夜魔，夜魔老大瞬间进入暴走状态。整个别墅周围的夜魔全都暴动起来，嘶吼一声接着一声。夜魔老大更是义无反顾冲了出去，却不想砰的一声撞在一块透明的玻璃墙上。好，被玻璃墙弹回来的夜魔老大不顾疼痛，咆哮着再次朝那玻璃墙撞去。然而他却严重忽略了华国制造，透明的钢化玻璃宛如钢板一样结实，当即将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而那道玻璃墙却依然完好无损。夜魔老大晃了晃脑袋，意识到如果再撞下去，自己恐怕得肝脑涂墙。到那时，不仅女夜魔没救到，他也会饮恨当场。好，夜魔老大扶着玻璃墙，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瞬间会意的罗伯特没有急着上前，而是开口说道：我可以将它还给你，但是……说到这，他看向身旁的周姐，继续道：你要保证放过他。什么？周姐闻言惊骇地转头看向罗伯特：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我没疯，我也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罗伯特一脸平静地看着周姐，忽然坦然一笑，说道：谢谢你，谢谢你的出现，让我知道我并不是孤独的。说到这，他停顿下又道：同样也让我意识到错误，原来这些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错了。罗伯特转头看向手术床上的女夜魔，继续道：曾经我眼睁睁看着我爱的人离去，昨日又亲手送葬了自己的伙伴。他的眼中隐隐浮现泪光，嘴唇哆嗦道：
我真不想再看到任何人在我面前离去了。这里已经不属于我们，离开后永远不要回来。周姐一脸震惊地望着罗伯特，突然大吼道：“你不觉得这样很自私吗？你真当自己是个救世主吗？不，你是个谁都救不了的懦夫，你是一个逃避现实的胆小鬼！”听着周姐的愤怒咆哮，罗伯特脸上微微抖动两下，突然语气平淡道：“我只是不想留下遗憾，仅此而已。”他的意思很明显，这辈子什么都没能救下，不想最后连周姐都没能救下。周姐闻言一怔，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发堵。就在他想要再次开口时，夜魔老大的嘶吼声响起。吼！这次连同周姐都听懂了这吼声的含义，那是不耐烦的催促。周姐下意识转头看向夜魔老大，却见对方正伏在玻璃墙注视着那个女性夜魔。这怎么可能是怪物？该有神色。看着夜魔老大那如同慈父望着孩子，充满怜惜与担忧的神色后，周姐心中震撼，脸上动容起来。这些被称作夜魔的怪物不仅有思想，居然还有着与人类相似的感情，这证明什么？一旁的罗伯特可能看懂周姐震撼，缓缓开口道：“他们已经不是怪物了。”随着话语，他脸上的坚毅彻底消失，取而代之是一种自我怀疑的迷茫。这一刻，他像是失去灵魂，麻木地走到玻璃门前，掏出钥匙，咔，门锁卡簧声响起，罗伯特走进玻璃屋内，感受到人类气息，躺在手术床上的女夜魔瞬间暴躁，挣扎起来。罗伯特没有像往常一样麻醉对方，而是将对方推出玻璃屋，并解开女夜魔的束缚。束缚解开的瞬间，女夜魔一跃而起，扑向罗伯特。罗伯特见状，下意识就要后退，可刚退半步，动作又停了下来。瞬间，他像是想通了什么，一脸坦然地望着扑向自己的女夜魔。这一刻，他放下所有，包括自己的生命。不要！好！千钧一发之际，周姐和夜魔老大的声音同时响起，嘶吼声让女夜魔动作一顿，砰的一声落到罗伯特面前，彼此之间近在咫尺，狰狞充斥着暴躁的面孔近在眼前。感受那扑面的灼热呼吸，罗伯特眼中毫无波澜，无动于衷。半晌，那女夜魔回头看向夜魔老大，稍稍迟疑，便跑到后者身旁，更是搂住后者的熊腰。看着先前还暴躁如雷的女夜魔，此时却像是个被坏人拐骗见到父母的乖乖女，罗伯特再次动容起来。下一刻，那夜魔老大更是在他震惊的目光中，抬起粗糙苍白的巨大手掌，放到后者头顶，温柔地安抚起来。如果此时此刻不是他们有着骇人的外表，这绝对是一幅家人团聚的温馨画面。可这诡异的画面怎么都让人温馨不起来，反而让人不寒而栗。一群得了病被称作怪物的人类，居然做出本该人类该做的举动。那这群怪物到底是人类还是怪物，亦或者称作新人类？这一刻，无论是游戏中的周姐，还是罗伯特，或者直播间所有观众，全都因为这深奥的问题陷入沉思。安抚完女夜魔的夜魔老大，将女儿揽到身后，冲着罗伯特愤怒咆哮起来。绑架夜魔老大女儿，无疑是个作死举动。深知这一点的罗伯特早就放弃抵抗的念头，再次说道：“我跟你们离开，她是无辜的。”他转头看向周姐，语气平淡道：“不要试图与他们为敌，记住我的话，这里已经不属于我们。”说完，他便毅然迈起脚步朝实验室外走去。周姐的眼泪悄然落下，看着对方背影，她突然大吼道：“我不需要你拯救，要救也是老娘救你！”她大喊着，一双凤眸毫无畏惧地看向夜魔老大。第047章，一个传说的陨落，就是下一个传奇的诞生。好！面对周姐毫无畏惧的直视，夜魔老大当即咆哮起来。罗伯特见状，当即拦在双方中间。不要！阻止暴躁的夜魔老大。罗伯特回头向周姐警告道：“不要激怒他们。”说完，他不给周姐回答机会，毅然转身，一脸平静地抬脚朝外走去。吼吼！夜魔老大见状，吼了2声，实验室内的夜魔小弟如潮水般向外退去。不一会，整个实验室内除了东倒西歪，一片凌乱，只剩下周姐萧条的身影。他愣愣地看着门口，直到站得腿发胀，才回过神来。回过神来的周姐下意识追出实验室，一缕暖暖的朝阳照射在脸上，她那不平静的内心却感受不到一丝暖意。天亮了，曹啊！这游戏 NPC 也特么发刀子，真让老娘闹死心了。幡然醒悟的周姐当即带上全部弹药，准备去之前遇到夜魔老大的旧楼寻找罗伯特。却是不想，在他上车的瞬间，第一视角忽然切换成第3视角，同时那首玩家熟悉的 Hell or High Water 响起，伴着 BGM， 第3视角中就见周姐驾驶着汽车沿着城市公路朝远方而去。
这一画面当即引起直播间炸屏。卧槽，什么情况？我他妈看着咋像是结局呢？不是吧，这就结束了？罗伯特呢？罗伯特哪去了？操！狗币作者，赶紧出来解释，我们的罗伯特哪去了？面对直播间疯狂弹幕，周姐也是一脸懵逼状态。可以说，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就在直播间一片叫骂时，画面忽然一转，屏幕变得黑暗朦胧起来，并且一个低沉、沙哑、干涩的声音响起：“我错了。”看着他们，我才知道我并不是属于这里。随着声音，昏暗的画面渐渐清晰，一个人影的轮廓出现在视频之内。随着画面逐渐清晰，所有人全都震惊起来。那是一处幽暗的大厅，中央一座由各种钢筋铁管组成的牢笼。牢笼内正是《我是传奇》VR 中的唯一人类 NPC 罗伯特。此时，罗伯特坐在地上，隔着栅栏，一脸平静地望着外面。牢笼外是一个个苍白、浑身没有一根毛发的夜魔。此时此刻，这些夜魔静静地望着牢笼内的罗伯特，没有暴怒，没有嘶吼，有的只是双眼中透出的畏惧与好奇。罗伯特好可怜，他被关起来了。是啊，这特么是什么结局啊？操！极致狂魔他又要发刀子了。直播画面并没有因为弹幕而停下，在众人注视下，罗伯特继续自言自语道：“原来在他们眼中，我才是那个吸血鬼，是邪恶和恐惧的化身。呵，原来我才是那个怪物。”笑着笑着，罗伯特因为嗓子干涩剧烈的咳嗽起来。听到他的咳嗽声，围着牢笼的夜魔们像是遇见瘟疫般，下意识的后退几步。哒哒！就在所有夜魔后退时，一名女夜魔走上前来，是那个被罗伯特掳走的女夜魔，夜魔老大的女儿。停在牢笼前，女夜魔盯着罗伯特半晌，突然将手上的破布包扔到进牢笼。看着眼前布包，刹那间，罗伯特觉得十分可笑。他疑惑地拿起布包一抖，一瓶猩红的液体滚到他的脚旁，同时一块生肉和一把匕首掉在他面前。看着眼前三样东西，他忽然想起一句话：“我不曾了解你，就像你不曾了解我一样。”想到这，罗伯特抬头看向牢笼外的夜魔，并捡起面前的匕首，脸上灿然一笑：“我们彼此间注定无法理解，也许我的存在对你们来说是一种威胁、另类。”这一刻，他终于体会到对方的感受，那种成为别人眼中异类的感觉，让他不得不握紧匕首。下一刻，他当着夜魔面做出一个惊人之举，血迹斑驳的匕首划断手腕上的动脉，瞬间猩红的血液流出。好！砰砰！见到罗伯特举动，栅栏外的女夜魔像是受到刺激，疯狂愤怒的拍打撞击着栅栏，那样子就像是在问罗伯特为什么要自杀。罗伯特看着疯狂的女夜魔，更加能够体会对方的心情，就像以前他试图救赎对方一样，而这次对方却在救赎他。直至此刻，罗伯特放下心中所有成见与坚持，他不会去怪对方，因为此时此刻于这个世界而言，他才是那个令人畏惧的怪物。卧槽！我他妈好像明白了。你明白个锤子啊！我也明白了，原来我是传奇，是这个意思啊！操！你们说啥呢？我咋不明白？我去，这结尾经典尼玛，老子都哭晕了。是啊，纸抽都没了，大鼻涕都进嘴了，是不是咸的？血液缓缓流出，罗伯特的脑袋愈发无力，慢慢的低垂下来。直播画面逐渐暗淡，像是在象征英雄的落幕。这时，一段像用尽最后一口力气的声音响起，一种新的恐怖即将从死亡中诞生，一种新的传说诞生。那传说即将成为永恒，永远颠扑不破。我已经成为了传说。随着话语，画面彻底陷入黑暗，直播间的观众却久久不能平静。有的人也许没懂这最后几句话的含义，但是听懂的人却猛然毛骨悚然起来。卧槽，这话说得好经典！尼玛，经典归经典，狗币作者还我罗伯特！从此世上再无罗伯特，因为他已经成为传奇。直播间观众久久不能平静，周姐却已泪流满面。这游戏看直播和亲身沉浸体验有着天壤之别。周姐发誓，这是她这辈子玩的最操蛋的游戏，尤其是最后被 NPC 狠狠地打了一刀。现在她恨透这个游戏的制作者，不得不说，这家伙纯是个狗币。正常人谁能想得出这种操蛋的剧情？心里极度不满的周姐不可否认，这是一款好游戏，一款能够让她记住一辈子的游戏。她能预料，不久之后，随着通关人数变多，就这操蛋的结尾，绝对会被玩家推上风口浪尖。操！又要让那狗币火一把。第048章。
全网声讨作者来自企鹅的打击。随着周姐通关，我是传奇 VR 的视频剪辑一出，操蛋的结局在全网掀起轩然大波。凡是被转载的视频下方回复评论数量直追点击，这种情况在网上属实罕见，可见这最后的结局该有多扎心。操，狗逼作者不做人啊！这是啥结局？谁说不是？我他妈一个大老爷们，哭晕在厕所里边，还差点啃到屎，你这不是坑人吗？操，你那算啥？我正在教室，所有人都看着我，简直是大型社死啊！不行，我要人肉作者，我要给他寄特产，算我一个，弄到地址给我发一个，楼上加1，楼上加10010。因为我是传奇 VR， 催人泪下的结局，全网玩家呼吁作者给罗伯特安排一个完美结局。当然，这种事儿林飞可不会去做，这正是他要的效果。只有玩家愤怒，才会吸引更多的好奇玩家尝试。至于玩家退游，他更不担心，毕竟这世界有种工艺叫做质量制胜。林飞这点自信还是有的。随着越来越多玩家通关我是传奇 VR， 在看到虐狗般的结局后，纷纷指责设计师变态的同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也发生了。就因为结局问题，一些网络媒体纷纷冒头，利用他们自己的思想扭曲事实，并引导不明真相的网友谴责游戏作者，甚至还呼吁全网玩家声讨三观不正的玩家国度。躲在幕后的林飞对于这种事喜闻乐见，可那些深入沉浸过游戏的玩家却是不这样想。面对这种蹭流量还诋毁游戏的媒体，他们毫不留情地开始反击。操！你们这群网络媒体懂得几个问题？你们真正玩过我是传奇 VR 吗？你们能懂得里面的深意吗？不懂就别在这瞎逼逼。谁说不是？一个个一天天就知道扒拉着键盘对来对去，一群无知的凡人不配知道我是传奇 VR 的魅力。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因为这款游戏我想不出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这款游戏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一个病态的末日世界，并且也让我意识到一场危机。什么叫寓教于乐？这他妈就是寓教于乐。这游戏告诉我们，人可以无知，但绝不可以无能。别喷我了，我已经把之前的差评改过来了。随着这场厮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愈演愈烈。起初只是那么数千人在一个论坛里厮杀，后来却是慢慢演变成整个网络。无论是论坛、贴吧或者是短视频，但凡是能留言回复的地方，就能看到他们的影子。这些产自于网络时代的畸形媒体，已经不知道毁了多少文化。尤其是那种微博眼球、扭曲事实做法，属实让人感到不耻。对于这种带节奏的事儿，玩家国度的忠实粉丝们可不会惯着，当即一顿重拳猛锤。甚至某些真正的年轻一代富豪，更是一掷千金，雇佣大量水军狂喷，直接喷的那些媒体账号粉丝狂掉，甚至有的都直接注销账号。眼看事情愈演愈烈，已经达到不可收拾地步，国家文化部门不得不站出来发表声明，说我是传奇 VR 是一部值得人深思的游戏，是华国游戏业的一股清流，并支持玩家国度保持下去。有了文化部门站队，我是传奇 VR 的好评率和评分再次上涨，全都达到 99%。 我去，老弟，你这游戏太牛逼了吧，连文化部都被炸出来了。家中林洛坐在沙发上捧着手机，一边查看一边大呼小叫，而其身旁的贾珊珊和李云佳也都直勾勾地盯着林飞，眼中全都是小星星。他们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个看似荒唐的老板，居然是现在全网最火游戏我是传奇 VR 的制作人。被人这样热情注视，林飞有点受不了。呵呵，我也没想到，意外。文化部门介入，这点他确实没想到。不过现在并不是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随着周姐通关游戏，越来越多的玩家通关。而现在他的新游戏虽然主体框架全部完成，但是剧情方面系统可帮不上任何忙，所以必须得让唐三和39加快进度。想到这儿，他抬头看向贾珊珊和李云佳，开口道：现在客服工作比较轻，你们俩可以暂时客串一下统计员，争取在明天晚上前将前50名玩家信息和地址交给我，咱们新游戏的体验卡我要以邮寄方式发送。哎，老弟！不等二人回话，林洛却凑了过来。怎么？林飞屁股挪了挪，问道：你可答应过我，那个新游戏让我抢先体验。林洛一脸讨好的样子。我没忘啊。看着林洛的样子，林飞暗自摇头，这个老姐可真是有够可以。难道自己就是那么不讲信用的人？那你现在赶紧传我电脑上。林洛一脸迫不及待道。现在？那你不用想了，剧情我还没处理完了。林飞闻言当即拒绝道：我是传奇剧情简短，删删改改他就能完成，而生化危机一和二可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更何况剧情方面他还添加不少超纲元素。毕竟这部生化危机 1.0 版本
是他收割情绪值的利器，同时也是玩家国度史诗级的标志巨作。一听还要等，林洛兴奋的表情顿时垮了下来。林飞见状，摇头莞尔一笑：“行了，别哭丧着脸，有那时间，你还是去我是传奇中锻炼下胆量吧，别到时候又被吓尿了。”混蛋林飞，你找死！听到弟弟当着2个妹纸的面揭短，林洛当即面色一怒，作势扑向林飞。林飞见状，迅速从沙发上弹起，一阵风般跑回自己的卧室，并且反锁房门。贾珊珊和李云家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对姐弟，感觉有些不太真实。他们完全想不到，一个当下最火游戏创作者，一个当下最火游戏女主播，在家中居然如此放肆。见到这不为人知一面的两女，相互对视一眼，彼此都在对方眼中看到那么一丝羡慕。情绪值余额740万。躲在房间里，林飞看着又多出来的情绪值，微微有些吃惊，完全没想到随着《我是传奇》被通关，还会为自己增加这么多情绪值。不得不说，当初选择这部游戏实在是最明智的选择。看着这些情绪值，他心中一动，当即又在系统中兑换起一些小成本电影，将其一些元素添加在自己的新游当中。林飞这边为新游戏增添元素的同时，远在另一边的企鹅总部也在忙碌。今夜，所有归属企鹅旗下的游戏开发团队全都汇聚一堂，数百人的大团队加班加点赶制一款针对玩家国度新游的游戏，正在逐渐成型。第049章新游戏生化兽潮。翌日阴天，魔都的上空笼罩着一层阴云。上班族们走在马路上，抬头看了眼天空，阴暗的让人觉得有些压抑。8月末正值雨季，所有人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网咖里，包宿的青年腰酸背疼地从2张电脑沙发拼接的床上醒来。网管，我电脑咋关了？操，这怎么开机就有弹窗广告？我去，企鹅出新游戏了，怎么一点消息没收到？一名刚刚开机登录游戏网站的青年便被一条弹窗广告吸引。我去，真的哎！而且介绍上说是史诗巨作，我靠你们看，上面介绍说是10年磨一剑，而且还是企鹅公司全部团队倾力打造的巨制。早上，原本清静的网咖内突然响起一道道惊呼，话语的内容顿时将那些还在睡觉的人吵醒。所有人全都凑到那名青年身后，看着屏幕中有关游戏简介和宣传图。在华国，企鹅是家喻户晓的公司，他们的游戏可以说风靡华国，在华国游戏圈内绝对算得上是龙头企业。所以在看到企鹅新出的游戏后，这群青少年顿时来了兴趣。快去下载个看看！这时有人催促起来，青年赶忙抠掉眼角的眼屎，握着鼠标点开游戏主页。果然，随着青年点击，一个网页自动弹出。随着网页展开，一个充满败旧感的画面映入众人眼中。网页的两侧是2名衣着破旧、穿着吊带、破洞牛仔短裤的2次元美女。美女身上带着些许伤痕，甚至脸上还有些脏，但即便如此，也依然无法掩饰其诱人的美貌。尤其是2名美女手上还端着一把充满科幻既视感的突击步枪，配上那一头火红短发，简直就是英姿飒爽的代言。而在2名美女中间，一个巨大、充满破旧、斑驳的金属标题引起所有人注意：欢迎来到末日之生化兽潮。末日生化兽潮，这名字怎么看着有点眼熟的感觉？你们有没有？青年看到这个名字，眼中满是疑惑，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但是不等他多想，就见到下方更为醒目的免费字样。靠，这风格实锤是企鹅游戏。青年手上并没有停，又点开游戏简介。2056年，蓝星出现无数的虫洞，一种叫做生化兽的族群通过虫洞进入蓝星。一夜之间，蓝星文明尽毁，人类失去家园。为了抵抗生化兽的入侵，全人类组成一个叫做联盟的组织。这场战争持续3年之久，最终人类以惨败收场。活下来的人类苟延残喘。为了抵抗兽潮，为了联盟，现几大帝国开始向蓝星民众展开征兵。让我们一同来抵抗兽潮吧！我去，这么特，这是打算要抄袭《我是传奇》啊？不能算是抄袭，顶多算是同类。看风格倒是有点像末日风，不过我怎么感觉这简介有点狗血？这就是10年磨一剑的出品，谁说不是？怕不是脑血栓患者想出来的简介吧？该说不说，这简介看的就让人有点发怵。青年身后围满了人，纷纷发表起自己的看法。赶紧下一个看看，反正是免费的。这时有人催促青年。青年闻言，想想也是，反正一个免费游戏，到时候不好玩，自己退游便是。想到这儿，青年毫不犹豫点击下载按钮，并回头向众人说道：
先下个看看。企鹅虽然有点坑，不过前段时间那个求生不错，也许这个游戏内容也不错呢。青年是一名企鹅粉，他相信企鹅能做出好游戏，就像他现在最喜欢玩的求生，绝对算得上是一款经典巨作。至于免费游戏充钱，他倒是不在乎，就算自己没钱，毕竟还有网贷这个东西。在求生中，他就是一名氪金大佬，会员等级已经快要达到最高级的亲王。他不喜欢人人平等的游戏，就喜欢那种高人一头，被人追着喊大佬的感觉。这些无法在现实中满足的东西，在游戏中他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感。叮，伴随着一声悦耳声音，游戏下载成功。可就在他安装时，却发现这个游戏居然是体感 VR 沉浸式游戏。我日，白弄了，我得换机器才能玩。网管，给我换 VR 区。随着话音落下，青年起身，火急火燎地向网咖 VR 区走去。靠，又是 VR 游戏。听到是 VR 游戏，周围一群青年脸上不由露出为难神色。既然选择在网咖包宿，几乎都是条件不富裕的年轻人，而网咖的 VR 游戏区价格属实让人有点顶不住。无奈下，这群青年只能拿出手机接上网咖免费电源，去网上找直播看。不得不说，企鹅的麻花藤眼光毒辣，借着昨晚《我是传奇》VR 的一波热度，一早便放出新游。虽然这部游戏是全公司所有工作室仓促间作品，但是在他看来，这波热度若蹭好了，指定能赚到钱。为了赚钱，就得舍得花钱，因此又让公司员工一早联系业内有名的主播，一波钱砸下去，几乎所有主播都答应直播企鹅的新游戏。不得不说，这些一线主播确实很靠谱，在签完合同后，便纷纷下载企鹅的新游戏，开启直播。斗鱼直播间，一名叫做 PPD 的小胖子，男的勤奋，早早开启直播。不等登上游戏，他便向玩家推荐介绍起来。各位小伙伴，相信大家都收到消息了吧？今天这个游戏可是企鹅本年度最新巨作，从内部得到消息说，这部游戏是一款全新的末日题材游戏。对，这位网友说的对，就像《我是传奇》一样。一听 PPD 说和《我是传奇》一样，一些了解企鹅吃相的玩家当即在直播间内反驳，并且言语带着浓浓的讽刺味道。PPD 见状，心里也知道，恐怕暂时没有任何游戏能够超越《我是传奇》的热度。但是他毕竟拿钱了，拿钱就得办事，当即开口笑道：虽然我不敢保证这款游戏超越《我是传奇》，但是这毕竟是企鹅公司10年磨一剑的精心巨作，那也一定会超越市面所有游戏。10年，一个人才有多少个10年？我想这款游戏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现在游戏下载完了，我这就上游戏带大家领略一下不一样的末日风采。在这提醒一下，这游戏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免费，免费，免费。随着 PPD 略微激昂的声音，直播画面忽然一变，转为游戏画面。第050章，10年磨一剑，就这？卧槽！朴老师，你是被资本家收买了吗？谁说不是？你这睁眼说瞎话，良心不会痛吗？是啊，是个人都知道免费的才是最贵的，简直丧心病狂啊！看着网友们的弹幕，镜头前的 PPD 大脸愁云密布，这种昧良心的话，连他自己都臊得慌。可有什么办法？金主爸爸砸的实在是太多了，哀家也招架不住啊！该说不说，麻花藤这招玩的是真溜。对方是看准了他们这些主播刚刚直播完《我是传奇》，趁着这波热度给生化受潮打宣传，这钱真是花在了刀刃上。PPD 只是这些主播中的一员，他不知道别人给多少钱，反正给他的足足7位数。这价儿就问你谁能顶得住？哼，其实企鹅公司还是很有良心的，起码游戏都是免费的。这话说的，连他自己都不信，更何况直播间观众，当即被万千网友一顿狂怼。哑口无言的 PPD 一脸苦笑道：好吧，我承认是金主爸爸给的太多了，等会直播间内给你们发红包。不过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再怎么说企鹅也是个龙头企业，总不能自己砸招牌。说话之间，直播画面中的场景忽然变换， PPD 的游戏角色出现在一处阴暗破败的丛林边缘。啊，这玩过《我是传奇》VR 的 PPD 见到眼前画面，瞬间便愣在了原地。光线不足，周围略显阴暗，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最起码地上草你做逼真一点吧，那跟涂了水彩纸片子似的东西也能叫草？再看看周围，好家伙，全都是假地，假的不能再假。那山那树那背景全都给人一种虚假感觉，跟这儿一处就让人尴尬无比。要知道我是传奇中，别说树木，就算是地上一根草芽都跟真的一样，可你这里啥不像啥，这就算让老子吹牛逼也得有亮点可吹啊。哎，算了，
挣钱吗？不丢人。实在不行，闭着眼睛吹吧。只希望别掉太多粉。PPD 不敢去看弹幕，心里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向前走去。沿着林边，没走多远，就见前方不远出现一座巨型圆阵，圆阵周围点着熊熊燃烧的火把。远远望去，巨型圆阵倒也像那么回事儿，只是瞅着有点眼熟。我去，这游戏瞅着还行。你确定？你看看那树木和地上绿草，这像素扎的我心慌啊。像素和我是传奇，指定没法比，不过比以往企鹅游戏可要好上不少。哼，一个免费游戏，你们还想要啥？确实，如果没有玩过我是传奇，这话知道是可以接受，就是不知道氪不氪。楼上的你在讲笑话？企鹅不氪，那还是企鹅。也是，不过要是不多，可以冲一冲。画质也就这样了，希望剧情上能过得去吧。看到直播间观众讨论 ，PPD 悬着的心终于算是落下不少。还好，没翻车。虽然他无法接受这个游戏，但起码现在开端是好的。只要没人喷，那他就能勉强玩下去。现在应该是晚上，我们去圆阵那看看，应该能见到 NPC。PPD 尴尬一笑，然后抬脚向那圆阵走去。妈的！刚走一阵 ，PPD 便被那种行动僵硬感打败。如果不是为了7位数，他一刻钟都不想玩下去。最终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起初步伐僵硬，他也就认了。可是，卧槽！我看到了啥？主播你的腿呢？操，兄弟们，相信我，这不是末日游戏，这他妈是个惊悚游戏。哈哈，太招笑了。主播你这腿咋还拉后面了？哎 mom！ 游戏中 PPD 低头看了眼空荡荡的下半身，下意识转头向后看去，一幕惊悚的画面呈现他眼前。好家伙，他人都走出去几米，而游戏角色的2条腿却支个屁股在后面原地踏步。操，要不要这么惊悚？呵呵，游戏刚开服，有一些 bug 在所难免。正所谓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既然收了金主爸爸的钱， PPD 只能尽职尽责的瞎掰。他赶忙后退，将分离的身体合上。好家伙，完美对接。有了这次教训，他不敢再走那么快，万一到时候再掉点啥，都不知跟观众咋瞎掰。好在一路有惊无险，完好无损抵达目的地。看来刚刚应该真是 bug。 抬头看着近10米高的漆黑石墙，离远看时觉得不错，可是这一到近前，感觉就一个字儿：假。真他妈假。嘿，小子，你是来参加征兵的吗？就 PPD 心里吐槽之际，头顶传来一个粗犷声音，并伴着一阵重物坠落的破风声。 PPD 下意识抬头，不料下一秒差点吓死当场，当即惊叫一声，向一旁跑去。卧槽啊！轰！伴随着一声巨响，就见先前站着的地方硬生生砸出一个深坑。不等他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听那尘嚣弥漫的深坑中传来一声咆哮。下一刻，一辆色彩斑斓机车冲出尘嚣，落到他面前。下意识又后退几步的 PPD 抬头看向机车，下一秒人都麻了。我去你妈！确定这不是在开玩笑？ PPD 一脸惊悚地望着机车上的 NPC， 高大威猛，赤着半身，这都没什么，可你他妈苍白皮肤，秃头秃脑是怎么回事？不说是10年磨一剑吗？可这浓浓的夜魔老大的既视感又是怎么回事？你这当我是瞎看不出来咋地？小子，你是哪个村的？来药石传送阵是准备参军的吗？有着夜魔老大外表的 NPC 瞪着 PPD 粗犷地问道。哈哈，不行了，先让我笑一会，太特么违和了，看得我肾疼。果然10年磨一剑就是他妈骗人的。企鹅这波操作属实有点牛逼，哈哈。不行了，夜魔老大居然成了新手村 NPC。哈哈，不过这件魔师确实挺牛逼，像素都扎成这样，我居然特么认出夜魔老大了。看着直播弹幕， PPD 恨不得用脚趾头扣出个3室一厅。虽然很难将对方带入游戏 NPC 角色，但是他还是忍着不适，点头回答：是的，我是来参军的。年轻人，你很勇敢，帝国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勇士。如同夜魔老大的男人直接回手一掏，便从屁股后掏出一个红色礼包，丢给 PPD 道：年轻人，想要进入帝国军队保卫联盟，可不是件容易事。现在带上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去西南方向猎杀3只野狼，来证明你自己。这是作为一名战士的基本准则。接过礼包的 PPD 整个人都傻了，这特么浓浓的复古风是特么怎么回事？这真是10年磨一剑的巨作。第051章，首充送好礼之后便是万丈深渊。叮！恭喜玩家获得粗布衣长 X1、木剑 X1、金创药 X1。PPD 愣愣的看着手中装备，整个人都凌乱起来。这种感觉怎么那么熟悉？
这满满的既视感是怎么个回事？末日游戏不应该发把枪吗？发把木剑是几个意思？也许，可能第一个任务完成就会奖励枪械吧。PPD 这样安慰着自己，便按照提示踏上了自己的任务历程。然而，直播间的观众见到这熟悉的既视感，却是坐不住了。操，这他妈3样装备不是企鹅另一款游戏的新人3件套吗？哎，还别说，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当初老子拿一把木剑称霸新手村。可恶，我又想起偷我妈钱被我老爸痛打的年代了。靠，你那算啥？我同学现在还坐轮椅呢，就因为当初充了几个688。操，一看这玩意儿我就烦。果然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企鹅啊！前往任务路上的 PPD 看到直播间观众弹幕，也是一脸尴尬，脸上挂起个牵强笑容道：“看来各位小伙伴对金主爸爸了解深刻呀。哟看，前面就有野狼，兄弟们，让我给你们杀个狼看看，等会回去交任务，咱没准木剑换枪械呢。”说话之间 ，PPD 便向不远处的一只，我去，确定这是野狼而不是山姆。隔着几米距离 ，PPD 看着前方黑背犬，若不是对方脑袋上顶着野狼2个大字，他都会认为自己这是遇到山姆了呢。PPD 尴尬的处在原地。说实话，若不是金主爸爸砸钱，他现在都想砸机器。这什么玩棱啊？这也太敷衍了吧？难道企鹅的设计师就不能动动脑子，认真一点吗？新任村 NPC 超夜魔老大也就算了，现在连野怪都超山姆，是不是待会还得蹦出个真汉子罗伯特呀？ PPD 心里一阵无语加吐槽，最终只能忍着不适，硬着头皮拿着木剑冲上去。好 ，PPD 刚冲上前，那只酷似山姆的野狼便发现他，不等他攻击，那头野狼率先扑了上来。卧槽！新手村的怪主动攻击 ，PPD 措手不及，下意识将剑横至身前，试图挡住野狼的攻击。咔嚓，他的剑断了，扑通，人也干脆的跪了。操，这就死了！我被新手村的怪物秒了。PPD 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模糊画面，完全没想到这游戏难度居然这么变态。新手村遇到的第一个怪物就将他秒了，而且还秒得很干脆的那种。丁，检测玩家已死亡，命运女神眷顾了你，是否免费复活？擦，这还用问吗？当然复活了。PPD 见状翻了个白眼道。随着他的选择，一道纯洁的圣光与他眼前亮起，跟着眼前模糊的画面清晰起来。还是那片森林，还是那片草地，还有那只强如龙傲天的野狼。哗！好，圣光消散，野狼再次发现他，随后毫不犹豫地冲了上来。PPD 见状，心中万分警惕，死死攥着木剑，做好反击准备。野狼扑击落空 ，PPD 抓住机会，毫不犹豫举起木剑刺去。啪！负一，粗糙的木剑落到野狼身上，只造成了一点伤害。PPD 见状，彻底傻了。MMP 啊，这是野狼还是钢铁战士啊？好，像是受到侮辱的野狼当即回头怒吼，转过身来便再次扑向 PPD。擦 ！PPD 清脆一声，忙紧打算避开，万万没想到，下一秒他游戏内的角色又掉链子了，腿走了，腿走了，人还在原地。好家伙，真够惊悚的！噗嗤，伴随着一声撕扯 ，PPD 就见自己的血条瞬间被清空，直接进入濒死状态。这尼玛都是啥事儿啊？看到这种状况 ，PPD 有种社死的感觉。如果说平时没开播，自己偷偷玩也就算了，现在可是当着几万人面在直播，一次自己可以说 bug， 2次，难道还要说是 bug？ 他是一线主播，不是东乡杀马特，还要不要脸啊？这时，屏幕上突然礼花爆开，一个弹窗蹦出来，首充好礼，充值任意金额便可以获得末日上市礼包。这一幕出现的算是恰到好处，顿时让直播间观众忘了先前的 bug 场面，纷纷发起弹幕。卧槽，这熟悉又强烈的感觉，妥妥的，老狗开课吧。对，你课完之后，在新手村就可以秒天秒的秒一切。果然是企鹅，这就是套路，你不氪就永远爽不起来。虽然是氪，但是起码也算是企鹅的第一部 VR 游戏，充点也可以。太他妈对味儿了，傻逼们，赶紧冲！我尼玛 ！PPD 看着直播间激情四射的观众，若不是早就知道这群家伙的本来面目，他怕是都信了。他就是打算免费玩玩，完成直播任务，却是没想到现在又被金主爸爸套路一把。PPD 看到弹窗上提示充值任意金额便可获得首充礼包，而界面的右下角一把金光流转的手枪当即吸引到他的注意。如果他有这把枪，杀野狼还不是手拿把掐点事儿？想到这儿 ，PPD 忍不住掏出手机，
扫了下屏幕上的二维码，输入金额1元。若不是不能输入小数点，他很可能会在这个1前加上几个零和一个小数点。叮，充值成功，你有手充礼包待领取。充值瞬间到账。PPD 看着眼前显示可领取的首充礼包，当即毫不犹豫点击领取。随着领取，几样装备和一些不知所谓的卷轴、药水飞到背包内。这一刻，他再也忍不住，直接从背包中拿出那把光芒四射的手枪。下一刻，眼前瞬间弹出手枪的属性面板。上市手枪，攻击7-15，强化等级，可打孔数量3，附魔无，宝石镶嵌无，打孔附魔，宝石镶嵌，这都是啥呀？这是……看到这些熟悉的属性 ，PPD 当即有种坠入无底深渊的感觉。第052章，什么是企鹅？这特么就是企鹅！砰！刹那间一声枪响，震惊四野。望着金灿灿、闪烁着强化璀璨彩光的手冲武器 ，PPD 彻底惊呆了。手冲武器果然牛逼，拿在手上不但帅气，威力更是没话说。仅仅一枪，那条黑背外表的野狼便被轰得血肉模糊，并且还掉落2样东西。铜币 X5， 粗布手套 X1。这一幕看得直播间观众直呼好他妈熟悉！卧槽，这既熟悉又强烈的感觉是怎么回事？让我不禁想起当年啊！没错，当年我称霸新手村3个月，就是这种感觉。操！这让我想起我老子腰上的鳄鱼皮带。哈哈，不愧是企鹅巨作，冲一次爽一次，一直冲，一直爽。仅仅只是换了把武器，就从刮痧变秒杀，果真是老母牛做电线。老牛逼的带闪电啊！这种直接秒杀的感觉让人有点小爽，并且有点爱不释手。叮！恭喜玩家领取首充礼包，激活24小时内消费188元，奖励一阶7星上市套装。叮！充值回馈开启，充值288元，奖励等级直升丹 X5， 坐骑荒野摩托 X1， 时装末日霸主15天 X1。亲爱的首充玩家，您可以使用礼包码推荐邀请好友，每成功邀请一位好友，您将会获得什么玩意？突然，几个窗口弹出，直接呼在 PPD 脸上，将寻找猎物的 PPD 吓了一跳。当他看清弹窗介绍，彻底沉默了。就连直播间的观众都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得一脸懵逼。半晌过后，直播间弹幕轰的一下全部弹出。尼玛，太特么对味儿了！果然，充1元都是入坑啊！现在又来更大的诱惑。哈哈，企鹅在让我失望这件事上，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老铁们，醒醒吧，免费的才是最贵的。看到直播弹幕上全然一片骂声， PPD 尴尬至极，一时间都不知是该为金主辩解，还是跟着观众一起骂，最后只能看在钱的面子上选择沉默。金主爸爸得罪不起，直播间老铁是衣食父母，更得罪不起。此时他只能做一只沉默的羔羊。但不得不说，企鹅这做法属实有点不地道，这吃相。算了，还是玩游戏吧。各位伙伴，充值这事儿咱们可以不管，毕竟谁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下如何白嫖这个游戏。当然，手充武器还是不错的，一根雪糕钱谁都能拿得出手。随着话语 ，PPD 迈开脚步寻找起下一只任务怪，边走边说：“其实不充钱，这个游戏还是能玩的。”说着，他四处搜寻野狼踪迹。可半个小时过去 ，PPD 一副见了鬼似的惊道：“我尼玛，怪呢？不会就那么一只野狼吧？”一路连个鬼影都没见到的 PPD 彻底懵逼了。走了半个小时，自己累得臭死，一只野狼都没见到，这谁能受得了啊？一肥脸热汗的 PPD 彻底放弃寻找念头，直接一屁股坐到移动台上，死活不想动一下。这他妈纯拿我当傻小子遛啊！摆烂的 PPD 这时注意到屏幕上的充值回馈礼包，忽然他想到礼包中好像有个坐骑摩托车。好家伙，原来企鹅那群策划搁这儿等着呢呀！地图大，找不到怪物，想完成任务又不想运动，那唯一的途径只有坐骑。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新人去哪弄坐骑？288呀！288礼包啥都有，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只需288，哈雷机车骑回家。我日，这是逼我呀！被逼出一套广告坑的 PPD 当即心中一怒，毫不犹豫点开充值入口，干他个288。叮！恭喜您获得288颗钻石，您有新的礼包待领取。PPD 找到标注坐骑的礼包，迫不及待打开。叮！请问是否要消耗699钻石打开该礼包？噗！看到提示的瞬间 ，PPD 整个人都差点如对穿肠一样喷出一口老血。
我尼玛，你敢信？敢信？信？这是一环套一环啊！好半晌 ，PPD 仰天长恨，我只是想要个坐骑啊，为啥要套路我？见到他这样，直播间观众纷纷发出弹幕。完了，我们的身世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我看企鹅又逼疯一个，主播一路走好。我给你算了笔账，如果你想要坐骑，还得充值一个588的礼包。对，而且588的礼包里面还送一台末日战车，我估计打开还得需要钻石。充？不充？PPD 此时陷入两难的选择，倒不是他差那点钱，只是这游戏让人没有丝毫玩下去的欲望。若不是签了合同，违约金又高，鬼才玩这种垃圾游。可若是不充，以他的体质没坐骑，怕是得累死在移动台上。特么的，充了！再次点击充值，扫码完毕。恭喜玩家获得588钻石，并且获得充值大礼包一份。游戏内屏幕中央一道五彩斑斓的文字飘过，这就是灰金勇士的专属提示。想要坐骑已经急不可耐的 PPD 直接消费钻石拆开坐骑礼包。叮，恭喜玩家获得末日坐骑荒野摩托 X1。随着提示音响起，一道黑色漩涡出现在 PPD 的眼前，跟着就见一辆红蓝相间改装过的哈雷机车出现在眼前。哇擦，该说不说，不愧是企鹅，氪金道具这方面做的是真到位，够帅。何止帅，价他妈也不便宜啊！充钱就是爹，这就是企鹅。散了吧，兄弟们，没啥好看的。算了，我还是等玩家国度的生化危机吧。对，我也等生化危机。溜了，啥时候生化危机发布，啥时候看直播。看到如此高昂氪金，只换来一辆哈雷摩托，直播间观众从最初的期待变成了现在的失望，最后甚至出现谩骂声音。PPD 见状也知道企鹅的吃相彻底惹怒这群玩家，当即骑上坐骑摩托，打算先拉风一把。叮，您的坐骑处于能量枯竭状态，需要补充能源才可以移动。噗！刚刚骑上摩托 ，PPD 就差点被提示雷翻过去。我尼玛，这算什么？目前寸步难行吗？第053章，马总发怒，奖励每人100万。企鹅，会议室内，砰！怎么回事？这就是你们拿出的成果？麻花藤涨红着脸拍案跳脚，怒骂在场众人。他指着身后投影屏上的实时数据和一些游戏 bug 截图，怒道：“这他马模是谁建的？难道你们就不知道测试一下吗？”随后截图滑动，换成新手村 NPC 和野狼的图片，脸色更加难看道：“还有你们都是猪脑子吗？我让你们抄，没让你们将角色直接拿出来。你看看你们做的都是什么玩意？”面对麻花藤的怒火，在场所有员工全都低着脑袋不敢作声。这种场合，傻子才会出头。游戏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众人心里都很清楚，这种仓促间东拼西凑的游戏，能够运行起来，都算他们团队牛逼上天了。对于马总的怒火，众人也只能硬着头皮加班加点的修改。可游戏能改，线上活跃数据，众人就没有办法了。还有这个数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玩家活跃时间会这么短？平均不足5分钟，这是什么概念？难道你们心里就不清楚吗？麻花藤快要气冒烟了，指着投影上的实时数据愤怒道。然而就在他敲打着投影时，实时数据侦测就见一个 IP 地址为陕东的账号登录进入服务器，下一刻就见这个 IP 在服务器停留时间出现变化，从初始的1秒开始跳动，1、2、3、10，然后就没了，然后一时间偌大的办公室内陷入死一般寂静。麻花藤看着那 IP 后的计时停在10秒，再也没动过，当即额上青筋鼓起。给我查，给你们半个小时，赶紧给我搞清楚为什么会留不住玩家，如果弄不明白，明天都不用来了。说完，麻花藤便气呼呼离去。偌大的办公室内，一众企鹅高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互之间都从彼此目光中看到一种叫做无奈的东西。魔都锦城院，老大，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大哥，有你这样牛逼的制作人指导，我相信下本小说绝对不会扑街。操，唐三，你脑子秀逗了？有飞哥，咱们还写鸡毛小说，干脆直接写生化危机得了。对，看我这脑袋，咱们写生化危机，卖版权，拍电影。给唐三和39送饭的林飞看着一脸激动的两人，一时间不知道是该谦虚还是不谦虚。生化危机的剧情妥妥的没有问题，但是你们这么夸，就让人有点不好意思了。呵呵，想将生化危机写成小说也行，你们要愿意写，你们就写，版权是公司的，到时看效益给你们分红。有了我是传奇这个开门红，
林飞觉得自己的发展不一定非得局限于游戏，当然，这种费力的事儿他也不会去亲力亲为。既然手底下有这方面的人才，自己成全一下对方又能如何？真的。听到他的话，两人异口同声惊呼起来。看着二人一脸兴奋的样子，林飞莞尔一笑，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行了，赶紧吃饭。不过咱先说好，你俩得先帮我把剧情梳理明白，别到时候游戏开了出 bug。制作游戏有系统帮忙，而将那些东西改成华国版本，让剧情合理化，得需要动脑袋想。这事儿林飞一个人做不来，所以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处理。这点你放心，我俩现在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对，再给我俩几个小时，保准完成任务。听到他的话，两人拍着胸脯，一口一个保证道。看着两人信誓旦旦的样子，林飞不疑有他，将手中盒饭放到桌上。行了，你们先吃，我先看看剧情。说着便不理会二人，径直走到电脑前坐下，将打开的文档拉到最顶端，慢慢的看了起来。等到两人吃完，林飞也看得差不多。不得不说，两人虽然自称扑街，但是文笔和逻辑思维方面绝对比他要强上百倍。当初他给两人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化危机系列剧情，完全没想到那么一个粗糙的设定居然让两人设置的如此详细，尤其是关于华国部分，简直是震撼人心。飞哥，你看还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吗？见到林飞看完文档，年龄稍大一些的唐三率先开口问道。没有，这剧情可以说是玩瑞古德儿。不过我这还有些东西需要你们两个帮我加入剧情当中。说着，林飞从兜里拿出 U 盘，将昨晚整理好的电影剧情梗概在文档中打开，示意让两人先看看。唐三、三九见状赶忙看了起来，字数并不多，寥寥几千字，但是就这几千字，属实让两人震撼的说不出话来。林哥，这是你想出来的？看完文档的两人转头瞪着林飞，眼中遍布无法置信的神色。啊，算是吧。有什么不妥吗？林飞看着两人的样子，下意识问道，心里却对自己的剧情丝毫没有一点担心。事情也正如他猜想一样，两人在听到他的话后立即摇头回答，不是剧情上有问题，而是……不等唐三说完，三九接道，我觉得这剧情世界太大了，我怕到时候林哥的生化危机会出现问题。对，如果将这些剧情连接在一起，怕是得需要一个宏观的世界游戏，真能做到这种地步吗？唐三一脸疑问地望着林飞，看着两人，林飞心中暗笑，他知道两个人担心的是什么，他笑着开口道，你们放心，游戏世界已经构建完成，现在就差你们的剧情脚本。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只要剧情到位，我游戏便可以立即进入测试阶段。啊 ！X2！ 两人闻言张大嘴巴，不敢置信地望着林飞。足足过了好半晌，他们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的道：“那个剧情方面，我们两个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就算我们哥俩不睡觉，明天早上也势必将剧情安排明白。”对，三九附和道：“行，那就辛苦你们了。”林飞起身拍了拍两人肩膀道：“咱们争取1周之内将游戏上架。”他又补充道：“到时奖励你俩每人100万。”哎呀！本还一脸轻松的两人听到林飞的话后，顿时傻了眼。半晌后，一脸欣喜地看着林飞道：“飞哥，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看我像开玩笑吗？”林飞微微一笑，说道：“你们放心，跟着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吃亏。”听到林飞的话，两人心中一阵兴奋，同时也意识到从今以后自己就是游戏国度一员，心中当即升起一股自豪感。第054章，这是在碰瓷？新游戏完成。离开工作室，林飞边感叹捡到宝，边往家走。有了唐三和三九两人的剧情设定，整部《生化危机》变得更加丰富起来。无论是单人随机剧情，还是后面开放世界联网模式，全都变得丰富多彩。可以说，整部《生化危机》的开篇相当的哇塞，绝对会令玩家耳目一新。什么叫专业？这他妈的就是专业！别看是扑街，但绝对是他拍马也赶不上的。他敢断言，这俩人未来一定能成为大神。迫不及待回到家的林飞，刚一进门便被贾珊珊拦住。林飞疑惑地看着面前与他兄一齐的贾珊珊，怎么了？飞总，我是传奇 VR 前50名通关玩家，已经全联系上了。贾珊珊抱着文件夹道。这么快？林飞一怔，没想到两人办事效率挺高，当即开口道：“这样，等下你联系下工厂那边，让他们抓紧把东西做出来，之后给那些玩家寄过去。”好的。贾珊珊点头回答一声，见林飞要走，赶忙开口道：“飞总，还有个事儿。”还有事儿？林飞停下，有个玩家说不想要提前体验礼包，他想要你的私人联系方式。要我的联系方式？林飞一脸疑惑。
我和他沟通过，但那名玩家态度很坚决，而且也不和我们说为什么。贾珊珊一五一十将事情经过全部向林飞说了一遍，并且也说出那名玩家留下的信息。制药公司技术员。听到贾珊珊的话，林飞更是一脸懵逼，自己一个做游戏的，制药公司技术员找自己做什么？难道还想跳槽来自己这里不成？可自己也不做药丸啊。想了半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索性也就懒得理会。行了，这事我知道了。如果他再联系你，问他什么事儿，如果不说就算了。说完，他便再次朝自己房间走去，却不想刚走2步，又被另一个声音叫住：“林飞，赶紧过来！”心中有事，再次被人叫住。林飞一脸不耐烦道：“又干什么呀？”“大姐，我还有事呢。”见他一脸不耐烦的样子，林洛当即扯着粗嗓子吼道：“出事儿了！”这一嗓子差点将林飞魂儿都吓飞了，惊讶地看向林洛：“怎么了？你怀孕了？”“操！你特么要不是我弟弟，老娘今天非弄死你不可！”林洛闻言，阴沉着脸朝他走来。“我去，真新鲜！难道你大义灭亲的举动还少吗？”看着气呼呼的林洛，林飞翻了个白眼，同时心里也提起警惕。还好，这次林洛倒没动手，而是将手机递到他面前。“什么意思啊？”林飞一脸疑惑，下意识朝手机屏幕看去。卧槽，什么玩意？生化兽潮？这是什么东西？林飞瞪大眼睛，拿过手机仔细看了起来。原来是企鹅发布新游戏新闻，一款10年磨一剑的末日类 VR 网游。好家伙，这他妈是来碰瓷来了！林飞看着这条消息，脑瓜子嗡嗡的。这企鹅跟风节奏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卧槽，这真是一点脸都不要啊！林飞吐槽的同时，也不由想起前世企鹅的各种骚操作，各种抄袭、侵权。什么叫做企鹅？这他妈就是企鹅！妈的，碰瓷是吧？这次不压断你一条腿，我就不姓林！看着有关企鹅新游戏消息，林飞脸色阴沉至极。既然对方玩埋汰，那就别怪他洋沙子。这几天谁都别打扰我。丢下一句话，他就转身回了房间。妈的，太不要脸了！企鹅这波操作属实让人有点措手不及，若不是自己拥有系统，没准还会栽在对方手里。心情极度不爽的林飞当即打开系统，看到系统中呈现出的游戏世界蓝图，他不仅没有一点担心，反而还有些期待起来。既然你敢碰瓷儿，那你就看老子亮不亮剑就完了。敢和拥有系统的他作对，那你不是跟电干的吗？拥有系统这个强大后盾，林飞不惧世界任何游戏公司。看着眼前已经被系统构建完的世界，心中澎湃战意燃烧而起。一边想着，林飞一边往生化危机世界加入各种开篇剧情，设置好起始故事线和一些主线和支线，之后被设定的事物或区域就会按所设计的框架自动发展下去。随着林飞将唐三和39设计的故事线加入其中，一个丰富宏观的世界缓缓运转起来。看着在自己手中逐渐形成的游戏世界，恍惚间，林飞感觉自己就像是个造物主。3天时间，这3天林飞过着3点一线的生活，吃饭、睡觉、工作室讨论、完善剧情。3天下来，整个人憔悴不少。我说老弟，你这么拼下去会垮的。饭桌上，林洛担忧地看着林飞道：“没事。”明显带着黑眼圈的林飞抬头看了眼坐在对面的林洛，笑道：“已经忙完了。”经过3天奋战，生化危机初部曲启示录已经彻底完毕。相信只要游戏发布，绝对会引起全球性爆炸。因为这部游戏可不单单像《我是传奇》那样只有英汉2种语言版本。就在游戏完成之后，他利用系统又将游戏异化成蓝星多语言版本，就连游戏内的配音也是纯正的本地腔调。单单这个细节就绝对能够令所有人震撼。看着他脸上若有若无的笑容，林洛双眼顿时亮起。你那游戏可以玩了？看着对方一脸焦急模样，林飞却是不慌不忙夹了口菜送到嘴里，不慌不忙地咀嚼起来。一见他这样，林洛心里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再也忍不住，噌的一下站了起，抢下林飞的筷子。混蛋，别吃了，赶紧告诉我是不是？咕噜，林飞将菜咽进肚子，看着暴躁老姐姐翻了个白眼道：“我说老姐，再怎么说你也是个美女，难道就不能矜持一点吗？非得让自己风风火火，跟个疯婆子似的。”“操，老娘乐意，赶紧给我把游戏装上，我要体验一下。”“想玩啊？可以。”林飞摆了摆手，在林洛要吃人的目光下，缓缓说道：“你现在去微博发消息，就说新游戏晚上6点开启测试，届时前50名玩家可以下载游戏，凭借抢先体验码登录。”“啊！”林洛一听不能提前独播，我很不开心的表情全都写到脸上。
林飞见状，摇头莞尔一笑道：“赶紧去发吧，这游戏你一个人没法玩。”第055章生化危机之启示录试玩开始。燕京某个员工宿舍内，一名身形消瘦、戴着黑色方框眼镜的年轻人，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玩游戏的同时，思绪却早就飞出老远。我说王正，你搁这儿发什么呆啊？赶紧上游戏和兄弟们撸级吧！察觉身后目光，同时回头看了眼发愣的王正。哦，我在想我是传奇 VR 的剧情呢。精神恍惚的王正闻言回过神来，嗨，你还在想那件事儿呢？要我说，就是你心思太重，一个游戏你还联想到实验室了。同事说着便回过头去，不以为然道：咋的？你还认为咱实验室的教授还不第一个做游戏的？听到同事的话，王正暂时放下心中疑问，跟着便下意识打开手机准备登录游戏。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是下意识查看一下星际游戏后台消息，见没有任何消息，便又查看一眼微博。卧槽！打开名为东北妞的微博后，王正惊呼一声：卧槽！我说你能别一惊一乍的不？草死了！一声惊呼吓得同事一个机灵，下一秒同事就见自己的游戏角色被一圈壮汉围殴致死。新游戏开始测试了！一脸兴奋的王正当即开始在自己的床铺上翻找起来。咦，我的测试礼包呢？测试礼包？你说的是这个吧？听到王正的话，同事拿起桌上一个精致印有红白交替标志的金属盒，看到同事手上的盒子，王正当即2步冲到跟前，一把拿过盒子道：卧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丢了呢。切，一个 VR 游戏有什么好玩的？又大又累，哪有手机游戏爽，躺着就能干。同事见王正拿着盒子一脸宝贝的样子，当即翻了个白眼吐槽起来。王正本不愿争论，但作为玩家国度忠实粉丝，还是反驳道：你懂滴个六，等你玩过我是传奇 VR 再和我谈游戏的事儿。说完他便不理会对方，拿着玩家国度的体验礼盒兴冲冲跑进自己的游戏室。真有那么好玩？同事看着离开的王正，眼底不由泛起狐疑。可就算有新尝试，没有 VR 设备也是个白搭，最终只能躺在床上撸啦嘞。生化危机之启示录于今晚18点整正式开启试玩下载。这条消息一出，零落的微博瞬间被粉丝们刷爆，一传十，十传百，仅仅只是半个小时时间，玩家国度新游试玩的风暴便席卷游戏圈。各大游戏综合门户网站更是在醒目的位置发表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与此同时，那些早就尝过我是传奇 VR 流量甜头的自媒体营销号也都纷纷加入其中。这群人算是玩明白了，但凡跟玩家国度有关的消息，甭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只要发了，妥妥的流量密码。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全世界但凡拥有测试资格的主播全都得到平台资源支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前50名额中有39个名额在华夏，剩下11个分布在世界上不同国家。首都时间晚上18点整，时间一到，林飞的《生化危机之启示录》直接在星际游戏平台开放体验下载，拥有体验码的玩家便可以提前24小时下载游戏，并且还不用花1毛钱。能够获得体验资格的玩家并不差这点钱，他们在乎的是面子，能够提前试玩，这就是面子。卧槽，兄弟们，你们敢相信一个游戏居然踏马1T？ 斗鱼平台马老师直播间内，主播马老师一脸懵逼地看着下载数据，直播间小伙伴听到这话更是惊掉下巴。操，真的假的？我滴龟龟，我记得现在市面上最大的 VR 游戏好像就是我是传奇 VR 吧，可那也不过200G 啊。是啊，这1T是什么鬼？极致狂魔干什么了？这种情况并非只发生在大司马的直播间内，全网有一个算一个，无论是观众还是主播，看到下载文件大小后全都傻了。好家伙，游戏内容还没见到，就先被这1T的文件震撼一把，真确定这一个 T 不是开玩笑。随着游戏下载，斗鱼平台几个花了血本从粉丝手中买到体验码的主播，直播间内已经人声鼎沸，人气高涨。可以这么说，此时但凡跟《生化危机之启示录》挂钩的直播间，几乎全都瞬间被顶进人气榜前10，而往日里几名一线主播瞬间被降为垫底的存在，这其中就包括 PPD。 原因无他，因为他们正在直播企鹅的生化受潮。靠，朴老师那个大傻子，非得播企鹅的破游戏，这下好了，赔了夫人又折兵。谁说不是？听说周姐他们也在直播，那游戏我连看的欲望都没有。操，脑残氪金游戏，谁看谁是大傻逼。楼上的，你文明吗？蹲在马老师直播间
苦等下载的观众无聊之际讨论起平台其他主播。直播前嗑瓜子儿卖呆的马老师心里是那个美啊！现在平台多数有点名气的主播都在直播企鹅的生化受潮，那游戏不说也罢。好在当初他临时有事拒绝企鹅金主爸爸，现在看来这拒绝的太他妈明智了。即便现在网速给力，但一个 T 的文件也是下了足足20分钟。打开文档一看，好家伙，一个游戏快要占一个分区了。马老师拿过 VR 装备，迫不及待穿了起来，将直播模式改成 VR 沉浸式体验。VR 头盔一扣，耳边便传来风声，让人瞬间有种身临其境、与世隔绝的错觉。这音效逼真！不等马老师来得及惊讶，就见随着风声，眼前漆黑的视野渐渐朦胧起来，一个圆形标识牌慢慢呈现在眼前。看着那带有斑驳锈迹、满是金属质感、红白交替的标识牌，他瞬间认出这正是礼物盒上的那个标记。第056章，作者不当人，游戏好吓人。分配区域，进入游戏。随着红白交替、锈迹斑斑的标识牌出现，画面也彻底清晰起来。马老师感觉一阵风从身旁吹过，直播间的观众拿着手机，听着真切的风声，所有人都有种置身于风中的错觉，甚至有的人都情不自禁打了个冷战。尘沙随风而逝，露出圆形标识周围面貌，那是掺杂着细石颗粒、干裂的黑色沥青路面。这是地面。看着干燥沥青路面裂缝中的草芽，所有人再次狠狠地震惊一把。在不失望这件事上，玩家国度从没有让他们失望过。看着眼前极致细腻的画面和那宛如实质锈迹清晰的铁标识牌，所有人都不淡定起来。卧槽，这是什么神仙画质？如果说我是传奇是高清，那他妈这个生化危机之启示录就他妈是蓝光啊！太清晰了，你们看地上尘沙质感跟真的一模一样。咦，你们有没有发现那标识牌上的图形和那个提前体验礼盒上的标志一模一样？直播间观众为画质和音效癫狂之际，也有细心观众发现一丝端倪。早就发现这点的马老师盯着眼前熟悉的标识思索起来，这个标记是游戏的彩蛋，还是说另有所指？他相信这个特殊的标记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礼盒上。突然一声沉闷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当即打断他的思路。啪！马老师闻声下意识向旁边看去，下一瞬间他魂飞魄散的尖笑声贯彻整个直播间，将全国观众吓得差点扔掉手机。卧槽啊！此时此刻的马老师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停了，魂儿也没了。直播间被吓得亡魂皆冒的观众还没来得及发弹幕，就见视频画面中出现一条恐怖的东西，所有人嘎的一下全都屏住呼吸。可怕，太可怕！那脚和那腿是人类的吗？不等众人来得及思考，就见那条腿的主人又再次向前迈出一步。啪！乌青腐烂的大腿带起那只被磨得破破烂烂、高度腐烂的脚掌，狠狠地踩在那枚奇怪的标识上面。看着那已经腐烂乌黑的骨头，所有人瞬间汗毛竖起。就在这时，一声声宛如地狱恶鬼般的低吼声于直播间内回荡起来。没能窥到那腐烂腿脚主人上半身的观众，单单听到这低沉嘶吼便已经毛骨悚然起来。卧槽，我居然无法抬头！压抑之下，马老师打算抬头看看那恐怖目标，却悲哀地发现自己的视角只能平视而无法仰望。吧嗒！就在这时，一个不明物体掉落，砸在马老师面前。一瞬间，无论是马老师还是观众，在看清那掉落的东西后，全都干呕起来。我就知道，极致狂魔就是个变态，也只有他才能想得出这些东西。操啊！太鸡巴恶心了，掉下来的居然是一团蛆。鸡毛，你看清楚，那是一颗眼球，生满蛆的眼球。哦，卧槽，别说了，隔夜饭都出来了。楼上的，现在就是晚上，你那隔夜饭要是能上来，我倒立尿尿。干林娘嘞，老子正吃外卖呢，别说这些恶心话。砰！突然一声响起，不等马老师反应，就见眼前世界疯狂旋转起来。此时他的感觉就像是个滚动的皮球一样，眼前事物不断变换。就在他快要被转吐的时候，像是撞到什么，终于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一个浑身高度腐烂、胸腔空空荡荡的独眼生物呈现在他眼中。那是人，一个活着、胸腔空荡荡的死人。那个活死人全身高度腐烂，脸上属于人类的皮肤已经不翼而飞，干枯褐色的肌肉纤维仿佛像路边摊卖的风干牛肉。这个视角让所有观众
看清那个踩着标识牌的活死人。顷刻间，直播间内观众全都不寒而栗，疯狂刷起屏来。操！极致狂魔是真他吗？不做人啊！吓死老子了！谁说不是？弄这么吓人干什么？吓人也就算了，还弄那么恶心，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都生蛆了，还能满大街乱窜？起初，这群观众在见到夜魔时都吓得半死，然而此时看到这群比之夜魔还要恐怖的怪物，顿时又被吓得要死，甚至都有可能被吓尿了。此时他们发现，看林飞做的游戏绝对是一种极限挑战。突然，马老师的视角从那固定视角升起，随着高度逐渐提升，他也终于看到那翻滚的物体。那是一颗森白、缝隙带着肉丝的人类头骨。我是个头骨？马老师见状，当即惊讶地瞪大眼睛。哒哒哒哒！就在这时，一排直升机于空中飞过，螺旋桨声音吸引到那个腐烂怪物。就见那腐烂宛如走肉般的怪物步履蹒跚地追赶着声音而去。与此同时，马老师面前的地面突然裂开，几个好似金属的东西将地上那颗腐烂的眼球顶起。下一刻，生化危机之启示录，几个斑驳红锈的金属字立在他的面前。吼！一声如来自地狱的嘶吼声贯彻云霄。卧槽！是开场动画，太牛逼了，比他们隔壁那什么生化兽潮强100倍。爱了，爱了，已经受不了了。马老师，赶紧点开始游戏，我要看人，我要看烂人。对，马老师赶紧上。震撼！与直播间观众相比，亲身体会的马老师被眼前这宛如实质般的画面冲击得说不出话来。那环绕在耳旁的立体嘶吼声让人震撼的同时，还生出一种那怪物就在身旁的错觉。这时，马老师注意到屏幕上观众礼物后面的留言，当即反应过来。呵呵，咱这就开始，兄弟们别着急。作为一名主播，观众就是衣食父母，他毫不犹豫点下开始游戏按钮。然而，随着游戏开始，并没有立即进入游戏，而是弹出一行文字：检测玩家 IP， 分配区域。丁，区域分配完毕。咚咚咚，随着提示消失，低沉压抑的金属音乐声响起。伴随着阴森的金属音乐，马老师屏幕缓缓呈现出一幅朦胧画面，就像是人刚睡醒，睁开眼睛，不等看清眼前的世界，刺耳的声音传入马老师耳中，尖锐刺耳的警报声笼罩在整座城市上空。呜呜！第057章，我生国王，我死国存。欢迎来到哈市。随着眼前朦胧画面逐渐清晰，一个温柔的御姐音在耳旁响起。丝毫没有受到声音影响的马老师望着眼前呈现的画面，震撼地张大嘴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彻底傻眼了。他的眼前是一处弥漫硝烟的街区，霎时间，他的耳中被各种杂乱的声音填满，空袭警报声、枪声、爆炸声，甚至还有直击心灵的痛苦嚎叫声。哒哒哒，灯火通明的街区上空，一架黑色直升机掠过，下一瞬间，就见那机身两侧喷出无数道火舌，一道道夺目的火舌没入远处街区，消失不见。下一刻传来轰然巨响，轰隆隆。此时此刻，彻底沉浸在 VR 世界中的马老师完全丧失思考能力。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这一刻，马老师心中不由泛起灵魂三问。哒哒哒哒，不等他搞明白一切，便被一阵枪声吸引，下意识扭头望去，就见一名男人冲出小巷，举枪朝小巷内疯狂射击。他在干什么？看着一身黑色军装疯狂朝向内射击的男人，马老师一头雾水，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下一刻就见那男人突然拽下腰间手雷，迅速拔掉拉环，毫不犹豫丢进巷子，随后便朝他这边跑来。轰！爆炸响起，土石碎块从巷子飞出，男人踉跄2步，稳住身形，继续向他这边跑来。爆炸过后的小巷，隐隐传来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声。卧槽！听到这个声音，马老师瞬间想到方才见到的开头一幕，当即打了个寒战。就在这时，那名男人已经跑到他身前，直接问道：有没有受伤？没有。马老师闻言迟疑地摇了下头。那还愣着干啥？不想活了？见到马老师一副呆滞模样，男人二话不说，使劲推了他一把，赶紧走。说着，男子便拽着他的衣肩向远处十字路口跑去。一脸懵逼状态的马老师只能任由着对方拽着一起奔跑。奔跑中，下意识回头瞟一眼小巷，身体当即一抖，不寒而栗起来。只见先前还空荡荡的巷口，此时已经人满为患，一个个步履蹒跚的人类从那巷子涌出。那是什么东西？看着那些腐烂面孔，马老师浑身汗毛竖起。这群看似是人的家伙，战力方面不谈，单外表就已经超出我是传奇 VR 中的夜魔。
太恶心，恶心的可怕。小子，你哪来的？连丧尸都不认识了。男子闻言，下意识回头看了巷口，见丧尸距离较远，不由放慢脚步，奇怪地看了眼身旁的马老师，跟着便打开肩上的对讲机，喊道：“3队李凯呼叫指挥车，李凯呼叫指挥车。”滋滋，指挥车收到，指挥车收到。听到的士兵到万国酒店门前集合。再重复一遍，所有人到万国酒店门前。对讲机内的声音消失，随后又响起一个苍劲有力的威严声：“路上遇到幸存者，尽量救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抛弃，不放弃。”李凯收到。李凯回应一句，挂断对讲机后，瞥了眼身旁的马老师，抽出腰间手枪递给后者，说道：“小子，你应该庆幸没被丧尸伤到，拿着这个，是活是死，全凭你的本事。”说着，李凯迅速转身击毙2只接近的丧尸道：“射他们的脑袋，那是他们唯一的弱点。”随着话语，李凯一边清理靠近的丧尸，一边现场简单教学。幸好先前玩过《我是传奇 V2》，枪械马老师并不陌生，很快3枪击毙1只临近丧尸。看到他击毙1只丧尸，李凯点头由衷称赞一句：“很好，现在你已经有活下去的资本了。我们走，去万国酒店与部队会合。”2人边打边退，不一会便来到一处灯火通明的大厦前。大厦门前小广场上，10来辆黑色装甲车并成一排，组成一道钢铁般防线。每辆车顶亮着一个巨大探照灯，耀眼的灯光射在街角巷口之前。但凡灯光中出现丧尸，便会被砰的一枪击杀。黑色的钢铁防线后是密密麻麻、瑟瑟发抖的平民，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绝望与恐惧。马老师瞪大眼睛看着眼前一幕，然而不等他从震惊中醒来，就感觉有人推了自己一把，下意识转头看去，身旁2名穿着防护服人员。不等他开口，2名防护人员拿着一个闪烁绿光的仪器，将他从头到脚扫描一遍。扫完之后，其中一人说道：“安全，无感染。”随着话语，那人又开始扫描与他一同过来的李凯。2人检测完毕，李凯带着马老师来到防线后的一处休息区，从物资箱里抽出2瓶矿泉水，丢给后者1瓶，自顾坐到一旁休息起来。那个，马老师并未打开矿泉水，而是下意识将手枪递给李凯。李凯见状，直接打断他的话道：“留着吧，说不定啥时候我死了，你还能留个纪念。”听到对方别具一格的回答，马老师一怔，看着身旁这个一副浑然不以为意的男人，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好。这时，大厦西侧的路口传来密集的嘶吼声音。马老师下意识抬头，就见上百只丧尸如潮水般涌来，10多个平民在2名士兵的护送下朝他们这边跑来。去接应。身旁的李凯见状，起身朝那队人跑去。马老师迟一下，便也起身跟着一同向那边跑去。与此同时，防线内又有几名战士冲出，举枪射击离那队人最近的丧尸。顷刻间，那队逃跑的平民和士兵压力减轻。看到这种情况，那掉在队伍后的2名战士缓缓停住脚步，脸上露出示众笑容。刘刚，你要做什么？与马老师并排射击的离开，见状后突然一惊，大吼道：“呵呵，老李啊！”那停在队伍后的2名战士一人认出李凯，苦笑一下说道：“有点倒霉，被那群家伙咬2口。”说着，对方便毅然扣下扳机，站在原地朝狮群射击。哒哒哒哒！操！李凯闻言怒骂一声，眼中尽是无奈与不忍。那名叫做刘刚的战士面对狮群，眼中丝毫没有一点畏惧，只有一片决然的视死同归。不一会，子弹射光，刘刚回头看了眼紧咬牙关的李凯，嘴巴一咧，露出已经鬓变乌黑的牙床，大喊道：“妈了巴子，老子不用你补枪，你要一枪打不死我，老子还得疼得死去活来。”说着，他便将身上2颗手雷摘下，一手握住1颗，张嘴咬住，拉环拔掉。TUE， 刘刚吐掉嘴里的拉环，握着2颗手雷，一脸决然道：“这样老子能死得痛快点。”说着，便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毅然转身大喊着冲进狮群：“我生国亡，我死国存！”轰隆！伴随着一声盖压狮群的怒吼，2团火光于狮群中炸开，瞬间炸飞几10只丧尸。看着升起的火光，那手雷就像是在众人脑子里炸了一般，所有人全都震惊的沉默起来。第058章，向军人致敬，撤离。军人，这就被称作人民子弟兵的军人，就连最后死都不想给国家留下负担。此时，马老师的直播间内没有一条弹幕，所有人全都呆住了，甚至脑子里全都是那句“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简简单单的8个字，却让人感觉如泰山般沉重。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的手已经握紧，
紧紧地握着手机，眼圈全都变得湿润。这就是祖国伟大的战士！轰！又是爆炸声响起，另一名受伤的战士也选择了同样的方式，义无反顾冲进狮群自爆，不给国家，不给战友留下一点负担。这一刻，所有人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望着直播画面中摇曳的火光，众人只感觉胸口发堵，心情压抑。我生国亡，我死国存，不单只是说说而已。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一遍又一遍冲击着他们的大脑。好，太牛逼了，这才是华国军人，华国军人威武，向华国军人致敬，英雄一路走好，太牛逼了！单单这个开场，我就给极致狂魔满分，对，绝对满分。哈，这游戏绝对会让那些外国友人震撼，真想看看他们那没见识的样子。别说，我也想看看，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人。直播间的弹幕疯狂不止，平日里那些大佬更是热血沸腾，丝毫不吝啬地打赏起礼物。与直播间观众相比，身临其境的马老师对眼前一幕震撼的已经无法形容。这才是真正的军人，无论什么危险，哪怕心中万千恐惧，也依然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赴死。马老师不由下意识看向身旁的李凯，这个面容坚毅男人，此时泛红双眸中燃烧着愤怒火焰。撤！半晌后，李凯突然开口，随后便毅然带着众人向防线内撤去。短暂的混乱之后，狮群再次汹涌起来。众人撤进防线的同时，那些搭载在装甲车上重型机枪旋转起来，嗡，砰，砰，砰！随着旋转，恐怖的金属风暴响起，一道道如光束的火舌射入狮群，残肢、碎石四下崩飞。但凡被击中丧尸，瞬间被轰成渣渣，如同爆裂的西瓜一样。数百只丧尸就像是被割的麦子一般，化为一片片血雾。仅仅半分多钟的骑射过后，再也没有一只丧尸站着，视线之内只有遍地碎肉、沙烁和冒着硝烟的街道。马老师下意识抽了抽鼻子，硝烟与腐烂混合的刺鼻味直接钻入鼻孔，瞬间上脑，让他弯腰干呕。吼吼吼！风起硝烟散，零零星星被枪声吸引来的丧尸从街角巷口蹒跚而出，一只、两只、三只。随着出现的丧尸越来越多，渐渐的又形成一个小规模狮群。车顶站着的40多岁中年望着那些形成规模的丧尸，眼中泛着担忧。半晌，男人回头向下方一名士兵问道：“直升机还需要多久能到？”报告指挥官，最快也需要30分钟左右。30分钟？中年男人浓眉拧在一起，说道：“时间太长，我们的弹药坚持不了这么久。”中年的话没有避讳任何人。一听这话，那群躲在后面的平民顿时急了，顿时乱成一锅粥。你们可不能抛弃我们啊！我们不想死，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我一年给国家纳税700多万，我要求先撤离。看着乱哄哄的人群，中年男人头疼不已，当即朝天鸣枪怒道：“都给我安静！现在我们还没走呢，就算要走，也会带上你们。不过别怪我没警告你们，这时候谁要敢添麻烦，别怪我老子不客气。”最后半句话，中年人是吼出来的，当即让人群安静下来。虽然仍旧有人不满，但此时却没人敢真出来作死。中年人见状，便再次向副官果断道：“用卫星电话告诉那群家伙，如果20分钟内不能赶到，就别来了，让所有人准备20分钟后撤离。”听到指挥官命令，那名士兵快速去执行，而民众一听20分钟后突围，当即一脸恐惧，变得瑟瑟发抖。而那些身体强壮、胆子大的人开始就地取材，寻找防身武器。你个瓜娃子，手枪能打个鸟丧尸？用这个！马老师随着众人在防线后射击时，一个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不等搞明白情况，就感觉怀里被人塞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低头一看，好家伙，是一把突击步枪。抱着突击步枪，马老师下意识向那人道谢：“谢谢。”道谢的同时，他也看清那人模样，40多岁，戴着个黑色作战头盔，两侧颧骨很高。谢个锤子！现在枪炮多得很，不用劳子教你咋射击吧？带着浓重乡音的男人不以为然道：“不用。”马老师回应一句，跟着便熟练的上膛瞄准远处丧尸开始射击。哒哒哒哒！面对宛如潮水般的丧尸，防线内火力全开，加上装甲车上的重机枪扫射，狮群就像是被割韭菜一般一排排倒下。防线后的马老师从一开始懵逼状态，渐渐的适应眼下这种情况，而他身旁的几位战友一边射击一边捣鼓着什么。由于枪炮声音太大，马老师只感觉两个耳朵嗡嗡直响，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嗖
嗖，轰，轰！啊！有怪物！就在这时，万国酒店门前响一片尖叫声，众人闻声下意识回头望去。卧槽！这是什么玩意？马老师瞪大眼睛望着匍匐在大厦门前，浑身没有一块皮肤，尽是鲜红肌肉的恐怖怪物。就在他发愣之际，那怪物从口中弹出一根猩红长蛇，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长蛇瞬间穿透几个平民的身体，一卷一甩便被甩飞出去。砰砰！胸口被洞穿的平民如炮弹般砸到马老师他们这边。看着胸前被开了个大洞，一口一口吐着鲜血的人类，众人知道这几个人已经没救了，赶紧杀了他们，不要让他们在人群里尸变。那名指挥官见状果断命令道。听到命令，士兵看着奄奄一息几人，稍稍迟一下便不忍地扭过头去开枪击毙几人。第059章猩红肌肉的爬行怪物。你个猪队友，龟儿子，给老子狠狠地打！就在击杀几名伤者的同时，方才那个带有浓重乡音的汉子当即红了眼，举枪瞄准怪物，毅然扣动扳机。哒哒哒！位于一旁的马老师听到汉子咆哮，也不由得下意识地举枪对准怪物，扣动扳机。干死他！此时此刻，马老师完全忘了这只是个游戏，全然已经当这是个真实的世界。虽然暂时还没搞明白一切，但是那份掩藏在血脉中的血性已经被这乡音汉子激发出来。密集的枪声接踵而至，数不清的子弹组成一道密集弹幕，瞬间而至射向丑陋的爬行生物。噗噗噗！一连串血雾爆起，可那怪物趔趄两下，便快速朝人群冲去。众人见状，完全没料到这怪物会如此狡猾，无奈下只能停止射击。而那群聚在门前的普通人可就遭了殃。满身鲜红肌肉的爬行怪物，如同狼入羊群般一对前爪，宛如刀锋般恐怖。但凡是被其扫中的活人，无一不被开膛破肚。霎时间，整个万国酒店门前血浆喷涌，残肢飞起。操！见到这种情况，那中年指挥官气得直跺脚，当即怒道：第3小队和第4小队，想办法将他们逼出人群。第3小队收到。第4小队收到。中年人话音落下，马老师就听身旁的乡音男和李凯一同回答。与此同时，防线内即又有3名战士跑出，连带李凯和乡音汉子，一共5人。见到5人端枪向怪物冲去，马老师脑门子一热，也跟着冲上前去。李凯和乡音汉子不由回头看了他一眼，后者开口道：李个瓜娃子，凑啥子热闹？马老师不等对方说完，当即反驳道：我也不知道，只是想出分力而已。说到这，他看了眼李凯，又补充一句：我的命是他救的。听到马老师的话，李凯脚步顿了一下，道：注意点，别傻了吧唧往前冲，跟在我后面，别射中平民。说完，他又向另外几人道：老甘和这小子跟我一队，你们3个对付外面的那只。李凯的地位在这群人中可能不低。其余几人闻言并没有出言反驳，点头过后便自觉自动分成2队。2个小队除去马老师全都枪法精湛，没用几枪就将那俩怪物从人群中逼出，一只跑向酒店左侧，一只跑进酒店大门。李凯见状，比划一个手势，另一队人向左追击那只怪物，而他们则从门口进入酒店。由于并没断电，酒店前厅巨大的水晶灯照亮每一处角落，李凯的枪口扫过每一处死角。在那名叫做老甘的示意下，马老师紧紧地跟在李凯身后，而前者则走在后面断后。马老师来不及为此感激，3人便鱼贯而入，进了酒店。吧嗒！刚刚进入酒店瞬间，马老师便感觉有东西滴在脑门上，下意识伸手一抹，血！看着手指上的猩红，马老师心脏一颤，抬头望去，下一秒他的瞳孔骤然一缩，当即抬枪扣动扳机朝上射去。砰砰砰！在棚顶！马老师突如其来的举动将2人吓一跳。然而现在显然不是埋怨的时候，2人当即举枪朝着棚顶飞奔的爬行怪物射击。砰砰砰！子弹飞射，吊顶的水泥石膏瞬间被射得四下乱飞，落下的石灰让3人不由眯起眼睛。而那满是肌肉的爬行怪物，灵活的像只猴子，在那棚顶和墙壁间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卧槽，这是什么玩意？哎呀我去，这可比我是传奇里边的夜魔牛逼多了。这玩意我怎么感觉像青蛙与蛤蟆的结合体呢？不是，楼上，你说的是啥玩意？我咋看不懂？还别说，小时候被我扒过皮的青蛙和这个怪物挺像的。有场东人吗？这玩意能吃不？能吃，能扒皮的就能吃。通过马老师视角，
看到那鲜红怪物的观众当即在直播间讨论起来。看到直播间越聊越有味的弹幕，马老师脑子里忽然想起一句话：能扒掉皮的广东人就敢吃，能穿成串的东北人就敢造。也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一波火力射击，那怪物迅速消失在3人视线之内。换完一个弹夹，老甘一巴掌抽在马老师后脑勺上：李个龟儿子，你想震死你老子咋地？下次开枪能不能提前说一下啊？卧槽！突如其来的一个大逼兜子，当即将马老师抽懵逼了。半晌，自知理亏的他尴尬道：下次开枪我一定告诉你一声。嘘。这时李凯声音响起，并向两人递了个眼色。两人顺着李凯视线望去，就见大厅内大理石承重柱旁，一个身影匍匐在一具尸体前，猩红的嘴巴，森白尖牙，正在一口一口地撕扯着尸体，随着咀嚼，隐隐发出类似狗吃食般的黏腻声。下一秒，3人眼睛逐渐瞪大瞪圆，不可思议的一幕呈现在他们眼中。只见那吞噬尸体的怪物身体上那些被子弹射出的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一颗颗弹头被紧实的肌肉挤出身体。见到这种情况，直播间的观众当即不淡定起来。卧槽，吃尸体加速伤口愈合，这技能属实有点牛逼啊！而近在咫尺的3人感觉身上汗毛霎时间根根立起。谁能告诉他们，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时李凯捅了下2人，抬手比划起手势，意示3人包抄过去。马老师和老甘会意，点头回答，跟着便行动起来。与马老师站在一起的老甘示意让马老师从右侧过去，而他自己从正面吸引那怪物注意。马老师见状，感激地看了对方一眼，便向右侧悄悄靠去。老甘见2人都已经悄悄潜了过去，他才缓缓走出，端枪一点点向那进食的怪物靠去。我的个乖乖，这家伙胆子也太肥了！看着老甘竟然如此勇敢，马老师心底佩服的同时，眼睛一错不错盯着对方。好！忽然，一旁的前台里扑出一道身影，直接一把抓住马老师衣服。突如其来的半张血肉模糊面孔，马老师当即吓得惊叫起来：我日你个仙人板板，你要害死老子哟！向进食怪物靠近的老甘闻声怒骂，同时手上的突击步枪毅然朝马老师这边开了一枪。砰砰！伴随着枪声，马老师就见抓着他的丧尸脑袋如同西瓜般爆开。下一瞬间，一股温热粘稠液体直接崩他一脸，让他凝滞原地。就在这时，老甘的声音再次响起：李个龟儿子，在想傻子嘞？赶紧帮老子撒！马老师闻声猛然惊醒，下意识转头望去，就见先前还一副胆大淡定的老甘，此时如丧家之犬一样玩命逃跑，而在其身后不远，就是那全身鲜红的恐怖爬行怪物。砰砰砰！马老师见状一惊，当即毫不犹豫扣动扳机。我日你个龟儿子，你是想射死老子吗？听到脑后啾啾的子弹尖笑声，老甘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妈卖批的，龟儿子，老子让你射怪物，你射老子算啥子嘛？第060章，抽自己大嘴巴，这是军人的职责。听到老甘的叫骂，马老师对自己的佛系枪法也是一脸的尴尬。砰砰砰！好在这时另一侧枪声响起，噗噗噗！伴随着突击步枪的狂躁咆哮，猩红怪物身上爆起一团团血雾，巨大动能冲击直接将那怪物射得趔趄起来。就在这时，一声大喝响起：老甘趴下！我日你个仙人板板！听到身后瓷砖地面传来叮叮当当声音，狂奔的老甘脸都吓绿了，怒骂一声，毫不犹豫向一侧避让扑去。轰隆！就在他趴下的同时，滚热的气浪从他头上刮过，崩飞的碎石细沙打在身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呸呸呸！我日！身上虽然疼，但好歹是捡了条命。老甘摇头晃脑起来，下意识往身后看去，当即吓得撒丫子继续狂奔。本以为2颗手雷能解决的怪物，此时却只是被炸断一条前肢，而那被炸伤的怪物彻底进入暴怒状态，盯着老甘不放。砰砰砰！马老师见状，心里跟着着急，换上新弹夹后，又是一阵瞄边射击。平均射速每分钟800以上的突击步枪，扳机被他一扣到底，眨眼间一梭子弹全都喷了出去。整整一梭子弹，就算枪法再烂，这10多米的距离也能命中目标。事实也正是如此，那只怪物瞬间被弹幕扫中爆起一片血雾。好！全身鲜红的爬行怪物当即放弃老甘，转头朝马老师冲去，顿时将后者吓愣在原地。快跑！察觉异状的老甘回头当即一惊，不敢迟疑，扭身朝怪物射击。砰砰砰！砰砰砰！李凯那边也一同开枪射击。下一瞬间，
那全身遍布鲜红肌肉纤维的爬行怪物浑身爆起一团团血雾。然而，这只怪物好像是彻底失去理智，对于射在身上的子弹毫不在乎，目标只有傻在原地的马老师。猛然间，马老师惊醒过来，沃日你个仙人板板！眼见怪物就要冲到自己跟前，马老师吓得学着老甘怪叫一声，撒丫子朝向他跑来的老甘跑去。日你个猪队友！老甘见马老师将怪物引向自己，顿时气得哇哇大叫。这个时候仇恨都拉住了，你不风筝他也就算了，居然还拉向队友，真尼玛是个水替！老甘不敢迟疑，又一边射击一边后退。砰砰砰！仅仅20米的距离，几枪过后，那猩红怪物便已经追上马老师和老甘。感觉背后恶风袭来，马老师下意识向后瞥一眼，当即被吓得面色大变。只见那只爬行怪物已经一跃而起，冲着他们张开大嘴，长舌随时有可能弹出。大惊失色的马老师下意想要改变奔跑方向，却不想鞋底一滑，人便摔了出去。完了！眼见那怪物狰狞的面孔越来越近，马老师心中一片绝望，他下意识闭上眼睛，准备等死。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大手将他从地上拽起。沃日，你个龟儿子，你这是要坑死老子喽！马老师惊讶地看着将自己拽起来的老甘，下意识张嘴道谢。谢！噗！却不想话还没说完，另一个谢字就卡在咽喉里，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此时他的眼中尽是一片血红，温热的液体让他瞳孔骤然一缩，就见眼前男人的腹部被开了个窟窿，一条猩红长舌扭动不止。前一秒，这个带着浓重乡音的汉子还试图将自己拽起来，可现在却被那怪物洞穿身体。马老师愣在原地，直直看着被洞穿的老甘，心中泛起无尽的自责与悲伤。如果自己没摔倒，对方一定不会被洞穿。霎时间，一股说不出的情绪让他想要抱头痛哭。他与老甘认识不到20分钟，只因为一把枪，说是萍水相逢都不为过。然而，就是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关键时刻为了救他而被怪物洞穿身体，一股难言的愧疚滋生而出。你个龟儿子，可害死老子喽！就在马老师深深自责之际，对方将他拉起。站起身的马老师看着口中不断吐着鲜血的老甘，当即眼泪流下。那张痛苦的面孔，不甘的双眸泛着泪花，见他没事，咧嘴露出2排鲜血红牙，骂道：龟儿子，哭个毛，赶紧滚！说着便一把将他推开。接着马老师的眼神变得更加震惊，就见对面的老甘悍然拔掉腰间手雷拉环，扭身向怪物扑去。老子爹儿子叫王云超，以后见到喽！替！轰！话还没说完，爆炸声响起，一股恐怖的热浪与冲击直接将马老师掀飞出去。好一会，脑瓜子嗡嗡直响，耳朵完全听到声音的马老师才感觉耳旁像是有人在呼叫自己，并且还推他。喂，小子，能听到说话吗？大脑一片空白的马老师下意识睁开模糊的眼睛，一张陌生的面孔映入眼中。短暂的失神过后，他像是想到什么，立马忍着剧痛从地上爬起，朝老甘那边跑去。你老！看着那一地残肢和炸碎半边脑袋的爬行怪物，马老师急躁地跺来跺去，一时间脑子里全都是那个说话带着浓重乡音的面孔。你个瓜娃子，手枪能打个鸟丧尸？卸个锤子！现在枪炮多得很，不用劳子教你咋射击吧。脑中回荡对方与自己说的话，马老师突然抬起手，啪啪朝自己脸上抽了起来。他跪在那堆残肢面前，抱头痛哭起来。呜！此时的马老师早已经忘了一切，他只知道是眼前残骸的主人是因为自己的无能而死。此时他几乎丧失理智，心里充满自责与愤怒，唯有狠狠地抽自己才觉得好受，才能得到些许极慰。双眼模糊的看不清任何事物。啊！心中尽是怒火的马老师看到眼前那把突击步枪，当即捡起，冲到已经死透的怪物面前疯狂射击。砰砰砰，咔咔咔，一梭子子弹全部射完。即便如此，他也没松开扳机，直至有人拍了下他的肩膀，马老师猛然一惊，下意识调转枪口就要攻击对方。啪！一张大手无情地抽在他脸上，当即将他抽愣在原地，愣愣地看着面色阴沉的李凯，久久不语。操！现在想起为老甘报仇，早想什么去了。李凯看着马老师，如果话刚说到一半，他便将所有的话全都咽了回去。这个冷静的男人知道现在老甘已经死了，再埋怨下去也无济于事，索性一转身不再理会马老师。望着离去的李凯，马老师眼中遍布自责，心中不禁想到，
如果对方打自己一顿，该有多好！小兄弟，这时一名穿着黑色军装的中年拍了拍马老师的肩膀，说道：“不要内疚，保护人民，这是每个军人的职责。走吧。”指挥官下令，准备撤离。第061章救援的歌声，苏卫，苏卫，苏卫！轰隆，炮火声回荡，贯穿大街小巷。周围的丧尸一批接着一批，就像是永远杀不尽一般。面对涌动如潮的尸群，所有战士义无反顾，组成防线，将幸存者牢牢守护在中间。一些青壮见到战士们的表现，顿时被感染的纷纷拿起武器，帮助清理一些漏网丧尸。老弱妇孺则被安排在装甲车内外，整个队伍有条不紊地向城外撤离。直播间这一刻弹幕很少，在所有观众眼里，这已经不是一场游戏，这是这群人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全都为这群人捏紧了拳头，整颗心也全都系在这支队伍上面。看着那一名明悍不畏死的年轻士兵被尸群吞没，随后又自爆，直播间观众只感觉心里得慌。死去的士兵多数都是青年，这个年纪本该是个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然而他们却在面对残酷，一股难言的悲壮也在众人心中缓缓升起。什么叫军人？这就是叫军人，宁可自爆，也不想变成丧尸，给国家和战友增加负担。正如那句：“我生国亡，我死国存。”尼玛，受不了了！狗币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开通游戏？为啥要有试玩？草他妈！我要干丧尸！骂了比，是谁研究出来的这些怪物？马老师，赶紧给我干死这群丧尸！老子打赏你100个嘉年华！看着逃亡的老弱妇孺和士兵，整个直播间内爆发出无尽的愤怒与不甘。现在直播间的观众恨不得直接钻进屏幕，捡起地上的枪械，和这群士兵一同对抗丧尸。然而，这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奢求而已。想进去，得要抢先体验码的。队伍仍在继续撤离，同时随着时间推移，也在不断减员。死在尸潮中的不单单有士兵，还有那群想要保护家人的青壮。不久之后，一个更加可怕的问题出现，整个队伍的弹药进入告诫状态，每个人手上顶多只有110发子弹，装甲车上的重机枪早就成为装饰。然而，即便如此，这群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战士仍旧没有露出一丝胆怯，他们悍不畏死，组成最后一道防线。身后不是他们的亲人，但却胜似亲人，因为那是他们的职责。望着如今变成怪物模样的同类，他们毫无畏惧。眼前这群怪物已经不是同类，而是侵略者、敌人。面对敌人，他们将以铁血手段给予最狠辣的打击。妈卖批的！这时，一名刚刚击杀一只丧尸的男人看着手臂上被咬的伤口，脸色难看至极。周围众人看到男人身上伤口，下意识的后退躲开。老公！一名抱着孩子的女人泪眼遍布绝望的跑到男人跟前，而那在女人怀里啼哭的孩子在见到男人瞬间就停止哭泣，张开一双稚嫩的手臂，挣扎着想要扑向男人。爸爸！听到孩子喊话，男人的双眸瞬间泛红，眼中闪过一抹不甘后，旋即又变得坚定起来。男人像是做下什么决定，浑然不顾女人和孩子，毅然转身走到2名军人身旁，给我2颗手雷。什么？正在阻击丧尸的士兵起初还没明白，当转头看到男人状态，顿时心中明了。士兵从身上取下2颗手雷，递给男人，敬重地说了句：“一路走好。”男人接过手雷，重重地点下头，说道：“如果可以，替我照顾好妻儿。”话语间，男人已经毅然面向尸群，眼中泪水再也忍不住流下。老婆，孩子就叫李胜利。随着大声咆哮，那人脚下奔跑起来，义无反顾冲向迎面而来的尸群。不！眼睁睁看着男人冲进尸群，女人撕心裂肺地嚎叫起来，紧随其后轰然一声巨响。然而，战斗并没有因男人的自爆而停息，反而周围汇聚的尸潮越来越大。也许是男人的举动感染了队伍，接下来凡是受伤的人都会留恋的与妻儿、父母做个告别，跟着变悍不畏死的冲进尸群自爆。老妈，孩儿不孝，你要保重。儿子，你要好好活下去，只要国家在，总有一天哈市会恢复平静。爸妈，儿子先走一步。撤离的队伍不时响起悲壮的咆哮，跟着这些人便义无反顾冲进尸群。轰轰，一声接着一声的爆炸，一团接着一团的火光，每一次爆炸声响起，便是一条人命终结。那些自爆的是他们的父母、儿女、亲人，听着那爆炸声音，所有人心中都悲痛欲绝。此时，他们却连回头留恋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一脸悲痛的砥砺前行。马老师深深被眼前一幕震撼，看
看着那带着手雷毅然冲进狮群的人类，听着那一句“孩儿不孝，照顾好你妈”的悲壮话语，他的心就像是被万斤巨石压住一般，让人喘不上气来。这些人为了亲人能够平安离去，将自己的血肉留在这片城市。眼前的战斗没有结束，狮群也没有退去。陷入如山岳般震撼的马老师，竭尽所能地稳住自己的枪口，极力争取每一颗子弹消灭一只丧尸。轰！又一爆炸声响起，马老师的身体不由得颤抖轻颤一下。他并不是害怕，而是心中清楚，那又是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弹药，我们没弹药了，我这也没了。丧尸越来越多，队伍再次雪上加霜，弹药彻底消耗殆尽。站在装甲车上的中年指挥官毫不犹豫扯脖子怒喊：操！上刺刀！就算用命拼，我们也要将英雄的家人送出去！上刺刀！听到指挥官的话，仅剩的50余名战士纷纷从腰间抽出作战匕首，安到突击步枪的前端。看到士兵们的举动，人群中一位年约70、花白头发的老者扯着沙哑的嗓子吼道：大家伙，我们不能拖累军队，我们也可以战斗。随着老者的话语，车队中的刚刚丧失儿子、男人的老弱妇孺当即全都红了眼。既然大家伙都没有逃出城的机会，倒不如跟眼前这群怪物拼命算了。这种念头一生，整个队伍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怒吼：我要替我儿子报仇，杀死这群怪物！随着高呼，一群红了眼的老弱妇孺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纷纷找到一切可以做武器的东西，准备与丧尸拼死一搏。你们！望着情绪激愤的众人，中年指挥官眼中顿时泛起泪光，当即大吼道：所有士兵听令，宁死不退，保护好英雄家属！宁死不退，保护好英雄家属！宁死不退，保护好英雄家属！受到感染的马老师与其众人一同扯着脖子怒吼起来。他紧紧握着手中温热的钢枪，看着30米外的狮群，眼中毫无畏惧。然而就他做好赴死决心之际，忽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声，砰砰砰，伴随着狂躁咆哮，一道道赤红光束飞过。下一刻，就见一侧狮群像是被人割倒的麦子，齐刷刷倒下，甚至有的直接被子弹扯碎。是二营的队伍，二营长来支援了。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众人一愣，跟着便有士兵高呼起来。不知是不是错觉，愣神的马老师隐约听到一阵十分熟悉的魔性歌声：苏伟苏伟苏伟。第062章，小团团戴哥想屁吃呢！哒哒哒哒，伴随着枪声，几辆装甲车从后方冲入战场，其中一辆车顶的扩音器内更是传出一阵魔性的配音：啊，哒哒哒哒，突突突突，苏伟苏伟苏伟，勇敢的小战士小团团登场！听到这奶萌奶萌的声音，马老师惊呆了，转头望去，下一刻就见一辆黑色装甲车朝这边冲来，一个扣着大号黑头盔，脸上涂抹2条黑油彩的萌妹子手持扩音器，从装甲车天窗探出半个身子，大喊大叫，吸引丧尸注意。看清那张面孔的瞬间，马老顿时张大嘴巴：小团团！与此同时，发现马老师的小团团也是一愣，看着那一身血污的青年，他瞪圆双眼，显然是不敢相信，这家伙真是那个斯文的马老师吗？实际上，别说小团团不敢相信，就连马老师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玩个游戏会经历这么多。尤其先前老甘和战友的死，恐怕这辈子都会成为他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从不后悔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这对他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成长。我的妈耶，真是马老师！随着距离逐渐拉近，小团团张圆小嘴。现在他十分确定，眼前这个满身血污、跟丧尸有的一比的男人就是马老师。与此同时，马老师直播间内观众也没想到会在直播中看到小团团，看着对方戴着大号头盔松松垮垮，时不时还得扶正一下的样子，顿时被萌翻了，发出一阵饿狼般的嚎叫。哇塞，居然真的能联网，而且还是小团团！靠，原来小团团也开直播！不行，我要去他直播间守护！等等，算我一个！卧槽，你们这群损人，真就不考虑下马老师的心情吗？算了，也不差我一个！卧日，看到直播间瞬间流失几千人，马老师心态崩了。一群见色亲友的 LSB， 亏得老子平时给你们发福利，关键时刻你们演我，真是一群没良心的白眼狼。看着从装甲车天窗爬出来摆正头盔的小团团，马老师这一刻真想化身为不哭死神，说上那么一句：你不要过来啊！当然，作为一名有绅士风度的主播，他当然不会说这么掉价的话。现在直播间人员流失，怕是椰风都挡不住。满是怨念的眼神下，就见小团团又从装甲车内捞出一杆长枪。好家伙，那枪
真特么长，都快赶上那孩子高了。歪戴着个头盔的小团团背着那杆好悬没拖地的长枪，一溜烟就跑到他面前。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见面的二人异口同声问道，随之彼此又都一愣。半晌过后，还是小团团率先龇牙开口道：嘿嘿，我也不知道耶。开始游戏后，我就成了医院里面的护士。起初还好，谁知道不大一会那里爆发病毒了。我的妈哟，那家伙老吓人了，可哪都是咬人的感染者。之后我就稀里糊涂的跟着那群兵哥哥套出来喽。说着，他便将背上死沉的狙击步枪摘下。见马老师盯着自己手中的枪，立刻虎着一张脸道：你看啥？这是我的，我跟你说，这个可比求生里的 98K 帅多了。说完还不忘扬额傲然道：我看谁还敢说我是菜逼。这孩子脑子里也不知道装的是啥，怕是无药可救了。看着还没认识到情况有多可怕的小团团，马老师内心一阵无语。行了，把枪收起来吧，没人会惦记你那破枪。马老师摆了下手，问道：你们这是要去吗？不知道爷。小团团一脸茫然，思索下说：刚刚在那个车里，我听电台里说让他们撤到外围固守防线，不能让感染者扩散出去。难道只有市区中心有丧尸吗？听到小团团的回答，马老师下意识想要问下详细情况，不想这时候身后传来李凯的喊声：老马，什么情况？没事，遇到个妹妹。马老师回头应了一声，便打算带小团团撤到安全距离。小团团却是对李凯十分不满，嘟囔道：一个 NPC 凶什么凶？一旁的马老师闻言，奇怪地看了眼小团团，说道：玩家国度的 NPC 都……下意识回答的马老师话并没说完，整个人便愣在原地。由于先前沉浸过深，直至这时他才意识到一个恐怖的问题。如果说我是传奇中唯一的 NPC 罗伯特智能一些也就算了，可刚刚所经历所遇到的那些 NPC， 包括那群自杀的青壮，哪个不是有血有肉有自己思维的活人？突然之间，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于他脑海中生出，他立马严肃地向小团团说道：我劝你别把他们当成 NPC， 我感觉他们不是 NPC， 而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军人及炎黄子孙。马老师的话音一落，一个无比恐怖的问题瞬间由众人心头生出。这时直播间众人才意识到，自打马老师进入游戏，所经历的事儿和所遇到的人没有一点游戏迹象可循，仿佛眼前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劫难都是真实的一样。而那些 NPC 的言谈举止跟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仿佛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哎，好像真是这样也。小团团闻言，小脑瓜中不由泛起这一路所见所闻，发现好像真是那么回事。忽然他面色巨变，惊呼道：那岂不是说我要是被咬了也会变成那种怪物啊？我不要。小团团语无伦次，蹲在地上恐惧道：我去，这孩子脑回路是不是有问题？这是丧尸咬人的问题吗？看着哇哇大叫的小团团，马老师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奶爸，一边安慰一边问道：行了，赶紧说说，你还有没有遇到别的玩家？游戏没开前，众人是知道星游能联网的，但是让人万万没想到，联网的模式竟然是这样的偶遇。没错，这就是林飞利用系统做的独特设计。每一位玩家进入游戏都会凭借自己的 IP 地址生成一个游戏世界身份，并且还会随机分配到不同地区。这种新型的分配模式可以将所有玩家均匀分配到各处剧情当中，会让所有玩家都体会到不同的剧情。如果实力够强，也可以跨越山河大海寻亲找友。可以说，这是除了剧情以外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世界。没有，只遇到你了。坐在地上的小团团摇了摇头。好吧，看来自己真要成奶爸了。瞥了眼远处零零散散的丧尸，马老师叹了口气，将对方从地上拉起来，说道：行了，其他事儿解决完丧尸再说。那枪你会用吧？不会，可以给我。我说戴哥，你想屁吃呢？第063章，孩子，这种东西以后别捡了，不兴耍流氓。小团团盯着马老师，警惕的眼神蒙得马老师直播间观众纷纷为其鸣不平。哇靠，马老师不当人啊，居然抢小孩玩具，谁说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操，我怎么感觉好像怪叔叔诱骗小萝莉？哎，你别说，还真有点那个味儿。直播间观众的弹幕顿时让马老师一脸尴尬。这时小团团抱着那杆视为己命的狙击枪，吃力架在身一旁头上，固定住枪身，一丝不苟，姿势中规中矩。我自己会用，让你看看什么叫一代巨神。涂抹油彩的小脸一副自傲模样，下一秒就被瞄准镜里呈现出的东西吓了一跳。哎呀我去，这个老哥也太吓人了，
他长长吐出一口气，平复下狂跳的心脏，旋即小脸一凝，毅然扣动扳机。砰！一声宛如春雷般的炸响咆哮而起，伴随着一道枪火，巨大的枪身猛然后顿一下，然后，哎呦！啪嚓！伴随狙击枪应声落地，就见一个瘦弱的身影，嘴里惨叫着后仰翻滚出去。卧槽！突如其来的一幕，不仅吓了马老师一跳，甚至连直播间的观众都惊呆了。这枪不但长，而且还恐怖如斯啊！比隔壁那手冲武器强出100倍不止啊！眼疾手快的马老师赶紧上前将小团团拉起，张口询问道：“没？”可不等话问出口，被他薅起来的小团团当即哇的一声哭了：“哇哇哇，好疼啊！完了，我的胳膊折了！”看着哭得撕心裂肺，脸上油彩都花了的小团团，马老师心中暗道：不愧是奶萌人气主播，即便哭也让人感觉萌萌哒。一个头2个大的马老师不由问道：“我说你不会是第一次开枪吧？”“你没完，我是传奇 VAR。”抱着肩膀哇哇大哭的小团团闻言咧着嘴哭道：“我玩啥呀？我停播，你又不是不知道。”马老师一怔，这才想起来前段时间对方确实发过停播一段时间的公告，那也就是说这妹子第一次玩游戏国度的游戏，难怪这么勇啊。不过他又有些疑惑，你这体验码哪来的？买的啦，我只是停播，又不是金盆洗手。小脸皱得跟个包子似的小团团揉着肩膀暗骂：“真讨厌，这是啥子嘛游戏？开枪弄得这么逼真干撒子！”马老师听到小团团的话，当即竖起大拇指：“你牛逼！玩家国度的游戏真实度和现实一模一样，你这小体格儿没震死都算命大。”小团团闻言苦着一张脸反驳道：“我哪知道嘞，以为跟我玩电脑求生一样呗，谁知道这么吓人啊！不过真的好好玩啊！”看着对方没心没肺的傻笑，马老师彻底服了，幸好只是游戏，不然的话这孩子没准得戒了。马老师看了眼砸在地上的狙击枪，说实话此时他心也没底了，犹豫半晌，最终还是没能扛住诱惑，弯腰捡起狙击枪，感受手中沉重分量，不由发起感慨：带你逃出来那群人也是心大，居然让个孩子玩大炮。他重新将狙击枪架上车头，摇头感叹道：还真是一个敢给，一个敢用。谁说枪是他们的了？我都说了，这是路上捡的。小团团闻言立即反驳道：捡的？马老师惊讶地看了小团团一眼，随后便通过瞄准镜寻找目标，同时开口道：那你的命可真好。这话他一点奉承的意思都没有，因为这一路走来，别说枪、猫，他都没捡到一个。说话间，他已经瞄准一个目标，那是一名中年，半张脸都被扯烂了，如此巨力，再加上高倍瞄准镜，那张脸看着确实有点吓人。马老师忍着不适，准心锁定对方脑门，下一刻毫不犹豫扣动扳机，砰！操！粗犷的爆裂声响起，瞄准镜中的腐烂脑袋像个西瓜一样直接炸开，同时马老师的面色也骤然巨变。虽然没有小团团那么夸张，但是开枪的一瞬间，他便感觉自己的肩膀好像不在了，疼、麻、肿、胀等诸多痛苦瞬间全都汇聚在他肩胛骨上。更操蛋的是，这种疼痛还呈放射性向周围扩散。卧槽，好呛，玩不了！一击过后，马老师便放弃继续使用这把狙击枪的念头。狙击虽好，但不要贪枪哟，那恐怖的后坐力会让没经过训练的人吃尽苦头。马老师揉着肩膀，看向与自己同样动作的小团团，说道：你真命大啊，下次再见到这种东西不要捡了，捡你就捡点实用的，这枪对你来说不适合，太大了。马老师的话音刚落，直播间弹幕瞬间疯狂刷起。卧槽，马老师你学坏了，全开车，什么玩意不适合，还太大了，哈哈，我已经截图了。铁证如山，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马老师你终于悟了。不，太大了，不合适。操，这都哪来的 LSP， 是不是来错直播间了？看到直播间突然开车，马老师当即一脸懵逼，开口道：思想不要太肮脏，咱都是文明人，不兴耍流氓。听到他的话，直播间网友当即弹幕弹出：还不兴耍流氓？马老师你都太大，不合适了。妈妈我要下车，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看着直播间风向越来越不对劲儿，马老师直接选择无视。马老师捡起自己的空枪，拉着小团团向防线内部退去。然而跟在马老师身后的小团团好像是职业病犯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东瞅西望，像个贼一样。瞅那样
妥妥的是将这游戏当求生了。嗨嗨，马老师见状，咳嗽几声提示对方，意思是说别找了，我都看过了。然而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马老师想都没想，直接拽着对方趴到地上。下一秒，两人就感觉头顶有东西嗖嗖飞过，不等两人搞清状况，便听呜的一声，一张1米见方的钢板于他们头顶飞过，直接射入人群。啊！我的腿！第064章，最真实的末日。主播，你是玩错游戏了吗？裹挟着巨大冲击的钢板，宛如一把旋转的镰刀飞入人群，霎时间腥风血雨，溅起一道血雾。那些被炫掉脑袋或者被拦腰的还好，几乎没有任何痛苦，一命呜呼；而那些被割掉下半身的，可就遭了殃，活不长，死又一时半会死不了，只能扯着脖子，疼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的小团团看着眼前一地残肢断臂，顿时吓得大叫起来：哇哇呜呜！太可怕了，我不要玩了。尤其是看到斜插在柏油路上血迹斑斑的变形钢板，更是感觉后脊背发凉。刚刚若是马老师没有将他拽趴下，现在可能已经狗带了。后知后觉的小团团当即吓哭了。然而这种时刻，哭是最无能的选择。别哭，赶紧收拾收拾，马上要撤退了。就在这时，观察完情况的马老师一脸烦躁道：此时情况没有时间允许他安慰小团团。他边说边拽着对方向最近的那辆装甲车跑去。吼！突然一声嘶吼响起，小团团被吓得一个哆嗦，就见一只冲破防线的丧尸于侧面杀出，扑倒他前面一名幸存者。下一刻，惊魂未定的二人就见那名幸存者连挣扎都没来得及，便被那只丧尸一口咬在脸上，伴随撕心裂肺惨叫。那只丧尸脑袋往后一仰，幸存者的半边脸皮瞬间被揭开来，逼真至极的画质下，那被揭开的皮肤下的鲜红嫩肉清晰可见。随着撕扯，皮肤与嫩肉间的纤维组织连着丝丝血丝，好像藕断丝连一样。甚至两人都感觉好像听到一种黏腻声音。生在新华国，长在红旗下的直播间观众，啥时候见过如此骇人场面？一个个全都吓得魂惊胆颤，甚至有的人已经将手机扔了。而近在咫尺的两人看着那存者被硬生生撕掉面皮，鲜血流出的场面，一瞬间只感觉浑身血液都跟着凝滞下来，喉咙更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就在这时，两人耳旁传来一声怒吼：操！发什么傻？赶紧上车！一声怒吼当即让两个人从恐惧中惊醒过来。马老师毫不犹豫，拉着小团团向不远的装甲车狂奔，眼角余光不经意间扫到远处装甲车上的一个鲜红身影，是那没有皮肤的怪物。所有火力集中射击那些爬行怪物，我们要为幸存者争取离开的时间，大家只要逃出市中心，就会有人接应大家。防线中那名指挥官扯着脖子怒吼，不敢停留的马老师脚下更快，拉着小团团拼命朝装甲车跑。无论如何，他们都要逃出市中心。下一秒，那遭受火力压制的爬行怪物长蛇弹出，射中一名逃跑的幸存者，一卷一甩，便将那人当作炮弹般砸向其他人。操你妈！老子叫王长胜，职业军人。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响起一声怒吼，就见一个一瘸一拐的士兵脱颖而出，士兵的怀里抱着一团东西，一步一颠地冲向那被爬行怪物占据的装甲车。跑步的姿势确实好笑，但是这一刻没人笑得出来。在众人凝重震撼的表情中，轰！一声巨响，冲天火光瞬间吞没装甲车与怪物，强烈的冲击卷着沙石和装甲车零件四下乱飞。已经跑到装甲车旁的马老师当即一把将小团团塞进车内，随后也跟着迅速扑进车内。伴随着摇晃，装甲车传来一阵乒乓乱响。被强硬塞进车内的小团团一双美眸还处于收缩状态。起初进入游戏虽然也是遇到各种危机，但是都是很幸运的躲过。而现在，自从与马老师相遇，所有的一切全变了。他清晰地看到幸存者被杀死，又真真切切地看到如此悲壮场面。尤其是对方那一瘸一拐、义无反顾冲向怪物引爆炸药的举动，彻底让他体会到末日的残酷。还有一名军人的担当。原来，末日游戏并非是什么过家家游戏。同时，在他时隔几个月再次开播的直播间内，观众们见到那名军人义无反顾的悲壮之举后，全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即便隔着屏幕，他们也能感受到一股令人压抑的残酷。而且，这还只是个游戏。如果真正的末日
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惨烈？或许比这要残酷100倍吧。尼玛，机智狂魔的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这种情况真的会在现实中发生吗？能不能发生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囤一些物资，到时候就算发生这种事，起码能比别人活得好一些。啊，发不发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压迫感啊！我愿称玩家国度是最牛逼工作室。擦，你当自己是忍界半藏啊？面对直播间无数弹幕，游戏中的小团团可没什么心情去看弹幕。身处拥挤车厢内的他，整个脑子都是一股难闻的气味。如果搁在以前，他绝对会选择下车，但是现在，脑袋被门夹了才会下去。轰，砰，哒哒哒，各种混乱的声音传入装甲车内，瑟瑟发抖的小团团，恐惧的双眸在周围人脸上扫过，恐惧、茫然、绝望等诸多神色汇聚于这群人脸上。这到底是游戏还是真实的末日？这一刻，小团团的脑子混乱起来，他紧紧闭上眼睛，捂住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声音。他想要退出游戏，这里的一切太真实了，真实的让人感觉恐惧、绝望。他感觉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狱，硝烟、腐臭、发动机燃烧的柴油味道都在这个拥挤狭隘的空间内交汇一起。尤其那顺着车窗传来的恐怖嘶吼，让他感觉整台装甲车都像是处在丧尸海洋中一样。他不敢去看，呼吸变得愈发困难。啪！就在这时，一只手拍在他的肩上，顿时让他一颤，又猛地一惊。不等他看向那只手的主人，耳旁便响起略微沙哑的声音：“不要害怕，哈市没了，我们还有其他地方可去。我们要相信军队，用不多久，他们就会收复哈市。”小团团扭头望去，就见自己身旁坐着一位嘴唇干裂的大妈。大妈眼中带着与人绝望相反的神色，也许是看出小团团眼中茫然，大妈冲他微微一笑，说道：“我儿子是军人，刚刚与怪物同归于尽的那个。”什么？小团团闻言双眸骤然紧缩，不敢置信，眼前这位大妈居然是刚才那个士兵的母亲。瞬间，他的眼神肃然起敬。对，这位大姨说的没错，我们要相信官府。如果接下来我能活下去，我要加入军队。随着几人话语，车厢内压抑气氛渐渐消失，多数人的眼中神色斗志昂扬起来。小团团忽然感觉呼吸变得更加沉重，但体内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沸腾起来。是啊，只要人类没有丧失斗志，末日又算得了什么？然而，与马老师他们这边的惨烈与悲壮相比，另外一个直播间画面让万千网友不由提出质疑：主播，你是玩错游戏了吗？怎么和隔壁马老师的不一样？第065章官方查房，养老院的护工骚猪。我去，骚猪，你确定没下错游戏？是啊，咋跟隔壁的不一样呢？我怎么有种看日常电影的既视感？斗鱼官方警告禁止在直播间内放电影。看着眼前一条条弹幕信息，骚猪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现在他心里也很慌的好吗？为了直播《生化危机之启示录》，他不仅解约直播《生化受潮》，还赔付一笔高额违约金。本以为直播玩家国度的新游能够挽回一点损失，可谁成想，游戏下完，看了段震撼开场，等到开始游戏后，却画风巨变。说好的末日呢？说好的丧尸呢？说好的悲情呢？咋都没了？看着眼前十分接地气儿的值班室，骚猪整个人都傻了。更操蛋的是，由于温馨画面太真实，居然把官方大大炸出来了。这你上哪说理去？关大大，冤枉啊！我对灯发誓，这真是游戏。不信你问直播间观众。面对官方，即便骚猪也不得不小心应对。斗鱼官方，那你的怎么和马老师他们的不一样？你问我，我他妈问谁啊？老子也想知道这是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啊。一脸无辜的骚猪无奈下，只能将直播画面切换到自己的工作室。下一秒，一个穿戴 VR 设备的小胖子出现画面中。你们看，我这真是在玩游戏。直播间观众和官方账号看到骚猪真人出镜，全都一脸懵逼起来，不由怀疑人生。就在这时，直播间一条弹幕引起众人注意。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骚猪是被分到别的地方去了？刚刚加载游戏时，下边不是有一个分配区域提示吗？看到这条弹幕，直播间众人和骚猪幡然醒悟。别说，还真有这种可能。想到这，直播间瞬间弹幕疯狂弹出。卧槽，不是吧？骚猪这儿一点末日气氛都没有。如果真这样，那这游戏地图有多大？不会真像洛姐说的那样，这是个全球末日吧？哎呀，我去！如果真这样，那可牛逼了。槽啊！喂毛药有抢先体验啊！
谁说不是？直接开干不就完事了？对，到时候给我分到一个全是妹子的孤岛上，我造个民族出来对抗丧尸。咦，楼上这想法不错，以这游戏画质，那妹子一嘻。卧槽，大哥们，你们这样放了，真的好吗？关大大可还搁这儿呢，这种事儿，难道不是心里想想就可以吗？为啥非要说出来？看着一言不合就飙车的观众，骚猪吓得魂惊胆颤。没办法，他为了直播新游戏，可是付出巨大代价，那高额的违约金可都是他的血汗钱啊！如果再因为这群老六搅和，官方再给他来个停播整顿，到时候可是真是哭都找不到调喽。幸好现在斗鱼官方对玩家国度是鼎力扶持，只要主播正经播游戏，对于其他小事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证实骚猪直播游戏真实性后，官方账号便退出直播间。看到官方大大离开，骚猪赶忙擦了下脑门上的冷汗。尼玛，谁能想得到自己搁这儿正经八百播游戏，官方却认定他放电影？我一个小主播兢兢业业容易吗？现在他已经没心思去管剧情问题，消消停停恰钱是关键。想到这里，他便再次将直播画面转接到游戏里面，开口道：各位大哥，下回关大大查房，你们能不能收敛点？你们不怕，可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呢。现在咱们回归正题，既然咱们这儿和马老师剧情不一样，那正好咱们来个探索新剧情，苟一波，没准以后他们还得来投奔咱们。说话间，骚猪又重新打量起眼前环境，与马老师那边满街怪物横行不同，他这边可谓是风平浪静，稳如老狗。墙面略微泛黄，有些陈旧的房间内设施简洁，办公桌、单人床，19寸大电视靠着墙，电视里播着新闻，听内容好像是有关一种新药的发布会。听了几分钟，骚猪也没听出个所以然，不过他敢断定，那发言人在一本正经的吹牛逼。你问他咋知道？那还用说，一款药如果能包治百病，还要医院干啥？大家一起嗑药，岂不更 happy？ 这么能吹牛逼的发言人，不由让他想起现实中弯弯的政客。我家火箭能直达鹰将家。骚猪听不了吹牛逼，一听就恼人疼，索性抄起办公桌上的遥控器，直接按下关闭键。走你！世界顿时清静。这时他又将注意移到桌后的墙上，泛黄的墙上挂着一张蓝色展示栏，展示栏名头标注着夕阳红老年养护中心字样。展示栏上是一些养老院的员工简介。我是养老院的护工。骚猪没想到那上面还有自己，看着那张具有代表性的大头照，当即一愣。该说不说，照片里的人真帅，不过自己这吨位真能护理别人？操，别人护理自己还差不多，真扯淡。心底不屑地撇了撇嘴，又翻了翻桌上的记录本，原来今天是他值班。差不多捋清头绪的骚猪打算去外面看看，却不想这时墙上的呼叫铃响了。我操，这么快来活了！惊讶地看着呼叫铃上的叶金平，骚猪没想到会这么快进入角色任务，当即开门走出值班室，按照走廊墙上示意图，很快找到按铃的房间。哎呀我去！刚一推门，迎面一股尿骚味扑到脸上，好悬将他送走了。骚猪掩着口鼻，一脸嫌弃站在门外，不知道现在投奔小团团他们可否还来得及。然而原地站了10秒，他还是选择将任务进行到底，帮助企业的老人上过洗手间后逃一样离开房间。我的个天，这特么是什么鬼任务？连个奖励都没有。完成任务，等了半天也没见到有奖励，骚猪心里满是怨念。现在无论走到都觉着有一股子尿骚味，实在受不了，只能出去转转。呼，这活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肥硕的屁股往花坛上一坐，深深吸了口深夜的空气，骚猪不由发出感叹，身体微微后仰，打算看下游戏中的星空，却不想视线无意间扫到2楼走廊。灯火通明的走廊内，窗前一个人影背对着他。我操，我的心肝啊！这又是哪位大爷？半夜3更站在窗前吓唬人，咋就不能消停点？大晚上睡不着，你自己搁屋里玩不好吗？干嘛非得出来吓唬人？作为养老院的护工，这对这种不听话的大爷必须得管上一管。差点被吓掉线的骚猪当即气冲冲起身朝楼内走去。这老头儿必须得修理。第066章，躺过一劫，瘫痪老人都好了。不是老头儿。从安全通道走上来的骚猪刚要推门，便愣在门外。透过木门玻璃窗，就见灯火通明的走廊内，一名一身黑衣、戴着黑帽和黑口罩的家伙蹲在地上捯饬着一个黑皮箱。因为对方低着头，并没有注意到门窗后还有一双眼睛。我操，
这人在干嘛？对方捂的实在是太严实，除了能分辨出是个人，剩下一概不知。这样的装束显然不是养老院的人，如果是，那也是个有大病的患者。卧槽！枪！就在这时，那黑衣神秘人在他目光下从打开的皮箱内拿出一把手枪。看到手枪的那一刻，骚猪一下子懵逼了，脑中顿时想到一个词儿：报复社会。敬老院打篮子的事儿他听过，难道现在还要亲眼目睹一场枪杀？养老院老头儿招谁惹谁了？咋都想着拿老头撒邪乎气呢？然而不等骚猪做出反应，就见那黑衣神秘人又从皮箱内拿出一支装有蓝色液体的针管。骚猪突然警觉，毫不犹豫蹲下，透过门缝就见那黑衣人抬起头，冲着灯光举起针管，一双黝黑眼眸透着好奇。那液体是什么？躲在门后的骚猪迷惑地看着神秘黑衣人，看那样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看着对方观察针管的样子，很明显对方也在好奇针管内的蓝色液体。卧槽啊，这又要枪杀又要投毒的，这是对社会有多大的不满？还是说这有你杀爹仇人？就在骚猪满心疑惑之际，走廊内的黑衣人悄悄打开第一间房门，随即拿着针管溜了进去。一见状况不对，他立刻向直播间观众们发出求助：兄弟们，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那还想个锤子？当然是报警了。不，骚猪，你应该化身为正义的使者，要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有光。上吧。对对对，让正道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看着直播间网友弹幕，骚猪翻了个白眼。卧槽，你们这帮老六，老子真心实意向你们求助，你们却让老子去送死，真行。那家伙手里的可是枪，别把老子这身肥膘当防弹衣。直播间损人指望不上，骚猪只能自己想办法。此时最好最安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报警，没有比这更安全的。想到这儿，他便不再犹豫，悄悄退回1楼值班室。嘟嘟嘟，卧槽，这他妈什么情况？110变热线了咋的？怎么一直占线？骚猪拿着手机，一脸迷惑。哒哒，就在这时，值班室外的走廊上隐约传来脚步声音。还在执着拨打110的骚猪顿时打了个激灵，后脊背汗毛根根竖起。哒哒，微弱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僵在那里的骚猪猛地惊醒，下意识便要用他那肥硕的身躯抵住房门，但转念一想，不行，对方手里有枪，隔着门板就能把他送走。冲出去更不行，那不是纯粹给人家当靶子。听着那个声音越来越近，手心全都是汗的骚猪突然灵光一闪，迅速往床上一躺，棉被一盖，哪怕是死也得体面一些。卧槽，这被多少年没洗了，刚刚蒙上脑袋，骚猪就后悔了，憋在被窝里属实是一种煎熬。不知过了多久，他脸上汗都出来了，可仍旧没等来对方。现在他终于体会到，判死刑不可怕，可怕的是等死。左等右等，不见任何动静，难道已经走了？就在他心中疑惑之际，就感觉眼前更黑了。完了，熏死了！戴着 VR 头盔的骚猪见状猛地一惊，好在一转眼功夫，就见眼前画面再次朦胧起来，跟着他游戏中的角色又再次睁开眼睛。外面已然天亮。卧槽，不会是睡着了吧？看了眼游戏时间5点10分，还真他妈睡着了。骚猪一脸懵逼的控制角色站起，难道这就躲过一劫？还是说剧情就是这样事儿的？就在他满脑子疑问时，外面走廊传来喧哗与一声声沉重声响。骚猪疑惑地打开值班室门，直接开口说道：我说这一大早还……可话刚说一半，骚猪突然瞪大眼睛，张大嘴巴，连带下巴都差点掉到地上。瞬间有点怀疑人生的他，不由下意识看向走廊示意图上的名称：夕阳红老年养护中心。没错，还是那家养老院。可眼前这帮老头老太太是怎么回事？你们兴高采烈聊天也就算了，那几个动作敏捷利落翻空翻的事怎么回事？确定这真是养老院而不是杂技团？小刘你醒了，大家伙没打扰到你休息吧？见到骚猪，走廊内一名老人赶忙上前打招呼。随着老人开口，周围老人也纷纷上前打起招呼。明明只是个普通招呼，骚猪不知为啥忽然感觉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对于眼前这些老人，他并不熟悉，但是对方所表现出的样子哪有老年人该有的样子？心里揣着事儿的骚猪与几名老人打了声招呼，便急匆匆地向档案室走去。夕阳红养老院虽然并非是什么大型养老院，但是每一位入住的老人都有一份档案。不一会，他便进入档案室开始查阅起来。随着查阅，
骚猪的脸色愈发惊悚。从资料中，他得知先前走廊内那群老人全都是2楼的老人，而这些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瘫痪在床。这些老人别说下地走路，就连平时屎尿都需要人伺候。现在倒好，一个个生龙活虎，哪有瘫痪的样子？骚猪将所有档案放回原位，脑子里全都是那群活蹦乱跳的老人。档案不可能出错，档案绝不可能记错。那么眼前这群老人有如此变化，唯一的可能就是与昨晚的黑衣人有关。想到这里，骚猪当即从档案室离开，打算前往监控室，想要看一遍昨晚的视频。不想，还没走到监控室，便被走廊内几名老人拦住。看着几名精力十足的老人，骚猪总感觉有点违和。虽然不知道黑衣人给这群老人注射的是什么，但是该说不说，瘫痪老人恢复健康是真的，这绝对是好事儿。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副作用。第067章，小刘，大娘馋了，发现新玩家。瘫痪在床的老头、老太太，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能走能跳，甚至还能给你翻2跟头。就算老白金也不见得有这疗效吧。如果不是看过这群老人的档案，就算说出蛤蟆叫，他骚猪也不敢信啊。然而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这群瘫痪在床的老人真的能动了，这本该是件值得令人高兴的事儿。但是不知为何，骚猪看着这群老人，越想心底越发惊悚。正当他想着的时候，几名老人凑到他跟前，吸溜吸溜，奇怪的声音响起，像是在吸溜口水。骚猪闻声疑惑地朝声音处看去，就见几名老人的脸上全都带着和善开心笑容，笑容没有任何问题，可嘴角不停流着口水的样子，属实将他吓了一跳。不过一想到曾经自己住院时也见到过有些患有老年病的老人会流口水，他也就没太往深处想。小刘，你这身上喷了什么？怎么这么香啊？一名离骚猪最近的老太太上前将鼻子凑到他手臂上闻了闻。虽然这群老人恢复正常，但是身上却依旧散发着一股紫尿骚味。骚猪并不是个有洁癖的人，但也无法近距离忍受这个味道。刚要开口，却不想那老太太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干枯，冰冷的手掌就像是一把大铁钳，死死抓住他的手臂。下一刻，在骚猪惊恐的目光下，就见那老太太强横地抬起手臂，自言自语道：这个味道好像是肉味儿，比猪肉还要香。随着老太太的话，下一秒骚猪就见那老太太张开嘴，我尼玛！一脸惊悚满身恶寒的骚猪毫不犹豫用力扯回自己的手臂，手臂微微疼痛的骚猪下意识后退，与老太太拉开一段距离。看着那行为举止有些怪异的老太太，心中不由暗道，这老太太脑子有问题，不会是那奇怪液体的副作用吧？老太太似乎没有察觉骚猪的异常，抬头向骚猪露出一副和蔼笑容道：呵呵，不好意思小刘，你实在是太香了，大娘一时没忍住。老太太说着还无意识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的口水，这一举动顿时引得直播间观众爆笑起来。哈哈，要我说，骚猪你还是从了大娘吧？是啊，你没看大娘缠你的身子都缠出哈喇子了吗？女大三抱金砖，骚猪你这是抱个金矿啊！我觉得这事儿中问问大娘有社保没？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看到直播间观众弹幕，骚猪那张脸黑的跟锅底差不多一个色。这群损人就得要东北妞对你们！骚猪没心思搭理直播间观众，向对面老太太无奈道：大娘别闹。说归说，闹归闹，被一个80、90岁老太太缠身子，这事儿想想都不寒而栗。然而就在他话音落下之后，附近几个老人也是一起点头，眼神贪婪地看着他道：小刘，你身上实在是太香了，我们都馋了。这话一出，可把骚猪吓麻了。再一看眼前这帮老家伙那贪婪模样，当即吓得他推开一名挡在身前的老头，下意识往楼外狂奔。我尼玛，这帮老家伙疯了！此时此刻，骚猪啥任务都不想做了，只想离开这座诡异的养老院。然而就在骚猪跑到大厅准备破门而出时，却是被那关着的玻璃门弹了回来。砰！哎呦！摔倒在地的骚猪下意识看向大门，发现门已经被锁上。看着被锁上的大门，再一回想那群老家伙的诡异举动，心中不祥的预感更加强烈。哒哒哒！来不及仔细思考，他便听到身后传来杂乱脚步声音。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对的骚猪哪还敢继续坐在地上，迅速地从地上爬起。他发誓这辈子都没这么快过。与此同时，身后也传来那群老人的声音：小刘啊，你别跑啊，大娘是真馋了。是啊，小刘，你就行行好，满足夏大爷吧。小刘，
我们也是真馋了，不然的话也不会这样。我尼玛，这说的都是人该说的话吗？看着向自己这边走来流着口水的老人，骚猪只感觉一股凉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去你妈的，你们还真当老子是猪了！眼见那群老人离自己越来越近，骚猪毫不犹豫，凭借着自己健硕的身躯再次撞开2个老人，向员工办公室跑去。很快他便来到办公室门口，毫不犹豫推开房门。卧槽！却是不想迎面一张褶皱松弛老脸，吓得他魂飞魄散。也多亏现在是白天，这若是晚上还不得直接吓死喽。小刘，快进屋坐。奶奶，你还真客气。看着皮肤松弛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骚猪想都没想，砰的一声甩上房门继续狂奔。尼玛的，老子兢兢业业当护工，你们却拿老子当食物。一路狂奔，骚猪跑到监控室门口，想到这地方不可能有人，当即开门钻了进去。为了保险起见，反锁房门不算，又用凳子将门顶住。他这边刚顶住监控室的防盗门，屋门便被人敲响。砰砰！小刘，你别躲啊，我们没有恶意，只是馋了而已。是啊，快出来吧。出去？那还能活吗？听到门外那群老人的话，骚猪心里决定，打死也不出去。又过了一会，那群老人可能也意识到骚猪不会走出房间。哎，这孩子咋就不信话呢？算了算了，我们先去看看别人。小刘饿了，自然而然就会出来。随着门外交谈结束，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起。不一会，门外彻底陷入安静。后背死死靠着防盗门的骚猪，这时候才勉强算是安定下来。妈的！下意识抹了把脑门冷汗。下一刻，骚猪就注意到不远电脑桌上的监控显示器。当看到显示器上的画面时，当即又是一惊。卧槽，那逼是个玩家。第068章，等我回去取假牙，送去厨房做卤煮。拥有体验码的王正，并没有像是其他玩家那样开直播蹭热度赚钱。游戏下载完后，便穿上 VR 装备进入游戏，以为进入游戏后还会如《我是传奇》VR 那样出现在空旷城市，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他出现的地点是在一家养老院门口的车里，而且车里不光他一个人，还有一名司机。一身黑衣的司机戴着口罩墨镜，根本看不到容貌。不等他搞明白情况，那名司机便说想要他帮个忙。可帮忙就帮忙呗。枪顶在他脑门上是几个意思？确定这是拜托别人帮忙，而不是胁迫？王正对这开场也是彻底醉了。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满心无奈的他只好询问对方。那司机也是好说话，直接将一个皮箱塞到他怀里，并告诉他皮箱里装着一种新型药剂。这种新型药剂可以治愈任何病症，想让他免费给养老院的老人注射。是药？活体实验？听到对方的话，王正心里一惊。好家伙，我这真心实意想帮你，你却拿我当白痴。作为医药公司技术员，哪能不知道眼前这家伙要干啥？不这是打算拿养老院的老人做实验吗？拿活人做实验，说实话，这事儿他还是很抗拒。但是男人再硬，还能硬过枪。没办法，看着那冰冷双眸，王正心里清楚，只要自己敢说不，妥妥的落地成盒。开局出师不利，落地成盒，这就是王正的真实写照。无奈只好拎着皮箱翻墙进入养老院。开始他还以为这任务有多难，当他一路小心翼翼进入养老院，却发现一切都如丝般顺滑，甚至连个值班护工都没见到。顺利完成任务后，本打算离开的王正出于对那药剂的好奇，又偷偷溜回一个老人的房间，坐在门口塑料椅上，忍着满屋子尿骚味儿，从半夜等到天亮。然而屁事儿没发生，直至最后鸡都叫了，王正终于忍不住了。操！真是没事找事，搁这儿耽误这么长时间。王正骂骂咧咧起身打算离开，不想这时异变横生。床上那名瘫痪老人睁开眼睛坐了起来。下一刻，在他震惊的目光中，那本该瘫痪在床的老人从床上起身下地，光着脚朝他走来。眼前这完全违背9年义务教育的画面，彻底让他惊呆了。作为医药人员，瘫痪意味着什么，心里最清楚不过。这时那名老人开口，声音中气十足，完全不像个老人。小伙子，你是新来的护工？猛然惊醒的王正下意识回道不。意识到说错话，他立即改口道，对，我是新来的。瞅你就像新来的，连衣服都没换。赤着双脚站在他面前的老头没有过多询问，反而抽了抽鼻子，凑到他身前，嘴里当即流出口水。西六，小伙子，你怎么这么香啊？一句真香，让王正一脸懵逼了。他下意识抬起胳膊闻了闻，并未闻到任何香味儿。
抬头看着那张慈祥的老脸，疑惑道：“大爷，你是不是闻错了？我身上没味儿啊！”却不想，大爷接下一句话，直接将他吓个半死。小伙子啊，你蒙不了我，人肉香不香？老头子一闻便知。不信你嘎一块让我尝尝。老头慈祥和善，可说的话却一点都不和善，甚至有点惊悚。大爷，你真能说笑！王正扯了扯嘴角，打算离开房间，却不想房门打开后，门外站着几名老人。一群慈眉善目的老人见到开门的王正后，顿时流起口水。王正见状，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对，当即从一名老者身旁挤过，朝1楼跑去。可他没想到，此时1楼大厅10多个老人正在摆弄着大厅的玻璃门。王正吓得只好暂时躲进杂物间。后来门外又传来一阵交谈声音，之后又传来一阵奔跑声，好像有人像他一样被老人追。直至门外没了动静，又等了好长时间，这才偷偷摸摸走出储物间。可万万没想到，刚走出没多远，便被从一旁房间走出来的老人围住。小伙子啊，你可算出来了，大娘都想死你了。是啊，小伙子啊，跟我们走吧。是啊，我们就是一群老人，能有什么坏心思？说着，几名老人还上前抓住王正的手臂。看着那些干枯手爪，王正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打了个哆嗦，下意识想要挣脱，却不料这些老人的力气大得出奇，根本无法挣脱。王正见状，心里彻底慌了，另一只手当即从后腰掏出手枪，顶着面前一名老人脑袋怒道：“全给我松手，不然我就崩了！”然而那个你字还没说出口，一旁老人迅速伸手抓住他握枪的手腕，下一刻轻轻一扭，王正便疼得松开手枪。疼！我说爷爷奶奶们，咱有话好好说，能不能先放开我？手腕像是被老虎钳掐住一般，剧烈疼痛让王正不得不求饶起来。然而面对他的求饶，面前这些和善老人非但没有放过他，反而目光变得贪婪凶狠起来。来不及吃惊，一张干枯带着一股子尿骚味的大手当即捂住他的嘴巴和鼻子。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王正更加恐惧。下一刻，那群老人在他惊恐的目光中凑到跟前，一副垂涎3尺的样子。王正看着这群老人的模样，觉得特像园区那群看家护院大狼狗吃食前的模样。想到这，他顿时双眼遍布恐惧，拼命的挣扎。嗨！就在这时，那名死死捂着他的老人咳嗽2声说道，看向一众老人说道：“大家不要急，既然吃，怎么也得煮熟了再吃吧，咱又不是茹毛饮血的怪物。”随着这名老人话音落下，人群中一名体态肥硕的老人自告奋勇举手道：“我来煮，我祖上3辈都是厨子，最拿手的就是老京味卤煮，那叫一个地道。”哼，那感情好，把这小伙子做成卤煮，一定特好吃。卤煮不错，到时候给我多加点肥肉和大肠。那还等啥？赶紧的，我先回去取假牙。这都是人该说的话吗？王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人都惊呆了。这群慈眉善目的老人居然要拿他做卤煮，那特么的是啥味儿啊？不寒而栗的王正更加拼命地挣扎起来。然而身后抱着他的老爷子力气特大，那干枯2两肉都没有的手臂像是钢筋一样纹丝不动，手掌上的尿骚味儿更是上头的令人窒息。随着剧烈挣扎，很快王正的大脑开始缺氧，感觉浑身无力起来。不一会，双手一耷拉，眼前画面逐渐模糊起来。虽然画面模模糊糊，但是耳朵仍然能够听到声音。你们几个把他送去厨房，谁也不准偷吃。好嘞。第069章马老师职业指挥官。吸溜，真香啊，恨不得现在就咬上一口。你个没出息的玩意儿，生吃哪有做成卤煮好吃？不过几句最平淡，有关于吃方面的交谈而已。可在王正耳朵里，宛如恶魔的低语一般恐怖，膀胱膨胀，一股股尿意上涌，快要吓尿了的王正恨不得立刻醒来，以一个最痛快的方式了结自己。然而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求，同时他也终于体会到，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死，那是一种精神上备受煎熬的等待。失去身体控制权的王正通过模模糊糊的画面看到有人影不断晃动。他们在干什么？被人抬着的王正感觉身上越来越凉，直至后背突然传来冰冷的触觉，他彻底惊恐起来。就在这时，王正眼前模糊画面渐渐清晰，同时也从第一视角转为第3视角。他惊恐地看到光溜溜的自己被人放到厨房中央的白钢桌上。不要啊，求求你们不要啊，不要杀我呀！直至这一刻，王正完全忘记自己只是沉浸在游戏中，他一遍又一遍的哭嚎求饶。然而那群老人仿若未闻，
而他就像是个漂浮的灵魂，恐惧地望着眼前。那名先前说会做卤煮的大爷从刀架上抽出一把尖刀，走到他身旁，一脸认真地绕着他的身体观摩。老郑，赶紧动手啊！大家伙都馋了。我以前做卤煮，食材都是现成的，哪杀过人啊？猪杀过没？你当杀猪不就完了？没杀过，倒是看别人杀过，我可以试试。正所谓试试就试试。大爷一点都不含糊，用手在王正胸口摸了摸，下一秒，噗一刀刺了进去。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亲眼目睹自己被人用尖刀刺入胸膛，王正心里的恐惧已经达到极限。然而，你以为这样就完了？不，没有。杀猪也是门技术活。王正失去的只是身体控制权，却没有失去触觉。哪怕游戏疼痛感极限设置为 30%， 这一刀下去也让王正发出一声惨叫。更可怕的是，随着尖刀入胸，王正感觉东西在自己胸口搅来搅去。下一秒，他清晰听到啵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破了的声音。学过人体构造的王正瞬间便意识到，那是自己心脏被刺破的声音。啊！王正惨叫一声，猛然睁开双眼，一双瞳孔瞪得极大。恢复身体控制权的王正下意识便要翻身逃走，却不想两名守在一旁的老人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死死地按在桌子上。王正惊恐地看着胸口插着的尖刀，疯狂挣扎，双脚乱蹬。然而随着剧烈活动，大量的鲜血顺着胸前刀口涌出。另一名观望的老人眼里有活，迅速从架子上拿来个装菜大盆，放到桌下接了起来。而那老人时不时的还用手接一些鲜血送到嘴边吸溜一口。王正瞪大的眼睛中遍布惊悚，没一会他便失去挣扎的力气。滴答，当最后一滴鲜血落到血盆里，那手持尖刀的老人开始进行下一步操作，直至最后，老人拿起厚重的斩骨刀，化身为屠宰场的屠夫。亲眼目睹整个过程的王正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哇！不等 VR 头盔摘下，王正的嘴便如井喷一样。对，就是喷，而不是吐，就像路边小烧烤、啤酒喝多的酒客那样，站在绿化带旁直接开喷。可乐、泡面、卤蛋、香肠等科技狠活混在一起的顶配988晚餐，就这样被王正又回馈给大自然。卧槽！王正，你他妈玩啥了？咋还喷 C 了？听到动静，拉开电竞室门的室友顿时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哇！王正刚想解释，不想一张嘴，又是一道洪流吐息。好家伙，一面墙缓缓地往下流，好不黏糊！我的个妈呀！你他妈玩得好嗨哟！室友见状，干呕两声，捂着嘴落荒而逃。这场面，别说一般人，就算2班、3班都看不了。尤其那一整套 VR 设备，好几个 W 全给喷了，那家伙也真下得去口啊！别说室友，就连王正他自己都被这一手弄得措手不及，同时心中后悔吃可乐加泡面。王正捂着嘴往外跑，不小心踩到污秽，差点又来了个滑铲。好在只是有惊无险，没有颜面尽失，一路冲进卫生间。站在客厅的室友看着地面上清晰黏腻的脚印后，脸都绿了。室友迅速返回房间，1分钟都没用上，便提着一包换洗衣裳，冲洗手间喊了一声，便打开房门跑了。王正，屋里收拾干净，给我打电话。临了关门之际，嘴里还嘀咕一句：我尼玛！还好老子没完，真恐怖，居然给人都吓喷了。好长一阵时间，王正围着浴巾走出洗手间，本来已经缓解的心情，在闻到屋内弥漫的怪味儿，又不免想起游戏内的遭遇。哦，不行，这屋没法住，今晚怕是连觉都睡不着了。王正忍着强烈恶心，在电竞室找到手机，跟着便迅速逃离灾区。来到阳台，犹豫半晌，最终还是拨通一个号码。2年风风雨雨，我都不曾向困难低头，却不想因为一个游戏居然主动联系你们。算了，再怎么说也是家人。仅仅2秒，电话那头便被人接听起来。不等对方开口，王正说道：派车来接我。好。电话那端简洁干练说了一个字儿，便直接将电话挂断。王正对此丝毫不觉得意外，靠着阳台望着狼藉的宿舍，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唉，看来这次真是装不下去了。接自己的车1时半会不会到？阳台上的王正左右无事，索性打开斗鱼直播，点进目前人气第1的马老师直播间。进入直播间，顿时一股悲壮且又消杀的气息扑面而来，稀稀拉拉的丧尸于街头巷口蹒跚而出，服装各异的人迎着那些丧尸冲上，举起手中装着刺刀的长枪，捅入丧尸的脑袋。咔嚓，
挂着血污碎肉的履带从地上丧尸身体碾过，瞬间将其压成一滩烂泥。隔着屏幕，众人都感觉到一股浓烈的血腥扑面而来。操！人群中的马老师完全没料到自己居然会成为这支杂牌军的领头人。他深深望了眼队伍后方，在那里是一群抱着誓死决心也要为众人争取时间的士兵。在那名不知名中年指挥官授予下，他暂时成为这支杂牌军的指挥官。转手望向前方，看着那些蹒跚而至的丧尸，他扯着嗓子疯狂怒吼起来：所有人，就算死，我们也不能辜负战士们的期望。只要我们冲出这片城区，我们才有活着的希望。我们华国没有孬种，华国没有孬种。路上与马老师会合的玩家们全都举起手中装上刺刀的长枪，振臂高呼起来。这一刻，玩家的情绪全被马老师带动起来。经过几场血战，他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看着眼前呐喊的玩家，马老师双眼迸射出凌厉目光，从那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扫过，暴吼道：兄弟们，跟我一起冲！随着怒吼，马老师一马当先冲出，率领众人朝前方丧尸冲去。第070章，马老师，就算是死，我们也要杀出去！噗嗤，尖锐的刺刀刺进一只丧尸眼眶，不等刺刀拔出，深褐色的液体顺着刺刀上的血槽飙出。马老师微微一颤，便迅速恢复正常，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神色，扭头对着周围玩家和青壮怒吼：都给老子打起精神，不要离丧尸太近，用刺刀直接戳他们眼睛！首当其冲的几名玩家心惊肉跳，看着迎面来的丧尸，按照马老师的话，举起刺刀刺向丧尸眼睛。随着刺刀拔出，霎时间数道血污喷涌而出，那些躲避不及的人当即被溅了一身。然而还不等他们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又有新的丧尸涌上。众人见状只好立刻反击，霎时间一个个血气冲天。将一切看在眼里的马老师看，当即扯着嗓子喊道：都小心点，别让污血进了嘴巴，不然阎王都救不了。平时玩游戏他就有不错的头脑，现在经历几番战斗洗礼，已经隐隐有成为指挥官的潜质。见到队伍暂时没有问题，他便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带着众人在这宽阔的街道上杀疯了。随着战斗，他所展现出的气势越来越强，一手刺刀玩得更是行云流水，杀起丧尸一点都不含糊。唯一不足的就是体力有些跟不上，不过这对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主播而言，已经算是天赋异禀。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做到如此地步，也算是屈指可数。随着战斗的持续，马老师有点喜欢上这种恐惧且又带着兴奋的刺激感，尤其是那种凭借双手保护车中老弱妇孺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更具有存在感。同时也让他认识到，原来除了当游戏主播，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不知不觉间，丧尸已经被众人清理差不多，剩下零零散散蹒跚而来的已经对车队构不成威胁。马老师回到头车车顶，回头望了眼已经被狮群阻隔的军队，眼中不忍一闪而过，便大吼起来：所有人上车，撤离！听到他的话，车外众人都下意识看了眼后方，然而看到的只有数之不尽的丧尸。那群军人已经彻底陷入狮群。霎时间，悲伤的情绪在队伍内蔓延开来。马老师见状，当即再次怒吼：所有人上车撤离！听到怒吼，周围众人皆是一惊，随即全都双眼带着愤怒望向车顶的马老师。众人完全没有料到，那个看似普通的青年居然如此狠辣果断。队伍内不少人顿时升起不满情绪，然而马老师却没有给这群人一点开口机会，直接大力拍了拍车顶。瞬间会意的驾驶员当即一脚踩下油门，伴着一股黑烟，打头的装甲车咆哮而起。看到这种情况，那些还犹豫的人再也不敢犹豫，纷纷上了就近的装甲车。虽然心中对马老师所做不满，但是多数人心里都清楚，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远远地望着那冷血的背影，感觉不寒而栗。对于这些人的情绪，马老师可没有时间去顾及。既然自己接受了中年指挥官的嘱托，那么就要进行到底。他不是没有想过回去帮忙，可是面对那样规模的狮群，即便是回去，也只能是全军覆没。这样的结局，不是他和中年指挥官想看到的。隆隆隆，挂着碎肉残渣的黑色巨兽咆哮着于街道上横冲直撞。几只蹒跚而来的丧尸刚刚接近，便被撞倒碾碎，随着咔嚓咔嚓的声响，化为一地烂泥。车内老弱透过车窗看着那本该是烟火气息的街道，满地残骸，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骇然。而车顶的玩家心中既恐惧又是兴奋。哒哒哒，
随着队伍接近城区边缘，外围的枪火声也愈发响亮。听到这宛如过年放炮般的声响，众人脸上的阴云逐渐舒缓开来。停！就在头车即将抵达街角时，车顶警戒的马老师心底顿时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当即猛拍车顶。收到指令的驾驶员下意识将装甲车减速，可车顶坐着人，不可能立即停下，只能缓慢减速。眼看街口越来越近，马老师心中那股莫名感觉愈发强烈。5米、3米、1米，随着逐渐接近街口，另一条街道上的情况也在逐渐呈现在马老师眼中。1只、2只、3只，卧槽！还有狮群！操，完了！随着视野展开，众人就见密密麻麻的身影背对着他们，整条街道被围得水泄不通。一瞬间，所有人都皮肤发麻，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与此同时，那群背对着车队的丧尸也被身后动静吸引，纷纷转过身来。看着那群饥肠辘辘的丧尸，马老师毫不犹豫，疯狂拍打车顶。掉头！掉头！就在这时，后方车顶一名警戒的玩家大喊起来：“后面的狮群逼来了！”操！马老师闻言怒骂一声，这才意识到队伍后还有一群丧尸。看着腹背受敌、退无可退的局面，马老师脑子飞快思索起来，可是想了半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以眼前这种情况，车队被狮群吞没只是迟早之事，可以说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只有绝境。这一刻，连他也不由陷入绝望。操！还想啥？我们拼吧！就在这时，一身血污、脸上带着几道血迹的周姐来到车旁，看着前方堵住去路的狮群吼道。听到周姐的话，马老师回头看了眼整个车队，双眼在众人脸上扫过后，迸射出一丝决然，随即举起手中武器，大吼起来：“所有人准备冲锋！”听到马老师的话，众人也看清眼前形势，当即高举武器附和起来：“冲锋！冲锋！”明明知道这种举动是去送死，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冲！可能会死，但不冲必死无疑。哪怕是全军覆没，他们也要试上一试。就算战死，他们也要为车中家人和同胞博得一个活着的机会。那这死就并非毫无价值。这就是华国在大灾大难时的团结力，是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拥的。举世瞩目凝聚力，寥寥几十人发出宛如千军万马般气势。马老师热血沸腾，高举手中武器，扯着嗓子于车顶疯狂怒吼道：“冲锋！冲锋！今天就算是死，我们也要完成战士们的夙愿！”第071章迟来的救援，指挥官马金龙：“冲啊！抓住车身，注意丧尸，抓稳，掉下去没人能救得了你！”活人的呐喊和丧尸的咆哮，还有发动机轰鸣等诸多声音交汇于一起，充斥着整条街道。血腥弥漫中，守护装甲车的众人纷纷举起武器，疯狂刺出。试图想要爬上装甲车的丧尸摔到车下，砰的一声被橡胶履带无情碾过，血浆碎肉就像压爆的西瓜，喷射出一道放射性血腥。众人的眼中看不到一丝畏惧，他们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哪怕是用命堆，也要保全车内家人或同胞安全。这一刻，所有人都杀红了眼，所有人也都精疲力尽起来，可他们的眼神依旧坚如磐石，丝毫没有想要放弃的打算。只要还能动，还有一点力量，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刺向爬上来的丧尸。仅仅20余人的喊杀声就已经盖过狮群的低吼，整条街道弥散着没有硝烟味道的血腥。此时此刻，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狱，而他们就是这地狱场中的修罗杀神。他们已然忘记一切，他们的眼中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杀，杀出一条血路，将家人安全送出去。与此同时，参与这场惨烈战斗的主播直播间内，弹幕全都飞起，连同他们的直播间热度也在一路飙升。尤其是几名新人主播，只是凭借这抢先体验的直播就涨粉几万，可见玩家国度新游戏的恐怖。悲切的气氛让这群无法亲自上场、心里干着急的观众，只能以刷弹幕方式来宣泄心中的压抑情绪。冲啊！马老师，给我冲出去！华国必胜！冲冲冲！曹，极致狂魔那逼态不是人，这场面就让我们干看着。是啊，现在我恨不得冲进去跟马老师一起杀丧尸。别大言不惭了，你进去喂丧尸还差不多。曹，瞧不起谁呢？怎么哪都有你这种烂人？曹，谁说不是？就算我们没马老师勇，也特么比你这键盘侠强。这种人明显就是个孤儿，也就能敢在网上找找存在感。为什么我不是和他们一个区域？锦城苑小区内因剧情挂掉的零落暂时停播，
含着泪光看马老师直播，向一旁的林飞质问：“呵呵，这可不是我说的算，每个登录的 IP 都有自己的特定身份。”一旁的林飞多少也受到点剧情影响，心情略微沉重的回道：“那我死了后重新换场景是怎么回事？”想到自己的遭遇，林洛不由提出质疑：“谁说你死了？”林飞闻言瞥了眼林洛，同时心中也在暗自吃惊。他完全没有料到，抢先试玩中就有人激活了那个身份，而且这个人还是林洛，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我没死。听到林飞的话，林洛像是抓到什么信息，惊诧地看着前者问道：“呵呵。”林飞并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摇头笑而不语，继续观看马老师的直播。林洛见他不说，当即气呼呼地扭过头去，一言不发地看起直播。车队于狮群中缓慢前行，不时有幸存者或玩家被拽下装甲车。然而已经杀疯了的玩家和幸存者此时已经不管不顾，手中枪刺悍然地刺进一颗颗头颅。随着围上来的丧尸越来越多，装甲车的橡胶履带在这满是血肉的道路上打起滑来。经过漫长的战斗，所有人都用尽全身力气，狮群吞没车队已经成为不可改变事实。绝望的情绪在整个车队蔓延起来。妈妈，我怕。甜甜不怕，有妈妈在，妈妈会保护你。一辆装甲车内，瑟瑟发抖的母亲紧紧将女儿搂在怀里，像下一秒就会失去对方。轰轰！就在众人心中恐惧已经达到极致时，车外忽然响起剧烈爆炸声。是军队，是军队，军队来了！有人来救我们了！透过防弹玻璃看到车外亮起的火光，车内众人欢呼起来。看着吞没丧尸的火团，此时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所有人全都觉得心中有什么东西被放下。轰隆！砰砰砰！爆炸过后，猛地再次爆发起更加强烈的枪炮声音。万岁！我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玩家与幸存者们看着狮群中爆炸的火光和前方成片倒下的丧尸，全都振臂高呼起来。他们感觉这辈子都没这样兴奋过。一个个萎靡不振的青壮幸存者瞬间全都如同打了鸡血一般，更加疯狂地清理周围丧尸。轰隆！砰！伴随着一道冲天火光于狮群炸开，马老师等人见到前方街头出现一辆庞然巨兽。坦克！是军队的坦克！幸存者纷纷叫喊起来。随着第一辆坦克出现，紧随其后又有数辆坦克缓缓出现。坦克、步兵、重机枪。随着时间推移，一支具备所有现代化装备的队伍出现在众人眼中。随着枪炮声音吸引，周围丧尸减少，危机解除的车队马力全开冲向那支队伍。站住！不等马老师的车队接近，前方队伍中便传来喊声。车队在距离对方还有10来米的位置停下，马老师率领众人下车。站在队伍前，马老师举起双手，大声喊道：“哈市军区7处临时指挥官马金龙，携幸存者前来会合。”马金龙听到马老师的话，对方显然是有些意外。随着声音，一名身着黑色作战服的中年人走出，隔着几米看着马老师问道：“你们7处指挥官王占江呢？”王指挥留在后方断后，生死不知。马老师一愣后回答：“很明显，对方口中的王占江一定是授予他临时指挥官的那位中年指挥官，留在后方了。”中年人闻言大喝道：“张维兵，带人去支援王占江，立刻！”是。随着对方回答，马老师眼前队伍中分出一部分人沿着街道深入后方区域。本来马老师也想提出一同前往支援的要求，却是不想被对方打断。带着你的人接受检查。马老师见状只能照办。然而就在接受检查时，他所带的队伍出现问题。第072章最后的诀别任务：万国酒店。嘟嘟，士兵手中的仪器在扫过一名抱着孩子的中年时，响起急促的警报声。看着疯狂闪烁的红灯，中年人神色骤变，心沉谷底，本还存有侥幸的目光也瞬间变得失魂落魄起来。咔嚓咔嚓，周围士兵见状纷纷子弹上膛，将男人与男孩围了起来。男人见状当即惊慌大叫：“是我受伤了，孩子没问题。”说着，男人便将怀里的男孩放下，一脸恳求地向那名做检测的士兵说：“求求你再检查下我儿子，我儿子没问题。”看着一脸祈求的男人，士兵稍稍犹豫，便蹲下身子用仪器扫描下男孩。这次并没有发出任何警报，这也就证明男人并没有说谎，小孩没有问题。士兵说完，抬头不忍地看向男人。孩子确实没有问题，但是男人显然已经被感染。这种情况，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男人，
都会是一种打击。没事，没事就好。证实男孩没事，来人脸上露出一丝宽慰，旋即眼中又泛起不甘与不舍和恐惧等诸多复杂神色。涛涛真乖，爸爸有点事情要去做，可以和叔叔们乖乖等爸爸吗？听到男人的话，周围众人神色凝重。爸爸是去找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懵懵懂懂的小男孩并不知道父亲的话意味着什么，扬起像是小花猫般的小脸，眼中透着期待。啊！迎着男孩的目光，男人微微一颤，眼中顿时浮现泪光。他下意识避开男孩的双眼，说道：“对，爸爸去找妈妈，你要跟叔叔们待在一起，千万不要一个人乱跑。”说着，男人的声音微微哽咽，无法再继续下去。他毅然站直身体，向面前一名士兵问道：“可以给我一把枪吗？”士兵微微一怔，不等士兵回答，男人又说道：“我这人怕疼，用枪可以痛快一些。”听到男人的话，周围所有人彻底动容，他们怜悯地看着小男孩和双眼湿润的男人，全都沉默起来。神色震惊的士兵沉默地盯着男人，半晌，默默地抽出腰间手枪，递给男人：“谢谢。”男人接过手枪，竟然毅然转身，不敢再看男孩一眼。就在他抬脚之际，那名士兵突然开口：“一路走好，如果有可能，我会将孩子带到安全区。”男人闻言，脚步一顿，眼中泪水再也止不住流下，声音颤抖的又说了句谢谢，便毅然迈步离去。望着男人萧瑟的背影，众人心中堵得发慌。不一会，男人便走进一条最近的巷子，砰！响声于巷子内响起，随后便又陷入死寂。顷刻间，那股令人心中发堵的压抑气氛在场中弥漫开来。然而，这种压抑气氛并未持续多久，就又有声音响起：“照顾好孩子，还有自己。兄弟，如果能见到我的父母，替我说声对不起。”一声声道别，马老师惊悚地扭头望去，惊骇地发现，说话的那些人全都是先前和他奋战在狮群中的战友。望着那纷纷离队而去的身影，这一刻，他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攥住，就连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砰！砰！砰！男人先前进入的巷子，一声声枪声响起，每响一声，众人心脏就会跟着抽动一下，情绪也跟着愈发悲伤。尤其那些离去之人的亲属，更是捂着嘴巴，泪眼婆娑地望着那幽暗的巷口。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那股子狠劲儿和决然，那些不敢自己动手的，带着最后一份尊严和觉悟，告别家人同伴后，默默离开队伍。他们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前行，直至走到生命的终点。站在队伍前的马老师，此时此刻心情变得无比复杂沉重。一直生活在太平盛世中的他，从不曾想过，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此灰暗的一面。亲人的离别，骨肉的分离，充满悲切沉重的画面让直播间观众潸然泪下。这群人太惨了。是啊，好不容易逃出来，又因为被丧尸所伤而不得已自杀。末日好残酷，我真希望现实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观众心里都十分清楚，这不过是个游戏而已。可如此真实一幕，让他们全都变得沉默起来。现实世界有没有末日暂且不论，但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末日是残酷的。如果将来这残酷发生在现实，他们又会不会如游戏中人物那样，在国家与家庭面前毅然选择牺牲自己？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之中时，那名做完检测的士兵拿着收集来的表单，大声向队伍的领导汇报起来：“报告，经由统计和检测，7处逃亡人员共计544人，实际逃出79人，其中感染者17人已经自觉离队，轻伤11人，无伤51人，阵亡人数保守估计。”说到这儿，那名汇报的士兵停顿下，小声沉重道：“保守估计400余人。”轰！听到最后的数字，周围所有的士兵和幸存者全都是心中一沉。直至这时，他们才想起先前逃出来的队伍可是一大堆人，现在环视四周，却只有寥寥几十人。顷刻间，他们心中那一点点劫后余生的喜悦，顿时被这恐怖的死亡人数冲击得烟消云散。10不存一，马老师如遭雷击般失神地望着眼前，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多么残酷的事实。如果这场病毒扩散下去，未来……马老师不敢继续往下想，安排所有人去后方休息。那名中年人叹了口气，向面前汇报的士兵下达一个指令，旋即他将目光投向马老师。半晌，中年人走到马老师身前，抬手拍了拍后者的肩膀，将其从失魂落魄中唤回。感觉很残酷。中年表情沉重，看着马老师，缓缓说道：“如果这种情况不制止，未来恐怕死的人会更多。现在只是在哈市蔓延，明天说不定会在全国蔓延。到时全国近20亿人口会是什么样？你能想到吗
20亿人口。听到这个数字，马老师当即抽了口冷气。单单一个哈市就已经足够恐怖，若是20亿人口感染，那这世界还有希望吗？小马，我能看得出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这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你可否帮我个忙？帮什么？马老师闻言，下意识问道。在哈市中心，万国酒店地下有一处秘密实验室，我想要让你去摧毁那里。万国酒店。马老师闻言一怔。第073章再次返回市区，疑点重重。万国酒店，马老师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刚从那逃出来，对方居然又要让自己回去。历经九死一生的他，心中当即就想拒绝，但是凭借睾丸的直觉，他还是捕捉到一些信息。一，对方的要求可能是个任务。之所以这样认为，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因为以玩家国度的尿性，这款新游戏很有可能还是那种隐藏式触发任务。至于第二点，那就是这个任务很古怪，甚至有点离奇。马老师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能够值得对方看重，这点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说这是正常游戏任务发布，那就更扯淡。玩家国度游戏中 NPC 的智能化绝不可能这样生硬的颁布任务，不合理。那么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只有2个字：可疑。无意间注意到周围形势，他忽然像是明白什么，心里快速衡量起来。看到马老师并未立刻答应，中年人开口道：我知道这个忙有些强人所难，你也没有义务帮助我们，不过现在只有你了解逃出来的情况，这个忙我帮。不等对方说完，心中做下决定的马老师打断对方的话：好，华国有你这样有觉悟的青年，未来可期。中年眼中欣赏不加掩饰，重重拍了下马老师肩膀，继续道：我王守义代表军区，代表哈市人民，感谢你。放心，我会派出队伍里最强的小队与你一同前往，同时我代表军区授予你少校军衔。少校？那特么也得有命回来才算吧。对于这种空头支票，马老师并不感冒，相反，他倒是喜欢实际一点。我需要武器，甚至重型武器，并且我还想带上一些人。没问题，只要我这儿有的，你可以任意挑选。说完，王守义摆了摆手，不一会，一名战士提着个银色手提箱来到2人身旁。王守义打手提箱，从中拿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金属，递给马老师道：这是我军战士用性命换回来的实验室钥匙，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只有用钥匙才能顺利打开那座实验室的大门。对了，还有进入地下电梯的密码，这个你一定要记住。马老师看了眼那不像钥匙的黑色金属，神情严肃地接过，说道：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我相信你。王守义再次重重地在马老师肩上按了一下，说道：去准备吧。马老师闻言丝毫没有客气，转身离去。回万国酒店和送命没有区别。转身离去的马老师来到与他一同逃出来的玩家跟前，他丝毫没有隐瞒，将自己接受前往万国酒店的任务说了一遍。众人闻言显然都是一惊，任谁也想不通，好不容易从那逃出来，又为何要回去送死？那还犹豫啥？干他就完了。不过这次我们回去得备足弹药，甚至重武器我们也要带上。众人犹豫之际，周姐突然开口。彻底成为周姐跟屁虫的小团团闻言当即一惊，差点咬到舌头。啊，走，周姐，我们为啥要回去啊？哈哈，当然是杀丧尸啊。周姐一脸豪迈，拍了拍小团团脑袋，放心有姐在。不要啊。小团团闻言当即心中泪奔。靠，演我。一旁几个新人主播见到周姐举动，心里同时吐槽起来。没办法，自己总不能被个女人比下去，索性也就硬着头皮点头答应。反正是游戏而已，大不了一死就是。不过一想到那30%的疼痛感，顿时又有些心里发怵，毕竟没人是受虐体质，能不死还是尽量别死。得到众人答复，马老师当即带着众人去挑选武器。10分钟后准备就绪。7名玩家，5名士兵，2辆武装运兵车，一前一后脱离大部队，沿着街道朝万国酒店方向驶去。在马老师有意安排下，所有玩家全都集中在头车内。尤杰，慢点开，注意观察周围情况。车中，马老师向司机新人主播尤杰嘱咐一句，跟着又向众人说道：等下我们进入临江区后改为步行，路上尽量避开狮群，现在检查一下装备，尽可能的多带一些弹药。说完，他便率先挑选武器，装配弹药。众人见状也都不含糊，毕竟有过我是传奇的体验，对枪械这种东西都不陌生。我说老马，我怎么总感觉这任务有问题呢？车厢内摆弄枪械的周姐忽然抬头皱眉看着对面马老师。哟呵，周姐也会动脑子了。马老师抬头装作惊讶地看着周姐，调笑一句后说道：何止有问题，有大问题。哎，那你为什么还接任务啊？
周姐身旁的小团团一脸惊诧，瞪大眼睛。没选择。马老师说了句，跟着透过车窗扫了眼后面的装甲车，缓缓说道：如果只是单纯摧毁一座实验室，以王守义手中战力，完全可以派遣特种小队前去执行任务。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帮助他们，这怎么看都很不合理。当时我想过拒绝，但是我发现如果拒绝这次任务，他抬头看了眼车内众人，缓缓说出一个令所有人都不寒而栗的结果，他很有可能会杀了我。所以摆在我面前的倒不如说就这一个选择。怎么可能？小团团闻言惊讶道，他们是军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别说小团团不相信，一路见识过那群军人英勇的众人，也都没人愿意相信马老师的话。呵呵。马老师见状摇了摇头，开口道，我并不是质疑那些士兵，而是只是单纯针对王守义这个人而已。明明手里拥有摧毁实验室的能力，却非要让别人去摧毁，而且还是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说话间，马老师拿出那枚古怪的黑色钥匙，虽然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但是这次任务我们势在必行。说到这儿，他又看了眼后方车辆，缓缓说道，你们留点心眼，防备点后面那几个家伙，如果有机会。就在这时，开车的尤杰突然压低声音说道，前方出现丧尸群。说话之间，众人所乘坐的汽车缓缓停下，后方另外一辆车见状也跟着停了下来。所有人最后检查一遍装备，我们下车步行走小路。马老师看了眼前往街区情况，由于距离较远，那些丧尸并没有发现他们。等到众人检查完装备，马老师率先一步走出汽车。这时后面的5名士兵小跑过来汇合，接下来的路不适合开车，赵玉龙带着你的人断后，跟住我们。是。听到对方的回答，马老师转身之际向周杰几人打了个眼色。第074章故地重游，一路走好。临江区一条小巷内，马老师全神贯注，小心翼翼走在队伍前头。虽然市区陷入混乱，但是电力系统仍在运转，小巷内有路灯照明，倒也用不上夜视仪。随着前行，众人逐渐接近巷口。按照地图指示，只要再穿过一条小巷，就能抵达万国酒店门前广场。就在这时，队伍前的马老师突然停下，几只丧尸晃晃悠悠出现在巷口。注意，前方有丧尸！马老师压低声音提醒一句，便率先举枪瞄准，跟着毫不犹豫扣动扳机。噗噗噗噗，随着几声消音器声响，巷口蹒跚的丧尸应声倒地，个个脑袋上出现一个血洞。从发现丧尸到击毙也就10秒钟，马老师微微惊讶，便回过神来，继续前进，继续前行，注意周围情况。他完全没想到，身后这群玩家经历几次洗礼之后，居然成长得如此恐怖。虽然他们离那几只被击毙的丧尸不远，但是能够做到如此迅速的反应，看来大家都有所成长。众人一路前行，一切十分顺利。仅10多分钟，在击杀近50只丧尸后，终于抵达万国酒店门前广场。故地重游的马老师看着周围零零星星丧尸，心中不由想起先前这些游荡的丧尸中，不少是先前与他同个队伍的幸存者，现在却已经成为丧尸。马老师自问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看到这些丧尸还是免不了心情沉重。大概有30多只，全部清理。看着这些挡在必经之路上的丧尸，马老师当即命令道。随着他的命令下达，周杰等人便迅速寻找各自目标。众人脚下不停，手中装着消音器的枪械不断射击每一只丧尸。几人默契的配合，引得后面断后的5名士兵心中惊讶不已。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这些看似普通的幸存者为什么会有如此默契的配合。丧尸对于同伴的莫名死亡并不关心，哪怕是倒在面前也是没有丝毫反应。很快走到一半时，周围丧尸便被清理干净。马老师带头，几人快速冲到万国酒店门口，全神戒备地进入酒店。哇呜！刚刚进入酒店，迎面便见到一个半个脑袋开花的怪物尸体。小团团被吓得惊叫，好在他反应及时，急忙捂住嘴巴。然而随着小团团的惊叫，突然响起丧尸特有的低吼声。众人闻声瞬间神经紧绷，可扫视一圈也没见到一个丧尸影子。这时小团团眼底带着恐惧，指着那具爬行怪尸体小声说道，好像是那发出来的。听到小团团的话，众人皆是一惊，几人眼中报以万分警惕的缓缓靠近那具爬行怪尸体。忽然一只手掌抬起，差一点就抓住周姐鞋面。周姐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向后退了几步。当他看清那手掌连着的尸体，当即骂道，我擦，吓老娘一跳，原来是个残废丧尸。说着周杰举枪便要射击，刚刚抬起的枪口突然被人按下，同时耳旁响起马老师声音，不要。随后
在众人诧异中，就见马老师走到那只剩半个身子、半条胳膊和一个完整头颅的丧尸跟前。在众人惊悚的目光中，马老师缓缓蹲下，望着眼前失去行动力、救过自己的丧尸，马老师眼泪流了下来。老干！马老师声音颤抖地唤了一声，然而回应他的却只有那的丧尸低吼。看着泪眼婆娑的马老师，众人出奇的没有说话。虽然他们不清楚对方为何如此，但是他们能看得出，马老师与这只残废丧尸绝对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看着眼前已经完全丧失人类特征的老干，马老师心中五味杂陈。半晌，他抽出绑在腿上的军刺，抬起左手按住那嘴巴一张一合的脑袋。老干，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你儿子，一路走好。随着话语，马老师顶在对方太阳穴的刺刀噗的一声刺了进去。他没有低头再看对方一眼，毅然站起身朝着安全楼梯走去。众人见状也并未出声询问，快速跟上。反倒是赵玉龙带着手下路过老干尸体时，停顿一下行了个军礼，便又快速跟上队伍。通过安全楼梯，众人下到地下停车场。好在停车场的灯亮着，这倒让众人不由松了口气。按照王守义所说，众人找到那部带有密码锁的电梯，看着顺利抵达，众人一路紧绷着的神经不由放松一些。马老师上前打算输入密码，突然众人后方传来一声巨响，砰！跟着便是一阵刺耳的汽车警报声响起，嘟嘟嘟嘟。几人闻声皆是一惊，立即举枪朝周围看去。就在这时，一个高大身影从几人对面的转角跳出，砰！庞大的身躯落到一辆汽车上面，直接将那辆汽车砸得变形。同时，更加凶猛的警报声响起。操！马老师赶紧开门！一旁健壮的周姐怒吼一声，举枪朝着那只怪物射击。众人看着眼前这个皮肤退化、浑身肌肉纤维裸露在外的怪物，也跟着毫不犹豫射击起来。马老师不敢迟疑，当即快速按下密码序列。身后经由消音之后的枪声不断响起。叮！密码输入完毕，电梯门打开，马老师率先一步冲进电梯道：“都进来，交叉射击逼退他就可以。”听到马老师的话，几人相互交叉射击退入电梯。而那只爬行怪物见众人退入电梯，当即发了疯般冲向电梯。可因为是交叉开火原因，密集的子弹一颗颗射入他体内，最终在火力压制下，那只爬行怪物只能选择避其锋芒，扭头逃跑。爬行怪物逃跑，电梯门缓缓关上。马老师再次按照王守义所说，输入第二个验证密码。嗡！密码输入完毕，电梯突然动了起来，并且缓缓下降。直至这时，情绪紧张的众人才勉强算是松了口气。而就在众人松一口气时，率先一步进入电梯，此时站在众人身后的马老师抬起枪口开口道：“刺激！现在还有更刺激的！”众人闻言一愣，周杰几人突然想到什么，当即纷纷举起手中枪械。第075章求停好。醒来，无人还境。马少校。电梯内，赵玉龙面色阴沉地盯着用枪顶着自己的马老师，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明显吗？马老师挑了下眉，冷笑道：“说吧，王守义派你们过来，还有什么其他任务？”赵玉龙一怔，回答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说，无所谓。说完，马老师直接向周杰等人命令道：“把他们的武器下了，我可不想被人从背后捅刀子。”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尤杰便将赵玉龙几人的武器卸下，甚至连带身上的弹药和手雷等挂件全部取下。举着双手的赵玉龙见状，当即皱眉道：“马少校，你这样做恐怕不好吧？”“不好吗？我不这样认为。”马老师摇了摇头，不为所动。赵玉龙皱着眉，见尤杰试图取下自己腰间手枪，下意识便要阻拦。啪！脸上突然被人抽了一下，紧跟着尤杰的声音在其耳旁响起：“操，还敢反抗？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脸上火辣辣疼痛的赵玉龙最终只能任由尤杰卸下身上枪械，盯着马老师，他狠狠说道：“等下你会后悔的，你根本不清楚那实验室里有什么。”说完，赵玉龙便不再理会马老师，转身将后背留给对方。老马！一旁周姐见状，眼睛看向马老师。马老师见状，瞬间读懂对方意思，微微摇头示意不着急。我没死。重新登录游戏的林洛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面，疑惑地坐起身，下意识扫了眼周围环境，看样子好像是一间病房。床边摆着显示各种数据的仪器，对这些仪器，他是10窍通9窍，一窍不通的林洛下意拔出插在自己体内的东西。哇靠！洛姐，好白！嘿嘿嘿，这真是大饱眼福啊！这算不算擦边？还别说，如果洛姐去擦边，
绝对妥妥的大网红。少扯了，洛姐现在就不是网红了。谁说不是？楼上的全都是 LSP， 一天脑袋里就知道擦边。世风日下啊，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早晚得毁在擦边视频下。扯掉乱糟糟一气的林洛瞥了眼弹幕道：擦毛边，没看老娘游戏角色还穿着吊带跟短裤呢吗？下回把你们那鱼泡眼睛给老娘瞪圆了再说话。林洛的直播间永远都是一个字儿：犀利。对于这群嘴上没拉链的 LSP， 该对的时候他绝对不惯着。说话间，林洛下地走到储物柜前，打开储物柜，里面放着一套崭新衣物，还有一双黑色皮靴。这幅画面又不免引起直播间内一阵狼嚎。哎呀我去，紧身皮衣呀！是啊，这装扮我喜欢。打赏，大卫猪打赏主播东北妞火箭 X2。卧槽，果然是土豪，一言不合就打赏，大佬腿上缺挂件不？我家祖上3代狗腿子。尼玛，这届粉丝真不要脸。林洛瞥了眼直播间打赏，心里撇了撇嘴，旋即将那套衣物拿出。等到衣物展开，本就不太好看的脸色顿时拉了下来。好家伙，还真尼玛是一套黑色皮衣。林飞个混蛋，等老娘下播有你好看的！心中愤愤不平的林洛将那身衣物换上，随后又穿上皮靴。别说，挺合身，不松不紧，刚刚好。穿戴完毕，林洛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又在屋里寻找起来。作为试玩中第一个挂掉的玩家，林洛很清楚这个末日世界的凶险，尤其是那些名为丧尸的怪物，可比我是传奇中的夜魔要恐怖。夜魔再残暴，除了暴躁一些，跟常人无异。可丧尸就不同，如果不能破坏脑组织，就算你砍掉胳膊腿，仍旧能活得好好。找了一圈，也没能找到可以做武器的东西。最后，林洛只好将吊针支架放倒，拆掉底座，拿着根2米多长的支架走出房间。其造型大有一副女中西楚霸王的感觉。呜滋，头顶的照明灯伴随着短路声响，明暗忽闪不定。入目一片狼藉的走廊内，满地废纸与散落的医用器具，洁白的墙面上几道醒目的褐色痕迹一直延伸至远处。整条走廊静得离奇。随着林洛不断前行，偶尔还能看到几滩血迹，甚至那血迹中还有一些明显被啃过的肢体。看到这样氛围，洛姐直播间再次热闹起来。好家伙，这气氛妥妥的一个恐怖片氛围。妈的，极致狂魔也真是的，有这技术，为啥就不能做点好游戏呢？这游戏不好吗？洛姐的球挺好，你这样说我不和你犟。手里攥着吊针杆的林洛自觉自动忽略直播间弹幕，神情专注，紧张地沿着走廊前行。这不是医院吗？看着周围明显与印象中医院不符的环境，林洛变得更加紧张。咚咚，忽然一个声音传来，林洛当即停下脚步，绷紧的神经又绷紧一些，眼睛死死盯着声音来源。可在原地站了好半晌，也没见到有可疑生物出现。不过那个声音却没有停止，难道有幸存者？想到这儿，林洛犹豫一下，便小心翼翼地迈步向声音来源走去。走出一段距离，发现传出声音的是一扇半掩着的房门。透过门缝向屋里瞥了一眼，并未见到任何可疑目标。我擦，洛姐怎么死一次胆子还小了？是啊，这可不是你的作风。对于直播间观众的弹幕，林洛选择视而不见，跟这群老六认真，那你就输了。咯吱，他用手中吊针杆将半掩着的门缝推开，房间内的布局尽数展现在他眼前。房间中央一道醒目的玻璃墙顿时映入眼中。等了半晌，除了那咚咚的声音，再也没有见到任何东西。心下好奇，林洛便握着长杆走进房间，握着长杆的手掌全是汗水。咚咚，就在林洛全神贯注之际，突然2声撞击响起，顿时将他吓了一跳。林洛下意识挥动吊针杆，转身看向声音来源。卧槽！看到声音来源的林洛当即吓得后退2步，甚至2腿都有些不受控制的轻微颤抖。操！我就知道，洛姐直播间处处是惊喜。Q Teamer 太鸡巴恶心了，这是哪个丧尽天狼干的事儿？兄弟们，你们不觉得这缝合的东西是个不错创意吗？呜，狗币设计师绝对是个心理变态，正常人怎么可能会想到这种东西？目不转睛盯着眼前的林洛，心里也与观众一样将林飞骂了一遍。太变态，只有变态才能做出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来。看着玻璃房间内的缝合丧尸，林洛心中堵得慌，恨不得砸碎一切发泄一番。就在这时，他又注意到玻璃屋外面那张桌子上放着一个日记本。他忍着心里不适，走上前去拿起日记本。第076章，克隆绵羊
没爹没娘。打开日记本，最先映入眼中的却是一张工作证。腾越制药研发部特级检验员。将工作证翻来覆去看了2遍，林洛发现眼前这工作证与平日见到的工作证有些出入。这张工作证上只有所属部门与职位，除了这2点，其他信息一概全无。心中满是疑惑的林洛将工作证顺手揣进兜里，跟着又打开那本子的第1页。然而下一刻便被那第1页上的内容深深震撼住。今天是我调来研发部的第1天，也是我噩梦的开始。以前公司内部流传最神秘的研发部待遇是全集团最高，万没想到不久后我成了幸运儿，但却没想到所有人梦寐以求想要进入的研发部根本没有那么美好。当我来到这里后，我才知道原来地狱离我们那么近。我来的当天，研发部领导就给我们几个人做了个培训和分配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观察并记录一些实验体反应。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却是不想，当我看到实验室，整个人都麻了。难怪当初进入研发部前，公司要我们签订保密条例，甚至还要求我们3年不得离开。原来全国著名医药公司居然在背地里做病毒实验，甚至还将病毒用在活人身上。而我的工作就是记下整个实验过程。日记第1页到此结束。林洛看着手中日记，心中震撼的久久不语。拿活人做实验，是什么样的公司能够如此丧心病狂？这简直是灭绝人性。虽然心中不寒而栗，但是好奇心驱使下，他还是忍不住的翻开日记的第2页。今天是我正式上岗的日子。说实话，我很想拒绝，不想参与这灭绝人性的工作。主管见状，得知我的想法，告诉我可以随时离开，只要遵守保密条例即可。听到主管的话，我有那么一刹那真的动心了。可一想到我尿毒症的母亲和妻子还有2个儿子，我还是没有鼓起勇气离开。然而当我走进实验室后，我是多么庆幸自己的选择。天哪，我居然在活体目标中看到昨天与我一同来的同事。我庆幸自己站在外面的同时，也对公司做法感觉不寒而栗。同时我也认识到，恐怕这辈子我都无法离开这里。日记本上这句话的位置，纸张微微褶皱，文字也有晕染的样子，显然是当初日记主人写作时不小心滴落上什么液体。不过这并不影响观看，林洛微微皱眉思索下，便继续向下看去。站在无菌室外，隔着玻璃，我看到他们向那群恶魔祈求，但却丝毫没有效果。那些装扮如白衣天使的人，心却恶魔还要狠。他们将一种蓝色液体注入人体内，之后便留下我一个人观察记录。那被注入不知名液体的同事隔着玻璃叫喊着让我放他离开。我不敢去看同事的哀求，但却又不得不去看，因为就是我的工作之一。某一刻我真有想放了他的想法，但是我知道不能那样做，因为我还有家人家庭。就这样随着观察，那名同事被注入液体半个小时后，身体开始抽搐，整个人像是发羊癫疯一样。虽然心中不忍，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良知就断送自己的性命和家庭的未来。好在目标抽搐一会便昏迷过去，通过仪器显示得知对方已经死亡的结论。然而就在我拿着报告准备离开时，意外发生了。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病毒？简直太可怕了！已经完全丧失活人特征的人类，居然在病毒感染下又重新站了起来。他们究竟在实验什么？那蓝色液体又是什么东西？日记的第2篇到此结束。看到这里，林洛的脑子里也开始出现疑问：这个世界的人类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还有为什么会开发出这种病毒？难道那个腾越制药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秘密？想到这儿，林洛迫不及待翻到日记第3页，粗略的扫了一遍，没有任何有用信息，全都是日记主人观测实验时的一些个人感受。对此已经失去兴趣的林洛快速翻向下一页，可内容依旧是有关实验观测的感受。不死心的林洛一篇接着一篇向下翻去，突然某一页的开篇引起他的注意。天哪，我们到底制造出了什么？今天是我加入研发部的461天，病毒从最初的感染让活人变成丧尸，直至今天我去观察时，28号实验体居然蜕变了人类特征，变成一种没有皮肤的鲜红爬行怪物。我将这种怪物命名为爬行者。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这些明显褪去视力的怪物居然有着独特的视觉系统，这无疑证明那群疯子研发出来的病毒具备进化能力。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随着第一只爬行者出现，实验室内的部分实验体也出现进化特征。可那群疯子不仅没有担心，反而更加开心，露出宛如恶魔般让人不寒而栗的笑容。我想要离开这里，不想再与恶魔为伍。不过在逃离这里之前，我必须收集一切罪证。人民有权知道这里的一切，我要推翻他们的实验室。
随着逐渐深入，身份越来越高，我发现自己错得好离谱。原来这座实验室只是那势力的一小部分而已。整个组织在全世界多个领域都有所涉及，甚至像是哈市这种实验室，在全球有不下几十座。而且更可怕的是，偶然间我还得知，高层手里还掌握着克隆人技术。克隆人，听到这个词儿，林洛不知为啥，脑子里不由想起曾经小时候听长辈们说过的一句话：克隆绵羊，没爹没娘。那克隆人又算是什么？就在林洛沉浸在震撼中时，忽然一声闷响传来，砰！第077章幸存者、爬行者，跑啊！砰！一声闷响，林洛一惊，扔掉日记，抓起身旁吊针杆，毫不犹豫冲了出去。靠啊！刚冲出房门，林洛眼皮一跳，双眼惊瞪的滚圆。视线中，一只猩红的爬行者于走廊内横冲直撞而来，在其前面还有2名穿着绿色工装、玩命狂奔的幸存者。2名幸存者没想到会遇到其他人，都是一愣。刹那间，噗的一声，其中1名幸存者便被一条猩红长蛇贯穿身体。另1名幸存者见状，吓得面色煞白，毫不迟疑甩腿向林洛这边跑来，并且提醒林洛快跑。根本不用对方提醒，林洛在那幸存者被贯穿的同时便已经转身狂奔。此时不跑，难道留下来赏花吗？可还没等他跑出几步，身后便传来破风声。奔跑中的林洛突然心生感应，下意识向旁边躲开。砰！下一刻就见一个血乎乎的东西砸在先前那个位置。林洛见状，眼角一抽，我靠，还好老娘避开，不然这一下还不得被砸死啊！心里吐槽的同时，他脚下丝毫不停，玩了命的沿着走廊奔跑。等等我！身后那人见他跑得飞快，下意识便喊了起来：等！傻子才会等！对于身后幸存者的求救，林洛充耳不闻。可不成想，跑出一段距离后，眼见就到抵达走廊尽头，也没见到任何能躲避爬行者的地方。林洛心中焦急，看着掠过一闪闪紧闭的房间，忽然脑中灵光一闪，当即掏出先前那张被他揣进兜里的工作证。在路过一扇铁门时，他停下脚步，立刻将工作证贴到电子锁上。千万要好使啊，不然老娘做鬼也不放过你！随着心中祈祷，贴上工作证的电子锁绿灯闪烁2下，滴的一声打开。林洛见状欣喜不已，当即拉开房门钻进房间。等等，不要丢下我！就在他关门那一刹那，一条手臂从门缝伸了进来。眼见那吊在后面的爬行者越来越近，林洛毫不思索，打开房门，一把将对方拽进房间。砰！莫等房门关闭，林洛便被一股巨力撞飞出去。啊！卧槽！摔倒在地的林洛心底猛地一惊，立刻爬起，下意识向房门跑去。这时发现房门已经被那只爬行者撞得彻底关上。砰！关闭的房门再次传来巨响，坚固铁门当即被撞得凸起，林洛不由抽了口冷气。死！爬行者恐怖！砰！砰！铁门被撞得闷响不断，凸起的痕迹也越来越大。如果那只爬行者继续撞下去，恐怕用不久就会有可能破门而入，情况不太妙啊！看着铁门，林洛心中充满担忧。随后他又看向那名被他拽进房间的幸存者，问道：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那名穿着工装的幸存者双眼遍布恐惧，表情麻木，像是没听到他的问话。林洛见状，顿时脾气上来，走到对方面前，揪着对方衣服领子，抬手朝对方脸上就是2个大逼兜子。啪啪！脸上火辣辣疼痛，瞬间让那人惊醒，嘴里不断念叨着：不要杀我，我只是这里的普通员工。林洛看着神经有些不太正常的男人，皱了皱眉后又走上前去，直接将对方从地上拽起，恶狠狠问道：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什么人？看着眼前凶神恶煞的林洛，那名男子眼中流露出恐惧，跟着便毫无隐瞒地向他说了起来。原来这里正如那本日记所说，是腾越制药公司的研发部，而眼前这名男子和刚刚死去那名幸存者都是这家制药公司的员工。就在昨天，地下实验室因为实验不当导致病毒气体泄漏，总部在得知消息后，利用中央控制系统强行封锁整座地下实验室，导致数百员工被困在地下室内。当时得知情况的主管和员工凭借对实验室的熟悉，躲过病毒侵袭。众人一致认为，等到实验室病毒消散，总公司就会重启实验室，自己等人也就能被解救。可万万让人没想到，就在不久前，整座实验室的中央控制程序被人重启，实验室所有无菌试验舱大门打开，导致整座实验室的所有实验活体被放出，
而他们这群人也成为活体的猎杀目标。你的意思是说，有人进入这里了？脑中简单分析下，林洛看向男人问道：“是的，只有拥有钥匙的人才可以重启控制系统，而重启钥匙一直保存在总部。”砰！咯吱！男人的话音刚落，铁门又传来闷响。本就被撞得凸起的铁门立刻被顶出一道裂缝。好！通过缝隙闻到活人味道的爬行者兴奋地嘶吼起来，撞击的力度也增大起来。砰！咯吱！不要！我不想死！我还有家人，我不想死！见到铁门已经被撞裂开，男人双眼遍布惊恐，屁滚尿流地往房间里爬去。林洛见状，心中稍稍鄙夷，赶忙打量起周围环境。屋中寻找一圈也没找到任何武器，按到倒霉的他只能拿起那根被他扔掉的吊针杆。那个幸存下来的男人已经被吓破了胆，蜷缩在屋内角落，颤抖的哭哭唧唧。砰！咯吱！好！一声撞击，爬行者的脑袋顶破房门，伸进门来。卧槽啊！看着那张丑陋完全没有人类特征的鲜红头颅，林洛心中暗骂一声，感觉肝都颤了。虽然心中怕得要死，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握紧手中长杆，狠狠地朝那狰狞头颅对去。砰！一声闷响，林洛神色骤然一变，只感觉手掌又麻又疼，长杆好悬没脱手而出。太硬了，感觉像是对到一块铁。本以为眼前这个没皮肤的丑陋怪物脑袋应该和丧尸一样脆弱，却不想不仅不脆弱，反而硬得吓人。好！咯吱！脑袋伸进铁门的爬行者嘶吼一声，便用力向门内钻来，翻卷着的铁皮硬生生被挤得撕裂开来。一张血盆大口卷在口腔内的长蛇悍然朝着林洛弹射而来。第078章，洛姐好威武，100%空手接白刃。看到那弹射而出的长蛇，林洛只感觉浑身汗毛倒竖，丝毫不敢迟疑，当即侧身一滚，向旁边滚去。刹那间，长蛇贴着他的俏脸掠过，甚至能够感受到温热腥臭的液体甩到他脸上。林洛不顾身上疼痛，在地上拼命地向一旁翻滚。咯吱！与此同时，酸涩的金属撕裂声响起。好！林洛刚刚停下，就见那裂开的铁门被那爬行者用利爪撕开。林洛见状，心脏疯狂跳动起来。那名幸存的员工更是吓得抱着脑袋缩在角落哇哇大叫。仅仅几秒钟，那只爬行者便撕开铁门钻了进来，随后毫不犹豫地扑向那大叫着的男人。噗！一张血盆大口直接咬碎男人半颗头颅，猩红鲜血喷涌而出。还趴在地上的林洛如触电般从地上爬起，毫不犹豫向被撕开的房门跑去。这时，那只咬碎男人头颅的爬行者猛然一跃，直接挡到他面前。操！林洛见状，立刻急忙停下脚步，不等身子停稳，他就感觉有东西朝自己面部射来。林洛瞳孔骤然一缩，赫然是那爬行者的舌头。尼玛，这是要老娘的命啊！林洛见状，心底一惊。与此同时，直播间观众也瞬间跟着将心提到嗓子眼，甚至有人发起弹幕：完了，洛姐这波又要记了！哈，我看菜逼这个称号非洛姐莫属了。林洛没有去看弹幕，也没时间去看，他现在只感觉一股恶臭迎面来，现在想要避开已经来不及。情急之下，他下意识做出一个大胆举动，空手100%入白刃。只见林洛在所有观众震撼的目光中，抬起一双食指修长的玉手，直接朝那迎面来的长蛇抓去。直播间观众顿时被这惊人之举吓得瞪大眼睛。卧槽，洛姐这是破罐子破摔啊！鸡毛，他这是把自己当李天王了。完了，我是不想再看他惨死的画面了。小伙伴们，我先去别人直播间逛逛，建议你去樱花国直播间，那边直播那叫一个惨。樱花国算啥？你没去樱酱那边看呢，那边更惨。然而就在直播间某些没心没肺观众讨论时，一声轻响让所有人目瞪口呆起来。啪！伴随一声轻响，众人所期待的鲜血狂飙画面并没有出现，反而林洛那双匆匆玉手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那双玉手此时死死抓着弹射而来的长蛇，直接入肉3分。此时此刻，别说直播间观众，就连林洛自己都是惊呆了。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只是情急下意识之举，居然真能抓住那弹射而来的长蛇。不过话又说回来，爬行者的舌头是抓住了，但上面恐怖的冲击力还是顶着他不断后退。好在这长蛇有限度，当那条长蛇达到极限，林洛也跟着停了下来。可下一秒，不等他来得及高兴，就感觉长蛇又传来一股巨大拉力。他不敢迟疑，下意识松开。
没想到那本该收回的长蛇一卷，便缠住他的柳腰，当即将他扯了过去。我草！看着越来越近的爬行者，林洛脸色骤然巨变，眨眼间他就被爬行者扯到面前，一张充满腐臭的大嘴朝他咬来。去你妈！情急之下，林洛想都不想，抄起拳头朝着那狰狞头颅砸去。砰！拳头砸在那宛如钢铁般的头颅上，疼得他龇牙咧嘴。虽然指骨撕心裂肺般疼，但是这一拳还是将爬行者的脑袋砸得微微一晃，闭上嘴巴。林洛见有效，哪还管疼与不疼，举起双拳疯狂砸了起来。砰砰砰！一拳接着一拳，爬行者从刚刚开始的微微晃头，后来被他砸的头颅剧烈摇动。虽然阻止了爬行者，但是林洛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只要自己停下，还是逃脱不了被咬死的命运。同时也暗自惊叹自己的恐怖力量。可他不想死，不仅是他，但凡是玩过玩家国度游戏的人都不敢轻易尝试死亡，因为林飞那个变态为了让玩家更好的体验游戏，不仅用骨传感神经刺激让玩家拥有味觉，甚至还增加一个疼痛级别。游戏内的伤痛会随着伤势轻重而提升，平时小擦伤也就2%至3%之间疼痛，就算是长穿肚烂也只是8%至10%之间。然而若是人物死亡，那么不好意，30%疼痛感没商量，可谓是让人又爱又恨。因此也就没人会尝试作死。虽然感觉自身力量出现变化，但同时林洛也意识到，随着自己挥拳，体力也在迅速消耗，这样持续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靠！真笨！不经意间，林洛扫到爬行者脑袋上蒙着厚厚一层肉茧的双目，当即抄起拳头狠狠砸下。砰！好！一拳下去，那爬行者顿时发出一声惨叫。林洛见状心中一喜，当即疯狂朝爬行者退化的眼睛砸去。操！一拳接着一拳，一拳狠过一拳。终于在他不知说了多少个槽后，噗的一拳砸进对方眼眶。好！惨烈愤怒的嘶吼声响起，同时林洛也感觉双脚腾空而起。见到这种情况，他下意识就想抓住什么东西。好巧不巧，那还在爬行者眼眶内的右手摸到一团丝状物体。情急之下，林洛也不管是什么，直接攥得死死。噗嗤！随着长蛇将其甩起，一团如老树根须一样的东西被他从爬行者眼眶中扯出。哗！随着那根须扯出，如注的鲜血从爬行者眼中喷出。下一刻，林洛感觉腰间力道一松，在他还没反应过来前，拽着手里乱糟糟鲜红根须滚了出去。我靠啊！太牛逼了！洛姐，我愿称你为地表最强。何止是强，是只强啊！洛姐威武，请收下我的膝盖。林洛如同滚地葫芦般翻滚好几个跟头，直至碰到什么才算是停了下来。哦！下意识想要爬起的林洛注意到手中还死死攥着的东西，当即干呕起来，扔掉如老树根须似的东西。林洛连滚带爬的起身躲得远远。这时他才想起屋内还有个怪物，下意识转头看去，就见那只爬行者四肢瘫软的趴在门口，显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我徒手杀了个爬行者。林洛下意低头看向双手，然而看着上面皮开肉绽的伤口，整个人瞬间色变。操！老娘要被感染了！第079章，洛姐驾到，被他装到了。完了，洛姐这把妥妥记走了。是啊，洛姐整个拳头都插进去了，看那伤口，铁定要完了。洛姐，吸我的！现在找个舒服地方躺好，死的能体面一点。瞅瞅，一个个说的是人话。看着直播间弹幕，林洛不由翻了个白眼，当即就要开队，却不想外面的走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随其后便是一阵密集枪声。轰！哒哒哒！是幸存者。林洛惊诧地望了眼铁门，捡起地上的武器，毫不犹豫冲出铁门。我们要死了吗？小团团眼中泪珠滚滚，绝望地望着涌上来的狮群。这时换完子弹的周姐一把揪住小团团后衣服领，将其扯到身后。去后面哭去！你个菜！话语间，他抬起枪口，对准涌上来的丧尸，沉着冷静地点射起来。并不宽阔的走廊内，随着几人不断后退，丧尸铺了一层又一层。虽然丧尸被击毙不少，但是狮群后方仍旧有丧尸源源不断补上空缺。老马，这样下去，咱们迟早会被耗光弹药，到时候必死无疑啊！趁着射击空档时间，周姐侧目看向身旁的马老师。操！老子知道！心情不爽的马老师一边射击一边道：“去后面看看有没有。”他的话还没说完，紧盯狮群的双眼骤然一缩，立刻大吼起来：“周姐，扔雷！”听到马老师的大吼，
其身后众人也注意到隐藏在狮群后的身影，一个个面色骤然巨变，当即毫不犹豫将仅有的3颗手雷扔出。轰轰轰！高爆手雷的威力对人类而言杀伤力巨大，但是对这群悍不畏死的怪物效果甚微。爆炸的冲击波只是将附近丧尸炸得皮开肉绽，掀翻在地。等到余波过后，又缓缓地爬了起来。而那隐藏在狮群后的鲜红身影，除去满身弹片伤口，几乎没受到一点致命伤害。马老师等人见状，毫不迟疑，扣动手中枪械扳机，密集的子弹接踵而至，却几乎全都射到爬起来的丧尸身上。好！诠释着暴力美学的鲜红肌肉怪物发出一声亢奋的怒吼，砰的一声跃起攀上墙壁，如同一只巨型壁虎般东躲西窜朝众人冲来。哒哒哒！这一刻，众人手中的枪械的子弹像是不要钱般朝着怪物倾泻。面对密集子弹，那只猩红暴力的爬行者依然义无反顾赴死般冲上。噗噗噗！数之不清的子弹在那爬行者身上爆起一团团血雾。砰！终于在密集弹雨中，那猩红的身影从墙上掉落，摔到众人面前5米左右。好！可不等众人来得及高兴，一声嘶哑的吼声再次响起。众人惊骇的目光下，只见又一道鲜红身影快速跃起，攀着墙壁向他们冲来。操！马老师脸上神色阴沉，双眼遍布绝望与不甘。下一刻，眼中神色一扫而空，脸上一片决然道：“我来阻止他，你们赶紧跑！”老马！马老师！马少校！身后众人闻言，惊讶地看向马老师。操！别废话，赶紧走！情况紧急，马老师懒得废话，毅然停下脚步，盯着那只冲来的爬行者，脸上泛起疯狂怒吼起来：“孙贼，来吧！”话语间，他将手中自动步枪扳机一扣到底，悍不畏死站在原地疯狂射击。他清楚，他们这群人根本没有活着的希望。俗话说得好，只有死人才能守得住秘密。所以，王守义当初就没打算让他们活，哪怕一个人都不行，只有他们死才能守住对方的秘密。几人看着马老师赴死的举动，眼中都露出骇然之色。眼见爬行者越来越近，周姐一咬牙，当即打算拽小团团离去。而就在他转身之际，一道身影从他身旁掠过。什么？周姐一惊，不等他看清那道身影，便听砰的一声闷声响起，紧随其后便听到一声骂骂咧咧、有些熟悉的声音响起：“操！老娘的棍子啊！这嗓音，这风格，听着咋那么耳熟？”周姐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看着突然出现在马老师身旁的精致身影。此时惊呆的不光周姐一人，整个队伍内的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突然出现的身影。东北妞！马老师瞪大眼睛，同样不可置信看着身旁一身皮装的靓丽身影。呵呵，马老师，没想到我们居然能遇到，先前还看你直播来着呢。林洛侧目看了眼有些呆滞的马老师，心中顿时感觉逼格爆棚。卧槽，洛姐，这也太牛逼了吧！洛姐一棒子对飞爬行者，开挂了吧？别说，真没准，谁让洛姐跟玩家国度有关系呢？马老师等人直播间内观众见到突然出现飒得不行的林洛，瞬间弹幕炸裂。不过在这些弹幕中还是出现不少质疑声音。卧槽，你们不觉得这事儿有蹊跷吗？刚刚马老师按照那个姓王的指引逃进那个房间，激活实验室生化战士，这时候又遇见洛姐，你们不会真以为是巧合吧？拉倒吧，你猜的边都不大，洛姐这么漂亮，哪像那些被激活的丑陋怪物？哎，别说楼上的，你仔细看看洛姐的衣服，像不像那群巨型怪物穿的？卧槽，别说，还真像。难道洛姐刚才对飞那只爬行者用的是技能？几人直播间的弹幕讨论，林洛是无法看见，但是他身旁的马老师在看到这些弹幕后，也像是意识到什么一样，下意识的脚步旁移2步，拉开一小段距离。对于马老师的举动，林洛倒是没有多想，此时心里得意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全力一击感到震撼。他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双手，不过那只被他击飞的爬行者却并没给他过多的装逼机会。好，伴随着恐怖嘶吼，爬行者再次跃起，朝他这边扑来。第080章异能惊现，他方。操！当老娘是摆设吗？看着朝自己冲来的爬行者，林洛并没有第一次遇见那么惊慌，想到反正自己已经感染，大不了直面硬刚就是。锤爬行者这种事儿，又不是没有干过。想到这儿，林洛瞥了眼还被他攥在手里的吊针杆，攥紧举起，身体后仰，嗖的一声投出，随后脸上露出自信神色。当年若不是比赛时拉肚子，如今他没准都成为国家运动员了，可见其撇标枪的能力绝非一般。卧槽！众人见状却是眼睛瞪得更圆，这娘们是不是傻？那玩意能击中那怪物，
然而，众人心中这种想法刚刚泛起，下一秒，打脸一幕便出现在众人眼前。噗！只听伴着入肉声响，那根吊针杆不仅射中那只爬行者，并且还刺入对方后背。奔跑中被刺中的爬行者身体一晃，砰的摔在地上。虽然被刺中，但只是穿透身体，并不足致命。爬行者挣扎着就要爬起，操！还敢起刺儿！林洛见状，当即夺过马老师手中枪械，冲到那只爬行者面前，枪口抵着丑陋头颅。哒哒哒！伴随着狂躁枪声，那颗丑陋的头颅迸射出一道道血箭。眨眼间，一颗头颅被其射得稀烂。直播画面前的观众何时见过如此劲爆画面，当即疯狂刷起弹幕。卧槽！洛姐这么萌吗？不愧是东北虎，果然彪悍。这个娘们好可怕，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真爽，比看大片都爽。楼上的大片指的是什么？看着眼前已经死透的爬行者，林洛长出一口气，将枪丢给马老师说道：“被愣着了，普通丧尸不用老娘出手了吧？”听到林洛的话，众人都是一脸古怪。装逼，赤果果的装逼啊！明明感觉对方话里话外都带着装逼味，却找不到一点反驳理由。靠！真被他装到了，被人当面装逼，心里属实有点不爽。但是莫招，马老师只能带着众人开始清理丧尸。可是但要毕竟有数，林洛也察觉到这一点，心里无奈道：“不好意思，真不是我想要装逼啊。”他寻摸一圈，见到小团团背后背着2把开山刀，当即眼前一亮。妹纸，刀借姐姐一用。患有社交牛逼症的林洛丝毫没有客气，上去直接自己动手抽刀。那个不是我的，是赵玉龙。小团团见状，下意识阻止。不是你的？林洛一愣，咧嘴笑道：“没关系，反正你们也用不上。”双手攥着开山刀，林洛感觉只要双刀在手，就能从走廊这头砍到那头。不知是不是错觉，他发现自己越运动，体内血液就越沸腾。都给老娘靠边站！看着走廊内晃晃悠悠的几十只丧尸，林洛意气风发，拎着双刀，大有一副火鸡姐附身错觉。下一秒，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悍然冲向丧尸。卧槽！贱娘们疯了吧？疯不疯不知道，但我知道，今日过后，贱娘们绝对会成为不可招惹主播之一。是啊，同样是女人，咱们周姐咋就啥也不是呢？你这么一说，我想娶关雎洛姐那了。看着直播间弹幕，周姐眼角肌肉不断抽搐。擦，这都啥事儿啊？好好的，老娘咋就躺枪了呢？周姐心底吐槽之际，已经冲到丧尸跟前的林洛，毫不迟疑，手起刀落。噗！血溅窜起，圆鼓鼓的头颅应声而飞。众人还没回过神，就听噗的一声，又一颗头颅飞起来。好家伙！众人见状，大脑都有点宕机。这娘们也太快了吧！眨眼就砍来丧尸。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彻底刷新众人对丧尸的认知，同时也刷新了他们对林洛的认识。手持双刀的林洛，别说是火鸡姐，就算是铜锣湾扛把子来了也不好使。什么男的，什么女的，只要是普通丧尸，在那娘们面前都不过是小菜一碟。拥有双刀的林洛就像开了旋风斩外挂一样，把这走廊杀穿了。丧尸无论再怎么恐怖，也抵不住双刀的锋利。一只丧尸倒在林洛的脚下，如同飞蛾扑火一般。而林洛面色肃然中带着一丝疯狂，显然是彻底陷入刷怪的喜悦之中。当然，杀这些丧尸并不会有经验。锋利的双刀随着不断劈砍，沾满血污，同时刀刃也不再锋利。作为一名没有任何格斗经验的人而言，林洛只凭体内那股使不完的力气，疯狂地砍杀丧尸。此时此刻，无论是马老师，还是赵玉龙，或者直播间观众，全都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看着那宛如炼狱的走廊，一颗颗飞起的丧尸头颅，震撼的同时，忽然不寒而栗起来。砰！最后一颗头颅落地，走廊内再也没有一只站着的丧尸。这眼前一幕让所有人全都丧失言语能力。此时此刻，他们根本找不到任何话语来表达此时心底的震撼。咦？就在这时，众人听到前面盯着双手猛看的林洛发出惊疑，所有人心脏不由一紧。这女人不会杀得兴起，连他们也砍了吧？下一刻，众人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只见前面走廊内的林洛随意擦了擦手后惊喜道：“哈哈，老娘居然获得异能了！”林洛的声音不小，导致几人直播间观众全都听见。异能？听到这个词儿，所有观众瞬间沸腾起来。哪个少年曾经还没有一点幻想？卧槽，居然还有异能！曹，洛姐说的还能有假？
刚才他那顿操作，你觉得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哈哈，末日都有了，再有异能也很合理吧？靠啊，能别刺激人了吗？设计师就是个大傻 X， 为啥不直接开放下载？与直播间观众相比，游戏中马老师等人在听到林洛的话后，全都一脸惊诧地望着林洛。这末日游戏居然还有异能，怎么回事？就在几人想要询问时，走廊上方的警报突然闪烁起来。嘟嘟嘟，什么情况？林洛被警报声惊醒，是王守义，一定是他。马老师脸色阴沉接道，旋即看向赵玉龙，如果不想死，就带我们出去，我保证帮你救出女儿。赵玉龙闻言皱了皱眉，显然是有些犹豫，但是仅仅不到5秒便点头回答，希望你说到做到，不过我不保证能够。然而不等他话说完，众人便感觉周围晃动起来，跟着墙壁土石崩塌坠落下来。操！要他第081章国货之光改写游戏时代。我靠，这是啥情况啊？是啊，咋还黑屏了呢？不会是 bug 了吧？ bug 大鸡巴被活埋了。伴随着剧烈摇晃，几人眼前亮起强光，跟着眼前瞬间陷入黑暗，引得直播间一阵弹幕。突然，周围黑暗中隐隐传来一阵窸窣的脚步声，眼前一片漆黑的众人瞬间恐惧起来，他们试图想要开枪，可却发现手中空无一物。就在众人心中恐惧之际，耳旁传来说话声音，发现被感染的幸存者具备生命特征，将他们运上去，带回实验室。长官，这里有一名特殊幸存者，仪器显示体内含有大量 S 病毒。哦，真是一个意外惊喜。所有人准备返航，有这一个实验体就够了。长官，我们不继续探查了。不，有这个完美级 S 病毒体就足够了，相信用不多久，博士就能将它与 B 病毒完美融合。长官，基地紧急消息，养老院老人外逃，博士的克隆体消失不见。操，这群废物！所有人立刻返航，不要让苏城成为第二个哈市。对话到此结束，众人屏幕仍然没有亮起，反而出现一道提示，距离苏醒还有1点59分59秒。几人一脸懵逼地看着眼前倒计时。持续一会，马老师只能摘下 VR 设备，说：“算了，今天到这里吧，实在是太累了。”听到这话，直播间观众顿时不干了：“靠，你说不播就不播，这样对得起谁？靠，马老师你也不做人事部，别跟作者学断章好吗？”“是啊，我们还想看呢。”“就是，你说你想要啥，我们给你冲。”看到直播间热情，马老师哭笑不得，说道：“各位大哥，我直播好几个小时了，已经累成狗了，你们就不能让我歇歇？再说现在黑屏倒计时，我播啥啊？”听到他的话，直播间众人这才意识到马老师等人的角色处于倒计时状态。众人见此，也只能放弃劝说。想到明天就可以自己进入游戏，当即又兴奋地在网上搜集有关《生化危机之启示录》的剧情。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学习攻略，争取一币通关。然而他们却万万没想到，等到他们进入游戏后，迎接他们的又是另一幅末日景象。随着马老师等人下播，一些网络话题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史上最真实的末日游戏，国货之光启示录，游戏时代将从今日改写。曝光，玩家国度工作室，极致狂魔是奶狗。短短几个小时，各种网络社交媒体还有搜索引擎上面全都是有关玩家国度的消息，甚至连带林飞本人也彻底的暴露在大众面前。可以说，随着林飞新游戏的测试，整个网络全都沸腾起来。除去那些赞美的，同时也有无数叫骂声。操，这是哪个没屁燕子设计的游戏？太真实了，都给我和孩子吓得不敢睡了。强烈抵制真实游戏。对，这种让人哭得稀里哗啦的游戏就不该出现，这以后还让我怎么玩别的游戏了？妈的，什么破游戏，给老子都整哭了！难道你们只关注游戏，而不是去关注末日的话题吗？我刚刚吃了2片感冒药，不知道会不会变丧尸。然而，别看林飞的新游戏在网上引起一片谩骂，俗话说得好，黑粉也是粉。而各大游戏综合门户网站上，有关游戏国度新游戏的评分始终居高不下。更有意思的是，下方评论中居然包含蓝星多国语言，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室友和我解释，我根本无法相信这居然是一个游戏。而且更受打击的是，它居然是华国制造，这绝对是跨时代的游戏。我发誓以后我就是玩家国度的忠实粉。不知道制作人需不需要投资，我兜里有点闲钱，想投资一波。楼上的哪个国家的？想屁吃呢？我们华国玩家国度会缺你那仨瓜俩枣。
楼上对国际友人文明点，我们村建公厕缺资金，可以让他投一点。相对于各种评论不断，马老师直播录屏被大神剪辑加工，制作成一个长达30分钟的视频。那逆天的画质配上宛如好莱坞大片的质感，仅仅一会就火爆全网。那些著名制片人看过后，便开始打电话动用人脉，试图与玩家国度取得合作联系。以前，华国游戏在蓝星上可以说是金字塔垫底的存在，今天却随着玩家国度星游再次火爆，彻底成为游戏产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而玩家国度这个名字也让无数人意识到，未来这个名字必定会走在时代的前沿。本来因为我是传奇 VR 还在观望的厂商也意识到这一严重问题，他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或如何能取得与玩家国度战略合作。西方国家是利益至上的行动派，只要你能为公司创造利益，把你当祖宗供起来都极有可能。所以这群已经嗅到时代变化的家伙，为了以示诚意，纷纷派出公司高管前往华国魔都。看着网上铺天盖地消息和热评，家里躺平扒拉手机的林飞嘴都快笑歪了。仅仅只是一个测试，就为他割到近2000万的情绪值，而且这个数值随着时间还在继续疯涨。高兴之余，他又打开几日没有登录的抖音，然而却不想被眼前的后台吓了一跳。卧槽，极致狂魔是个小帅比，虽然没有罗伯特的沧桑，但却有奶狗的容颜。爱了爱了，狂魔可否婚配？我把小姨子介绍给你。楼上的哥们，你是不是总用小姨子发誓那个？林飞不敢置信看着自己的私人账号，一脸的惊悚表情。可怕，太可怕了！这群网友。林飞的抖音账号只有一个视频，那还是当初下载完 app 后随手拍的一段短视频。以前这段视频只有寥寥几十个播放量，就连那几个可怜的红心还是当初同学点的。然而现在，这条视频点赞就已经突破7位数，旁边的留言高达80多万条。而更恐怖的是，他的抖音账号上面显示粉丝数 120W 加，而这个数值随着每一次刷新都会涨一大截，没有一点要停下来的意思。这尼玛要不要这么恐怖？第082章，一夜爆红，军方注意，一夜间成为网红。林飞只是在网上看过，就像一夜暴富一样，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这种事会出现在自己身上。若是问他感觉如何，那妥妥是美极了。可俗话说得好，人红是非多。随着他的爆火，他的一些资料也被有心人扒出来了，像是什么前任乐游公司老总创业失败，幕后黑手究竟是谁，或者说游戏行业水深至极等等话题再次引爆网络。甚至还有神秘网友爆料说，前身乐游公司被业内大佬打压，并且盗取商业代码，导致公司倒闭。最终林飞凭借过人才能东山再起。这名网友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及那个业内大佬公司名称，但是一些资深网友还是猜到是哪家公司。毕竟业内能做出这种事儿的可是屈指可数。虽然不少网友在网络上帮林飞声讨，但是网络谴责这种东西也只能当做热闹看看，实际上很难起到作用，尤其是对那些庞然大物而言。总而言之，林飞的游戏火了，连带林飞本人也一夜间成为游戏界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不知不觉，随着时间发酵，一篇名为《玩家国度是良心游戏工作室吗》的文章也开始火爆起来。相比于各种吹捧或者谩骂的文章而言，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最惹人争议的之一。文章内容并不多，并且还插入几张插图。第一张插图便是开头序幕中的那个特有的游戏标志，标志下方还配上一段文字，这究竟是游戏的标志，还是一切罪恶的起源？这一段开篇猜测后，便是这位有心网友收集而来的图片。图片中有制药公司，还有养老院，还有其他不少建筑，本都是一些毫无相关的企业或者民办养老院、孤儿院，却在这位有心网友红圈的指引下，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些产业的名头标识下都有一个红白交替的图标。图标或大或小，若不仔细很难引起注意。各位网友，此时你们还会认为这个图标仅仅只是代表游戏吗？不要和我说这是彩蛋，我更倾向于这些产业属于一个组织。紧接着文章下方就又爆出2组插图，插图中是一座灯火恢宏的大厦，几十层高的大厦上方立着4个霓虹大字腾越药业，而另一幅插图好像是一处发布会现场，而且截图还是从电视中截取的。摄像机镜头对着的发言人背后正是腾越药业的字样，可以治愈一切病痛的神药，到底是神药还是病毒的源头？相信看到这里的网友是不是感觉不寒而栗？这种事情现实中虽然没有发生，但是不得不说，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而玩家国度的游戏真的是单纯娱乐吗？不，
我觉得这是在制造恐慌，因为我现在连感冒药都不敢吃了。也许设计师林飞的初衷是警戒世人，但我却觉得这是散布恐慌。一篇文章写得有理有据，甚至文章作者还在有意无意地与现实贴合。不得不说，这个热度被这名作者蹭得妥妥。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不由得深思起来。一时间，一种末日恐慌的东西于网络中蔓延起来，而作为这一切始作俑者的林飞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爱惜吧，华国人制造全球恐慌，目的不纯，抵制华国游戏。不可能吧？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研制出这样病毒的公司？狗屎！我现觉得手里的维生素都害怕。要求联合国向华国玩家国度提出谴责，并下架其生产的所有游戏。随着全世界这样的声讨不断，华国游戏算是彻底响彻全球。而那些平日有点天灾人祸，便觉得算是大灾大难的人类，更是被游戏内容深深吸引。甚至有人说他林飞是预言者。而在这风口浪尖之中，最为倒霉的还是那些无缘无故躺枪的制药业。毕竟经过那篇文章分析，游戏末日原因可能就是来源于医药业。华国京都军区的一个办公室内，你说的都是真的？一名看上去年近60却依然精神抖擞的中老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前，抬头看向前来汇报的通讯员，下意识拿起桌上文件。老者虽然已经年迈，但其坐着的腰杆挺得跟标枪一样笔直，一尘不染，毫无褶皱的军装已经彰显出他的身份。望着老者那如老鹰般锐利的眼睛，那名部下当即腰杆一挺，一丝不苟，严肃道：“向首长保证，我所说的句句属实。”说到这儿，那名部下犹豫下，又换了种语气道：“叔，昨晚您儿子回来了。”老者闻言，本来翻动文件的手微微一抖，皱起眉道：“那混蛋给你打的电话？”“是。”“谁让你去接他的？”老者有些不悦。“叔。”部下看着神情不悦的老领导，犹豫下还是开口道：“我觉得你应该看下，他好像受不小刺激，而且还是见了血的那种。”老者闻言一怔，虽然他们父子关系并不太好，但是毕竟是自己亲儿子，更何况当年也勉强算是老来得子。那小王八蛋的事一会再说，现在给我说说，这东西到底有几成可信度？可信度极高，我们信息部那边已经查阅所有视频，发现这个游戏世界是一个与现实极度相似的世界。部下说到这儿，停顿下又道：“不过目前只有测试玩家可以进入游戏，而游戏正式上线时间，该游戏工作室也没做任何隐瞒，公告是中午12点正式开通下载。”“中午吗？”老者闻言思索一下，说道：“时间倒是来得及，只是咱们对游戏内容了解还是不够。”不等老者说完，那名部下开口道：“阿正有测试资格。”“什么？你说那小兔崽有测试资格？”老者闻言惊讶地看向部下，旋即立即开口道：“你怎么不早说？赶紧给那小王八蛋给我带过来！”部下闻言立刻应了一声，转身便走出老者办公室。第083章干起男人想干的事。王国强的身份可不简单，乃是华国中军区总参谋长。在这个和平年代，想要提升士兵作战能力，只能通过军演。可军演毕竟只是个演习，跟真正的战场有着很大出入，甚至根本不会让士兵体验到战争的残酷。而就在今日，自己的部下带来一条消息，看过资料后的王国强觉着这是一个绝佳机会。身为军人，而且还是华国核心人员，对于末日这种东西并不像普通人想法那么简单。尤其是在看过这个游戏背景后，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泄露绝密资料。但是在看过林飞个人档案后，他便将这种想法掐灭。林飞的身份并不需要去考究，现在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利用好这个游戏来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看过初步资料的王国强从资料中了解到，这个所谓的末日世界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游戏世界，而且此时这个世界正在遭受残酷的打击。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不正是他所需要的吗？现在只要能证实一切属实，那么这个游戏就可以当作士兵训练的一部分。越想王国强越觉得办法可行，连带锐利的双眼都绽放出一道光芒。事实上，在军队里早已经有了自己的模拟训练场，但是自己那套模拟以前看着还行，现在跟眼前手中资料这个一比较，顿时不香了。报告！就在这时，门外传来那名部下声音：“进！”王国强眼神热切看着手中资料，头也不抬地说道。随着话音落下，办公室大门打开，先前那名部下带着一名青年走进办公室。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昨夜被吓喷了的王正。走到办公桌前，王正看了半晌双鬓斑白的老者，眼中闪过一抹畏惧，便低着脑袋站在一旁默不作声。那名部下
见到气氛有些沉寂，想要开口活跃下气氛，但一想到老领导的脾气，最终只能也跟王正一样处在那里。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分钟，王国强突然开口：“昨晚在这儿住的。”王正闻言，心脏一颤，硬着头皮点头道：“是的，昨晚我给李哥打的。”混蛋！不等王正话说完，王国强砰的一声拍案站起，怒道：“你当这是什么地方？你家吗？谁给你的权力调动一个少校？”眼见王国强发火，那名部下立刻开口道：“叔，别生气，阿正不也是怕太晚打搅你吗？”被那名部下一打岔，王国强当即冲其怒道：“李超，给我注意点场合，这是部队。”“是，首长。”李超闻言，当即笑容一收，面色严肃的立正道，跟着不等对方开口，又说道：“报告首长，现在王正有体验资格，我想能够对我军有所帮助。趁着游戏没有正式开放前，我军可以更好、更完全的了解游戏世界。”本来想要发脾气的王国强闻言，顿时想到游戏的事情，皱了皱眉，将火气压下，看向王正道：“你进过游戏世界，说说感受。”明明是询问的话语，却弄得像是领导询问下属。王国强的语气顿时让王正心里不爽，但是不爽归不爽，面对亲老子，他还真就不敢起刺儿。稍稍犹豫一下，便老老实实将心中想法说出：“太真实，太吓人，不敢玩，还想玩。”听闻他的回答，王国强眉头顿时皱起，眉宇之间显然是有要动怒的迹象。李超见状，赶忙开口报告：“刚来的路上，阿正不，王正已经向我简单介绍他在游戏中的遭遇。我觉得……”他将王正在游戏内遭遇简单叙述一遍，补充道：“如此真实的体验感，完全可以为我们培养出出色的士兵。”说完，他又有些担忧道：“只不过这种方式我们能想到，恐怕其他国家也能想到。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接触一下游戏制作者。”听到李超的话，看过林飞资料的王国强脸上莫名其妙露出一丝笑意，说道：“接触，早晚都要接触，不过不是现在。至于其他国家利用游戏练兵，这点不用担心，我想他应该已经处理好了。”办公室内两人听到王国强的话，当即一愣，对方话里的意思显然是认识那个游戏制作者，但是资料上显示，游戏作者只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怎么可能和年过半百的总参谋长认识？而且两人一个在京都，一个魔都。王国强并没解释，甚至也没给两人多余的猜测机会，开口命令道：“现在你们两个去模拟作战中心，给我调试出500台设备。”说着，他看向王正，严肃道：“你暂时留在军营，等下设备搭载完，你进入游戏，将画面转播。如果可以。”王正真不想再进游戏，但是此时他的心里和想法十分矛盾，因为对那药剂的好奇，他又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游戏。一想到能光明正大在老子面前玩游戏，而且用的还是最高级的军工设备，这也算是一种自豪。王正的脸上不由流露出一丝迫不及待。时间很快便来到中午12点，因为玩家国度的原因，星际游戏平台突然涌出一大批新注册用户，而且根据后台数据观测，这批用户很反常，他们注册完账号登录平台后，并没有去打开查看任何游戏，而且都是统一的打开《生化危机之启示录》的界面。等到刷新几遍，见到灰色的下载图标变绿，全都整齐划一的点击下载。等到游戏下载完毕，所有人已经迫不及待直接冲进游戏。此时此刻，无论是游戏大主播还是新手玩家，全都开启直播。一方面是为了赚钱，二方面还是为了赚钱。没办法，谁叫这游戏这么火？就连国外玩家都无法免俗，纷纷在各自国家直播平台开启直播。经不完全统计，这一天全世界游戏直播平台是直播间在线最高的一天。而在这众多直播间中，霓虹国有一名主播却干起所有人男人心中向往却又没敢尝试的事儿。第084章，各国玩家的骚操作，消失的哈士。哈哈，扫嘎！这个游戏大大低真实。村口拓库是霓虹国著名主播，而平日的爱好就是玩一些养成类游戏。今日应广大网友要求，下载了这款名为《生化危机之启示录》的 VR 游戏。说实话 ，VR 游戏他还是比较喜欢养成类的，像是这种一听名字就是恐怖的，铁定的不好玩。可却万万没想到，刚刚进入游戏就被眼前车水马龙的画面所震撼。尤其是街上与之擦肩而过的行人，那皮肤、那毛细孔，甚至连超短裙妹子身上的体香，都如现实一样让人心动不已。古语有云，物以类聚。村口拓库直播间观众并不多，但全都有一个统一的称呼，那就是痴汉。看到如此逼真、真实的画面，
这群人脑子里顿时生出一种大胆想法。这群现实中社会底层社畜立刻教唆起村口拓库。村口君，快那个花姑娘漂亮！对对对，村口君，快让我们看看地库。作为一名养成游戏主播，对于直播间衣食父母的要求，那是唯命是从。看到弹幕后，当即点头答应。哈伊，我这就去看看，我猜应该是白色。随着话语，村口拓库便朝着那身材婀娜的妹子走去，脸上露出一副痴汉模样，同时心里想着，反正只是游戏，自己当街某某也不会触犯法律。本着这样的想法，心中带着一丝激动，没走几步，天空却落下小雨，淅沥沥的雨滴打在脸上，冰冰凉凉。八嘎，怎么还下雨了？摸了下脸上，村口拓库加快自己的脚步，没一会便挤过人群，来到妹子身旁。看着身侧低着头的黑发妹纸，村口拓库礼貌性的开口问道：“这位小姐，我可以看看你的内裤吗？”他的话音落下，周围嘈杂声音瞬间消失，只剩下滴答的雨滴声。村口拓库下意识抬头，只见周围的人都在鄙夷的看着自己。八嘎，一群 NPC 看个什么看？信不信老子弄死？村口拓库的话还没说完，就感觉自己被人扑倒。下一刻，就见那身材婀娜的妹纸已经扑在自己身上。So 嘎，这个游戏不戳 NPC 居然如此开。村口拓库看着眼前妹纸，感受那微微沉重的压迫感，不由有些心猿意马，蠢蠢欲动。然而上一秒还在幻想用何种姿势的村口拓库，下一秒就见那妹子扬起一张惨白面容，在她惊悚的目光中，那妹纸的嘴角撕拉一声裂开，一张布满细密牙齿的血盆大口张开，抠挖以内。雅达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恐怖嘴脸，村口拓库感觉魂都没了。不单单是他，就连在直播间准备做手工的观众也都是被吓得瞬间软瘫。这嘴怕是铁都能咬碎吧？噗！村口拓库反应不及，当即被迎头咬了个正着，一片血雾喷漆，瞬间染红整个世界。眼中最后一幕定格在一张广告牌上，金森生物霓虹国主播的死，在网络上并没有引起一点波澜，因为随着进入游戏的人越来越多，死在意外中的玩家并不只有这一个。此时整个世界少说的有几十个国家玩家全都进入游戏，随着这群人进入，游戏内容也让人深深震撼起来。伴随着大家进入，游戏中的恐怖压迫或者宁静祥和无一不让人感到震撼。因为在玩这款游戏前，所有玩家几乎备足功课，绝大部分人都清楚，千万不要将这个游戏世界当作真正的游戏。相对于一些霓虹小国而言，身为欧美大陆的玩家和军方显然是要谨慎得多。哪怕进入游戏，眼前世界表现得十分和谐，他们也在暗自警告自己，眼前的和谐不过是暂时的假象。深知这一点的他们，从进入游戏开始便准备物资，准备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灾难。阿基洛夫作为乌拉国的玩家，进入游戏后并没有像是其他玩家那样准备物资，因为他出生地就是在一辆坦克里，而身份则是一名刚刚入伍就被带上战场的新兵。一脸懵逼的阿基洛夫从未想到幸运女神会如此眷顾自己。相比出生手无寸铁的普通玩家而言，他的起点可谓是达到了天花板。坦克、导弹、重机枪，这配置就算是遇到视频中的那些丧尸，也会分分钟用坦克碾压致死。然而有的时候起点高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就在他们的坦克行驶时，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坦克内温度急速高升。快跑，快出去！一脸懵逼的阿基洛夫跟着那名乱喊乱叫的老兵爬出滚热的坦克，还没等他搞清形势，就见前方火箭弹嗖嗖的射来，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和漫天乱飞的泥土，他活了下来，躲进一个土坑。看着身旁被炸得缺胳膊少腿的同伴，他的面色煞白，大脑更是一片空白。接下来他就像是个提线木偶一般，被同伴催促射击，开枪还击。阿基洛夫从没想过战争如此可怕，听从老兵的指挥，他绝望地拿着突击步枪乱扫乱射。趴在坦克后的土坑中，他看到这辈子最不敢置信的惊悚一幕。就见前方敌军阵营内一阵呐喊，随后那些士兵纷纷从腰上摘下水壶，几口喝下水壶中的液体，跟着便如打兴奋剂般面红耳赤。冲！冲啊！冲啊！喝完不明液体的敌军一个个悍不畏死，边冲边朝他们射击。阿基洛夫见状吓得哆哆嗦嗦，瞄准一名敌军扣下扳机。哒哒哒，眨眼间10余颗子弹射出，命中那名敌人。然而这足以射死一头毛熊的攻击，射到那名士兵身上只是令对方摇摆几下。下一秒他就见那名士兵的脸上露出诡异嗜血笑容，同时枪口也瞄准他这里。哒哒哒，弹道由远至近，掩体前的泥土崩飞打在脸上，他下意识闭上眼睛，接着便感觉前胸传来疼痛。阿基洛夫身体不受控制倒下，
眼中世界像是蒙上一层红色。几秒后，那嗜血的敌军出现眼前。他注意到对方军服臂章上的特殊标记，是那个特殊的红白相间标志。那狰狞的面孔朝他露出狞笑，下一刻枪口就喷出枪火，跟着他便陷入黑暗。这是什么？为什么丧尸会开枪？与国外玩家遭遇相比，国内玩家也不好过。尤其是以一名叫做李超的军人为首的数十玩家，此时正站在一座废墟前。这是哈市？怎么和视频里的不一样？马老师的视频，他们研究一个上午，所有撤离路线全都研究透彻，可以说做足了功课。然而，现在看着眼前如何洗地的废墟，他连带身后的几十名士兵玩家全都傻了眼。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第085章，如真实般运转的世界。老李，咱们是不是搞错了？这时，李超身旁的寸头青年一脸狐疑道：“没搞错，是咱们想错了。”李超看着眼前宛如废墟般的城市，缓缓说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网上有些人说不要把玩家国度的游戏世界当作游戏来看待？起初，我一直认为说的是画面真实度，现在看来，我们都错了。这里不仅画面真实，甚至连世界运转也很真实。如果没猜错的话，昨天马老师他们地下室坍塌，应该是就是这座城市遭到打击。”听到李超的话，其身后众人不由抽了口冷气。眼前的城市有多大，众人心里虽然没有个实际数字，但是以眼前所见为参考。如果在现实中想要摧毁这样一座城市，最少得需要3至5颗东风之神。听着好像是件简单的事，可实际上，滋滋，有人收到吗？有人收到吗？这里是军刀小队，我们遭不明目标攻击，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就在这时，李超肩上的通讯器响起，李超一怔，下意识按下通讯器，急道：“报告你们的位置。”就在这时，李超身后队伍中一名土著士兵拿着平板上前道：“队长，发出信号的小队，距离我们不到1公里。”说着，那名士兵便在平板上指出对方大概位置。李超看了眼对方平板上的位置，也许是那股子融入血液中的职责所在，在确定位置后，他便毫不犹豫下达命令：“所有人立刻出发！”说完，他便率先向求救地点跑去。身后的队友见状，也立马跟了上去。不足1公里的距离，在平板上显示很近，但却因为整座城市坍塌原因，众人无法借助任何交通工具。想要抵达目的地，唯一的办法只有步行。好在此时是白天，如果是晚上，恐怕还要增加1倍难度。可即便如此，众人在通过一条废墟窄道时，还是遇到了麻烦。走在队伍前的李超突然停下脚步，抬起手臂，示意众人停下。跟在其身后的队员先是一脸迷惑，随后便见到前面情况。就在众人前方不远的空地上出现不少丧尸，不过大部分都是缺个少腿，甚至还有被压在石头下，只有寥寥无几蹒跚徘徊。李超观察一会，便缓缓抽出绑在腿上的军刺，低声命令道：“用刀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说着便率先猫着腰走到与之最近的一只丧尸身后，趁着对方转身之际，军刺直接捅进对方太阳穴。其他队员见状也纷纷效仿，提着军刺快速杀出窄道。行动缓慢的丧尸本就数量不多，在这群训练有素的士兵面前，连普通人都不如，很快便被众人清理干净。噗！李超顺手送走一只被压在巨石下的女丧尸，又确定一下目标方向，便带着众人继续前进。随着前行，周围的路况越来越难走，有的地方甚至连条路都没有，他们只好从那些被冲击波撞毁的大楼内穿行。这里是第5小队，请求支援，请求支援！那个怪物已经过来了。滋，怪物过来了，我们要坚持！就在众人刚刚进入一处报废大楼内时，李超肩上的通讯器里传来断断续续求救：“坚持住，我们现在距离你们只有500米。”听到救援的李超查看一眼士兵手中平板，上面显示距离目标还有498米。李超一边安抚对方，一边带着众人冲出大楼。下一刻，一片巨碎石楼板嶙峋、钢筋支棱八翘的废墟出现在众人身前。现在与目标只隔着这一片废墟，直接穿过无疑是最近的路线。可是这种全都是由碎石楼板组成的废墟，说不准哪里会坍塌，行走在上面随时可能都会出现危险。可如果另寻他路，必定会耽误不少时间。现在时间紧迫，容不得他犹豫，当即命令道：“爬过去，大家不要离太远。”说着，他便身先士卒，直接攀上废墟。哗啦啦，随着众人攀行，身下的废墟内不断传来土石掉落和钢筋扭动的酸涩声。砰！啊！卧槽！众人正在废墟上小心翼翼前进时，伴随着一声土石崩裂声音，一名士兵惊叫一声：“呵呵！”下半身掉到空隙中的士兵
迎着众人目光一脸尴尬，不好意思的刚开口解释，下一刻脸色骤然巨变。快拉我！有东西抓我！听到士兵的话，其身旁不远的另外2名士兵下意识就要上前，却是不想，他们的脚下也突然传来声响，砰砰！伴随着声响，2名士兵脚下钢筋混凝土崩裂，2条猩红长蛇直接缠住2名士兵脚腕，并快速向上游去。爬行者，是爬行者！李超见状，脸色大变，看着被困住的2名士兵，毫不迟疑，提着刺刀冲上前去。噗！精炼碳钢打造的军刺锋利无比，瞬间便将1名士兵身上的长蛇削断。下一秒，众人脚下的废墟中响起一个极其恐怖的嘶吼，吼！哗啦啦！伴随着嘶吼声，众人脚下废墟宛如活了一般，混凝土断裂、石块坠落等混杂声音响起。赶紧救人，撤离这里！站在摇晃、轰隆乱响的废墟上，李超扯着嗓子怒吼起来。他的话音落下同时，众人不远哐的一声，一块楼板被撞开，一只猩红肌肉怪物出现在众人眼前。随着那只爬行者的出现，众人发现周围各处石缝，但凡是能钻过人的空隙，全都爬出丧尸。有的位置甚至因为太过狭窄，丧尸下半身被卡在石缝之中。而那只丧尸却是丝毫不以为然，仍旧一脸兴奋地抓着断裂碎石往外爬来。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嘶的一声，直接扯碎自己的身体。褐色黏腻液体像是折断的藕一样，藕断丝连地连接着上下半身。仅剩半身的丧尸毫无所觉，拖着黏腻内脏，兴奋地朝1名队员爬去。第086章，吞食同类的爬行者，巨型丧尸。惊悚的一幕让众人愣在原地。速度清场！李超扯着嗓子怒吼一声，便立刻瞄准不远的爬行者，毅然扣动扳机。砰砰砰！作为1名职业军人，对枪械的掌控要远超常人，再加上如此近距离，子弹出膛，瞬间就击中爬行者的脑袋和脖颈。看着爆起的团团血雾，他的嘴角逐渐挑起。然而半秒没到，他的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那只被他击中的爬行者并没有如意料中倒下，数颗子弹如泥牛入海，没入对方的脑袋，而后者只趔趄2下，便又重新站稳身体。好！稳住身形的爬行者抬起狰狞的头颅，张开鲜血直流的大嘴，朝他发出嘶吼。全神戒备的李超身体一绷，不等他有所动作，就见那爬行者转身欲逃。操！李超没料到对方会选择逃跑，当即瞄着对方脑袋扣动扳机。砰砰砰！伴随着狂爆声，一颗颗黄澄澄的弹头飞射而出。噗噗噗！弹头接踵而至，又在那只爬行者头上爆出数朵妖艳的血雾。哗啦！再次被击中的爬行者当即摔倒下去，沉重的身躯砸得身下废墟土石坍落。哗啦！并没有彻底死去的爬行者四肢抽搐，蹬开周围碎石，想要再次爬起。李超见状就要冲上去补枪，身后的队友却是突然惊叫起来：“队长，小心！”随着话音的响起，李超瞬间感觉头皮发麻，后脊背的汗毛根根竖起。不等他回身，便感觉头顶恶风掠过，下一秒就见一道剑硕鲜红的身影砸在自己面前不远位置。心惊肉跳的李超下意识便要开枪，却不想那全身肌肉纤维裸露的怪物又一个跳跃落到那只垂死挣扎爬行者身前。下一刻，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做出一个骇人之举。噗嗤！只见那只后来的爬行者一口咬住那垂死挣扎的爬行者脑袋，粗犷布满青筋的脖颈一扭一扯，便将那只爬行者脑袋扯下。当着众人面，他咯嘣一下咬碎同伴的头颅，像是吃裹着番茄酱的薯片一样咔嚓咔嚓地嚼了起来，嘴角溢出褐色黏腻的汁液，让人胃中翻滚。而那只后来的爬行者却像是在享用美味一般，毫无所觉不说，甚至长舌一甩，就将嘴边的黏腻液体舔舐干净。砰砰砰！李超看得毛骨悚然，当即扣动扳机，枪声惊醒还处在震撼当中的众人，一群人纷纷开始射击。那只吞食同类的爬行者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便一头钻进废墟，消失不见，速度比先前那只快出数倍。爬行者消失，废墟各处空隙源源不断有丧尸爬出。李超见状立即大吼起来：“所有人向前冲，不要恋战！”这些丧尸虽然杀伤力不足，但谁也不知道废墟中有多少这玩意，万一不小心被抓伤，那可就完了。由于废墟上的石块全都是活的，众人深一脚浅一脚，大大增加前进难度。反倒那些丧尸毫无痛觉，像是地鼠一样四下冒出。砰砰砰！艰难的前行10多分钟，废墟的边缘也近在眼前，众人不由松了口气。就在这时，隆的一声，那只消失的爬行者再次出现在队伍后，扑向最后那名队员。啊！眨眼间，
那名队员便被爬行者扑倒，众人还没来得及出手，便被爬行者咬住肩膀。操！救人！李超见状，下意识命令道。砰砰砰！顷刻间，狂躁的枪火声响起。面对火力压制，那只爬行者要聪明得多，拖着那名士兵快速向后退。这只爬行者的速度明显要强过先前那只。被拖着的士兵得知自己活着无望，痛苦的双眼泛起决然，当即竭尽全力怒吼道：“赶紧走！我拖住他！”听到士兵的怒吼，小队所有人一愣，看着士兵消失的方向，神色犹豫不定。我们走。这时，作为队长的李超当机立断下达命令。听到他的命令，众人咬了咬牙，一脸不甘的转身快速离去。轰！就在众人跑到废墟边缘时，一声爆炸响起，其身后不远的废墟中有一处坍塌下去。不要辜负他为我创造的机会，赶紧走！李超面色凝重，深深地看了眼塌陷的地方，旋即转身果断道。听到他的话，当人当即转身跟上他的脚步。啊！那个家伙过来了，谁来救救我？眼见距离目标位置还有不足100米时，李超肩上的无线电内突然传来凄厉的嚎叫，嚎叫声中还伴着砰砰砰急促的枪声。这一瞬间，李超变得更加着急，再次确定方位后，毫不迟疑奔跑起来。其身后的队员见状，也毫不迟疑地追了上去。随着众人一路疾跑，绕过一栋坍塌的住宅楼后，终于看清了眼前情况。一瞬间，整个小队仅存的14人全都被惊呆了，一整队傻傻地站在原地，望着眼前废墟中横行的巨型丧尸，全都不寒而栗起来。砰砰砰！就在这时，急促的枪声将众人惊醒。顺着声音，众人看到不远处一栋残楼边缘趴着一名不断朝巨型丧尸射击的士兵。面对子弹，那个接近3米的巨型丧尸缓缓抬起手臂。火神炮！李超身旁一名眼尖的队员看到那巨型丧尸手握在手中的武器，当即惊叫起来。下一秒，就见那巨型丧尸手中的武器枪管缓缓转动，1秒不到，狂躁的嘶吼声响彻四野。砰砰砰砰砰砰！如同火蛇般的弹幕瞬间覆盖整栋残楼，飞沙走石，硝烟弥漫。救人！李超瞳孔一缩，当即毫不犹豫扣动扳机。听到命令的队员们毫不拖泥带水，纷纷躲到周围掩体后面，朝着那恐怖怪物射击。顷刻间，那站着的庞大身影身上迸射出无数道血箭。突然遭到攻击，那怪物下意识转身看向李超等人这边，手中并未停火的火神炮也跟着一同扫射过来。事先有所准备的众人当即吓得趴到掩体后面，一时间水泥混凝土四下崩飞，咔咔咔！不一会，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传来一阵空响。众人闻声露头望去，那怪物低头看了看手中不断空响的火神炮，当即松手轰的一声扔到地上，迈着沉重步伐朝众人走来。第087章又被抢了人头，救世军问世。巨型丧尸的举动当即让躲在掩体后的众人一脸懵逼，看着朝这边走来的傻大个儿。众人心中同时想到，没有武器你还是个啥？没有武器的巨型丧尸就如同没了牙的老虎，啥也不是。想到这，李超当即毫不犹豫从掩体后闪身出来，射他！砰砰砰！随着他的话音，众人纷纷从掩体后出来，端着手中突击步枪，如同一群悍匪般朝着巨型丧尸疯狂射击。密集的子弹如狂风暴雨般飞向巨型丧尸，这样密集的攻击，别说巨型丧尸，就算队长来了也得缩在壳后躲着。而就在众人心中得意之际，那头巨型丧尸却做出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举动。就见他抬起手臂挡在自己要害脑袋之前，顷刻间数十发子弹全都没入对方手臂。扑通！卧槽！看着巨型丧尸怪物在子弹动能下，除了爆出一身血雾，连动都没动一下，众人彻底是傻了眼。这尼玛也太完赖了！你把脸挡上，让我们咋射？射右腿！眼见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李超当即下达命令。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众人齐齐瞄准那巨型丧尸右腿，再次扣动扳机。轰！伴着密集弹幕，那头巨型丧尸的右腿关节瞬间便被截断，轰然一声栽倒下去。所有人给我！一个躺下的巨人对众人威胁不大，李超当即就要下达命令，却是不想，这时一道鲜红身影再次杀入战场，是那只爬行者。突然出现的爬行者瞬间被众人认了出来。这家伙看着突然出现且还没袭击自己等人的爬行者，李超不由瞪大眼睛，同时脑中有了一个大胆猜测，就像是在印证他的猜想一般。那只突然出现的爬行者几个跳跃冲到巨型丧尸身前，血盆大口张开。许是察觉到眼前爬行者不怀好意，那头巨型丧尸当即一拳轰在爬行者身上，将其轰飞出去。眼前的一幕
当即让队员们愣在原地。这咋还掐架了呢？那只被击飞的爬行者并没因此退走，反而冲着巨型丧尸张大嘴巴，嗖的一下弹出舌头。噗！独属于爬行者的舌头当即准确刺中那巨型丧尸咽喉。巨型丧尸抬手抓住舌头，下意识便想要将舌头从脖子上拔出，却是不想那只爬行者的舌头忽然由红转乌，当即绷得笔直，下一秒就见血溅冲天起，宛如喷泉一样。噗！卧槽！那家伙的舌头居然跟刀一样锋利！巨型丧尸脑袋被突然摘掉，所有人都愣住。李超忽然反应过来，大吼道：“不要放他走！”虽然他反应及时，但还是晚了一步。那只爬行者在摘掉巨型丧尸脑袋后，便毫不拖泥带水，卷着那颗巨型头颅飞速离开。看着对方离去方向，李超眼底浮现起一丝忌惮与担忧。很明显，这只爬行者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范围。从对方获取同类头颅的举动，不难猜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进化的方法。如果不尽早解决对方，任由对方进化下去，说不定会进化成什么怪物。就在这时，手下队员将那名士兵带了回来。经过询问，得知对方隶属哈市军区特殊行动队。问清对方身份后，李超便再次问道：“哈市是怎么回事啊？”听到他的问话，对方眼中明显闪过一抹心悸，跟着便毫无隐瞒的全都告诉李超。事实证明，也正如他猜想，哈市确确实实遭到洗地。但是让他没想到，轰炸哈市的不是官方，也不是军队，不是官方，也不是军队，那会是谁？难道恐怖分子闲着没事干，为民除害？可就算对方有这想法，以华国军力，别说内陆，就算是边境线，恐怕都进不来。可若不是恐怖分子，谁又能不声不响的在内陆城市引爆导弹？那你们是如何躲过一劫的？轰炸的事情暂时放到一旁，此时李超倒是对对方活下来好奇。昨晚我们小队执行特殊任务，所以当时洗地的时候我们还在地下，因此也就躲过一劫。男子稍稍迟一下，便开口解释道：“任务。”这时李超才注意到对方手上拎着一个药箱大小的白色密码箱。看到这，他像是无意般开口问道：“你说的任务是手上的箱子，里面是什么？”男子闻言下意识的后退半步，随后又停下，犹豫下开口道：“箱子里是血清，抗病毒清。上级说，只要有这个血清，就可以研制出更多的血清，无论如何都要平安送到科学院手里。”说到这里，男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开口询问道：“如果你们的小队暂时没有任务，可以护送我去古城吗？”病毒解药。看着对方手里那并不算是高级的手提箱，李超心中不由有些猜疑，但是一想到箱子里真有可能是拯救哈市人类的解药，当即立正道：“作为军人，这是我的义务，我会带着队员将你安全送到古城。”听到李超的回答，男子脸上露出笑容，当即激动地回进军里。与华国的玩家联动相比，国外的玩家可谓是怨声哀哉。为什么？为什么华国玩家就可以联机偶遇，而我们就一人一座城？谁说不是？我和吉姆分别在2个城市，我们想要一起求生，却根本走不到一起。是啊，别说走了，你知道我所在的城市有多大面积吗？600平方千米。你们能知道我一个人的感受吗？而且满城全是僵尸 ，Oh my god 大！bug， 这是什么鬼游戏？老子居然是个窝囊的漫画家，而且我这座城市的丧尸居然会跳高！谢特，我这里的丧尸居然会开枪！活见鬼！谢特，我就摸了一个叫做吉尔大美妞的大腿，他就给我1粒花生米。与外国平民玩家比起来，最先体验过游戏的林洛、马老师、周杰等人，早在登录游戏前就已经达成共识，决定组建团队，共同探索游戏内容，并将团队命名为救世军。而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林洛则被推举为团长，副团长由马老师出任。整个救世军所有工作全由副团长马老师组织。同时，救世军内部设置一个神秘的元帅职位，当然知道这个职位的只有他们几个。然而，几人却是没想到，随着救世军的出现，游戏世界中的一些设定也在悄然改变。第088章，餐厅相聚，小团团异状。我靠，洛姐，你这团长也不行啊！是啊，你这一片黑，自己吓得哇啦啦乱叫。刚刚登录上游戏，洛姐眼前就是一片漆黑，在这黑暗中，周身更是感觉一片失重。靠，老娘不是不知道啥情况吗？谁知道一上线就来这一出。洛姐尝试抬起手，发现根本看不到手掌，心跳加快，喘息也变得急促起来。她语气恐慌地说道：“老铁们，姐姐感觉好像瞎了，而且这失重的感觉比特么坐过山车还吓人。虽然我没有坐过山车，但应该差不多。”听到洛姐这样说，观众顿时忍不住发起弹幕：“靠，
你不知道哥这说什么劲儿呢？谁说不是？好歹你还玩着呢，我们连玩都没得玩。看着直播间观众抱怨，洛姐下意识说道：“那还寻思啥？赶紧买游戏开壳呀！”说得轻巧，游戏早买了，现在加班看直播，我都是蹲厕所看的。一名以摸鱼为荣的观众当即回答：“好吧，你牛逼！”对这位兄台，他林洛无话可说。砰砰！就在这时，黑暗中响起沉闷的敲击声。随着敲击，不多时，林洛眼前黑暗渐渐褪去，眼前终于呈现出事物，视野逐渐清晰，一层好似透明的隔膜出现在眼前。林洛下意识动了下手臂，带起一串波纹与气泡。我靠！哇啦啦啦！林洛被眼前情况吓了一跳，张嘴刚要惊呼，一连串气泡从他嘴里冒出，一不小心，一口酸涩的液体流入口内。林洛吓得赶紧闭气，这才仔细打量周围情况。这是一个全封闭的玻璃容器，里面盛满不明液体，而他正如标本一样被泡在其中。好家伙，老娘这是进了鬼子的实验室了吗？看清周围环境，林洛心中不由得惊悚起来。就在这时，他眼前玻璃打开，他随着不明液体哗的一下流了出去。嗨嗨！不小心又呛进一口液体的林洛躺在地上剧烈咳嗽起来。吃！就在这时，这个由全金属制作的房间房门打开，几名穿着白大褂的男女走了进来。大脑正常，机体正常，神经反应正常。就在躺在地上的林洛还不明所以之际，一群人围着他蹲下，手持各种工具为他做了个简单检查。跟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又为他换上一身干净的白色病号服。换完病号服后，那名女性工作人员开口道：“欢迎来到古城实验基地，恭喜你已经恢复健康。”健康？林洛疑惑地看着对方，下意识问道：“难道我受伤了？”游戏记忆停留在万国酒店下方实验室的林洛皱眉苦思，也没想起自己受过任何伤害。听到他的话，那名女性工作人员解释道：“我们的员工在腾越实验室发现你时，你的身体已经严重遭到破坏，幸好你的生命力顽强，王博士用细胞修复技术将你挽救回来。”听到对方的话，林洛大脑还是有些不太清醒。突然，他想到进入游戏前和马老师等人的约定，当即开口问道：“那我的那些同伴呢？他们去哪里了？”“你放心，你的同伴已经有2人在你之前醒来，现在就在饭厅。”女工作人员向林洛微微一笑，继续道：“如果你现在想见他们，我这就带你过去。”看着女工作人员脸上的笑容，林洛总感觉有点不太适应，不过最后还是点头说道：“如果可以，麻烦你带我去见他们。”听到他的要求，女工作人员微微一笑，说了句“跟我来”，便转身带着林洛离开。在经过那些收拾残局的工作人员身旁，他看着地上液体，想到自己灌进肚子不少，便下意识向那名女工作人员问道：“那些液体是什么东西？”“那些是细胞营养液，味道不太好，但是能让人起死回生。”女工作人员脚步不停，解释道：“细胞营养液是王博士的伟大发明之一，只要生物还有一丝生机，细胞营养液加上细胞修复技术，就可以让伤者恢复到最初状态。这项发明绝对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走在女人身后的林洛听着对方略带憧憬的言语，暗自腹诽道：“靠，又是个脑残粉。”看到女人表现，林洛心觉得酸了。通过一条银色金属长廊，两人来到一处房间门口。女人上前为其打开房门。房门打开，一片洁白映入林洛眼中，让他下意识眯起眼睛。等到适应这种纯白后，他才开始打量起来。入目的是一片洁白，整个房间全都是由白色构成，甚至众人身上穿着的衣服和坐着的椅子全都是白色，一点污点都看不到。哈哈，洛姐，你醒了！就在这时，穿着一身白色病号服的小团团突然冒出。小团团来到林洛身前，在后者迷惑的眼神中拽着他往房间里走去。林洛想要开口，却是被察觉的小团团掐了下手臂。洛姐饿了吧？我带你去取餐，这里有好多好吃的。看着完全像是个吃货的小团团，林洛脑中更是一片迷惑。虽然心中有着无数疑问，但她也并非是个无脑的女人。既然对方不想让自己开口，那也就任由对方领着她向一处窗口走去。那名跟在林洛身后的女人见状，稍稍犹豫下，便开口道：“林女士，既然你找到朋友，那我就先去工作了。如果有事，可以让工作人员联系我，我叫白露。”说完，女人不等林洛道谢，便毫不拖泥带水转身离去。不过刚走几步，便又停下，回头向林洛说道：“对了，忘记提醒你，在身份卡下来之前，千万不要乱走。”说完，女人便再也没有停留，走出房间。呼，可算走了。见到女人离开，林洛身旁的小团团长出一口气。林洛见状，更加疑惑。第089章，小团团，我的个妈妈，这是啥东西？
端着餐盘的林洛，满心疑惑，随着小团团来到餐厅一角，坐下后看向对面的马老师，问道：“不是，我怎么感觉你们……”不等他把话说完，马老师将手中半个带皮的橘子递到林洛面前，尝尝这个橘子，很甜。一向不喜欢吃橘子的林洛下意识说道：“老娘。”可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注意到那半个橘子的橘子皮上有着明显划痕。好奇下，仔细一看，上边的划痕组成几个歪歪扭扭文字，有监视、小声，什么意思？看到橘子皮上歪歪扭扭的文字，林洛下意识想要抬头查看，不想马老师在桌下踢了他一脚。林洛顿时放弃打算，他低头假装吃饭，小声询问道：“怎么回事？”“不清楚，不过这个基地的人有问题。”马老师又重新拿过一个橘子，一边低头装作剥皮，一边小声述道：“我们已经被软禁了。”软禁？听到这个词儿，林洛不由一愣，回想起自己醒来后和那名叫白露的女人种种举动，对方虽然很客气，但却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想到这儿，他皱眉问道：“怎么办？杀出去？”马老师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给一旁的小团团使了个眼色。小团团会意，突然站起身来问道：“洛姐要不要吃块瓜？好甜的。”“好啊。”林洛不明所以，但还是回答。而就在这时，对面的马老师趁着小团团挡住视线之际，递给林洛一个东西。林洛下意识攥到手里，埋头吃饭之际，偷偷打开。“去4号实验室等我。”看完纸条内容，林洛抬头疑惑地看向马老师，后者见状微微摇头，小声道：“应该是这座实验室的玩家。”4号实验室。林洛回想一下，忽然想到自己刚刚和白露来时，路上就看到过一个标注式的房间，想来那里应该就是4号实验室。林洛抬头，一边嚼着东西，一边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周围。整个餐厅除去他们3人，还有10多名就餐的工作人员。周姐呢？忽然想到与自己一同遭难的周姐，林洛下意识问道：“谁有说黑屏呢？”马老师微微摇头道：“黑屏？”听到马老师的话，林洛想到自己遭遇，想来周姐也应该被困在这里的某处。可这样的环境，想要找到周姐有点不现实，甚至对方也可能有危险。想到这儿，林洛便觉得必须抓紧找到周姐等人。我们可以先去找给你纸条的那个家伙。林洛又扫了眼周围，我想对方应该知道周姐的下落。听到他的话，马老师眼中闪过一抹惊诧，随即便起身道：“那就走吧。”事不宜迟。林洛见状并未搭话，端起餐盘放到回收区，便招呼小团团打算一起离开。古城基地某处巨大房间内，整整一面墙全都是由液晶屏组成。显示屏前站着数名身着白大褂的男女，几人的眼睛盯着液晶屏上一处监控画面。画面中正是林洛3人准备离开餐厅的画面。王博士，看来他们已经察觉，要不要派人先将他们控制起来？几人中的年轻女人开口，如果林洛在此，一定会认出这个女人就是先前将他带到餐厅的白露。不，直接启动测试程序，我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变化。站在众人最前面，一头黑发的男人开口道。听到男人的话，白露愣了下神，随后便从兜里掏出一个遥控器，毫不犹豫按下绿色启动按钮。吃！洁白的餐厅内，墙角处忽然冒出白色浓烟。什么情况？好难闻啊！小团团皱着俏脸，捂住鼻子。我们应该是暴露了。见整个餐厅浓烟弥漫，马老师当即色变，下意识便要招呼2人赶紧离开，却不想还没来得及行动，餐厅内便响起一声声犹如野兽般的嘶吼。好，好，好！随着嘶吼，先前餐厅内的那些员工一个个眼球血红，像是一头头嗜血野兽般朝3人扑来，其速度之快已经超出常人。我的个妈妈，这是啥东西？见到那群员工发疯般朝自己这边扑来，小团团吓得花容失色，面色瞬间阴沉下来的马老师下意识抄起身旁的椅子，砰的一声砸趴一个变异员工。与此同时，几名员工已经来到林洛身前，看着朝自己扑来丧失理智的员工，林洛一惊，下意识抓住身旁东西，狠狠朝近在咫尺的员工砸去。当他手中东西啪的一声砸碎在员工身上，林洛整个人明显愣了一下，看着手中挂着几块碎木板的桌架，林洛有些不敢置信。我这劲儿怎么越来越大？这时一旁的马老师立刻大喊起来：“别发愣，我们应该都被动了手脚。”听到马老师的话，林洛从惊讶中醒来，看着手中桌架，嘴角忽然勾起一个弧度。哈哈，老娘不是太逼了！沉浸自己变强喜悦中的林洛当即攥紧手中桌架，用力朝扑来的狂暴员工砸下。砰！啪！砰！噗！
拥有强大力量的林洛，手中桌架抡得跟个风车一样，有种天神下凡的感觉。那些狂暴员工被砸得血溅八方，仅仅一小会，他身上的白色病号服便染上斑驳血迹。然而，那些狂暴的员工，即便是被砸得头破血流，也只是摔倒后再次爬起。林洛见状，看了看手中已经变形的桌架，双眼露出一丝无奈。洛姐，接着！就在这时，小团团的声音响起。林洛下意识转头，看到朝自己飞来的东西，直接破口大骂：“末日你仙人，你想劈死老娘啊！”林洛口中大骂的同时，吓得立刻躲开身体，下一秒，一把斩骨刀直接落到他脚边。惊出一身冷汗的林洛见到又有狂暴员工朝自己袭来，毫不拖泥带水捡起脚边的斩骨刀，噗，手臂一挥，刀光绽放，一颗圆滚滚、双眼充斥暴虐的头颅飞起。随着头颅飞起，那胸腔内的热血好似火山喷发般溅了一蓬。第090章，这一锤下去，不得要800啊！啊！看着喷涌如注的猩红液体，小团团吓得惊叫起来，尖锐的嗓音当即引起狂暴员工的注意。好，滚开！看着朝自己扑来的狂暴员工，小团团下意识从怀里抱着的刀具盒中抽出一把刀，看都没看一眼，直接向对方撇去。噗！纤细尖锐的水果刀应声扎中对方脑门，直接没到刀柄。砰！哗啦！奔跑着的狂暴员工当即摔倒，撞翻一张桌子，一动不动。啊！小团团一双美眸瞪得滚圆，不敢置信地看了看那死去的狂暴员工，又看了看怀里的刀具盒。我滴个龟龟！小团团成小李飞刀了！卧槽，这也太扯了吧！是啊，就算那水果刀再尖锐，扎进脑袋也不是随手丢丢就可以的呀！靠，难道你们还没发现？看看洛姐，那是女人该有的样子吗？对，还有马老师直接扭断那些人的脑袋，这种招式若说是一个特种兵用，我能信。他马老师怎么？听楼上的意思是瞧不起我们的马老师呗？实不相瞒，我也瞧不起，哪有洛姐威风？因为小团团的无心之举，引起直播间内观众一阵讨论，甚至已经有人开始猜测他们三人是不是已经获得游戏技能，甚至有人说三人已经成为没有尸变的丧尸。对于直播间观众的讨论，三人并没有留意到，仅仅5分钟不到的时间，一屋子狂暴员工全都被三人屠戮殆尽。林洛与马老师身上都沾满了猩红鲜血，乍眼一看就像是2个血人。反倒是小团团一直东躲西藏，偶尔会丢点暗器，算是还有人样。不过那张有些绯红的俏脸还是出卖他表面的平静。三人相视一眼，彼此都在对方的眼神中看到震惊。虽然暂时还不清楚为何实力变强，但是此时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有了这身实力，逃出这个地方就更加有希望。走！三人稍稍停顿，林洛便率先冲出餐厅。马老师，你帮我分析分析，你说我会不会变成那些恶心的丧尸啊？走廊内跟在马老师身旁的小团团喋喋不休。放心吧，就算你死了也变不了丧尸。马老师扫了眼身旁急完了的小团团，说道：已经有睾丸测试过，人物死亡或感染后只会给这个世界增加一只丧尸，而死亡的玩家还会再次重新独当重生。当然剧情上的死亡不算，就像是我们。听到自己不会以丑陋的丧尸模样直播，小团团当即放下心来，拍了拍胸脯道：那就好，不然可就完喽。说话间，二人在林洛的带领下来到一处标注着4的房间门口。林洛想都没想，下意识便要打开房门。马老师见状立刻阻止。等等，怎么了？握着门把手的林洛回头看向马老师，你不觉得奇怪吗？马老师左右看了眼毫无一人的走廊，这个地方怎么说没人就没人了？说到这，他抬头看了眼走廊上的摄像头，我们应该被人一直监视着。如果是这样，这个房间有可能和餐厅一样，里面说不定会有怪物等着我们。听到马老师的分析，林洛一惊松开门把手，咔嚓，突然一声轻响，顿时让三人神经一紧。与此同时，那个被林洛松开把手的门自己打开了，神经紧绷的三人下意识便向后退去。就在这时，那房间内传出充满暴力的嘶吼。好！伴着嘶吼同时，一个狰狞的身影冲了出来。站在队伍前的林洛下意识抡起斩骨刀，一刀便将对方脑袋砍下。跑！看清屋内情况的马老师瞳孔骤然一缩，当即拽起林洛和小团团沿着来时方向狂奔。轰！就在三人刚刚跑出几米时，一声巨响在他们身后响起。不明所以的两女下意识回头望去。我滴个乖乖，这是个什么玩意？卧槽，丧尸奥胖！鸡毛，你看那身高
少说的有3米。身高是问题吗？那破墙的大锤才是真帅，好吗？这一锤下去，不得要800啊！通过画面看到那破墙而出的巨型身影，直播间观众当即被惊出一身冷汗。砰砰砰！那少说的有2米7、8的巨型身影，手中抱着巨大铁锤，奔跑起来后，整个走廊都像是在晃动。回过头来的林洛看看手中斩骨刀，又回头瞥一眼对方的巨锤，好家伙，相差悬殊啊！得亏自己被马老师拉走，不然此时怕是已经成了肉泥。曹啊，末路了，怎么办？眼看就要跑到走廊尽头，林洛顿时烦躁起来。此时3人显然已经陷入绝境，毫无办法的马老师打算回餐厅，毕竟那空间宽敞，与身后的怪物也好周旋。然而就在他要开口之际，3人前方一间房门打开，一个持枪的青年快速闪出，不等3人说话，便率先扯脖子怒吼：趴下！看清对方手中武器，3人一阵过后，毫不犹豫扑倒在地。砰！3人趴下的同时，就见那人手中枪口喷出一道火光，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榴弹从他们头顶飞过，轰！粗暴的爆炸声响起，裹挟着火焰的黑烟如乌云压顶般在走廊内翻腾起来。3人差点被翻卷着的火焰烤熟，爆炸威力如此巨大，就算那个怪物如何强大，也应该被轰成渣渣。想到这里，3人不由长出一口气。然而这口气只出到一半，3人戛然而止。吼！伴随着一声嘶吼，身后再次传来沉重脚步和拖拽重物的声音。曹啊，这是什么神仙急菜逼枪法？林洛闻声，脸色骤然巨变，毫不犹豫爬起来，冲到那个身影跟前，怒道：枪给老娘！嘴上说的好听，实际上他已经从对方手中夺过那把榴弹枪，却不想对方一句话彻底让他僵在原地。洛姐，就1发榴弹。啥？1发榴弹你特么也敢瞄边？是谁给你的勇气？第091章通风管道，惊魂坠落。是谁给你的勇气？林洛顿时被眼前青年气得没了脾气。浓烟中脚步声越来越近，青年急忙开口道：跟我来。说罢便率先窜进一旁房间，等到3人全部进入，青年立即关上厚重的铁门。快去里面的房间，这扇门。关上铁门的青年向3人催促，不想话没说完，铁门便传来咚的一声巨响，沉闷的撞击震得灰尘嘘嘘落下。望着微微变形的铁门，一脸惊悚的3人毫不犹豫转身朝房间内的另一扇门跑去。周姐刚一踏进门，林洛便注意到立在墙边的培养舱，仔细一看，那玻璃窗口内正是熟悉的周姐，不过此时对方却双目紧闭。3人见状急忙上前，小团团直接拍起舱门，试图唤醒对方。随着小团团拍打，培养舱内的周姐缓缓睁开眼睛，双眼短暂迷茫之后，诧异地看着外面3人，下一刻张嘴吐出一串的气泡。灌了一口液体的周姐吓得胡乱挣扎，快打开舱门！这时那名青年跑到3人身旁，在培养舱旁的液晶屏上一顿操作。随着青年操作完毕，培养舱的舱门嗤的一声打开，周姐随着液体流了出来。咳，周姐躺在地上一阵猛咳。小团团立刻蹲下查看起对方情况，经过简单询问，得知没有任何问题，3人这才放下心来。你认识我们？林洛见周姐没事，转头看向一旁青年。认识。青年点了下头，说道：我叫王正，暂时身份是这座实验室的一名员工，先前死一次，醒来之后就在这里，听游戏内土著说我那死去的身体只是一个克隆身体。听到王正的话，几人顿时瞪大眼睛。林洛打量了眼前王正，下意识问道：那你现在是本体还是克隆体？啊，这我也不清楚。王正挠了挠脑袋说道：说实话，我只是研究药的，对于克隆方面不是很清楚。居然还有克隆人！听到王正的回答，林洛吐了句槽后，便打算问问这座基地的情况，却不想这时门外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房间内几人当即神色一变。林洛看向王正问道：这里有其他出口吗？王正看了眼关闭着的最后一道房门，摇头道：没有，这里只有这一个出口。靠！林洛闻言爆了句粗口，内心不由有些烦躁。门外拎着大铁锤的怪物随时都有可能破门而入，他们却走投无路。内心烦躁的林洛突然注意到头顶，当即眼前一亮，有了，我们上去！上去！几人闻言一怔，下意识抬头，注意到他们头顶的通风口。通风口不算小，爬进去个成人绰绰有余。林洛当即组织，让几人将屋内能挪动的物体挪到通风口下。砰！哗啦！几人刚搭建好物体，房门便响起巨响。不用猜，
一定是那个拎着大锤的怪物。时间紧迫，几人迅速从堆积物上爬进通风管道。狭长幽暗的通风管道内，只勉强够个成人爬行。轰隆！几人刚刚进入通风管道，身后便传来墙壁倒塌声音。砰！伴着一声巨响，几人所在的管道剧烈摇晃，一个漆黑狰狞的锤头破棚而入。咯吱！巨大的锤头拉扯管道，发出不堪负重的金属声响。就在这时，排在最后的王正突然惊叫起来：“啊！救我！”随着王正的惊叫，整条通风管道开始向下倾斜。林洛几人一惊，下意识将手脚撑开，死死顶在管道壁上。然而奈何管道壁太过光滑，任凭他们如何用力，依旧还是缓缓向下滑去。吼！就在这时，管道下方传来怒吼，整条通风管道被那巨大锤头拉扯的摇晃起来。死死撑在管道内的几人心底不由担忧起来。崩！突然像是什么东西崩断的声音响起，随着这崩断声音，本就倾斜的通风管道顿时变得更加倾斜起来。而苦苦支撑的几人身体向下滑去，咯吱咯吱，整条通风管道响起不堪负重，随时都可能掉落的声音。几人心头一颤，卧槽，看着都跟着着急。是啊，我说你们几个要不就放弃算了，重新来过。对啊，要不就死了算了，这样我们看着也能痛快点。你们这样，我都跟着捏一把冷汗。楼上的，这才叫刺激，懂吗？看着于通风管道内苦苦挣扎的林洛等人，直播间观众彻底坐不住了，这惊险的场面，属实让人有些受不了，甚至紧张的心脏病都要犯了。靠！你们咋不去死？林洛瞥见弹幕，脸色一沉，反驳一句，下意识微微扭头向后看去，透过几人空隙，清清楚楚看到管道下方一张缝缝补补的狰狞巨脸。难不成真要死一次？看着那张恐怖巨脸，林洛不由咽了咽口水。忽然，就在几人苦苦支撑，不让自己滑出通风管道时，砰砰枪声响起。下一秒，就见那管道下方的那张狰狞巨脸迸射出几道血箭。与此同时，密集的枪声接踵而至，砰砰砰！伴随着枪声的同时，那卡在管道内的狰狞锤头猛地向外一拉，咯吱，整条通风管都被拉了下去。轰隆！通风管道掉落，砸在地上，管道内的林洛几人被摔得眼冒金星。快出去！这时，马老师急忙喊道。听到马老师的话，林洛不敢迟疑，快速顺着通风管道向外爬去。剩余几人随着林洛一同快速爬出通风管道。砰砰砰！狂躁的枪声充斥着整个房间。爬出通风管道的林洛下意识朝门口看去，当看清那些人装扮，不由愣了一下。下一刻，他的声音和另一个声音一同响起：“军人，超哥！”听到王正的称呼，林洛惊讶地回头望去，就见先前还一脸绝望的王正，此时满脸惊喜。门外士兵小队枪法精湛，不一会便将那只巨型怪物的脑袋射成烂泥。你是来救我的？见到怪物被击毙，士兵们停火，王正立刻朝那对士兵跑了过去。不是，路过。看到王正，李超眼底闪过一抹惊讶。第092章，这样的人值得尊敬。什么？你们护送抗病毒血清？王正一脸惊讶，眼睛不由瞥向那名携带血清的战士，小声向李超说道：“你可能被骗了。”李超闻言一怔，虽然有些不明所以，但还是偷偷向队员做了个手势，将那名携带血清的战士控制住。李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那名战士见到李超手下举动，当即惊道：“你怎么知道？”李超并没理会那名战士，双眼盯着王正问道。王正稍稍犹豫，便从兜里拿出一张工作证递给对方。李超疑惑地接过工作证，瞥了一眼，抬头惊讶地看向王正：“这不是官方的实验室？”不。王正摇头，指着那具死去的尸体道：“你觉得官方会生产这玩意？”听到王正的话，李超瞬间便在心里否决。无论是现实还是游戏世界，华国官方都不可能会主动碰触这种属于禁忌的研究。那么也就是说，是那个携带血清的战士欺骗自己。想到这儿，李超心中顿时火起。是你自己主动交代，还是我亲自问？李超转身，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名战士。我。眼见事情败露，那名战士迎着李超冰冷的眼神犹豫起来。好！就在这时，门外走廊内响起狂躁的咆哮。那名战士闻声，眼底闪过一抹金光，趁身旁人不注意，掏枪击伤身旁一名队员，快速朝门外跑去。砰！然而那名士兵没跑出多远，便被反应迅速的李超击中小腿，应声倒地的战士下意识就想爬起，却不想门外忽然涌进数名身着白色服饰、面部紫黑青筋的狂暴感染者。冲进门的感染者见到倒地战士，
毫不犹豫蜂拥而上，扑到后者身上。啊！救我！李队长救我！啊！淹没在感染者中的战士挣扎着向李超等人求救，可话还没说完，就再次发出惨嚎。霎时间，整个房间响起士兵凄厉绝望的惨叫。此时林洛等人静静地看着眼前一切。从王正与那名叫做李超的人交谈，得知眼前这个人也是一名玩家。以此时的情况而言，玩家一起组队无疑是个最好选择。清场！随着惨叫声越来越弱，站在第2道门前的李超抬手向队员发出命令。一声令下，枪声大作，震耳欲聋的枪声瞬间在林洛几人的耳中响起。所有队员整齐划一的动作让几人小小震撼一把，就连直播间的观众都感觉非比寻常。我靠，这些人不会真是军人吧？我看像，尤其是那个李超，给人感觉就是个军人。爱了，原来咱们华国军队也可以玩游戏啊！不行，高考落榜我也要去当兵。哥们，貌似不落榜你也能当兵吧？一声接一声的狂躁咆哮震动众人心脏。看着那些凶猛感染者在这群穿着军装的小队面前如同鸡鸭一般被轻松击杀，林洛几人彻底傻了眼。这群人妥妥的是一群军人。解决完感染者，李超上前从尸堆中找到手提箱，眼睛看向一名队员。我们还有多少炸药？不多，炸毁这座实验室入口应该够了。哈氏的惨状仍旧历历在目。这一路行来，病毒已经扩散到周边地区。对于这种制作病毒的实验室，李超可以说是好感全无。既然是游戏，他也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想了下后，立即向手下命令道：安装炸药，我们撤。听到李超果断的命令，林洛几人微微一惊。虽然心惊，但是几人都没提出任何意见，只能随着对方一起离开实验室。与此同时，实验室内部最底层，博士，他们要炸毁入口。白鹿看着坐在沙发上老神自在的黑发男人，无所谓，等他们离开，我们再转移。黑发男人眼睛盯着监控画面中几人，一脸无所谓地说。随后像是想到什么，又说道：联系0号基地，让他们准备投放 B 病毒，目标古城。林洛几人随着李超小队来到地面，看到周围情况，眼中不由得泛起惊讶。实验室上面居然是一座小镇，一座荒凉无人的小镇。小镇之内，别说丧尸，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随处可见年久失修的坍塌建筑。经过询问，几人在李超口中得知，现在丧尸病毒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虽说游戏中的华国有军队庇护，但是病毒这种东西让人根本防不胜防。而附近最为安全的地方，就是还没有爆发病毒的古城。听到古城安全，林洛几人研究一下，便决定先前往古城。到时候在古城召集附近玩家，组成救世军联盟。到时候就算再遇到病毒爆发，众人也能抱团取暖。轰隆！随着一声爆炸，位于荒凉小镇内的一栋旧楼坍塌下去。看着彻底被掩埋的实验室入口，回想起那些比丧尸行动还要迅速的感染者，众人心中不免还是有些担忧。如果只是单纯的普通丧尸，这个世界的平民还有生存希望。可若是遇到那些行动敏捷的感染者，怕是连一点生存的希望都没有。随着太阳逐渐偏斜，离开小镇的众人逐渐接近古城。砰砰砰！刚刚抵达古城外围，便听到一阵剧烈的枪声，远处山坡射出一道道火舌，前方公路上游荡的丧尸瞬间被射碎身体。不停车吗？坐在汽车后座的林洛看着汽车即将接近那些倒下丧尸的位置，惊恐地提醒道：没事，丧尸不会开车，那些岗哨不会攻击我们。驾驶汽车的李超向他解释道。虽然得到解释，但是林洛还是有些担心，不过这担心只持续一小会便消失不见。正如李超所说，当他们的汽车驶过那些死去丧尸身旁时，并没有遭到什么阻拦或射击。随着汽车逐渐接近古城，外环公路上出现一个个哨卡。下车！汽车来到哨卡前，李超便率先开口命令道。林洛几人稍微迟一下，便也跟着对方等人一起下车。哪个部队的？哨卡检查人员见到李超等人一身军装，询问道。哈氏集团军特种作战队。李超回答道。听到哈氏2字，检查的士兵们一愣，旋即眼中露出敬佩神色。哈氏已经消失，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哈氏集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早就在他们这些军人中流传开来。每一位哈氏集团军战士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英雄，这样的人值得尊敬。没一会，哨卡的检测人员便将众人检测完毕。第093章，老大爷，我们那正缺年轻人，你们真不打算和我们一起？通往市区的主干道上，李超看着林洛、马老师几人，他的话音刚落，一旁的王正也跟着说道：是啊，洛姐你们几个跟我们一起，大家也算是有个照应。
林洛几人相视一眼，最终林洛还是摇了摇头，不了，我们还有其他玩家朋友。再次听到拒绝，李超也不以为然，说实话，他还真不太愿意带着这群麻烦，毕竟普通人和训练有素的士兵，他更喜欢后者。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如果有事可以联系我。说完，他又将手中车钥匙丢给马老师，这辆车留给你们，就当你们救王正的答谢吧。话毕，他便不给众人任何机会，果断转身上了另一辆汽车。呵呵，你们别在意，他就这样，实际上心地不错，后会有期。瞥了眼离去的李超，王正不好意思朝林洛几人尬笑一下，便转身跟着上了另一辆汽车。随着王正上车，李超小队的车队启动离开。走吧。马老师拿着钥匙打开正驾驶车门，上车启动，招呼众人离开。宽阔的环城公路上，每隔一段距离便会看到一处用沙袋堆起来的碉堡，同时在公路外侧的野地里也能看到利用角钢和铁网组成的隔离网。一路上关卡不断，一层比一层严格。好在几人都有临时通行证，而且借李超的光，通行证被印上特勤2字。一路畅行，很快便进入市区。请广大民众注意，非必要不要外出，锁好房门，如果发现有可疑。汽车刚刚进入市区，就见一辆响着广播的管理局车辆在路上缓缓前行。听到广播内容，几人微微惊讶，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他们不由感叹，任由你灾难如何强大，在华国这个国家机器面前，一切都能有条不紊地运转。随着深入，街道上出现人影，有的手里拎着菜，有的拎着生活用品。遇见的人类越来越多，他们发现这些人都有着同一个特点，那就是每个人的另一只手上都拿着防身的武器，有水管，有钢筋，甚至还有一些人拿着管制刀具。特殊时期就要特殊对待。为了防范出现混乱，城市每处道口或小区都有执勤的工作队伍，防爆盾、橡胶滚，一名名全副武装的公务人员，严阵以待，预防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真特么赞！这就是华国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这他妈的就是众志成城。是啊，在面对大灾大难时，华国还是比较靠得住的。可不是咋地，这些年我一直想加入华国国籍，可是太难了。卧槽！楼上的，你确定自己不是东北人？东傻北人？我是个老外，纯纯的。直播间观众通过直播画面看到有条不紊运转的古城，一个个不由感叹华国强大。诚如他们所说，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华国绝对要比其他国家效率和安全。看到直播间观众称赞，林洛几人心中不由生出一股自豪感。这就是自己的祖国。心中无比自豪的林洛当即向直播间观众说道：各位小伙伴，如果有时间可以帮我宣布一条消息，就说救世军准备在古城建立总部，在附近的玩家可以来古城会合。在灾难面前，我们不仅要抱团取暖，也要为我们的祖国献一份力量。今后古城便是我们救世军的总部所在，这座城市就由我们救世军来守护。听到林洛的话，直播间观众顿时沸腾。洛姐好样的，游戏我玩不上，帮你发消息完全没问题。洛姐等我，就算天涯海角，我也要去古城找你。对对对，哪怕出生地在外国，我也要回国找你。一时间，直播间热情高涨。车内其他人看到洛姐做法，也纷纷效仿，向自己直播间观众宣传起来。汽车沿着主干道前行，马老师等人来到一处酒店门前，这里是接收外来者的临时安置点。很快，4人办好手续，被管理人员安置到酒店的4楼。大爷，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林洛看着前面带路步伐稳健的老者，不由得好奇道。呵呵，小娃娃，老头子，我今年79了。头发斑白的老者一边走着一边说，这部国家有难，也没什么力气，只能帮着端茶送水，为国家减轻点负担。呵，大爷不光身体硬朗，觉悟也很高啊。看着老者的背影，林洛微微一笑回道，什么觉悟高？不还是因为肚子又总不能吃闲饭，就来应聘临时服务员了。前面带路的老者摇头说道，您是这附近的居民？这时马老师好奇地问了一句。对，老者点了下头，我和我们那些老伙计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养老院，现在灾难临门，我们那也没什么物资，甚至连吃的也断了，没办法，为了活着只能出来自己找食儿吃。几人一听老者是养老院老人，当即惊讶起来。小团团顿时觉得老者有些可怜，开口问道，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不管你们，他们这是虐待老人啊。就在这时，老者在一间房门前停下，回头朝小团团和蔼地笑了一下，现在逃命都来不及，哪还有工作人员？不瞒你们说，现在养老院就剩我们这群老不死的了。老者的话配上那一脸褶子，顿时让他们露出怜悯，同时也从老者话中听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
对方所在的养老院已经被人遗弃，这让打算寻找一处地点当做总部的4人顿时眼前一亮。能开养老院，地方绝不会小了。既然没人要，那不正好用来当救世军总部？想到这里，几人心思顿时活络起来。林洛最先忍不住开口道：“大爷，你们的养老院真没人管了？你这孩子，我这么大岁数，还能骗你不成？”老者面色有些不悦道。这时，马老师紧忙将话接过去：“呵呵，大爷别误会，我们没那意思。您老也看到了，我们是初来乍到，也想为国家做点贡献。不瞒您说，我们打算成立个小队，现在就缺个当据点的地方。如果您口中那养老院真没人要，我们可以接手，到时候里面的老人我们也能帮着照顾一下。”老者听到马老师的话，本是浑浊的双眼顿时金光闪烁，咧着一口黄牙笑道：“那感情好啊，我们那正缺你们这种有活力年轻人。”第094章，小伙子，我们这儿的卤煮贼地道。咦，这地方怎么看着眼熟啊？是啊，好像是在哪见过。直播间观众见到呈现在林洛几人视线中的养老院，开始讨论起来。这时，一条弹幕引起广大网友注意：“卧槽，这不是骚猪所在那个养老院吗？我刚从那货直播间过来，那怂货还在监控室跪着呢。操，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对，就是那养老院。对，你看名字都一模一样。我靠，洛姐，不能去啊！这养老院里全是变异老头，会要你命的。是啊，洛姐，咱不能便宜老头啊！洛姐，危险！小洛洛，危险！”看到林洛他们已经将车开进养老院大门，直播间观众坐不住了，纷纷发出提醒，甚至还刷起礼花。注意到直播间礼物飞起的林洛，下意识看了眼弹幕。靠，什么情况？当他注意到弹幕上的危险提示，整个人都懵了。翻看弹幕记录，得知这家养老院有问题，甚至烧猪还被困在这里。怎么了？这时，周姐见他站在原地，走到他身旁疑惑道：“这里有问题。”林洛简单将直播间观众弹幕说了一下。周姐闻言，一脸惊悚看向前面带路的和蔼老者，迟疑道：“不会吧？我看那老头挺正常的啊。”“废话，不正常，不就察觉出来了？”林洛翻了个白眼，小声道：“那怎么办？”眼看马老师就要跟着老者进入养老院大厅，周姐有些着急：“来都来了，还能怎么办？等下提醒下马老师。”林洛看着眼前养老院大楼，小声道：“这地方不错，而且骚猪还在里面，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听到林洛的话，周姐稍稍思索，轻轻点了下头。两人快走几步，追上马老师和小团团。“孩子，到了这儿就别客气，当自己家就行。”带路的老者一脸和蔼为马老师几人打开大门，笑着道：“现在正好快要到饭点了，等下你们可要尝尝，我们这儿的卤煮可是一大特色，烧卤煮的厨子。”老者卖力地向马老师几人介绍养老院特色菜肴，却不知此时几人的直播间已经炸了。卧槽，这老登绝对是故意的！谁说不是？好好的，非得提那玩意干啥？卤煮？卤煮怎么了？我现在桌上还有一半没吃完呢。操，楼上你牛逼！我劝你去烧猪那翻翻直播录屏，你就知道了。哦，你们都是坏银啊！与此同时，斗鱼平台另外一个高人气游戏直播间内，我尼玛，吃人啊！而且还被做成卤煮了，那倒霉的孩子妥妥是个怨种。这帮老家伙可真是鬼精啊，居然知道诱骗别人回来。操！骚猪，你能不能拿人点？跪着干啥？起来出去刚吧！难道你要躲一辈子吗？尼玛，这么说话，你文明吗？有能耐你们倒是上游戏来刚啊！监控室内，看着厨房监控画面的骚猪跪在地上，抖得跟筛糠一样。别问为什么跪着，问就是。大爷太牛逼，卤煮手艺更牛逼，值得一拜。隔着监控屏幕，骚猪见厨房大爷手脚麻利，将大卸8块的肉收拾干净，控掉血水，下入老汤锅内。随着温度升高，锅内老汤翻滚，卤煮变得油亮红润，隔着屏幕都能让人胃口大开。全程看在眼中的骚猪连门都不敢出，很怕下一刻锅中煮的就是自己。这不能怪他，要怪就怪大爷的手艺太地道。咦，骚猪快看楼门口监控，快看监控，又有人被带来的，而且还是熟人。骚猪有救了，是马老师，马老师他们来了。已经绝望至极的骚猪看到直播间弹幕，扭头看向养老院门口监控。卧槽，真是他们！当他看到随着一名老者进入大楼的4人后，当即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开口说道：“快，谁赶紧去马老师他们直播间，告诉他们监控室位置，把我救出去！”哈哈，我说骚猪，马老师队里3个妹纸，你这样不觉得丢人吗？
直播间一条弹幕弹起，看到那弹幕，骚猪脸色红都没红一下，开口道：“操，为活着不丢人。”听到骚猪的回答，直播间观众又是一阵嘲笑，但嘲笑归嘲笑，还是有不少人退出直播间帮他求援。马老师，马老师，骚猪向你求援呢。马老师，马老师，骚猪向你求援呢。洛姐，骚猪向你求援呢。周姐，骚猪向你求援呢。小团团，算了，没事。骚猪的粉丝们虽然嘴上嘲笑，但是行动方面还是很迅速。不一会，马老师、洛姐几人的直播间内便出现刷屏。除了一向被粉丝们视为吉祥物的小团团，其他3人都看到了弹幕。怎么办？几人停下，林洛率先开口：“可以去监控室看看，如果这群老人真有问题，以咱们的实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马老师心里稍稍衡量一番，便做下决定：“小伙子啊，你们怎么不走了？”就在这时，前面带路的老者感觉身后几人停下，老者回头疑惑地盯着他们：“呵呵，大爷，我们想去厕所方便一下。”马老师迎着老者不好意思地笑道：“厕所在东面。”老者闻言指着走廊东侧尽头，又接着道：“你们自己去吧，我去厨房看看卤煮好没。”说完，老者便背着双手慢慢悠悠，像是遛弯一样朝走廊西侧走去。马老师几人见状，便假装向东侧走去。见走廊墙壁上挂着示意图，几人查看起来，发现监控室在西侧。确定位置后，几人便打算先去监控室找骚猪，却是不想刚一转身，被眼前一幕吓了一跳。不知什么时候，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站着数名男女老人。几名老人一脸和蔼，但咧开的嘴角却挂着晶莹剔透的口水，样子诡异至极。小伙子，你们是新来的？这时，一名老人上前，凑到离他最近的周姐身前，狠狠地吸了下鼻子，嘴里喃喃道：“真香啊！”被老人突然举动弄出一身恶寒的周姐，下意识向后退去，却不想那名老人迅速伸手抓向周姐的手臂。后退中的周姐被老人那干枯手爪碰到的瞬间，便不能般用力一甩，咔嚓一声轻响，那名老人的手腕顿时脱节耷拉下来。老太太当即捂着手腕，惨叫起来：“哎呦，打老太太了！”第095章，恶人先告状。我尼玛！看到眼前老太太倒地讹人，周姐不由口吐芬芳：“我说你们这群小年轻怎么能欺负老人呢？谁说不是？一点都不懂得尊老！你看看，都把老刘太太手腕弄断了，赶紧赔！我看这小姑娘手腕不错，嘿嘿，这3个小姑娘长得水灵，可得让厨房好好。”看到老太太倒地，先前还离得有段距离的老人们纷纷围了上来。马老师几人看着围上来七言八嘴的老人，脸色骤然一变，冲！眼前的老人们口中说的话越来越离谱，马老师当机立断道。随着话语，他身先士卒，直接推开面前一个老人，为3人开起路来。老人们见状也不再装了，脸上和蔼的笑容全都消失，直接换上一副凶恶、贪婪、流着口水的模样。砰！看到露出丑恶嘴脸的老人，马老师更加不客气，抄起拳头直接开砸。因受不明原因被强化过的马老师，力量比军人还是要强出不少，2拳下去，挡在面前的2名老人顿时被他砸倒在地。拳打进老院老头，可谓是丧心病狂。单单马老师这拳头，一般老头要是挨上一拳，就算不去见佛祖，也得提前挖坑。然而那弱不禁风、瘦弱的老者被砸倒后2秒都不到，又重新爬了起来。我说小伙子，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老人？我要报警抓你！爬起来的老者怒气冲冲上来，继续撕扯。马老师见状，心底惊讶的同时，再次出手揪着老者的肩膀，将其甩飞出去。操！这特么都是什么玩意？看着一个个生龙活虎的老人，马老师也不由口吐芬芳起来。4人冲出包围，朝着监控室方向跑去。他们几人跑到一半，快要到监控室时，监控室门打开，一个小胖子伸出脑袋向他们摆手。马老师，这……看着脸色有些不太正常的骚猪，周姐当即骂道：“操，这个毛啊！赶紧出来和我们一起跑！”听到周姐的话，骚猪一怔，这才从监控室出来，跑向几人。骚猪来到几人身前，气喘吁吁道：“赶紧跑！这里全是疯子！走，去车上拿武器！”马老师见骚猪一副虚弱样，当即向几人吩咐道：“哒哒哒！”与此同时，走廊安全通道内响起密集脚步声，同时几人身后的老者也已经追了上来。林洛见状，当即将心一横道：“站吧！”此时在场，除去周姐和骚猪，剩余3人都有过强化，面对眼前这群老者，他们倒并不畏惧。听到林洛的话，马老师一马当先，直接朝追来的老人们冲去，林洛紧随其后。
拥有强大力量的两人，面对数名老人，宛如虎入羊群一般。那家伙可是拳拳到肉，招招致命。霎时间，走廊内响起一片哀嚎：“哎呦，你个小逼崽杂，不讲武德！哎呦，老头子的腰哟！我的胳膊！”跟在几人身后的骚猪一脸惊悚地看着马老师等人。他若不是知道这群老人底细，怕不是都会认为马老师等人是丧心病狂的变态。这几人打起老头来，真是一点都不留情啊！顷刻间，几名老人被锤得人仰马翻。马老师他们成功跑出门外。不是吧？你们要干啥？看到从汽车中拿出长刀、短棍的几人，骚猪脸上更加惊悚。干啥？当然是为人类清除毒瘤。林洛掂了下手中长刀，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这地方老娘看中了。听到他的话，骚猪想到自己先前受过的惊吓和窝囊气，当即也来劲儿了。给我把武器，老子也要报仇！骚猪的话音刚落，一旁的周姐便将手中一根削出尖的钢管丢给前者，用这个好使，扎脑袋一扎一个准。接过武器的骚猪刚想开口，养老院大楼玻璃门便被人推开，一群老人气冲冲走出大楼。先前带林洛回来的那名老者直接开口质问：“我说你们几个，我好心好意收留你们，你们怎么可以打老人呢？老家伙，现在还在装吗？”林洛看着对方，脸上露出一丝冷笑：“你们这群吃人的恶魔，老娘送你归西！吃人怎么了？只有吃人，我们才能获得强大力量。”那名老者见事情败露，丝毫没有感觉一点愧疚，反而理直气壮地挺起腰杆：“变态！杀！”看着对方那不知悔改的模样，林洛知道这群老人已经没救了，冷声娇喝一声，提着砍刀朝老人们冲去。在他眼中，眼前这群老人已经不能再算是人类。面对这种残害人类的恶魔，他没有心慈手软，冲到近前，手中砍刀毫不拖泥带水，直接砍中一名老人。噗！被强化过的林洛一刀便将一名老人劈成两半，猩红的血液宛如一道血雾般喷出。周围老人见状，当即双眼泛红，一个个像是疯了般扑向林洛。不等这群老人接近林洛，接踵而至的马老师、周姐和骚猪纷纷举起武器灭杀起这群老人。站在汽车旁的小团团手里端着手枪，一枪一个小老头。也许是强化的天赋数点歪了，他与林洛和马老师不同，并没有获得任何强大力量的他，反倒在视力和动态视觉上有着强大潜力。经过2次尝试，他发现只要自己精神集中，眼前所有移动事物都会变慢，并且在开枪前，子弹的运行轨迹也会呈现在脑海中。他现在再也不是菜逼，而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几人毫无顾忌的猎杀，不一会，楼前便已经血流成河。30多位老人，仅仅5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死伤殆尽，只剩下先前那名带他们来的老者。哇哇哇！就在战斗临近尾声之际，院外马路上传来警笛声。下一刻，数辆警车停到门口，一群荷枪实弹的执法者破开铁门冲进院子。不许动！不许动！荷枪实弹的执法者将枪口对准林洛等人。哎呀，你们可算来了，这群恶徒，我好心好意。见到荷枪实弹的执法者，那名一直躲在最后的老者像是看到救星一般，跌跌撞撞向警车跑去，并且恶人先告状的哭嚎起来。卧槽！林洛见状，下意识便要弄死对方，却不想砰的一声，一颗子弹击中他脚边水泥地面，同时一声厉喝响起。不许动！第096章，古城全是怪物。靠！看着跑到执法者身边的老者，林洛有些不甘，但此时被枪指着，又不得不作罢。他冷眼看了开枪阻止自己的执法者，毫无神色道：“我劝你搞清楚状况，否则后悔的是你们。”现在非常时期，那名执法者闻言，不由下意识瞥了眼老者，半晌没看出有任何不妥。老者见状，当即露出一脸冤枉、可怜模样道：“这位长官，你可不要听他胡说。他们这群人无缘无故冲进养老院就屠杀，而且我还听他们说想建立个什么组织。他们屠杀我们这群老人的目的，就是打算占了我们的养老院。您说说，我们一群老人能有什么坏心眼？这世道活着都费劲，现在又遭到屠杀，难道岁数大就该死吗？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老者说着说着，声泪俱下的哭了起来，哭的那叫一个伤心。老者的模样顿时引起一群执法者同情，再加上此时楼前血流成河，全都是一群老人尸体，这群执法者瞬间便给林洛几人打上趁火打劫的恶人标签。这位大哥，你可不要听他瞎讲，我们都是好人。见到那名为首执法者皱眉，小团团下意识开口。那名带头的执法者
回头瞪了眼小团团，扫视几人一眼，随后将目光定在林洛身上。此时的林洛身上被溅上不少鲜血，连带脸上也有血迹，模样属实有点瘆人。盯着林洛半晌，那人开口道：“你是他们的领队？”“对。”林洛闻言点了点头，说道：“现在我说什么你也不能信，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你面前站着的不是人。”听到林洛的话，那名执法者下意识后退半步，再次仔细打量老者，不仅看不出一点异样，反而对方眼中那份绝望与恐惧，惹人不由泛起同情。虽然老者值得同情，但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眼前林洛这群青壮为何要屠杀养老院。心中怀着疑问，他走到林洛身前：“你们有通行证吗？”通行证在古城相当于身份卡。见到对方并未直接动手，林洛悬着的心稍稍落下，跟着便毫不犹豫从怀里拿出自己的通行证。执法者接过林洛的通行证，不等看清上面的信息，就见一个醒目的钢印，写着特勤2字。特勤2字在这非常时刻所代表的意义重大，就像他们这种执法人员通行证上都标注的特勤2字。一个通行证上能标注特勤2字的人，无缘无故屠杀养老院老人，这事儿已经超出他所管的范围。请你们跟我走一趟。男人没有继续查看，将通行证还给林洛，语气没有先前那般冰冷。察觉出对方态度的变化，林洛转头看向马老师，马老师轻轻点了下头。林洛见状，向男人回道：“我们可以和你们离开。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便林洛几人实力强大，此时也不是和这些执法人员起冲突的时候。得到林洛的答复，接下来事情便顺利得多。林洛几人和那名老者一同被带走。没多久，几人便被这群执法人员带到附近一处治安所。不好意思，委屈你们一下，希望你们能够配合。临下车前，那名带队的执法人员向林洛几人说道，并同时拿出手铐。林洛几人见状，微微犹豫，便丝毫没有反抗的伸出双手。我靠！这画面赶紧截图，到时候发网上，帮他们炒一波。楼上的，你是真特么损啊！哈哈，不过该说不说，以这游戏画面，要是宣传好，广大网友没准会当真事儿。那主题是什么？一众游戏直播大佬集体嫖娼被抓。卧槽，你们这是损到家了！楼上的楼上，你是像是免费的牢饭吗？手铐刚刚扣上，几人便同时在各自直播间里见到水友们调侃。林洛几人的脸色立刻一变，心里后悔万分。靠，真是脑子抽筋了，怎么就同意被戴上手铐呢？真是自作孽啊！心里极度不爽的林洛几人被那群执法者押进治安所。林洛几人本以为进到治安所，将事情始末解释清楚，再给那老者抽血化验一下，就能洗脱罪名。可万万没想到，整个治安所里乱成一锅粥。5个大主播坐在长椅上，看着忙前忙后的执法者，一时间皆是无语起来。早知这样，都特么不如抗法拒捕了，这特么的等到猴年马月啊！就在几人等得五脊六兽时，一旁传来一个阴柔声音：“西六，嘿嘿，几位是犯啥事儿了？”几人闻言，同时扭头看去，就见与他们隔着2个位置的长椅上坐着一名青年。青年面色惨白，形如枯槁，双眼凹陷，带着浓浓的黑眼圈，一看就像是个瘾君子。杀人！离青年最近的骚猪一看青年嘴角流口水的样子，不由想到养老院老人，当即脸色难看起来。呵呵，真能开玩笑。瘾君子青年晃了晃自己的右手，上面挂着手铐，另一端被锁在长椅扶手上。我就偷个东西，他们都把我烤得死死的，要是杀人，早被拉去枪毙了。听到青年的话，几人懒得狡辩，骚猪撇了撇嘴，也没去理会对方。反倒是那青年看着林洛3女，露出贪婪：“美女，你们往这边坐坐呗，你们身上的味道太香了。”太香了，这个词儿对林洛等人来说很敏感。听到青年的话，他们惊悚的扭头望去，下一刻就见前者眼中的贪婪毫不加以掩饰，甚至嘴角已经垂涎欲滴。卧槽！卧槽！通过直播画面看到青年模样的直播间内顿时刷起无数条卧槽。这一瞬间，所有人都发现眼前这青年的症状简直和养老院那些老者一模一样。同样意识到情况的林洛几人猛然感觉后，脊背汗毛竖起，下意识扭头向大厅四处打量。整个大厅除去少部分埋头工作的执法者外，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有意无意看向他们，甚至有的人已经露出垂涎模样。卧槽尼玛！完了，5大主播要记了！操！古城是不是全是这种怪物？就像哈市全是丧尸一样。看着直播画面中那些贪婪模样的普通人，直播间观众瞬间感觉头皮发麻。而看到这条弹幕的林洛，
瞬间感觉心底生寒。第097章，治安所惊变。卧槽！不是吧？看到周围有意无意、不怀好意的目光，对这目光再熟悉不过的骚猪，整个人都骂了。咦，哥们，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是不是生病了？一旁的瘾君子见骚猪跟筛糠似的模样，乌黑眼圈的双眼透着一丝疑惑。我生你吗？老子为啥这样？你心里就没点逼数吗？骚猪心里一阵吐槽，屁股下意识往旁边挪去。可旁边的马老师的屁股就像是粘在长椅上，如老僧入定般一动不动。骚猪见状顿时急了，压着声音道：马老师，你倒是动动啊，赶紧想办法呀。呵呵，不着急。面对骚猪的催促，马老师微微一笑，仔细观察起治安所大厅内的形势。整个大厅除去5名办公的执法者，剩下10余人，神情都有些怪异。以此不难猜测，这些人可能与养老院的老人一样，一个小小治安所就是如此，那么整个古城又该隐藏多少这些变异者？说实话，这些变异者与哈市所见的丧尸比起来，可要恐怖得多。这些家伙如果没有露出马脚，简直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砰砰砰！突然一阵枪声响起，紧随其后一名穿着制服的执法者从外面冲进治安所。不好了，外面的人都疯了！什么情况？谁让你开枪的？治安所内的一名执法者疑惑地看着跑进来的同伴。他的话音刚落，坐在其对面的一名中年忽然暴起，直接扑向该男子。中年人将执法者扑倒，毫不迟疑地向其腰间摸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治安所内的执法者一惊，眼见那名中年就要夺到同事手枪，一名执法者当即抽出腰间配枪，打算制止中年人，却不想就在他拔出手枪的同时，离他不远的一名普通人扑上。你们要干什么？住手！砰！随着这名男子扑到执法者面前，治安所大厅内的其他普通人相继跃起，朝几名执法者扑去。霎时间，整个治安所的大厅内乱成一团。抢夺枪支期间，不时发生擦枪走火事件，有的是变异者被击中，有的是执法者被击中。看着乱糟糟的大厅，林洛的神色凝重起来。下一秒，他双臂用力，嘣的一下挣脱手铐，起身向马老师说道：老马，关门！说完之后，林洛毫不迟疑朝最近的与执法者扭打的变异者袭去。林洛的行动很迅速，眨眼间便来到2人身旁，毫不拖泥带水，修长紧实的长腿如同鞭子般甩出，啪！一脚将那名压着执法者的变异者踢开，当即弯腰从那名执法者手中夺过手枪。砰砰砰！夺过手枪的林洛丝毫没有一点犹豫，单膝跪地开始朝周围变异者射击。宛如炸雷般的枪声在大厅内响起，顿时引起那些变异者的注意。见到散发着肉香的林洛基杀自己的同伴，几名变异者纷纷露出狰狞模样。小婊砸，你找死！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变异者怒视林洛，扯嗓子吼道：新人类们，给我弄死他！听到魁梧中年的命令，周围几名变异者纷纷放弃眼前目标，不怀好意地冲向林洛。与此同时，凭借蛮力挣脱手铐的马老师2步冲到大厅门前，一跃而起，将玻璃门外的防护网拉下。拉完防护网的马老师顺手还击杀一名抢到手枪，试图想要攻击林洛的变异者。夺下手枪，他毫不犹豫将枪扔给长椅上的小团团。接着，小团团手忙脚乱接住手枪，因为他并不具备林洛和马老师的那种距离，只能戴着手铐，双手握枪射击附近目标。砰砰砰！随着小团团加入，1分钟都没用上，大厅内的战斗便已经结束。六子，小刘，战斗虽然结束了，但还是有2名执法者被变异咬破动脉，4名同事跪在2人身边，一边按喷血的伤口，一边大喊。见惯生死的林洛几人看到眼前画面，心情微微沉重一些，便再也没有多余情愫。操！整个古城有你多少同类？骚猪见那2名执法者明显活不成，心里窝着怒火的他，起身向身旁被锁在长椅上的瘾君子怒喝。震撼望着一切的瘾君子听到骚猪的话，当即身体一颤。瘾君子一脸恐惧地看着骚猪：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说。骚猪见状，起身从小团团手中夺过手枪，指着那脸色煞白的瘾君子，阴沉道：我劝你想清楚。瘾君子闻言，看着骚猪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哭丧着脸道：大哥，我真不清楚。砰！不等瘾君子的话说完，枪声再次响起。不是，大姐，你就不能等他说完再杀吗？看着眉心被轰出一个大洞的瘾君子，骚猪扭头向林洛抱怨道：无所谓，来多少咱们杀多少。本打算在古城建立基地的林洛，万万没想到这座城市早已经落到怪物口下。
心里怒不可泄的他当即开枪蹦了瘾君子。他轻描淡写的瞥了眼几名伤心的执法者，向马老师说道：“老马，去找手铐钥匙，看看有没有什么武器。”听到他的话，马老师点了点头，便朝剩下的执法者走去。林洛则是直接翻进办公窗口，开始寻找起来。整个治安所办公大厅，除了几名执法者身上的枪，再也没有任何火器。无奈之下，林洛也只好退而求次，寻找可以制作武器的东西。可一个治安所大厅，除了橡胶警棍和几名执法者身上的扼手枪，再也找不到任何武器。开门，开门！就在这时，大厅外传来人类的嘶吼声，同时两个身影也出现在门口处。看着门外，马丽老师眼睛尽是担忧神色，同时心中也变得有些沉重起来。他非常清楚，如果古城遍布这种变异者，恐怕这对他们的生存会造成阶段影响。然而他脑中还没想完，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外面响了起来。第098章5大主播建立庇护所。震耳欲聋的声音顿时让众人一惊。杀死这群没有进化的普通人！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外面传来，下一秒就见数名变异者从四面八方冲来，将门外2名执法者扑倒，按在地上使劲摩擦。而大厅内的几名执法者见到同事遭到攻击，还不曾从悲痛中解脱的他们，当即毫不犹豫朝那些变异者发动攻击。砰砰，玻璃砖大门应声而碎，去势不减的子弹穿过防护网，射中几个变异者。近距离下的强大动能立刻将那些目标击倒。变异者被击倒的同时，也引起这群变异者注意。下一刻，这群变异者一拥而上。要不咋说变异者比丧尸要恐怖，面对无法突破的防护网，这群变异者居然懂得弯腰开门。看着试图想要打开防护网的变异者，小团团当即开枪射击。砰砰，吼吼，枪声、嘶吼声在这一刻全部响起。哪怕变异者恐怖如斯，可在面对小团团精准的枪法时，这群变异者依旧还是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袭击的变异者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但是看着眼前的林洛，仍旧有些担心。现在就算守住这处治安所，也是无济于事，恐怕整个古城已经爆发危机。砰砰，轰轰，一切仿佛正在往他所预料的方向发展。外面市区方向隐约传来枪炮声音，并且随着夜幕降临，外面的枪炮声也愈演愈烈。窗前秀眉紧锁的林洛心中权衡起来。别看整个治安所周围一片静谧，但是市区方向隐约传来的枪声让他意识到，如果固守，这里绝非是最佳场所。同时他也意识到，想要在接下来的事件中活下来，那就应该趁早建立好自己的防线。轰隆隆，突然一声爆炸响起，地面微微摇晃几下，打断林洛的所有思路。离治安所不远的地方燃起一道冲天火光。意识到事态紧急的林洛当即给马老师等人安排任务。不一会，跟几名执法者交涉完毕的马老师便从另一个房间背着一大包东西走出。找到武器了。马老师来到林洛面前，哗啦一声将身后背着的袋子扔到地上，里面的刀具散落出来。看着地上的冷兵器，林洛当即上前捡起一把长刀，拿在手中掂了2下。现在情况不用我说，大家也看出来了。想要在这种情况活下去，靠我们几个属实有点不现实。所以我决定咱们抱团取暖。老马，你们几个通知下直播间粉丝，让他们帮宣传下，让古城附近玩向养老院这边靠拢。拿上长刀的那一刻，林洛整个人都像是换了个人一样，冰冷的双眼不含一丝色彩，毅然抬脚向门口走去。刚刚走出大楼，一旁幽暗的小路上便有几个变异者袭来。面对袭来的变异者，林洛丝毫不乱，手中长刀挥出。不知什么材料所制的长刀异常的锋利，几个冲来的变异者瞬间便被他大卸8块。林洛双眼微颤地看了眼面前残肢断臂，内心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卧槽！洛姐好尼玛莽！死！当真是恐怖如斯啊！洛姐，你这把刀卖不？我用2把 M4A1 换。林洛的表现和其手中长刀的锋利，顿时引起直播间观众一阵叫好。看着弹幕的林洛，心中毫无波澜。惨烈的场面让他心里有些不适，但此时他却无比清楚，这就是残酷的战场，死亡和血肉断肢就是这里的主旋律。林洛的勇猛感染马老师几人，在他的带领下，整个队伍宛同杀神小队一般冲出治安所，一路砍杀，就连骚猪都是一脸煞气。而5大主播的表现也彻底让直播间观众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卧槽！极致狂魔那变态是怎么想的？游戏画面真实也就算了，居然还弄得这么血腥，这还让不让人睡了？睡觉！
有这么好玩的游戏，谁睡觉谁就是大傻 X。谁说不是？现在看的我都想写辞职信，回家和洛姐干游戏了。操，你才想辞职？老子今天早上就递辞职信了。你牛逼！直播画面中的林洛等人并没有因为直播间讨论而停下，甚至此时他们连与观众互动的兴趣都没有。杀气腾腾的几人刚到停车场，就见一辆白色商务车朝他们冲来。隔着挡风玻璃，他们看到司机眼中疯狂。小团团见状，毫不犹豫抬手便是一枪。此时小团团的枪法已经得到全队人认可，仅仅一枪便直接命中司机眉心，失去司机的操控的汽车缓缓停下。林洛几人抢了老司机的7座商务，马老师便一脚油门窜出停车场。白色的商务车沿着马路一阵狂飙，一些从街角巷口冲出的来变异者一边冲着商务车怒吼，一边抡起膀子甩出石头瓦块，试图想要阻止白色商务离开。然而面对变异者的挽留，白色商务却一点不给面子，直接扬长而去。先前因为某些原因错过《我是传奇 VR》的呆小妹，好不容易等到《生化危机启示录》开始，便迫不及待地登上游戏。这是啥呀？看到周围全都是变异者袭击路人的场面，呆小妹整个人都快吓尿了。为了以防万一，她先前做过不少功课，可在网上看的所有教程，没有一个与眼前有关。这群奔跑速度飞快的变异者，不仅行动速度是丧尸的数倍，而且一个个居然还会说话。一想到自己先前还与这些变异者在同个商场闲逛，他愈发忍不住的冷汗不止。戴小妹、洛姐他们打算在养老院建立庇护所，趁现在情况不严重，赶紧抢一辆车去找洛姐。对，赶紧去抱团，总比你吓尿裤子强。楼上真男人，哪壶不开提哪壶。看到直播间弹幕，戴小妹暗自翻了个白眼。虽然广大网友言语尖酸刻薄，但是他知道这个消息对自己无比重要，因此戴小妹立即决定前往养老院与林洛等人会合。此时此刻，经过5人直播间网友宣传，5大主播要在养老院建立庇护所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游戏圈。第099章，我让你们看游戏，没让你们成粉丝。重金收购各种军火、弹药、手雷，应有尽有，要的可以加 V。出售桃花村安全庇护所一处，要的面谈，各种物资齐全。大批量格洛克19出售，送货上门，不刀。一款游戏火不火，看商人活跃程度就能看得出来。随着《生化危机启示录》开放之后，整个游戏大火起来，同时也因为林洛等人占据养老院，创办救世军组织，一些游戏工作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发现商机的工作室不仅大肆采购游戏设备，甚至还明目张胆地在各大论坛打起收购广告。随着各种武器收购交易的帖子冒出，现实世界的华国治安局也跟着忙碌起来。混蛋，这帮人是不是疯了？敢明目张胆买卖军火？治安局的大佬啪的一声将手中文件摔在桌上，由于用力过猛，整本文件被摔散，几页文件随着气流飘到地上。最上面一张文件清晰写着老男孩工作室出售各种枪械，几行广告语下方还配上各种枪械照片以及枪械的介绍。站在办公桌前准备汇报工作内容的青年下意识弯腰捡起掉落的文件，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后，眼前一亮，开口问道：局长，你认识这些卖装备的？放屁，老子什么时候认识军火贩子了？啊！听到局长的话，年轻的职员傻了眼，愣愣看着自家局长，下意识扬起手中文件。局长，那你这是信息部才送过来的。局长冷哼一声，说道：现在这群家伙越来越不将我们放在眼里了，居然敢明面贩卖武器啊！局长，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不是卖游戏装备的吗？游戏装备？是啊，就是昨天上架的新游戏，我还犯愁去哪弄装备呢。没想到这群商人业务开展的这么快。说到这，那名职员赶忙翻了翻文件，找到一些商人联系方式，抬头看向局长：局长，你看这个可不可以？听到手下的话，这回轮到治安局局长懵逼了。啥玩意？刚刚让自己大动干戈的资料，居然只是一款游戏中的装备，那这是怎么回事？局长拿起那张逼真到极致的广告图片，拍到办公桌上。这些枪械为什么跟真的一模一样？报告，因为那游戏跟现实一模一样。见到自家局长发怒，手下当即立正道：以上这种情况不单单只发生在治安局内，因为一款游戏而研发出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开始干扰到现实世界各个部门，甚至一些手里有些资金的年轻人也嗅到了某种商机。他们不仅花费重金购买大批游戏设备，甚至还高价招聘游戏玩家。不过由于游戏内容过于庞大，且又没有拍卖和交易系统，在收购游戏物资方面
出现诸多难题。在这些难题中，最大的就是物资运送问题。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游戏内各处都开始爆发不同程度的末日景象。想要在游戏中赚钱，这群人也是够拼命的，一个个工作室组成大型车队，穿梭在荒郊野外。随着贸易的方式的雏形渐渐成型，而游戏中的物资也被炒出了天价。就以一把手枪来说，游戏内部价格居然高达5000，这价格虽然昂贵，但却包含送货上门。这一比较，对于一些富人来说，倒也算是良心价格。5000买一把手枪，不贵。而另一边，远在大洋彼岸的冰雪游戏公司，在总监的带领下，近100人观看一场本国玩家直播。说来的也有意思，起初全公司上下并没人看好玩家国度这个工作室，可结果一次次被打脸。这次观看直播，所有人全都说不出话来。一款大型游戏好与不好，主要看的就是细节。可这群业内人士此时全都待在原地，眼前这游戏哪他妈有什么细节，简直就跟现实一模一样。如果不是他们清楚现实世界没有这个地方，他们都会认为自己看的就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随着逐渐的观看，所有人都震撼的入迷，甚至已经忘了自己目的。所有人全都沉浸在那宛如现实的游戏画面当中，一切都太过于真实，就好像在看一部人类史的灾难纪录片，而且还详细的令人发指。尤其是画面中那名被丧尸咬伤的实验体，最后居然保留人类意识，并且还不会受到丧尸攻击的特性。说实话，这种能力让他们所有人都羡慕。然而当他们又见到那主播畏畏缩缩、胆小如鼠的样子，他们又气不打一处来。最后当本国主播宣布直播结束时，他们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几名主管更是嚷嚷要给主播打赏，求他继续直播。而这意犹未尽的感觉全都归功于这款产自华国的游戏。好长时间过后，总监才回过神来，扫了眼在场员工，清了下嗓子道：各位，看完这场《生化危机启示录》的直播，你们对这游戏有什么想法？大家可以随便说，不要遮掩。总监的话音落下，整个房间内顿时响起议论声音。不久后，便有员工站起来说道：哎，总监，我觉得我们的设计团队应该去华国深造。是啊，看过《生化危机启示录》，我觉得我们的游戏就和垃圾差不多。不，我们的游戏内容不能算是垃圾，主要还是在画质上的区别。是啊，其实我们的山口山，无论是背景还是内容，都不输任何游戏。我相信，只要我们弄到玩家国度的游戏引擎，同样也能开发出一款如现实般的游戏。总监，我想请一段时间假，我打算回去好好研究下华国的这个游戏。对，总监，我也要请假。随着一名员工提出请假，房间内瞬间便有近2/3的人员要求休假。我说你们的重点是不是歪了？听到员工七嘴八舌的提出休假，总监神色顿时变了。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如何应对市场，还有就是这款游戏，没让你们请假回家玩游戏。眼看着自己手下员工逐渐成为《生化危机启示录》的粉丝，这名总监顿时觉得心里好气。第100章，这种游戏我们做不出来。不好意思，总监，实话说吧，这种游戏我们团队做不出来。别说是我们，就算 EA， 甚至全球游戏产商都不可能做出这种游戏。是啊，这游戏有太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借鉴了，无论画质还是互动性，甚至连游戏内 NPC 的 AI 程度都值得我们学习。可问题，我们根本无从下手啊，就算是想借鉴，都没有借鉴的资本。此时，冰雪公司会议室内，这群被称行业顶尖精英们，一个个全都沉默起来。看着手下员工一个个竟是如此，总监也变得一筹莫展起来。是啊，玩家部落的游戏有太多地方值得学习和借鉴，可堂堂顶流游戏厂商旗下却没有一个团队能有底气站出来，甚至就连《生化危机启示录》的游戏文件都没人能看得懂。好家伙，连最基础的都搞不清楚，这还学个毛线啊！而现在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能是联系玩家国度的工作室。可大家都是做游戏的，而他们还是业内有头有脸的大公司，这样低声下气属实有点丢范儿。然而此时关注《生化危机启示录》的并非只有冰雪一家公司，所有业内有头有脸的厂商其实都在默默关注着这款游戏。如果说我是传奇 VR 只是令人惊叹，那么这次的《生化危机启示录》就是一场引发游戏圈的大地震。这一刻，《生化危机启示录》不仅出圈了，甚至已经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进入各国要员的视线。相比于看重利益的游戏厂商，他们却发现这个游戏的另一个潜力，那就是真实。察觉这一点的各国军方纷纷召开紧急会议，而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让各自的军队
进入游戏世界历练，其次就是如何将这项技术从华国搞到自己国家手里。基于以上2点，各国内部紧急会议最终结果勉强算是圆满收场。对于第一点，只需要有钱就可以批量购买游戏 VR 设备，同时下载游戏即可。不过由于 VR 设备高昂，再加上厂商并不多，一时间使得高配 VR 设备价格水涨船高。至于第二点，经由内部商议，暂时只能向华国派遣间谍，不惜一切代价策反玩家国度老板林飞。如果无法策反，那就需要不择手段搞到林飞所掌握的技术。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这边如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可随着大批军方玩家进入，智能 IP 程序检测分配之后，所有大兵全都傻了。随着莫名的末日病毒席卷和长时间与氧气接触，恐怖的 S 病毒和 B 病毒在经过大洋后形成一种恐怖的毒物。就在今日，游戏世界新闻公布临海城市遭受病毒侵袭新闻。瑞恩是一名在服役的大兵，是美利国军方测试的成员之一。由于时间仓促，只凑出一个团的 VR 装备。在看过游戏介绍和训练内容后，瑞恩和他的战友们全都斗志昂扬地加入游戏。可进入游戏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一个团的人数全都被游戏智能分配到不同区域。瑞恩成了一座小镇超市的装卸工。为了熟悉这个游戏世界，他不得不暂时与其他装卸工一起干活。就在干活之际，超市仓库门口传来一声声惊呼：“快看，那是什么？哦，买嘎达！那不会就是新闻里说的毒物吧？天哪！上帝啊！快跑啊！”瑞恩闻声下意识跑到门口，下一刻，整个人全都愣在原地。远远望去，一道数百米高的浓灰色雾墙像是翻滚的浪潮般向小镇席卷而来。快跑啊！看到迷雾的瞬间，整条街当即乱成一团。哗啦啦，砰！就在这时，瑞恩身后的仓库门突然被人拉下。法克！瑞恩见状怒骂一声，跟着扭头看了眼逐渐逼近的浓雾，毫不犹豫朝前面的超市跑去。吼！吼！吼！浓雾的速度很快，在接近后隐约传出野兽般嘶吼。啊！浓雾席卷街道，还没来及的逃走的人瞬间便被浓雾吞噬。惨烈的嚎叫声响起，整座小镇如同地狱般恐怖。开门！快开门！瑞恩跑到超市门前，就见一群人疯狂拍打超市玻璃门，而超市内另一群人死死守着门口，关着玻璃门不让任何人进入。看着眼前一幕，瑞恩不由想到先前看游戏介绍时看到过的一段华国丧尸肆虐视频。不得不说，与华国人的团结比起来，美利国的人真的很自私。即便是常年以个人英雄主义电影教导，在真正的危险面前，这群人还是露出丑恶的本性。面对隔着一门的自私鬼，瑞恩毫不犹豫，顺手从旁边捡起一块石头。该死，大不了大家都同归于尽。门内之人看到瑞恩举动，当即神色大变。下一秒，那名守在门口的中年人毫不犹豫打开大门。大门打开，一群人又争先恐后的将瑞恩挤开，疯狂地向超市内涌去。差点摔倒的瑞恩心中更加不满起来。不过此时迷雾已经袭来，没时间计较这些，他只能心怀不满地冲进超市。随着最后一名中年妇女冲进超市，浓雾已经席卷到近前。千钧一发之际，那名守着门口的中年人立即关上玻璃门。吼！吼！门缝关上的那一刹那，无数的嘶吼声传入超市。看着浓雾中一道道耸立的长条人影，超市内的众人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Oh my god， 那是什么东西？地狱！地狱的幽灵，一定是撒旦的军团来了！神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砰！砰！砰！就在这时，随着浓雾被隔绝，一张张惨白、腐烂面容从迷雾中冲出，直接贴到超市正面的落地玻璃窗上。吼！吼！一双双泛白、毫无感情的眼球直勾勾地盯着超市内部，发出震撼人心的嘶吼。911，快打911！快让 FBI 来！霎时间，超市内乱成一团。然而，就在众人打算求救之际，一个轻不可闻的声音瞬间引起所有人注意。咔嚓嚓！随着声音，众人就见一只怪物头前的落地玻璃逐渐出现皲裂痕迹。第101章，区别对待，不公平。哗啦！伴随着令人绝望的清脆声音，那遍布裂纹的落地玻璃窗瞬间被那怪物撞开。随着玻璃窗碎裂，浓雾顺着巨大缺口侵袭而入，同时外面怪物也跟着一同涌进超市。顷刻间，超市失守，所有活人惨死在怪物口中。死去的活人在浓雾之下瞬间又从地上爬起，纷纷加入怪物大军。受到感染成为怪物，这倒也属于正常。然而
就在瑞恩也遭受同样攻击后，在他眼前画面即将消失的那一刹那，他看到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随着他的尸体被浓雾侵蚀，因为玩家原因，他并没有化为怪物。可就在他尸体消失的刹那间，他意外发现自己身旁突兀地多出10只怪人，隐约都透着自己的模样。这一发现顿时让他心中一惊。法克游，玩家国度针对外国玩家，摘掉 VR 设备的瑞恩当即骂开了。与此同时，整个测试大楼内也纷纷响起怒骂声音。仅仅测试半个小时不到，一个团的兵力在游戏中几乎全军覆没。即便是有几十人还在坚挺，可他们在游戏中的遭遇也依然不好过。狗屎！这是什么游戏？简直就是地狱！不，我相信，就算撒旦的地狱也没有这么危险。狗屎！法克游，狗屎作者居然把我扔在一个全是怪物的医院里。这一天，不单单美丽国，世界上除去华国以外，多数想要用这个游戏练兵的国家都纷纷对林飞谩骂起来。华国林飞简直不是人，生产一个游戏居然敢区别对待。尤其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大国，派往游戏内部的军人越多，其游戏地图的难度就越高，而且这个难度还没有上限。试想一下，本来一个军团派遣5000名士兵进入，可随着死亡人数增加，所要面对的丧尸或怪物数量就会成10倍增长。5000人全军覆没，就要平白无故多出5万个敌人。这尼玛是游戏？这不是纯纯进入给对方当怨种吗？这样不公平的游戏大可不玩。可那逼真的画面和如现实般互动，让这些人又不得不再次进入。这些国家一边谴责林飞的同时，也一边享受虐待。地广人稀这一词儿，在这游戏里不再是优势。此时此刻，世界上无数的友人对林飞这个华国小子是又爱又恨，而远在华国魔都家中的林飞，却是不知道这一切。不过就算知道，此时恐怕也没心思去理会这些，因为此时他看到系统中的情绪值差点给跪了，太多了，完全超出他的预料。呵呵。林飞整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嘴上一直挂着傻笑，甚至都流出了口水，就差来上一句真香啊。此时此刻，他找不到任何形容词能够形容自己的心情。19亿，整整19亿多的情绪值，直接将他震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一个劲儿的傻笑。披散着头发来到客厅的林洛，见到他这副模样，在他眼前摆了摆手：醒醒，你这是咋了？梦做嗨了？去，一边玩去。心里美滋滋的林飞翻了白眼，不耐烦地说道：你要没事，去楼下买点早餐回来。切！林洛闻言撇了下嘴，随意用头绳将头发竖起，便毫无形象地穿着睡衣下了楼。看着对方如此随意，林飞又是一阵无语。就这种女人，以后能嫁得出去才是见了鬼。没用多久，林洛便拎着豆浆、包子急匆匆回来，进屋后便神神秘秘道：卧槽，咱们小区出事儿了。怎么了？林飞将一边打开早餐袋一边问道：你猜，这次可真出大事了。林飞抬头看着一惊一乍的林洛，翻了个白眼道：你爱说不说，我可不想动脑子猜啊。看到林飞一脸不感兴趣的模样，林洛顿时有种想要暴捶他一顿的冲动，最终还是忍着怒气，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刚刚我买早餐回来时，看到不少军车进入小区。林洛说到这儿，还用手比划一下道：你知道吗？那些士兵全都带着枪，跟游戏里面的枪一模一样。说着，他咬了口包子，含糊不清道：你说咱小区是不是有杀人犯？这些士兵是不是来抓杀人犯的？杀人犯？林飞闻言惊奇地瞥了眼林洛，有点佩服老姐的脑回路，暗自摇了摇头，开口道：你想多了，就算有杀人犯也犯不着军队出动，如果涉及到军队，一定是属于那种国家。本来打算为林洛科普的林飞说到这儿顿时停住，同时心里隐隐有种猜测。砰砰！就在这时，他家的防盗门突然被人敲响。这两傻妮子，我不是给他们备用钥匙了吗？听到敲门声，林洛气哄哄的拿着包子起身去开门，房门打开。啊，又咋的了？听到门口传来惊呼，林飞下意识扭过头去。当他见到门外站着的身影时，当即也愣在沙发上。就在两人发愣之际，门外穿着军装的青年开口：请问这里是林先生的家吗？林洛闻言下意识摇头，随即又点了下头。他看到眼前兵哥哥眼中透出疑惑，立刻解释道：这里是我的家，可我不是先生。林洛，林女士是吗？青年军官看眼前林洛一副呆样，声音的语气缓和一些：是，遵命。听到对方的话，林洛一时紧张，回答得不伦不类。见到林洛承认，那名年轻军官再次开口：冒昧打扰，我是魔都第4军团特殊行动处陈飞，受上级指示，想请林飞先生回去一趟。啊！
听到对方是来找林飞的，再加上刚才在楼下见到的阵仗，林洛瞬间变慌了，哆了哆嗦看着对方道：“这位长官，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没犯事儿啊，而且他也没叛国。”听到老姐的话，林飞心里却怎么都感动不起来，甚至还有种想要捂脸的冲动。不等他开口，那名叫做陈飞的军官再次开口道：“陈女士，你误会了，我们没有说林飞先生叛国，只是上级领导想要邀请林先生去一趟而已。”啊，他真没犯事儿？林洛闻言惊讶道：“好家伙，这是巴不得我犯事儿咋的？”坐在沙发上的林飞彻底看不下去了，将手里半个包子往袋子里一扔，起身向陈飞询问道：“能不能让我先洗把脸？”门外带着几名手下的陈飞闻言一阵后回答：“请林先生尽快，我们在门口等你。”第102章，你家住几楼？心里没点逼数吗？老弟，跳窗户赶紧走，我给你打掩护。看着与自己一同进入洗手间鬼鬼祟祟小声说话的林洛，林飞心中感激之余也被对方给气笑了，当即翻了个白眼回道：“大姐，你家住几楼？心里没点逼数吗？你这是打掩护，还是打算把我送走，继承我遗产？”虽然暂时不清楚军方找自己做什么，但是并未做过任何亏心事的林飞还是猜出个大概。“你真没犯事？我特么，这特么到底是亲姐吗？就这么不相信自己弟弟？”林飞彻底懒得和对方废话，直接开口道：“赶紧出去，我要换衣服。”“哎，你换你的呗，小时候又不是没看过。”林洛翻了白眼：“那特么能一样？赶紧滚蛋！”林飞可不想去德国骨科，当即黑着一张脸揪着对方衣服领子，将其塞出门外，砰的一声关上房门。为了保险起见，他又顺手将门锁上。没一会，换完一套干净衣服，林飞走出洗手间，瞥了眼沙发上眉头紧锁、眼中不无担忧的林洛，安慰道：“别瞎想了，如果没意外，应该是因为游戏的事儿。”“游戏？”林洛闻言一怔，下意识道：“游戏咋了？挺好玩的呀。”“那是好玩的问题吗？”林飞无语至极。“那咋的了？偷睡？”林洛又问道。“行了，我走了。”林飞翻了个白眼，觉得对方可以放弃治疗，连解释都懒得解释，直接朝门外走去。早在当初获得系统制作出第一款游戏，看到效果后，他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有料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因此对于军方传唤自己，他倒不是很担心，而且这次对于自己的未来未必就不是一个机会。“我准备好了。”来到门口，向门外的陈飞打了声招呼。没一会，众人来到楼下。当林飞看到楼下情况时，整个人都傻了眼。好家伙，我就直呼一声好家伙，这阵仗是不是有点太过了？看着10多名荷枪实弹士兵外的围观群众，林飞心中懊悔，早知这样，老子就好好收拾一番。这时他瞥见一旁面无神色的陈飞，下意识问道：“我说陈大哥，咱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看着林飞那嘴角勾起略带得意的样子，陈飞心里也是无语。不过这青年是首长点名道姓要接见的，他也不好冷着一张脸，当即面色温和道：“呵，林先生，这是上级的命令。”“好吧，你这上级倒是会办事儿，居然让自己出尽了风头。”心中暗自腹诽的林飞抬头之际，看到远处有不少人拿着手机对着这面狂拍。很少出镜的他当即用手挡住正脸，低头跟在陈飞身边。“用不用清除他们的视频？”陈飞见状问道。“不用，我只是不习惯而已。”林飞闻言摇头回答。陈飞听后也就没有在意，快速护送着林飞进入一辆军车，跟着也一同坐入车内。陈飞上车之后便拿起无线电说了句出发。随着他的话音落下，由5台军车组成的车队缓缓驶出小区。我靠，这是谁啊？这妖牛逼，居然5台军车护送。不清楚，不过这小年轻看着眼熟，好像是咱们小区的住户。对，那年轻人叫林飞，是咱们小区住户，出手可大方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后面12号楼他一个人就买了好几套，这人怕不是犯事儿了吧？当下是个网络信息发达时代，林飞这边被带走的视频没用上10分钟就爆火于网络。紧随其后，一条玩家国度创始人林飞被军方请去喝茶，未来堪忧的帖子瞬间登顶热搜排行榜，而林飞被军方带走这一相关词也成为热搜相关词。随着这一消息爆火，企鹅总部内突然召开起一次紧急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无非就是针对林飞制定一系列打击。相比起以上事件，魔都郊区一处秘密会议室内，此时这间会议室内坐满了人，而能够坐在这里的都是整个国家驻扎在魔都的高层人员。资料你们都看了，说说对这件事的看法吧。会议室主位坐着的老者看着下方众人询问道。老者左侧
一名穿着少将军装的中年开口道：“郑老，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策划一下。您是知道的，我们的模拟作战系统有多落后。”中年人先是一阵诉苦，说自己这些年来多难，可说着说着，他神色逐渐又兴奋，甚至带着一丝狂热道：“如果我们能够引进这项技术，或者出资让对方帮军方建立个独特的实战模拟环境，我敢笃定，用不多久，我军实力必将会得到飞跃式提升。我不同意老张的看法，我觉得这种技术用在游戏方面纯属浪费资源，而且这种人才就应该为国效力，而不是不务正业的搞游戏。这话我赞成。不，我不能苟同你们的想法。如果真这样做了，我们和土匪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会让对方产生抵触情绪。他敢！国家富强，人人有责。霎时间，整个会议室内尽是各种争论声音。为首坐着的郑老看着争论不休的众人，敲了敲桌子道：“国家富强，人人有责。”郑老看了眼先前说这句话的那人，旋即不温不火的缓缓道：“你这句话说的不假，但是你这属于道德绑架。”一句话瞬间让会议室温度骤降，所有人都听得出来，为首这位老爷子已经不满。一众人噤若寒蝉地坐在那里，浑身有点不太自然。郑老仿佛没有见到，再次开口道：“这件事儿是总区的王参谋通知我的，而且资料中的一切都是经过证实的。还有就是上头对这件事很重视，不仅是上头，现在林飞这个年轻人已经走进各国眼中。今天召你们来，主要还是商议应对各国间谍的问题，其次才是和那年轻人见上一面。拿国家压人这种事儿，奉劝你们想都不要想。”说到这儿，老爷子不由拔高音调：“难道这些年来我们损失的人才还不多吗？”听到郑老的喝问，会议室内众人彻底沉默起来。只因为别人掌握高级科技，就把对方抓起来或以道德绑架，这显得他们太过重利益了。那么以后还会有人才相信他们吗？一时间，几名怀着这样心思的人，全都感觉脸上一阵惭愧。第103章舆论会见大佬。玩家国度创始人林飞疑似出卖国家利益，一夜爆火的玩家国度真的是华国游戏界良心工厂吗？该男子创造游戏神话，却被军方带走。玩家国度的游戏可能涉及国家机密，遭强制下架。玩家国度落马，玩家损失，谁又来买单？随着林飞和陈飞离开，各大自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全都再次被有关林飞的消息霸屏，直接登上热搜。随着时间推移，舆论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讨论之中，甚至有些自媒体人的账号中也都纷纷更新最新视频，清一色的都在讨论玩家国度。一名叫做野驴吃驴肉火烧的博主更是在自己的视频中肆意抹黑玩家国度以及创始人林飞。各位小伙伴，前段时间网友让我测评一个游戏，我特么一个美食主播，你让我测评游戏？不过最终还是在热情网友的艾特下，我斥巨资下载了那款游戏。说实话，起初进入游戏真的让我很吃惊，我完全没想到华国会有这样逼真的游戏。不过随着深入游戏，我发现我被骗了。这游戏抛去画质不说，其他设定全都是垃圾，尤其是游戏里四处肆虐的怪物，还有那满屏幕的惨烈血浆，甚至还有末日下的人性沦丧，这些东西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举例。对于这些垃圾设定，我觉得作者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兽欲变态的心理，他把人性刻画的太过丑陋，甚至整个世界也太过黑暗，这完全是在侵害未成年。对此，我认为官方应该彻查玩家国度，将林飞以及玩家国度驱逐出华国市场。我希望官方封掉这种泯灭人性的游戏，还我华国一个纯净的游戏市场。视频只有短短2分多钟，其中还插入一些游戏中的截图或视频画面。然而就这短短的2分多钟视频，点赞量虽说没有破万，但其回复却已经超过10万。视频下方一展开，几乎都是一片怒骂，已鉴定视频主播就是个大傻逼。操，你一个吃播，坚定游戏给你牛逼坏了，呵呵，赚钱嘛，不可逞。但你特么黑老子的游戏，那你就有点不要脸了。正所谓喷火了也算是火的一种。看着自己的短视频回复率嗷嗷往上窜，他是连看都不敢看一眼，拿起桌上的电话拨打出去。等到电话打通，忙紧一副谄媚的说道：“秦主管，视频你看到没？我这任务完成的不错吧？”呵呵，瞧你这话说的，秦主管，你看用经尾款。以上诸如此类的对话，并非只发生在他一个博主身上。对于全网抹黑自己的事，林飞并不知晓。随着闲聊，他与陈飞渐渐也熟络起来，不过很遗憾，并没有套出一点有用信息。随着时间推移，军车驶出市区，拐入一条林道，并越走越偏。对此，陈飞并未做任何解释，林飞也很识趣的没问。
因为他知道，就算问了，自己也不见得能得到什么有用答案。好在路途并不远，又前行了半个多小时，军车进入一片山区，沿着道路进入深山，不一会，一处依山而建，好似工厂的巨大园区映入眼中。汽车停到铁门前，林飞看了眼周围环境，到地方了。是的，陈飞简单的回了一句。这时大门打开，几辆军车鱼贯而入。进入大门，又走了一段距离，军车再次在一片2层楼区域停下。自从进入铁门，林飞心中就已经震撼无比。远远看着操场上训练的身影，眼中不由泛起一股由心的敬佩。那种来自于骨子里的敬畏，让他不由紧张起来。在陈飞的带领下，林飞来到一处会议室外，敲过门后得到允许。当会议室门打开的一刹那，林飞顿时心惊肉跳起来。虽然眼前这些人没有一个认识，甚至也没在媒体上见过，但是那一身戎装和肩上的肩章，让他知道眼前这群人是真正的大佬。就在他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时，一名国字脸中年迎了上来。哈哈，你好林同志，我是魔都特别行动处主任王庆东。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是魔都军区负责人，这一位是魔都科技院负责人。好家伙，即便林飞心中有所准备，在听到众人的名字和职位后，内心还是不可避免地掀起惊涛骇浪。尤其是在介绍上手那位老者时，他更是吓得心惊肉跳。我的个乖乖，居然是副国级人物，这可是开国元勋，活着的传奇人物啊！两世为人的林飞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居然会面见副国级人物。好家伙，哪怕是个穿越者，在这种人物面前也不由得怯场起来。不过最终他还是忍着激动，一一向众人打招呼。而众人对他的态度还算是和善，并没有出现印象中那种以官威压人的狗血剧情。等到安排林飞坐下，王庆东咳嗽2声，清了清嗓子道：嗨，林先生，看样你应该猜到我们请你来的目的了吧？林飞眼睛扫了遍众人脸上表情，微微沉吟一下，并未否定，点头回答：我知道，是玩家国度新游戏的事吧？呵，不愧是开发出跨时代游戏的人。王庆东夸赞一句，跟着继续道：既然林先生清楚，那么我们也就不绕弯子。林先生的游戏问世，也许常人只觉得这是一种跨时代的结晶，但是这背后牵扯的恐怖效应，不是我危言耸听。这个游戏已经不能单纯的算是游戏，说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都不为过。我想作为开发者的你，也应该察觉到这一点了吧？林飞闻言并没有否认，直接点头回答：我清楚。是的，他清楚。早在开始勾勒生化危机之启示录未来蓝图时，他就已经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必定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震撼整个世界。第104章，大树底下好乘凉，系统加地图。当初察觉出这点的林飞，就从未想过要隐藏自己，因为他知道，就算自己再如何小心翼翼，终究会有事情败露的那一天。这个道理就如同纸永远包不住火，在国家机器面前，个人能力实在是微不足道。既然如此，自己何不找一个强大靠山？而这个靠山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国家。当然，系统的秘密他是不会告诉任何人。林飞的坦诚让在座众人都为之一振。面对他们这群人，对方居然如此坦然自若。直至此时，众人不得不再一次重新审视起林飞。这时他们才发现，眼前仪表堂堂的青年虽然在利用超前的技术谋利，但其身上却丝毫察觉不到伤人的违利感。相反，剑眉星目之中全然是一片坦荡之色，这不得不让他们对自己先前的想法感到惭愧。而被郑老指定为发言人的王庆东，在听到林飞的回答后，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好在林飞看出，稍稍犹豫下，率先表态道：我不光知道，而且我还知道诸位的目的。说实话，作为一名华国人，我曾经也梦想过，想要带着祖国走向繁荣富强，但那时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说到这儿，林飞停顿下，环视一眼众人，握着拳头道：现在我有能力了，那么我必然会竭尽全力，用我的力量来改变华国现状。看过微微动容的众人，林飞心里都被自己感动到了。会议室内，一众人等全都震惊地看着林飞，甚至连之前做好棘手准备的王庆东，此时都有种一拳捶在棉花上的感觉。这小子也未免太上道了吧？难道是有所图？早在林飞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商定出几条方案，甚至已经做好花费巨大代价准备。可万万没料到，事情居然会顺利的有些让人不敢相信。现在好了，整个会议被对方完全占据主动，反倒
他们这些东道主一时间难以启齿。最终，王庆东还是没忍住，开口道：“林仙，呵呵，叫我小林就可以，王哥。”林飞不等对方开口，出言打断道：“啊！”王庆东闻言，脸上闪过一抹愕然，旋即脸上露出笑容道：“那好，我就叫你小林。”当着一众大佬的面被人套近乎，王庆东属实有点不习惯。不过这样也好，随着称呼的变换，关系也就近了一层。他便当着众人的面开口道：“小林，老哥始终搞不明白，你这样做图什么？图什么？老哥，你觉得我能图什么？”林飞看着对方，缓缓开口道：“实不相瞒，我不图什么，钱我不缺，名我也不缺。这样做的原因，只因为我是华国人。”一句话点到即止，再往下说就有点太做作。看着众人惊愕的神色，林飞心里微微一笑，脸上却毫无波澜道：“在座的各位首长，你们的年纪完全足够做我的爷爷。我相信你们也知道什么叫做怀璧其罪。诸位能想到的，其他人也能想到。即便是我如何隐藏，终究有暴露的时候。为了我的人身安全和家人着想，我觉得还是背靠祖国让人安心一些。毕竟没有哪个母亲会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人迫害。你们说我说的对吗？”全屋子所有人全都为林飞的坦率而愕然。王庆东紧紧盯着林飞，试图想要在他脸上看出些什么，然而却是失败了。眼前青年脸上没有丝毫做作表情，反而一片坦荡。有了林飞的坦诚相告，接下来的会议变得十分顺利。林飞不仅答应对方无偿提供实景军演服务，并且还拿出工作室年收入的 5% 来资助军方设备采购。他的无私再次打动众人，尤其是为首的老爷子对于林飞的慷慨更是满意至极。郑老爷子一高兴，便又开口道：“庆东，既然小林如此慷慨，咱们也不能太过小气。先前商定的方案改一改，咱们不是要新建一所训练室吗？我看小林所在的小区就不错。”听到郑老的话，在座众人哪还听不出什么意思？先前众人商议，如果林飞能够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军方就无偿给林飞提供保镖。可现在随着郑老一句话，林飞的安全级别一下子提升好几个档次。在林飞小区建立训练室，这种做法就差明着说保护林飞周全。不过此时同样意识到林飞重要性的众人对郑老的做法是举双手赞同。用不到这么夸张吧？林飞闻言不由神色变换起来。他的想法只是想靠上军方这座大山。俗话说得好，大树底下好乘凉。可现在这哪是乘凉的问题，简直是大树底下挂空调啊！却不想王庆东听到他的话后，开口反驳道：“小林，您现在的人身安全已经关乎到国家发展。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出现意外，对国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大损失，甚至我都想让你直接来这边住。”看着王庆东的一脸认真样，林飞还真怕对方强制让自己搬到这里。如果那样，可真就失去自由了。心中权衡一番，他也就不再坚持，欣然接受对方的提议。随后双方便进入商讨军方模拟真实场地问题。在这点，林飞倒是一点都不担心。自己脑中有许多适合军演的单独场景，譬如说他穿越之前刚刚上映不久的《僵尸世界大战》。虽然游戏可以立即制作出来，但是林飞并没有那样做，只是给对方一个大概时间。一场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圆满结束。就在林飞本以为自己可以离开时，却不想为首的郑老摆了摆手。会议秘书见状，立刻起身走出会议室。不一会，秘书再次折返回来，并且还带着几名士兵。几名士兵在林飞疑惑的目光下，将一整套设备和一个巨大荧幕架设完毕。小林，我们这群老家伙都只是在网上简单看了下你的游戏，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陪我们看一会儿直播？看直播？老爷子好兴致！林飞闻言，内心哭笑不得。荧幕你都架上了，问自己还有意义吗？一想自己左右无事，也就点头答应。呵，陪老爷子看直播，那是小子的荣幸。呵呵，那准备开始吧。郑老听他回答，和蔼地笑了下，说道。随着郑老的命令下达，室内光线暗淡下来，众人眼前的荧幕亮了起来。跟着画面一转，只见一名士兵正在穿戴装备。陈飞看清那名士兵容貌，林飞心底微微惊讶。忽然他像是想到什么，立即暗自打开系统。系统增加游戏地图。第105章，一句卧槽，好可怕！报告，特别行动队陈飞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开启游戏。陈飞的声音通过广播传入会议室内。开始吧。郑老爷子闻言开口说道。得到命令，陈飞毫不犹豫开启游戏。然而游戏刚刚开始，
会议室内便响起一句卧槽，同时会议室内的一众大佬也跟着心里惊呼，一句卧槽，好可怕！看着眼前宛如纪实的真实画面，一群大佬彻底意识到林飞的游戏给人带来震撼程度，而那些本就对虚拟作战模式怀着期待的大佬，此时更是面色逐渐变红，脸上兴奋不可掩饰起来。与此同时，沉浸在游戏当中的陈飞发现，看游戏视频和亲身体会完全就是两回事儿。尤其是那开幕突然出现的丑陋怪物，让他不由出口一句国粹。随着怪物远去，眼前陷入漆黑，顷刻间又逐渐亮起来。映入视线中的是一片洁白，角落挂着蛛网的天棚。这是……陈飞下意识坐起，感觉身上有点凉。操，怎么光着？陈飞看着只穿着一条内裤的自己，心中不由口吐芬芳。不过在看到周围环境后，这想法又立刻消失。太真实了，简直和现实一样。这是医院病房，看着周围摆着各种落灰仪器，满满全是细节的病房，陈飞彻底被这宛如真实的环境所吸引。而同样被这环境吸引的还有会议室内的一众大佬。真难让人相信，这居然是个游戏。是啊，你们看小陈手抹过积灰留下的痕迹，和现实中一模一样。咦，还有那墙角蛛网上的蜘蛛，太生动了。林飞坐在会议室墙边，看着满屋子大佬因游戏场景一惊一乍，心里顿时生出一种古怪感觉。不知道自己将这群大佬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录下来，会不会有被打死的危险？不过该说不说，看着一群大佬那副没见过世面吃惊的样子，林飞心里爽翻了。随着大佬们的讨论，游戏内的陈飞已经从病床上下地，他像是个第一次进城的农村娃，充满好奇的与周围事物互动。这真是游戏？现在游戏都真实到这种程度了吗？裹着被单子的陈飞走到病房储物柜前，下意识打开柜门。我去，这是游戏装备！看着储物柜里浅蓝色的病号服，陈飞惊叹的拿起，走到床边将病号服穿到身上。不大不小，刚刚合适。穿上病号服的陈飞来到房间门前，警惕的打开房门，探头望去。人都去哪了？昏暗的走廊内一片狼藉，不见一个人影。他警惕的走出房间。陈飞虽然很少玩游戏，但毕竟也是年轻人。俗话说得好，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他可是知道，有些恐怖游戏往往就会在你掉以轻心的时候来上那么一个惊悚一幕。可他在走廊小心翼翼走出好长距离，也没发生任何事件。唯一只能从周围蛛丝马迹判断出这里的人撤离得很突然。就这样，陈飞心中怀着巨大疑问，小心翼翼地走出空无一人的医院。当他望着眼前更加狼藉空旷的无人街道后，整个人心中的疑问更深起来。这不会是一座空城吧？从周围狼藉环境再加上网上视频，不难判断出这里恐怕已经发生灾难。至于为何见不到一个活人，可能是已经被军方疏散撤离。那么以此推测，眼前这座城市很有可能充满怪物。以此可见，自己必须得抓紧离开。陈飞心理素质十分过硬，很快心中便做下决定，那就是出城。心中有了决断，他在路边一辆废弃汽车后备箱找到一根撬棍。陈飞拿着武器，沿着肇事车辆横七竖八的街道小跑起来。可天意弄人，跑着跑着，他发现自己的游戏角色脚步越来越沉。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右下角代表人物体力的能量条已经见底。看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之前网上看过的教学，视频中那些博主给过提示，说游戏中活动是消耗体力的，而游戏内的食物可以补充体力。呵呵，这个设计很有意思。第一次玩这种 VR 沉浸式游戏的陈飞，觉得这种虚弱设置很有意思，也很贴近现实。此时为了尽快解除虚弱状态，他开始环视周围，不远处的商超引起他的注意，当即毫不犹豫朝商超走去。嗡嗡，推开陈旧的大门，迎面扑来一团黑色昆虫，跟着便是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这是腐尸的味道。好家伙，这游戏真神奇，居然连骨传感神经模拟都这样真实。吃惊生化危机之启示录，这款游戏神奇的同时，陈飞也变得警觉起来。不过因为急需食物原因，他并没退出商场，而是小心翼翼地向里面走去。随着逐渐深入，腐臭气息愈发浓烈起来，同时他也看到不远处的货架上摆着不少膨化食品。见到食物，陈飞稍稍犹豫下，便朝货架走去。来到货架前，拿起一包薯片，撕开包装，像个饿汉一样快速往嘴里塞薯片。在这弥漫腐臭的环境中吃薯片，不亚于蹲公厕啃烧鸡。但这对曾受过特殊训练的陈飞而言，并不算什么事儿。随着一包包薯片进度，那个代表体力的能量条涨到一半，陈飞明显感觉四肢恢复力气。好神奇！陈飞见这真的有效，当即变得更加疯狂。
那种来自于未知的危机感在这环境中愈发强烈，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先填饱肚子。哗啦！然而，就在这时，商场内突然响起什么东西掉落声响。人！陈飞一惊，当即抬头朝声音来源望去，就见一个身影从货架拐角缓缓走去。见到有人，他脸上并未露出一丝喜色，反而看着那晃晃悠悠而来的身影，脸上神色凝重起来。以眼前这种环境，遇到的很有可能不是人。第106章，你这是反套路操作吗？看着蹒跚而来的人影，陈飞紧了紧手中撬棍，全身肌肉紧绷起来。随着那道人影逐渐接近，一张遍布溃疮的面容于阴暗中渐渐清晰起来，宛如死鱼般的泛白眼球，毫无半点活人气息。人真能死而复生吗？会议室内，一名生物领域专家惊讶地看着转播画面中丧失人类特征的怪物。林飞侧目看了眼那名专家。就在这时，另一个声音响起：张教授，难道你不觉得这游戏就是个很好的警告吗？一个死人如果复活，那还是生前那个人吗？听到有人这样说，那名专家沉默起来。是啊，正如对方所说，如果将一个死人复活，那这个复活的死人和先前的死者还算是一个人吗？就好比曾经那个震惊学术界的问题：3岁之前和30岁之后的你，还能算是同一个人吗？一个人自出生开始，体内的物质就被新陈代谢换了无数遍，甚至连你的记忆也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淡忘。而这个时期的你和3岁之前的你，究竟还能不能算同一个人？迄今为止，这都是一个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砰！突然一声闷响，将会议室陷入深思的几人拉回现实。他们下意识抬头看向荧幕，只见陈飞手中的撬棍直接击中那扑向他的身影。哗啦！被击退的丧尸撞到货架，摔在地上。陈飞见状，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冲上，抡起撬棍，狠狠砸向丧尸脑袋。砰！噗！伴随着骨裂碎裂声响，一滩污血溅射出来。早有准备的陈飞立刻避开后退几步，褐色的污血溅得到处都是。林飞不知这些血液是不是也蕴含病毒，转身便打算找个容器装一些物资离开，却不想就在他转身之际，商超深处幽暗中传来一声声宛如野兽般的低吼。陈飞闻声心底一惊，抬头朝商超深处望去。下一刻，就见先前那只男性丧尸走出的地方，又有数道身影蹒跚而出，不一会就走出10多只丧尸。我的龟龟！看到这么多丧尸出现，哪怕是陈飞也不敢托大，凭借一根撬棍大杀四方。趁着丧尸并未接近，他随手捡起个购物筐，胡乱塞了些吃食，扭身便向外跑去。好！陈飞刚出门口，一旁便有个身影朝他扑来，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的陈飞甩起撬棍向那身影抡去。砰！剧烈的反震力震得他虎口生疼，甚至整个右手的骨节都疼。不过疼归疼，这一撬棍却是直接抽爆那只丧尸的脑袋。来不及查看，身后商超通道传来杂乱脚步声。陈飞不敢停留，大致看了眼街上情况，便沿着街道向丧尸少的方向跑去。真是活见鬼！他进超市拿食物这么一会儿，街上就出现不少晃荡的身影。粗略数了一下，不下20-30只。好在这些丧尸行进速度缓慢，只要注意点，不被丧尸包围，就不会有危险。一片狼藉的街道，陈飞只能穿梭在车与车之间的缝隙中，眼睛不断观察周围地形。好！奔跑中的陈飞突然右脚腕被人抓住，他随着惯性摔了出去。操！慌乱间，他一把抓住身旁车门把手，避免了脸着地。这时，一个清晰的嘶吼声在他身侧响起。好！陈飞一惊，下意识扭头看去，就见自己身侧不远的车轮下压着一只半身模糊的丧尸。那只丧尸拼命地朝陈飞扒着，可因为身体被死死地压在轮胎下，无法前进分毫。陈飞见状，毫不犹豫，直接抬起撬棍，用尖锐的那一端，噗的一声刺穿那只丧尸头颅。好！这一单个，后面零零散散的丧尸已经汇聚成一股规模不小的尸群。听到嘶吼，陈飞不敢犹豫，立刻捡起自己的东西爬起来，看了眼丧尸汇聚的方向，他便朝着相反方向跑去。吼！可就在他跑到一处路口，打算拐进另一条街道时，当即被眼前一幕吓得魂飞魄散。整条街道密密麻麻，全都是丧尸，数之不清的丧尸将整条街道围得水泄不通。与此同时，陈飞发出的动静也吸引到那些丧尸，缓缓转身的丧尸见到他，顿时如开了锅般嘶吼起来。操！回过神的陈飞看着朝自己而来的尸群，当即一口国粹，随后撒腿便跑。随着时间推移，他穿梭车流道路，
身后的丧尸越聚越多。更可恨的是，周围丧尸也明显变多起来。靠啊！这是钻尸窝了吗？眼见丧尸越来越多，陈飞脸色也愈发沉重。如果说此时只有几只丧尸，他倒是可以杀出重围，重新找一条路。而现在身后则是黑压压的尸群，他只能硬着头皮一条路跑到黑。随着奔跑，他发现一个更可悲的问题：眼前这条路根本不是出城，反而好像是进城。好家伙，这像不像葫芦娃救爷爷？砰！撬棍敲碎一只丧尸脑袋。陈飞抬头看着前方逐渐形成小规模的尸群，眼中不由泛起一丝绝望。不过下一刻，他想到自己所作所为全都被首长们看在眼里，他眼中的绝望瞬间又全部消失，取而代之则是如钢铁般的坚定意志。望着眼前尸群，他神色逐渐冷静，哪怕是死，也不能给军人丢脸。望着周围不断向这边靠拢的丧尸，陈飞毅然决定殊死一搏。然而，就在他准备拼死一战之际，头顶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声：“靠！你真牛逼！别人都往城外跑，你却往城里跑，你这是反套路操作吗？”陈飞一惊，下意识抬头，就见离他不远的2层商铺楼顶边缘站着一名穿着一身牛仔的短发女人。女人见到陈飞看向自己，弯腰从楼顶扔下一根粗绳，见到还在发愣，当即开口：“喂，傻了？赶紧上来啊！”听到女人的话，陈飞这才回过神来，当即冲到街旁店铺前，将撬棍往腰带里一插，购物筐一卡，双手抓着绳子如履平地般向楼上走去。见到陈飞这种上楼方式，女人双眸瞪大：“我靠，你是干啥的？军人？”第107章，热情的有些过分。军人？军人都这么卷吗？看着身手麻利的陈飞，女人双眼不可掩饰的惊讶起来。有问题？陈飞见女人惊讶的眼神，不由感觉有些奇怪。当然了。女人一怔后回答：“昨天军队不是已经撤出镇子了吗？你怎么没走？”“撤走了。”陈飞重复一句，说道：“我才从医院醒来不久。”陈飞简单将自己醒来的经过说了一遍。听到他的经历，女人不由再次瞪大眼睛，并感叹道：“你还真够命大的！医院那边丧尸最少得有几百，你居然一个都没遇到。”女人语气中透着一股不可思议。听到女人的话，陈飞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可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医院连个鬼影都没有遇到。如果真像对方说的那样，那他还真是够幸运的。随着交谈，他得知女人基本信息：刘林，一名户外攀岩爱好者，难怪身手敏捷。短暂的交谈过后，两人便决定先离开这里。好。可没想到，刚来到楼顶边缘，就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他们交谈这一阵功夫，整栋2层商业门市楼前彻底陷入尸海当中，整条街道密密麻麻全都是丧尸。去另一面。陈飞见状，转身向另一侧走去。还好，2层楼的背面虽说也有丧尸，但是没有前面那么多，零零散散也就10多只的样子。我先下去。陈飞见状，稍稍思索下，便率先顺着防盗网攀下楼顶。砰！落地之后，他迅速解决一只游荡而来的丧尸，赶忙招呼上面的刘林下来。很快，对方成功从楼顶下来。谢谢。刘林向他道了句谢，便又问道：“你打算去哪里？离开这，去哪都可以。”陈飞一边观察小区内地形，一边回答：“既然如此，那就和我一起去郊区的避难营吧。”刘林看着他道：“避难营？”见陈飞眼中疑惑，刘林立刻解释道：“对，昨天晚上广播里说的，那里有充足的食物，还有军队保护。”那倒不错。陈飞闻言感叹一句，说道：“既然这样，那我负责开路，你指路就可以。”说着，他便将购物筐交给刘林，提着撬棍朝着一只蹒跚而来的丧尸走去。刘林看了看手中购物筐，旋即便快速跟上。行动缓慢的丧尸对身手敏捷的陈飞而言，只要不形成规模，便也就没有任何危险。在刘林的指引下，两人很快便从后门离开小区，并且还在小区内找到2台山地自行车，沿着街道推推骑骑，很快就走出城区范围。出了城区，路上的肇事车辆变少，两人骑行速度也加快起来。砰！就在两人沿着外环向刘林所指方向骑行时，一声枪声响起。吱！两人不敢迟疑，当即停下。随着两人停下，前方横在路上的货柜车上站起2名身着军装的士兵。车顶的2名士兵凝视2人半晌，其中一名士兵开口问道：“有没有感染？”“没有。”陈飞一怔，便知道对方问的是什么意思，当即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威胁。看到陈飞举动，2名士兵这才将枪放下。2名士兵从车顶跳下，
来到陈飞二人身前，仔细打量他们一阵，发现并没有任何受伤迹象，也没有任何感染征兆。其中一名士兵开口道：“你们应该是收到广播逃出来的吧？”说完，不等陈飞二人回答，士兵便转身继续道：“走吧，这里离营地还有一段距离。”陈飞看着离开士兵的背影，微微皱眉。不等他深思，身旁的刘玲已经跟了上去。陈飞见状，只好跟上对方。四人两前两后，不一会便来到那辆横在路上的货柜车另一侧。这时，陈飞二人才发现，原来后面还有一辆军车。在2名士兵的招呼下，陈飞二人将山地车扔到路旁，坐到军车上面。2人上车后，驾驶位上的士兵便启动汽车，掉头转入一条乡间土路。陈飞见军车行进的方向和刘林所说的方向相同，便也就没继续观看车外风景，反而是前面正副驾驶上的2名士兵让他更加在意。随着汽车拐入一条土路，很快便来到一处山庄门口，正是刘林所说的那个避难营。陈飞仔细打量眼前这个处于烂尾状态，只有围墙和2栋主体楼的避暑山庄。就在这时，山庄的铁门缓缓拉开，哗啦，汽车驶入山庄，来到其中一栋楼前。哈哈，终于有幸存者来了，欢迎欢迎！不等陈飞下车，楼内便走出一行身着军装的士兵，为首之人更是一脸热情地迎了上来。陈飞开门下车，看着迎面走来穿着笔挺军装的寸头男人，眉头不由得皱起。在他们中，对方虽然穿着将校军装，但却丝毫没有一点军人的气质，反而让他感觉有点不伦不类。哈哈，这都2天了，可算见到幸存者了。那名为首的军官来到陈飞二人身前，主动向陈飞伸手道：“你们这一路逃出来，应该很不容易吧？”陈飞伸手和对方握了一下，客气道：“还好，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那还真是谢天谢地。军官感叹一句，便抬手搭在陈飞肩膀上，热情道：“走，先给你们安排住处，房间里都有热水和淋浴，你们先洗洗，等下我吩咐厨房做顿大餐，为你们接风洗尘。”军官越是热情，陈飞便越是觉得蹊跷，甚至他开始怀疑眼前这群人到底是不是军人。他不着痕迹地观察一下周围，连军官在内一共8人，虽然都穿着军装，但却丝毫见不到一点军人的正气。陈飞见状，并未多说什么，带着刘玲跟着军官进入主楼，为2人安排完房间后，又命人给2人准备2套新衣裳。在洗手间简单的洗漱一番，陈飞换上一身新衣裳，看着身上崭新的迷彩服，他眉头皱得更深起来。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人敲响，砰砰！陈先生，接风宴已经准备好了，上校叫你们下去。好，知道了。陈飞应了一声，便起身离开。第108章，老子发誓弄死你们每一个人！陈飞打开房门的同时，对面房门也跟着一同打开。看着一身迷彩军装的刘玲，他微微一愣，随后便与对方一同前往楼下。等到2人来到餐厅，饭菜已经准备完毕。见到2人，坐在桌旁的军官立刻起身，笑脸相迎，将2人引入座位。看到对方如此客气，陈飞心里更加确信对方绝非是军人。不过转念一想，这是游戏世界，对方是不是军人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对方没犯到他头上，他也就懒得管对方什么身份。想通这一点的陈飞心中顿时宽敞不少。来来，尝尝这是我在路上捡的，听说值好几千呢。等到菜肴全部上计，军官打开桌上的香槟，让手下给2人满上。等到香槟倒完，他便率先举起杯来，朝2人微微示意道：“现在我代表营地全体官兵，欢迎2位的到来。饭菜有点简陋，没办法，现在条件有限，我在这儿先干为敬，你们随意。”说着，军官便一仰头，将满满一杯香槟喝下。陈飞2人见状，就算有心拒绝，也不好意思开口，无奈下只能硬着头皮喝下。军官见状，脸上露出笑容，大笑道：“哈哈，小兄弟够豪爽，既然如此，那咱们再喝点别的。”说着，他一摆手，便有一名士兵起身。不一会，那名士兵拎着2瓶白酒返回，放到餐桌上面。军官打开白酒，看向陈飞道：“小兄弟，来人就得喝烈酒，怎么样？敢不敢比比？”陈飞见状，心里微微皱眉，表面却没有拒绝，点头说了句：“好。”听到陈飞同意，那名军官脸上笑容更盛，那表情就像是多面兄弟重逢般开心。陈飞很少喝酒，因为他的酒量很差，白酒撑死4两，啤酒3瓶。可随着他一杯酒下肚，发现自己居然丝毫不受影响。得知这一点的陈飞当即心情大爽，便继续喝了起来。一群男人2杯白酒下了肚，饭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如果不知情的人见了，
恐怕都会认为这就是个战友聚会。菜过5味，酒过3巡，一桌官兵全都喝得面红耳赤。陈飞眼前的画面也变得模模糊糊，甚至感觉像是在旋转。明明没有醉酒，眼前世界却是醉酒状态，这让陈飞感到惊奇无比。1个小时左右，众人吃得差不多，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陈飞将不胜酒力的刘玲搀回房间，他也迷迷糊糊回了自己的房间。啊！就在陈飞等着醉酒 buff 解除之际，房间外传来惊声尖叫，是刘玲。听到熟悉叫声，陈飞心中一惊，他顾不得眼前天旋地转的模糊视觉，忙紧起身，跌跌撞撞朝房门跑去。咔咔咔，门被反锁了。半天没有拧开房门的陈飞意识到这是有人特意为之，想到这儿，他不再犹豫，后退2步，猛地一个冲刺撞向房门。砰砰，咔嚓！很快，在陈飞的撞击下，并不坚实的木门被撞裂开来。见到房门裂开，他更是毫不保留，用全身力气狠狠地朝房门撞去。咔嚓！一声木质碎裂声音响起，同时房门也彻底被他撞碎。冲出房间的陈飞毫不犹豫狂拍对面房门。刘玲，刘玲，救我！你们放开我！站在门口，听到门内传来刘玲的呼救，陈飞的面色瞬间阴沉下来。他虽与刘玲相识不长，但是对方毕竟对他有救命之恩。陈飞并非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在听到刘玲的求救后，瞬间红了眼。内心无比清醒的陈飞顾及不了眼前醉酒状态，后退几步，狠狠地朝刘玲房门撞去。砰！咔嚓！仅仅一个撞击，房间木门便被他直接撞开，他也一同随着惯性冲进房间。卧槽你妈！看着眼前模模糊糊，甚至还打上马赛克的视线，陈飞当即一怒而起，朝最近一个身影冲去。砰！陈飞寒怒一击，瞬间便命中对方面门。伴随着骨骼碎裂的咔嚓声，他面前那道飞出去的人影响起撕心裂肺惨叫。看着捂着塌陷喷血的鼻子弯得跟个大虾似的同伴，守在窗边的2名士兵当即反应过来，纷纷朝陈飞扑来。操，干死他！这世上最损的几件事，莫过于打瞎子、骂傻子、欺负蹲坑弟。此时此刻，陈飞和瞎子没多少区别。看着2道模糊人影，他只能凭感觉迎头而上。霎时间，3人便打成一团。由于顶着个醉酒 buff，3人很快便分出胜负。陈飞被2名士兵击倒，并且用床单捆上。操！我以为多牛逼，原来只是个菜逼。士兵踢了陈飞一脚，便骂骂咧咧朝屋内大床走去。操你妈！你们要敢再动他，老子保证你们一个都活不了！被捆住的陈飞心里怒无处泄，恶狠狠地吼道，眼睛瞥了眼右上方的醉酒 buff 倒计时，还有2分钟，只要自己拖住2分钟，等到 buff 结束，自己就能有办法解救对方。杀我们？呵呵，还真是大言不惭。放心，我们暂时不会杀你，而且你还得要感谢我们，接下来我们可要给你提供免费大片。几名士兵围在床边，肆无忌惮粗鲁地谈论起来。求求你们放过我！刘玲微弱的声音响起，跟着便又惊恐地大叫起来。混蛋！你们这群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你！哈哈，小妞，杀我们，恐怕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咦哈哈哈，嘿嘿嘿，怎么会没机会？他能把我们削骨折！哈哈哈！混蛋，我要杀了你们！我草你们吗？老子发誓，你们一个也别想活！听到房间内的绝望声，陈飞的心脏就像被一张无形的手掌攥住，满腔怒火犹如喷发的火山，随时喷发。这群人是完了，陈飞这小子动怒可不是闹笑话而已。是啊，陈飞很厉害。听到身旁2名大佬开口，林飞抬头看了眼视频中怒火中烧的陈飞，疑惑道：厉害？呵呵，小林等下你就知道了。小陈的战绩可是近代无人超越啊！看着满脸疑惑的林飞，王庆东开口说道：那家伙这样牛逼吗？林飞惊讶地打量起荧幕中的陈飞。第109章，好快，这个男人好快。5、4、3、2、1，醉酒状态倒计时归0。陈飞眼前模糊画面逐渐清晰起来。混蛋，放开！看着眼前被欺凌的刘玲，陈飞一双眼睛瞬间充血，遍布细密的红血丝，择人而视的目光如同一只苏醒的荒古野兽。双臂微微用力，将身上的床单挣松，下一刻便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快抓住那小子！床边戒备之人见到陈飞挣脱束缚，立刻招呼同伴上前。看着向自己冲来的男人，陈飞神色全无，一双深邃的眼眸
如潭死水般冷冷地看着对方。冲上前来的短发士兵微微一怔，便下意识伸手朝陈飞抓来。在士兵看来，陈飞不过是个喝傻了的小青年，抓住对方还不是手拿把掐点事儿。然而下一瞬间，他发现自己错了，而且还是大错特错。就在士兵手掌堪堪碰到陈飞衣襟瞬间，陈飞双眼猛地放射出骇人冷光。嗖！刹那间，陈飞的身影消失在士兵面前。不等那名士兵搞清状况，下一刻他便感觉自己腰间软肋处传来撕心裂肺般疼痛。砰！嵌入士兵腰间的半个拳头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力量，瞬间便将那名士兵击飞出去，砸在床头柜上。同时肋骨断裂声响起，咔嚓！床头柜碎裂的木茬插进士兵赤膊的后背。啊！士兵一边咳着鲜血，一边捂着腰发出杀猪般惨叫。周围众人看着满身划伤、腰间印着一块紫黑拳印的士兵，都不由得抽了口冷气。这一刻，他们看待陈飞的目光全都变了。所有士兵的眼中都带着一股深深忌惮，因为某些原因，这群士兵为了安全起见，并没有带任何枪械上来。虽然没有带枪械，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把当作枪刺的短刀。见到同伴被废，他们纷纷掏出短刀。小子，我劝你最好老实点，我们兄弟几个过完瘾，就把这小妞还你。你们不是军人。陈飞阴沉着脸。我们是军人。床上按着刘林的士兵侧脸看着他道。不，你们不是军人。陈飞凝视对方，冷声回道。哈哈，就算我们不是军人又如何？我们有枪在手，这年月有枪就是王。不等对方说完，陈飞眼中冷光迸射。可惜你们现在没有枪。说话之间，陈飞脚下动了起来，他如同一只猎豹，毫无畏惧地冲向3名士兵。见到陈飞行动，3人心中一惊，其中2人下意识挥舞刀子刺向前者。看着朝自己胸口刺来的短刀，陈飞波澜不惊。就在短刀即将刺中之际，他的身体微微一侧，吃了。短刀刺破陈飞胸前衣襟，惊险地贴着他皮肤划过。士兵见状，瞳孔一缩，不等其反应过来，就感觉手腕被一只超有力的大手掐住。士兵见状大惊，不等他来及的挣扎，就感觉臂弯也传来疼痛。下一秒，整条手臂突然软弱无力起来。士兵心中骇然，惊讶地转头看向身侧，然而映入他眼中的却是急速接近的刀尖。噗！一点反应机会都没有，士兵感觉右眼传来刺痛，剧烈的刺痛。那名士兵下意想要拔出短刀，可手臂使不出一点力气。他嘴里发出惨嚎：啊，我的眼！然而士兵的声音刚刚响起，声音便戛然而止，跟着脖子气管位置响起呵啰啰的声音。噗！伴随着声音，就见那把已经割开士兵气管的短刀绕着士兵的脖子旋转一周。已经忘却疼痛的士兵惊恐地捂着脖子，体内血液压力让猩红的鲜血顺着士兵指缝往外窜，堵都堵不住。扑通，2秒都没挺上，士兵便摔倒在地，猩红的液体瞬间形成一片血泊。你！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让另外2名士兵停住。2名士兵看着身上被溅不少鲜血的陈飞，整个人都骂了：我的鬼鬼！眼前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杀人怎么和宰鸡差不多？惊恐至极的2人望着宛如杀神一样陈飞，颤抖起来。先前那名按着刘林的士兵颤抖地开口道：不要杀我，我什么都没做，都是他们逼我的。你是军人？陈飞面无表情地问道。不是，我就是一个小偷。末日前。士兵真被吓坏了，当即毫无保留，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陈飞。原来这伙人并不是什么军人，只是一群监狱的逃犯。至于那身军装，只是在监狱的武警驻军那里搜来的而已。说完之后，那名男子求道：大哥，该说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上有。那名男子本想求饶，却不想陈飞突然动了，当即吓得快速向后退去。啊，不要杀我！然而就在他话音刚刚落下的同时，一声利器入肉的声音响起。噗！男子惊愕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青年，又下意识低头看向插在腰间的短刀。尼玛，老子！看着腰上插着的短刀，男子心中一狠，当即下意识就要用手中短刀朝陈飞刺去。不想陈飞动作更快，陈飞拔出刺在男人腰上的短刀，跟着持刀的手如同幻影般，噗噗噗噗噗，刀影血剑不断闪现，电光火石之间，男子便身中数十刀，细小如一线天的刀口窜出一道道血溅。男子举着的短刀迟迟没有落下，他瞪着一双大眼，不敢置信地看着陈飞。太快了，这是什么手速？仅仅只是眨眼功夫，对方就连续刺他数十刀，甚至都没感觉多少疼痛，
就见自身跟个漏勺一样窜出数道血剑，顷刻间，男子失去所有力气，扑通一声步入先前那名同伴的后尘。2名士兵瞬间惨死当场，最后那名士兵当场吓到尿裤子，哭着嚎道：“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什么都没做。”呵呵。陈飞看着跪在地上哭着求饶的士兵，眼中冷光迸射而出：“我说过，所有人都要死。”说着，他抬起脚步走向对方，阴森道：“我这人说到做到。”第110章被刺，快男。不，噗！陈飞不给对方任何说话机会，手中短刀一甩，当即扎进对方咽喉。士兵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由于情绪恐惧，以致让体内血压飙升，随着血压的急速飙升，士兵咽喉处的短刀两侧血槽顷刻间射出2道近2米长的血箭。直至此时，几名士兵昏的昏，死的死。呜！刘林抱着被子缩坐在床头抽泣不止。见到对方这样，陈飞顿时一个头大，无奈下，他只好捡起被扔在地上的衣物丢给对方身前：“待在房间里，我去解决他们。”说到这，为了保险起见，他将地上血淋淋的短刀捡起，用床单擦了擦，丢到床上，这才放心走出房间。走廊内灯火通明，不见任何人影。陈飞沿着走廊向楼下走去，刚刚走到1楼半转角缓台，就听到1楼传来说话声音：“操，那几个孙子命真好，老子2次抽签都没抽中，这屁急！等到他们爽够了，不还是能轮到咱们？只是早晚而已。”“放屁，那能是一个滋味儿？那你倒是抽中啊！”“操，老子也想，那不就得了？没有那王八命，就不要奢求当王八，能刷个锅已经不错了。”“嘿嘿，也是，如果老大能把他那个妞让出来，别说刷锅，就算是掏灰我都愿意。”“你还真敢想啊！这里还有其他幸存者。”靠在1楼半拐角，听着下面2名士兵的交谈，陈飞微微皱眉，旋即他的眉头又再次舒展开。有没有其他幸存者，这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解决这伙假冒军人。想到这里，他不再迟疑，贴着墙壁缓缓探头朝楼下看去。楼梯下方正是入门大厅，2名士兵正背对着楼梯口，坐在沙发上聊着混话。陈飞见状，眼前一亮，当即悄悄走下楼梯，直至来到2人身后，对方仍旧没有察觉出来。看着仍在继续扯皮的2人，陈飞双眼冷光绽放，缓缓抬起双手，悄悄瞄准2人脖子上的大动脉，左右手上各持一把沾着血的短刀。短刀接近瞬间，他毫不迟疑，迅速出刀，噗噗，刺刺，锋利尖锐的短刀瞬间同时割开2人动脉，汹涌的血液顿时喷溅出来。突然遭受攻击的2人下意识便抬手试图捂住伤口。陈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双手短刀疯狂，快速的再次刺出，噗噗噗噗，尖锐的短刀对着2人脖子刺出几刀，瞬间又添数道伤口。喷涌而出的鲜血瞬间在皮沙发上形成血泊，直至2名士兵气绝身亡，都没能回过身来。就在这时，楼上传来怒吼：“操！给我找出那小子！”听到这个声音，陈飞瞳孔一缩，暗道一声不好。瞬间反应过来的陈飞当即毫不犹豫抓起沙发前茶几上的枪械，转身朝楼上狂奔。砰砰！刚刚进入楼梯间，上面便响起枪声，子弹击碎台阶，崩飞的细石打在陈飞的脸上。陈飞微微眯眼，只好避其锋芒，退出楼梯间，躲到背对楼梯口的沙发前面。看着眼前2名死相惊恐的2名士兵，他摆正2人尸体，遮住自己的同时，又将枪口架在其中一具尸体的肩上，瞄准楼梯口。陈飞的手指搭在扳机上，只要楼梯口有人出现，他便直接开枪。哒哒哒哒，时间一点点过去，不一会，楼梯口内响起脚步声。陈飞闻声，顿时全神贯注起来。不一会，就见楼梯口内走出一个身影。操！看到那个身影，陈飞下意识赶紧挪开枪口，同时硬生生停住扣动扳机的手指，只差一点点就将扳机扣到位。强制停下的陈飞看着从门口走出的刘玲，眼中当即喷出怒火：混蛋，这群家伙居然拿女人做挡箭牌！小子，出来吧！就在这时，楼梯口又传来一个声音，同时那名军官缓缓走了出来。看着用手枪指着刘玲的军官，陈飞脸色难看至极。就在这时，那名扫了眼大厅的军官冲着沙发这边说道：如果你不出来，我可不保证不会对你的女朋友开枪。躲在2具尸体前的陈飞通过2头间的缝隙观察对面情况。虽然军官只是一人用枪指着刘玲，但是陈飞心里却知道，对方身后的楼道内最少还有2名假士兵。这群人别说是假士兵，就算是称之为暴徒都不为过。
这才仅仅只是末日3天就出现这些丧心病狂的禽兽，那么如果末日持续下去，这个世界又将会怎么样？这一刻，不单单亲身体会的陈飞，就连会议室内看转播的大佬们都不由得深思起来。就在这时，门口的刘玲大吼起来：“不要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人，他们吃人！”看着扯着嗓子怒吼的刘玲，陈飞一时间脑中没有任何办法。啪！一声响亮的耳光声响起，刘玲直接被军官抽倒在地。机会！陈飞见状，当即准备射击，却不想那名军官十分狡猾，先他一步躲回楼梯间。下一刻，2名端着步枪、浑身挂着弹药、手雷的士兵从楼梯间内冲出，将刚刚爬起的刘玲擒住。真麻烦！看着重新被擒住的刘玲，陈飞无奈，只能从沙发前面站起。见到陈飞出现，躲在楼梯间内的军官开口道：“小兄弟，身手不凡，不如加入我们，跟我干吧！我可以给你个军衔，到时候如果占领个城市或者建立个基地时，你也算是开国元老。”不等陈飞开口，被2名士兵拽着的刘玲怒道：“呸！你这个吃人的恶魔，还妄想建立基地！”说话之间，谁也没注意到，他趁乱从身旁士兵身上扯下手雷，当即毫不犹豫拔掉拉环。“陈哥，谢谢你！”一句突然莫名其妙的话让陈飞一怔，紧跟着他注意到对方手里攥着的手雷，当即瞪大眼睛阻止道：“别！”刘玲微微摇头，阻止他的话，红着眼圈道：“谢谢你，我不想痛苦的活着。”当啷！随着话语，一声金属落地声音响起，士兵闻声下意识低头，当见到掉落地上的东西后，2人脸上瞬间蒙上一层恐惧。下一秒，轰！一声巨响在2人之间响起，3人全都被炸飞出去。第111章新游戏双人训练。操！顷刻间，陈飞的脸色难看至极。啊！我的脸！楼梯间内凄惨的嚎叫声响起。陈飞闻声，双眼迸射出骇人的冷芒，毫不犹豫抬脚上前，越过3人尸体，来到楼梯间门口，宛如寒冰般的眼眸望着楼梯间内捂脸翻滚的军官。砰！毫不犹豫，举枪射击，子弹瞬间射进对方的胸腹，撕开对方的脾胃。剧烈的疼痛让其叫声更加凄惨。不要杀我！剧烈疼痛下，军官吃力地求饶起来。然而面对求饶，陈飞的脸上没有丝毫变化，依旧冰冷地看着对方，枪口微调，对准对方的脑袋。砰砰砰！伴随着狂躁的咆哮，挣扎的男子脑袋瞬间便被轰得稀巴烂。直至一梭子弹全部射完，陈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转身来到面目全非、已经死透的刘玲尸体前，静静地立在那里半晌，弯腰抱起尸体，不顾滴答的黏腻液体，扛起对方朝外走去。看到这里，整个会议室内变得落针可闻。在座众人可以说是都算得上是国内大佬，甚至还有老战士。战争的残酷，众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然而，这种末日下的可怕人心，更是让他们沉默不语。虽然只是个游戏，但是不难看出，像是视频中这种情节，如果有一日末日真的到来，还真就有可能发生。小林，你说末日真的会发生吗？气氛沉寂压抑的会议室内，王庆东的声音突然响起。啊！林飞闻言，有些哑口无言地望着对方，这话他根本没法回答。好在这时，坐在首位的郑老爷子开口：“小王，不要问这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就算真有末日来，国家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听到郑老爷子的话，王庆东脸上尴尬一笑，林飞则是暗自抹了把冷汗。有些问题，想想可以拿到明面来谈。怎么谈？整不好命都得搭上。啪啪啪！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人敲响，王庆东下意识便起身打开房门。房门打开，一名通信兵在王庆东耳旁悄声说了几句，随后又递给前者一个文件袋。王庆东接过文件袋，便关上房门，走到郑老身旁，小声说了些什么，随后将文件袋递给郑老。哦，郑老闻言，惊讶地打开文件袋，从中拿出一沓文件，简单快速大致扫了一眼，抬头看林飞，和蔼一笑道：“小林同志，这次老头子可给你添麻烦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当即让林飞愣了一下，半晌，他急忙摆手道：“呵呵，您老言重了，以您老的身份，怎么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呵呵。郑老笑了笑，将手中的文件交给王庆东，示意后者递给林飞：“你看看吧。”随着郑老话音落下，王庆东已经将文件交到林飞手上。林飞拿着文件，疑惑地低头看去，一目十行，快速扫了一遍。随着越往后看，林飞的脸色愈发难看。等到看到最后，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不经意间注意到郑老一脸笑意，
他脑中灵光一闪，当即苦笑道：“呵呵，您老还真说对了，这次恐怕我的公司要倒霉了，弄不好都得倒闭。”其实文件上并非什么机密内容，上面全都是有关今日林飞被军方带走的事，而且上面收集的全都是歪曲事实，甚至还有带节奏嫌疑。其中更是有几篇文章直接将他林某人扣上卖国贼、间谍的帽子。这种说法纯纯就是污蔑。资料的最后更是查出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所有的舆论与营销号全都是受企鹅的指使。看到这里，也就印证林飞为何有上面那番话。听到他的话，众人一头雾水，纷纷对其手中文件好奇起来。郑老并未多说什么，只是示意林飞将文件传给众人。林飞见状，便将文件递给身旁穿着白大褂的老者。不一会，那名老者暴跳如雷起来：“混蛋，简直是混蛋！这纯属污蔑！就这种企业，就应该让京都的那群家伙好好查查，看看是不是有外资，我看他们屁股才不干净！”随着文件一个传一个，不一会，会议室内众人全都义愤填膺起来，甚至连国粹都从这群大佬口中喷出：“他妈的，这是什么恶心企业？以前我们还与他们有过通讯合作，不行，回去后我立刻让人中断与他们的合作。妈的，这种企业就是国内商圈的老鼠屎！”霎时间，整个会议室内充斥着各种谩骂。实际上，若是在平时，他们也不会如此气愤。可现在是什么？别看郑老没有表态，但是话里行间都透着支持林飞的意思。这个时候，谁唱反调，谁就是大傻 X。呵呵，小林同志，郑老突然开口，微笑地看着林飞道：“你看大家伙对你可都是寄以厚望，在这，老头子我也给你一个保障，从今以后，魔都上下都会鼎力支持你的工作。”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再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就真是个傻子。听到郑老的话，林飞一脸受宠若惊道：“哼，那实在是太感谢各位叔叔伯伯爷爷了。”在座众人听到林飞的称呼，当即心中一滞，这小子居然如此滑头。不过一想到林飞所掌握的技术，众人又觉得这样称呼也不错，起码以后有事时也不显得陌生。众人又聊了一会，军方趁机又提出一个要求，想要让他帮忙制作一个应该高科技的现实模拟场景。心知肚明的林飞当即一口答应，并提前告诉对方让其先训练人员，同时也提出2人一组锻炼默契的方案。王庆东等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反正这并不影响训练，索性也就答应。在林飞保证尽快制作高科技战场后，郑老一脸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年轻人，想要做什么就不要畏首畏尾，回去之后大胆去做吧。”听到对方的话，林飞嘴角差点咧到耳根子，郑老爷子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混蛋，我让你们炒舆论，为什么会是这种效果？现在所有平台都在直播他的游戏，就连那些与咱们签约的主播都不惜支付高额违约金去直播他的游戏。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企鹅大楼最顶层的大会议室内，麻花藤面色铁青的看着一众主管。第112章动用超能力。企鹅公司内，一众高层管理见麻花藤面色铁青，全都下意识低下头。其实此时这种情况不单单只出现在企鹅内部，业内的所有公司都在关注着林飞的《生化危机启示录》。毕竟玩家国度此时已经成为游戏界家喻户晓的存在，尤其是企鹅先前上线的游戏，更是因为林飞新游戏的原因赔得血本无归。这在业内已经不是秘密。企鹅被狠狠地打了把脸，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利用舆论将玩家国度挤出游戏市场。现在把你们手中的营销号全都给我利用起来，无论如何我都要搞臭林飞和他的破作坊。已经嗅到危机的麻花藤不惜耗费财力，利用舆论给林飞施压。他不允许华国游戏市场有林飞这个不安定因素，但凡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都不是事儿。很不巧，他麻老板别的没有，就是有钱，有超能力。在超能力的加持下，网络上瞬间涌出一群水军，将舆论往《生化危机启示录》这游戏是否合规上牵引。随着这群水军肆意发言，一时间网上全都是有关《生化危机启示录》的负面舆论。同时各大门户网站全都是有关举报这游戏的帖子和发言。有人声称该游戏充满恐怖、血腥、暴力和人性的黑暗，侵害未成年。甚至还有帖子声称自从玩了《生化危机启示录》后，已经产生严重后遗症，有的不敢吃药，有的不敢出门，因为每当路过小巷时，总会情不自禁幻想里面窜出腐烂的丧尸。反正所有广泛不良影响的大帽子全都扣到林飞及他的玩家国度头上。随着舆论的发酵，林飞这个名字也算是彻底火遍大江南北。比之那些流量明星，
都丝毫不差。这种手段对于企鹅来说已经是炉火纯青，甚至麻花藤还花费高价雇佣黑客攻击《生化危机启示录》的服务器，同时也利用手下人才制作游戏外挂。反正只要能将林飞搞臭，他不惜一切代价。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随着黑客破解和攻击，他们发现《生化危机启示录》的服务器如铜墙铁壁般牢固，根本无法侵入和攻击。当麻花藤收到手下黑客汇报后，脸色又阴沉几分。他完全没想到自己这种娴熟手段居然也会有碰壁的一天。既然黑客手段不好使，那他只能将所有力量倾向于舆论方面。俗话说得好，商场如战场，在这里从不需要道义可言，只要能搞垮对手，保住自己的利益，即便是不要脸又能如何？哼，林飞呀林飞，跟我斗，那你不是跟电干的吗？麻花藤看着手中实时报告，脸上露出冷笑。马总，不好了！就在麻花藤幻想着不久以后，林飞那小子主动上门求饶，倒是自己顺手收购对方时，会议室门被急匆匆的秘书推开。他神色不悦地抬头看向秘书，什么事儿？此刻的他心里想的全都是如何对付林飞。只要林飞和玩家国度一天不从游戏市场消失，他就一天无法静心。秘书见状，只好硬着头皮：马总，我们的营销号出问题了。出问题了？麻花藤疑惑地看着秘书。对，刚刚咱们的营销号群里那些大 V 的账号全都被网监部门发出警告。秘书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名单道：还有这些账号都是被直接封禁的，全是高粉丝账号。麻花藤疑惑地接过文件，看了眼上面密密麻麻的账号，其中有不少账号他都见过。拿着名单，他愣了半晌，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虽然自己雇佣这些营销号去抹黑林飞及玩家国度，但是这也不至于封号啊。这种事以前又不是没做过，可从没听过封号一说。一时间有些懵逼的麻花藤下意识打开自己的电脑，在热搜中随意找了篇《生化危机启示录》给人类带来恐慌的文章点了进去。他粗略地看了遍文章，虽然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但是文章的内容通俗易懂，甚至文章中还加入博主的自我分析，说玩家国度的游戏未来必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恐慌。总而言之，整篇文章全都是有关玩家国度新游戏的负面影响。就连麻花藤看了，心里都觉得这些话说的在理，甚至也引起他的共鸣。深度好文，不得不说，博主分析得很完全。而我本人更是十分赞同博主的观念，玩家国度的游戏根本没有任何可玩性，它只能令人对社会产生恐惧。赞同博主，支持博主。文章的下方全都是网友们对此篇文章博主的支持，甚至有人扬言抵制玩家国度，并 edit 华国文化部，要求封掉旗下作品。然而就在这一片支持呼声的留言中，夏拉的回复中画风突变起来：赞同你妈，支持你妈，是不是良心作品，用得着你们这帮水狗逼逼吗？谁说不是？我们又不是傻子，生化危机启示录好不好，用得着你们这群狗逼评论吗？请原谅，我好像已经丧失思考能力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生化危机启示录好不好，但我知道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因为我只是玩个游戏就把驾照考了。我愿称玩家国度为最良心工作室。麻花藤一脸懵逼地看着这些评论，毫无疑问，上面那些回复的网友就是他们企鹅圈养的水军，而下面那些语言恶劣的网友绝对妥妥的是玩家国度的粉丝。企鹅公司最擅长的就是抹黑带节奏，然而这次却是没有想到玩家国度的粉丝居然如此给力。看着那些回复，麻花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总而言之，网络各大网站但凡有抹黑生化危机启示录的文章，下方回复必定会被网友刷爆。砰！就在麻花藤即将发怒之际，门被人暴力的撞开，机房主管冲入房间：马总不好了，我们的服务器被黑客攻击了。第113章停服整顿。马总，我们的服务器被黑客攻击了。机房主管一句话彻底将麻花藤惊出一身冷汗。整个企鹅公司机房服务器可不单单只和游戏有关，企鹅所有产品的服务器全都在机房内。什么人做的？麻花藤立刻站起身来。我们的技术员还没有追踪到对方 IP。主管回答一句，立刻又说道：现在我们企鹅所有产品的主页全都被替换掉，换成了生化危机启示录的海报。什么？麻花藤闻言眼睛瞬间瞪大，一脸惊恐地看着主管。企鹅旗下所有主页全被替换，这特么是个多大手笔？我们去看看。震惊的麻花藤不敢迟疑，率先带着手下准备前往机房。然而就在他走出办公室的同时，走廊内前台接待带着一群人迎面来。
看到那群人一身执法着装，麻花藤的脸色彻底如锅底一般。马总你好，我叫魏建强，是税务接到举报，说您的企鹅公司有偷税漏税情况，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调查。一名40左右岁的国字脸男子上前一步拦住麻花藤。偷税漏税？听到对方的话，麻花藤心脏不由一抽。偷税漏税对他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可却从没被人举报过。一则是他做的滴水不漏，另一侧是如果追责，他的那些举动都是利用法律的空子，即便是被查出来，性质也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在这时候有人举报，明显有点针对的意思。这群网友还真是可爱。军车内百无聊赖扒拉着手机的林飞，看着网上和水军厮杀的粉丝们，心里微微有些触动。他没想到，面对全网水军攻击，玩家国度的粉丝们如此给力，居然硬生生将那群水军喷得哑口无言。操！你们这群拽吃狗粮的家伙，眼睛是鱼泡做的吗？眼睛用不到，捐给别人吧。谁说不是？一天天就知道吃狗粮瞎逼逼。我就问问上边那些回复的傻逼，你们玩过《生化危机启示录》吗？他们玩个尖儿，还差不多。你们这群键盘狗，你家大人给你多少钱，让你来这瞎逼逼？随着玩家国度的粉丝们涌入狂轰乱炸，本就硝烟弥漫的文章彻底混乱起来，甚至有的人回复国粹都回错人了。林飞拿着手机，脸上尽是一片笑容。没多久，载着林飞的军车再次出现在锦城苑小区门前。门卫室的保安见状不敢迟疑，立刻打开栏杆将车放入小区。随着一行5台军车出现，整个小区内再次炸裂。尤其那些好心儿的人，看到先前被带走的林飞完好无损从车上下来，并且被一群士兵护送走进大楼，这群人全都傻了眼。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军中大少？可就算军中大少，也不见得敢这样大摇大摆啊。当然，随着一众闲杂人等的猜疑，林飞乘坐军车回到小区的视频再次被传上视频网站。而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人群中一名青年双眼遍布震撼，随后他毫不犹豫将录好的视频发送到出去。视频传输完毕，青年如猪肝的神色缓解一些，跟着便毫不犹豫拨通一个电话号码。不一会，电话接通，青年稳定一下心神说道：主管，情况不对劲儿啊，视频我给你发过去了，你快看。远在企鹅总部的主管挂断电话后，便打开通讯软件，在最新消息中找到一个视频，毫不迟疑立即打开。视频画面正是林飞所在的锦城苑小区。视频播放刚过5秒，就见画面中出现一台军车，随着第一台军车从拐角出来，紧随其后便又是一台军车，一台接着一台，5台军车从小区主路拐角鱼贯而来，嗤的一声停到一栋高层住宅楼前。军车停下，车门打开，士兵整齐划一从车内跳下。一名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眼神锐利如鹰，警惕地打量周围。就在这时，中间那台军车后门打开，一名阳光帅气青年缓缓从车上下来。如今林飞已然成为网络风云人物，这名主管瞬间便认出林飞。完了！看到这里，那名主管当即打了个哆嗦，拿着手机急匆匆坐上电梯，朝麻花藤办公室跑去。又搞什么？公司机房被不明黑客攻击，刚刚稳定下来，又打发走税务执法人员的麻花藤，看到手下进来，当即皱起眉来。他现在真的不想再听到任何不好消息。然而，有的时候事情往往就是那么不如意。主管简单说了下来由，同时将自己手机上的视频再次重新播放。看着视频，坐在老板椅上的麻花藤眉头顿时皱起。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管理好自己情绪是一门必修课。可今天无论如何，他都压制不住心里那团怒火。啪！等到视频播完，他再也忍不住，烦躁地将手机拍到桌上，顿时屏幕碎裂。主管看着自己新买的水果手机，顿时心里骂娘。面对手下一脸哀怨、敢怒不敢言的样子，麻花藤心里彻底气炸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凭什么一个在自己眼中犹如蝼蚁的工作室，居然能掀起如此大的风浪，甚至已经有对他利益构成威胁的程度。坐在老板椅上的麻花藤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就在他脑中思索如何对付林飞时，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麻花藤下意识接起电话，一瞬间他的瞳孔骤然一缩。电话内虽然只有简短的2句话，但是这2句话却让他如坠冰渊。完了！他拿着已经尽是一片盲音的电话，口中下意识道，随即整个人如泄气的气球般靠在老板椅上。马总！办公桌对面的手下看着双眼无神的麻花藤，唤了一句。半晌，麻花藤回过神来，无力地摆了摆手道，吩咐下去，等下开会，通知游戏部门所有游戏官服。他停顿下道，
发公告就说所有游戏升级服务器，游戏关服。听到这话，主管当即炸了，一脸惊悚地望着麻花藤。马总，你没说错吧？游戏关服，去办吧。文件用不多久就下来，上头让咱们停服整顿。麻花藤有些颓废地说。第114章被军方点名，上头让停服整顿。整顿啥？我们企鹅游戏没坑没抢也没骗，有啥好整顿的？听到麻花藤的话，那名主管明显一愣，旋即便是满脑子问号。不过很快，这名主管就想通一切，停服整顿是假，警告才是真的。卧槽！卧槽！卧槽！操！企鹅游戏全面停服，更换服务器。操！这是疯了咋的？靠啊！老子刚磕1000大洋啊！尼玛！老子还想抽箱子呢。随着企鹅各大游戏主页登出停服更换服务器的公告，网络上再次掀起惊涛骇浪。现如今网络上企鹅游戏的用户有多少，根本不敢想象。突然间的换服务器，而且还是全面性的，顿时引起无数用户不满。一时间，针对玩家国度的舆论全都被企鹅这作死举动压了下去。别说广大网友，现在连企鹅总部大会议室内全都是一片乱糟糟的讨论声。卧槽！然而就在这乱糟糟环境中，一声国粹令整个会议室内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全都转头看向财务部的女总监，感受到众人目光，那名女总监脸上闪过一抹尴尬，跟着便将自己手机屏幕朝众人示意一眼，放到投影仪上。坐在首位的麻花藤微微皱眉道。听到他的话，那名女总监稍稍迟疑，便将手机连上会议室的投影仪，将手机中的一张截图投放出来。那是一张截图，一张来自于微博的截图，一篇文章，标题简洁易迩：生化危机启示录将被列入今年征兵考核项目。如果仅仅只是标题令人感觉惊讶也就算了，那还不至于让人出口国粹。毕竟这种空穴来风的事情并不只是一次而已。然而就这么一个标题，一个文章，直接给会议室内的众人吓出一身冷汗，所有人脸上的表情全都变得惊悚起来。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发布这篇文章的微博账号是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虽然只有4个字儿，但就是这4个字儿才会让众人感觉无比的惊悚。魔都军区，这4个字儿代表着什么？华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单单只是这个账号名称，众人就知道文章的内容基本不用看了。可即便如此，文章开头的文字还是映入众人眼中。不得不说，《生化危机启示录》这款游戏是华国跨时代的产物，甚至成为独属于华国的骄傲。该游戏的内容是末日幻想，虽然只是幻想，但是不得不说，游戏中那种末日下的残酷与残酷被创作者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该游戏能够完全磨练玩家的意志。人可以没有强大的体魄，但不能没有强大意志。该游戏的技术水平极高，甚至可以说领先全世界。而更令我们自豪的是，这个游戏它是华国制造，而玩家国度工作室也与我军达成协议，为军方开发最新虚拟实战游戏。截图的话到这里结束，但不得不说，仅仅这几句话中就透着对玩家国度的崇高推崇。然而这些赞美的话，每一句都像巴适的重锤一样砸在众人心坎，真他妈疼啊！可即便是心疼的要死，他们却无一点反驳力气。这特么是谁？这特么可是魔都军区啊，一个仅次首都军区的存在，谁他妈敢去反驳？毫不夸张地说，魔都军区的发言就已经代表了整个华国军方的站台。这他妈代表什么？恐怕但凡只要长个脑袋都能知道，只要智商没有掉线，就没人敢跟对着干。玩家国度得到军方认可，那也就证明已经得到国家的认可。一个做游戏的居然能得到国家认可，还与军方合作，尼玛巴的！恐怕这是本世纪最扯的事情。先前雇佣水军抹黑林飞的麻花藤，瞬间感觉就像有人在他脸上狠狠地抽了个大嘴巴。这个巴掌啪啪的响，抽的不仅是他麻花藤，还有他的企鹅。此时此刻，会议室内的众人忽然感觉自己就像是个跳梁小丑，尤其是一想到早上还是那种胜券在握的样子，恨不得直接钻到桌子底下。与此同时，这条微博的下方评论区也被网友们狂轰滥炸。我草草，林飞牛逼，玩家国度牛逼，支持，哈哈，玩家国度牛逼透了。我决定今年高考志愿报军校，只为玩军游。玩家国度牛逼，华国制造牛逼，支持魔都军区，今年征兵必去。兄弟们，我建群了，想要去当兵的请加群。就在所有网友在魔都军区微博议论之际，
微博上又一条文章爆火起来。文章中的文字内容并不多，只是博主阐述下自己收集资料的过程，随后便是几十张截图拼图。所有截图上的文章全都是魔都军区发表的文章。然而，让人震惊的是，并非是这篇文章，而是转发文章的那些账号：某某新闻、某某军区、东山军区、中央军区、中央经济，清一色的官方微博账号转发文章，彻底轰动网络。看到有这么多官方力挺玩家国度的粉丝们，感觉自己脸上全都是自豪的金光。而随着各大媒体站台，先前那些有关玩家国度的负面消息全都消失不见，就好像那些文章帖子从没出现过一样，让人无迹可寻。我去，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回到老姐家的林飞看着手机上的消息和文章，整个人都傻了。起初离开军区时，他只是认为郑老会帮他消除一些负面舆论，可万万没想到老爷子直接豪横地站队自己这边。看着几十个官方顶级账号全都力挺自己，一时间连他自己都感觉飘飘然起来。林先生，现在你对华国而言是不可失去的财富，郑老爷子这样做只是在震慑宵小而已。瞥见林飞手机屏幕的士兵面无神色的回答：是这么回事，现在这样恐怕我出门都成问题。林飞有些头疼道。第115章氪金土豪 vs 挂逼。随着越来越多的官方媒体支持，林飞和他的玩家国度在华国境内掀起一股惊天浪潮。哪怕穷乡僻壤、山村老屯刷短视频的村妇也都知道了华国出了个了不得青年。虽然他们并不明白林飞的游戏代表什么，但是他们却清楚这个叫林飞的年轻人牛逼得很。企鹅所有游戏更换服务器这一诡异举动，让振华国游戏业内公司都嗅到不同寻常的味道，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所有游戏公司纷纷加大力度开始宣传自己的游戏，试图想要抢占一些用户。然而他们却没想到投资与回报完全不成正比，甚至他们发现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居然是玩家国度，又是那该死的工作室。因为先前舆论和现在官方媒体赞扬原因，玩家国度这个名字就像是被打上官方标签一样，而各大网站有关《生化危机启示录》的评分开始飙升，本年度最佳游戏没有之一。华国游戏时代开启，这是真正属于玩家的国度。玩家国度开启游戏新纪元，这是官方媒体给予《生化危机启示录》的评价，可以说无一例外全都是赞美之词。而那些遭受停服、没有游戏可玩的企鹅玩家，在看到这样的评语后，终于忍不住尝试打开星际游戏平台，准备下载该游戏体验一把。然而等到他们打开星际游戏平台后，惊讶地发现《生化危机启示录》的名字已经消失不见，而玩家国度旗下的游戏仍旧只有2款，一款名为《我是传奇 V2》，一款则为《生化危机 2.0 世界末日》。卧槽，这是改版还是升级了？不会吧，昨天才开这就改版了？会不会因为投诉被下架了？管他呢，反正现在老子没游戏玩，我倒想看看被人吹上天的游戏能有多牛逼。对，管他是啥，不都吹牛逼说好吗？就让老子来测评测评。楼上的可以开个直播吗？我现在上班没法玩，看看直播。一众下载游戏的网友无聊之际，直接将《生化危机》的游戏评论区当成了文字聊天室。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大型论坛的版主见到这种情况，也纷纷向上级反映，在自己的论坛内新增一个玩家国度的板块。此时刚刚忙完改版，躺在沙发上闲鱼的林飞又被3个女人烦得疼痛。从得知企鹅游戏停服，到他紧急用情绪值兑换增加游戏内容，自己已经累得跟个死狗似的，可3女的电话始终不断。有游戏发行公司，有游戏厂商，有游戏门户网站，甚至还有一些游戏论坛。总而言之，甭管能不能与游戏沾边，只要是搞网络的公司，全都纷纷致电洽谈合作。以前默默无名，无人问津时，林飞还想着如何一飞冲天，成为业内顶流。现在倒好，直接被烦得脑仁疼痛。对于这些电话，林飞索性将心一横，直接交代3女，就是一个字儿：拒绝，统统拒绝。合作，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任何公司合作。只要自己这次能把郑老的要求完美解决，从今以后都不需要跟任何公司合作。与此同时，头疼的不仅只有林飞一人，远在企鹅总部的麻花藤已经摘掉眼镜，用力揉太阳穴。坐在会议室座椅上的高管们全都擎着脑袋不说话。之所以如此，全都是因为刚刚上头的通知已经下来，因企鹅公司游戏有诱导未成年充值行为，责令所有游戏服务器停服整顿，即日起开始执行，为期30天。好家伙，这不是理由的理由，显然是被针对了。
在座众人心里都清楚，这是官方在警告他们。这次可他妈真是踢到铁板了。有史以来，能让企鹅吃这种亏的，可从未出现过。马总，咱们停服1个月，预计损失。就在这时，一名高管不合时宜地提起利益问题。可话还没说完，就见麻花藤抬起头，微微眯起的双眼，如一把锐利的冰刀一般。现在不要和我谈损失。他的话锋一转，带着刺刀般的杀意道：通知下去，游戏部门暂时放假，所有技术人员加班开发新游戏。啊！听到麻花藤的话，一众高管全都一愣，吃惊地望着自家老总。还来？难道先前赔的还不够吗？看着眼神中带着刺骨寒意的麻花藤，这群高管心中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选择闭嘴。最后几个游戏部门的高管只能点头如啄米。马总的这个主意风险很高，但那又如何？反正公司也没他们的股份，就算赔钱也赔不到他们身上。你有超能力，你牛逼。几人能够做到游戏部门高管，对于游戏市场和游戏的了解绝对高于麻花藤。玩家国度的横空出世，他们私下里有过研究。可以说这个林飞简直就像是小说中开了挂的挂逼，比他们技术部做的外挂还要牛逼。开局一家破公司，游戏被窃，职工跳槽，还有一屁股饥荒，这种地狱级的难度都能被对方逆袭成功。来，你告诉我，这不是开挂是什么？现在自家老总居然还要跟人家干，氪金土豪能干的锅挂逼。卧槽，你这自找灭亡啊！在这平台直播游戏作死啊！还是新设备，你牛逼！抖音平台一个叫做完蛋的主播直播间内，一名观众发起弹幕。整个直播间一共就有2人，一个是主播自己的小号，一个则是开播后进入的观众。抖音平台用户高达几亿，平台流量那绝对是业内顶尖。可这并非是个游戏直播平台，更没多少人会去看游戏直播。而来抖音看直播的多数都是看那种扭腰、摆臀、遛狗、耍猴的。至于游戏，真就流量不高。这名新人主播完蛋儿，之所以在抖音开游戏直播，只因为一个字儿：方便。对，就是一个字儿，方便。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账号，懒得去注册其他账号。第一次直播，懒得去其他平台注册，就在这儿试水。捣鼓完设备的完蛋儿摸了摸自己的光头，有些腼腆的冲着摄像头回答道：你要信我的，趁早换个游戏平台。并没有离开的好心观众发出弹幕劝导：呵呵，看看再说吧。完蛋儿看了眼屏幕，游戏下载完成，便迫不及待的说道：游戏下完了，兄弟祝我前程似锦吧。说着他便毅然点开进入游戏。第116章世界末日开幕动画。按正常来讲，一个游戏改版或者升级，官方都会提前打个广告或者放出个 CG 什么的。然而世界上就有林飞这种怪胎，他不仅没有打广告，甚至连公告都懒得放，趁着这波舆论和企鹅停服整顿，直接甩手扔出一个炸弹。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下载游戏，生化危机改版的消息再次震惊网络。卧槽，完蛋儿，你搁这儿跟我扯犊子呢，我等你半天，你去给我放电影。完蛋儿的直播间唯一的观众不满刷起弹幕：哥，我这真是游戏，玩家国度的游戏。完蛋儿尴尬的回答：玩家国度？卧槽，你说的是这2天火遍全网的游戏工作室？对，就是那个工作室，正好昨天失业，我打算试试当游戏主播，也算是圆年轻时的梦想。30多岁就秃了的完蛋儿一脸感慨道：曾经当年也想过靠游戏养活自己，但奈何老爹的皮带太疼，最终只能去打工。听到这话，那名观众乐了：呵呵，现在你老爹的皮带就不疼了？不疼了，他被拴住了。随着完蛋的话音落下，直播屏幕很快由蔚蓝的天空转为黑暗。这一刻，2人都不再互动，全都期待起来。他们想看看这个被全网吹上天的游戏究竟是怎样。很快画面缓缓亮起，浓烈的烟雾遮住天上的太阳，硝烟弥漫的钢筋森林中，一簇簇晃动的身影蹒跚而行，耳旁传来呼啸的风声，还有若隐若现的枪炮声音。在这浓烟尘埃笼罩之下，赫然一座山不输于国内1线城市破败的巨大城市。紧接着画面一转，入目之处全都是行尸走肉。镜头缓缓拉近，一条大道上，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孤身一人快速奔跑，身后不远吊着10多只丧尸。卧槽，这是什么电影？画面感十足啊！是啊，看着好像是战争片。鸡毛，看看大街上的怪物，很明显这是最近传的最火的那个生化危机。好像还真是耶！我去，真有人头铁赶来抖音直播游戏啊？那有啥的？刚才你们没有看到公告吗？抖音平台
开启游戏直播板块流量扶持。真的假的？如果那样，我也来直播个怀旧游戏。狗都不看怀旧，要看就看生化危机。随着游戏开幕动画展开，完蛋的直播间不知不觉进来几十个观众，而这些观众一进直播间便被眼前末日的破败景象吸引，从而也就产生一个很离奇的情况：几十个进入直播间的观众没有一个退出，甚至有的人一边观看一边为主播完蛋点起爱心。随着爱心的上涨，直播间活跃度也在增长，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曝光率逐渐增加。然而此时完全沈浸在眼前画面中的完蛋并没注意到，随着镜头运动，视角从自由视角变成颠簸的第一人称视角。轰！突然一声巨响，就见奔跑中的士兵被冲击先飞出去，随着剧烈的晃动，整个视角都变模糊起来。很快，模糊的画面又再次清晰，出现在画面中的是一处冒着硝烟的焦黑深坑边缘，数个支离破碎的丧尸挣扎地向视角这个位置爬来。看着那逐渐接近、腐烂、流脓的恐怖面容，直播间观众顿时头皮发麻，不寒而栗。压迫之中，众人甚至都能通过手机听到画面中传来强烈的心跳声。所有人都不由得为躺在地上被吓呆的士兵捏起冷汗。眼看那只失去下半身的丧尸越来越近，突然，隆隆，伴随着剧烈咆哮和地面剧烈颤抖，一道冰冷沉重的金属履带碾压在那只丧尸身上。噗！顷刻间，那只丧尸就像一个爆裂的水气球一样，黏腻的乌黑液体溅满屏幕。卧槽！吓死老子了！靠啊！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开幕式啊！我就想知道这是什么电影？毛电影？没看主播房间名写着《生化危机》吗？这是全世界最牛逼的华国游戏。开头这污血洗面的一幕，顿时让直播间观众纷纷刷屏。与此同时，直播间的观众也增长到1000加人数。不得不说，这个观众数对于一名第一次开播的新人主播而言，绝对是美好开端。就在众人讨论中，那被溅满污秽的屏幕突然被一只戴着手套的大手一抹，画面也清晰起来。轰隆隆，伴随着剧烈轰鸣，一辆辆沉重宛如同荒古巨兽的重型坦克从视线中掠过。地上那个兵，你他妈不要命了是不？突然，一个含着怒意的中年声响起：“别傻愣着看，赶紧撤离！”不远坦克上坐着的大胡子中年对着这边大吼起来。听到对方的话，士兵像是这才反应过来一样，忙紧扭头四下环顾。一辆辆重型装甲车和坦克从远处的城市街道驶出，汇聚于通往边缘的环城公路上。呜！就在这时，防空警报声响起。那名坐在坦克上的大胡子闻声瞬间色变。操！大胡子毫不犹豫跳下坦克，一边跑一边大声怒吼：“快跑！核弹打击，进下水道！快跑！快跑！”随着大胡子怒吼，周围所有车门打开，数以百计的士兵们纷纷朝就近的下水井口跑去。可下一秒，嗡！一道宛如白昼的光束骤然绽放，隔着屏幕，众人都被这耀眼的白光刺得不由眯起眼睛。轰！白光转瞬即逝，伴随着地动山摇的闷响，整个画面都摇晃起来。随着士兵转头，观众们的画面转向市中心方向。就见在城市最中央位置，一朵裹挟着赤红烈焰的蘑菇云缓缓升起。来不及欣赏这夺目美景，观众就见画面中一道裹挟着烈焰的冲击席卷而来。哎呀呀！烈焰冲击中，凄厉惨叫响起。那些还没来得及逃进下水井的活人瞬间被点燃起来，飞沙走石，火海席卷。一个个人类身上衣服瞬间灰化，暴露在外的皮肤顷刻间燃烧起来。下一秒，皮肤皲裂，血肉点燃，眨眼间便化为尘埃被卷飞出去。看到这一幕，直播间观众全都一脸惊悚。这是核爆！卧槽，太有冲击了！这威力！第117章，前往核爆中心。烈风呼啸，寒气阵阵。一台行驶的汽车缓缓停到破败、尽是障碍残骸的公路上。砰！枪声回荡而起，一只靠近汽车的丧尸脑袋突然炸裂，扑通一声摔倒在堆积尘埃公路上。尘嚣溅起，探出车门的手臂收回，一名穿着防护服、防化头盔、全副武装的身影走下汽车，抬头看了眼灰蒙蒙的天空，林洛低声咒骂道：“操，这真打算要毁灭全人类啊！”说着，他按下肩上的通讯设备，说道：“呼叫救世军总部，呼叫救世军总部。”随着林洛的呼叫，肩上通讯器很快便响起回应，只是受不明原因影响，信号有些不好。滋滋滋滋，这里是滋滋救世军总部。听到断断续续的信号，林洛微微皱眉，说道：“我是林洛，已经抵达辐射地区边缘，申请进入辐射区调查。”军团长，滋滋，
马副军长伯，滋滋滋滋。听着信号干扰的通讯器，林洛干脆直接开口道：“告诉老马，辐射对我的体质影响不大。”说完，他便不再继续等待，从车中拿出盖级计数器和一些装备后，毅然朝着形同废墟的城市走去。格拉格拉格拉，伴随着一阵如同铁片被撕裂的声音，林洛步入充满辐射的废墟。盖级计数器是专门探测电离辐射、alpha 粒子、贝塔粒子、伽马射线和 X 射线强度的计数仪器。随着刺耳的仪器警报声，林洛手中盖级计数器屏幕上的数值开始跳动上升起来，500600、700。他每前行一段距离，数值便会上升一些。从正常的角度而言，此时若是一个普通人，哪怕是穿着防护服，以当前不断增加的数值而言，这也无疑是个作死举动。一个正常人每年可以承受最大辐射量只有1毫西弗，而医院中的 X 光照一次也不过是积累 0.1 而已。现在林洛所处环境，如果是一名没有防护服的普通人，怕是用不多久就会皮肤溃烂。不得不说，辐射绝对是个可怕的东西，尤其还是这种对人体的伤害是摸不着、看不到。好在此时林洛的体质异于常人，自从上次他与马老师等人被人做过手脚后，他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增强。辐射虽然可怕，但是对林洛来说，只要数值没有达到能立刻将它化为肉泥程度，他就能凭借自己的恢复力硬抗。该说不说，还是我洛姐牛逼，辐射堆里3进3出。我就喝，这娘们就站着自己开挂，不然的话分分钟就得重新来过。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核战废土啊？废土算得上，但是核战可就未必。我觉得这就是有预谋的屠杀。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那帮外国玩家？可拉倒吧，他们自己活着都费劲，还有心思往咱们这儿扔炸弹。楼上说的没错，中午我翻墙看直播，那群有人混得老惨了。不过有个玩家牛逼，居然摸了一个叫瑞克 NPC 的老婆。林洛对于直播间时不时开一段车的弹幕已经见怪不怪，看着手中数值不断上升的盖级计数器，他扭头看了看周围死一边寂静的灰暗世界。辐射的尘埃宛如纷飞的鹅毛大雪，遮天蔽日。随着逐渐深入市区，地面也变得松软起来，厚厚一层深灰色的积灰。防护服内粗重的呼吸以及盖格计数器的警报声交织在一起，在这一片灰暗寂静的环境中显得诡异至极。就在这时，一声声低沉沙哑的古怪嘶吼声响起。林洛心中一紧，立即扭头环顾。突然，他的视线定格在身旁不远的一处废墟中，那是一栋2层高的小楼。只不过现在小楼已经不复往日面目，而那一声声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嘶哑声，就是来自自于这座半坍塌的小楼门口。两滩黏腻黑褐色的烂泥中，2颗挂着面糊状腐肉的头颅正冲着他这边嘴巴一张一合，发出瘆人的声音。我尼玛！眼前一幕让林洛惊呼一声，甚至差点一口吐在防化头盔里面。太恶心，太他妈恶心了！原来是2只遭受冲击过后又再次被辐射的丧尸。2只丧尸即便身体大部分化为烂泥，仍旧还依然一副嗜血如命的样子。这不得不让林洛感叹那神秘病毒的可怕。林洛没有去处理2只丧尸，继续向着城市中心走去。随着救世军的建立，各种人才加入，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可令人没想到，随着游戏的升级，位于他们几百公里外的江城遭遇核打击。起初他们并没有太过在意，可就在一名救世军身份玩家复活后，一条消息引起他们的注意。据那名玩家所说，核打击的位置正是市中心的繁华区域。那名玩家当初被分配到江城，就是市中心一家酒店服务生，而整个江城灾难爆发地点正是从他们酒店开始。那名服务生身份的玩家与其他幸存者逃离市区，就在快要抵达城市边缘之际，核打击降临。林洛听后下意识问了下玩家酒店的名字，没想到对方居然说出一个令几人诧异的名字：万国酒店。又是万国酒店。听到这个名字，林洛等人立刻联想到自身的变化，为了搞清这其中的关系，体质最强的林洛便主动提出前来探查的请求。林洛一步步向着市中心方向前行，耳旁盖级计数器的响声愈发急促。他一直沿着满是尘埃障碍的街道前行，周围景物几乎全是一片披着尘埃的灰暗，偶尔会看到掩埋在尘埃下的腐烂，有的甚至还在动。这些腐烂蠕动的黏腻堆积物，不用想都知道必定是先前的丧尸。看着触目惊心的情景，林洛小心翼翼前行，同时心里也更加担忧。他现在担忧的不单单是病毒攻击，更担忧这突然莫名其妙的核打击。现在救世军成员虽然已经高达数万，但是面对这种随时可能释放核打击的对手，未来实在是令人担忧。格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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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长时间过后，林洛手中盖级计数器的数值已经飙升到6000。同时，一个冒着硝烟、
巨大焦坑呈现他眼中，放眼望去，一片焦黑。第118章守护者，人类清除计划。我靠，这地方恐怕除了剑娘们，没人能来吧？反正打死我也不来。随着直播间观众讨论，林洛停下脚步，他手中的盖级计数器响着刺耳的蜂鸣声。如果此时切换视角鸟瞰，众人绝对会对此时的画面所震撼。一个宛如陨石状的焦黑巨坑中，身着防护服的林洛站在巨坑中央，周围除了焦土，完全见不到任何东西。站在原地半晌，周围除了盖级计数器的蜂鸣，再也没有其他声音。核爆泯灭了一切，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林洛美眸不由有些失望，他下意识便要转身离开这里，却不想突然伴着隆的一声，脚下地面传来轻微震动，距离他不远的一处地面坍塌下去。随着土石徐落下，一个直径5米左右的黑洞出现在那处地面。林洛见状，稍稍迟疑，便走到黑洞边缘，低头望去，黑黝黝的洞口深不见底。林洛从背包里拿出2根荧光棒，用力一掰，绿光亮起，扔进洞里。碧绿的荧光隐约照亮洞壁，泛起冰冷的金属光泽。约莫大概有20左右秒的样子，亮着绿光的荧光棒停止坠落。看着少说的有几十米的洞底，林洛迟疑过后，便沿着洞口边缘攀上洞壁的铁梯上，顺着铁梯缓缓向下爬去。卧槽，洛姐现在这么勇吗？我记得她以前可是恐高的。恐高？在生化危机世界，别说是恐高，就算是胆小鬼都能锻炼成亡命徒，恐高算个屁。对，楼上说的没错，我们班有个男生，以前就是个娘炮，自从玩了这游戏，现在爷们多了。是啊，其实林老板的游戏真是良心制作，就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抹黑而已。别有用心？你们说的是停服换服务器的大佬吧？看到直播间观众夸赞自己的弟弟，林洛脸上不由泛起一丝得意，那样就像这些观众夸赞的是他一样。老实说，他以前确实有恐高，至于达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就他家这楼层，他都不敢去窗户跟前往下看，哪怕是有窗户防护，每次看下面，他都能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毛病，随着长时间玩生化危机，不知不觉已经消失，逐渐深入，周围光线也彻底消失。林洛只好打开装在头顶的照明设备。整个电梯井内，周围除去金属四壁和悬挂的铁梯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洛姐，洛姐，旁边有东西，旁边有个门。停，主播旁边有门。就在他距离底部还有10多米的时候，直播间内弹幕快速刷起。林洛见状，赶忙停下，下意识扭头朝一旁看去，当即一道亮光反射回来，他下意识地眯起眼睛，这才看清那个位置真有一个关闭着的电梯门。还是你们这帮家伙眼神好啊！不过这距离得有2米，老娘要是失手，可就寄走了。看着距离自己大概2米左右的电梯门，林洛嘴上一副很为难的语气。虽然嘴上为难，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做出反应。在回应完直播间观众后，林洛当即脚下一蹬，一跃跳向关闭着的电梯门。他的这一举动顿时吓得直播间观众惊呼起来：卧槽，剑娘们疯了！鉴定完毕，你洛姐，仍旧是你洛姐，吃席了。唢呐伴随着直播间疯狂弹幕，下一秒众人便被眼前画面惊呆。只见那跳向光滑电梯门的林洛并没有如众人意料中那样掉下去，反而则是牢牢地趴在门前。直至这时，众人才发现林洛居然将身体张开，死死撑着电梯门那一点点边缘。看到这种完全违背常理的画面，直播间再次炸锅。卧槽，这算什么？蜘蛛侠？鸡毛？很明显这是开挂了。开屁挂，有点常识好吗？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可能，只要一个人的力量足够强，便可以利用支撑力固定住自身。楼上说的没错，你们看洛姐的手。随着一名直播间观众提醒，众人这才注意到林洛的右手抠着胸前电梯门缝。直至这时，众人才发现原来他身前的电梯门并不是紧闭的。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林洛用力将电梯门拉开，足够一人通过时，他迅速钻了进去。头顶的照明灯瞬间照亮眼前，他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站在原地仔细听了半晌。除了身后电梯井不时传来土石坠落声外，再也没有任何声响。哒哒哒，走出电梯间，寂静的长廊内，林洛鞋底与地面摩擦的声音格外刺耳。沿着漆黑长廊，很快他便来到一处遍地狼藉的巨大半空区域，凌乱的纸张、文件散落的到处都是。人类清除计划。四下查看的林洛突然被一个贴着标签的绿色塑料文件夹吸引，他弯腰捡起那个文件夹，下意识打开。靠！文件夹内只有一张印着寥寥几字的 A4 纸，林洛不由吐出一句国粹：守护者，消减人类，第一方案，战争消减失败。
2战消耗人口数量未达标，备用方案并不，时间周期1年，所剩人类数量保守5亿人。执行集团恩科集团，今日科技。卧槽，果然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啊！是啊，是什么人这么丧心病狂，居然要清除所有人类？据我分析，应该是守护者这个名字。你他妈这是分析？守护者，听名字都能知道是个正义的组织。靠，楼上的不要搁这儿一副很无知的样子好吗？守护者，不要被名字迷惑了。你知道他守护的是什么吗？有可能不是人类呢。手持文件看着直播间观众讨论，林洛突然感觉不寒而栗起来。是啊，守护者，谁又能保证这个有可能是个组织的存在是守护人类的？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个有着守护者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游戏世界策划末日的幕后黑手。忽然林洛赶忙低头，试图从地上找到更多有关守护者的信息。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声沉闷的声音在楼层内响起。咚咚咚，第119章。总说老娘开挂，这才叫挂逼。我去，这是个神马玩意？很快，在林洛的头顶灯光照射中，一个极其高大、极其残忍的身影出现在直播屏幕中。砰！哗啦啦！灯光下，巨大的身影残暴的直接砸碎办公室隔断玻璃，朝着林洛这边奔跑起来。我滴个乖乖，这个哥们怎么那么像林大锤的那个？确实挺像，但绝对要比那个哥们残暴。卧槽，洛姐还愣着干啥啊？赶紧干他啊！直播间讨论的众人见林洛迟迟未动，当即为其捏起冷汗。面对眼前的巨型身影，林洛不慌不忙抬起枪口，直接瞄准对方的脑袋。砰砰砰！为了保险起见，他连续开了3枪。如此近距离，就算是当初那个大锤丧尸，在这3枪之下，恐怕也得含恨而终。噗噗噗！头灯光束下，那只巨型丑陋的丧尸脑袋瞬间迸射出3道血箭。然而，林洛意料中巨型丧尸倒下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反而这3颗命中的子弹激起那头怪物的凶性。吼！沙哑且雄厚的嘶吼瞬间响彻整个房间。与此同时，那头被激怒的怪物抓起身旁一张办公桌朝林洛甩来。砰！咔嚓！千钧一发之际，林洛险险避开，崩飞的木屑贴着脸颊四溅而过。直至这时，林洛才看清那头怪物。身高接近3米，全身肌肉虬结，将宽大的皮衣撑得鼓鼓囊囊，一张遍布狰狞肌肉的丑脸，像是让人用定输气拼接缝合的一样，残暴的双眼放射着骇人凶光。然而，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丑陋面容上的3道伤口中，隐隐能够看到弹头尾部的痕迹。卧槽，这家伙脑袋能防弹？看着隐隐露出的弹头尾部，林洛不再淡定。手中突击步枪的动能威力有多大，他并不太清楚。但是如此近距离，1公分的钢板都能击穿。然而，就这恐怖的动能冲击，居然只让子弹射进对方皮肤。这家伙的脑骨骼莫不是合金做的？好，并未给林洛过多的思考机会，那丑陋的家伙已经来到林洛面前，伴着愤怒咆哮，砂锅大的拳头带着劲风朝他脑袋袭来。林洛心中一惊，丝毫不敢迟疑，双脚点的快速向后退去。砰！看着眼前被那巨大拳头砸得七裂八瓣的办公桌，林洛后背冒出冷汗，下意识抬起枪口射击，却不想对方不给他一点机会。在砸碎办公桌之后，那丑陋的家伙就已经欺身而上。无奈之下，林洛只能选择退避。霎时间，整个房间内上演起美女与野兽的追逐战争。巨型丑陋丧尸绝对是个拆家能手，就算2哈来了也比不了。仅仅一小会功夫，整个房间的装修风格就变成了蓄力压战损风。林洛一边躲避，一边试图用手中突击步枪击毙对方，可无论如何攻击，对方就是不到，哪怕是一身枪伤，鲜血直流，但很快又愈合了，反倒因为被击中而变得更加狂暴。操！你们总说老娘开挂，现在知道啥叫挂逼了吧？林洛再次躲过攻击，看着对方脸上逐渐愈合的伤口，向直播间观众吐槽起来：主播你真能搞笑，这家伙一看就是个 boss， 你自己攻击跟刮痧似的，还好意思说人家是挂逼？以前觉得洛姐很牛逼，原来也不过如此啊！见到直播间观众嘲笑，林洛一张俏脸，阴沉至极。虽然自从玩上生化危机，这一路并不是顺风顺水，但起码每次遇到怪物都能够凭借实力击杀。可现在明明是对方恢复能力恐怖，而直播间的损人大言不惭说自己在刮痧，这简直是书能忍，神也不能忍。操！不就是一个特殊丧尸吗？老娘可比你们这帮菜逼强多了。
林洛带着冷笑的脸上突然浮现起坚定，奔跑途中突然停下，迅速转身，凭着感觉瞄准身后丧尸。看着越来越近丑陋家伙，他毅然扣下手中扳机。砰砰砰，突击步枪的咆哮声粗犷且又密集，一颗颗子弹飞向丑陋丧尸的脑袋。噗噗噗，一道道醒目的血箭从那张丑陋面容迸射而出。疯狂射击中，那头怪物将手臂横在眼前，身体一顿顿的继续朝他走来。卧槽，这家伙，他的弱点是眼睛，这家伙居然有思想。靠，你真当 BOSS 都是傻子吗？以林老板的技术，既然游戏 NPC 都有智能， BOSS 难道就不可以有吗？洛姐，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再不跑就翘辫子了。是啊，到时候以这大家伙的体格，不得把你活活碎了。尼玛，不管路况如何，都不耽误这群损人飙车。瞥了眼弹幕的林洛，心里好阵无语。咔咔咔，突然手中枪械传来空响，林洛心脏一突，下意识就想伸手就要抽腰间弹夹，却不想对面的怪物猛地一个加速。慌乱之际，林洛只好放弃，手掌从弹夹上移开，直接抽出腰后的匕首。与此同时，另一只手上的枪械甩出，砸向那丑陋的丧尸。啪！好！丑陋丧尸再次咆哮，跟着便再次举起拳头砸下。林洛见状，将心一横，不避不躲，跳到身侧办公桌上，借着桌面高度一跃而起，越过砸下来的拳头，半空中的林洛手臂一伸，环住那丑陋丧尸的脖子。在惯性的作用下，他整个人直接从丧尸的正面环绕脖子，改为骑到对方的背上。与此同时，手中匕首毫不迟疑，噗的一声捅进对方的眼眶。好！一只眼睛被戳爆的丑陋丧尸发出凄厉的惨叫，同时巨大的手掌向背后抓去。可手臂肌肉太过发达，根本够不到背后的林洛，最终只好朝不远的玻璃墙撞去。死死挂在丑陋丧尸背上的林洛见状，心底一狠，手臂直接爆发出一股巨力。咔嚓！噗！伴随着微弱声响，一股宛如岩浆般滚热的液体从丑陋丧尸的眼眶迸射而出。好！随着液体迸射出来，被他骑着的丧尸身体突然一抖，跟着扑通一声跪下向前倾去。林洛趁机一跃，立刻从对方背上跳开。扑通！巨型丑陋丧尸重重砸在地上，冲击的气流将周围几张吹起。不等林洛上前查看，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极为悦耳的声音。看来古城的实验成功了，他们真的做出完美实验体。突如其来的说话声差点将林洛魂吓飞喽。他猛地转身向身后看去，下一秒瞳孔骤然一缩。第120章白毛萝莉精卫。我去，这是什么？全息影像？这小丫头也太俊了。是啊，好卡哇伊啊，白毛萝莉我最爱。看着眼前如同真人般的白发小萝莉，林洛一遍遍尝试用手触摸，却发现自己根本摸不到。明明就在眼前，可他无论如何都碰不到。正如直播间老铁所言，这萝莉可能是个全息影像。看着眼前全息影像的白毛萝莉，林洛不由开口道：你是谁？你可以称我为精卫，我是这里的人工智能。白毛萝莉一脸淡然的回答。人工智能？很显然，这个词语属实有点意外，以至于林洛和直播间观众全都愣住。现实世界并不是没有人工智能，甚至连智能机器人都有，但是他们印象中的人工智能与眼前这位相比，显然有些呆板。这不，很快就有观众发表言论：啧啧，如果现实中有这个人工智能，我绝对会买一个。白毛萝莉啊，楼上的，你确定自己是要买程序吗？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真有这种智能程序，会不会比一个真的白毛萝莉还要贵？直播间总有一批人三句不离女人，林洛对此已经是彻底无语，索性他也懒得与这般损人互动，直接向那全息投影的白毛萝莉问道：你说的古城实验是什么？跟我有关吗？白毛萝莉精卫听到林洛的话后，露出一副人性化的思索模样，皱眉思索的奶萌模样，顿时又引得直播间观众一阵狼嚎。就在林洛等的不耐烦之际，精卫开口道：储存空间只有少部分古城实验的内容，资料库中记载，他们尝试制作一种叫超级战士的实验体。刚刚从你与追踪者的战斗分析，你有 99.6% 的吻合程度。99.6%？ 这他妈和100%有什么区别？听到精卫的回答，林洛心里一阵吐槽，同时再次开口道：那你所在的实验室又是怎么回事？我是隶属流亡者的人工智能程序之一，其余权限不足，无可奉告。精卫一脸认真的回答。权限不足？什么权限？林洛闻言一怔，旋即疑惑的看着对方。
面对林洛的问题，精卫回答道：“资料库无信息。”哇！听到这个回答，林洛差点一个跟头摔倒。既然得不到答案，他也就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当即又问道：“那这里为什么会遭到核打击？”守护者的人类清除计划已启动，作为与其对抗的流亡者，必定遭受打击。再次听到守护者这个名字，林洛想到先前捡到的那一纸文件。守护者又是什么组织？守护者，他们都是在这颗星球。听到白毛萝莉精卫的回答，林洛是越听心里越震惊，就连直播间的所有观众都不由得露出震撼模样。守护者，起初众人听到这个名字都误认为是一个正义组织，可随着精卫的解答，众人这才意识到，这他妈哪是什么正义组织，守护者简直就是邪恶的代言词。从精卫的回答中，众人得知所谓的守护者是游戏世界这颗星球最早一批生物，他们来源于哪里？精卫的资料库中并没有记载，只知道这群生物出现后创造出了他们这些人工智能，之后他们为了以求发展，开始创造新的物种，而这个物种名为人类。作为造物主的物种，他们奴役人类，帮助收集资源。随着星球运转，人类繁衍生息，这些被称作上古之神的造物主逐渐淡出人类视线。他们虽然从人类社会消失，但却从未离开这颗星球，他们暗中操控人类和这颗星球的发展。可随着时间流逝，星球上的人类越来越多，资源也变得愈发匮乏起来。眼见整个星球即将超负荷运转，这群外来生物便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策划清除一部分人类。却是不想，2次世界战争，人口并未降到期望之数，最终守护者决定投放超级病毒。然而经历2次惨烈战争，守护者中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他们对人类的屠杀，因此流浪者组织衍生而出。听着宛如天方夜谭的叙述，林洛和直播间观众全都对林飞的脑洞感觉到惊奇。就在这时，直播间一名观众忽然提出一个问题：精卫，卧槽，洛姐，你快问问，是不是还有人工智能叫女娲的？女娲？看到这个名字，林洛一怔，旋即他猛地明白这位网友的意思，他的眼神也变得热切起来，忍不住问道：精卫，你们人工智能中是不是有叫女娲的？权限不足，无可奉告。靠，一个名字而已，怎么还不能说了？林洛显然并不满意对方的回答。不过无论他怎么试探，甚至换个名字，但凡是华国神话中与精卫隶属同一时期的名字，全都被对方告知权限不足。林洛脑中灵光乍现，又问了几个毫不相关的名字。这次精卫的回答却是资料库无信息。听到这样的回答，林洛眼底掩饰不住地冒出金光。虽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但是单从名字判断，这个末日游戏世界就已经不简单起来。这一刻，无论是林洛亦或者直播间的观众，全都对该游戏世界产生浓厚兴趣。同时所有人心底也不由为林飞的庞大的世界构架而产生震撼。任谁也没想到，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末日世界，居然能与上古神话挂钩。而且脑洞更可怕的是，这个世界在众神话人物之上还有一批造物主，而这些造物主很有可能还是来自于外星文明。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林洛本来是打探消息的，却不想脑子里又多出更多的疑问。在得知这座基地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后，他便想尽快回去，将这些收集来的信息重新梳理一番。等等，就在林洛打算离开之际，精卫的声音再次响起。他回头疑惑地看向一副白毛萝莉外表的精卫。不等他询问，精卫再次主动开口：可以带我一起离开吗？你能离开？林洛闻言惊讶地看着对方。我的智能核心就在下面的中控室，如果可以，请你去那里将我的核心取出，我会给你报答。我知道有一种强化办法十分适合你。强化？林洛虽然并不清楚强化能达到什么程度，但是能够提升自己的实力，这谁又能会抗拒？想到这，他当即点头回答：我答应你。听到林洛答应，精卫指着林洛击杀的巨型丑陋丧尸道：你从他身上获取一些细胞组织，去下面的房间找我。第121章出国梦破灭。论人类的起源来自于外星，我只佩服林老板的脑洞。我们的神话人物居然是人工智能，隐藏在现实中的阴影，他们守护的是什么？随着精卫揭晓守护者剧情信息，整个网络当即又爆起无数的标题党。一些被这种标题吸引的常人，等到点进文章后才发现，这不过只是一个游戏的设定。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在人类进化论领域又再次掀起惊涛巨浪。这真是一个游戏制作人想出来的？首都博物馆顶层会议室内，张老放下手中资料，摘掉花镜，有些不敢置信道：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沙发对面的老者放下手中茶碗，一脸唏嘘道：“这件事已经得到证实，现在那款游戏可是火得很。真是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脑洞真的够大。不过从这些资料来看，还真就有理有据，而且与历史中的某些东西也是十分吻合。你们不知道，起先看到这个文件时，我还真差点就信了。神话人物居然都是人工智能。”听着老者感叹，会议室茶桌周围的其余老者全都一脸思索的样子。张老拿起茶壶，边倒边说：“虽然文件上的这种说法可能性很低，但是这个青年的想法却为我们打开一个新思路。也许上古神话未必就不会是一个高级文明，也只有这种猜想才能解释那些超现代文明的古物。”说到这儿，张老像是想到什么，向对面老者说道：“老刘，你看看能不能把制作游戏的小家伙请来，我们好好跟他交流交流。”啊！听到张老的话，老者脸上有些为难，犹豫下道：“会长，我之前也想过，所以也联系过对方，可被对方拒绝了。”拒绝了？张老闻言一怔，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会拒绝他们的邀请。虽然有些意外，但是张老并未往心里去，想了下说道：“那就算了，下个月正好在魔都有一场研讨会，到时看看能不能约到那个年轻人吧。生化危机事件内人类起源事件，虽说在进化论学术界产生不小风波，但是这在整个学术界大佬眼中只不过是个大胆的设想而已。众人只是为林飞的脑洞感到惊讶的同时，又打开一个新思路而已，并没有人太过在意这个属于游戏世界的历史。而随着林洛这边再次获得强化，带走精卫之后，在人才无数的救世军中，无数的领域精英和精卫交流，众人逐渐发现一个更为恐怖的问题，那就是精卫这个人工智能在游戏中的表现已经超出所有已知的人工智能。除去一些权限性的问题外，精卫就像是一个储存丰富的知识库。同时，这个白毛萝莉更像是个智者。人工智能一直是现在社会热门研究领域。就目前现实世界，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开发出独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什么水果、华为、小米，全都有自己的人工智能程序。但是这些人工智能都是预先设定过问题，因此才做到与用户沟通功能。可一旦用户问题超出设定，这些人工智能便会秒变人工智障。然而，精卫的出现让直播间观众和那些网络公司察觉出问题，游戏中精卫居然可以无障碍与玩家交流，这特么可是一个游戏耶！你这人工智能不觉得离谱吗？游戏牛逼也就算了，游戏内置 NPC 的 AI 程序牛逼也能忍，可尼玛，就连一个人工智能都这样牛逼，现在做游戏都这么卷了吗？我突然有个想法，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下精卫，看看在现实世界能否开发出真正的人工智能？不是吧？如果真能开发出来，林飞那变态不早就开发了。我不相信做游戏能有做人工智能赚钱，我也不相信。我觉得游戏里的人工智能应该还是跟游戏有关。楼上的，照你这么说，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游戏本身就是个庞大的人工智能程序？卧槽，这想法有点疯狂了。因为精卫的出现，网络上的网友们纷纷开始讨论起来。虽然内心都无比好奇，但是就算让他们研究，他们也无从下手。甚至理性告诉他们，这种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猜想。虽然事情并不可能，但是网友们对精卫的热情却是丝毫不减。全因为这个白毛萝莉懂得实在是太多了。与此同时，生化危机游戏世界随着精卫揭露守护者的恶行，全世界各处都爆出不同的核打击。整个生化危机世界渐渐地演变成枯朽丧尸横行的废土世界。玩家们在这个世界不但要面对河边的丧尸，还需要面对道德沦丧的暴徒。同时也随着精卫的出现，玩家们也找到了强化的方法。我靠，真的假的？老弟，你看老姐长这么大还没出过国呢，要不你带上我？沙发上，林飞看着手中的邀请函，一脸茫然。半晌后，抬头看向林洛，随即将邀请函递给对方。林洛被他这举动弄得有些懵，接过邀请函，下意识看了眼上面的内容。啊，在魔都举办。林洛一脸失望，大叫道：“为什么啊？老娘的出国梦啊！”看着一副生无可恋的林洛，林飞开口道：“出国有什么好的？华国大好河山你逛过吗？”林洛闻言，下意识摇头：“好像没有，长这么大，好像还没出过魔都。”林飞闻言翻了个白眼，岔开话题道：“要不这个年度评选你去？这几天郑老他们催得紧，我得把他们的模拟军演游戏做出来。”切，在魔都举办，老娘才不去！林洛将手中邀请函丢回给林飞，
一扭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有那时间我都不如直播，最近这几天帮你忙工作室，我直播间人气都下滑了。这什么人啊？林飞坐在沙发上，一声长叹。说实话，对于这个什么国际游戏年度评选，他不是很感冒。不过人家邀请函都已经递到他手上，不去又不是那么回事儿。看了眼上面日期，离开时还有半个月，还好时间充足。林飞暂时将这件事放到一边，继续在系统中浏览，犹豫选什么做军演游戏。第122章开发游戏机甲世界环太平洋。本来以林飞的初衷是构建一款战争游戏，可就在前2天，他看到热搜，什么鹰将新型战机、美利国新型航母，各国军演纷纷亮出新武器后，他的想法变了。一个人再强再有钱，最终的成就也不过被人尊称一声土豪而已。他不喜欢这种称呼，既然如此，自己何不做点有意义的事？这段时间凭借生化危机已经收割近10亿的情绪值，再加先前的积蓄，现在也算是情绪值自由。既然你们搞军演亮科技，那怎么能少得了祖国？搞科技他林飞不行，是个门外汉，但是搞游戏他行。战争永远与科技无法分离，这种游戏倒是有不少，但是能让人印象深刻又震撼的其实并不多。相比使命召唤，他更倾向于机甲风格，而此类中能与震撼挂边的无疑是环太平洋。环太平洋中的机甲可以说足够让人震撼，那种动则100来米高、上千吨重的机甲简直不要太帅，他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抗拒。想到这，林飞心中已经有了决定，他现在就要让这个机甲世界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想想都让人浑身颤抖不止。制作环太平洋，丁，制作环太平洋世界所需情绪值5亿，是否制作？死，真多。即便在线已经实现情绪值自由，在听到这庞大的数值，林飞也不由抽了口冷气。询问之后得知，原来环太平洋世界设计的科技等级相当高，所以制作成本上要比只有病毒的生化危机世界昂贵。最终财大气粗的林飞大手一挥，制作，丁，环太平洋世界生成，剧情待加入，体系待确认。系统提示音响起的同时，林飞起身便从家里离开，前往小区内的工作室。林哥，要出去。刚刚走出房门，他家对面房门打开，一名西装笔挺的青年询问道。林飞对此已经见怪不怪，点头道：去工作室一趟。听到他的回答，青年立即说道：我这就通知陈少校。不用，一个小区能有什么危险？林飞闻言摆了摆手阻止对方，跟着便朝电梯走去。青年见状只好跟上，不过途中还是给陈飞打了个电话。林飞对此已经见怪不怪，此时的锦城苑小区已经不像是当初，虽然依旧有住户，但是由于暗中被军方接管，整个物业和保安人员全都是军中人员，同时也因为这群军人一丝不苟的尽职尽责，以至于现在锦城苑的房价都跟着上涨不少，甚至只要这边登上出售信息，用不上几分钟便会有买家登门拜访。莫一会，林飞便来到了工作室。时间一晃，1个星期过去。哎呦，我的老腰哟！林飞从沙发上站起，伸了个懒腰，一脸疲惫呻吟道。虽然他现在浑身疲惫，但是精神上格外亢奋。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将环太平洋制作完成。自从上次答应郑老，到如今已经过去2个月之久，如果再不拿出一点成绩，怕是都已经说不过去。陈哥，郑老在魔都吗？打给陈飞的电话中，林飞询问道。在，这几天郑老手都来了个朋友，我这一直跟在身边呢。电话中陈飞回道。听到陈飞就与郑老在一起，林飞当即将游戏制作完的事情告诉对方。陈飞听后告诉他等一会。不久后，陈飞便告诉他说等郑老与他在军区碰面。这边电话刚挂，几名充当小区保安的士兵便将林飞带离小区。1个多小时后，林飞再次来到魔都郊外深山中的军营。呵呵，小林来得挺快嘛。与林飞同时赶到，下车的郑老见到林飞笑道。林飞见状赶忙走上前去，站在老者面前规规矩矩说了声林老好。不用那么拘束，就当我是个糟老头子就行。看着有些拘谨的林飞，郑老摆了摆手。就在这时，郑老的黑色轿车另一侧车门打开，一名头发花白留着长须的老者走出。老郑，这就是林飞吧？老者打量着林飞笑道，真是年轻有为啊。林飞虽然不认识老者，但是能跟郑老同坐一辆车，岂是普通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谦虚道：呵呵，老爷子谬赞。
小子纯属瞎闹。听到林飞的话，老者并未多说什么，微笑的点了点头，那样子似乎是很满意。而一旁的郑老知道林飞所来的目的，心里有些期待。走，我们去会议室。林飞随着两位老者一路畅行，进入基地会议室。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但是在看到会议室内满满当当全是人，他还是忍不住有点发怵。毕竟眼前这群人才是真正的大佬。早在先前，会议室内众人就已经得知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作为会议主持人的王庆东在见到林飞后，迫不及待问道：“林小兄弟，那个你真制作完成？”“哼，王老哥，你觉得我敢开玩笑吗？”林飞向熟络的王庆东挑了挑眼眉道：“等会可不要惊掉下巴。”“靠，老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会被你个游戏吓到？”说着，王庆东扬了扬手臂道：“老子可是能徒手撕丧尸的人。”“丧尸？”呵呵。林飞对于王庆东的话只能呵呵一笑，环太平洋里的东西可不是丧尸可以比拟的。想到这，他反倒有些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会议室内这群大佬的吃惊模样。不一会，会议室内所有人落座。王庆东在郑老的示意下拿起麦克风，脸色严肃起来。相信在座各位都已经或多或少知道些今天会议内容，具体的内容我这个门外汉就不继续废话，现在就让小林同志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说着，他便示意林飞上前。林飞见状，紧忙起身来到台前，接过麦克风，扫视一眼在场一众大佬，忍着内心激动，缓缓开口道：“各位，在我介绍游戏之前，我想先让各位看一个视频。”第123章开幕巨兽来袭，大佬全都惊呆了。看视频？听到林飞的话，在座一众大佬全都露出疑惑表情，显然是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不过，随着林飞的话音落下，很快王庆东便叫来一些专业兵种，在林飞的示意下，架上设备，将林飞带来的硬盘接上。当然，这块硬盘并非是林飞的那块储存交易片的硬盘，不然的话，真就成了大型社死现场。硬盘连接完毕，开机。在硬盘中，林飞找到一个视频文件，示意一旁的士兵关灯。灯光关闭，会议室内暗淡下来。他点开那个视频文件，随着文件打开，投影的屏幕变黑，让整个会议室陷入黑暗。黑暗中，音响中响起一段富有磁性的旁白：“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每当感到渺小孤寂时，我就会仰望星空，想象那儿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其实，我看错了方向。”伴随着磁性声音，一片黑暗的画面逐渐变淡。滋滋滋，一阵仿佛干扰的电流声响起，灰暗的画面中闪烁起电弧，灰暗的迷雾被照亮，一种宛如深渊的恐怖声响起。与此同时，画面被电弧照亮，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处激流涌动的海沟裂缝。随着密集电弧闪烁，一道奇异的裂缝缓缓张开。原来它们来自于海底，两块大陆之间的裂隙成为次元之门，那里便被称为缺口。2024年，第一只通过缺口的怪兽在海城登陆。随着话音，画面一闪，来到一处繁华、极具东方风格的海滨城市。近海，一艘艘摩托艇飞驰追逐。海岸沙滩，一家三口堆着沙堡，父亲有些心不在焉。不远沙滩，躺着一名身材丰满、穿着清凉比基尼的妹子，晒着阳光浴。料台上的救生员拿着望远镜，整幅画面无处不透着繁荣、和谐及温馨。然而，就在这时，那是什么？会议室内突然有人惊呼，随着惊呼，众人就见画面中海岸线上隆起一个大包，跟着一道巨浪拔海而起，如海啸般朝近海而来。看到突然而来的巨浪，那名救生员疯狂地吹响哨子。海啸，海啸来了！不少人都看到那逼近海岸的巨浪，温馨和谐的沙滩瞬间变得混乱起来。妈妈，爸爸，老公，老公你在哪？儿子，儿子！乱哄哄的沙滩上出现踩踏事件，家人冲散，老婆跑丢。看着一片混乱的沙滩，会议室内的众人全都不由自主地攥紧拳头。他们只希望这群人能够冷静撤退，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在这场海啸中活下来。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惊天巨响响彻整个海滩，对着沙滩逃生人群的视角猛地一转，变成海岸线。啊啊！会议室内顿时响起更高分贝的惊呼声。只见镜头中一只体态庞大、狰狞的怪兽破浪而出。为什么要说那怪兽庞大？因为那浪花中飘摇的游轮在那只怪兽面前如同巴掌般大小，海上的摩托艇在其面前恐怕也就跟蚂蚁差不多。超清画质让那头怪兽身上纹路清晰无比。这一刻，会议室内的一众大佬
全都有一种直面怪兽的错觉。看着那只缓缓接近的怪兽，再加上视角问题，当即让众人有一种仰望巨人的错觉。那种由内心升起的莫名感觉，让他们对眼前这个巨物既震撼又恐惧。所有人的身体都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这是什么东西啊？王庆东头皮发麻的转头看向林飞，眼中震撼不可掩饰。这家伙确定做的是游戏？怎么感觉好像真弄出来一个怪兽？这画面，这场景让他有一种即将被眼前怪兽踩死的错觉。无力、窒息，对巨物的恐惧感实在是太真实了。这怪兽是人力能战胜的吗？我弟龟龟，不会是让咱们拿着怪兽当对手吧？这种庞然大物必须得用东风之神啊，不然的话没有任何希望。历经恐惧过后，会议室内的一众大佬一想到利用华国军队放倒眼前巨兽，隐隐变得热血沸腾起来。画面还在继续，随着怪兽缓缓登陆，几十米高拔海而起的滔天巨浪袭上海岸。被巨兽所震撼的人类早已经被吓得失去逃跑能力。滔天巨浪席卷而过，整个海岸沙滩瞬间便被吞没。席卷的浪潮势头凶猛，横推上岸冲进城市，一路势如破竹。汽车、建筑、逃命的人类瞬间被汹涌的海啸吞没，甚至一些并不太坚固的建筑直接被海浪冲倒坍塌。整座城市顷刻间进入宛如天灾的末日当中。而那只庞然巨兽也不曾停下，淌着海啸登陆到岸上，跟着一路不停。巨大的脚掌面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它的步伐，哪怕是周围高楼大厦，在那巨兽面前也如威化饼一样脆弱，一碰即碎。与此同时，众人眼前的画面突然多出一系列数据，就像是电脑分析程序一样，不仅标注出怪兽的名字，还有一些具体数值。名称：入侵者，高度92米，重量2700吨，速度7分，强度5分，盔甲4分。看到这个数值，会议室内的众人并不清楚那速度和强度还有盔甲代表什么，可高度和重量他们再清楚不过。也正因如此，他们不由再次惊呼出声：92米，2700吨。这一刻，众人感觉嗓子很干燥，甚至咽口唾液都感觉嗓子眼很疼。下一秒，就在众人想着如何能够战胜这头怪兽时，画面一转，变成蔚蓝的城市上空。突然，就见一排排十分先进的耀式战机以超音速的速度从眼前划过，随后音爆传来，画面调转，就见那些耀式战机冲向那头巨兽。会议室内众人见到军方反应如此迅速，当即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就算这些战机无法杀死那头怪物，也应该能够阻止对方前进的步伐。然而，就在战机与怪兽相遇的一刻，会议室内的大佬们全都傻了眼。第124章，击败怪兽的只有怪物。仅仅瞬间，所有人全都傻了眼。那些先进的耀式战机凶猛，堪称毁灭性的火力，居然连怪兽的防御都没有破开，让人不由想到一个词儿：刮痧。一些没来得及避让的战机，直接被那庞然怪兽像是拍苍蝇一样拍碎。这战机怎么那么脆弱？不是战机脆弱，而是怪兽太强了。是啊，那些机载导弹居然连他们的角质层都破不开。会议室内的一众大佬看着画面中不断推进的怪物，懵逼了。这一刻，所有人脑中都不由模拟起来，如果眼前这种怪物在现实世界登陆，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大脑里想了许久，他们悲哀地发现，除了动用东风之神利用和打击之外，好像还真没有能够战胜对方可能。忽然间，一股深深的无力感环绕在众人心头。就在这时，那个富有磁性的旁白再次响起：今天我们处于绝望的前沿，处在时代毁灭之际，我们必须去选择，必须去决定。此乃华夏怪兽直播，我们要迎接。随着旁白尖锐刺耳的警报声在海城上空响起，画面一转，无数战机、坦克、导弹发射车等无数的装甲冲入海城，士兵组织群众撤离，战机、坦克赴死阻挡怪兽脚步。等到城市内的群众全都撤离后，一颗颗导弹如启明之星般升空。然而，那些令人闻风丧胆、足以摧毁一座小城的导弹，却仍旧不能给怪兽带来多少伤害，反而空中、地面部队被他怪兽碾压，飞机坠毁，坦克爆裂，无数的士兵惨死。看着不断闪过的惨烈战斗画面，所有人都感觉呼吸凝滞下来。太惨了，完全就是一面倒的屠杀。这时，旁白声音再次响起：为了阻止他们，我们启动了他们。随着话语，就见一名身着军装、挂满奖章的老者，面容肃穆，
毅然按下一个巨大红色按钮。随着按钮按下，远在海城千里之外的一处大山，半山腰突然震动，缓缓裂开，一个巨型升降台缓缓升起。很快，升降台升起，3枚特殊的导弹升上天空，嗤嗤，撕裂空气的尖锐声响起，3枚不同寻常的导弹朝着海城飞去。那是核弹？应该是吧。没想到真到动用这种东西的地步了。随着会议室众人的讨论，3枚核弹急速飞到海城上空，面对肆虐的巨兽，3枚核弹悍然落下。接踵而至的核弹并未直击地面，而是在怪兽胸腹部位爆炸。接连不断的爆炸和宛如白昼的闪光，整座城市瞬间陷入冲击肆虐的火焰风暴当中。这一刻，隔着屏幕，众人都能感觉到那恐怖的核打击威力。最终，凭借着3枚核弹，我们战胜了怪物。但是我们的损失也十分惨重，我们失去一座城市，我们失去了数以万计的战士和人命。听到这个数据，会议室内的众人沉默不语。有些时候，有些事真的是身不由己。看着眼前惨烈一片焦土的战场，所有人的心脏就像是被攥住一样。然而，就在众人以为这场战斗结束时，那个旁白又再次响起。经过专家预测，海底缺口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将来可能会要面对更多的怪兽。抓住最后的希望，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不仅选择相信自己，也要选择相信彼此。强大的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新的武器。从这天起，全世界都摒弃成见，集结所有资源，为捍卫人类家园而努力。能击败怪兽的只有怪兽，因此我们打造属于自己的怪物。猎人计划由此诞生。随着话语，画面逐渐变暗，所有声音消失。一片灰暗的会议室内迟迟没有开灯，所有人心中全都在为先前的 CG 而震撼。就在众人以为画面结束，王庆东打算让士兵开灯之际，画面突然亮起。一处巨大好似仓库的空间内，随处可见的工程师和士兵。画面在巨型空间内一掠而过，来到一处平台。一名面容坚毅的士兵，手臂上缠绕着各种机械设备，看着应该是一个机械臂。这个士兵好似在实验着什么，随着他手臂动作，后方突然伸出一条巨大的金属臂。轰！看到那粗犷的机械臂，会议室众人顿时感觉体内血液翻涌，头皮发麻，甚至几个年事已高的老者都感觉自己的心脏已经超出负荷。这时，旁白向众人解释道：“我们经历无数挫折，终于不负众望，它真的诞生了。猎人机甲的诞生，让我们在与怪兽的战斗中取得胜利。”随着旁白，画面中出现巨型机械装甲与怪兽战斗的画面。体态庞大、狰狞的怪兽在人类战士操控的猎人机甲面前，很快便落败。全世界人类在这一刻欢呼起来。应对怪兽，我们愈发熟练，蓝星将由我们来守护。然而，我们都错了。随着话语，画面一转，来到那个撕裂出时空裂隙的海沟。一只庞大的怪物从那海沟中冲出，跟着画面一黑，房间再次陷入黑暗，直至好久，画面也没亮起来。这也预示着演示 CG 到这里结束。直至这时，会议室内的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唉，为首的郑老发出一声长叹。如果不是知道这只是个游戏，老头子我都觉得它是个纪录片。是啊，真的像在看一个纪录片。不过我可不希望里面的事情发生在现实世界。人类在面对外星文明，居然渺小的如同蝼蚁。一时间，办公室内尽是感慨声音。随后众人这才想起，这个游戏的制作人就坐在他们旁边。顷刻间，所有人的视线全都锁定在那一脸淡然平静的青年身上。与游戏的震撼相比，众人对这青年更加震撼。究竟是怎么样的脑袋，能够想出这种题材惊奇的东西？甚至游戏里面的装甲，让在座的2名科研老者脑中打开新的思路。同时，为了搞清楚游戏里的装甲，他们都有种想要去玩一下的想法。小林同志，你这游戏现在能测试吗？会议室内，郑老突然开口问道。能，随时可以测试。林飞毫不犹豫回答。郑老闻言，谷物波澜的脸上终于露出迫不及待神色，立刻向王庆东命令道：“小王，去安排一下。”第125章怪兽登陆，震撼巨型机甲。莫一会，王庆东便将所有事情安排完毕。作为初次测试人员的陈飞，怀着激动心情穿戴上所有装备，一切准备就绪，请首长发话。通过转播画面，陈飞向会议室内众人敬了个军礼。开始。随着命令，陈飞毫不犹豫按下开始按钮。游戏载入，眼前陷入漆黑。不等画面亮起，短而急促的警报声响起：“警告！警告！有危险怪兽出没，即将登陆，
请危险流浪者立即前往1号屋。突然，一个青年声音响起：“陈少校，陈少校，上头让您立刻前往流浪者号。”陈飞缓缓睁开眼睛，映入眼中是一名年轻的士兵。来不及打量周围环境，陈飞便下意识站起身来，这才发现自己在一个独立的房间，房间内光线暗淡，墙壁上的闪烁着红色警报灯。少校，指挥是让您立刻赶往1号屋。这时，那名年轻的士兵再次开口，陈飞这才猛然清醒，毫不犹豫，立刻随着那名士兵离开。就在前往1号屋的路上，视线中出现一段简单介绍：华国洛城南天门基地，2045年3月15日，怪兽即将登陆海城旧址。登陆兽镰刀头3级，重量2700吨，速度6分，强度7分，盔甲7分。看到这数据，陈飞心脏猛地一缩。虽然并不清楚镰刀头是什么东西，但是就那重量和评分就已经超过 CG 中的那只怪物。这种怪兽真的是人力能够战胜的吗？不一会，他们来到1号屋，与另一名男子会合。那名年轻士兵就此离开，陈飞跟着中年人走进另一道铁门。走在灯火通明的钢铁长廊内，即便是一向冷静自若的陈飞，也忍不住好奇地四下打量。说实话，这如堡垒般的基地，无处不透着一股科技感，并且还是那种男人最向往的硬派科技。随着前行，一道银色沉重铁门自动打开，随着两人进入，铁门再次自动关闭。房间内除了他和那名中年人外，还有数名忙碌的白衣工作人员。周上校，我们要做什么？虽说军人的职责是服从，但是陈飞还是忍不住向身旁中年军人询问道。他好奇地看着周围忙碌的工作人员，总感觉有些格格不入。当然是准备迎战了。周上校并未多说什么，指了指不远的衣柜。这是……陈飞打开衣柜，看着里面的古怪服饰，一脸疑惑。不要废话，穿上。是。陈飞不知对方为什么让他换上这古怪衣服，本能地应了一声，便学着对方穿戴起来。很快，两人穿戴好装备。会议室内的众人见到陈飞穿上古怪作战服，像是想到什么。王庆东更是直接扭头，开口向林飞问道：“林老弟，陈飞不会一进去就开机甲吧？”“怎么？不可以？”说着，林飞话锋一转道：“虽然这样做有些仓促，但是毕竟只是个游戏而已，现实中必须需要经过系统学习。而游戏就不同，想要最快掌握使用机甲，只有实战才能够做到。毕竟在游戏世界，死了可以独当重来。”听到林飞的话，会议室内众人都是一怔，等到仔细想想，却又赞同林飞所说。在游戏世界，想要快速操控机甲，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实操，即便是死了，那又能如何？这时，穿戴完毕的两人又被数名工作人员围上，他们分别将手中的各种装备为两人穿戴上。随着最后头盔戴上，两人顿时科技感十足。微微活动一下，身上重量对陈飞而言仍在接受范围之内。可自己不是要驾驶机甲吗？这身装备是怎么回事？然而就在他脑中这种想法刚刚升起，耳旁响起一道冰冷声音：“数据传输，凝胶灌入电路符。”突如其来的声音，不等陈飞来得及惊讶，便感觉一股令人窒息的感觉传来。陈飞猛然一惊，来不及挣扎，这股窒息感又很快退去，同时他感觉到身上的装备出现变化。周上校看到陈飞丝毫没有慌乱，沉着的双眸露出一丝赞赏：“不错，初次穿戴防护服没有被吓到，将来一定会成为出色的驾驶员。”听到对方的夸赞，陈飞心底好尴尬，不是他没反应，而是刚刚那一刻真的被吓住了。当然，这种事情他不会去解释，而是一脸疑惑道：“刚刚那是什么？”“刚刚只是凝液注入防护服而已，这样可以通过凝液来捕捉驾驶员身体和各部位信息。”听到周上校的解说，陈飞并没有全部理解其中的含义，最后只能强行记住这些话，似懂非懂地回应一声：“走吧，我们该上战场了。”周上校拍了拍陈飞肩膀，只有上过战场的驾驶员才是一名合格的驾驶员，再多的理论都不如来一场实战，收获丰富。看着前面的周上校，陈飞赶忙跟上对方的脚步。两人出了房间，又走一段距离，出了宽阔的金属走廊，陈飞并没有见到自己期待的机甲。眼见即将走到尽头，他心中不由感觉有点失落。不一会，两人来到一处圆形平台。就在陈飞疑惑之际，上方突然传来声响，他疑惑地抬起头。下一刻，在他热切的眼神中，两套极具科幻视觉冲击的设备缓缓落到两人面前。就在陈飞疑惑之际，身旁的周上校走到一套设备上面，下一瞬间，设备像是活了一般，与周上校的身体部位连接一起。
这是神经连接技术。会议室内一名老者看到周上校与设备连接画面，猛地站起身来，瞪大眼睛，赶紧上来，愣着干啥？你不是一直在期待这一天吗？就在这时，已经与设备连接上的周上校看着有些发愣的陈飞说道。听到对方的话，陈飞这才反应过来，当即毫不犹豫走到另一套设备上。很快他与周上校一样，与设备连接完毕。早安，两位。就在这时，两人正对面的大荧幕出现一道亮丽身影。呵呵，战灵早上好。一丝不苟的周上校在看到荧幕上那道亮丽身影，脸上难得露出一副笑容。然而面对周上校的笑容，那荧幕中俏丽佳人则是冷声说了一句：启动投放，流浪者号已经就位，操作舱就位，准备投放。一系列的确认落下，陈飞便感觉脚下传来震动，下一秒忽然传来始终感觉，整个平台开始急速下坠。操，那个女人绝对是故意的，而且自己还是个无辜受害者。坠落的瞬间，陈飞心中便已确定自己被身旁这位周上校坑了。第126章，危险流浪者出动，有猫腻。突如其来的失重感让陈飞微微有些心慌，然而这种感觉也仅仅只是持续不到2秒，他就被眼前的画面所震撼到。而为此震撼的不单单只有他自己，还有会议室内的一众大佬。原来刚刚陈飞走进带有平台的房间并非是什么普通房间，而是踏马一个头盔，或者说是一颗巨大的金属脑袋，直径少说在10米左右的金属头颅，看上一眼便满满的全都是科技感。此时这颗机械头颅被2个金属手臂抓着朝下落去，随着坠落，一段激昂的音乐响起。音乐响起的瞬间，众人感觉体内血液被调动，瞬间热血沸腾起来。伴随着激昂配乐，巨大的金属机械头颅缓缓镶嵌到一尊巨大无头机甲上面，周围幽暗的灯光忽然亮起，蓝色的钢铁皮肤顿时泛起厚重金属质感。颈部高密度精准仪器运转，将机甲的身躯与头颅严丝合缝连接起来。这真是人类的成果，太不可思议了。是啊，真是不可思议，不知道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技术。呵呵，帅。林飞瞥了眼身旁只说一个字儿就一直傻笑的王庆东，心底十分无语。不过这也不能怪对方，自己第一次看到环太平洋里的机甲时，与对方表情差不多少。配合着浓重朋克风格的机甲音乐，王庆东感觉自己的鸡皮疙瘩都快要掉下来了。就在这时，画面中响起一个声音：激活驾驶员协议，激活成功，激活驾驶员间连接程序协议。随着一道道声音落下，机甲的头颅双眼突然亮起，同时机甲胸口的涡轮装置缓缓转动，且速度越来越快。突然，一股磅礴的能量从中喷薄而出，形成一个绚丽耀眼的效果。与此同时，机甲身上的照明设备全部亮起，一个近100米高，下方工作人员如同蝼蚁般的巨大机甲完美呈现在众人眼中。看着全身蓝色宛如大厦般的巨型机甲，所有人眼中全都无法掩饰的露出震撼神色。尤其是会议室内的2名科研专家更是直接大声惊呼起来：卧槽，中间的居然是核动力发动机，里面居然有个核反应堆，这技术。看着胸前发动机转动的机甲，2名科研人员脸上尽是震惊，恨不得立刻冲进游戏好好研究一番。就在众人震撼之际，那庞大的机甲缓缓抬起脚来，开始移动。下方地勤工作人员在其面前就如同蝼蚁那般渺小。随着移动，机甲缓缓拖出1号物，来到外面，海面旭日东升的朝阳洒落在厚重的机甲上面，一时间让人看呆了。准备好了吗？就在这时，陈飞身旁响起周上校声音。陈飞闻言下意识点头。周上校的声音再次响起：你现在驾驶的机甲名为危险流浪者第3代机甲，高度80米，重量1980吨，速度7，力量8，护甲6。危险流浪者采用核反应能源，核动力驱动，置于胸口的为涡轮处理器，而各个关节采用的是超扭矩驱动，每一条肌肉都配备40台发动机。周上校这边为陈飞科普，那边基地内飞出数架直升机。与此同时，2人面前的荧幕中，先前那名冷艳女人再次出现。2位游侠，我是指挥官战灵，准备神经对接，开始通感。不给2人任何机会，随着战灵的话音落下，屏幕上便出现一个倒计时数字：15、14、13、12。就在陈飞不知所措时，眼前忽然弹出提示，上面有通感的相关介绍。等到他看过之后，大致明白所谓的通感是什么。与此同时，倒计时已经结束。突然间，陈飞感觉自己的太阳穴传来刺痛，就像是有一根针刺入脑子一样。微微咬牙，疼痛消失。
随之便是无数的画面快速从眼前闪过，这里的画面全都是属于周上校的。很快，通感成功，提示声响起，神经信号对接成功，大脑右半球校准中，大脑左半球校准中，已确认，传输正确，驾驶员已完成连接。一系列的提示音结束，随之又一个声音响起，请驾驶员陈飞尝试操控左手。陈飞一怔，随后下意识按照提示尝试用自己的手臂控制机甲。然而下一刻，他的脸色骤然一变，感觉手臂上传来的沉重阻力，他皱着眉缓缓抬起左臂，在沉重的阻力下，巨型机甲的手臂缓缓抬起，做出与他完全相同动作。看到陈飞吃力的举动，会议室内那2名搞科研的老者扭头看向林飞的目光变得耐人寻味起来。而此时，陈飞按照游戏内的指示做出相应动作。随着几组动作完毕，陈飞已经初步知道操纵流浪者号机甲的基础。2位已经准备好了吗？怪兽已经登陆海城旧址，立刻前往增援。就在陈飞沉浸在机甲操纵中时，舱内响起战铃的冰冷声音。一旁的周上校闻言，立刻与陈飞一同操控起来。随着2人的默契操纵，流浪者号缓缓抬起脚，朝着海面走去。与此同时，周上校再次开口，向他介绍起一些简单操作和任务信息。陈飞听后，这才明白，原来当初 CG 中的海城，此时已经成为旧址。虽然仍旧有地表辐射存在，但是仍旧还是有不少无家可归的人住在附近。而这次他们的目的，就是前往海城旧址，阻止登陆的怪兽，同时还要将海城人民解救出来。好的，我明白了。陈飞听后立刻回答道，随即便按照驾驶舱内的 3D 导航，开始朝着海城方向前进。随着流浪者号在海中前行，巨大的机械身体响起机械运转声音，那种厚重的压迫感瞬间在会议室内弥漫开来。千百年来，人们都不曾征服的大海，然而现在，在流浪者的脚下，却如同溪流一般。一点点，随着2人操控，巨型流浪者号缓缓进入深海，迈着坚定步伐，朝海城方向走去。就在流浪者没入大海的同时，操纵舱内响起战铃冷冰冰的声音：“别死了，2位游侠！”听到这段话，陈飞明显一愣，旋即眼睛瞥向身旁的周上校，看来这俩人间有猫腻啊。第127章机甲 vs 怪兽。海面，天色阴沉，狂风暴雨。机甲操纵舱内，地图上显示那只怪兽距离他们不足3公里。在陈飞2人操纵下，流浪者号沿着海床快速向海岸走去。随着海水变浅，哗啦一声，流浪者号露出海面。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对他而言丝毫没有一点影响。流浪者号迎着风浪快速来到海岸，很快操纵舱内便响起一个提示：流浪者号请注意，怪兽已经发现你们，正在急速接近。随着提示，陈飞就见面前的地图上一个红色的圆点急速向自己这边接近。不等他反应过来，就听流浪者外面的空气中传来嗡嗡的躁动声音，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声音越来越大，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快速接近。军人对危险的警觉让陈飞的精神不由高度集中起来，但一想到自己即将可能面对的东西，他内心兴奋的同时又带着一丝恐惧。然而游戏内并未给他过多时间思考，伴随着噪音，一个庞然巨兽从宛如废墟般的海岸奔来，身后掀起巨大的尘嚣。陈飞见状，瞳孔不可避免的一缩，甚至连嘴巴都微微张开。那是怎样的一个怪物？一个比他操纵的流浪者还要高大的怪兽。那只携带着滚滚尘埃，头部如鲨鱼造型，长着狰狞尖刺的怪兽，上下颚里满是森白锯齿状的獠牙。没人会去怀疑，这口獠牙可以咬碎一切物体。最引人注意的则是怪兽的眼睛和嘴巴，此时正散发着耀眼且又危险的蓝光。不过让人感觉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怪兽居然还有手有脚，除去粗壮巨大的四肢外，其身上还有2只较小的手臂，比之流浪者还要巨大的身高，顿时让陈飞感觉压迫感倍增。与此同时，眼前屏幕上也出现怪物的数据：镰刀头3级，高度96米，重量2700吨，速度6，力量7，护甲7。此时此刻，不光是陈飞感觉压力倍增，就连会议室内的众人都是感觉有些喘不上气来。看着渐渐逼近的巨型怪兽，其狰狞外表瞬间将压迫感拉满。这一刻，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攥紧拳头。这个镰刀头可比先前那个动画里的怪物要恐怖。不得不说，人类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有此成就已是了不起了。是啊，这个流浪者机甲不知是多少人的结晶，有了他们，人类才能安然无恙。几人交头接耳，小声讨论。虽然他们都挺看好流浪者号，但是双方数据一比较，他们又不免有些担心，
这种恐怖的怪物，流浪者号真的能够战胜吗？而此时的陈飞已经满手汗水，面对如此恐怖怪兽，即便是心理素质过硬，也不由得发慌。虽然先前信心十足，但当他真正面对怪兽时，他发现自己心里真的很慌，很恐惧。这种恐慌并非是来自心灵，而是来自骨子里那种对神秘巨物的恐惧感。而就在他不知所措时，镰刀头怪兽朝着他这边怒吼一声，跟着便义无反顾地冲来。此时一旁的周上校立刻大吼起来：混蛋，想什么呢？快动起来！被周上校吼声惊醒的陈飞看着眼前急速放大的镰刀头怪兽，下意识本能般抬起手臂交叉于身前，轰！恐怖的利爪结结实实拍在流浪者身上，操纵舱内的两人瞬间被撞得摇摇晃晃，随之而来便是胸前如撕裂般疼痛。与此同时，流浪者号的胸前也被对方划出一道小伤口。死！陈飞忍着疼痛强制自己冷静下来，刚一照面就受伤，想到这画面转播到各位首长面前，陈飞顿时觉得脸上火辣。然而镰刀头可不会给他多余机会让他思考。就在流浪者刚刚稳住身形时，镰刀头一个猛冲，再次来到流浪者面前，锋利的爪子也朝流浪者胸口抓来。出拳！千钧一发之际，周上校突然大吼。陈飞闻言应了一声，便抬手操作起来。顷刻间，两人动作同步，左臂格挡住镰刀头的爪子，右拳出击。砰！流浪者的拳头结结实实打在镰刀头狰狞的头颅上面，恐怖的力量直接将镰刀头锤一趔趄。见到这一幕，会议室内直接响起几声叫吼。好样的，小陈，赶紧趁机继续攻击。当然，会议室内的话，陈飞并不知道。不过就算不知道，他也不会有过多反应。现在他只想着快速结束这场战斗。一击过后的陈飞立刻乘胜追击，操纵着流浪者两步上前，左臂扬起，一记左拳砸了下去。刚刚被锤得昏头胀脑的镰刀头不等神志清醒，便又再次被流浪者的拳头击中。而操纵流浪者的陈飞再次感受到那种结结实实、拳拳到肉的感觉，顿时信心倍增。感受流浪者反馈回来的感觉，陈飞当即放开手脚，左右开弓起来。砰砰砰，一拳接着一拳，如果不是流浪者的身体太过沉重，陈飞都想做一些高难度动作。这种拳拳到肉的感觉实在是让人太迷恋。然而镰刀头虽然被打得节节败退，甚至已经进入海里，可对方那皮糙肉厚的防御，拳头对其伤害属实不大。突然，镰刀头躲过流浪者又一次拳击，猛地张开大嘴，直接朝流浪者脑袋咬去。已经渐渐熟悉操纵机甲战斗的陈飞，本身实力就不俗，见到镰刀头的举动，下意识用左手抓住对方的血盆大口的下颚。好样的！周上校惊讶陈飞表现，赞叹一句，便立即接着道：现在用右手的重炮轰了他。还有大炮？听到周上校的话，陈飞不由瞪大眼睛瞥向自己的右手，这时他才注意到操控球上还有个红色按钮。陈飞见状，当即与周上校同步，用左手撑开镰刀头的血盆大口，右手抬起，红色按钮按下，吃！气门泄气声音响起，流浪者的右臂机械装置开合。看着微微闪烁光芒的右臂，二人毫不犹豫，握紧拳头，直接朝镰刀头的嗓子眼捅去。第128章等离子大炮胜利！嗡嗡嗡！随着危险流浪的右臂机械开合，右臂上的机械装置开始旋转起来，大量的等离子快速凝聚。伴随着右臂捅进镰刀头嗓子的同时，汹涌的等离子电浆炮弹轰然射出，直接给镰刀头做了个最正规的 HS 检测。都说长得越丑，做 HS 时的反应就越强烈。以镰刀头的颜值，绝对算得上是丑出星际。汹涌澎湃的能量瞬间便将镰刀头轰飞出去，同时胸前也被轰出一个像是强酸腐蚀、流着滴滴答答液体的大洞。蓝色的血液落到海水上面，一些漂浮物碰到，当即冒起白烟。这家伙的血液有毒！陈飞见状，瞪大眼睛。怪兽可怕也就算了，居然连血液都含有剧毒！我滴个龟龟！镰刀头的毒性并不高，只是中级而已。周上校闻言解释一句。然而就在两人交谈之际，会议室内的一众大佬再次被眼前画面所震撼。让他们震撼的并非是那怪兽，而是刚刚撕开怪兽防御的一记炮击。这是等离子炮？看样子应该是。哎，真没想到，这游戏不但有机甲技术，居然还有等离子炮技术。如果现实中的华国有如此强大实力就好了。会议室内，一众大佬眼热地看着荧幕中流浪者的右手。说实话，等离子炮的诱惑不可谓是不大。陈飞也是十分吃惊地看着右手，
刚刚那一击给他带来的震撼属实有点大。好！就在这时，响彻天际的嘶吼声响起。与此同时，操纵舱内的周上校脸色骤然巨变，快退！怎么了？陈飞只是下意识疑惑一下，下一瞬间脸色也跟着骤然一变。操！那个怪物没死！看着从海里猛然冲出的怪兽，陈飞一脸不可置信，完全没有料到对方受那么重的伤，居然还能活着。即便是他的反应速度够快，最终还是慢了半拍。从海水中突然冲出的镰刀头七十二上来到流浪者面前，锋利的尖爪也直接抵达他们面前。情急之下，两人只能抬起左臂抵挡。咯吱，利爪划破金属的刺耳声响起，流浪者的左臂当即被对方撕开，受到伤口。火花闪烁，液体喷溅，操纵舱内警报响起，红灯闪烁。操！流浪者左臂受伤了。周上校看着眼前屏幕上的数据，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而就在这时，乘胜追击的镰刀头张开血盆大口，朝着两人操纵舱咬来。看着那异常恐怖的大嘴，陈飞双一时间呆住。好在这时，旁边的周上校开口喝道：“干掉他！”听到周上校的怒吼，陈飞浑身一个机灵，瞬间反应过来。看着那张近在咫尺的狰狞大嘴，他下意识再次启动右手上的等离子大炮。然而，就在他刚刚抬起右臂同时，镰刀头似乎也察觉到他们想法，当即利用两只短臂上的爪子抓住流浪者右臂，同时又用头顶锋利的镰刀朝着流浪者的右臂撞去。这一下如果撞实诚，流浪者整条右臂都可能废掉。如果右臂被镰刀头断掉，流浪者可就彻底失去战斗力，两人很有可能死在这里。眼见那怪兽头上的镰刀越来越近，千钧一发之际，陈飞突然扯着嗓子大喊起来：“抬右膝！”轰！砰！40台发动机的动力下，被镰刀头怪兽牢牢抓着的流浪者猛然一窜，抬起右膝。一声震天撼地的闷响过后，那即将撞到右臂的巨大头颅直接被流浪者一记飞膝撞得向后仰去。攻击虽然被化解，但是流浪者的右臂却仍旧被镰刀头死死拽着。流浪者被拽得摇晃起来。陈飞见状，下意识瞥了眼一侧的周上校，过肩摔。听到他的话，周上校一怔，旋即便微微点头。见到对方点头，陈飞也不犹豫，当即操纵流浪者的左手抓住对方抓着自己右手的手臂，屈膝扭身。在陈飞的操纵下，流浪者借助巧劲儿，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直接将2700吨的巨型怪物从肩上甩出。但是机甲的战斗毕竟吨位都很恐怖，虽然镰刀头被流浪者甩出，但流浪者也因此摔倒在海里，甚至身上多个发动机冒起火星，出现故障。这一招可谓是伤敌100，自损70。摔在海边的镰刀头胸腹焦黑伤口再次喷出汹涌的蓝色血液，同时镰刀头嘴里也发出了惨烈嘶吼。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陈飞二人见机会难得，立即操纵着流浪者残破不堪的身体站起。砰！轰！流浪者走到岸边，抬脚将挣扎着的镰刀头踩在脚下。下一刻，右臂缓缓抬起，对准眼前镰刀头脑袋。嗡！滋！电弧能量闪烁而起，随着装置旋转，恐怖的能量再次汇聚而成。蓝光越来越亮，变得耀眼夺目起来。下一刻，随着嗡的一声闷响，刺目光线让人下意识眯起眼睛，紧跟着便是一阵怪兽的痛苦嘶吼声，并未持续多久，痛苦的声音戛然而止，天地间只剩下等离子炮嗡嗡的冲击声。没有任何意外，镰刀头的脑袋彻底被轰成渣渣，绽放的光芒散去，周围恢复宁静。然而远处昏天暗地，狂卷风浪的海面证明这平静不过只是暂时的而已。看着远处海面，陈飞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自己居然真的战胜一头怪兽，恭喜你们成功击杀镰刀头。这时那个略微熟悉的冰冷声响起，看着画面中一脸冰冷的女人，陈飞不由侧头看向周上校，真搞不懂这家伙为什么会喜欢这么个女人。流浪者损伤严重，请求支援。看着荧光屏中的战铃，周上校进了军里，将此时流浪者状态全部上报。听到周上校的汇报，战铃微微皱眉，便点头说道：“允许你们留在原地等待救援，注意安全。”说完，战铃便直接中断联络。这女人也太冷了吧！见到画面中断，陈飞下意识地腹诽一句。不久之后，几十架武装直升机到来，利用牵引绳直接将流浪者吊起，朝着基地方向飞去。第129章，应广大网友要求，真人出镜。小林同志，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啊！是啊，这小子的想法惊奇，设计出的游戏更让人意想不到啊！这游戏除了不能直接练兵，其余设定可是帮我们开辟不少新思路啊！
如果不是小林同志太过沉迷游戏制作，未来成就必不可限量啊！在一众大佬如狼似虎的目光下，林飞逃一样乘坐军车离开军区。他怕自己再待下去会被那群科研人员切片研究。当然，这只是个玩笑话。对于游戏，各位大佬相当满意。虽说与练兵的初衷有些不符，但游戏内容方面却是让另几名科研大佬十分满意。既然如此，林飞的任务也算是完成。至此，也就有了上面逃跑一幕。这是你答应了？回到家，林飞刚进门便被林洛的晴天霹雳差点雷到。原来就在他离家这段时间，林洛居然接了个直播专访，而且受邀人还是他。如今林飞的身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他却从没想过自己要这么早与粉丝们见面。归根结底一个字儿，他腼腆。林飞本想直接躲掉，却不想被林洛拉着坐下，跟着平板电脑就拍到他面前。屏幕中打开的微博上面最热门的几个话题中就有一个与他有关。今晚18点30分，斗鱼平台将连线玩家国度创始人，希望广大粉丝不要错过机会。就这么一段简短的信息，下方留言回复热闹无比。卧槽，我们终于能见到极致狂魔了。是啊，到时候一定问问还有没有新游戏，不要吓人的。吓人的？我怎么没感觉有多吓人？不过到时候可以去看看，万一有什么新游内幕消息呢？哈哈，想新游戏就算了，我就想看看林变态是不是真有三头六臂，能做出生化危机这游戏的人脑子多少得沾点毛病。看着网上的评论，林飞脸色阴沉。这群损人不怪林洛成天喷，一个个嘴里全都没一句好话。同时林飞也知道这次活动是斗鱼平台组织，而自己老姐是斗鱼平台下的主播，这个面子怎么都得给。行吧，到时候你通知我。林飞思索一下，回了一句便返回自己的卧室。听到他答应，林洛悬着的心落下，抬手比划一下，紧忙钻进自己的房间开始联络起来。斗鱼的主管听到林洛的回信，顿时紧张起来。林飞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斗鱼主管眼中，这妥妥的是流量。这波流量若是操控好了，绝对能给平台赚不少流量。想到这儿，主管当即吩咐，直接提前在平台首页以巨大横幅形式发布一条关于林飞做客直播间的消息。今晚18点30分，玩家国度创始人将与您相约斗鱼直播间，让我们不见不散。巨大的横幅上右侧还被生动地做出一个 Q 版林飞形象，同时还雇佣一些博主和水军在各大论坛、门户网站散播消息。可以说，斗鱼为了这次直播可是下了不少本钱。很快，时间便到了18点20分，林洛准时坐在直播电脑前，和以往穿着随意不同，今日他特意弄得正式一些，白衬衫、小黑西服，往日松散的长发此时也被他盘了起来。如果不开口，倒也算得上是端庄高雅。一旁的林飞看着林洛，眼中闪过一抹不可思议道：我说大姐，就一场直播，你至于弄得跟安利老师似的吗？你懂滴个啥？我这可是玩家国度的门面，当然要穿正式一点。林洛闻言翻了个白眼，自己好歹也算是玩家国度的高层，怎么也得正式一点不是？洛姐心里吐了两句槽，同时进入自己的斗鱼直播间后台。我去，假的吧？现在就30万人了。洛姐震惊地看着后台直播间人数，整个人都骂了。这才开播，直播间弹幕就向上狂刷，根本看不出个数。靠，杂是这娘们，人呢？极致狂魔呢？谁说不是？你上来干啥？我们要看的是林老板。快退，快退，快退！我们要林老板。大姑姐，我老公呢？快让我老公上来！我去，这谁家姑娘？这也忒不要脸了。看到网友的弹幕，洛姐惊呆了。虽然她没有在任何场合发文表明自己和林飞的关系，但是这种事儿，只要网友用心，还是能发掘出来。对此，林洛也懒得解释，反正这在游戏圈内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他也就默认了。看着直播间蹭蹭上涨的人气，不一会就达到了100多万。对此，林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来看林飞的。这一刻，他觉得酸了。不得不说，如今玩家国度的热度实在是太大了。没一会，直播间观众数量就突破了恐怖的1000万之数。林洛见状，吓得关闭麦克风，惊呼道：卧槽，林飞你这是彻底火了！一旁躲在摄像头视角外的林飞看着林洛直播间人数，也不由得震惊起来。可怕，真可怕！而就在这时，直播间突然传来连麦提示，林洛毫不迟疑，直接点击同意。下一刻，他的直播间就与斗鱼官方直播连接到一起。随着时间推移，直播间人数还在继续上涨，只不过势头没有先前那般凶猛。可即便如此，直播间人数也是直接突破1000万，达到恐怖的1300万。
在整个斗鱼平台，人气值方面更是超出第2名10倍之多。赶紧让林老板上镜，闲杂人等退开。对，洛姐赶紧给让地方，我们要看人儿。谁说不是？洛姐赶紧让。见到林飞迟迟不出镜，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纷纷抨击林洛。看到直播间沸腾，无数观众纷纷嚷嚷着要看林飞，洛姐心里恨得牙根痒痒。但是今日不同往日，即便心中如何愤怒，也不能像是往日那般直接开队，起码的礼貌她还是有的。因此她连忙解释道：各位老铁别慌，林飞有些紧张，刚刚去洗手间了。我去，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一旁坐在椅子上的林飞听到林洛的话，差点就从椅子上栽到地上。林洛可真是撒谎不脸红。林飞心想，自己若再不出现，这娘们没准还会说什么，索性将椅子一挪，直接真人入镜。第130章副本模式开启。嗨，大家好，这是林飞2辈子来第一次直播，而且还是面对1000多万观众。说不激动，那纯属扯犊子。看他那略显僵硬的招呼，直播间瞬间就炸了，无数的弹幕让屏幕眼花缭乱。我去，林老板真帅啊！哈哈，林老贼居然羞涩了。是啊，林老板有女朋友没？我小姨子相中你了，要给你生猴子。啧，不得不说，我一看到林老贼就有种想要揍他的冲动。直播间千万网友的讨论让坐在屏幕前的林飞一时有些不太适应，而他的这种表现在观众眼中完全变成了害羞表现。哈哈，林老板害羞的样子好可爱，姐姐想把你搂在怀里。爱了，我决定明天搬家去魔都。搬家？楼上的你想多了，林老板的小区可不是那么好进的。我就是魔都人，锦城苑小区的安保程度最近已经在魔都出名了。啊，真的假的？看到网友们的讨论，林飞暗自抹了把冷汗。他完全没想到这群网友居然会有如此疯狂，同时也暗自庆幸现在整座小区被军方接管，直播间的气氛相当活跃。就在这时，作为斗鱼官方直播露脸的主持人开口向林飞问道：请问林老板，你对玩家国度未来发展有想要分享的吗？未来发展吗？林飞闻言稍稍犹豫下说实话，对于玩家国度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本人还真没考虑过。毕竟谁也没想到，只是简单的做个游戏就能这么受大家欢迎。不过在这里我可以向广大玩家保证，玩家国度出品必属精品。这逼是真让他装到了。直播间所有观众听到林飞的回答彻底惊呆了，见过凡尔赛的就从没见过如此凡尔赛的。呵，看来林老板对自己十分有信心啊。斗鱼主持人闻言嘴角扯了扯，继续道：既然林老板如此有信心，我们做一个小互动如何？请说。林飞微微一笑，是这样的，让直播间网友提问，我们随机截屏，林老板来解答这些随机问题如何？主持人微笑着说。林飞听到主持人的话，稍稍思索下便点头回答没问题。见他点头答应，主持人冲摄像头摆了摆手道：那好，各位观众，刚刚的谈话你们都听到了吧？现在如果有想要问的问题，你们就将问题发到公屏上，我们会从中截取一些问题，让林老板给我们解答。直播间观众一听到这话，当即热情高涨起来，唰的一下，无数问题出现在公屏上面。洛姐和林飞真是姐弟吗？林老板有女朋友没有？林老板公司找人否？一瞬间，无数的问题映入眼中，林飞见状顿时头大不已。如果抽中游戏问题还好，这若是抽中私人问题可咋办？好在对面的斗鱼主持人应该也是个明白人，不一会后宣布截图完毕。而第一个问题则是一名叫做袋鼠打拳击网友的提问，请问玩家国度是否有新游戏筹备？看到这个问题，林飞沉吟半晌，开口回答：真没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直击要害啊。玩家国度确实在开展新游戏，而且我也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新游戏的开发已经接近尾声，而且我敢保证，这是一款令众人完全想象不到的游戏。制作游戏对于现在的情绪值自由的林飞而言，并非是什么难事，但他却并没有打算将后续游戏过早放出来。毕竟整部《生化危机》开放世界进度才达到 20%， 后续还有许多电影剧情可以融合其中。然而他却没想到，他的话直接让直播间观众再次炸锅，尤其是那些不敢尝试《生化危机》的网友更加期待，疯狂的刷屏，试图被关大大截图选中。很快，第二个截图问题便呈现在屏幕上，请问林老贼，下一款游戏还是与病毒丧尸有关的吗？看到这个问题，林飞不得不变得慎重起来。说实话，他并不想过早透露新游戏过多信息，可毕竟先前已经答应，现在若出尔反尔，实属有点不太厚道。最终犹豫再三，他开口道：不，
新游戏并非是病毒类题材，这是我能给你们的唯一解答。不过，为了感谢各位对玩家国度的支持，我还是可以透露一点，那就是新游戏与生化危机世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至于是什么样的联系，到时候各位可以去线上自己探索。随着与直播间观众互动，林飞越来越放得开。说完之后，他还向直播间观众露出一副神秘模样道：只不过很遗憾，就目前为止，生化危机的进度连 20% 还没达到。就算新游戏出了，也很难有人会将两个游戏联系到一起。什么？我的天，生化危机进度居然还没到 20%？ 不是吧？全球千万玩家在线，居然还没完成 20% 进度？真的很有可能。你们没看最新一期一个小日子网友视频吗？他在岛国的地图上也发现一座地下实验室，而且里面全都是克隆人。切那边算啥？你是不知道，毛熊国那边才真的恐怖，那边的丧尸一个个健步如飞，而且还会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这都不算啥，三哥那边是最恐怖的。经一位数据地统计，全游戏 50% 丧尸全都聚集在三个地图上，只要有玩家进入，就是一个送菜。一众网友问着问着就又跑偏到生化危机交流上，然后就开始各种吐槽。看着网友对生化危机的疯狂吐槽，林飞顿时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下播了，不然的话他真怕这些网友顺着光纤爬过来削他。看着怨声哀哉的千万网友，林飞感觉后背升起一股股寒意，同时心中也是在想，是不是将生化危机世界的副本模式开启。第131章，说了等于没说，特殊丧尸小队新游戏近段时间不能上线。但是林飞冲着摄像头停顿一下道，但是生化危机的第3阶段会在近期开放。想到自己也才拿到手不久的剧情战役内容，他的嘴角不由勾起，甚至忍不住发出腹黑的笑声。卧槽，林老贼，你的笑容很诡异，赶紧如实招来，是不是又要给我们下套？不行，赶紧给我们透点消息，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放过你。对，听说下周魔都举行的游戏颁奖活动，玩家国度已经获得提名，到时候咱们直接冲会展中心等着这老贼。楼上的算我一个，我等会就去买高铁票。+1加10086。看着直播间观众一片激愤，林飞不由撇了撇嘴，心想就算这群憨憨去会场堵自己，没有邀请函依旧是白搭。想到这儿，林飞心中松了一口气儿，就连心情也好转不少。又与观众互动一阵，回答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后，他立即开口说道：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吧，毕竟我也不是什么闲人。祝各位在生化危机下一阶段大展宏图。说完，林飞便不给众人任何机会，起身从摄像画面中离开。一众网友看着坐在摄像头前有些发呆的林洛，这才反应过来林飞真的跑了。卧槽，无耻老贼，居然说走就走。是啊，都没回答几个正经问题，这就溜了。靠啊，啥有用信息都没说，就看他在那凡尔赛了。妈的，听他说一堆没用的，有这时间都不如去玩一会游戏。林飞出现在直播间内，满打满算20分钟不到。虽然这20分钟内观众的热情史无前例的高涨，但林飞却是半点实质性东西都没说。这群观众当即忍不住在直播间内骂骂咧咧起来。反应过来的林洛看着直播间一片抱怨，心中埋怨林洛的同时，河东狮吼道：林飞，你给我回来！而回应他的却只有砰的一声房门关上。看着林洛，即便是隔着屏幕，一众网友也能够感到其身上的怨念。不过该说不说，看到林洛吃瘪的样子可不容易，以致现在直播间观众看着憋嘴皱眉一副愤怒架势的林洛，纷纷发出弹幕。在超能力的驱使下，林洛很快便喜笑颜开起来，与直播间观众扯了会皮。趁着热度空前高，他直接开启游戏直播。返回自己房间的林洛则是躺在床上打开系统。现在生化危机已经逐渐自成一个虚拟世界，除去 60% 没有开放区域外，多数区域已经被玩家收复。尤其是林洛所率领的救世军，直接凭借人数优势将半个古城纳入掌控范围。有着无数现实知识查询的马老师，在旗下成员和土著 NPC 占领半个古城后，当即开始组织人手恢复生产，建立防御堡垒。最终在众人齐心协力下，以废旧材料建立了第一座游戏世界属于玩家的防御堡垒。这消息一出，一些被分配到其他区域的玩家纷纷生出想要前往的想法。可山条路远，再加上有丧尸的阻挡，想要前往古城堡垒却是十分艰难。但对玩家而言，不过是多死几次而已，而对那些只有一条命的土著而言，却是堪比登天。从而也就有了护送幸存者的任务诞生。从后台得知华国玩家游戏进度后，林飞便又好奇地查看起其他区域玩家。因为有系统原因，
他并不需要任何设备就可以任意查看某片区域，就好像上帝模式一样。不，在这个游戏世界，他就是上帝，就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利用系统，在一片陌生区域搜到幸存者信息。林飞眼前画面一转，便来到一处废旧、肇事车辆拥堵的公路上。整条狼藉的公路上，随处可见游荡的丧尸走过。因为他是利用系统查看，并非真正意义的进入游戏，所以他并没有任何实体。精神视角悬浮在空中，俯瞰整条公路。就在这时，公路前方不远出现一个车队。当汽车来到堵车的地方，车上直接下来几人，纷纷拿出枪械。而听到动静的丧尸们也纷纷将目光调转过来。谢特，怎么会这么多？队伍内的金发女人看到晃晃悠悠几十只丧尸，骂骂咧咧起来。一旁的队友直接抱怨道：“有时间抱怨，还不如赶紧想办法解决这群怪物吧。”女人闻言又骂了一句，旋即便端起手中满弹的半自动步枪，朝着晃晃悠悠而来的丧尸射击。同伴们见状，也都纷纷端起枪械，开始清剿向他们靠拢的丧尸。起初一切十分顺利，一只只丧尸倒下。眼见丧尸越来越少，众人脸上也不由露出兴奋模样。然而就在这时，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一直处于上帝视角的林飞很快便发现公路旁的荒野中有几辆越野车朝金发女人小队这边冲来。与此同时，金发女人等人也都发现荒野中疾驰的2条黄龙。会开车的无疑就是活人。几人见此，心里的警惕微微放松不少。可就在这时，那几辆越野车组成的车队中瞬间响起密集枪炮声音，砰砰砰，一颗颗破风而来的子弹击中金发女人和同伴周围的报废汽车，几人吓得当即趴到地上，纷纷躲入掩体。完了！就在金发女人几人躲到掩体后面的瞬间，林飞不由摇头叹息。因为视角问题，他比女人们更能看清袭击者的容貌。那些袭击者并非是什么人类暴徒，而是一个个面容干枯、穿着军装、宛如干尸般的怪物。他们眼神并不同于丧尸，与木讷的丧尸比起来，这群穿着军装的丧尸眼中神色灵动不少。尤其是那名一直坐在车里未动的军官，眼中神色锐利、凶残，好似一头随时暴怒的狮子。正如林飞所猜想那样，这群有着比丧尸还要恐怖外表的军人，直接架起2个火箭筒，毫不犹豫射向金发女人躲藏的汽车后头。轰轰，2团灼热火光冲天而起，爆裂的冲击当即将几人掀飞出去。第132章开门 BOSS 团队老同学，宛如干尸木乃伊般的士兵当即快速走上前去，对着处于昏迷状态的几人扣动扳机。子弹无情地穿透几人身体，瞬间夺走其性命。士兵们快速打扫战场，抢走死去众人的武器和汽车还有物资。从这支特殊丧尸队伍出现到消灭女人队伍，仅仅只是用了不到3分钟时间，可见这些丧尸军人是多么的迅速。抢劫完的丧尸军队毫不拖泥带水，直接再次驾车朝远方驶去。这特么咋成一伙土匪了？看着远去训练有素的丧尸小队，一时间林飞都看呆了。不过下一刻，他就利用系统锁定住这对丧尸，跟着这个特殊的丧尸小队一路看了好几场抢劫幸存者或玩家事件。林飞发现这是一支有理想有抱负的丧尸小队，他当即决定将这支小队带走，直接放到剧情场景地图中当做开局小 BOSS。 做完一切后，他又在游戏世界逛了一会，一些地域上的剧情仍旧在继续，甚至也有部分玩家获得相应提升。看到一切几乎都如自己猜想一样发展，他这才退出游戏世界，开始在系统中设置起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大世界剧情战役。翌日，林飞缓缓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可能是昨晚折腾太晚原因，浑身有些酸疼。林飞起身简单洗漱一番，便穿着一身休闲装离开。刚一出门，对面的房门便也跟着一同打开。林飞对此已经见怪不怪，冲着对面同样装扮的年轻人像是邻里间打招呼般点了点头，便走向电梯，带着青年晨跑出小区，来到一处小吃摊，直接坐下。林飞向服务员摆了摆手道：“来2屉猪肉小笼包，2碗小米粥。”不一会，早餐被服务员端上，林飞将一份推到对面青年面前：“早上没吃吧？”闻着小笼包扑鼻香气，青年不由咽了下口水，旋即便要拒绝。然而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林飞就率先说道：“别跟我说职责问题，吃吧，等会还有事儿让你帮忙。”听到林飞的话，青年脸上纠结半晌，这才点头道：“好的，上头已经吩咐过，林先生有事尽管吩咐，我们会尽全力去完成。”看着神色严肃的年轻战士，林飞笑了笑，摆手道：“不用这样严肃，我让你帮的忙很简单，只是帮我测试游戏而已。”玩游戏？
听到测试游戏，青年立即想到最近连队传来的消息，他自己因为有任务在身，无法向战友畅玩。然而现在却没想到，作为游戏开发者的林飞居然邀请他测试游戏，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想到这儿，青年脸上都情不自禁地露出开心笑容。对，等会吃完饭，我们去买设备。林飞看着对方点了点头，便埋头吃起早餐。林先生，如果去购物，我还需要安排一下。青年一听林飞要逛街，当即面色严肃起来。随便。林飞对此已经早已习惯，无所谓的说道。青年得到答复，立刻掏出电话联系起锦城苑小区内的负责人。负责人听到青年的报告，立刻便招来4名精英队员。等下林先生要去购物，你们4个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林先生人身安全。负责人看着站在面前4名精英，一脸肃然道：遵命教官。4人异口同声向负责人敬了个军礼。好，现在你们下去吧，5分钟后去和小马会合。看着眼前4人表现，负责人眼中闪过一抹满意。不是，我说小马，咱们就去买个游戏设备，犯得着这样吗？看着眼前停着的2台军车，林飞属实有点头疼。如果说去军区开个军车也就算了，可他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可是市中心商业中心，开着2辆板板正正的军车，真合适吗？平常首长出行也是军车。马良微微一笑，解释道：其实这些军车都是普通军车，就算是开到市中心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不过林先生坐的那辆就有点特殊。怎么特殊法？林飞好奇道。你坐的那台车是防弹的。马良小声道，毕竟你的名已经在整个军区挂号了，如果真有3长2短，我们都会上军事法庭。防弹的？听到马良的话，林飞惊奇地来到自己常坐的那辆军车前，绕着军车仔仔细细打量一圈，除了感觉玻璃比普通车玻璃厚一些，愣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不过想想也是，如果连他这种小白都能够分辨出防弹汽车，那恐怕全球近90%人口都能辨别出防弹车。他现在不缺钱，不仅不缺，恐怕这辈子都花不完。但就算再有钱，想弄一辆防弹车也不见得就能立即拥有。想到眼前这个大铁家伙居然还是防弹的，当即脑中萌生出一个想要讨要的想法。车的事情暂且放到一旁。1个小时后，军车终于抵达魔都最繁华的电子科技城。林飞。就在林飞与马良在科技城内闲逛之际，身侧店铺内传来一个悦耳声音。林飞下意识停下脚步，扭头看去，看着眼前明眸皓齿、白 T 恤浅蓝牛仔裤的女生，林飞皱着眉试探道：白洁？他不敢确定地看着女生，实在是无法联想那个曾经高中校园、家中千万财产的班花会出现在科技城内，而且看样子好像还是在这家店铺里当前台。真的是你？女生惊喜地来到林飞身前，绕着林飞仔细打量一圈。我去，林飞，你去欧巴那边整容了？瞅，这是老同学见面说的话吗？说嘛那，哥这颜值用得着去整容？你这是瞧不起谁呢？虽然上学时期他对白洁有些好感，但那也仅仅只是好感而已。因为两世为人的林飞一直都将心放在未来如何躺平上面，因此也就忽略了一些人的存在，同时也被一些人忽略他的存在。当然，白洁并不算是被忽略的那一堆人。2人愉快地交谈几句，当年同学之间的友谊再次被找了回来。你来这打算买电脑？白洁这时像是想起什么，问道。不，我不用，是他用。林飞指着一旁的马良，开口道，别替他省钱，他是个土豪。好吧。白洁闻言俏脸一正，旋即微微一笑，好的，有没有什么需求跟我说说，我好给你写个配置单。需求很简单，给我往最贵了整，有多高端我们就要多高端。难得见到以前的老同学，林飞心里高兴，直接大手一挥。第133章抹个零，别闹啊！白洁一脸惊讶，紧忙开口说道。林飞，配置够用就好，用不到买最顶配的吧？不，咱就要最顶配。林飞看着张着小嘴的白洁说道。你放心，这家伙有都是钱，不用替他省钱。那好吧。见林飞铁了心要坑队友，白洁无话可说，转身在前台拿出配置单，写了个最高配置，将写好的配置单推到2人面前。你们看看价格，34万6。看到报价单上的价格，林飞也不由抽了口冷气。平平常常配置一套高端 VR 设备也就10万出头，然而现在白洁给他们的配置单居然总价30多万。不过在看到那配置后，林飞知道对方并没有坑自己。白洁见状开口道，34万6800，看在老同学的面子，
我可以给你抹个零。啊！林飞闻言，抬头惊愕地看着对方，34680不好吧？34680？对啊，你不说抹个零吗？我去，我说的是那个意思吗？你咋不让我直接免费呢？白洁翻了个白眼，继续道：别扯皮，我觉得这么好的配置，实属浪费。呵呵，开玩笑。林飞笑了笑，扭头看向马良，后者见状，瞬间便读懂他眼中意思，当即笑道：不浪费，这配置不错。玩游戏一辈子的事，瞅瞅，这小子多会来事。心中十分满意的林飞，暗暗给马良这小子点了个赞，旋即向白洁说道：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朋友不差钱。这样吧，就按照这个配置给他来5套，至于抹零就算了。听到林飞的话，白洁美眸一颤，他以为这种配置卖出去都是奇迹，却没想到对方居然来5套。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颤声道：真的？呵，你这是瞧不起我朋友实力怎么的？林飞闻言故作有些生气道：这点钱对他来说连零花钱都算不上，我低龟龟小200万，我咋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零花钱？一旁的马良听到林飞的话，暗自啧舌。白洁瞥了眼马良，也是暗自惊讶，不过一想到自己即将收获的利润，当即眼睛弯成了月牙。那真谢谢你了，今年要不是遇到你，这个月房租都成问题了。啊！林飞闻言一怔，记得上学时，白洁家里条件虽说不是最好，但也是资产上千万的富裕家庭。现在再看白洁，无论穿着打扮都不像富家千金小姐，反倒像才步入社会的创业妹。想到这，林飞不由问道：我记得你家条件不错吧？怎么可能交不起房租呢？呵。闻言，白洁脸上露出一抹无奈笑容，说了句：家里出了点状况。说完之后，便拿着配置单离开。看着家人远去的背影，林飞良久后问道：良子，可以查查对方家庭情况吗？可以。马良回了一句，起身便走出店铺，在门口与警戒四周的队友低声说了几句，便又折返回来。林先生，已经命令人去办了。林飞闻言点了点头，随后又开口道：以后叫我飞哥或者阿飞都行，林先生听着别扭。好的。马良点了点头。这时白洁过来，马良将想要说的话收了回去。林飞谢谢你。白洁一脸微笑走上前，你留个收货地址，等下送货师傅和技术会上门为你安装。林飞闻言想都没想，直接报出工作室地址。白洁听闻送货地址，微微惊讶道：你们也住在锦城苑？看着白洁惊讶的样子，林飞不由说道：不会这要巧吧？你别告诉我你也住在哪。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我还真就住在哪。白洁说道：好吧，还真巧。林飞心中微微惊讶，莫想到两人居然还是邻居，本就是老同学。索性两人加了微信，闲聊一阵彼此这些年琐事后，林飞这才带着马良等人离开。叮咚，这边刚刚上车，手机微信便传来消息。林飞打开一看，正是才加为好友的白洁。哎呀，林飞刚刚只顾着聊天了，有个事儿忘和你说了，下周6同学聚会，你参加吗？同学聚会？看到信息，林飞不由想起当初那帮老同学。说实话，当时他就因为过于低调，在班里成为个小透明。平日里个别好友和仇人，没人会记得他这号人物。一想到小说中老同学聚会炫富的狗血场面，林飞直接回复道：算了，我就不去了。上学时是个小透明，现在也不一定有人记得，而且我也不喜欢那种场合。消息刚刚发送出没多久，手机再次响起。林飞没想到白洁回复的速度还挺快。呵呵，看来你这些年还是没变啊。其实我也不想去，只是现在算了，到时候看看吧。有时间常联系。对了，今天谢谢你的订单，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吃饭？看着信息，林飞犹豫半晌回道：好啊，我喜欢吃海鲜。回去一路有白洁陪聊，倒也不寂寞，很快便回到了锦城苑小区。等到几人来到工作室时，安装的师傅已经将5套设备全部安装完毕，除去林飞、马良、唐三等人每人1台。等到5人登录游戏，林飞直接利用系统把他们划分到剧情副本区域开始测试起来。翌日上午，天气阴沉，经过1夜的测试，真正意义上的生化危机剧情副本成功通过测试。为了犒劳几人和安抚吓坏的贾珊珊两女，林飞决定放假1天，带几人团建。当然，团建的地点仍旧是在魔都范围内。而作为女士的贾珊珊两人当场嚷嚷要吃海鲜，说是要将林飞吃破产。当然，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再加上林飞也比较喜欢海鲜，当即带着众人前往上次和林洛去的那家餐厅。餐厅内，
虽然没到饭口，但是人却不少。卧槽！企鹅又出新游戏了？不是吧？前段时间不是刚出一个吗？现在怎么又来了一？刚刚走进餐厅，路过大厅时，林飞便听到不远处的一桌年轻人谈论着，话题的内容顿时引起他的注意。这时，一名同桌的年轻人惊讶地看向同伴，问道：“你没看错吧？企鹅可是刚赔一笔，居然还敢出新游？没看错，你登录官网看看就知道了。”第134章，找个没人地方，我们趁这机会进去。果然，在企鹅官网的新游戏发布栏里，林飞看到企鹅的新游戏，只是明日危机，这又是几个意思啊？这家伙还要打算碰瓷？看到游戏名字，林飞顿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可这种事已经干过一次，就算人再傻，钱再多，也不可能再干一次吧？点开游戏介绍，好家伙，林飞只能说好家伙，居然还是免费的，这确实很符合企鹅风格。游戏全免费，但是在游戏中却有很多诱导你无形收费的项目。明日危机，擦，居然是一款末日游戏。饭桌上的唐三看到有些简介，当即国粹出口道：“这帮家伙居然还真贼心不死啊！他们真以为钱多就可以任意妄为啊？”呵呵，别说，钱多真就可以任意妄为。林飞笑了笑，也是没想到企鹅的新游戏居然还继续跟风。虽然不知道游戏内容如何，但是从官网介绍和一些综合门户网站的宣传来看，这次企鹅怕不是又砸了不少。很显然，财大气粗的企鹅想用钱砸死他。然而，林飞岂是那种容易屈服之人？更何况自己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靠山。别说一个企鹅，现在就算整个华国游戏市场想要动它，恐怕都得震3震。对于企鹅这种明摆着碰瓷的举动，林飞丝毫没有放在心上，甚至心底还有些小小期待。卧槽，这是哪个脑血栓编剧写的故事？太牛逼了！这时，一直默默看着手机的39突然惊呼起来。听到他的惊呼，桌上除了负责安全的马良等人，其余人都好奇地伸着脖子看向39。39见状，直接将链接发到内部群里，几人纷纷打开链接查看起来。明日危机简介：该游戏背景是华国魔都，在某个风和日丽的白天，一颗流星坠落于郊区，当地政府得知，立刻对该地区封锁，展开调查。然而，就在科考队调查之际，一群打算偷陨石的年轻人偷偷溜入勘察营地，在营地中感染外太空病毒。于是，这群年轻人将病毒带回了魔都，并引发病毒扩散，导致整个魔都陷入病毒肆虐。在这个病毒肆虐的城市，玩家之间可以相互组队，甚至可以建立自己的避难营地。众人看着游戏介绍，脸上表情非常奇怪。整体故事看着还凑合，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尼玛，为什么会感觉好熟悉？这他妈编剧是不是有脑血栓？这很明显就是与《生化危机》其中一个区域剧情类似好吗？尤其作为剧情策划的唐三和39，对这剧情再熟悉不过。虽然简介上有些粗糙，但绝对和他们设置的北欧天降病毒剧情相似。这也太不要脸了！咱们是不是可以告他？唐三一脸气愤道：“告什么？抄袭？”林飞将手机放到桌上，算了吧，这种事儿企鹅玩的比咱们明白。既然他们愿意抄，就让他们抄呗。游戏内容能抄，画质它能抄吗？虽然剧情上有些类似，但是林飞知道，这种事情就算打官司，也未必能有结果。到时候被对方反咬一口，可就麻烦了。既然对方一心想要在抄袭这条路走到黑，那让他走下去又如何？毕竟一款游戏看的不单单只是剧情，如果说剧情是骨架，那所有的细节就是这副骨架上的血肉。对方抄袭剧情，最终的结果也只是弄出个4不像而已，所以他并没有多少担心。不过因为企鹅新游戏再次碰瓷，一顿饭众人吃的有些兴致缺缺。企鹅再次出新游的消息，随着大力度的广告宣传，消息已经铺天盖地。不过因为此时企鹅仍处在停服整顿期间，该游戏还不能立刻开服，但是热度已经蒸蒸日上。林飞对此倒是并没有过多在意，甚至说他也没那时间去理会，因为年度游戏评选已经开始。作为受邀人的他，无奈下只能硬着头皮出席。毕竟自己以后在游戏圈混，像是这种盛典总会少不了。这次既然在家门口，也算长长见识。林飞早早收拾完毕，跟着便坐着他那辆防弹军车前往会场。卧槽，马良，你确定咱没来错地方？看着人山人海的会展中心，林飞一时间以为自己来错地方。这些年来，虽说游戏产业蒸蒸日上，每次会展时也有不少粉丝前来凑热闹，但是以往的每次
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个会展中心门前少说的聚集了上千青年靓女。而且，我去，马良，你看看那些人手里拿的牌子，我没眼花吧？不经意间注意到几名高举霓虹灯名牌的青年，林飞彻底不淡定起来。啊，如果我没看错，那上面写着林老贼，还有个写着林变态。马良看着不远处高举名牌的青年们，迟疑道：“飞哥，这些人应该是你的粉丝吧？”粉丝？你看过有粉丝给偶像起这么狗外号的吗？看着那群善男信女，林飞不由想起几天前直播间观众嚷嚷参加会展，这群损人还真是说到做到。这算是什么？惊喜？不，这是他妈惊吓！这么一群人在门前堵着，自己还咋进去？就在林飞心里为难，暗自想着是不是打道回府时，会展中心门口出现2辆阿尔法保姆车。随着保姆车的出现，门口那群粉丝当即骚动起来，是关晓彤还有郑阳阳啊！没想到他们居然也来参加活动。是啊，真没想到，快赶紧去要签名啊！因为颁奖典礼和游戏展览同时间举行，举办方考虑到这是在华国举行，当然免不了入乡随俗。为了增加人气，邀请2位国内流量明星。事实证明，举办方这点做得相当到位。只见2位流量明星一下车，顿时引起周围青年注意，尤其是看着那长腿关晓彤，一群肥宅当即联想翩翩。躲在远处车里的林飞见状，顿时眼前一亮，当即向马良说道：“找个没人地方，我们趁这机会进去。”第135章，兄弟你在哪发展？我在家发展。关晓彤、郑阳阳，可以给我们签名吗？看这边，关晓彤，我爱你。这边，郑阳阳，我要给你生猴子。2位流量明星的出现，让会展中心门前气氛异常火爆，而被众人拥簇在中间的2人，同样也十分享受着备受瞩目的感觉。在保镖、安保人员保护下，2人心里美滋滋，脚下慢悠悠，并不时的向周围粉丝摆手。见到2人回应，场面再次一度失控。啧，真不愧是流量明星，走到哪都受欢迎。远远看着被众人拥簇着的2人，林飞嘴上虽然羡慕，但脸上却丝毫没有一点羡慕神色，反而一脸轻松，偷偷从人群后往会场内走去。哎呦，你们这群人没他妈长眼睛吗？看到个流量明星就跟见到自己亲爹一样。就在这时，离林飞不远响起一声痛呼，跟着便是一阵怒骂响起。听着牙尖嘴利的怒骂，林飞不由扭头看去，就见离他不远的位置，一位戴着鸭舌帽、黑口罩的妹子坐在地上骂骂唧唧。好家伙，这性格和家里的老姐有的一比。起初还有几个人对那女生的怒骂反驳几句，却不想女生言语犀利，直接对的几人哑口无言。操，一个个跟见了亲妈似的，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个破花瓶，真不知道你们稀罕的什么劲儿。呵呵，这女人真不怕得罪人啊。随着女生口吐芬芳，林飞已经走到对方身旁，对其印象不错的林飞下意识伸手打算将对方扶起。女生见面前突然出现一只手掌，下意识皱了皱眉，跟着这才抬头看向手掌的主人。然而当他看到林飞的面孔时，当即惊呼一声：曹林老贼！林飞闻言一怔，旋即这才想起这是游戏粉丝们给自己起的称呼。猛然他像是意识到什么，赶紧将头上的鸭舌帽檐压低，低声道：美女，你认错人了。说着不由分说将对方从地上拽起，跟着便打算立即离开，却是不想女生很耿直，直接开口道：林老贼，就算化成灰老娘也认识你。先前对方一嗓子林老贼，林飞就已经察觉到身旁众人变化，然而现在对方这一嗓子无疑是引爆炸弹的导火索。一声林老贼，当即让周围众人纷纷扭头看向林飞。林飞见状暗道不好，当即毫不犹豫决定逃之夭夭。可即便他反应迅速，终归还是晚了一步。就在他刚抬脚准备钻进会场时，面前一人大声喊道：林老贼在这！这一嗓子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当即让会展中心门口彻底骚动起来。一听到林老贼的称呼，那些本还围着2位流量明星的游戏发烧友当即调转目标，瞄准自己主页偶像。和游戏比起来，流量明星算个球。持着这种想法，众人当即纷纷朝林飞所在的方向涌去。而作为保护林飞安全的马良几人见状之后，立刻将林飞死死围在中间。哎，谁踩我的鞋？别踩鞋，赶紧让让！哎呀，急死我了！关晓彤、郑阳阳2人看着眼前瞬间涌向另一侧的人群，当场惊呆了。好半晌，2人才相视一眼，异口同声向对方问道：这什么情况？听到彼此的询问，
两人又是一呆，有些不敢置信望着远处那个被众人如追星捧月般围着的青年。这人是谁？怎么从来没在圈内听过？华国圈内，两人从没听过有林老贼这么好人物。看着水泄不通的人群，一时间两人有点酸，甚至脸上的笑容都显得有些尴尬。然而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两人面前。只见这时从会展中心内走出一群外国友人，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群友人都举起手臂，一边招呼一边喊着蹩脚的汉语：林老子，林老子，这家伙到底谁啊？真牛逼！这么多国际儿子！关晓彤、郑阳阳二人已经彻底被眼前一幕惊住，同时也对被人群团团围住的青年身份更加好奇起来。我说各位，咱能不能别这么野蛮？被马良等人护在中间的林飞满头大汗的向周围热情四射的粉丝们喊道：我这还有正事儿呢，你们要是有啥要求，等我出来再说行不行？我不信你进入还能出来，谁说不是？就算你出来，没准也是偷偷摸摸的跑了。林老贼，赶紧回去做游戏，没事别上街。你瞅瞅这群一天不干正事的网友，我说各位，你们搁这儿捣乱，到时把主办方惹急了报警，吃亏的可是你们。看着周围网友，林飞也算看出来了，这群人就是闲得蛋疼，没事来这儿给他添乱来了。正经问题没有一个，全都是各种吐槽。然而网友们听到他的话却是不为所动，甚至有人扬言起来：切，少拿报警吓唬人，就算警察来了，大不了就是被教育一顿。谁说不是？我们可是在群里商量好了，一定给你添堵，这是我们在游戏里受惊的赔偿。好家伙，这说的确定是人话，游戏里被下就在赌设计师搞事。不过转念一想，这做法貌似也没什么毛病。对于这群网友，林飞是打不了，骂又骂不过。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会展中心内收到消息的主办方紧忙出来维持秩序。面对上千名网友捣乱，主办方也是相当无奈，最后许诺可以随意进入会展中心体验新游，使用体验产品赠送纪念品，甚至还有林飞的免费签名游戏周边。这群闲得蛋疼的网友这才算是放过林飞。网友们散开，林飞逃似的进场。走廊内，关晓彤和郑阳阳两人看着身后跟着马良等人的林飞，郑阳阳忍不住开口向林飞问道：哥们，你之前在哪发展？怎么没有看过你？在哪发展？林飞闻言不由停顿一下，扭头看向油头粉面，脸上擦着粉底的郑阳阳。说实话，他对男生化妆比较反感，只是稍稍迟疑后便直接开口回了一句：我在家发展。说完他便不再理会对方，直接快步离去。靠，这是个什么鸟？在家混还这么拽？站在原地的郑阳阳看着林飞背影，当即心中不爽起来。第136章年度黑马最佳技术奖。进入会场，主办方工作人员立即认出林飞，工作人员带着他来到提前安排好的位置。因为会展和颁奖是分开举行，整个颁奖典礼大厅内只有圈内的各个公司和媒体工作人员。林飞刚坐下不久，身旁便响起一个中年声音：哼，没想到会挨着林先生，真是荣幸之至。本来闭目养神的林飞闻言下意识睁开眼睛，也许是看出他眼中的疑惑，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微微一笑，自我介绍道：林先生，我是企鹅游戏部业务部副经理张超。企鹅？看着眼前一脸笑意的中年，林飞微微皱眉，伸手不打笑脸人，他没给对方好脸色，不咸不淡，点了下头，哦了一声。见到林飞态度冷淡，张超脸上闪过一抹尴尬，旋即在林飞身旁坐下。随着人员陆陆续续入场，不一会，会场内已经坐满近半。林总，你的工作室未来前景可期啊，如果有机会，我真心想和你们工作室合作。条件你随便提。这时坐在林飞另一侧的中年一脸诚恳，说着还不忘用余光瞥了眼另一边企鹅游戏部的张超。林飞看着身旁这个自称是哈游老总的李东来，不得不说这个中年人给人感觉很舒服，不过也仅仅只是舒服而已，所以对李东来的话他也只能莞尔一笑。呵呵，抱歉李总，暂时玩家国度还没有对外合作打算，不过未来如果有合作想法，我一定会优先考虑你的公司。李东来听得出林飞的话不过只是安慰罢了，露出一副苦笑，说道：哼，未来如果想和林总合作，可能得有些难度了。听到这话，林飞没有接话，摇了摇头，并未否决对方的话。各位观众，各位来宾，还有媒体的朋友们，今日有幸主持1年1度的游戏开发者优选奖，我代表主办方热烈欢迎。就在这时，前方主持人走上台，
向在座众人介绍起这次盛典内容。以前这种盛典都会在主办方所在地举行，可今年却是出奇的将地点放到魔都。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原因。现如今，全球游戏圈华国玩家占据 55%， 单从各国游戏工作室在原创游戏中加入东方元素，就不难看出他们都在极力迎合东方市场。毕竟华国人口基数和玩家数量摆在那里。不说别的，就拿网游来说，国外的服务器怕是有2个就足够容纳本国玩家，而这种情况若是放在华国，怕是分分钟服务器就被玩家挤爆了。本来这些游戏厂商想的都挺好，却是令人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玩家国度。自从《我是传奇 V2》上架以来，这个公司就像是一颗窜出的火箭一样，直接搅乱所有公司计划。甚至听说这次的评选中，好几个奖项都有过提名。好半天，上方主持人才介绍完本次评选内容，下方林飞听得昏昏欲睡。林总，我听说这次你的游戏获得好几个提名。就在林飞快要睡着时，身旁的李东来小声说道。昏昏欲睡的林飞闻言当即睁开眼睛，想要问问对方消息是真是假，却不想一旁沉着脸的张超冷笑一声：哼，提名而已，每年整个游戏圈有多半游戏被提名，到最后获奖的还不是那几个。哼，张经理，我怎么感觉到一股酸劲儿呢？李东来闻言看向张超。李总监笑了，我只是给新人个忠告而已，让他别高兴太早。张超皮笑肉不笑，直接别过头去。李东来并不在意对方态度，而是看向林飞。林总，我有预感，这次你可能会拿奖，那就借李总吉言。林飞对李东来的感官不错，微微一笑。就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讲台上的主持人便开了口。作为一名华国人，我很荣幸今天能够主持这样的盛会。废话咱不多说，下面我为大家揭幕大会第一个奖项，年度最佳游戏部门奖。得奖者是来自冰雪国际的。随着主持人公布，会场内当即响起一片热烈掌声。伴随着掌声，一群青中年一脸兴奋地从下方走到讲台上。领队从主持人手中接过麦克风，便开始说起感言。不过因为是夹杂着地方口音的英语，林飞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大体意思还是听明白了。意思就是他们团队能有如此成就，十分感激他们的公司冰雪国际。这获奖感言说的可不行，起码得感谢父母，感谢各种 TV。 听着台上的获奖感言，林飞有感发，牢骚几句。一旁的李东来闻言不由打趣道，要不等下林总获奖，上去给他们打个样。呵呵，别坑我，我要是说了，怕是得被粉丝口水淹死。就算是再社牛，林飞也干不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两人谈话之间，那群来自冰雪国际的人拿着奖杯兴高采烈走下讲台。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让我们揭晓下一个奖项。这个奖项叫做最佳技术奖。说到这，讲台上主持人停顿下，放下手中名单卡片，开口道：在揭晓这个奖项得奖者之前，我想问大家个问题。主持人看着面前会场众人，现在最火的游戏，你们知道是什么游戏吗？知道。就在主持人话音刚落的同时，会场后方媒体群内响起一声高呼。随着这声高呼落下，周围也跟着响起稀稀拉拉的呼喊声，甚至有人直接喊出生化危机这个名字。看到场内媒体居然如此热情，主持人也是稍稍意外，下一刻心底便燃起一股独属于华国人的自豪。曾经几时，华国游戏在世界上只是个垫底的存在，而现在终于迎来扬眉吐气的一天。主持人忍着心中激动，大声说道：对，各位媒体朋友，你们说的没有错，生化危机作为本年度最火的游戏，如果连它都不能获得最佳技术奖，那我想不到其他游戏。所以现在有请我们的林总上台领奖。华第137章获奖感言，向马总宣战。一阵掌声响起。叫你呢？李东来捅了捅林飞。什么？林飞一怔，这才注意到周围的人都在看自己。他下意识看向讲台，见主持人目光锁定在自己身上，这才意识到还真是自己得奖了。反应过来的林飞赶忙起身走到讲台上，接过主持人递过来的麦克风。这时主持人开口问道：林总，对于这次得奖有什么感言想要说的吗？感言啊。林飞拿着麦克风迟一下道：说实话，这次我来这儿只是本着凑热闹的心态，根本没考虑过的奖问题。林飞敢对天发誓，自己说的就是实话。然而他的实话在别人耳中却不是那个味道，尤其是先前就有些看林飞不顺眼，受邀而来的郑阳阳，看到林飞在讲台上凡尔赛的举动，当即小声嘀咕：切，什么玩意，给个破奖都不知咋嘚瑟好了，真当这是金马影帝呢。
坐在郑阳阳身旁的关晓彤闻言不由翻了个白眼。此时此刻，他已经认出林飞是谁来了。讲台上的林飞虽说并不是什么流量明星，但其知名度在另个圈子绝不亚于任何流量明星。和对方比起来，他恐怕都有些不如。尤其现在玩家国度在游戏界的影响力，未来必定会有着恐怖流量。如果自己能够搭上林飞，对他的未来绝对是一大助力。所以他并没有像郑阳阳那般目光短浅。至于提醒，算了，这种人没必要提醒。不谈台下怀揣心思的两人，台上林飞一波发言，顿时引得场内哄堂大笑。那些前来参加典礼的外国公司倒是并未觉得什么，可国内那些游戏厂商听到林飞的话，瞬间就在心里给他打上一个标签：装逼犯。难道林总对自己游戏没有信心吗？主持人尴尬地开口问道。信心？林飞看向主持人，嘴角挑起，说道：你觉得我的游戏还需要信心这种东西吗？好吗？又给这厮装一把。听到林飞的回答，主持人是彻底不敢继续问了，直接开口道：林总有今日这般成就，有没有想要感谢的人？说完，主持人半开玩笑补充一句：当然各种 TV 不能算。哈哈。主持人一句话，现场气氛顿时轻松下来。林飞拿着麦克风微微一笑道：起初我还真想感谢下各种 TV， 既然你都把话说死了，那我就换换吧。说到这，他停顿下继续说道：我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斗鱼主播东北妞。有很多人都知道东北妞也就是主播林洛，其实是我的姐姐。早在我创业，在这里我再次谢谢老姐对我的支持。其次要感谢的人。说到这，林飞将视线投向台下坐着的张超，缓缓开口道：第二想要感谢的人就是企鹅公司的马总，没有马总的鞭策，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在此我郑重承诺，以后马总的企鹅就是我超越的目标。哗，这最后一句话当即引爆全场。林飞与企鹅之间几次摩擦，作为业内人士早已经或多或少知道一点，可任谁都没想到林飞居然敢大庭广众说出这样的话，这完全就是当众向企鹅下战书啊！这年轻人是谁给他这么大胆量，居然敢向企鹅下战书？这一刻，大部分人都为这颗华国冉冉升起的新星而感到惋惜，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台下张超看着林飞的目光中竟是一片不屑。林飞的崛起确实令人震撼，但是想要阻挡他们企鹅的步伐，无疑是螳臂挡车。一番感言让整个会场内震惊不已，尤其是那些媒体记者更是没有放过任何细节。下面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华国当下著名小花旦关晓彤小姐上台。就在这时，主持人立刻开口。听到主持人的话，林飞微微一怔，双眸透着古怪看向主持人。他很想问问大哥，你是不是说错话了？就算自己得奖，颁奖的不也应该是主委会或者主办方吗？请个流量明星上来算是怎么回事？然而他却不知道，主办方为了迎合东方文化，为了吸引更多流量，所以才搞上这么一出。站在讲台上，看着款款来的长腿妹子，林飞心里一阵无语。没办法，来都来了，自己总不能连奖品都不要吧。好在颁奖的过程很简短，只是走个形式而已。拿着奖杯，林飞便下意识打算走下台去，却是不想这时候又被主持人叫住。林总，等一等。林飞闻言停下脚步，回头看向主持人，还有事儿？主持人神色一怔道，下面这个奖项还是跟你有关。还有。听到主持人的话，林飞彻底愣住，下意识道，这还能连着获奖啊？按理来说能获得2个奖项就已经了不起了。主持人解释一句，说道，林总的游戏获得2个奖项也在情理之中。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也是玩家国度的粉丝。说到这，主持人还不忘调侃一句，与其称呼您林总，我更愿意称呼你林老贼。被人当众叫外号，而且还是在一群游戏厂商面前，林飞彻底无语了。不过对于粉丝用林老贼称呼自己，他也并未生气。呵呵，称呼而已，你随意就好，只要你开心，叫什么无所谓。等会散会，你可以把 ID 告诉我，我会让客服给你安排一波福利。听到有福利，主持人眼中金光一闪，不过随后像是想到什么，讪讪一笑道，福利就算了，我觉得公平游戏挺好。两人旁若无人的交谈，不仅没有让现场气氛陷入尴尬，反倒让气氛变得活跃起来。是吗？那算了，这次是什么奖？林飞耸了耸肩问道。最佳视觉艺术。主持人补充道，玩家国度2款游戏我都玩过，我相信只要玩过的人无一不会被里面的视觉、画质和细节吸引，所以我觉得
这个奖项是组委会颁发最合适的奖。第138章，林总，请把奖全领走吧。最佳视觉艺术。听到这个奖项，但凡是见过玩家国度游戏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奖项实至名归。如果玩家国度不能获奖，那其他游戏就更不可能。毕竟无论是画质还是游戏细节，全都搁那摆着，即便是想有黑幕，也得三思后行。恭喜林总再次获奖。关晓彤在给林飞颁奖时挂着微笑祝贺道：“呵呵，谢谢。”面对眼前这种流量明星，林飞倒是没有过多想法，做了个样子后便离开讲台。回到座位，张超摆着一张臭脸，全当没有见到林飞。而李东来却是相反，看着林飞手上2个奖杯，咂舌道：“啧，人家一群人上去只领1个奖杯，林总可好，一个人上去就带回2个，你这是不打算让人活了呀？”听到李东来的话，林飞当即一脸尴尬道：“我也没想到会得2个奖，确实，历史中作品得2个奖的很少。”说到这儿，李东来拍了拍林飞肩膀：“我有预感，你可能还会得奖。”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以玩家国度游戏的热度和内容而言，并不会局限于林飞手中这2个小奖。然而就在这时，讲台上主持人的话打断他的思路：“现在我宣布，最佳掌上游戏的得主是哈游。”哈哈，林总我也有奖，我也得奖了。听到哈游2个字儿，李东来就跟触电一样，直接从座椅上弹起。他从内部渠道得知自己的游戏入选被提名，所以才亲自来参加这场节目。可等来到会场，见到林飞后，他就觉得自己怕是已经没有机会。而刚刚林飞又连着领了2个奖项，这让李东来对自己的游戏更没有信心。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获得一个奖项，而且还是最佳掌上游戏。这个奖项在众多奖项中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李东来的手游而言，唯一是最适合的奖项。走上讲台的李东来微微有些激动地念了段获奖感言，随后便喜笑颜开地捧着奖杯走下讲台。呵，真没想到老哥还能在你后面捡个漏。坐到椅子上，李东来手掌不断摩擦着奖杯，一脸感叹道：“李总这样说就有点妄自菲薄了。”听到李东来的话，林飞当即摇头道：“与其说捡漏，倒不如说李总的游戏本身够硬，毕竟组委会的人也不是瞎子。”2人在台下聊得甚欢，反倒一旁企鹅的张副经理无人理睬，坐在那里尴尬一批。对于企鹅，哈游与之并无来往，所以李东来倒也不需要刻意讨好。而林飞与企鹅，算了，不说也罢。总而言之，2人你都不搭理张超，而张超又自负企鹅身份，懒得跟周围其他小厂商交谈，以致他整个人坐在那里跟个木雕一样。哟，下面这个奖项可了不得。这时讲台上的主持人开口：“下面这个奖可是组委会对一个游戏的认可，下面就让我们来揭晓最佳创意奖的得主是。”主持人拉着长音，已经转身看向林飞这边，并缓缓拔高声调大声道：“玩家国度林飞，请上台。”林飞闻言一怔，便瞬间醒悟过来，跟着毫不犹豫走上讲台。等到林飞来到，主持人递出话筒问道：“林总再次获奖，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已经不是第一次上台，身体也没先前那般僵硬，林飞自然而然接过麦克风道：“要不我将刚才那些词儿再念一遍。”哗！哈哈！会场内众人听到他的话，当即哄堂大笑起来。不过想想也是，这种全球性的游戏奖项，别人获得1次就已经是了不起了，而他林飞前前后后获得3次，就算提前有所准备，怕是也不够用3遍的。可上台领奖跟着转身离开，这明显不利于大会时间。打比方来说，原本打算1个小时结束的颁奖典礼，却硬生生因为某人领奖太快，直接缩短到20分钟。这若播出去，连时间都不够。没办法，主持人只能临场发挥，问道：“既然林总没有获奖感言，我们可以谈谈游戏，我相信在场的媒体对这个会更感兴趣。”那好吧。林飞怔了下回答：“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主持人拿着麦克风说道：“作为玩家国度的粉丝，在此我想替广大网友问问林总，生化危机第3阶段会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什么变化？”你这问题我是回答呢，还是不回答呢？林飞看着目光略带一丝狡黠的主持人说道：“你这是给我下套，想让我提前透露内幕啊？反正近期第3章也要上线，给你们透露些内容也无所谓。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一个团队剧情地图展开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就是为所有玩家解惑病毒的起源，所以我们将它命名为起源。”听到林飞的回答，现场众人可能是有些不太明白，
但是作为《生化危机》忠实粉丝的主持人，却是知道这是个多么庞大的世界。现在在听过林飞的话后，顿时对这个名为起源的剧情好奇起来。我可以领奖下去了吗？就在这时，林飞的声音打断主持人的思绪。哦，可以。主持人这才反应过来，立刻邀请颁奖嘉宾上场。拿了奖杯，林飞便打算下去，却不想主持人再次开口道：“林总，恐怕你走不了。”林飞闻言，疑惑地看向对方，迎着林飞的目光，主持人犹豫一下说道：“是这样，接下来几个奖，林总也一并领了吧，省着上上下下的麻烦。”轰！随着主持人话音落下，整个会场内响起山呼海啸般惊呼，所有人全都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看着讲台。你敢信？剩下所有奖项全都归他林飞一人所有，这是确定不是在扯淡？组委会不会有黑幕吧？此时傻眼的不单单是下面众人，连带台上的林飞也都傻了眼。还有这事儿？第139章，一人独揽6个奖项。林总，这次典礼你一人独揽6个奖项，请问有什么感想吗？会场讲台上，主持人一脸微笑看着林飞，会场下面观众一脸麻木，瞪着眼睛，感觉眼前一切有点天方夜谭。自从这个年度评选创办以来，就没有一个游戏或工作室得过2个以上的奖项。现在可倒好，台上的年轻人不但刷新纪录，甚至独揽3项大奖。尤其是那终身成就奖，在游戏圈内的含金量可要比任何广告都强大。我去，这大哥牛逼啊！如果能给他的游戏当代言人，怕是都能跟着火一把。观众席上的郑阳阳看着讲台上捧着2个奖杯，脚边还放着4个奖杯的林飞，眼神彻底变了。看着身旁郑阳阳的神色，关晓彤心下撇了撇嘴。不过正如郑阳阳所说，如果能够与对方结交，甚至做其游戏代言人，绝对能借助这波流量上升一个层次。可是经过方才几次接触，他发现林飞并不是个好接触的人，甚至对方对他这种美女一点都不感冒。一手拿着一个奖杯，林飞感觉自己有点傻，听到主持人的问话后，毫不犹豫说道：“现在我只想找个口袋装奖杯，这样抱在怀里，感觉有点丢人。”哗！顷刻间，全场沸腾起来。瞅瞅，这说的是人话。这些奖项，别人求都求不来一个，你可倒好，居然还嫌沉，嫌拿着有点傻。这话说的都丧良心。台下大大小小游戏厂商，一个个恨不得冲到台上暴揍林飞一顿。不好意思，林总，主办方还真没准备装奖杯的东西，毕竟有史以来没人得过这么多奖杯。主持人拿着麦克风，一脸尴尬。林飞也没真指望对方能给自己准备什么，抬头看了眼观众席后方的马良，向后者摆了摆手。马良当即会意，为了方便，他左右寻摸一下，看到一名记者脚边放着2个装设备的黑袋子，当即上前将袋子借来，送到讲台上面。林飞接过袋子，直接将6个奖杯放进袋子，跟着便将袋子交给马良。好家伙，这波操作彻底让会场内众人傻了眼，尤其是看着林飞随意将奖杯放到袋子里，众人心中都不由得感觉一阵酸楚。那些奖杯虽然在现实中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在游戏圈内可是经典的象征。然而那些在他们眼中无比珍贵的奖杯，却只是被林飞随意塞进袋子，让手下带走。这他妈真是败家啊！卧槽，牛逼克拉斯，玩家国度真是为国争光啊！兄弟们，以后我看哪个国际友人还敢说华国游戏不行。操，终于能站起来了。是啊，太牛逼了，林狗贼真牛逼，一人横扫整个颁奖典礼。哈哈，看看这帮傻逼那脸上便秘损色，看着就过瘾。颁奖典礼上，林飞仅凭一个游戏横扫大大小小6个奖项，直接让游戏圈掀起剧烈地震。尤其是那个口袋随意装奖杯的举动，更是直接让众人看傻了眼。看着这宛如个人秀的颁奖典礼，全网观众不得不怀疑，这个主办方是不是就是来特意给玩家国度送热度的？一个工作室独揽6项奖，这可是有史以来从没发生过的事儿。面对其他厂商的不满，组委会也是很无奈。可即便无奈，他们也没办法，实在是玩家国度的游戏太好了，不仅画质接近现实，就连游戏内容都无可挑剔。这一个上午，林飞在典礼上可谓是出尽风头。当然，这种横扫全场的风头也同样引起不少游戏厂商不满，而这其中为首的当属企鹅。颁奖典礼刚一散场，张超便将典礼上的事上报给麻花藤。砰！哗啦！企鹅总部老总办公室内，麻花藤愤怒地将桌上所有东西扫飞出去。站在门口抱着文件夹的秘书
见状瑟瑟发抖，甚至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黑幕，绝对有黑幕！组委会的人都疯了吗？麻花藤面色通红，抬头看着秘书，沉声问道：“有什么事儿？”秘书闻言，赶忙走上前，小心翼翼将怀里的文件夹放到麻花藤办公桌上。马总，这是明日危机，这2天的数据报表预定下载量上升很快。不得不说，明日危机的数据确实是一条好消息。看着手中数据文件，麻花藤糟糕的心情稍微好转，稍微沉吟下说道：“等下通知游戏部开会，这次一定要将林飞那小子搞垮。”好的，马总，我这就去通知。秘书点了下头，便转身走出麻花藤的办公室，不过心里却是摇头不已。搞垮林飞，这可能吗？如果说以前企鹅可能还有这个能力，但是刚刚对方可是直接横扫游戏年度颁奖典礼。虽说这些奖杯并不值钱，但是其在游戏圈内的含金量可是相当的高。说句到家的话，只要有这些奖项在身，未来玩家国度无论做出什么游戏，妥妥的都自带流量。当然，秘书考虑到的这些情况，麻花藤也考虑过，但他麻花藤是什么人？说是华国互联网中的皇帝都不为过。虽然平时看着温文尔雅，但一旦涉及到利益后，他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而且还是拥有超能力的暴君。拼技术，他承认林飞技术领先企鹅，但是在超能力方面，他不惧任何人。林飞要么就加入他的麾下，乖乖做一条鹰犬，要么就被他企鹅财力碾压致死。你这没良心的，他这么多奖，居然不带我！从小到大，我白疼你了。林飞刚一进家门，就被闻声而来的林洛堵在客厅，直接从马良手中夺过装奖杯的袋子。他迫不及待打开袋子，当看到里面放着奖杯后，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贪婪模样，拿出一个奖杯，一边观赏一边捣鼓。不行，明天得找个人在我屋里打个展览架，到时候开直播就拿这些奖杯做背景。看着自言自语的老姐，林飞决定不去打搅对方，向马良递了个眼色，两人又退出房间。出了房间，林飞说道：“咱们去工作室。”回来的路上，他就已经想好，趁着这波得奖热度，直接将《生化危机》第3阶段放出。第140章，新版本起源开启，林老贼独揽6项大奖，成功载入游戏史册。从此以后，华国制造将引领全世界。真正的国货时光，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一刻。如今是个网络发达时代，林飞得奖的消息早已经被无数网友发上网络，一时间，林飞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热搜之内。可以说，近几个月时间，林飞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年轻一代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有关于林飞独揽6奖消息铺天盖地之际，作为玩家国度代言人的林洛，微博上又更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热度完全不低于林飞得奖，而且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冲上热搜榜前3。一个游戏，一个人，一个工作室，一次次的霸榜热搜，抓着人们的眼球不放。即便是不想了解的人，也是忍不住点开热搜查看起来。生化危机第3章起源将于今晚8点整开启，届时新地图开放进入。哈哈，期待的新版本终于来了，真想现在就看看新地图是什么样。晚上8点啊，有点万众期待。不得不说，林狗贼这波操作玩的溜。新地图，难道我们现在玩的还不够全面吗？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还会有新怪物啊？毕竟地图都新增了，有没有新怪物不知道。我记得直播时林老贼说过，新地图是团队剧情模式，而且还想要揭露有关末日信息的。说实话，我真想看看生化危机的开放世界有多大。面对有关生化危机第3章起源的剧情，众人只是在直播中得知一些只言片语，但这绝不耽误众人猜测。也许这就是一款游戏的乐趣。随着消息发布，网友们纷纷讨论起来。这段时间，随着对生化危机的逐渐熟悉，一些高玩或者小团队都已经找到自己的玩法。除去一些触发剧情外，他们也开始倒卖起游戏虚拟物品。对于这一点，林飞倒是并没有阻止，毕竟一款游戏难免不会有商人存在，等待的时间总是无比煎熬。好在时间不长，只有小半天而已。因为生化危机更新是在现实时更新，所以并不需要重启服务器，只需要玩家重新更新进入游戏即可。晚上7点59，服务器玩家集体下线，等时间到了8点，便又集体更新登录游戏。现如今，作为游戏内最火的救世军组织高干成员陈洛、马老师等人早就联络完毕，大家决定上线之后便组队探索新地图。作为游戏内第一大组织，其强大的后勤力量令人发指。刚一上线，装备精良的林洛等人便集合在古城郊区。林洛直播间的观众
见到宛如钢铁雄狮的众人，不由赞叹起来。啧，不愧是生化危机第一大公会，这装备。洛姐，还收人不？我的号在美丽国，回国有点费劲啊。卧槽，楼上的兄弟，你敢告诉我怎么分到美丽国的吗？我本身就是歪国人儿。那你兄弟牛逼，当我没问。你这汉语真溜。刷直播间弹幕时，林洛见人员差不多，直接向不远的马老师开口：老马，挑50个精英，咱们先去新地图看看。听到林洛的话，马老师回头惊讶地看着前者：你知道怎么触发？靠，你这不是废话吗？林洛翻了个白眼道：实际上没有那么麻烦，看到那个没有？他指着离集合点不远的古城防御大门。马老师闻言，下意识顺着对方目光望去，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门旁立着一个像是告示栏的金属板。马老师敢对灯发誓，以前自己从没见过这个告示板，当即忍不住好奇道：那是什么东西？具体我也不清楚，你可以理解为接任务的地方，也可以理解为传送门。林洛解释道。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反正林飞告诉他，这个东西在各处城市都有，只要领取上方的剧情任务，便会被拉入独立的剧情地图。听到林洛的解释，马老师并不是很满意，不过以他对林洛的了解，知道对方能知道这么多，恐怕也是对方弟弟告诉。想到自己能够成为第一个探寻新地图的主播之一，马老师心情变得激动起来。同时他也意识到直播间没有任何能守得住的秘密，当即迅速从救世军精英成员中挑选出几十人，连他们几个主播在内，一共50人。我说马老师，咱能不能快点啊？是啊，我等的花儿都谢了。速度上，我忍不住了。看到马老师等人迟迟没有开始，直播间观众当即急了。面对直播间观众催促，马老师只能带着一众主播上前，来到那个古怪的告示板前。就当众人来到告示板前的同时，所有人眼前都弹出一个选项：追溯起源。几日前，一颗天体坠落西北，我国唯一研究病毒血清的实验室失去联系，那里是我们华国最后的希望。是否前往西北戈壁拯救彭博士？见到面前弹出的提示，全都下意识将目光看向林洛和马老师。察觉到众人目光，两人十分默契地点了点头，同时也选择是按钮。随着选择完毕，众人眼前画面忽然暗淡变黑，跟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失重感突然传来。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让一众主播惊叫起来，当即引得直播间观众骂骂咧咧。面对直播间观众，主播们只能将枪口对准林飞。靠啊！林老狗绝对故意的，太他妈狗了，让人一点防备都没有。谁说不是？整个跟坐过山车似的，心都要飞出来了。林老狗现在是越来越狗啊！做客林洛直播间的林飞听到一众主播评论，笑了笑，并没有在意这些主播的话。不一会，直播画面渐渐亮起，呼啸的风声响起，跟着便是黄沙漫天的世界。众人耳中除了风声，根本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甚至眼前的世界也只有黄沙漫天，可是距离缩短到10米左右。第141章防弹的干尸。天地间一片昏黄，沙尘遮住所有人视线，可视的范围内赫然是一片生机全无的荒凉戈壁。随着主播的视角移动，众人能够看到这里绝对是个不毛之地，所有人心脏都不由得提了起来。有人！这时队伍内有人喊道。闻声的众人下意识扭头望去，随着那名队员目光，众人看到不远处的沙尘中正背对众人而立。因为风沙太大，只能看其轮廓像个人类，应该是 NPC 吧？应该是，不然谁会在这不毛之地傻杵着？队伍内有人议论起来。马老师看着那身影，则是微微蹙眉。作为队伍实际领队，他率先一步朝着那身影走去。随着逐渐接近，那身影也慢慢变得清晰起来。风沙之下，那身影身上的衣服随风飘舞，并且还很脏。2条裸露在外的手臂，皮肤干枯，不仅没有光泽，甚至连肉都没有。说是皮包骨，都一点不为过。再一结合那身影头顶稀疏的枯发，马老师心下顿时有了结论：这他妈哪是什么 NPC， 根本就是个干瘪丧尸。就在马老师猜测之际，就见背对着众人的身影缓缓转过身来。众人看清本就提留着的心脏，猛地一惊，下意识抬起枪口便要射击。马老师见状，立即抬手阻止。与此同时，只见那已经转过身来，如同木乃伊般的干尸，双眼猛地睁开，一双漆黑毫无感情的双眼死死盯着众人。刹那间，吼！一声嘶哑、干燥，让人浑身起满鸡皮疙瘩的嘶吼声响起。下一瞬间，那干巴巴、
瘦成皮包骨的身影猛地朝众人冲来。卧槽！诈尸啊！一名队员吓得下意识扣动扳机。砰砰，枪声响起，2颗子弹直接命中干尸脑袋。众人见状，不由松了口气。然而不等他们来得及高兴，下一秒全都惊呆了。只见从那名队员枪中射出去的子弹，在命中干尸脑袋后，直接镶嵌在对方脑门的干枯角质层中。好家伙，这黑瘦干尸居然还是能防弹！看着被击倒缓缓从地上爬起来的丧尸，众人脸上露出惊悚表情。同时看到这一幕的观众们也不淡定起来。卧槽，这丧尸牛逼啊，干巴巴居然还防弹，牛逼！我估计这家伙穿的是9级皮甲。眼见那只黑瘦干瘪丧尸爬起，马老师当即抽出腰间插着开山刀。由于身体经过强化，马老师的动作迅速无比，手中钢刀毫不拖泥带水，手起刀落。噗！一声宛如撕扯破布声音响起，干瘪丧尸头颅飞起，平滑的脖颈伤口并没有像预料中窜起血液，整个伤口只流出一点血液，那具无头尸体便扑通一声摔在黄土地上。尸体摔倒，滚到不远的头颅上下颚仍在一张一合。我靠，这些玩意生命力还真是够顽强的。林洛走上前，将那头颅当作皮球一脚踢飞出去。马老师见状，无奈摇了摇头，随即看向身后的一众队员，余光扫了眼周围黄沙，开口道：大家注意好身边队友，千万不要擅自离队。说完，他再次确认一下周围环境，沿着像是被黄沙掩盖的公路开始前行。众人见状，有条不紊地跟在其后。不一会，众人身影便消失在这片区域，只留下一具无头干瘪尸体。然而就在这时，下方的沙土突然动了起来，下一秒，无数双干枯手臂从沙土中伸出，直接将那具无头尸体捆牢。无头尸体被那些干枯手臂缓缓拉入宛如流沙的地面当中，顷刻所有痕迹消失。前行的众人并不知道身后发生的事儿。此时马老师带着众人已经来到一处荒凉小镇，说是镇子有点牵强，呈现众人眼前的不过只是座4下城墙漏风，宛如古代边陲小镇的破旧遗址。众人从坍塌的破裂的土城墙进入小镇，映入眼中的竟是一片破败与荒凉。整条街道两侧全都是那种土坯构建的低矮房屋，有的可能是因为年久失修，屋顶早已不见踪影。怎么看着有点像鬼片啊？这也未免太荒凉了吧？这算什么？我老家就有这样的小镇，只不过没有几户人家，挑肥拣瘦，有个地方遮风挡雨就不错了。直播间观众看着破败小镇有感而发。马老师站在唯一的主路上，仔细观察半晌小镇情况，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现在风沙漫天，就算做任务也得等风沙停了再说。想到这儿，马老师当即决定道：大家5人一组，找房间避风，等到沙尘暴停。听到马老师的话，早就受不了风沙灌眼的一众队员纷纷找身边同伴组队。不一会，队伍分配完毕，众人便迫不及待寻找完好房间。马老师和林洛几人也背着各自装备，找到一间看上去还算是完好的土房子休息起来。小镇周围的土墙本就豁牙露齿，猛烈的风一吹过，顿时鬼哭狼嚎起来。除了呼啸的风声，众人听不到其他声音。马老师站在门前，顺着门缝警惕地看了半晌，这才回头向林洛问道：我说洛姐，你就在你老弟那套到一个进门方式，不然你以为呢？靠在墙根坐着的林洛翻了个白眼，吐槽道：能够得到触发任务提示，我都是烧高香了，你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听到林洛的话，马老师脸上闪过一抹尴尬，跟着便要开口，却是不想，这时他脸上神色骤然一凝。有东西！话语间，马老师重新回到门前，透过干裂的门缝，神色凝重，朝外面扫视。有东西？我怎么没听到呢？四仰八叉躺在地上放飞自我的小团团像是一根弹簧一样起身，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可听了后半晌，除了鬼哭狼嚎般的风声，他愣是没听出一点异响。呵呵，也许我听差了。听到小团团的话，马老师也觉得自己有点大惊小怪。现在外面黄沙漫天，即便有怪物也不见得能找到这里。第142章，丧尸会打洞，谁也挡不住。龙！就在几人不以为然时，外面忽然传来沉重坍塌声音。还不等几人来的惊讶，就听外面响起枪声和玩家惊叫的声音。哒哒哒！操！这是什么玩意？操！快射！救我！你麻痹，别只顾着跑啊！救人啊！尼玛！残破的黄土破阵，霎时间枪声、喊叫声四起。
救人！屋内的马老师闻声当机立断打开木门，漫天黄沙滚滚，视线中昏黄一片。隔着风沙，马老师等人就见离他们不远土房坍塌，几名救世军成员掉进坑里。哒哒哒，手刨脚蹬从坑里爬上来的救世军成员惊恐地朝着下方深坑疯狂射击。什么情况？小团团看着那些疯狂射击的成员，疑惑地跑上前去。我去，这是虾米！刚刚跑到跟前，他就见一个个漆黑身影从废墟内部爬出。仔细分辨，这才看出那废墟中爬出来的身影正是先前遇到的那种干瘦丧尸。小团团毫不犹豫，当即架起武器，跟着其他人一起射击，并不时地向身旁成员询问事情经过。就在不久前，几名救世军成员按照马老师分配，组成小队躲到镇中一间屋内暂避风暴。起初，这几名成员在屋中还十分警惕，可一阵后不见有事情发生，也就放心大胆休息起来。如果没意外，那就是有意外。就在几人休息之际，屋内地面传来诡异声响。刚开始，几人还以为是外面沙尘暴原因，也没太在意。然而下一秒，一名成员身下地面坍塌，数张黑手直接将其拉入坑洞。突如其来的一幕将其他救世军成员吓得魂不附体。等到听到同伴的惨叫，他们这才回过神来，纷纷朝房间外跑去。就在几人刚跑出房间同时，整个土坯房坍塌，而那些枯黑的丧尸从坑洞中涌出。看着不断爬出的枯黑丧尸，几人当即开起火来。听到事情的经过，马老师像是想到什么，仔细打量下爬出丧尸的坑洞，半晌过后，忽然感觉脚下传来轻微震动，像是想到了什么，马老师当即色变，大吼道：所有人撤离，赶紧离开！说着他便拉着身旁的小团团快速后退。那些从坑洞中爬出来的枯黑丧尸，虽说皮肤粗糙很难射透，但是在众人超强火力覆盖下，还是阴狠西北。众人边退边射，很快便将从坑洞爬出来的丧尸清理干净，同时众人也撤到安全范围。不知不觉，沙尘暴小了一些，昏黄之中可以看到太阳光圈，并且有一个十分古怪的巨型阴影。操！难怪一路没见到丧尸，原来都躲在地下呀！真尼玛活见鬼了！这特么是丧尸还是地老鼠？几名成员讨论着从地底冒出的丧尸。龙！啪！忽然，一名成员脚下传来震动，跟着就见一双枯黑双手从其脚下破土而出。枯黑如同鸡爪般的手掌，准确无误地抓住那名成员双腿。走着走着，突然被什么东西抓住脚腕，那种感觉甭提有多刺激。那名成员当场就破了音。啊！卧槽！吓得魂飞魄散的成员当即摔倒在地，下意识想要爬开挣脱束缚，却是不想，这时地面又传来噗噗的声音，又有几双枯黑手掌破土而出，抓住那名成员的衣物。啊！救命！成员被吓得嗓子里发出的呼救声都不是什么好动静。附近几人见到同伴倒地，被数张黑手抓住，下意识的上前想要将同伴拉起。然而，那些枯黑手掌一个个就像是老虎钳一样，抓着男子就是不松手。周围救世军成员见状，当即从身上抽出钢刀，朝那些枯黑手掌砍去。噗噗，干瘦枯黑的手腕一刀下去，就像是砍在半湿不干的藤条上一样，韧性十足。一只手臂得需要3、4刀才能砍断，可那伸出地面的手臂遭受到攻击后，手掌力度变得极大，甚至疯狂撕扯起来。啊！救我！被捆住的成员莫等被同伴救起来，瞬间便被抓得肠穿肚烂。哦！看着眼前惨状，有的人忍不住干呕。然而，就在众人齐心合力拯救同伴之际，众人脚下的地面不断响起噗噗的声音。顷刻间，一双双枯黑手臂像是破土而出的触手一样，开始疯狂摆动，朝就近的目标抓去。看着那些破土而出、密密麻麻的手臂，团队里的几名女生当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眼前一幕，若是让密集恐惧症患者见了，绝对会不寒而栗，头皮发麻。救人！马老师见状，扯嗓子大吼起来。听到马老师的话，周围救世军成员纷纷抽出配备的钢刀，朝着那些枯黑手臂挥舞起来。一只指好似草原风干牛肉般的手臂，齐刷刷被砍断。卧槽，这特么怎么看着有种割麦子的感觉？操，你家麦子是黑色的，而且还张手了。兄弟们，你们说这座破土城下面是不是都是丧尸？我的鬼，丧尸都会打洞了。看着一片破土而出的枯黑手臂，直播间众人开始讨论起来。马老师几人将解救出的成员拉出手臂覆盖范围，看着那一地断肢，
也不由头皮发麻起来。不等他做出决断，身后传来周姐的声音：“老马，不好，那边也出事了。”马老师闻言回头过去，顺着周姐所指，就见他们身后不远的地面破土而出几只手臂，而那些手臂的目标正是才赶过来的几名成员。见到这种情况，马老师像是想到什么，当即大吼道：“所有人立刻撤离原地，退到安全位置，尽量不要发出噪音。”解决数条纠缠不休的枯黑手臂，就弑军成员得到马老师指示，纷纷撤出当前区域。等到退出该区域后，众人大部分都选择爬上高处。随着众人不在地面活动，整个城镇又恢复先前的宁静。很快，地上那些残肢断臂就被袭过的风沙掩埋。众人蹲在高处，警惕地打量四周。林洛见半天没有动静，不由小声向马老师说道：“我去，真跟你猜的一样，这些丧尸居然听声袭击。”说到这，他看了看周围，有些为难道：“我说，咱总不能在这一直待着吧？”轰隆隆。然而，就在林洛话音刚落的同时，他们所处的整座城镇猛地一颤，周围地面瞬间塌陷下去。卧槽！第143章，主播好虚啊！卧槽！救命！快反击！啊！我的腿被压住了，谁来帮我一下？救命！有东西抓我！随着地面塌陷，整座以土坯堆砌的城镇瞬间坠落10多米，滚滚尘嚣遮住众人视线，现场一片混乱。透过直播屏幕，看着现场尘嚣中不断有干尸一样的丧尸冲出，直播间观众当即吓得惊叫起来：“卧槽！这么特，都赶上裸眼3D 了，吓死老子了！谁说不是？这他妈伸手不见五指，冷不丁来个贴面杀，真刺激！”塌陷的现场一片混乱，漫天尘土遮住所有人视线。被摔得浑身生疼的马老师丝毫不敢迟疑，当即扯着脖子大喊起来：“所有人不要开枪，用冷兵器！所有人不要开枪，用冷兵器！”虽说众人是团队模式，但是在生化危机世界当中，可没有队友免误伤的设定。在当下这伸手难见五指的环境下，开枪就意味着可能会伤及队友。为了避免误伤同伴，众人纷纷抽出身上的短刀、匕首等武器，一边戒备一边搜寻同伴。好！这时，尘嚣当中嘶哑的低吼声响起。下一秒，就见一只只干枯、黑瘦的丧尸冲破尘嚣，扑到面前。面对突如其来的丧尸，众人微微一惊后，便冷静面对起来。噗！呼啸的风中，不时响起一声声利器入肉或划开皮革的声响。随着沙尘席卷，弥漫着的尘嚣渐渐散开。巨大的黄土坑内，随眼可见干尸般的尸体和鲜红血肉。仅只是几分钟时间，战斗就凄惨无比。看着周围，马老师不由皱起眉来。这才刚刚进入剧情世界，就遭受到如此重创，那接下来的路又将会是何种艰难？好在地下出现的干尸全部击毙，危险暂时解除。可看着周围4圈如断崖似的断层，几人不由为难起来。马老师有意外发现。这时，清点残存人数的成员突然喊道。马老师几人相视一眼，便快速来到那名成员身旁。马老师，刚刚我们清点人数发现的，这人不是我们的人。听到那名成员的话，马老师仔细打量地上昏迷女子。女人的装扮明显像是那种沙漠阿拉伯人穿着，而且外表也有点类似于特殊民族。洛姐，看看能救醒不？听到马老师的话，林洛将枪背到背后，从战术腰包中抽出水壶。按照电影套路，想要救醒一个昏迷的人，只有2种办法，一个是大嘴巴子，一个是喂点水。林洛自认不是那么粗鲁的人，当然选择第2种办法。事实证明，正如他所想那般，水刚一接触女人干裂的嘴唇，那妹子便缓缓睁开眼睛。妹子睁开眼睛，下意识便抬起双手抓住水壶，大口大口地灌了几口。喝过水后，妹子的眼神逐渐恢复明亮。这时他才注意到周围数十双眼睛盯着自己。错愕一下，妹子当即开口问道：“请问，你们是来救援的军人吗？”救援？马老师想到自己接到的任务，当即点头道：“对，我们收到求援信号，就立刻赶来了。”听到马老师承认，妹子当即想要起身，却奈何身体太过虚弱，最后林洛将其扶起。妹子起身向马老师急道：“快救救彭教授，他被那群怪物抓走了！”抓走了？听到妹子的话，马老师等人一怔，同时心中都纳闷起来。怪物不是吃活人吗？为什么要抓？对，就是抓走了。那群怪物不久前袭击基地，抓走彭教授还有其他科研。经过暮雪的描述，马老师等人搞明白事情经过。原来他们想要找的基地就距离这里不远，只不过不久前被一伙奇怪丧尸袭击。
袭击的丧尸解决完武装安保人员后，便将基地内的科研人员全部俘虏，而有幸存活下来的暮雪利用卫星设备向外界发出求援。本来暮雪是在基地内等待救援，却不想基地内的大量尸体引来干尸，因此他也就从基地内逃了出来。先前在城镇内的一间破屋中躲避风沙，刚刚随着坍塌一同掉落下来。求求你们，一定要救出彭教授他们！我们的抗病毒血清马上就要成功了，只要血清成功，华国就有救了。暮雪见马老师等人迟迟不回答，脸上顿时露出焦急神色。林洛见状，赶忙出言安慰道：“你放心，我们目的就是救你们。”说完，他扭头看向马老师，察觉到林洛目光，马老师向暮雪点了点头，随后又扫了眼周围环境。人指定得救，但是我们得先想办法从这里出去。看着周围残垣断壁，几人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被困在这个巨坑当中。沿着断壁爬上去，看了看10多米的高度，这对一群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而言，属实有点难度。就在众人思索如何离开之际，小团团开口迟疑道：“要不我们去那里面看看？”听到小团团的话，众人顺着他所指，看到周围断崖上的那些1人来高的隧道。我去，你真敢想啊！看着那些丧尸刨出来的地道，骚猪脸上的肥肉都颤了起来，脑袋更是摇得跟个拨浪鼓。愿意去你去，反正打死我！不等话说完，他就见一旁的马老师眼中神色异动，当即惊叫道：“哎，我说老马，你不会是真要按那小丫头的？”不等骚猪话说完，马老师当即开口打断道：“怎么？你怕了？怕？老子才不怕，只是感觉那隧道太窄，我怕自己卡住。”骚猪立即反驳道：“放心，卡不住你。”马老师继续道：“那些干尸既然能达到地面，隧道一定能通往地面。”说着，他瞥了眼骚猪：“如果不想也可以，那你想办法爬上断崖。”看了看断崖，又看了看隧道，骚猪顿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靠！你觉得我这体型能爬上去？听到骚猪的话，直播间观众顿时嘲笑起来。哈哈，骚哥你就不能硬气点，给他们展示一下？展示个毛啊！他现在虚的一批。该说不说，主播绝对是虚的代言词。虚不虚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主播现在这一出妥妥的大冤种。第144章，好妹子喜欢大玩具。面对直播间观众嘲笑，骚猪只感觉脸上一阵燥热。MMP， 老子也想雄起一把，可攀爬真不是他的强项。见到无人反对，马老师当即带头，带着众人向最近的一个地道走去。来到洞口，打开强光手电，幽暗的隧道顿时亮了起来。稍稍迟疑，马老师便率先一步走进隧道，随着进入耳旁呼啸的风声顿时减小。想象中潮湿腐臭的味道并没有出现，相反，整条隧道干爽无比。正如马老师等人猜想，隧道并不是很长，只是走了一会，前方便出现亮光。这倒是让一直提心吊胆的众人稍感意外。等到众人有惊无险走出隧道，马老师等人这才发现，他们从一个巨坑又来到一个土坑。虽然也是一处深坑，但周围却并非是断崖。通过陡峭的斜坡，众人爬出深坑，下一瞬间全都愣在原地。怎么可能？这东西哪来的？是啊，刚刚咱们完全没有看到，会不会是风沙给遮住了？爬到沙坑上的众人看着矗立在眼前，少说的有100米左右的黑色铁塔，彻底懵逼了。明明记得在隧道内每走几百米，可一出来，眼前突然冒出一个黑色铁塔。暮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时，林洛侧目看向身旁的暮雪，听到他的问话，一脸懵撞的暮雪摇头说道：“我不清楚，以前我很少离开基地，就算离开也会有人跟着，而且我从没听谁说过这个东西。”好吧。听到暮雪的回答，马老师等人知道这种事情指望不上对方，可只是走了段隧道，爬上一个沙坑，眼前就突兀的出现一座黑塔，这属实有点惊悚。你们看那边！这时突然有救世军成员喊道。马老师几人闻言下意识看去，旋即又愣在原地。先前因为黑塔原因，他们自觉忽略周围，直至这时才注意到，在他们的周围有着一副更加怪异景象。在他们与黑塔以外几百米距离，风沙好似龙卷风一般将这片区域包裹起来，宛如超自然鬼斧神工般的场面，顿时引起直播间观众阵阵惊叹。如若没有那突兀怪异的黑色铁塔，这片区域周围那裹着风沙的巨型旋风，必将是个可以当作桌面的绝佳美景。可就这样的美景中，那座黑色铁塔的存在，让人不得不感觉十分怪异。有人！小团团突然惊呼一声，众人心中一紧，忙紧顺着小团团视线望去，
顺着视线就见离他们不远的风沙中冲出一个车队，在所有人目光下，车队停到铁塔正下方。就在众人疑惑之际，那铁塔下方停车的地面突然向下沉去，随着车队沉入地面的同时，从那车上跳下数个人影，朝着马老师他们这边奔来。他们发现我们了！周姐见状惊呼一声，随着那些人影接近，站在马老师几人身旁的暮雪脸色煞白起来。是他们，是那群怪物！那群怪物！几人听到暮雪的惊叫，一脑门子疑惑，下意识自己看向那些接近的人影，无论是奔跑的姿势，还是抱枪械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怪物。而作为对望远镜有特殊癖好的骚猪，第一时间举起胸前挂着的望远镜。当他用望远镜看清对面奔跑而来的人时，脸色骤然一变，吓得手一抖，直接大叫道：“操，是丧尸！”听到骚猪的话，马老师几人一惊，下意识警戒起来。随着骚猪这一声吼，对面急速靠近的身影也跟着做出相应反应。只见那数道身影纷纷举枪朝着他们这边扣动扳机，砰砰砰，霎时间密集的枪声响起，破风而来的子弹发出啾啾的声音从众人身边掠过。马老师等人心中一惊，当即直接趴下开始反击。哒哒哒，砰砰砰，顷刻间狂躁的枪声回荡起来。面对马老师等人的射击，对面那群身影一边端枪射击，一边继续前进，当真是悍不畏死。随着对方距离不断拉近，就弑军成员全都看清那些身影容貌。特么的，这他妈哪是什么活人，分明就是一个个穿着破旧军服，长着一张哭脸，带着钢盔的丧尸。尼玛呀，还能要不要点脸？丧尸会开枪也就算了，你他妈还带个钢盔，当真是一点脸都不要啊！面对一群悍不畏死、带着钢盔的丧尸，就弑军成员很快便出现伤亡情况。小团团，把你的大家伙拿出来！眼看那群丧尸越来越近，马老师当即大吼起来：“啊爸爸！”小团团怪叫一声，跟着便将背后背着长方形木盒子解下来。大宝贝，你的光辉时刻来了！一脸兴奋的小团团毫不迟疑打开盒子，迅速将里面的零件组装起来。不一会，一杆恐怖的狙击步枪便在他手里组装完成。我去，小团团这是要发威了！是啊，好多天没看到小姑娘开大炮了。楼上的，我怀疑你在开车。看到小团团趴在地上架起狙，他直播间的观众当即兴奋起来。林洛、马老师等人是最先一批被病毒改造的玩家，而他们所获得的能力也并不相同。当初小团团觉醒了特殊视觉，但在后来一段时间里，他的体质也得到一些提升。虽然体质依旧无法和林洛媲美，但是开个枪、打个飞机还不成问题。连坦克都能轰开的重狙架好，小团团直接扑到地上，透过瞄准镜迅速锁定住一只丧尸。看到丧尸的同时，他的脑海就瞬间根据环境预判出射击点位。小团团十分自信，当即扣下扳机。轰！一声巨响，好似炸雷，被改装过的巨型狙击步枪猛地后顿一下。哪怕体质增强，巨大的后坐力下，小团团也不由得咧了咧嘴。噗！透过瞄准镜，就见那只带着钢盔边开枪边飞奔的丧尸突然炸裂开来，钢盔飞起，四肢残骸四溅飞射，好残忍，太残暴了！整个救世军中，小团团才是那个最可怕的团宠。谁说不是？好好个妹纸，怎么就喜欢上大玩具了？第145章，我们曾经是同类。轰！咔嚓咔嚓！砰！咔嚓咔嚓！小团团的声音永远都是那么的魔性与欢快。随着奶萌魔性的歌声，一只钢盔丧尸被击碎，化为飞溅的碎肉。小团团一波操作秀的直播间小伙伴嚎叫不止。团团就是牛逼！该说不说，小团团这狙甩的确实牛逼。看到直播间观众弹幕不断，小团团更是一脸的意道。嘿嘿，各位小朋友，现在的我可不是当年的菜逼喽，你们看下去一定会有惊喜的哟，不要忘记关注我哟。奶萌的声音顿时让直播间观众又是一波小礼物走起。袭来的丧尸被小团团一人解决。等到彻底看不到一个袭击怪物，马老师当即率领救世军众人朝黑塔那边跑去。不一会，众人来到黑塔下方。靠，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巡视一圈的骚猪嘴里抱怨起来。正如骚猪所言，黑塔下数百平米内，除去黄沙和缺水的枯草外，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先前明明看到那群丧尸的车厢消失在上面，可现在呈现他们眼前的就是一片黄沙，没有一点可疑之处。龙！就在众人研究如何进入地下之时，脚下地面传来震动。一众救世军成员来不及反应，发现自己脚下地面缓缓向下沉去。注意警戒，不要慌！察觉情况的马老师
注意到周围剩余的救世军成员露出惊慌失措表情，当即大声安慰。听到他的安慰，周围成员情绪安稳下来，与此同时，全都全神贯注起来。随着地面下沉，周围光线暗淡下来，渐渐的，地面越沉越深，10米、20米、25米，直至整个地面大概沉入地面100米左右。众人脚下的震动突然停止，砰砰砰，地面停止下沉后，一阵闷响接连不断响起，每响一声，便会有一盏照明灯亮起。不一会，一条宽阔的隧道呈现在众人眼中，所有的目光全都移到马老师身上。感受众人目光，马老师微微迟疑，便毅然说道：“大家互相掩护前进，小团团注意补枪，不要瞎玩。洛姐负责处理接近的目标。”一番简单分配后，马老师便率先一步带着众人朝隧道走去。哒哒哒，少说的有10米直径的隧道内，军靴踩在地面上发出空旷的回音。下来好长时间，也走了好长距离，除了空旷中的回声，周围没有一丝一毫改变，甚至连头顶的巨型照明灯都是每走一段距离就会亮起一盏。谁也不清楚那延伸于黑暗中的道路到底有没有尽头。轰轰轰！忽然，前方黑暗中隐隐约约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听到声音，马老师骤然色变，立即喊道：“散开，准备射击！”早已经听到动静的救世军成员闻声之后立刻四散开来。由于没有掩体，他们只好趴在隧道两侧，神经紧绷地瞄着前方。砰砰！随着声音，隧道顶端的巨型照明灯一盏盏亮起。下一秒，就见几辆军车突然从距离众人较远的转角窜出，冲出转角的军车如同脱缰的野马，咆哮着向众人这边冲来。老马！眼见军车越来越近，林洛低声唤了一声。正在林洛身前的马老师皱眉看着逐渐接近的军车，稍稍犹豫，便抬起握着拳头的左手。一众救世军成员见状，立刻纷纷将手里枪械上膛，下一刻全都神经绷起。只要马老师的拳头落下，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射击。然而就在这时，那冲向众人的军车车队突然停下，咯吱，急刹车声在隧道内显得尤为刺耳，空气中隐隐能够闻到一股烧焦皮的味道。不是，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还停下了？骚猪那张遍布冷汗的肥脸上尽是一片疑惑，一双圆圆的金光小眼泛起好奇神色。与之相同，在见到那车队突然停下，所有救世军成员全都泛起疑惑神色。对方眼见就要进入他们的火力范围，却不知为何突然停下，这属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怎么办？周姐看了看对面，又看了眼马老师等人，疑惑道：“要不要先干爆他们一台车？”小团团闻言看向马老师，不。马老师刚要阻止，就见对面车队头车的车门打开，跟着就见一名穿着沙漠迷彩的男人走下车来。双方距离并不算有多远，男子下车的同时，马老师就已经看清对方模样。也正因为看清对方的模样，马老师才感觉更加惊奇。下车的男人与先前遇到的钢盔丧尸不同，对方虽然外表模样像人，但实际上却又是一种没有见过的丧尸。该男子有着人类外表，但可能是因为病毒原因，眼窝变得十分深，一双眼睛也呈猩红颜色。外表恐怖的男人下车之后并未接近众人，而是站在原地半晌，突然口吐人言，声音很沙哑，沙哑的就像是铁片划玻璃的噪音。你们谁是领队？我想谈谈。谈谈？丧尸要谈判？还真尼玛是新鲜事儿。队伍前头的马老师这时上前一步，我是领队。男子仔细打量半晌，开口道：兰博士想见你们。兰博士？听到这个古怪名字，马老师不由满脑子疑问。然而对方却丝毫不给他提问机会，就见那男人继续说道：你们最好不要反抗，否则我们不保证不会伤害你。男人的态度很强硬，同样强硬的还有，随着男子的话语，车队内驶出一辆军车。看到那辆军车，全体救世军成员都不由抽了口冷气。好家伙，军用越野车上居然特么装着加特林，这尼玛！看着那架正对自己的火神炮，马老师也不由得色变起来。稍稍迟疑，他便做出决定：我们可以和你去见兰博士，但是你们要保证。说到这儿，马老师暗道自己傻逼，跟丧尸讲道义，脑袋也是秀逗了。然而那名男子好似已经知道马老师的意思，当即开口道：你放心，只要你们配合我们，我们并不会去伤害你们。说完，男子用所有人都听不到的微弱声喃喃道：毕竟我们曾经是同类。第146章拯救全人类。我拒绝。军车上一众救世军成员
望着与他们同在一辆车上的丧尸们，看着那一张张腐朽的面容，直播间观众们再也无法保持淡定。超清的画质让他们将丧尸脸上腐肉看得清晰无比，纵横交错的猩红肌肉纤维让人毛骨悚然。然而，就是这么一群恐怖的生物，此时却像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眼中除了放射的凶光之外，并没有向任何人露出攻击模样。这种情况让人不由为之感到好奇。我去，这群家伙算人还是算丧尸？我觉得应该不能算是丧尸，那也不能算是活人吧？哪有人类是这副模样？管他是什么，反正我觉得这帮家伙不怀好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直播间观众讨论之际，坐在几辆车厢内的救世军成员心中也是不断猜疑。这群突如其来的生物虽然没有收缴他们的枪械，但是若是对方突然发难，如此近距离，他们未必能够做出反抗。看着这群有着人类思想，甚至能够口吐人言的变异人类，众人心中都蒙上一层阴云。自从进入生化危机世界，这个游戏世界的变化无不是一次次挑战他们的世界观。行动缓慢的行尸走肉，基因突变的恐怖怪物，现在又出现一批言谈举止与人类无异，并且还会使用枪械和工具的特殊丧尸。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就在众人心事重重，内心一片混乱之时，几辆军车来到一处巨大空间。汽车停下，那名丧尸头领跳下汽车，扭头向马老师等人嘶哑道：“前面不适合汽车进入，你们跟我来。”说完，他便毫无畏惧，转身朝不远处关闭着的金属门走去。众人见状相视一眼，随即将目光投向马老师。察觉众人异状，马老师稍稍思索，轻轻点头：“走吧。”当初进入剧情地图的50人，此时已经折损，只剩半数。仅存的这半数成员，随着马老师一同跟着那名首领进入一条金属长廊。等到他们进入长廊，军车这才转头离开这片区域。见到这种状况，众人心中担忧减轻不少，同时看着前面那唯一的身影也变得胆大起来。现在只剩这一只丧尸，如果出现什么情况，他们完全可以直接击毙对方。然而，那走在前头的丧尸首领好似察觉到身后传来的恶意，声音沙哑道：“活人，我奉劝你们最好不要乱打主意，杀了我，你们会后悔的。”听到那首领的话，众人心中不由一惊，他们完全没想到这只丧尸居然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恶意。众人见状，只好暂且收起各自心思。我怎么感觉这只丧尸首领成精了？成不成精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家伙这逼装的够圆。不怕丧尸多可怕，就怕丧尸有文化，这显然是个文化师。楼上的学问真没话说，不过我觉得这家伙话里有话。随着特殊丧尸首领前行，众人不一会便进入一处独立分布不少桌椅的房间。这里是餐厅，不过厨师已经死了，里面食材很新鲜，你们可以自便。说完，首领丧尸又继续道：“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去通知兰博士。”说完，他便转身自顾走出房间。老马，这事儿你怎么看？等到首领丧尸离开，周杰走到马老师身边小声道：“我现在倒是对这个兰博士比较好奇。”马老师看了眼并未关闭的铁门，思索下道：“既然对方请我们来，那我们不妨等等。”马老师说完，扭头看了眼周围众人，大家都放松放松吧，我想暂时应该没有危险。听到他的话，剩余的救世军成员脸上这才露出示众的轻松神色。随后众人这才在周围的椅子坐下休息。与此同时，马老师带着骚猪、周杰等人在房间内搜寻起来。正如先前那丧尸首领所言，除了厨房内有一些血迹外，整个房间空无一人。而厨房内的冷藏柜中食材一应俱全。马老师等人并非是游戏土著，所以除了非必要的补充体力外，很少会主动去吃食物。就在几人搜索之时，开着的房门外传来走路声音。马老师等人立刻警惕起来。不一会，就见一名穿着白大褂、面色惨白的男人走了进来。男人身后跟着的正是先前离开的丧尸首领。哈哈，终于见到你们了。面色惨白、头发稀疏的中年眼镜男走进房间，看到马老师等人，脸上当即露出笑容。看着男人的笑容，马老师等人不由暗自皱眉。对方虽然在笑，但是那笑容给人感觉很假。不过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马老师还是忍着心中不适，微笑道：“想来您应该就是他口中的兰博士吧？”中年眼镜男人闻言，脸上依旧挂着僵硬笑容道：“对，我就是蓝贤子。”噗！听到对方自我介绍的名字，一众救世军成员还有直播间观众瞬间全都喷了。好家伙，这名字，确定父母是正经人？虽然名字属实让人忍俊不禁，但马老师是个有职业素养的人，他轻易不会笑，除非忍不住。呵呵，蓝博士，
时间有限，我不想拐弯抹角。你有事可以开门见山直接说。马老师的话让蓝博士一怔，他完全没想到马老师会这么直接。愣了半晌，蓝博士脸上笑容消失，严肃道：既然这样，我也不兜弯子，咱们开诚布公的说。说到这，他抬头，眼睛从马老师、林洛、周姐、骚猪、小团团等骨干人员身上扫过，随后说道：我看得出你们是彻底与 S 病毒融合的强化体，也就是我们内部所说新人类，所以我想请你们帮我做一个实验。你们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只要实验成功，人类将会迈入一个全新时代。到那时，我们不但是蓝星的主宰，有可能还会成为整个星系的主宰。蓝博士越说，眼中光芒越盛，隐隐透着一股疯狂。拯救人类！看着眼前略带疯癫的蓝博士，马老师几人总有种看到精神病患者的感觉，同时心里也有些无语。对方找自己，就是打算拿他们当小白鼠啊！真尼玛扯！傻子才会去跟着做实验。想到这，马老师便代表众人摇头道：这件事我拒绝。第147章，老娘诅咒你这辈子没女朋友。你说什么？本来还是一脸兴奋的蓝博士，听到马老师的回答，脸色骤然阴沉起来。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拒绝我。看着突然变脸，一脸愤怒的蓝博士，马老师愈发感觉对方精神有问题。面对愤怒的蓝博士，他毫不犹豫摇头。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人能逼迫我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混蛋，你居然敢跟我如此说话！再次听到马老师的答复，蓝博士彻底愤怒起来，当即摘掉眼镜，揣进胸前兜里，森冷道：既然你们不识抬举，那就不要怪我心狠了。听到对方的话，起初众人还不明所以，然而下一刻，就见摘掉眼镜的蓝博士脸上肌肉突然抽动，跟着一根根青筋鼓起。鼓起的青筋在苍白的皮层下，像是蠕动的蚯蚓。看到这种情况，众人当即头皮一麻，毫不犹豫举起枪械，警惕地看着对方。下一秒，众人的目光变得惊悚无比。他们眼中脸上青筋蠕动的蓝博士，仅仅几秒就被那蠕动的青筋撑破皮肤。破皮而出的青筋透着鲜红与黏腻，不一会就在对方脑袋上形成一个褐色肌肉纤维，包裹住整颗脑袋。与此同时，沙哑的声音也从那颗大便模样的脑袋响起：机会已经给过你们，你们却不好好珍惜。好！说完，一声怒吼，一股无形的波动扩散开来。什么？马老师几人先是一愣，旋即便感觉周身空气忽然变得粘稠沉重起来。而马老师本人更是心下惊骇，当即也管不了其他，直接开口大喝：开枪！早已心生警惕的救世军成员毫不迟疑扣动扳机。砰砰砰！霎时间，狂躁的枪声响起，密集的子弹朝着蓝博士飞射。然而下一秒，所有人的眼睛全部瞪大起来，脸上一副惊悚宛如见了鬼的模样。只见那些飞射的子弹在即将接近蓝博士时突然停了，不是停，而是突然慢了下来，飞行的非常缓慢，都能看到子弹划破空气的波动。看着缓慢飞行的子弹，所有人全都傻了眼，一时间大脑里全都浮现出一个名词：异能。不错，就是那些平日里小说中的异能。不好！猛然间，马老师像是想到什么，立马惊叫道：躲！不等马老师那个 B 字喊出口，蓝博士再次发出怒吼，那些缓慢飞行的子弹就被一股无形能量反弹回来。噗噗噗噗！顷刻间，反弹回来的子弹如同雨幕般击中众人，不少救世军成员瞬间被一击毙命。操你妈！脸蛋被子弹划出一道伤口的周姐，见到己方损失惨重，当即脑门子一热，抽出挂在腰上的野战刀，毫不迟疑冲上前去。不要！马老师见状，伸手想要拽住周姐，却是不想动作慢了一步。眨眼间，周姐便已经冲到蓝博士身前。眼见自己离蓝博士越来越近，周姐脸上露出喜色，眼中疯狂大盛，手中钢刀毫不迟疑地向对方劈出。然而面对扑过来的周姐，站在原地的蓝博士不急不缓抬起手臂。众人见状，一脸疑惑。就在这时，砰！刹那间，蓝博士那抬起的手臂像是急速蠕动分裂的细胞一样，猛地增生弹出，硬生生地轰在周姐胸口。被击中的周姐如滚的葫芦般翻滚出去。周姐见周姐一动不动，小团团便立刻上前，等到将其身体翻转过来，当即吓得惊叫起来。周姐！看着周姐胸前血肉模糊的伤口，众人脸色瞬间阴沉起来。文化人，袭胸！好恐怖！心中震撼的同时，全都警惕地看向蓝博士。任谁也没料到，
先前那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博士，此时居然如此凶残，尤其是现在对方的模样，更是让人觉得不寒而栗。此时的蓝博士，整个脑袋已经完全没有人类模样，全都是那种鲜红、纵横交错的肌肉，在那脑后更有一颗巨大的肉瘤在有节奏地跳动着，而对方的2条手臂也像细胞分裂般疯狂蠕动，在那顶端5根手指闪烁着黑亮的幽光。与此同时，一股更加难听的声音在其口中响起：“这就是拒绝我的下场。既然如此，留着你们也没有任何用处，终究会有人愿意成为我的实验体。”轰！随着声音落下，蓝博士的身体猛地一沉，宛如的双腿瞬间爆发出恐怖力量，直接蹬碎地砖，一跃而起。马老师等人见状，皆是一惊。突然间，马老师一声大喝：“洛姐！”反应过来的林洛瞬间会意，毫不犹豫从身上抽出钢刀。与此同时，马老师迅速将自己的匕首卡在枪口，瞬间将步枪改为长枪。二人毫不拖泥带水，迎着落下来的蓝博士冲去。长枪在前，短刀在后，顷刻间3人便碰撞在一起。若论力量，整个救世军中恐怕没有人比得过林洛，而论头脑和灵活度，那么马老师当之无愧是第一。2人配合，成功拦下蓝博士。落到地上的蓝博士微微惊讶过后，再次发出一声嘶吼。随着嘶吼，那种可以令周围空间粘稠的感觉再次袭上2人。撤！马老师当即拉着林洛后退，丝毫没有恋战打算。蓝博士见状，便立即想要追上，却是不想，这时候一个奶凶的声音突然响起：“苏伟，苏伟，吃我一炮！”砰！随着话语，一声宛如恶龙咆哮般的巨吼响起。砰！恐怖的动能瞬间撕扯开周围空间，蓝博士的莫名力量也没能阻挡住这一枪。虽然没能阻挡，但是在那股无形力量影响下，蓝博士还是躲开射向胸口的子弹，致命位置避开，但他的左臂却小团团的子弹击中，恐怖的爆破力瞬间便将那条细胞蠕动的粗壮手臂扯碎。啊！虽然已经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但是蓝博士并没有像丧尸一样失去痛觉，手臂被轰断的痛苦让他忍不住痛嚎起来。机会！拽着林洛后退的马老师见状之后，毫不犹豫将手里的林洛甩出，吸引他注意。卧槽，老马！老娘诅咒你这辈子没女朋友！一脸懵逼被甩出来的林洛当即怒骂起来。眼见离那丑陋怪物越来越近，林洛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架起双刀。第148章天残地缺附体。老娘诅咒你这做一辈子单身狗！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蓝博士，林洛气得只能操起双刀，眼中带着凶厉的朝对方劈去。此时此刻，眼前这个面目丑陋的蓝博士全然被他当作马老师，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劈死你丫的！砰！然而林洛这饱含愤怒的一击却被蓝博士的蠕动巨臂轻松挡下。结节，女人，你的力量还不够啊！巨臂不断蠕动的蓝博士脸上露出一个狰狞冷笑。下一秒，就见那粗壮的手臂疯狂蠕动，一股磅礴巨力爆发而起。操！感受双刀上传来的恐怖力量，林洛啐骂一口，下意识收刀蹲下身体。嗖！斜夹着巨力手臂从他头顶扫过，猛烈的劲风吹得他秀发飞舞。好险！感受头上掠过的劲风，林洛心有余悸，吐了口气。心里刚刚吐槽完毕，就听到身后传来轰然一声巨响，那于他头顶掠过的巨臂砰的一声爆裂开来，血浆碎肉四下纷飞。林洛来不及避让，顿时被劈头盖脸淋了一身。他一下正在原地闻着刺鼻血腥，当即怒吼起来：“卧槽，小团子！”与此同时，对面的蓝博士嘴里发出杀猪般惨嚎：“啊！洛姐，赶紧动手！”看到蓝博士倒地，后方的马老师当即扯着嗓子大吼起来。林洛闻声立即反应过来，毫不迟疑，操起2把钢刀，如火鸡姐附体，朝着对方冲去。然而，就在他即将接近对方之时，翻身打滚的蓝博士突然抬起头来，猩红的双瞳缩如细针，咧开猩红的大嘴冲他怒吼起来。伴随着尖锐刺耳的怒吼，林洛感觉面前空气骤然凝滞，下一瞬间，一股无形的力量好似一道气墙横推而至。在他愣神之际，那股无形力量直接袭上全身，整个人顿时像被疾驰的汽车撞到一样。伴随着四肢百骸剧烈疼痛，林洛感觉自己双脚渐渐离地，眼前一切也跟着倒退起来。他被那无形的力量撞飞了。砰！飞出10多米远的林洛如滚的葫芦般不断翻滚，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众人打个措手不及。小团团惊的急忙朝林洛跑去。
落姐，好！利用特殊手段击飞零落的蓝博士，晃晃悠悠站起，冲着众人方向发出低吼。下一刻，沙哑冰冷的嗓音响起：“混蛋，你们都该死！今天你们都得死！”说话间，他缓缓弯下身体，对着众人张开那裂开的猩红大嘴。好，好，好！霎时间，一声声刺耳的尖笑、嘶吼声响起，尖锐的声音当即让众人捂住耳朵。然而，下一秒，众人就见随着对方嘶吼，眼前空气中荡起一道道隐约可见的涟漪波纹。随着这波纹的出现，众人就隐约听见脚下瓷砖响起不堪负重声音，咔咔咔！眼见随着蓝博士嘶吼，走廊地面出现皲裂痕迹，直播间的观众彻底不淡定起来。我特么，这是音波功啊！鸡毛，我看好像是天残地缺附体。该说不说，这招威力牛逼得很啊！完了，这波攻击，马老师他们是彻底记走了啊！就在这时，游戏中一名救世军成员突然大叫起来，随着惨叫，只见这名救世军成员双眼、双耳、七孔全部流出鲜血。砰！众人刚刚露出惊骇神色，就听一声闷响，那名救世军成员如同一个爆裂的气球般炸开。看到这种情况，所有主播的直播间瞬间炸了。卧槽，这是什么？人体炸弹？鸡毛炸弹啊！这是声波共振吧？共振？阵阵果实？最强男人？突如其来一幕，彻底让马老师等人傻了眼。一瞬间，所有人眼中都露出绝望神色。任谁也没想到，蓝博士的能力居然恐怖如斯！好，好，好！蓝博士的嘶吼声越来越强，就连空气中的涟漪波纹都变得肉眼可见起来。这一刻，所有人眼中都流露出绝望神色。马老师猛然惊醒，当即大吼道：“跑！”可话音刚过，马老师便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被人强横塞进什么东西，顿时变得头疼欲裂。呜！砰！砰！突然，又是几声爆裂声响起。霎时间，空气中飘起粉红血雾，强烈的血腥气息弥散开来。完了，彻底完了！这一刻，所有人心中都变得绝望起来。他们没想到，这一名不起眼的科研人员居然会变态到如此程度啊！马老师、小团团、林洛，所有人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头疼折磨得躺在地上翻滚。他们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要炸开一样，这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就在所有人以为自己下一刻会爆掉时，突然一声闷响响起，噗！吼！与此同时，蓝博士的嘶吼声也跟着戛然而止，嘶吼消失，声波停止，众人的头疼如同潮水般快速退去。霎时间，所有人都变得疑惑起来。众人抬头，下意识朝蓝博士的方向看去，下一刻全都愣在原地。怎么可能？为什么？沙哑的声音从蓝博士口中发出，他不敢置信地侧头看向自己身后，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握着自己脑叶的特殊丧尸首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那名特殊丧尸首领单手插在蓝博士那凸起的后脑中，现在只要他微微用力，便能结果蓝博士的性命。但他却没有急着这样做，而是缓缓说道：“如果非要说个理由，那我现在这副模样就是最好的理由。是我救了你。”蓝博士冷酷地说道。“不错，是你救了我，那是因为我有价值。”丧尸首领停顿下说道。“但是不代表我就会一直听你的。混蛋，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恩人吗？”蓝博士怒吼一句，跟着话锋一转道：“我可以原谅你的无知，只要你跟我一起走下去，我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强大？就像你这不人不鬼的模样吗？丧尸首领看着眼前蓝博士，露出一个嘲讽笑容。如果这样，我宁可去死。瞥见对方笑容，蓝博士脸上神色骤然变得惊恐起来，惊叫道：“不要，我有可以让你变强的方法。呵呵，我已经知道了。而且下面那位可以让我变得更完美。”听到蓝博士的话，特殊丧尸首领冷笑起来。听到他的话，蓝博士彻底绷不住了，惊叫道：“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下边？”噗！不等蓝博士说完，丧尸首领直接捏碎蓝博士的脑叶。第149章，这种人有信用可言吗？看着眼前大脑被人捏碎，死的不能再死的蓝博士，走廊内的众人全都傻了眼。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大脑全都转不过来，任谁也想不明白，明明跟蓝博士一伙的丧尸首领为何会突然反水。许是察觉到众人惊骇目光，特殊丧尸首领缓缓将手从蓝博士后脑中抽出，说道：“危险暂时解除。”说着，他抬头扫视一眼众人，继续道：“你们要找的人，
他就在下层，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不过，说到这便不再继续说下去。头脑一片混乱的马老师见状皱了皱眉，下意识问道：“不过什么？”看着马老师，特殊丧尸首领开口道：“没什么，只是需要你们为我办一件事。放心，我很讲信用，很讲信用，很讲信用，能够趁其不备直接敲队友闷棍，而且还是敲死那种。这种人有信用可言吗？”虽然众人心中都知道眼前这个家伙没什么信用可言，但是此时也没有其他选择。稍稍犹豫下，马老师便点头说道：“想要我们做什么？”看着马老师眼中不时透露出的警惕，特殊丧尸首领直接说道：“放心，我不拿你们做实验，我想要的只是最下层实验室内的一些试剂而已。”听到对方的话，马老师心中警惕更盛，当即问道：“既然你自己知道位置，兰博士也死了，为什么不自己去拿？”呵呵，你说的没错，丧尸首领说道，可那里是丧尸的禁地。丧尸首领简单向马老师等人解释一遍，原来在这座实验室的最底层空间有一个恐怖的智能程序，但凡是活人以外的生物踏入，就会立刻遭到毁灭性打击。同时对方也告诉他们，先前带回来的活人全都被关押在下层空间内。得知事情始末，马老师几人商议一下，便答应对方请求。虽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此时已经惨遭重创的他们不适合再继续战斗下去。得到马老师的答复，丧尸首领很快便叫来小弟，在一群丧尸的护送下，他们成功进入下层的电梯。老师，下层房间见到彭教授，暮雪喜极而泣起来。马老师等人见状，并未出言打断团聚的师生，等到双方情绪稳定后，他才开口道：“你好，彭教授，我们是前来救援的，随后我们会护送你们。”不等马老师话说完，彭教授便打断道：“不，我们现在还不能离开。”“为什么？”身上带着伤的林洛问道。“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惊天秘密。”说着，彭教授脸上露出兴奋表情，有些激动道：“只要我们搞清那个家伙，就很有可能研制出终结病毒的药剂。”那个家伙？听到彭教授的话，马老师等人全都一脸好奇。也许是看出他们的好奇，彭教授丝毫没有隐瞒，甚至直接拉着暮雪，带着众人走出房间，朝走廊深处走去。随着前行，前方突然出现一道红色射线，众人见状皆是一惊，当即神情紧张起来。“不要担心，这只是中央电脑的一个扫描程序。”彭教授见众人模样，立刻提醒道。听到对方提醒，马老师等人勉强放下心来。红色射线扫过，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与此同时，众人已经来到走廊尽头，前方便是一条死路。就在众人疑惑之际，嗤的一声响起，跟着走廊尽头的墙壁开始向两侧推去，一个房间呈现在众人眼中。与一脸疑惑的马老师等人相比，前方的彭教授倒是一脸平静，直接迈步走进房间。马老师几人见状，相视一眼后也跟着一同走进房间。与灯火通明的走廊相比，这个房间的光线很暗，不过这对众人来讲并没有多少影响。卧槽！刚刚踏入房间，骚猪便立即惊呼起来。随着骚猪的惊呼，整个队伍中不断的响起抽冷气的声音。相比于众人，直播间的观众更是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的看着自己手机屏幕。卧槽！你敢信？我尼玛！居然还有外星人！操，不会是病毒变出来的吧？相比于直播间的讨论，马老师等人也是窃窃私语起来。他们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在这个地方见到外星人，而且看模样好像还是个睡着了的外星人。看着如同电影中 ET 外表的外星人，所有人都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彭教授，你说的不会就是他吧？直至这时，马老师再也忍不住，向前面的彭教授问道。听到他的话，彭教授重重点头道：“对，就是他，就在不久前，我们发现这个生物体内。”不等彭教授解释，上前观察的骚猪一屁股坐到地上。卧槽，活了！骚猪这一嗓子可谓是有够惊悚，所有人下意识全都看向那封闭的睡眠舱。下一秒，当众人看清睡眠舱内的情况，一瞬间全都愣在原地，感觉整个人都麻了。诚如先前那肥胖子所言，那躺在玻璃睡眠舱里的外星人真的醒了，一双婴儿拳头大的黑色眼眸死死盯着外面众人。看着那双大眼，一时间众人感觉浑身酥麻，任谁也想不明白这玩意咋就突然醒了呢？而就在众人心里一片惊悚之际，那死死盯着众人的外星人突然开口：“欢迎你们，亚人。”对方说的明明不是汉语，但这一刻所有人却都明白那话中的意思。亚人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作为这群人中威望最高的人，
彭教授当仁不让，率先开口问道：“我叫当斯，是一名流浪者。”随着话语，随眠舱玻璃罩缓缓打开，那名有着特殊外表的外星人缓缓坐起。他抬起双手，活动一下手掌，说道：“请你们稍等，我需要了解一下现在的时代。”说完，就见睡眠舱的侧壁缓缓探出一个像是接口似的东西。与此同时，当斯手腕处裂开一道缝隙，几条蠕动的线状物体与那接口连到一起。第150章，科塔星。我去，尼玛，简直亮瞎我的狗眼啊！谁说不是？咋还出现外星人了呢？卧槽！你们记不记得先前有个剧情，好像有提过造物主？你别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好像是什么守护者吧？看着眼前诡异一幕，与直播间观众差不多，马老师等人也是满心疑问起来。不一会，就见那名叫做当斯的外星切断与那设备的相连，巨大的黑色双瞳盯着众人良久，叹了口气道：“没想到守护者最终还是选择动手了。”说到这里，他将目光移向林洛几人，感叹道：“不得不说，你们几个算是完美继承了我们的基因。”继承基因？听到事情与自己有关，林洛急忙问道：“能够详细说说吗？”听到林洛的问话，名为当斯的外星生物稍稍迟一下，便向他们解答起来。原来当斯他们的家园遭到毁灭，整个族群迫于无奈，才离开自己的星球，寻找适合居住的星球。阴差阳错，来到了蓝星。起初的蓝星并不适合他们生存，因为蓝星虽说没有科技，但是那个时期是属于巨物的时代，哪怕他们掌握先进的力量，可没有强大后勤支持，终究还是敌不过恐怖的巨物。为了保留香火，他们不得不龟缩在最适合居住的热带地区。因为需要资源，他们利用手中仅剩的能量，开始创造劳动力。随后也就有了人类的祖先诞生。他们传授亚人各种生活技能和采集技能，可随着亚人的繁衍和发展，他们也渐渐被亚人称作神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科塔星人产生了严重分歧，一部分人想要回去夺回星球，重建家园，而另一部分则想要在蓝星长久生存下去，将这里当作新的故乡。正因此，仅存不多的科塔星人分为两个派系，一边是主张返回母亲，以守护者自称的科塔星人，一边则是被对方唾弃为叛徒的驱逐者，也就是所谓的流浪者。他们觉得这些已经忘记家园的科塔星人不配再继续以科塔星人自居，所以他们被称呼为驱逐者。异域是被整个族群驱逐的人，因为双方意见不统一，从而也就在蓝星上展开第一次战争。在动用大量高科技武器后，最终还是被守护者一方胜出。同时也因为这场大战，所有的飞船和武器毁于一旦。为了实现返回科塔星的梦想，守护者则带着当时为数不多的亚人迁徙到南方，在那里开始繁衍生息，打造神庙，试图再次建造飞船返回科塔星。而流浪者一方则是带着另一批亚人去了东北方向，建造古都，创造奇观，过起真正的生活。为了采集资源，守护者一方让亚人肆无忌惮疯狂繁衍后代。不过为了避免蓝星步入科塔星后尘，他们会等到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后，利用特殊手段发动战争或者引发自然灾害来减少人类。这也就是所谓的人类清除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做？听到这里，林洛忍不住问道。因为生存。当斯说了句众人无法理解的话，跟着又说道：宇宙中每一颗星球都有自己的极限，当一颗星球达到极限后，如果还继续去破坏它，那么恭喜你，你离灭亡已经不远了。听到眼前外星人解释，林洛不是很满意，说道：那你的意思，守护者消灭人类，其实就是在保护地球了？作为一名沉睡不知多少年的外星生物，听到林洛的话后，一愣道：不，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人道。我们流浪者的理念是，每个人和物都有自己存活的意义，过多的干涉只会让我们越陷越深。当斯说完，转而看向林洛道：也许你们这些完美融合者会是未来的希望。随着话语，当斯走到房间一处大屏幕前，独特的3指手掌在设备上轻轻一按，一片漆黑的屏幕突然亮起。随着屏幕亮起，一个悦耳声音响起，又是那古怪的语言。虽然无法说出口，但是众人却全都明白其中意思。欢迎您回家，雅典娜为您服务。雅典娜。听到这个称呼，马老师等人彻底不淡定起来。先前他们可是遇到个精卫，现在又冒出来个雅典娜。不用想，这一定是跟精卫一样的人工智能。随着雅典娜的激活，一张巨型示意图展开。这时队伍内的骚猪再次忍不住惊呼起来：好家伙，我们不会是在一艘飞船里吧？虽说眼前示意图很难让人看懂，但是那密集线条所构建成的模型却是众人熟悉的飞船模样。看着眼前示意图，
众人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有够大，真大。你说的没错，这确实是一艘飞船。当斯并未隐瞒，跟着又补充道，不过这却是一艘无法起飞的飞船，因为这艘飞船所需要起飞的能量，蓝星再有20年也很难研制出来。听到这话，众人不由抽了口凉气的同时，又感觉心里很窝火。不过转念一想也是，此时全世界还没哪一家公司能够开发出宇宙飞船，可现在问题跟宇宙飞船没有任何关系。已经大致了解事情始末，甚至也知道当司身份的马老师等人，只一心想先将彭教授安全带出副本，同时他也没忘答应特殊丧尸首领的事。而那些药剂就在离他不远的操作台上。看着药剂，马老师稍稍迟疑，便开口问道：“那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科塔星人的 DNA。当斯瞥了眼那些试管，脸上神色骤然变化。看来我睡觉这段时间，有不少人打过我的主意呢。看着一脸不悦的当斯，马老师几人并未搭茬。第151章，兢兢业业工作，勤勤恳恳游戏。游戏推翻进化论，学术界以此展开讨论。人类的祖先居然是人工智能。随着游戏最新进展，网络上有关生化危机的热帖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而在这些帖子当中，最引人关注的无非那些与人类起源有关的消息，尤其那些有关古文明毁灭的阴谋论，让人看了完全挑不出一点毛病，就好像历史就应该是这样发展来的一样。而随着生化危机剧情进展，各种惊天脑洞设定被一一挖出后，全世界的游戏厂商也开始紧密关注起玩家国度来。总监，我觉得末日题材还有很深的挖掘度。我也觉得末日题材不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不得不承认，林飞这款游戏做得很成功。冰雪总部会议室内，开发部门总监看着一众手下，点头感同身受道：作为世界上最大游戏厂商之一，他们并没有像其他企业一样夜郎自大，在生化危机刚更新后便组织测试人员进入游戏。一场游戏下来，等到全部剧情完毕，他们这才发现这款画质逆天的游戏，原来剧情也同样有着令人着迷的深度。尤其是得知人类起源和清除计划后，所有沉浸在游戏世界的玩家都不由有一种想要继续探寻的想法，甚至还想要阻止这一切，阻止守护者不法。看着只是因为一场游戏精神就亢奋无比的员工，总监缓缓开口道：现在玩家国度成功已经无法阻挡，可让我感觉无力的是，我怕我们开发的游戏永远无法追上玩家国度。此时此刻，这位总监感觉玩家国度就像是一座大山一样挡在他的面前。有这么夸张吗？听到总监的话，下方那些精神高涨的员工心底不由回想起整个游戏过程。然而悲哀的发现自己现在对其他游戏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回想起以前玩的游戏都感觉好垃圾。猛然间，他们终于体会到总监的心情，整个会议室顿时陷入一种压抑的寂静气氛当中。这种眼睁睁看着同行拿出一款无法超越的跨时代产物，那种无力感难以让人接受。啪啪！就在这时，总监拍了拍手：好了，大家不要气馁，就算我们暂时无法超越，我们也可以创作出属于自己的 IP 游戏。咱们目前的技术无法媲美玩家国度，但是对方却给我们打开一条崭新道路。我们可以借鉴这个末日题材，可以学习开发独属于咱们自己的末日游戏。在这方面，华国企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不过他们的开发团队脑袋不太好使。说到这里，总监拿起面前一个档案袋，向众人继续道：这些是有关生化危机暂时揭开剧情的详细记录。现在除了重要工作之外，你们都可以放下手头工作，我给予你们最大的支持。你们可以拿着资料回家观看，也可以在家办公。一个月后，我会在这里向诸位询问各位的成果。起初听到总监说可以在家办公，所有员工脸上都露出喜色。然而在听到1个月后还要检验成果，众人顿时感觉心情不好了。制作游戏他们在行，编故事这真的有点强人所难。总监，我们真要借鉴生化危机吗？是啊，一名员工有些不敢相信道，以前都是别的游戏借鉴我们，现在居然轮到我们借鉴别人。总监看着说话的员工摇头叹气道，话是这样说，但是从这个玩家国度崭露头角，我有预感属于我们的时代可能要成为过去。听到总监的话，所有员工都沉默起来。一般来说，游戏更新换代是需要一个缓慢过程，就好比社会的发展从大哥大电话发展到智能手机，那也是经历20年的缓冲。然而自从玩家国度的工作室出现后，整个游戏市场就像是被狂风暴雨席卷一样，仅仅1个星期时间，所有游戏全都进入寒冬状态。
以前一些本就半死不活的游戏，在这场风暴当中彻底死在了沙滩上，而那些还算不错的游戏，同样在这场灾难中不可幸免。虽然现在服务器中还有玩家，但是这些玩家对游戏公司而言已经变得可有可无，而这些游戏公司的游戏随时都有关服的风险，那些曾经的顶流游戏也不可避免地流失无数玩家。不可否认，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玩家国度。然而，心知肚明的各个游戏公司却又丝毫没有办法，就算是想打官司，都没有一个理由。难道非要说他们的游戏太好了，以至于自己玩家都跑了？这种不要脸、不可能赢官司的事儿，他们暂时还做不出来。相比起这些公司，实际上，这场风暴中受伤最惨的当属企鹅的游戏部门。仅仅2个月时间，公司官服不说，甚至还因为开发新游戏，耗费一笔不菲资金。等到月末财会将账报到麻花藤这里，麻花藤整个人都傻了。卧槽，老子有钱，但也没花过这么多吧？马总，上个月游戏部门服务器全部关闭，整个部门可以说是收入为负数。毕竟整个部门运转也需要不少资金，在这前后，您一共开发2款游戏。虽然期间有不少主播赔偿违约金，但是实际上那些违约金只够人员开销。尤其是在刚刚开发的这款游戏上，我们一共耗费了。听到如此高额的费用，即便是超人麻花藤也不禁有些肉疼。尤其是经历这次变故，整个企鹅游戏部门已经跌入历史最低迷时期。如果不能拿出一个惊世之作，那以后的游戏圈也就没有企鹅的立足之地。难道真的要退出游戏圈？不，绝不！老子就算砸，也要把游戏部门砸起来。想到这，麻花藤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叫来秘书，去，给我找游戏制作团队，就算花高价，也要给我挖来。我就不信，他林飞能做游戏，我就做不出一款游戏。此时此刻，麻花藤已经有些魔障。以前一个一心只做代理、高仿的他，此时势必要做出一款能起死回生的游戏。可这可能吗？第152章，一根缠满铁刺的棒球棍，一口哨音。这2天，全世界都对《生化危机》报以最高关注，甚至一些外国大学教授也在课堂上开始全方位的解析这个游戏。抛开娱乐不谈，从游戏的本身而言，该游戏故事设定虽然暂时有些凌乱，但从一些透露的消息判断，那种有关人类起源的脑洞，居然能够从科学角度站住脚。甚至有些设定，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一切全都能完美对号入座。不得不说，《生化危机》这款游戏在这群学者的眼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游戏，甚至可以说，该游戏已经走进科学，走进历史，甚至神学。随着各界人士关注，《生化危机》已经平缓的热度突然间再次暴增。不过这些并非是职业玩家的人，在进入游戏后，第一时间又全都退出游戏。说实话，这游戏不但真实，而且还具有精神虐待。当然，这些人在退出游戏不久，情绪稳定后，又忍不住再次进入游戏。这便是这款游戏的魅力，它可以让人恐惧、害怕，但同样也会让人生出忍不住探索的欲望。几天时间内，整个蓝星流行起一句问候，无论是朋友还是同事，只要见面，下意识的第一句指定是：你玩生化危机了吗？这年月，如果你说自己没玩过，那都不好意思出门。生化危机的火爆同样也让电子市场火爆起来，当然火爆的也仅限于 VR 设备。仅仅1个月时间，所有 VR 设备全部销售一空，哪怕是工厂加班加点，仍旧是供不应求。而在这场风波中，华国的 VR 工厂可谓是赚足利益。同样，作为世界霸主的国家，美利国也渐渐意识到这款游戏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可以锻炼士兵的意志。哪怕游戏设定明摆着对西方国家不友好，他们也忍不住尝试起来。同样，也因为《生化危机》游戏的关系，让那些服役的大兵们找到即位，从而整个军营的闹事率急速下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将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泻于游戏当中。法克，听，新兵营那群牲口又开始鬼叫了。哈哈，你这是在羡慕吗？我现在1分钟岗都不想站了。谢特，队长为什么要和他们打这样的赌，让我们站1个星期岗哨？军营墙外，2名站岗的大兵听着军营内新兵的惊叫，开始羡慕嫉妒恨起来。在他们看来，这完全是不公平的对待。凭什么他们要站岗，而里面那群新兵蛋子玩游戏，简直是太不公平。然而，军营内的新兵们其实也同样非常郁闷。这几天，他们经受无数血与泪的考验，这几天对他们而言，简直就像是噩梦一样。而让他这样的，无疑是那该死的生化危机。作为新兵心理素质训练游戏，这群大兵已经渐渐地适应游戏世界。
经历起初的恐惧后，他们此时已经不再畏惧那些行尸走肉。然而，他们哪又会清楚，末世当中，丧尸才是最温柔体贴的生物，人心才是最可怕的野兽。这几日，他们随着一名叫做瑞克·格莱姆斯的男人再次建立起一个人类据点。可当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时，一个叫做尼根的救世军西方首领带着手下登场，一根缠满铁刺的棒球棍，一口悠远的口哨，彻底成为这些新兵蛋子的噩梦。这个叫做尼根的男人，简直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跟他们在论坛看到的东方救世军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个新兵被对方残忍的手段吓得屁滚尿流，甚至晚上睡着了，做梦都能听到恐怖的哨声。尼根已然成为他们的梦魇。而这几日，最郁闷的当属冰雪公司员工。自从上次总监给他们放假，回家闭关苦研游戏，起初他们还比较开心，可是随着时间一长，脑子放空，根本没有任何头绪。都说想要打倒敌人，那么就先了解敌人。本着这样的想法，这群人直接再次杀入游戏。一个不会玩游戏的游戏人，不是一名合格好员工，因此游戏对这群人而言很快就上手了。不过话说回来，总监好像是让他们回家琢磨剧情的，可当他们进入游戏后，爱了，他们深深地爱上这款游戏。至于脑中对自己开发游戏的思路，早已经忘却脑后。至此，他们从辛辛苦苦想游戏，变成现在勤勤恳恳玩游戏，甚至隐隐成为玩家国度的忠实粉丝。然而，与这些员工相比，作为总监，同样也需要考虑新游戏的问题，总不能所有问题都指望手下的员工。这便是西方人的办事效率和工作态度。怀着这样的想法，这位总监打着参考的幌子，也进入了生化危机世界。说实话，这游戏真好玩。可就在他刚刚登上游戏不久，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叮铃铃。总监无奈，只好暂时退出游戏，拿起电话看了一眼，顿时惊讶起来。来电的居然是自己在微软的大学同学，听说现在已经进入高层。这个家伙怎么会想到给他打电话？看着这位交情并不深的同学来电，总监稍稍迟疑，便滑动电话接听起来。鲍勃，我还以为你不在呢，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电话刚刚接通，听筒内便出来熟悉爽朗笑声。带着疑惑的心情，总监开口问道：格里芬，你是有什么事儿吗？按理来说，对方是微软高层，而自己只是冰雪游戏的总监，双方身份还是有些差距。他猜不到对方突然致电是什么意思。呵呵，老同学，看来你还不知道吧？用不多久，你们冰雪公司就会纳入我们微软旗下。格里芬透着喜悦道，而我也即将成为你的上司，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谢特，法克，怎么会这样？对方的话对总监而言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你们微软要做什么？总监忍者烦躁说道。这种有关商业上的秘密，他知道自己问了也不会得到答案。然而却不想对方好像并不在意，开口说道：游戏的时代要变了，我们微软高层一致决定，准备正式开始涉足游戏产业。收购冰雪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即将拿下华国的玩家国度。听到这话，总监心中咯噔一下。他听到了什么？微软准备向玩家国度下手？可对方貌似只是个工作室吧，更不是什么上市公司。你微软是不是有点太拿自己当回事了？第153章，保护业主是我们入职后第一准则。这位冰雪公司总监完全被电话里的话语惊得说不出话来，甚至都忽略了对方即将成为他顶头上司的事。等一下，玩家国度现在连正式公司都算不上，就算你们微软想收购，那也得有下手地方才行吧？谁说我们要收购玩家国度？你刚刚不是说拿下华国玩家国度吗？对啊，拿下不代表就用收购的方法吧？不怕告诉你，这次我们微软可是拿出十足的诚意。现在我们的代表已经抵达华国，用不多久就能将那位天才带回总部。真能带回来？总监听着感觉有点天方夜谭。以他在游戏界摸爬滚打的经验判断，如果自己拥有林飞那样的技术，恐怕打死也不会去给别人打工。明显稳赚的局面，怎可能会去受他人掣肘？想到这，他不由说道：我觉得这种事不可能，我可不认为玩家国度现在会缺钱。呵呵，老同学，你的目光还是太过狭隘了。你能考虑到这点，我们同样能考虑到。一开始我们就没想过要用金钱打动对方。那你们准备怎么做？总监好奇起来。整个微软游戏部门的11%股份，同时还有美丽国的身份，还有说出一系列的好处。他又道：这些条件相比于华国那种落伍的地方，你觉得哪个更诱人？不得不说，你的这些条件即便是我都动心了。总监不可否认的回答：
微软给开出的条件实在是太诱人。然而，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甚至没有民族感，只知利益至上的国度，又怎会了解一个具有上下5000年文化的国度？条件虽然诱人，但是想要打动林飞。此时，坐落于加州的微软总部，就玩家国度问题，高层们又再一次举行一场会议，而他们讨论的内容居然是玩家国度在微软旗下未来的发展方向。就这群高层的办事效率，不知是值得夸赞还是什么。甚至在会议上，有人提出将《生化危机》这个题材拿到合理活上，将其影视化开发。整个会议上，高层们完全已经将玩家国度视为囊中之物，一系列的开发设想更是让人不得不佩服。这群人的大脑真聪明，他们丝毫没有觉得自己会失败。讨论完 IP， 他们又讨论起《生化危机》中已发现的2个人工智能精卫、雅典娜。这2款人工智能在游戏中的表现已经超脱他们研究的人工智能。虽然只是个游戏，但是给他们所留下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2个人工智能出乎意料的智能，比之他们旗下所谓的人工智能可要强出100倍不止。如果不是游戏，他们甚至怀疑这种人工智能已经具备自我意识，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所要突破的一点。然而，华夏有一个成语叫做一厢情愿。不是，你再说一遍。林飞挑了挑眉，看着眼前西装革履中年。听到他的话，中年人脸上没有丝毫不耐烦，开口说道：林先生您好，我是微软公司。以上是微软公司向林先生开出的条件，如果林先生觉得哪里不合适，我们可以商讨。未来林先生将会在美丽国最高贵的公民。同样，微软公司也在加州为林先生准备一座半山别墅。再次听到男人的话，林飞眉头彻底拧在一起。倒不是他对眼前男人有什么想法，只是单纯的觉得对方口吻很不舒服，尤其是那一口咬定自己一定会答应的口气，让他更加生气。不过，不得不说，微软公司的手笔可真大，全开出这些让人无法拒绝的条件。游戏部门股份，游戏净收益 40%， 同时开发和风险全部由公司一力承担。无论怎么看，微软这种做法都是妥妥的大冤种。然而，自知自身情况的林飞却是知道，这就是微软的毒辣眼光。对方其实已经看出，只要他加入微软，那么能创造出的利益绝对大于付出，而微软的损失只是少赚一点而已。如果没有林飞的加入，那么相对于微软而言才是最大的损失。不愧是全球顶尖企业，其远见眼光属实让人感觉有点恐怖。对方的条件虽说很诱人，但是我暂时还没有想过要背叛民族。林飞便掏着耳朵道，像林先生这种年轻有为青年，只要进入微软用不上1年。说着，中年突然一怔，看着林飞惊讶道：林先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看着一脸惊讶的中年，林飞有些不耐烦道：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显吗？玩家国度现在属于华国，未来它依旧属于华国。听到林飞的回答，中年男人双眼瞪大，尽是一片不可思议。他不敢相信，在微软如此大的利益下，对方居然能说出拒绝的话来。难道这年轻人不知道微软游戏部门的总价值？还是说，这年轻人想要抬高价码？林先生，你可要考虑清楚，我们微软这次可是带着十足诚意。中年人看着林飞，能够让我们微软主动诚邀，可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种荣耀。看着中年人眉宇间透着的那股傲气，林飞彻底失去耐心，甚至连拒绝的话都不想说，直接抬脚朝小区内走去。中年人见状，立刻上前拦在他的面前。不等他开口，跟在林飞身旁的马良一步横到中年面前，眼神凶厉地盯着对方。在马良眼中，这种试图想要拉拢林飞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对待敌人无需和颜悦色。与马良相同，那些在小区门口时刻注意这里的保安见到马良行动后，迅速冲出小区，将中年人团团围住。只要此时中年人有任何异动，他们将会施展雷霆手段。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中年男人吓一跳，胆战心惊地看着周围凶神恶煞的保安。你们要干什么？保护业主是我们入职后第一准则。保安队长眼神不善地看着中年，看着眼前一脸凶厉的保安，中年人心底打鼓。自从来到魔都，经过多方面关系，他才打听到林飞住处。随后他便马不停蹄来到这处叫做锦城苑的小区。可万万没想到，这座小区的安保措施居然都赶上了军事基地。陌生人想要进入这处小区，难比登天。而这群保安，一个个全都像军人一样，眼神凶狠且又可怕。第154章，大哥，遛鸟呢？看着眼前这群凶厉的小区保安，这名中年人彻底懵逼了。这尼玛，什么时候华国保安都如此敬业了？
在一群保安虎视眈眈的目光中，中年人心中竟是一片无奈，最后只能暂时离开。回到下榻的酒店，男人立刻联系远在美丽国的微软总部。什么？那个黄皮猴子居然拒绝了？怎么可能？难道那个家伙的脑袋秀逗了吗？该死的黄皮猴子居然如此贪婪！听到手下汇报，坐落在加州微软总部的办公室内响起一片愤怒声音。在他们看来，邀请林飞加入已经算是天大恩赐，却是万万没想到，这种十拿九稳的事儿居然会遭受到对方拒绝。在座众人始终想不明白，这个华国青年到底为何要拒绝他们的招揽。可要知道，只要这个年轻人加入，未来成为微软高层也不是不可能。可那个年轻人居然拒绝了这样的诱惑，难道是做游戏把脑子做傻了吗？不管这群高层如何想，林飞拒绝他们是一个事实，这让起初商讨玩家国度未来发展方向的高层们不得不改变商讨方向，研究如何拿下林飞。然而，在这个世界，能够有先见之明的并不只有微软一家。作为游戏业中的大佬之一，索尼公司的代表也已经来到魔都。不过，相比微软而言，索尼代表却并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林飞。索尼代表在魔都机场一下飞机，便利用各种关系搜集起林飞各种资料，甚至还不惜一切代价打入林飞的内部组织粉丝群。然而，就在几分钟前，锦城院保安驱赶中年人时，不远处的小广场上，两名男子将一切全都偷偷用手机录下。留着八撇胡、有些獐头鼠目的男人看着身旁背头一丝不苟的同伴，斋藤君，我怎么感觉这里的安保能力有些不太一样呢？那些保安的气质比我们的自卫队还要强，我怀疑这些人全都是华国的精锐。听到他的话，背头男子说道：小丽君，请你闭上嘴吧。我们的任务是盗取资料，还有就是想办法将林军招揽到我们国家。我已经在群里打探到林军详细地址，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小区里探探消息。听到同伴的话，獐头鼠目男子眼中金光闪烁，脸上更是露出一副荡笑。嘻嘻，我现在有些迫不及待了。那个主播洛姐长得很奈斯，我都想……不等他说完，背头男子立即沉声打断道：八嘎，你要记住，我们的任务是林军，如果因为你任务失败，社长不会饶过你的，请你不要连累我。嗨，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獐头鼠目男人一脸不以为然的回答。在他看来，无论是索尼给出的条件，还是总部所在的环境，都要比华国优越得多。这么好的条件，就算是傻子，怕是也不会拒绝。一天的等待，夜已沉默。物业重新翻修的小区院墙外，两名里道歪斜，好像喝多了的男人，行进到小区院墙附近，四下环顾一下，见没有任何人，背对着马路冲着院墙解开皮带。喂，小丽君，你这样很不文明。八嘎，我都要别爆炸了，难道要尿裤子上吗？两人扶着围墙，晃晃悠悠，像是醉鬼一样。过了半晌，见周围真没有人出现，醉眼朦胧的两人当即双眼神色恢复。他们两人对视一眼，微微点头，跟着背头男人靠在墙根，獐头鼠目的瘦弱男人一个助跑，踩着同伴双手上到墙上。他在墙上，秦泽小丽向下方同伴一招手，跟着后者一蹿，两人手掌相交，瘦弱的秦泽小丽将背头同伴拽到墙上。从头至尾，两人仅用10秒不到，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给人的感觉像是惯犯，又像是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员。两人毫不犹豫跳下围墙，一路朝着林飞所在的那栋楼跑去。你说咱们这么过去，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一副梁上君子模样的秦泽小丽回头看了背头同伴一眼，听到他的话，背头男人说道：你他妈傻呀，咱们不这么进来，那群小区保安能放咱们进来？没看那群保安连外卖都不让进吗？秦泽小丽闻言没有说话，脚下快速朝不远的那栋楼冲去。只要躲过保安，见到林飞，他们就有信心能让对方跟自己合作。如果见不到林飞，能够偷到对方电脑硬盘，那也是一件好事。随着锦城苑小区的治安越来越好，这里的房价也跟着水涨船高，以至于整个小区不少住户卖掉自家房子。说来也怪，锦城苑的房子不愁卖，可卖出去的房子不仅没人住，甚至连装修都不见有人装修。久而久之，这也就成了锦城苑的一大怪事。现在晚上，小区内部分住户都已经睡下，只有一些闲着无聊或者睡不着觉的还在外面闲逛。而他们两个人，为了避免不引起其他人注意，也开始大摇大摆地走了起来，甚至见到擦肩而过的住户还笑着打招呼。一番操作可谓是深入敌人内部。然而作为他们一些融入到骨子里的东西，并不会轻易改变。就好比现在
见到个拎着鸟笼子遛弯的大哥，两人为了彰显礼仪和不被外人察觉出异状，呵呵，溜达呢。你这鸟不错呀。看到大哥打招呼的两人，下意识的会做出鞠躬举动。好巧不巧，这位大哥今晚兴致比较好，回家之前路过药店买了一片蓝药丸，为了打提前量，回家半路就把蓝药丸吃了。本打算回家跟老婆欢快玩耍，却不想刚一到家，发现家中无人。疑惑之下打电话一问才得知，今天晚上临时有事，老婆回娘家了。好家伙，早不回娘家，晚不回娘家，偏偏等药效发作了回娘家，这是要出人命啊！男子本就心烦气躁，家里的鹦鹉又跟着叫个不停。心烦之下，他便打算将鹦鹉送去门卫，先让保安帮着养2天。却万万没想到，刚刚走下楼就遇到2个怪人，一照面就盯着他裤裆嘲笑鸟。你妈妈的，你麻痹，你他妈才遛鸟呢，你全家都遛鸟！心火燥热的大哥当即双眼喷火怒道，现在他就跟一个点了引线的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而且后果很可怕。第155章2个笨贼迎面道，八嘎，华国人怎么如此没礼貌？你怎么骂人爹？秦泽小丽那尖嘴猴腮的脸上青筋根根暴起。什么情况？听到秦泽小丽声音的汉语，心中燎原烈火的男人双目赤红，惊道：小鬼子啊？什么小鬼子啊？我们是新搬来的住户。看着眼前面红耳赤的男人，背头中年吓一跳，赶忙出言解释：新来的。男人不知为何看着两人心浮气躁，甚至心中有股子怒火想要发泄。听到两人自称新来住户，当即破口大骂：放屁！小区有没有新住户我还不知道，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完了！听到男人的话，两人心中同时一颤，尤其是在看到男人那赤红的双眸，他们更是心惊不已。就算他们2个是翻墙进来的，也不至于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吧。我俩是来朋友家做客的，刚喝完酒准备离开。看着举止古怪的男人，他们2人心里却是后悔要死。悄咪咪的不好吗？为啥非要彰显下民族礼仪？这下好了，好遇到个半夜遛鸟的精神病。然而他们3人却不知道，在距离他们不远的一处绿化后，一群人正在密切的关注这里。队长，那个不是赵老歪吗？他大半夜怎跟这2人撞上了？谁知道？不过等下要注意居民安全，至于那2个樱花人，马队会对付。好嘞，就请好吧。嗖！随着话音落下的同时，几名身着保安制服的青年手持带照明功能的电棍冲出绿化。几名青年有意无意地弄出巨大响动，甚至连奔跑的速度都刻意放慢不少。八嘎！完了，我们被发现了！秦泽小丽看到冲过来的保安，当即脸色煞白，整个身体都不由得颤抖起来。背头中年相反却要冷静不少，当即拉着秦泽小丽朝不远处的绿化带里跑去。卧槽！小偷！拎着鸟笼的赵老歪本就心中邪火乱窜，心烦意乱无处发泄的他，见2人看到保安逃跑，当即鸟笼子一甩朝2人追去。赵老歪，站住！后面带队的保安看到赵老歪举动，当即想要阻止，可一个已经邪火上身的人，简单一句话岂能让其恢复理智？我特么！被同伴拉着的秦泽小丽下意识回头看了眼后方，好家伙，后面那面红耳赤的大哥紧追不算，后面还有好几个手持电棍的小区保安。看着那电棍，他已经有点被吓到了。华国的小区保安也太恐怖了吧！现在他只想着赶紧跑出小区。就在2人即将跑到小区围墙，胜利在望时，前面带头的背头中年忽然一个急刹车停下。不等秦泽小丽搞明白状况，就感觉对方拽着自己拼命向另一个方向狂奔。我说，他的话音刚起，就听一个低喝声响起。想跑？不知是不是有意为之，小区周围小路上的路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灭，那声音正是从2人前方的阴暗中传出。2人一惊，下意识停下，看着几乎没有什么亮度的小路，2人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谁在那？秦泽小丽终于忍不住问道。这本是下意识的疑问，2人根本没想过要得到答案，却不想阴暗中的人影边走边回答：保安。不知为何，听到保安2个字，他们2个不知为何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下一秒，2人脸色骤然大变。就在刚刚，对面那道黑影自称保安的家伙手里突然冒起亮光，并且响起噼里啪啦声音，那手上闪烁电光的身影越来越近。操！电棍！2人心中一凉，这家伙特么的没怀好意啊！八嘎！上！背头见状，只能强行整理一下
自己的情绪，跟着便催促同伴。秦泽小丽一脸惊悚看着背头，大哥，那家伙手里有电棍，怕什么？他只有一个人。背头索性将心一横，带头迎着袭来的黑影冲去。看到这种情况，秦泽小丽只能硬着头皮冲上。两人年轻时也是争勇斗狠的会社成员，打架斗殴也算是家常便饭。可随着年纪大了，骨子里的血性已经逐渐磨练成了装腔作势。看着冲过来的黑影，两人嘴里同时发出狠辣喊叫，试图以气势镇住对方。可两人没有料到，这在本国的气势攻击对对面的黑影却是丝毫没有一点作用。眨眼间，双方便短兵相接，噼啪噼啪，仅仅一个照面，两人便瞬间浑身僵硬，口吐白沫，全身绷直的像是羊癫疯发作一样倒地抽搐起来。我去，就这！在两人倒下的同时，又一个黑影缓缓走出，看着倒地僵直的两人，有些意外道：马良，你确定这俩是间谍？资料上是这么写的。另一个黑影回答。就在这时，小路上的路灯再次亮起，照亮两个黑影，正是林飞与马良两人。林飞不敢置信地看着倒地口吐白沫、翻着白眼的两名中年。说实话，他很失望。起初马良说小区前进间谍，他还有点小兴奋。可现在一看，就这一个照面就被马良放倒了，这也能称得上是间谍？怎么和电影里面的不一样啊？抓到间谍，一般怎么处理？林飞疑惑道。正常的情况会以情节轻重而做出相应惩罚，不过他们是属于商业间谍，这种情况我就不太清楚。马良看了眼地上两人，说道：不过我想也应该轻不到哪去。马队。就在这时，后面一群保安跑来向马良打招呼。马良点了下头，当即吩咐几人将两人带下去交给上头处理。看来未来有段时间不能平静啊。回去的路上，林飞有感发，今天一天就遇到好几拨人，当然今晚这种偷偷摸摸的还是独一份儿。听到他的话，马良倒是无所谓道：林哥你放心，只要你不离开这座小区，就算雇佣军来了也没办法。别看小区就明面上这些保安，实际上头安排不少暗哨。商业间谍潜入锦城院的事情很快传到魔都军方大佬那里，很快这些大佬就将所有消息整理成档，连夜传给正在京城调养的郑老。第156章好事成双，做客官方电视台。任谁也想不到，一个小小工作室居然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第二天，收到消息的郑老当即勃然大怒，愤怒的郑老直接找到同在疗养中心的大佬。当这位大佬听到樱花国居然使用如此下三滥手段，还有美丽国微软开出天价条件，当即也是大为动怒。林飞表面身份只是一个游戏工作室创始人，实际上林飞在军方的重量已经达到不可忽视地步。单单那款游戏而言，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游戏，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尝试和实践，他们发现那款游戏里面的内容并非只是游戏那么简单。经过科学院的院士鉴定，那游戏中的所有科技全都有详细的介绍。虽说无法立刻将游戏里面的科技吃透，但是那些院士们相信，只要不断在游戏中尝试，不出2年，华国科技水平绝对会超越美丽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在证实游戏里面情况后，国家高层就此问题开了数次商讨会议，这也是为何郑老会回京的原因。最终，一众高层决定选择对此沉默。对于林飞的保护已经上升到副国级，同时也借此事件，高层们又一致决定将华国游戏产业和游戏圈做一次大清洗，将那些外资毒瘤清出华国市场。首先，一些官方机构开始发布消息，经查证，华国某某娱乐、某某游戏等公司使用不正当手段侵害未成年，诱导未成年消费。经由国家文化部颁发最新准则，但凡游戏内容有危害个人、国家利益群体，我们都将绝不姑息。好家伙，这消息一出，别说整个华国游戏圈，甚至整个世界各方媒体全都跟着震动起来。一时间，华国游戏市场动向成为世界关注点。同样，但凡看到这个消息的，全都一脸惊悚，甚至一脸问号。华国这是要干啥？难道想要让华国游戏业回归原始时代？然而，就在这时，有心人发现，那些公布的名单中并没有华国的几大公司和玩家国度。可以说，受处理的公司和工作室都是那些合资或受外企控股的公司。消息一经发出，官方这边也快速行动起来，好几个部门联合执法。一时间，整个华国的游戏圈子迎来一个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洗地。然而，对于这些游戏公司的落马，华国游戏圈出奇的没有玩家去同情。
谁都清楚，在这些游戏公司光鲜亮丽的外表后，却是掩藏着无数的黑暗。可以说，这群人的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尤其是那些一边诱导一边写着理性消费的标语，当真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多少青少年就因为玩游戏被诱导消费，踏上网贷的不归路，又有多少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此时，所有的游戏公司都疯了，他们万万没想到，国家这次居然会如此果断出手，没有一点回转余地。起初，这些游戏公司还试图想要挣扎，可在国家机器面前，一些都显得苍白无力。与此同时，网络微博中就此事件，无数的网友纷纷发表言论：爽，真他妈爽！就那什么师兄弟就砍我，硬活拉坑我2万，到现在我还没上钱呢。要我说，把华国所有游戏公司全关了，只留玩家国度一个就可以。楼上的哥们，你这是在给林老贼拉仇恨吗？玩家国度会怕这些仇恨？他林老贼一身神装，岂会在乎这点攻击？虽然大快人心，但是我还是想看企鹅落马的那一天。对，和这些小公司比起来，企鹅最应该落马，一天到晚就知道给玩家挖坑，而且还专门做垃圾游戏。企鹅，我就呵呵，看热闹。一时间，网络上的评论不知为何被人带了节奏，所有网友全都又将矛头直向企鹅。霎时间，全网都是铺天盖地的骂声，甚至所有人全都开始艾特企鹅公众号。当然，哪怕网上呼声再高，相关部门也得酌情考虑，有些时候步子太大，容易扯淡。不过，虽说企鹅并没有遭到打击，但是因为舆论原因，企鹅在市场上的股票出现断崖式的暴跌。麻花藤这辈子做梦怕是都想不到自己也能躺着中枪，而且还有点要命。我是谁？我在哪？当麻花藤看到自己公司股市暴跌时，整个人都懵逼了。看着那断崖般的数据，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眼睁睁看着财产缩水贬值，他感觉自己再也不是那个超人了。而就在游戏圈和股市震动之时，网络上官方网站又再次发布一条让人不敢相信的消息：周日晚8点，我们将邀请玩家国度创始人林飞先生做客访谈。一个做游戏的，居然能受到官方邀请，而且还是上电视节目，这是真事儿。看到这条消息，网络上再次炸了锅。起初，所有人都觉得这条消息一定是假的，可经再三确认和那带有官方认证的账号，网友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林老贼真的要上电视了，真尼玛疯狂啊！是啊，林老贼才是我辈楷模呀！不得不说，这逼真牛逼，做游戏的能上电视，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与此同时，林飞整个人已经麻了，拿着已经只剩盲音的手机，呆滞在原地。对他完全没想到，官方电视台会给自己打电话，而且连行程已经为自己安排完毕。号半响，他双眼中突然闪烁起一丝惊喜还是激动的光芒。虽说官方邀请自己有些突然，但是这对他来说却是一种说不出的荣耀。都说时来运转，好事连连。今天林飞算是彻底明白这句话。就在这时，他手中的电话再次响起，心情舒爽的他并没有在意对方是个陌生号码，直接接听起来。您好，林先生，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扰，我叫凯琳娜，是 GMES.com 邀请官，在这里我代表主办方诚邀您前来参加我们的展会。主办方会在展厅为您预留一处展厅，希望您 GMES.com。 听到这个名字，林飞起初还有些懵逼，但很快他就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个游戏展，面向的群体好像是欧洲国家。好的，我会去的，而且我还会带上新游戏。想到距离展会还有将近1个月时间，林飞稍稍思索下便答应对方。这种免费扬名的机会对他而言多多益善。第157章，单纯看某人不爽来接机骂他。很快便到了采访日期，因为地点是在京城原因，林飞不得不提前赶往京城。这几天对于外界而言，整个华国游戏市场就像是经历10级大地震一样，那些曾经小有名气的游戏公司此时全部消失在华国市场，就连赫赫有名的企鹅在这场危机中股票都跟着一路狂跌，整个企鹅迎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寒冬期。而作为形成这一切的导火索人物林飞，此时在马良等人的陪同下坐上了前往京城的飞机。首都国际机场作为整个华国最重要、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港，这里便是华国的门户。而今日的接机大厅内可以用人满为患来形容。这种情况让人看了会下意识忍不住联想，是不是哪位国际影星到来？哥们，你这是来接人的？不接人。不接人。对，那你这是？
就是单纯看某些人不爽，来骂骂。卧槽！听到这话，接机厅内的青年一脸惊悚看着打扮时尚的青年。来接机厅不是接人，而是来骂人的，这尼玛是什么操作？就在青年满心疑惑之际，那名打扮时髦的青年突然反问一句：难道你不是吗？啊！青年一怔，跟着下意识拿起手机示意道：我不是接机的，我是来拍明星的。明星？对，就是美少女时代成员玛丽。哦，不认识。啊，好吧。看着打扮时髦青年居然说不认识玛丽，青年心下有点无语。就在他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接机厅内突然有人大声喊道：飞机到了，兄弟们，准备呼死林老贼！青年闻言一怔，扭头想要看看是哪个社牛在大厅作死，然而却不想下一秒后，乌拉一下，大厅内无数的年轻人全都朝接机口这边跑来。好家伙，那架势！此时若是在大街上遇到，怕是会被吓得直接撒腿逃跑。然而就在青年还不明所以时，先前与他聊天的时髦青年也跟着人流朝出口跑去。兄弟们，等等我！卧槽，这是什么情况？青年看着整个接机大厅全都是躁动的人群，顿时有些傻眼。与此同时，魔都飞往首都的飞机落地停下，林飞下意识起身便准备下飞机，却不想刚走到一半便被一只手掌拦住。一名戴着黑框眼镜、金色长发的女人拦住他道：请等下，让我们玛丽小姐先走。玛丽小姐？谁啊？这么嚣张？林飞看着阻拦自己的女人，不由皱起眉头，最终并没有理会女人，而是直接扒拉开对方挡着自己的手臂，向前走去。女人一怔，刚要张嘴叫住林飞，却不想这时跟在林飞身后的马良几人又鱼贯而过。女人看着过去的林飞一行人，当即气得牙根痒痒。可人已经过去，总不能追上去拦住对方，最后只能再次拦住下机的旅客，随后才向座位上戴着眼镜口罩女子开口：玛丽姐，可以下机了。随着女人话音落下，周围站起几名身强力壮西装男子，前呼后拥护着女人下机。林飞自幼生活在魔都，从来没走出过魔都，第一次离开魔都的他，走在通往出口的天桥隧道，透过落地玻璃，驻步望着繁华的都会，忍不住感叹道：不愧是首都，好繁华。跟在其身后的马良三人闻言之后险些摔倒。心话，大哥，你搁这儿站半天就整出这么一句感叹啊，害得大家还以为你要吟诗一首呢。切，土包子！然而就在这时，一句轻飘飘的嘲讽落入众人耳中，几人下意识回头望去，就见两名女子在一群西装革履保镖的护送下从几人身旁走过。看到女子，林飞一怔，眼中明显闪过不悦神色。对于这种女人，林飞懒得去计较，等对方走过后，他也肃然无畏地带着马良几人朝出口走去。没想到这刚下飞机就遇到个精神病。随着逐渐接近接机大厅，林飞惊讶起来，心中感叹：不愧是首都机场，比魔都繁华不知多少倍。这些人应该是欢迎某个明星的。得知林飞想法，跟在他身旁的马超解释道：以前执行任务来过几次首都，平时接机大厅没有这么多人。听到马超解释，林飞心下释然，同时下意识抬头看向前方那被一群保镖围着的两女。与此同时，走在前方的女人看到接机厅内情况，突然停下，一脸惊讶道：玛丽姐，你现在人气可真火，居然有这么多粉丝接机。说着，女人赶忙上前帮眼镜女拾到起来，最先做的就是摘掉口罩，随后又从包里拿出各种化妆品和护理用具，将女人收拾一番。走在后面的林飞饶有兴趣地看着一切，以前从没接触过明星，却是不想这些明星居然这样。莫一会，众人已经来到出口，而林飞为了避免先前魔都机场外事件再次发生，特意将自己的步子放慢，准备等女人和接机的粉丝离开。玛丽一行人缓缓走出出口，看着眼前山呼海啸的人群，脚步下意识顿了一下。燕子，这是接咱们的吗？看着眼前年龄段参差不齐的人群，玛丽不由有些疑惑。自己是个明星不假，但是知名度也仅限于青少年之中，而接机口处那些明显一看就40左右的中年，这能是自己的粉丝？呵，这才能证明玛丽姐的魅力大，已经老少通吃了。被称作燕子的女助理可是清清楚楚知道，这趟航班除了玛丽没有其他明星，而眼前这群人眼中透着的兴奋，分明显就是接机的粉丝。那这群人不是来接他们，还能接谁？想到这里，燕子的脸上不由露出喜色，为了在镜头前露脸，特意挡在玛丽身前，同时也给周围保镖使了个眼色。等到他们踏出出口，燕子立刻进入角色，当即护在玛丽身旁，咋咋呼呼道：
都不要拍照，都不要拍照，请各位退退，不要影响其他旅客。第158章，不签完别想着离走，请各位粉丝退退，不要影响其他旅客。这是谁啊？站在出口两侧的玩家国度粉丝看到自说自话很有表演天赋的女人后，大脑全都不由停止住。刚才对方说粉丝，难道这个女人是林老贼的女伴？可貌似也没听说过林老贼还有女伴这种事儿啊。各位粉丝，能不能让让，不要给机场增加负担？如果你们想要签名，咱们可以去外边，就不要在这里影响秩序了。女人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人的神色，依然自说自话，甚至挡在中间那名女人身前，左右阻挡，看样是在为其开路。可他妈除了你们自己那一群人，也没人搭理你啊！你难道不觉得尴尬吗？燕子。这时被护在中间的玛丽已经察觉出不对劲儿，想要叫住自己的助理，可助理却是丝毫没有觉得任何不妥，一边开路一边回头大声喊道：玛丽姐，没事，有我呢。说着他还不忘回头向周围人群喊道：各位粉丝，先让让，让咱们的玛丽姐先出去。听到玛丽这个名字，人群中一些人倒是脑中有些印象，他们想起来这是个靠脸吃饭的流量明星，一个要演技没演技，要实力没实力，只有一张人工脸的流量明星。看着那自说自话呜呜喳喳的女助理，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我说你们能不能快点走，路那么宽，难道不够你们走的吗？谁说不是，磨磨蹭蹭，怎么搁这儿要蹭林老贼流量？一个18线小流量明星，谁认识你啊？赶紧走，别在这儿恶心人！我你妈！本来表演正欢的女助理燕子听到这话，整个人顿时僵住，看着周围恶语相向的众人，脸色难看至极。操，一群死宅，堵这干什么？怒火攻心的燕子当即毫无形象大喝起来：保安，保安呢？这么多人在这儿闹事，就没人管吗？看着女人瞬间宛如泼妇一样，周围玩家国度粉丝可不会惯着，反正骂人又不犯法，当即开骂起来。一时间整个接机大厅混乱起来，机场工作人员见状吓得一脸冷汗，这种粉丝和明星互骂的场面属实不太多见。而本来接玛丽的一些粉丝见到玛丽助理居然如此没素质，心里顿时感觉十分恶心。这就是自己喜欢的美女明星，去踏马的吧？一时间连带玛丽原本的粉丝也跟着加入对骂当中。我去，马良，刚才好像听到那群人喊我的名字了。跟在人流后的林飞看着出口处的骚乱，心里隐隐有些担忧。林哥没听错，我也听到了。马良一脸平静点头道：我去，还真是。看着出口乌泱泱的人群，林飞不由想到在魔都机场外的场面，顷刻间心里发怵起来。擦，这群人怎么就这么闲呢？看着外面热情高涨与流量明星助力对骂的粉丝，林飞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眼见双方对骂愈演愈烈，甚至随时都有动手风险，他有些站不住了。如果这群粉丝真因为自己的原因与明星冲突，到时候恐怕自己也会受到连累。操，不就是个明星助力吗？牛逼个什么劲儿？谁说不是？自己个儿在这演戏，耽误别人还往我们身上怨，这种没素质的人就应该滚出娱乐圈。操，你们骂谁呢？保镖，把骂人的都给我抓住来，等一会送派出所去。一个个还真以为老娘治不了你们了。女助理燕子肺都要被气炸了，整个人失去冷静，说话也肆无忌惮起来。听到燕子的话，玩家国度粉丝们当即怒了，一个个横眉立目就要冲上前去。机场工作人员吓得赶忙阻拦，整个大厅一片混乱。玛丽和燕子两人看着周围情绪激愤的众人，也是被吓得小脸煞白。眼见周围那群人的情绪已经无法控制，心中将燕子埋怨要死的玛丽浑身无法控制的颤抖起来。不光玛丽怕了，连带她身旁的助力和保镖们也都全都紧张起来。面对这么多人，如果对方真不受控制干出点什么，吃亏的终究是他们。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之际，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我说各位，咱要是真没事儿干，就去兼职送个外卖啥的不好吗？干嘛非要搁这儿捣乱呢？哗！听到这个声音，全场哗然，那些本来神色激愤的粉丝们顷刻间全都静了下来。下一刻，操，林老贼，你他妈说的这是人话？谁说不是？哥会差那俩钱？曹现在外卖行业不好做，全都被女人占了，而且单单超时，一送就是半个小时。顷刻间，整个接机出口处又再次骚乱起来。然而这次的骚乱却不同于先前对骂，那群神色激愤的粉丝们此时脸上已经挂上笑容，一个个就像是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友一样。
机场工作人员、玛丽和助理还有保镖们看着眼前突然转变的画风，全都呆立在原地。什么情况？怎么先前还一副愤怒不已的众人，转眼就变得和颜悦色，调侃而言：“是你？”燕子回头看到出现在他们身后的林飞，眼中明显闪过一抹错愕，跟着张嘴就要对，却不想不等他话出口，林飞率先开口道：“怎么？你们这是不打算走了？”啊！听到林飞的话，燕子这才想起方才可怕场面，当即又僵在原地，看着人群变化，再看身后跟着3名保镖的青年，此时再看不明白什么，怕是也不用当人了。可明白归明白，在得知眼前这群人全都是来接身后青年的，燕子心里顿时不爽起来。看着对方明显不爽的样子，林飞摇头莞尔，这种势利女人早晚得吃亏。对于女人，林飞丝毫没有任何感觉，甚至连带那位叫做玛丽的小明星他都没看一眼。从几人身边走过，自然的抬手向一众粉丝摆手，半开玩笑道：“看来以后我出门也得多雇点保镖了，不然的话，说不定哪天被你们给痛殴一顿。”哈哈，林老贼，既然怕了，那就乖乖给我们签名。对，不签完就别想着离开。我靠，你们确定在说人话？真当老子是印刷机了呀？第159章，怀疑他在装逼，却没有证据。你们真当老子是印刷机了呀？正应了这句话。对于粉丝的热情，林飞并没有选择逃避，不是他不想，而是人太多，根本跑不了。但凡有点希望，他都不想给人签名。可没办法，人太多，而且还被一直盯着，怕是尿遁都不一定好使。好在这时马良也是看出他的为难，小声在他耳旁说道：“林哥，你再坚挺一会，我已经通知上头了。”听到马良的话，林飞这才放下心来，他相信组织一定不会让他孤军奋战。所以不一会后，在接机大厅内就出现这么一幅奇怪画面：一群年龄段参差不齐的粉丝排着长长队伍，等待着一名不是明星的年轻人签名。而这群人手上拿着的东西也是千奇百怪，东西虽然庞杂，但都有一个同样特点，那就是全都印着一张冠名为《生化危机》的末日印图。燕子，等下回去查下那个青年。走出大厅，玛丽不忘回头看一眼已经排出大厅的队伍，心中顿时有些五味杂陈。切，没准是哪个不知名小网红花钱雇了一帮傻逼。够了！不等助理说完，玛丽秀眉凝结道：“今天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等下回公司我会向娟姐汇报，申请换助理。”说完，玛丽不再理会燕子，在保镖的护送下直接离开。操，什么玩意？真当自己是个角了？不就是个 MB 的吗？看着远去的玛丽，燕子啐骂一口：“我说林老贼，能不能多给我签一个？我爸也是生化危机的粉丝。”行，看在大爷份上，我多给写一个。哪怕是手腕子发酸，林飞也忍着又给一名粉丝多签一个签名。说实话，给人签名这种事儿，以前做梦都没想过。以前看那些大明星给人签名，多少还有点羡慕。可现在，不提也罢。望着长龙般的队伍，林飞有些疼疼。造孽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扭头下意识看向马良，也不知对方所说的支援什么时候来。来了！就在这时，一直盯着门外的马良眼中一亮，向他小声说道。林飞当即心中一喜，扭头望去，我操！扭头之后的林飞没能忍住，一口国粹脱口而出。听到林飞的国粹，排队的粉丝也跟着下意识看向门口。我靠，怎么军队还来了？是啊，不会是哪个大佬要出行吧？傻了吧，这是接机口，没准是哪位大佬要下飞机了。不对吧，就算是大佬也不应该坐民用航班吧？看着突然出现在接机大厅的一队军人，所有人全都瞪大双眼。能在国际机场接机大厅看到这种场面，属实有点难得。按照正常来讲，就算是有重要人物抵达首都，即便是接机也会直接去机场内去接，像是这种通过接机厅的情况还真就没有见过。看着这群军人，众人双眼中的神色从惊讶变得好奇起来，他们倒是想要看看是哪位大佬出现在首都国际机场。然而下一秒，众人脸上的好奇又逐渐变得惊讶、惊悚、骇然起来。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这群军人出现居然和他们有关。在众人惊悚、惊骇的目光下，那队士兵快速来到林飞身前，冲着林飞、马良等人敬了个军礼。林飞同志，我们受上级命令前来接机，请您跟我们一起离开。看着眼前这队士兵，整个大厅内落针可闻，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林飞，正如那句静静地看着你装逼一样。任凭他们想破脑袋，也没想到这群突然出现的士兵居然是奔着林飞而来。哗！
沉静半晌的大厅内顿时哗然起来。林老贼真实身份是什么？难道他是军中某大佬私生子？林飞是某个红色家族成员？一时间，窃窃私语的猜测声在整个大厅内蔓延起来。与众人同样惊呆的林飞，直至这时也才反应过来。他扭头看向身旁的马良，眼神中的意思像是在说：“这就是你说的解决办法？可尼玛，这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周围异样目光让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林飞感觉十分不舒服。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发光，尤其是在这万众瞩目之下，他感觉自己好像已经飘了。这并非是他想要的，但是没办法，只能欣然接受。哼，不好意思各位，看来我们的签名得到此结束了。林飞抬头，一脸尴尬看着众人，不好意思道。众人闻言，看着林飞脸上挂着浅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他们总有种感觉，那就是眼前这个家伙好像是在装逼。但是不管如何，他们都无法再继续纠缠，最终只能放任这个装逼犯高调离开。啧，真牛逼，一个做游戏的居然能让军车护送。我现在严重怀疑林老贼背景很大，管他什么背景，只要玩家国度的游戏，我都会支持到底。你们说这段时间华国游戏产业发生的事，靠，还别说，真有可能。不行，今晚上的电视采访一定得看看，说不定有什么新消息。对，一定得看。我靠，我家没电视怎么办？靠，我家好像也没电视，不知道手机能不能收到转播。坐在军车中，林飞神情顿时紧张起来。他不知道这军车会将他带到哪里，对于未知，他变得有些紧张，唯恐自己见到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可等到军车抵达目的，他整个人都傻在车里。在路上，他竭尽所能想过一切可能的目的地，却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拉到这种地方。南海疗养院，看到这个名字，只要是华国人，就没人会认为这是一处普通的疗养院。这个名字在民间涉及的传说数不胜数。林飞万万没想到，自己一下飞机居然会被带到这种地方。林先生，我们到了，老首长们在里面等候您呢。哦，直到车门被人打开，林飞这才惊醒过来，慌忙的应了一声，紧忙从车上下来。马良，你知道里面都是什么人吗？下了汽车，林飞紧忙走到马良身边，像是看到救星一样询问道。大佬，难得看到林飞如此紧张，马良忍不住调笑一句，可下一瞬间脸上笑容收起，跟着站得笔直。就在林飞纳闷之际，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哈哈，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将你小子盼来了。第160章，不好，有刺客啊！郑老，林飞回头看到明显是出来迎接自己的老者，当即一脸受宠若惊。虽然自己拥有系统，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但是面对眼前这种开国革命先辈，他还是将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这是作为一名华国人对先辈尊敬。哼，林小子，我们可有段时间没见了，走，等下给你介绍几个老家伙。郑老重重地拍了下林飞肩膀，随后便带着他走进疗养中心。说实话，对于这个一直在民间传说无数的南海疗养院，林飞也是十分好奇。拿出手机，下意识便对着正门牌匾南海疗养院拍了一张照片。跟在郑老身旁的一名士兵下意识便要出言，却不想这时郑老率先开口：小林啊，拍照可以，人就别拍了。听到郑老的警告，林飞这才惊醒过来，随后便是流出一后背冷汗。刚刚他有些被兴奋冲昏头脑，现在这才反应过来，这个疗养院可不是普通疗养院，这里面的老人任意一个在华国都有着显赫地位，自己若是无意间将这曝光出去，岂不是想想就觉得可怕。林飞紧忙回答：郑老你放心，我这就把照片删了，绝不会乱传。听到林飞的话，郑耀摇头莞尔一笑，只要不拍我们这群老家伙，其他的没关系，如果你喜欢也可以传微博上去。若是你喜欢，可以传微博上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听不懂？听到郑老的话，林飞大脑一时间有些宕机。南海养老院可以随便传上网吗？他有些不明所以，但仍旧点头哦了一声，跟在郑老后面一路好奇的前行。这时跟在他身旁的马良却是突然贴到他身旁，小声道：笨，郑老，这是让你表明身份。表明身份？听到马良的话，林飞如梦惊醒，这才理解郑老的意图。原来对方让自己传微博，想要让自己变相告诉外人自己和国家之间有关系，不然的话也不会出现在南海疗养院。至于有什么关系，那就需要那些人自己去猜测。总而言之，这也就是变相表明自己的背后靠山是国家。林飞从没想过这种事儿
居然能得到郑老默许。既然如此，那他还客气个啥？想到这里，他当即又照了几张无人的景色照片。还别说，整个疗养院环境真就没话说。无论是院里的青松绿植，或者草坪假山与周围建筑融合在一起，顿时给人一种清幽致雅的感觉。走在前面的郑老听着身后手机摄影快门声音，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一旁跟着的警卫见状也就不再理会。很快，一组优雅的风景照便被林飞上传到个人微博。上传完毕，林飞开始好奇四处打量。说实话，这里的环境如果有可能，他都想待在这里。当然，这里已经算是华国禁地，他也只能想想而已。如若没有郑老带领，恐怕他连大门口都到不了。这里面的人，反正一般人别想进来。随着郑老又走过一道拱门，算是彻底进入疗养院内。可刚一进门，林飞就看到一个地中海平底眼镜男朝着他们这边飞奔。卧槽，有刺客！林飞被吓一跳，还没来得及躲避，就见那冲来的男人一把抓住他的手。哈，这位就是林飞，林小兄弟吧？这是谁啊？林飞一脸惊悚，看着眼前明显像是技术宅的中年大叔，心里有点发怵。好在这时郑老见状喝止道：陶凯，赶紧松开小林，你别把人家吓坏了。听到郑老的话，那叫做陶凯的技术宅大叔这才反应过来，觉得自己热情有些过度，当即松开林飞，不好意思笑道：小兄弟别害怕，老哥太激动了。对方不说还好，这一说，林飞更是暗自翻了个白眼。MMP 的，这是什么人？见到自己激动的毛啊！老子可是纯爷们。看着对方，林飞始终感觉心里有些发毛，当即下意识后退一步道：呵呵，没关系，能够出现在疗养院，其地位绝对不低，所以林飞并没有傻乎乎的甩脸子。别看陶凯一副中年技术宅外表，实际上身份也是恐怖至极，军方技术部主任。这个头衔看着好像没什么实权，可实际上整个华国军械装备替换，哪个不得跟他搞好关系？可明明是个有权的人物，却是一心喜欢搞研究，时常因此长时间不眠不休，因此前段时间患上失眠，神经衰弱。对于这种人才，国家无比爱惜，因此直接将其送到疗养院来。而闲不住的陶凯，意外之间在郑老这里得到林飞的环太平洋。抱着好奇进入坏太平洋的陶凯，这一进入便像是发现新大陆般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彻底沦为技术宅。这不，听说今天林飞要来，这才有了先前一幕。大致知道事情经过，林飞不得不再次打量眼前技术宅大叔陶凯。说实话，若不是有郑老证实对方身份，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家伙会是一名军中大佬。双方简单聊了一会，陶凯便迫不及待进入主题。小兄弟，你是不是懂得机甲技术？林飞闻言一惊，自己越怕什么就会越来实吗？当初建立环太平洋，利用高额情绪值将里面的所有技术全部具现，为的就是想要以此来增强国家。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兑换环太平洋，而不是一款简单的军事对抗游戏。虽然对于机甲制作技术，他能够利用游戏来查询，但是那毕竟只是游戏中的技术理论，自己就算能照念，也不可能理解那些东西啊。制作机甲可是一门高科技手艺。陶主任，我觉得你们可以派大量人手去游戏中的基地内充当工程师，这样才能在修理机甲的同时了解这些科技。默人可以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所有科技发展都需要一步步来。就像现在，陶凯迫不及待想要制作机甲，但是整个机甲核心能量就足够华国研究许久。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听到林飞的话，陶凯一脸兴奋道：我这就去召集工程师，以后除了吃饭睡觉，全都给我玩游戏。看着兴奋异常的陶凯，林飞隐隐有些担心，这家伙不会真是个疯子吧？第161章，难道系统暴露了？卧槽，老贼这是在哪？我是不是瞎了？老贼你不进京了吗？怎么，这是南海疗养院？老贼来首都，居然去了南海疗养院？我尼玛，妈了，老贼居然进南海了！兄弟们，实锤了，老贼一定有背景。南海疗养院可不是平常人能去的，我听说那里全都是华国大佬，有没有人能给科普一下，这是真假？真没想到啊，老贼居然朝中有人啊！兄弟们，我家就在首都，我好想去给老贼发刀。去吧，我支持你。我操，妈了，这地方谁能进去啊？该说不说，老贼牛逼，这地方一直都处在传说，网上很少会有相关照片，你他妈是真敢发啊？是啊，赶紧把照片删了，要不然等会国安就得找你家去。操，你们懂啥？老贼这是在装逼啊！
难道你们没看出来吗？大家撤了吧，这里有人装逼，没啥看头。因为时间问题，接见林飞的大佬正在进行理疗。等待之际，林飞打开自己的手机，却不想刚刚发出不久的微博，下面评论漫天乱飞。看着一众网友回复，林飞非常无语，他觉得自己很冤枉，他真没想装逼，只是按照郑老的想法，证明一下自己跟官方有关系而已，真的不是在装逼啊！这些人怎么就不能理解呢？想到这，他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当即在自己微博下方回复道：各位兄弟，你们觉得这照片用不用修？毕竟我的手机照相功能不太好。这条消息一出，他的微博再次炸锅。操，要不要脸？现在装逼都这么明着来吗？谁说不是？老贼，你这凡尔赛有意思吗？说得好！老贼如实招来，说你是不是某位大佬私生子？老贼，我报个地址，你来找我，我保证不打死你。我去，这下林飞算是彻底懵了，竟然还有人线下邀约，想要与他击剑。不行，赶紧快跑！想到这，林飞立刻退出微博，不再继续浏览下去。就在他刚关掉手机，郑老的警卫通知林飞，首长们的理疗已经结束，可以前去。林飞闻言，立刻收起手机，起身跟着对方走进一处单独院落。刚刚进入院中，就见一处池塘旁的凉亭坐着3名老者，其中一人正是与他相熟的郑老。随着警卫来到凉亭，看清另外2人相貌，林飞心底彻底震惊起来。2位老者虽然早已退居幕后，但是林飞还是一眼认出，这2人都是曾经开国元勋的后代，比之郑老的地位丝毫不差。小子林飞见过2位元帅。听到林飞的话，其中一人摆手说道：元帅这称呼就免了，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糟老头子。随着老者话音落下，另一名老者开口：对，你就当我们是平常老头子就可以。听到2人的话，林飞心底受宠若惊的同时也跟着打鼓。眼前老者无论身份和地位，即便是退居幕后，可依然有着逆天力量，他可不会将2人的话当真。向着2位老人弯腰鞠躬道：您2老可是难为我了。李老、华老，能见到2位，算是小子3生有幸啊。看着受宠若惊的林飞表现得十分得体，2位老者眼中透出满意神色。在2老的邀请下，林飞战战兢兢地坐下，陪着3位老人聊了起来。随着彼此间熟悉，气氛也从一开始的局促、紧张慢慢转变为缓和，甚至最后变得融洽。林飞对答虽然已经小心谨慎，但是很明显能感觉出，在面对3位老者时，已经没有先前那种压力。林飞知道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一方面是他和3位老者熟悉，彼此间的关系融洽，另一方面就是3位老者有意收敛自己的气场，甚至刻意将自己体现的就像是个平常老头。融洽的气氛下，林飞又陪3位老者吃了顿平常营养饭菜。饭局过后，警卫收走桌上的碗盘，李老和华老神色突然严肃起来。林飞见状，心中一沉，知道这是要进入这次前来的主题。事情正如他猜想，年纪最大华老率先开口：小林，这次我们邀请你过来，一方面是想看看你，另一方面是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华老的语气虽然柔和和蔼，但是林飞还是能从中听出一丝不容拒绝的味道。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上位者。林飞对此倒是没有太过在意，自己现在也算是和国家统一战线，同时他骨子里流淌的也是华人血脉，所以国富民强也同样是他所愿。华老有什么要求您说，只要小子能办到，我绝不会推脱。林飞在3位老者面前再次表态道。哈哈。这时郑老突然大笑起来，说道：看我说什么来着，小林的觉悟高招呢。随着郑老话音落下，李老和华老也相继露出笑容。随后李老开口道：小林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李老喝了口养生茶，跟着继续道：这不马上要征兵了吗？虽然我们国家没有强制兵役这一说，但是你也应该能了解一些，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代不如一代，这种情况大家有目共睹，相信你也能看出一些。因为这些因素影响，每年各地区征兵已经1年不如1年，如果这样下去，恐怕用不了几年，我们国家就无兵可征。话到这里，3位老者同时摇头叹息。看着3老如此，林飞脑中灵光乍现道：你们3位不会是想要让我……不等他说完，华老便迫不及待开口道：对，正如你所想，我们从郑老那知道你的能力，我们想要让你弄一款征兵游戏，最好能够激发我国青少年血性的那种。还真是。听到华老的话语，林飞当即有些无语，还真被他猜中了。这3位老人居然想要让他制作一款征兵游戏。说实话，这种游戏有很多，
对他而言也并非是什么难事。让他在意的是，刚刚对方那句"我们知道你的能力"，这句话初听没有任何异常，可仔细琢磨，不由让他感觉背后冷汗狂冒。难道是自己暴露了吗？第162章，我不装了，我摊牌，我有系统。不对劲，很不对劲儿。林飞看着眼前3位老者，像是已经意识到什么。早在当初和军方接触，他就知道自己的秘密在国家面前可能会随时暴露。同时，他更是知道，就算自己当初不与国家合作，暴露之事也是迟早。只不过，让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就暴露。那么自己到底是坦白从宽，还是打死不认？一时间，林飞陷入两难绝地。其实，就林飞的问题，早在几天前郑老抵达首都时就已经开过一次讨论。看着林飞沉默不语，3人哪还猜不出他的想法。这时，与林飞最为熟悉的郑老和蔼一笑开口道：“哼，看来这事儿让小林有些为难啊。”看着对方脸上笑容，林飞心里冷汗大冒。难道说对方真猜出来了？那自己岂不是要摊牌了？林飞都能想象出那幅场景。本来还打算以普通人身份搞自己的游戏，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军方大佬的器重。这岂不是说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有系统？想到这儿，林飞赶忙摇了摇头，把画面甩出脑袋。这么做很不妥，甚至特么有点太装逼。跟普通人这么装逼没问题，可眼前这3个老者岂是普通人能比拟的？自己若真脑门子一热这么说了，怕是会有很大几率被带走切片。见他迟迟不语，华老也跟着说道：“小林啊，这次的事儿我可是代表国家跟你说的，如果有什么为难的，可以提出来吗？我们相信你，以你的能力一定能做到，对吧？”啥玩意？林飞听后一惊，这老头为啥就这么确定自己一定能做到？李老见林飞一副像是没有听明白的样子，补充道：“小林，你知道吗？单单那一款游戏就给我们国家带来多少科技技术？现在没有外人，我也不怕告诉你，只要我们的科学院初步研究成功。”说到这，李老伸出3根手指，只要研究成功，我们的科技水平就能领先世界这些年。3年？看着那3根苍老枯瘦的手指，林飞下意识到，什么3年？是30年，整整领先全世界30年。李老有些激动，30年，这样牛逼吗？林飞一听，完全懵了。他有想过环太平洋里面的技术可以给国家带来增长，但却没有想到，仅仅只是以现有技术研究，就能为祖国带来如此科技力量。看来自己还是低估祖国的力量了呀。却不想李老已经越说越兴奋，甚至脸上都冒起红光。而且这只是里面的一些普通技术，如果我们能够研究成功机甲，那么老头子，我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要机甲成功，别说什么美丽国、樱花国，从今以后国际上但凡有敢和我们华国起刺儿的，我们通通全能镇压下去。看着李老越说越兴奋，甚至有些气喘，林飞真怕对方一兴奋再有个好歹，如果真出事儿，那自己可就成了千古罪人。我答应你，这次访谈结束，回去我就组建团队制作游戏，您老别激动。看着眼前老者，林飞立即安慰道。同时他心里也清楚，李老之所以如此，全都因为华国的起步太晚。即便近年来发展迅速，但面对外国技术封锁，华国也只能一点点发展。在如今这种高端制造业发达时代，这种被外国卡着脖子的发展模式，让华国所有大佬感觉憋屈。然而就在这时，林飞的游戏横空出世。经过研究，发现里面的秘密后，这群大佬哪还会不兴奋？说句到家的话，如果环太平洋里面的技术研究明白，从今以后就是华国卡世界脖子，到时候专利一申请，那些外国佬就算想要使用这些技术，那也必须得看华国脸色。3位老者都是在贫穷年代过来的，他们更能体会到，如果这一切成功，将会是多么的爽。现在听到林飞答应，华老再也忍不住，直接起身握住他的手，激动道：“小林啊，太谢谢你了，你对国家的贡献，我们会全都记在心里，不会全部记录档案。”林飞有点懵逼的点头，他不太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你放心，国家不会亏待任何人，尤其像你这种人才。以后我们只要求你在游戏制作方面不要制作太好，当然国家需求的游戏可一定要尽力。我靠！听到这里，如果再不明白什么，那就是个棒槌。林飞恍然大悟，难怪对方说的云山雾罩，原来这是在点自己呢。呵呵，我只是个做游戏的而已。不过3老放心，在做游戏上我会尽力。对，就是尽力。
林飞一脸谦虚，并解释道：“我只是个做游戏的，3位用不着这样抬爱。用的。小林做的游戏可是我们华国的象征，你不用解释，只要放心大胆去做就可以。”3个老者都已经是人精年纪，哪会看不出什么？看到林飞的表现，更加确定心中猜测。不过猜测归猜测，他们并没有打算捅破的想法。游戏如何制作的，里面科技为什么会那么先进，这些跟林飞有没有关系无所谓，只要这些东西最终对国家有益，林飞爱做什么游戏就做什么游戏。念及此处，华老当即开口：“小林，你尽管放心做游戏，只要你能为国家尽心做游戏，国家就不会亏待你。”这时，一旁的李老补充道：“对，你尽管做游戏，其他的事儿国家会为你出头，以后有什么难题就跟国家提，你只管放心做游戏，一切有我们呢。”林飞听着有些无语，好家伙，对方这意思是明摆着让自己专心做游戏啊。此时此刻，林飞不知道自己是高兴呢，还是该高兴呢，只能一个劲儿的在那点头。第163章，不只是喜欢一点，而是更喜欢。来了，兄弟们，赶紧告诉我，有多少人守在电视机前？呵，不好意思，我没守在电视机前，我是在厕所蹲坑看的手机转播。你这样对待林老贼，你尊敬吗？林老贼需要我们尊敬吗？操，人呢？怎么还不出来？能不能别播广告了？谁说不是？真特么离谱！官方现在居然还播广告。电视访谈还没开始，网友们便早早的打开设备，为了打发时间，又相互开始水了起来。而这时，林飞已经随着工作人员来到后台，准备接受采访。说实话，这是他2辈子加一起第一次接受采访，而且还是上电视的那种。说不紧张，那是糊弄鬼。主持人和工作人员都看出眼前这位青年略显紧张。为了让节目效果达到预期，导演和主持人都纷纷开导起林飞：“小林，不用紧张，你就当咱们唠家常就可以。对，到时你就正常发挥就可以。”看着2人，林飞心里翻了个白眼。说的倒是简单，虽然他没有上过电视节目，但是电视节目中的一些相关环节还是看过不少。尤其是主持人，说不定给他提出一个什么刁钻问题，倒是自己若是回答不上来，岂不是丢人丢到首都？想到这，他忍不住问道：“那个，咱们采访有没有台词之类的东西？以前我在网上看，他们都说有剧本。”呵呵，美女主持人尴尬一笑，瞥了眼身旁的导演，向林飞说道：“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来说，是有剧本的。不过，你的情况有些特殊，我们根本没有准备什么剧本。”他看出林飞眼中担忧，他又补充道：“你放心，你的情况上面已经交代过了。我们在节目中不会提任何超纲话题，大部分都是围绕游戏。这是我们的问题本，你可以提前看看。”说话间，美女主持人将手中的问题卡片本递给林飞。林飞见状也不客气，接过问题本看了起来。问题不多，总共就那么些，而且也真如主持人所言，里面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其他东西。看到这里，他这才放心下来。就在这时，后台又有一位小美女急匆匆跑来，询问导演是否需要化妆。看到几人询问的目光，作为一名钢铁直男，林飞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虽然平时他并不会注意打理，但是在来电视台的路上还是精心收拾一番。至于化妆这种要求，还是算了，他不喜欢。他觉得男人干净就好，不需要收拾的忌里忌气。听到他的回答，几人倒是没有过多坚持，因为在他们看来，林飞即便不收拾，哪怕穿着常服，都拥有一张令所有男人嫉妒的尊容，甚至连身材都十分完美。就像那句话一样，如果人帅，披个麻袋都掩盖不住那逼人的帅气。此时此刻，身上只穿着一套提前准备的黑色西装，已经将他的身材和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平淡却又带着几分凌厉的眼神，直接将其身上那种不羁的气势凸显出来。这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简直是完美至极，甚至不比任何流量明星差。林先生，采访马上要开始了，你只要放松即可。眼见开播时间来临，美女主持再次安慰一句。林飞闻言微微点头，露出一丝自信微笑。美女主持见状便浅笑一下，拿着自己的问题卡走向前台。时间一到，直播开启。在全国无数玩家注视下，穿着一套月白长裙，端庄典雅的美女主持率先登台，走到摄影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与你有约的主持人夏荷。美女主持简单自我介绍过后，便直接开门见山道：相信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知道我们这期邀请的嘉宾是谁了，在这里我也就不卖关子了。下面有请我们华国玩家国度创始人
随着主持人高扬的语气，一身黑色西装的林飞从后台走了出来。等到走到摄像机前，面对摄像机，丝毫不见任何慌张，甚至淡定自若地摆了摆手：“大家好，我是林飞。”简单介绍过后，他便走到布景处，在主持人的邀请下坐到沙发上，而美女主持夏荷则坐到他的对面。看到林飞的表现，夏荷眼神中闪过几分诧异，他没想到林飞的表现居然会如此好。电视台专访直播可不同于什么网红直播间，这不单面向全国甚至千家万户，这可是华国国家门面的电视台专访，甚至现在可能都会被外国友人关注。夏荷采访过无数人物，即便是有些明星大腕在这里也会略显局促，可现在眼前的青年却是云淡风轻，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局促的感觉。想到近段时间所有关于林飞的传闻和热搜新闻，夏荷很快便释然起来。也许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中龙凤吧。看着一副胸有成竹、眼神丝毫没有慌乱的林飞，夏荷不知为何有些略微紧张起来。卧槽，我是不是眼花了？我怎么感觉林老贼好像在采访主持人？是啊，你们看林老贼那淡定的模样，操，不得不说这个逼他装得十分到位。哈哈，我也同意楼上的看法。该说不说，这次玩家国度算是彻底出名了，以后他就是我们华国的骄傲。其实以前我还有点喜欢玩家国度，不过现在开始我更他妈喜欢了。我敢保证，从今以后玩家国度就是我们华国的标志。我居然能够见证这历史性一刻。妈妈问我为啥要跪着看电视，喂，我说你们难道就没人关注林老贼本人吗？这也太帅了吧！操，我们看不到，我们已经瞎了。林飞好帅，每天看一次，禁止恋爱。看着电视节目中表现淡定的林飞，网络上的水友们彻底沸腾起来。与那稍微显得有些慌张的主持人比起来，林飞反倒更像是电视台主持人一样。第164章，自己一身毛，说别人是猴子。林先生，对于你的游戏，我们暂时不谈。我想全国观众一定会好奇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促使你进入游戏行业？夏荷收拾一下自己的情绪，等到心神稳定后，冲着摄像机微微一笑，跟着转头看向林飞。好家伙，还说不超杠，这上来就是套路啊！听到对方问出问题卡上没有的问题，林飞神色一正，随即转瞬恢复正常。稍稍思索下，直接苦笑道：“说出来恐怕你们不信，让我踏入游戏行业的并非是什么梦想。当初进入这行，我只是觉得这行很简单，而且来钱快。”说到这，他摇头道：“可让我没想到，原来这个行业水很深。”他有些夸张的用手比划一下道：“是深不见底那种，你能理解吗？”看着林飞，主持人夏荷一时间不知如何接话，不过作为一名主持人，脑袋转得比较快，当即半开玩笑道：“呵呵，林先生说话很幽默。现在全网都知道，您在创办玩家国度之前有过一次失败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并不会有简简单单就成功的事情。我想，林先生的创业史一定很心酸。”听到主持人的话，电视机前的玩家观众顿时不乐意了。操，他那叫心酸？开门就吓唬人，我们才心酸好不好？谁说不是？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玩我是传奇，当时吓得1个星期不敢自己睡觉。你那算啥？我们寝室的哥们吓得连着拉3天。你们那算啥？我闺蜜到现在还天天搂着林老贼的玩偶睡呢。随着观众们的讨论，电视中林飞和主持人的对话已经切入正题。林先生，网上有许多人都说你的玩家国度前身公司与业内某个大型企业有纠纷，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听到这个问题，林飞心下由不由埋怨一句：擦的，又是超纲问题。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林飞却是不着痕迹一笑，张口说道：我能怎么看？只能坐着看呗。对于这种空穴来风的事，我本人一向不怎么愿意回答。不过在这里，我很明确的告诉各位，任何公司都不会跟玩家国度产生纠纷，因为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刚刚说完，不等主持人夏荷开口，他的话锋一转。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要给同行们一个忠告：业内竞争这种事儿，我不抵制，毕竟只有在良性竞争中才会有好的作品问世。可像那种打着游戏幌子，实则在套取玩家手中财产的利益企业，我觉得国家应该重拳出击。死！听到林飞的话，无论是电视台录影棚内的众人，还是全国观众，全都不由抽了口冷气。这家伙真的很大胆啊，啥都敢说，难道就不怕得罪人吗？众人心惊的同时，林飞的话引起无数玩家共鸣，而这群人纷纷为其点赞。说得好，支持晋王。对，支持。现在
整个华国游戏圈就是一个圈钱的猪圈。谁说不是？一边说着理性消费，一边打着玩家兜里钱的主意。这种公司就应该从华国市场滚出去，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支持买断。对，要我说，游戏就一次性买断，或者月卡点卡模式，取消商城。观众们讨论的同时，电视机中林飞的发言再次响起。虽然现在整个华国游戏市场乌烟瘴气，但我相信用不多久，玩家国度将会清洗华国游戏业。在此，我郑重向全国玩家观众保证，以后玩家国度的所有游戏都将实行买断制，没有二次消费。我要以此来告诉全世界，我们华国游戏已经步入崛起时代，并且未来要开创出一个灿烂多彩的游戏世界。林飞脸上带着笑容，每一句话都抛得有声，直接砸进观众们的心里。听到这话，电视机前的观众不知为何，忽然感觉体内的血液沸腾起来，浑身上下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头皮发麻。卧槽，说的太好了，没毛病，那些黑心企业就应该退出华国市场，从今以后只支持玩家国度，没有之一。有些感动，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谁说不是？之前我只能被迫去玩外国游戏，现在不用了，因为我们有玩家国度。玩家国度万岁，这才是良心企业。你们知道吗？我现在靠生化危机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真特么受不了了，全身都激动的不行。听到林飞的这几句话，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彻底沦陷了。即便是那些没有玩过玩家国度游戏的人，听到这话都不由感觉热血沸腾。等到这些人从网上查阅玩家国度讯息后，又忍不住对那受无数人追捧的游戏好奇起来。总而言之，这一刻，全国无数观众都知道华国内有一个良心的游戏工作室。当然，有人看好玩家国度的同时，也有一批人疯狂攻击起来。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同样特点，那就是自认为所谓的精英。这群人拿着朝九晚五的工资，却操着一个培养皇帝的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说的就是这些人。在他们看来，游戏就是不务正业，就是耽误孩子前程的绊脚石。而这种绊脚石不能得到国家惩治也就算了，居然还搬上了电视。电视台是不是吃食了？居然采访游戏，谁说不是？这种东西偷偷发展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搬上荧幕？可不是咋地，这要让我家孩子看到，指不定又不好好学习了。我看国家就是疯了，居然将游戏搬上电视台。现在有钱，什么都能干。我看就是同流合污。要我说，应该关闭所有游戏，这样才能避免孩子走上歪路。卧槽，这都是什么畸形体？自己不知道教育孩子，反倒怨天怨地。擦，脑子瓦特了吧？搁这儿逼逼叨叨的，谁说不是？玩家国度碍着你啥了？我儿子就是玩游戏才学会游泳和开车的，怎么了？自己一身毛，搁这儿说别人是猴子，我就笑了。第165章军旅题材新游戏，2极分化。随着电视节目播放，网络上分成2股力量，其中一伙觉得不应该采访游戏，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就是变相为游戏做宣传，而另一伙则是由玩家和一些因孩子在游戏内受益的家长组成的。这些家长起初他们也对游戏反感，但是在孩子经历游戏后，整个人大变，不仅懂事，甚至还学会了一些技能，游泳、开车、厨艺，这些生活技能家长真真切切看在眼里，从而这游戏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是一款单纯的游戏。所以当他们看到有人抹黑游戏，立刻便为其鸣不平，甚至不惜化身为网络剑仙大杀四方。而此时电视中的采访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林飞、夏荷2人经过几个提问跟回答后，终于也要接近尾声。这时就听节目中的主持人突然问道：林先生，在您来接受采访前，我的同事从你的朋友圈看到你去过南海疗养院，你能和我们谈谈吗？听到这个问题，一直表现淡定自若的林飞脸色陡然一僵，他从没想过眼前的主持人居然会如此胆大，问出这种问题。这可是涉及到南海疗养院的问题，就算自己能回答，可那也不敢说啊。有些事情可不是说说而已。然而就在林飞打算将话题扯开之际，眼角余光不经意瞥见下方导演组，就见站在导演组里的马良举着一张白板，上面写着招兵。卧槽，这也可以？看到白板上的字，林飞是彻底无语了。他完全没想到那3个老者居然还会玩这一手，利用官方电视台直接打征兵广告，这招可谓是牛逼他妈给牛逼开门，牛逼到家了。恐怕这种招数也只有那3个老者敢做。既然上头准许，
林飞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可隐瞒，不过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还是有点分寸。脑中思路电闪而过，他整理一下自己的西装，一脸肃穆道：“按理来说，这种问题不太适合拿到电视来说，毕竟是有关那里的消息。”看到林飞居然卖起关子，主持人夏荷心下翻了个白眼，没办法，只能配合他道：“那倒是，不过我还是希望林先生能够为我们解惑，毕竟民间能去那里的人屈指可数。”好家伙，这是在帮自己装逼吗？听到夏荷的话，林飞脸上神色险些绷不住。林飞步骤痕迹朝着对方眨了瞎眼，跟着便微笑道：“呵呵，夏姐不用这样抬我，该说的我一定会说，不该说的打死我也不敢说。”说到这，他停顿下道：“不过还别说，有些东西并不涉及那里。既然你们想知道，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毕竟这事儿用不多久就会公布。”林飞很是自然地拿起桌上准备的矿泉水，喝了一口道：“其实能去哪里，我也感觉很意外。不过我去的原因，并非像网上说的那样。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我本人甚至我的家庭都是普通家庭，我只是个普通人，并非是像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林飞微笑着向后一仰，靠在沙发上面。卧槽，林老贼又开始装逼了。槽啊，这逼哪都好，就是吊胃口这事儿太不地道。谁说不是？赶紧说啊！林狗逼，快点说吧，不行我给你磕一个。看到林飞迟迟不说，竟扯些有的没的，电视机前一脸好奇的观众们彻底忍不住了。一群人抓心挠肝等了半天，对方居然说一堆废话。现在谁他妈还会管你家族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林飞这一举动算是彻底勾起全国观众兴趣。节目中，主持人见林飞的样子，也是心下一阵吐槽。不过作为一名合格主持人，他知道林飞这一手玩得非常漂亮。我说林先生，你这样吊胃口，我可不敢保证，等下你走出电视台会不会挨揍？主持人半开玩笑道。呵呵，对于主持人夏荷的玩笑，林飞只是微微一笑，颇为深意道：“夏姐，你觉得现在华国如何？社会发展迅速，老百姓生活水平也不错。”不等主持人说完，林飞立刻打断道：“我说的不是这些，我说的是新生代的风气。”风气？主持人有些不明所以，不过紧随其后想到自己曾经在外采访的一些流量明星和街头青少年，很快他就发现问题所在。不过当着全国观众，他并不好开口，只能一脸尴尬。看到对方模样，林飞点头说道：“看来你已经想到了。不错，正如你所想，现在华国的新生代早已经不复当初。现在的年轻人……”林飞对当下社会环境发表一些言论和看法，随即话锋一转。虽然上述所说情况只是少部分，但是这种风气若是不加以制止，不是我危言耸听，未来整个世界娘化都将会越来越严重。林飞的话让众人一阵尴尬。虽然危言耸听成分居多，但是不可否认，当今的文化风气还真就有些让人堪忧。作为官方电视台王牌主持人，夏荷绝对足够聪明，从林飞的只言片语中嗅到一丝不同寻常味道，眼中金光一闪，当即开口问道：“你的意思是说那里的？”不等对方说完，林飞便再次打断对方，点头说道：“正如你所想，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我华国1年1度的征兵，我去那里就是商谈征兵事宜。”征兵？夏荷有些疑惑，征兵和您的公司有？说到这儿，他立刻意识到什么，当即捂着嘴巴惊道：“上面不会是想打算让你征兵做游戏吧？”听到夏荷的话，林飞诧异地看了眼对方，真没看出来这个女人的脑子居然如此好使。他不由向对方投去一个赞赏眼神，点头承认道：“不错，和你想的差不多少。”听到他的回答，主持人夏荷更加惊讶起来：“林先生，虽说我大学时期不是设计专业，但是我也知道制作一款游戏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何况现在距离征兵只有1个多月时间，这么短的时间真能做出游戏来吗？”林飞闻言摇头莞尔一笑道：“呵呵，夏姐，我可没说先做游戏啊。不瞒您说，现在我手中就有一款即将完成的游戏，而且题材正好是跟军队有关。”第166章，电视台放 CG， 这操作溜。你说的是真的？主持人夏荷一双美眸瞪得滚圆，不敢置信看着林飞。呵呵，林飞对此只是微微一笑，说道：“实际上这款游戏早在当初我就已经做出半成品，当年只是碍于某些原因并没有公布出来，真没想到居然能让国家重视起来。”睁眼说瞎话，脸不红不白，说的可能就是林飞这种人。而对面的夏荷听得一愣一愣的。听到这里，荧幕前的观众玩家全都震撼地瞪大眼睛。卧槽，
我就知道老贼留一手 ，MMP 的，还好老子观看节目了，要不然都不知道这消息。擦的，这狗逼真不当人，手里有这么好的游戏，居然一直藏着掖着。爱了，爱了，狗作者，赶紧回去制作游戏，访谈有什么好谈的？林飞这消息一出，可谓是轰动全网，任谁都没想到这家伙就这么冷不丁放个炸弹。所有人内心像是猫抓一样，迫不及待想要知道林飞所说的是什么游戏。而就在这时，夏荷问出所有观众的心声：不知道林先生方便透露下新游戏内容吗？啊！林飞闻言露出一副为难神色，犹豫半晌，开口说道：倒也不是不方便透露，就是不知道节目组方便不方便。听到林飞的话，夏荷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将美眸移向台下，看向节目导演。坐在摄影室旁边的导演见状立即点头。虽然现在访谈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此时收视率已经超过往期节目，更何况早在节目开播前，上面就曾交代过节目时长可以延长一些。自林飞透露新游戏开始，一旁的实时数据又开始增长起来。现在对方居然还有节目，这当然是他最愿见到。得到导演同意，夏荷微微一笑，开口道：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一期你就是我们节目的主人公，有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你。那正好，我这里有一个 U 盘，里面正巧有那款游戏的 CG 动画。说着，林飞从兜里拿出一个 U 盘，当然这个 U 盘只是他钥匙扣上的一个普通 U 盘。不过就在刚刚，他已经利用系统将游戏的 CG 拷贝其中。虽然游戏还没有全部完成，不过开幕 CG 我这里还是有的，如果方便，你们可以播放一下。毕竟说的天花乱坠，不如眼见为实。炸了，彻底炸了！林飞这一段话彻底让荧幕前的玩家们疯狂起来，所有人都觉得脑瓜紫嗡嗡的。不得不说，林飞这些话的威力完全不亚于一记重拳，所有人被锤得头昏脑胀。老贼是真的狗，居然不声不响的又捣鼓出一款游戏。卧槽，这老毕可真狗，如果不是上电视，恐怕到游戏出那天我们才能知道。这是真牛逼好吗？不声不响，这是打算要惊艳所有人啊。就是啊，我就纳闷，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太离谱了！林老贼游戏质量没得说，居然连产量都如此恐怖。谁说不是？就算生产队的驴都没这么拼命过吧？听到新游戏真实消息，就问谁还能特么坐得住？虽然生化危机很好玩，但是再好玩也不一定有新游戏有吸引力。然而随着无数玩家讨论，甚至有人将这消息发布网络，官方电视台访谈节目的收视率再次疯狂增长起来。导演，台下一名编剧看着实时数据突然张大嘴巴。什么？导演侧目疑惑地看向编剧，数据不对啊。编剧磕磕巴巴道，哪部？导演下意识看向一旁的设备，当看到上面数据后当即惊呼起来，卧槽，这是什么情况？看着刚刚还 1.7% 的收视率，此时已经变成 2.5%， 作为这节目的导演整个人都傻了。要不要这么恐怖？先前 1.7% 的收视率已经超过往期节目，甚至超过台里多数节目收视，隐隐有破纪录的可能。然而就这么一转眼功夫，这收视率咋就突破到 2.5 了呢？难道设备坏了？像是看出他的心思，一旁不断调试设备的技术员摇头道，江导，设备没问题，这是真实收视率。死！技术员的话顿时让周围所有人抽了口冷气。他们整个电视台所有节目历史最高纪录是多少来着？ 1.9 还是 2.0？ 可即便就算是 2.0， 和今天这数据比起来也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啊。可要知道，他们这儿不是地方电视台，是面向全国观众。 2.5， 导演 2.7 了。什么？又涨了？听到技术员的话，江导差点从椅子上栽下来。要不要这么恐怖？然而不等众人来得及惊讶，那增长的收视率依旧以一个匀速缓慢增长，平均几秒就涨 0.1。 这数据可以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一刻，台下所有人看着台上坐着的青年，眼中全都是不可置信。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为啥收视率如此之高？真不敢想象，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访谈，居然能够变得如此梦幻。好的，我这就让技术员弄一下。夏荷接过林飞递过来的钥匙串 U 盘，小心翼翼地走到台边。台下技术员见状，赶紧起身接过 U 盘。卧槽， 3.0 了。等到技术员回到设备前，下意识看了眼实时数据的笔记本，心脏猛地提到嗓子眼。我靠，真的假的？是不是设备出问题了？不能吧，那这也未免太恐怖了吧。全国21亿人口，
就算有2亿人观看，这数据恐怕也……虽然现在社会已经很少有人会看电视了，可毕竟人口基数在那，这数据别说是他们，就算全国电视台，恐怕也没有这么恐怖的数据。与此同时，官方电视台访谈节目准备播放玩家国度新游戏 CG 的消息，瞬间便被传上网络。看到这个消息，所有玩家国度的粉丝，还有生化危机中的玩家，全都纷纷放下手中的事儿。玩家国度新游 CG 居然登上官方电视台，这未免也太牛逼了点吧！第167章 CG 直接炸裂，玩家国度再次放雷，新游 CG 即将登上官方电视台荧幕。这消息一出，直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登顶到热搜榜首。一个近期备受全球关注的游戏工作室，居然不声不响弄出个新游戏，而且还是特么直接，开大，在官方电视台播放，要不要这样牛逼？难道有关系都不需要遮掩了吗？还是说林老贼准备摊牌，不跟粉丝们装了？这条登顶热搜的消息瞬间抓住全球游戏玩家的眼球。如今玩家国度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小黑作坊，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一举一动直接引起全世界游戏玩家关注。同时，这条消息出现不仅仅只是吸引玩家，甚至各大游戏平台、游戏测评媒体也纷纷行动起来。操，这特么真是生产队的驴啊！这边生化危机才步入正轨，又开始放出新游戏，谁说不是？难道就不怕油尽灯枯吗？老毕灯怎么会油尽灯枯？不过该说不说，林老贼真够意思，希望这次游戏不是恐怖的。好像真不是，我听朋友说，他在节目中透露说是军事战争游戏。不行了，我现在正在去商超的路上，我要看电视。对，赶紧找电视看 CG， 必须得用大屏幕。操，不行，电视台太狗比了，现在已经开始了。玩家国度出新游戏，算得上是一条轰炸性新闻，全网玩家都跟着疯狂起来。有的人为了观看效果，直接杀进大商场，专门找到家电区观看。然而，等到这些人到了家电区，才发现此时这里早已经人满为患。最后无奈，商场的老板直接将访谈节目投影到商场楼外挂着 LED 大荧幕上。好家伙，这画面不要的！霎时间，商场人去楼空，而商场外面顿时交通拥堵，整个商场门口小广场彻底交通瘫痪。不管是玩家还是好心的吃瓜群众，此时全都站在商场门前广场，仰头看着那巨大的 LED 大荧幕。轰隆隆！就在这时，乱糟糟的广场上响起一声好似炮火爆炸声响，闪烁的 LED 大荧幕画面缓缓亮起，烟雾缭绕，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轰！又是一声爆炸声响起，广场上瞬间静了下来。什么情况？这放的是傻子？怎么感觉好像是战争片？不知道，听说好像是什么游戏，我也就凑个热闹。游戏？啥时候商场广告 LED 放游戏了？开始。轰！就在众人讨论之际，又一声爆炸响起，交谈的众人突然全都停下，甚至张着嘴巴，连话都没说完，就这样很突兀的停住了。因为伴随这道无比犀利的爆炸声，一辆满带创伤的钢铁巨兽在画面中驶过，看着眼前残破的老式坦克，即便满是疮痍，依旧宛如雄狮般前行。这一刻，所有人都不由得将心提起，全都为这辆坦克担忧起来。然而就在这时，广场上众人见到画面中距离坦克不远的角落冒出一个脑袋，跟着那个露头的男人眼睛死死锁定坦克。在众人疑惑之际，就见那冒出头的男人毫不犹豫冲出掩体，怀里抱着一个四方形物体冲向坦克。我操，这家伙是疯了吗？刚才谁说这是游戏？这不是电影吗？看着那个怀里抱着炸药包，身上破衣漏搜，一脸男人的悍然冲向坦克，广场上所有人全都动容起来。轰！一声剧烈爆炸，火团燃起。高清的画质下，所有人都看清那悍不畏死、坚毅的男人被爆炸撕扯粉碎，带着黏腻血液的残骸溅射的四处都是。这是个狠人啊！人群中有人抽了口冷气，一脸佩服道：刚刚开幕，所有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根本不知道那男人为何要炸一辆破坦克。然而随着火焰燃烧，坦克舱盖被推开，呱啦啦，呱啦啦，呱啦啦。第一个爬出坦克的士兵身上燃烧着火焰，毫不犹豫跳下坦克，在地上大地滚来。可随着那名士兵叫喊，广场上所有人神色都变了起来。草他妈，是鬼子！哈哈，烧得好，我给刚才那哥们跪了。直至这一刻，众人这才看明白，原来刚刚那悍不畏死的男人自爆炸的居然是樱花国坦克。
所有人对于男人的死忽然觉得压抑无比，但一看到那从坦克中爬出来的士兵，所有人又觉得酣畅淋漓。对于小鬼子的仇恨已经融入每一个华国人骨子里。3名小鬼子士兵活活被烈火烧死。直至这时，众人才看清，眼前这是一座弥漫着硝烟、炮火的旧城市。悬挂在大厦楼体上的音响响着各种杂乱声音，有枪声，有炮火声，甚至还有飞机低空掠过留下的轰鸣。甚至在这吵杂的声音中，还能隐隐听到人与人之间的喊杀声、尖叫、哭泣。这到底是何种恐怖的画面？画面忽然一黑，跟着转场到一处战壕。此时，一名年轻狼狈的娃娃脸呈现在众人眼中。那应该是个孩子，看年纪甚至都没有成年。但此时那张稚嫩的面孔却被硝烟跟尘土熏得黝黑。少年的身上带着伤，手臂上缠着绷带，腿上的棉裤已经被血染透。甚至在高清的画质下，所有人都能看到那被鲜血染透的棉裤上结出猩红冰晶。少年的伤势很重，可少年双眼中却是丝毫不见一点痛苦，反而只有一片燃烧着的无尽怒火。稚嫩的脸上尽是坚毅。就在这时，少年突然拉响手中老式手榴弹，口中猛地发出一声怒吼：“龟儿子，老子炸死你们！”轰！话语间，少年起身扔出手榴弹。可就在这时，甚至众人都没反应过来，就见那刚刚爬起身的少年直接炸裂开来，整个战壕内碎尸，泥土四处飞溅。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刚刚那名浑身是伤的少年已经消失在爆炸当中。第168章，我们生在这儿，死也要在这儿。操！怎么会这样？广场上所有人全都愣住，甚至那些因为交通堵塞而烦躁不安的司机全都停下按喇叭的动作。这一刻，广场上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全都不敢相信，那名也就15、16的少年居然就这样死了，甚至连个全尸都没能留下，就这样被敌人的炮火炸碎了。霎时间，一股说不出的压抑气氛顿时在广场上弥散开来，所有人都感觉心里发堵，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让人不吐不快。此战不休，民族将亡。这时，画面一转，又来到一处阵地。从周围事物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一处广场。说话的中年人面前站着上百学生装束模样的年轻人。随着男人慷慨激昂的发言，众人看出这应该是一场动员。不好！就在这时，商场前观众中有人注意到画面一角，脸色骤然大变起来。随着这名观众的惊呼，就见天空中一架飞机低空而来，伴随着飞机引擎尖锐的轰鸣声，机载机关炮疯狂咆哮起来。砰砰砰砰砰砰，机炮一刻不停地咆哮起来，密集的子弹直接在广场上扫射开来。恐怖的战机一掠而过，翻滚着旋转而去。啊！我的腿！快救人！霎时间，广场上血腥弥漫，随处可见有被子弹撕扯而碎的残肢。触目惊心的画面原原本本呈现在众人眼前。惨！无法形容的惨！随着战机掠过，早已变成残垣断壁的城市，硝烟弥漫，火焰四起。遭受攻击的平民像是无头苍蝇般四下乱窜。下一刻，伴随着空投炸弹的呼啸声，消失在爆炸的硝烟当中。音响中不断响起哭泣，甚至还有婴儿的哭泣。众人眼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尸体，可能是谁的孩子或父亲或者母女。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惨烈。画面视角缓缓升起，转为上帝视角。这时，众人才看到那些樱花国军队每一个都如同毒蛇一样，那群丑恶的嘴脸，身上每一个细胞都透着一股恶毒的贪婪。轰隆隆，随着炮火声响起，一支着装庞杂，像是临时组建的队伍冲上街道，一个个年纪轻轻的面孔全都充斥着无尽的怒火。他们扯着嗓子怒吼着：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这里是华国，我们要守护家园，我们生在这儿，死也要在这儿，宁死不屈，坚决不投降。轰！突然，一颗炮弹在人群中炸开，这群由社会各阶层人组成的队伍顿时爆起一团浓烈血雾。哪怕是被炸得浑身是伤，哪怕是嘴里疼得哭爹喊娘，这群人却丝毫没有一个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保家卫国，守护家园。这一刻，广场上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全都眼含泪光，咬牙看着眼前画面。甚至不知何时，他们已经握紧双拳。任谁都没想到，这仅仅才播1分钟左右的动画，就让他们感觉浑身汗毛竖起。这个画面让在场众人全都想到几十年前的华国，
那个樱花国卿掠过的华国。此时此刻，看过这画面，只怕是没有一个华人会冷静对待。如果此时身边有个小日子，那么不好意思，可以提前预定目的了。你们这群瓜娃子，真是你娘不要命喽！荧幕中画面依旧在进行着，只见一名穿得跟个乞丐似的老兵，一脚踹翻一名打算上前拼命的少年。老兵拽着失去理智、挣扎的青年躲进掩体，二话不说，上去就是2个大嘴巴。老兵的举动善猛青年，瓜娃子，你这白送性命，对得起谁？老兵骂了一句，将背上背着捡来的枪械扔给青年，怒道：上战场是为了杀敌，不是白白给人送人头。就在这时，有人大喊起来：鬼子上来了！听到这个声音，老兵不再理会青年，猫腰找到一处掩体，悄悄瞄准对面。砰！不一会，老兵便开始射击。随着射击，对面也响起枪火声音。霎时间，双方在此街区展开巷战。打！给老子狠狠的打！上头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攻下这个街区，不然的话，我们都会被困死在城里。杀死这帮狗日的！疯狂的吼叫声响起，隐藏在各处的战士纷纷朝着对面街区射击。双方火力交锋下，荧幕中街道上出现一队士兵，屎黄色军装的樱花国士兵顿时映入所有观众眼中。看到这群士兵，所有人脸色全都变了。看着那一张张充满贪婪、杀气腾腾的狰狞面孔，众人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那种融入骨子里的仇恨，顿时让人群中不少人的眼睛红了起来。那段对华国人而言难以忘记的血耻，已经铭刻在每个人心中。这就是一群泯灭人性的恶魔。砰砰砰砰砰砰，密集的枪声充斥于整条街道，子弹更是像没有眼睛一样胡乱飞射。樱花部队为首的军官抽出腰间挂着的长刀，就像平日里看的神剧一样，弯刀出鞘，迎着枪林弹雨怒吼起来：压鸡给！看着那张丑陋罪恶的嘴脸，所有观众都有一种恨不得冲进去猛抽一顿的冲动。随着鬼子长官兴奋的吼声，他身后的士兵们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一般，甚至有人还吼着日照万岁。随着这群樱花国士兵怒吼，整条巷子枪林弹雨声更加密集。樱花国武器方面相比于华国这面要先进不少，在一个个小鬼子冲锋下，好不容易攻下一段的华国军队又再次被压了回去。看到这样场面，鸦雀无声的广场，所有人只感觉胸口压着一团闷气。看着那些贪婪、暴力、恶毒、丑陋的嘴脸，众人心中的怒火早已经升腾而起。而在看到华国部队被压制，这无疑是让众人心中愤怒无比。看着那些身着始皇军装的恶魔在华夏大地上屠杀华国人民，众人恨不得将眼前这群鬼子碾碎。操你妈！赶紧给老子弄死这帮畜生！这群狗，早晚老子要弄平你们小岛！这群畜生，这辈子只适合喝废水！樱花国鬼子，全都他妈该死！第169章，英雄末路，死也要阻止他们的步伐。鲜血染红了大地，无家可归的人们正在遭受着最残酷的屠杀。对，这就是一场屠杀。一群穿着始皇军装的恶魔屠杀华国人民。看着一条条鲜活生命在眼前流逝，广场上所有人全都驻足，流露出愤恨的目光。虽然仅仅只是画面，但这一刻，所有人都感觉那种混杂着血腥味的硝烟正在充斥着他们的大脑。此刻，那段早已尘封在记忆中的历史再次被眼前画面打开。战争从来没有和平一说，有的只是可怕、恐怖、残酷，宛如人间炼狱。随着小鬼子冲锋，华国战士节节败退起来，无情的子弹穿过他们的身体，洞穿他们的脑袋。看着一名名战士倒下，众人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压抑，怒骂起来：操！这帮畜生，老子只恨出生太晚，要不当年非得弄死2个鬼子不可。操他妈！别说当年，就是现在，若是给老子一把枪，老子也敢干到他樱花国。龙龙龙！就在众人激愤之际，一阵低沉的咆哮声响起，一辆旧式坦克从街区拐角咆哮而出。有人认出，那是当年最轻型的坦克，即便现在看着老旧，可是在当年对华国先辈而言，那也是最先进的武器。整辆坦克上面只搭载着一门火炮和一挺机关枪，装甲硬度更是不如现在军事装备。然而，现在华国军队这边最强的火力也不过是一挺机关枪而已，哪怕疯狂射击，子弹打在那辆坦克上，也仅仅只是留下几道不痛不痒的弹痕。随着坦克的出现，冲锋的小鬼子像是打了鸡血一般。万岁！压鸡给！万岁！小鬼子一边鬼叫，一边躲在坦克后面
朝着华国小队这边冲锋，那一脸猖獗的模样，让人看得牙根痒痒。他们疯狂地挑衅着华国士兵，言语恶毒无比，杀死那群支那猪，我们要共荣，帝国主义万岁！广场上几乎没人能听得懂鬼子的语言，可那嚣张的气焰和冲天的戾气，就已经让所有人愤怒到双目赤红。密集的子弹打在那辆坦克上面，毫无建树。节节败退的掩体后，战士们的双眼血红起来。此时，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任由对方这样冲锋下去，这条街失守是迟早之事。啊！草你妈！给老子去死吧！愤怒的咆哮声从华国小队这边响起，一名名战士悍不畏死，从掩体中暴露出来，手中的枪械疯狂朝着缓缓驶来的坦克宣泄怒火。然而，回应他们的只有叮叮当当的撞击声，还是小鬼子们的猖獗挑衅。绝望的情绪如潮水般涌上，那一声声撞击不断充斥着众人的心灵。广场的情绪彻底失控起来。操！这他妈破坦克，在现在看来就是个垃圾。是啊，可对那个年代而言，就是先进武器。特么的，难道就没有办法阻止这群畜生吗？以我军的装备，想要阻止这辆坦克很难。就在广场上众人讨论之际， LED 大荧幕传来一声怒喝：操你妈！老子跟你们拼了！只见随着画面中坦克缓慢前行，一名面色黝黑的糙汉子咆哮着冲出掩体。汉子的脸跟刚从矿井爬上来矿工有的一比，黝黑粗糙的脸上全然被愤怒和决绝占据。面对那些鬼哭狼嚎践踏华国尊严的鬼子，他丝毫没有畏惧，一双黑亮的眼眸全然是一片决绝。猫着腰冲出掩体的汉子朝着鬼子的方向快速奔跑。汉子是一名老兵，知道如何规避敌人的射击，每跑几步便突然改变行进路线。他宛如一只灵猴，穿梭在硝烟弥散的战场当中。掩护，掩护！周围的战友见到汉子的举动，扯着嗓子脸红脖子粗的吼道：狗日的畜生，老子射死你们！狗子的，早晚老子有一天要杀伤你们樱花国，干死这帮龟孙儿！一声声怒吼响起，一名名战士从疯狂朝着坦克方向射击。他们没有办法阻挡那辆钢铁怪兽的步伐，但他们却可以压制躲在后面的樱花国士兵。有了战友的掩护，那有黑面庞的中年汉子冲锋的速度更快起来。压击给，杀掉那个支那猪，不要让他过来，快射击！眼见汉子越来越近，小鬼子看到他怀中抱着的炸药包慌了起来。砰砰砰！突然间，伴随着机枪声响，一颗颗子弹射在路上，溅起一道由远及近的弹药尘嚣。操！冲锋的汉子瞳孔一缩，下意识想要避开，却不想。噗噗！恐怖的子弹从他身上和腿上穿过，伴随着溅起的血雾，汉子整条右腿被子弹截断，棉袄左侧被撕开一条口子，鲜血直流。看着一动不动的汉子，广场上所有人心中蒙上一层厚厚阴霾。操啊！这哥们白牺牲了，尼玛呀！看得老子心里这个憋屈，现在恨不得直接去樱花国干他丫的！对待这群畜生，就应该让他们血债血偿。坦克的步伐仍在缓缓前进，战场上的硝烟依旧在笼罩着，而其前进的路上却多了一具尸体。对于死去的尸体，小鬼子们并没有去理会，因为司令部已经给他们下了死令，1个小时内必须攻占下这条街区。而现在时间已经过去1多半，双方已然进入生死存亡时刻。这时谁还会在乎一具尸体？然而汉子倒下的路线好巧不巧，正是那辆坦克履带即将压中的路线。就在这时，屏幕中的视角突然一转，来到地平线。视角中，众人看到那受伤倒地的汉子猛然睁开赤红双目，满嘴鲜血，咬牙切齿的样子，像是在忍受着巨大痛苦。看到这幅画面，广场上所有人都动容起来。卧槽，这老哥居然装死，太牛逼了！受这么重的伤，居然连叫都没叫一声。英雄，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啊，这才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这才是真男人。第170章，请原谅孩儿不孝，只能为国尽忠，向英雄致敬，向英雄致敬！不知谁喊了一声，随后广场跟着响起无数附和声音。荧幕中那汉子的脸上尽是一片痛苦，可黑亮的双眼却透着无比坚毅的神色。哗啦，隆隆！突然一阵金属滚动、摩擦，还有发动机轰鸣声传来。原来是那辆坦克已然来到汉子近前。卧槽，这是要压上的节奏啊！完了，这位大哥是压根就没打算活啊！
看着坦克履带越来越近，和男人那直勾勾的目光，广场上众人这才意识到，画面中的这个黝黑汉子，这是打算同归于尽。为了避免躲在坦克周围的小鬼子发现，哪怕那滚动的履带即将压上自己，汉子都连动都没动一下。吃吃！就在坦克即将压中自己前，男人毅然拉响怀中抱着的炸药包，伴随着导火线快速燃烧声音，轰隆隆直响的履带咔嚓一声压中男人残存的下半身，骨头粉碎，骨肉瞬间分离的痛苦，终于让汉子再也忍不住发出痛苦嚎叫。哎呀，去死吧，畜生！满脸痛苦的汉子，双眼充斥着滔天怒火，他愤怒地嘶吼着，死死盯着头上的坦克，那双眼睛正在逐渐失去生气，但属于他的愤怒与不甘却仍旧留在脸上。那张刻骨铭心的面孔在大荧幕上变得清晰无比，那张充坚毅与抉择的面容在这一刻深深刻入众人脑海。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冲起的火焰瞬间吞没了整个画面，那张令人无法忘怀的面容也彻底被淹没在火海当中。广场上，所有人全都沉默起来，他们已经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残酷。所有人都已经忘记这只是个游戏开场 CG。 这一刻，他们将这个当成了纪录片，一段有关华国痛苦历史的纪录片。他是个英雄，他不是为自己而死，而是为了每一个华夏子孙。是啊，战争虽然残酷，但是我们华国却有着一群可靠、甘愿为后辈付出的先辈。汉子的死亡给众人带来强大冲击，一股难言的悲壮之意于整个广场蔓延开来。滴滴滴！突然，伴随着一阵汽车鸣笛，一个不满的谩骂声响起。操！前面干什么呢？搁这儿堵！然而，那个骂骂咧咧的声音又戛然而止。看着前方无数饱含恶意的目光，男人脑门不由流出冷汗。然而，路上像是男人这般的暴躁老哥不仅只有一个。随着交通拥堵，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起来。可即便是这些人如何不满，在面对那些双目泛红驻足的民众时，全都沉默起来。这些不明所以的人中，有人拿出手机联系交通部门，刚刚挂掉电话，就听轰的一声响起。突如其来的声音将这些后来者吓了一跳，下意识抬头朝商场外的 LED 大荧幕望去。你们这群瓜娃子，给老子记住了，咱们华国没有一个是孬种撒，哪怕身上只剩下一颗手雷，我们也要与那群龟儿子同归于尽。硝烟弥漫的街道上响起一个浓重的乡音怒吼，随着那个老兵所言，每一个字儿都抛得有声传入众人耳中。这条街要是丢了，我们的部队就会彻底被困死在城里，到时候死的可不光是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所以即便是死，我们也要把这条街攻下来。随着这个声音，就见画面中一片片灰烬缓缓落到一个男人身上。那个男人个头并不高，颧骨倒是很凸显，他的双眸中交织着决绝与怒火。在漫天硝烟中，这个男人仿佛是在做最后的宣誓，在向众人传递：不攻下这条街道，誓死不后退。川军、张辽，誓死不归；桂省、李艮，誓死不退。川军、王东，爹娘，恕孩儿不孝了。一个个声音响起，有中年，有青年，甚至还有未成年的娃娃军，一个个笔直身影，一张张坚毅面容从荧幕中闪过。这些人就像是在做人生中最后的宣言和遗言一样，所有人的脸上除了视死如归的坚定意志，再也看到丝毫其他情绪。一句句无比壮烈、悲愤的宣言，彻底让人动容起来。这是……刚刚那位暴躁老哥看到荧幕中的画面，瞬间头皮发麻，颤抖地流出激动泪水。他曾经也是一名军人，虽然没有参加过战争，但是军人那种钢铁意志却一直在他骨子里流淌。此时此刻，看到如此悲壮画面，不由感同身触起来。这一刻，所有人握紧双拳，赤目欲裂。尼玛，老子受不了了！这游戏啥时候开放？老子要杀鬼子！这群侵犯我华夏大地的恶魔，不躲了他们的狗头，老子都难解心头之恨。曹尼玛的，有没有想要出国去祸害樱花国花姑娘的？老子开团！这群猪狗不如的畜生，在古代就应该凌迟。无数愤怒的声音充斥整个广场。随着众人愤怒声，战争再一次打响。由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兄弟组成的队伍，带着视死如归的壮志，疯狂冲锋起来。顷刻间，枪声四起，手榴弹飞舞。即便是手中武器落后，老旧，哪怕是身上衣服千疮百孔，也没有钢盔保护。这群来自不同地方的华夏男儿，却依然能够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成功阻止住了鬼子的步伐。这一刻，这群五湖四海江湖儿女只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华国军人。他们抱着魂归一处的死志，誓死也要将侵略者、丑陋的恶魔赶出家园。砰砰砰！
哒哒哒，轰隆！霎时间，整个荧幕上上演起最为惨烈的战斗，枪声、爆炸声以及小鬼子的痛嚎声响彻整个广场。此时，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全神贯注起来，看着那一个个身影倒下，不再站起，所有人的心就像是被一张无形大手攥住，压抑的气氛瞬间弥漫开来，整个广场变得寂静无比，有人的眼球全都被那巨大的 LED 荧幕吸引，画面中的硝烟久久不散，众人耳中也一直在充斥着枪火声音，就连大脑中都一直回荡着先前那些战士的宣言。华国没有孬种，请原谅孩儿不孝，只能为国尽忠。第171章，大佬们的认可。孩儿不孝，此事只能为国尽忠，来生做牛做马，再报养育之恩。此时，整个访谈演播厅内，所有人全都不由泪目。自古忠孝难两全，说的可能就是这群可歌可泣、甘愿为国捐躯的好男儿。所有人全都忘了，这不过只是台上青年手中的一款游戏，或者说，这已经不能用游戏来形容。看着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再次呈现在眼前，台下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都不敢置信地瞪大通红双眼，尤其是下方的导演还有编剧，作为专业人士，他们更是为眼前的画面所震撼。他们完全无法想象林飞是如何利用技术将这真实的历史还原出来，无论是画面还是里面人物的表现和战场，都能让人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就仿佛亲身经历这场残酷的战争一样。看着那一个个跟着自己流淌同样血脉的年轻人倒在血泊当中，在场众人恨不得立刻冲上战场，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自己的祖国，赶走侵略者。可他们却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年轻战士倒下，那种有心无力的感觉只能让他们咬牙切齿，攥紧拳头。杀！杀！南海疗养院一处院落当中，几名坐在院中木椅上的花甲老人情不自禁握紧拳头，站起身来，一个个眼睛微红，死死盯着院中播放设备，看着那些定格在硝烟中的面孔，他们那尘封已久的记忆再次被勾了起来。一群老人只感觉身体呼吸有些困难，体内缓慢流淌的血液在这一刻变得滚烫，热血沸腾。周围那些护理人员见到老者们如此，当即吓得赶忙上前查看并且安抚，甚至一名女护士想要上前关闭视频设备，却不想一个苍老威严声音阻止他的举动。不要关！一声急喝过后，那个声音说道：没事，我们没事，这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画面，同样也是我们不想回忆的画面。不过这个动画值得我们去正视。说完，老者看向郑老：老郑，这次你可给国家招来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才啊。是啊。郑老闻言点了点头说道：真没想到小林每次都能给人带来惊喜啊。是啊，这短片真是给人足够惊喜。历史虽然有些残酷，但是我觉得人们不应该忘记小林的安全一定要照顾好。还有，今后他如果有什么需求，咱们可以尽量满足，这样的人才才是咱们华国最需要的国士。看着众人给予林飞崇高评价，一旁的郑老脸上也露出高兴神色。林飞是他发现的，这些人对林飞的认可，那就是对他的认可。郑老从没想过，他一个活不多久的老家伙，居然在临死前还能为国效力一次。这浓重的一笔，绝对是他临走前最值得高兴的事。战争仍在继续，大街上随处可见残暴死去的尸体，硝烟中一颗颗子弹穿着而出，有击中鬼子的，也有击中华国战士的。这一刻，众人拼的不是弹药，而是血性、疯狂，没有一方愿意后退。可那些凶残的鬼子在与真不要命的华国士兵对射一阵后，彻底怕了。他们眼中的华国士兵仿佛没有痛觉一般，只要没有命中要害，还能站起来，那些华国士兵就会义无反顾继续冲锋，甚至那眼中都不见有丝毫畏惧的神色，有的只是疯狂和一片死志。面对这种毫无畏惧的敌人，小鬼子怕了。小鬼子一怕，队伍就出现败相，一些畏惧死亡的小颓子悄悄向后撤退，有一个撤退，便会有第二个。没多久，整个队伍全都乱套起来。华国战士见状，麻木不仁的脸上露出胜利喜悦，同时冲锋的势头也更加疯狂起来。小鬼子见状更加畏惧，逃跑的速度也更快，甚至有的连反击都不反击，直接掉头向后方狂奔。眼看兵败，鬼子首领眼中泛起凶戾，瞅准一个从身侧跑过的逃兵，八嘎呀路，逃兵该杀！鬼子军官狰狞着脸，毫不犹豫一刀砍倒逃兵，不顾逃兵的痛嚎，再次扬起手中长刀，一刀砍断逃兵的脖子。不愧是鬼子，对敌人狠，对自己人更狠。混蛋，
给我回去！眼见杀了一个逃兵，又有更多的士兵逃跑，军官忍不住怒喝起来。然而，相比于军官的怒喝，那不顾死亡的华国士兵更为可怕。已经吓破胆的樱花国士兵无心再战，即便是军官阻拦、怒喝，他们依旧向后跑去。樱花国部队的溃败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八嘎呀洛！看到部队溃败，士兵逃跑，军官知道自己难逃责任，看向那些冲来的华国士兵，眼中冒起凶光。面对一群华国战士，他举着战刀，义无反顾地迎了上去。士兵们逃跑，能活。而作为这支队伍的指挥官，他若逃跑，迎接他的只有切腹。因此，倒不如死在战场。杀！杀呀！看着举着战刀、悍不畏死迎上来的鬼子军官，华国士兵这边给予最崇高的礼仪，举枪，瞄准，一轮齐射。枪火声中，鬼子军官摇摆几下，便直接含恨西北。随着鬼子军官倒下，樱花国士兵彻底溃败，一个个丢盔弃甲，向后方狂奔。杀！面对溃逃的鬼子，华国士兵丝毫没有怜悯，疯狂追杀。砰砰砰！霎时间，整条街尽是凄惨嚎叫。随着时间推移，街道上再也看不到一个樱花国士兵，甚至连华国士兵也没见到几个。一个近100人的队伍，在这场巷战当中，仅剩下10多名战士，而且这其中半数有伤在身。凄惨、荒凉、破败且压抑的气氛弥散开来，硝烟弥漫的画面渐渐的黑了下来。我现在有点想玩这个游戏了。寂静的演播厅内，操控摄像机的小哥突然开口道。这句话打破了宁静。江导突然长叹一声道：不管这个游戏内容如何，这段视频必火。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他又评价道：这段视频的镜头简直堪称完美，不输于任何大片。第172章出国游戏展新游开测，太牛逼了！不行，我这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要当兵。兄弟，你要当什么兵？咱们可以结伴，我也要当兵。算我一个，算我一个。对，咱们组团去当兵，到时候也有个照应。这办法行。我可听说，在部队老兵都欺负新兵，咱们可以抱团。官方访谈节目播放游戏 CG， 这种操作恐怕有史以来只有林飞这么干过。而且他不仅干了，还成功了。可以说，现在这部叫做《战地1937龙之召唤》的游戏彻底再次大火，而且还在网上掀起一波投军浪潮。不知道今年的招兵办会不会很忙？同时，随着这条动画的播放，华国内也出现多次殴打事件。当然，被打的目标无疑都是樱花国人。虽然动画结束了，但是人们心里那激发出的愤怒、不甘、激动还没有彻底散去。本就心中燃烧火焰，再加上年轻气盛，一些年轻人在看到樱花国人，难免不会冲动。即便是事后警察来了，大多数也都是走过场。当然，被误伤的本土人也有，其中就有一名喜欢穿小日子和服的主播，当街被人围殴。当时这事儿还登上过热搜前10，以此可见，整个蓝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像是华国这样恨樱花国。当然，这些事林飞并不知晓。他在访谈结束后，就让马良悄悄弄了飞机票返回魔都。至于为何悄悄，难不成还要大摇大摆？如果那样的话，就算不挨打，也得被粉丝困在首都。经历2次粉丝围攻的林飞，这次也学聪明了，学着那些流量明星戴上口罩墨镜，直至回到魔都的家，这才卸下全副武装。混蛋，你居然还有游戏，赶紧给老娘整上，老娘要干鬼子！屁股还没坐热，从外面回来的林洛见到沙发上的林飞后，立刻冲了上来。因为林洛是玩家国度对外形象大使和发言人的原因，现在他直播时间很少，同样玩游戏的时间也并不多。但是时间不多不代表不玩游戏。昨天在看到林飞新游 CG 后，他便无法自拔。看着俏脸含怒的林洛，林飞不由翻了翻白眼说：你牛逼！别人都想登上樱花国干老师，你却想着要干鬼子，佩服佩服！林飞朝林洛拱了拱手，一脸佩服的模样。看到他的举动，林洛还一脸迷惑，不过作为一名老司机，很快也就反应过来。反应过来的林洛当即龇牙咧嘴，就要生撕活人。林飞见状，赶忙举起双手投降道：这款游戏别想着玩，这是军方特供游戏。眼看这话无法安慰老茧，林飞又说道：别着急，我这还有一款游戏。还有？听到他的话，林洛不由瞪大眼睛，跟着急忙道：赶紧！不等林洛说完，林飞便打断道：别想，现在玩不了，这是参展游戏。跟着林飞便向对方说出不久前游戏展邀请。
一听到要出国，林洛顿时来了精神。老弟，你说老姐也老大不小了，长这么大还没出过国呢。说着，林洛很自然地坐到林飞身旁，抬起手。林飞见状，吓得下意识向一旁退了一下。没办法，这娘们脑子像啥水也不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冒虎气。啧！林洛见状，手上迅速抓住林洛肩膀，躲啥？老姐给你揉揉，放松放松。这话说的虽然好听，但是语气却不对劲儿。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作为亲弟弟，怎么可能猜不出来？赶忙耸肩，挣脱对方的按摩道：“行了，少来这套。你要想去也可以，办护照去吧。”你见到林飞躲开，林洛还想发火，可话刚说一半，瞬间反应过来，当即一脸高兴道：“好的，我这就去办。”话语间，对方已经从沙发上起身跑回卧室，看样子很急。看着对方背影，林飞无奈摇了摇头。办理护照这种事儿，对方完全可以去找马良，不过看样子对方这是打算亲自去办理。既然如此，他也就懒得阻止。华国士兵宁死不屈，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当兵后悔1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随着事件发酵，战地1937的热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变得愈来愈高。在得知这款游戏是玩家国度与军方合作、特供军方的独家游戏后，网络上掀起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有数据地统计，今年的参军人数可能会是往年的几倍，甚至10几倍。而且这些人中不乏一些应届高中生。虽然这款游戏没有任何下载，甚至也不可能在市面上流通，但是国内综合游戏网站还是为这款游戏做了个评分。虽然这只是华国内部游戏玩家和综合网站的自娱自乐，但是但凡看过动画的人，无一不是给这特供游戏打出个惊天评分，清一色的满分。而且下方评论仅仅只是几天时间，就已经超过市场 85% 的游戏。为什么这么好的游戏不能玩？想玩游戏还不简单，去当兵啊！老子可是准备好了，等到了部队，老子就干小鬼子去。当兵？靠！我都50好几，咋当兵？楼上的大爷，你牛逼！错，你应该叫爷爷。哈哈，我报名当兵，体检已经过了。兄弟们，等着老子去干死那群无耻的鬼子吧！楼上的哥们，替我多杀点，干死那群忘恩负义的畜生！对，杀死那群杂种！游戏的评论区内全都是一片骂声。当然，这并非是在骂游戏，只是他们在骂游戏里的樱花国士兵。林飞的这款游戏本来只是打算用作生化危机闲暇之余玩家休闲而做的，现在却不想被用在军方，这样也好，游戏的环境和细节绝对适合军人。林哥，郑老回来了，让我通知你一声。林飞躺在沙发上捯饬游戏内容时，马良开门而入道：“这么快？”林飞闻言一怔，当初郑老说的需要10天半月才能回到魔都，这才过多久？有1个星期吗？既然郑老已经回来，也就意味着游戏的事情要提上日程。好在林飞这几日已经补全游戏内容，现在只需要去部队测试一下即可。第173章，战场不需要眼泪。军区，林飞对这里已经没有那么陌生，即便没有马良带着，他也能轻车熟路找到会议室所在。当然，能不能畅通无阻就另说。因为测试游戏原因，郑老之前已经安排过场地放到军营的体育馆内。当他来到体育馆时，所有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双方寒暄一番后，直接步入正题。班长，上头将咱们集合在这干什么呀？五环太平洋那边还有任务呢。不要废话，首长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来那么多幺蛾子？呵呵，看来你们班的消息不行啊。我可是听说咱们的林顾问又做了个新游戏，让咱们来，应该是测试新游戏的。新游戏？刚刚走入体育馆内的一群大头兵听到这名士兵的话，全都下意识停下，想要问询一下，却不想前面连长催促，在众人只能怀着疑惑走进体育馆。下一刻，当他们看到体育馆内一个个独立 V2 设备后，眼中流露出激动神色。看来还真被那名老兵说中了，这次可能又要测试什么游戏。说到游戏，这群士兵不由得想起环太平洋那个游戏，真没话说，好玩刺激，又能磨练人意志。这次不知道林顾问又要搞什么，不过不管搞什么，只要是林顾问做的东西，绝对会好玩。所有人按照自己班排序去找相应设备。等到这群士兵入场，组织纪律的连长看着眼前50名战士，直接命令道：“得到命令。”士兵们晋升，开始寻找起与自己相对应编号的设备。不一会，所有人各就各位。连长一声令下，一众士兵穿戴起来。不一会，这群训练有素的战士
穿戴完毕。按照指示，直接打开一款叫做《战地1937》的游戏。因为是军方特供版本，林飞直接将开幕动画分割开来。这群登录游戏的士兵并没有查看过多介绍，直接按照命令点击开始游戏。然而，还不等众人眼前屏幕亮起，画面呈现出来 ，VR 头盔上的耳机中突然响起一声轰然巨响，突如其来的声音瞬间让这群士兵忘记自己只是身处游戏。这个熟悉的爆炸声，让他们误认为自己这是到了战场。沉闷的爆炸声将所有人震得脑袋、耳朵嗡嗡作响，而随着这个爆炸声，众人眼前的画面也跟着逐渐亮起。当他们看到自己眼前画面时，脸上神色全都变得震撼无比。这是啥情况？一名叫做王瑞的新兵看着眼前硝烟弥漫的战场，整个人都懵了。赶紧冲锋，傻愣着干啥呢？突然身后一人从他身旁掠过，拽了王瑞一把，跟着那人便朝着前方冲去。破旧的军服甚至还打着补丁，手里端着的枪械是华国最原始的军械，俗称38大改。王瑞一张脸完全拧在一块，他没想到这个测试游戏居然是战争游戏，而且逼真的吓人，和环太平洋那种与怪兽对抗的世界完全不同。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周围不仅有陌生的身影，还有熟悉的面容。一个个往日军营中熟悉的身影全都跟被施了定身咒一般，愣愣地望着硝烟炮火炸裂的街道。所有士兵听令，我们的目标是中央广场，当然还有就是杀死小鬼子。这个时候，一个粗犷声音从后方响起。王瑞下意识回头，就见离自己不远有一行人朝这边跑来。说话的是为首那个络腮胡汉子。与先前看过的士兵一样，这群人身上的军装没有一个是完好的，有的甚至都能看到里面棉袄烧黑的棉花。渐渐的，王瑞从懵逼状态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他下意识拿起自己的枪械朝现实中的战友跑去。作为一名华国人，而且还是军人，虽说没有经历过那残酷的年代，但是他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也是无比熟悉。砰！就在他奔跑的途中，一声枪响猛地从侧面街道上响起。王瑞打了个激灵，下意识向前扑去，与此同时连觉自己脸颊火辣辣的疼痛起来。死！骨传感设备模拟出的痛感让王瑞不由抽了口了凉气。他下意识摸了下疼痛的脸颊，温热黏腻，血，是血。他的脸被流弹划破了。然而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种被流弹击中的感觉，还有手上血液的真实感，顿时让人有种身临其境，仿佛此时眼前就是个真实的世界一样。砰砰砰！密集的枪声响起，王瑞本能地爬到地上，密集的弹幕贴着地皮扫过，溅起的沙石崩到脸上，传来一阵刺痛。现实世界何时见过这种阵仗？王瑞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地朝不远处的沙袋掩体爬去。强烈的求生欲驱使下，王瑞爬行的速度飞快，很快他便翻进用沙袋垒起的掩体后面。兄弟，命够硬！掩体后的士兵看到王瑞爬进来，竖起拇指佩服道。吓得半死的王瑞听到对方的话，心下翻了个白眼。他完全没想到进入游戏连一个熟悉的阶段都没有，直接被投放到战场上。心里一边问候林飞家中亲属，一边尽可能的快速适应整个战场。还好外面的炮火声听着吓人，实际上那些老旧的武器威力和射程都有限，躲在掩体后面还是比较安全。若是在现代，别说躲在掩体后，就算是钻洞里，没准都会被无人机投弹炸死。随着时间推移，敌军火力强劲，战士们只好纷纷退到掩体后，准备防守一波。呜呜！王瑞忽然隐约听到哭声，他下意识扭头张望，就见离他不远的沙墙根坐着一名少年。少年干瘦，年纪恐怕都不到15。此时那个少年双手死死抱着脑袋，蜷缩成一团，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哭就是知道哭，有那时间还不如趁鬼子没来赶紧整修装备。突然一声怒喝响起，一名粗糙汉子将少年从地上拽起，丢到一堆军械旁边。这里是战场，不是什么安慰人的地方。哭不仅没有用，反而会让人瞧不起。第174章开始适应战场。卧槽，你见过脑袋被射爆吗？操你那算啥？刚刚路上我看到个士兵肠子都被挑出来了。操，刚刚一个人被炮弹击中，人都炸没了。一群现代化部队的士兵聚在一处战壕里，相互讨论着进入游戏后的心得。可这心得，王瑞怎么听都感觉有些不对味。你们这是搁这儿开笔惨大会呢？本以为与战友们团聚，
多少能找到点安全感。就这，哪他妈有安全感啊！轰隆隆。然而，比惨大会进行到一半时，炮火声再次响起，瞬间让众人停止讨论。一场焦灼的战役又再次开始。尘土飞扬，硝烟弥漫的战场让众人丝毫感觉不到一点友好。就在这时，一名战士想要探头看看外面战况。砰！突然一声枪响猛地响起，王瑞浑身一颤。就在刚刚那枪声响起的同时，他的脸上霎时间多了一股温热感觉。刚刚那名抬头的战士赫然已经成为一具栽倒在他脚下的尸体，子弹迎面击中战士，右半边脑袋连带头盖骨全都粉碎，而那喷洒而出的鲜血尽数溅到他胸前和脸上，这让本就惶惶不安的王瑞变得更加恐惧起来。他是一名战士不假，但那也仅限于和平时代而已。什么时候见过如此惨烈画面？看着那先前还与自己有过交谈的战士，此时已经倒在自己身前，甚至那温热的血液溅自己一身。王瑞只感觉周围空气都跟着凝滞起来，甚至呼吸都有些困难。鬼子冲上来了！就在这时，他耳边响起呼喊，身边的战友们眼中骤然射出几道杀气。他们这群来自现代化部队的玩家，虽然不如土著军人那般勇猛，但是在面对鬼子的时候，愤青的情绪依旧还是被表现出来。子弹上膛，准备射击！这时，带队的班上扯着嗓子怒吼起来，一个个别特么畏畏缩缩，跟个娘们似的，都把枪给老子架起来！上头让林顾问做这个游戏，就是为了锻炼我们的。在和平时代，我们找不到敌人，没有战场，但是在这里，我们的敌人就是鬼子，我们要让这帮畜生有来无回。随着班长的话音，他身先士卒，率先将手里的38大盖上膛，下一秒便从掩体后闪身而出，朝着向这边攻来的鬼子射击。众人见状，有样学样，也跟着纷纷上膛，各自端枪寻找射击位置。顷刻间，震耳欲聋的枪声响了起来。看着愈来愈近的鬼子，王瑞拉响一颗手榴弹，朝着鬼子扔去。轰的一声，爆炸声响起，并伴着鬼子沙哑的惨叫。王瑞并没有停止，而是直接架起手里的38大盖，朝着倒地哀嚎的鬼子射击。霎时间，整个战场全都是枪炮、惨嚎声音，所有的一切被塑造得如同一个真实世界。透过战场上弥漫的硝烟，王瑞看到远处缓缓靠近的鬼子，矮小丑陋，便是眼前这些穿着始皇军装敌人的代言词。看着那些穿越战场向这边袭来的丑陋鬼子，紧张之中的王瑞全然忘记恐惧，与周围战友一同拼命地压制敌人。直至这一刻，他才彻底意识到，战争并非只是纸上谈兵，也绝非是什么过家家游戏。战场上的那种残酷，只有亲身经历之后才能够深有体会。真正的战场，毫无疑问，指定会比这更加恐怖。小林通过转播画面看到残酷战场的郑老，眼中不由泛起追忆。他抬手重重地按在身旁林飞肩上。林飞扭头看向郑老，他并没有开口，因为他知道郑老还有话没说完。正如他所想，半晌过后，郑老开口，略带感触地说：“华国有你这个人才，实在是三生有幸。这场战争，这个画面。”说到这儿，郑老长出一口气道：“让我不禁想起当年啊，让我不禁想起当年。”这句话可以说是郑老对林飞的最大由衷的认可，能够让一名老兵如此，无疑证明林飞这款游戏的成功。呵呵，郑老，你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了。林飞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说：“作为一名华国人，能为国家做贡献，这是我的荣幸。”起初林飞找上军方，确确实实有私信，但是郑老的态度也真正打动了他。此时，即便林飞心中有利益想法，那也是排在国家后面。自己一个人强不算强，国家强才是真的强。自己一个人再有钱，别人见了也只会称呼你一声土豪。他不想做土豪，所以他想要利用自己的能力来带动整个华国经济，来达到真正的繁荣富强。末日，忽然观众席下方传来士兵的惊呼声音，守在场地内的技术员立刻将该战士的画面转接到投影上面。随着画面接转，一幅翱翔在天地间的画面呈现在众人眼中。看着画面中那明显是老式战机的仪表盘，还有不断轰鸣的发动机声音，看台上众人全都看得出这应该是一架飞机，并且还是那种不是全封闭带着狂躁烈风的老式战机。所有人全都将震撼的目光投向林飞。小林这游戏居然还设计了飞机，这画面居然跟我们资料库里的老式飞机一模一样。看来我们的训练还要增加一些空军人员啊。是啊，虽说战机有些老，
但是这种能够锻炼空战的项目，正是我军最需要的。看到游戏里面居然还有战机，看台上的一众大佬纷纷变得激动起来。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激动，实在是现代社会真的很难有实战操作，别说有实战军演，那玩意也就是玩玩而已，和纸上谈兵没啥区别。没看现在鹰将整天拉着部队维护世界和平，实际上这都是有目的性的，一面彰显自己老大地位，一面还能练兵，顺带还能赚点外快。对于这种，他们又何乐不为？可华国就不同了，有着悠久历史，并自古以来都是以礼仪之邦著称。不过抛出以上原因，就算是让他动武，可周边也没那动乱的国家啊。不过现在好了，不单有环太平洋的科技世界，还有了一个残酷的战争世界。第175章，学飞机跟学车一样。不是吧？张长胜嘴张得跟河马一样。当年当兵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空军，可发现自己恐高，没办法，只好改换兵种。虽然后来没能上天，但最终却还是摸上了操纵杆。他是一名光荣的坦克兵，而且还是驾驶员。然而此时此刻，坐在飞机上的他驾驶着屁股下的飞机翱翔在天地之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他恐高啊！张长胜只感觉自己的大脑离宕机已经不远了，他根本无法思考，更无法判断眼前情况，双手死死抓着飞机操控杆，全当一辆坦克来驾驶。看着下方的城市、房屋、街道，还有如蚂蚁般的人类，王长胜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卧槽！谁能告诉我这玩意咋用啊？看着越来越大的建筑还有敌人，脸色煞白的王长胜没有立刻昏过去，都算是好的。然而有句俗话说得好，发昏当不了死。现在他可真要死了，而且还是和屁股下的战机一同撞墙的那种。劲风从半遮蔽的战机刮过，他却丝毫感觉不到风吹在脸上的疼痛。王长胜，你在干甚呢？拉起操纵杆，快点拉起来！眼看着战机直直奔着地面而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耳麦中传来一个怒吼声音。王长胜的身体猛地一震，不管那浑厚声音说的有没有用，毫不犹豫，拼命拉起自己身前飞机操控杆。下一秒，撞向地面的战机发出鬼哭狼嚎般嘶吼，伴随着嘶吼的同时，飞机骤然上升起来，伴随着呼啸，紧贴着一栋建筑屋顶飞过，扶摇直上天空。我的个乖乖！鬼门关走一遭的王长胜长出一口气。然而还不等他来得及高兴，就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现在飞机正朝着大气层飞去。我的个亲娘！王长胜见状，本就没有平复的心情顿时更加着急起来。他像是抓住什么，扯着嗓子大吼：喂，有人在吗？有人在吗？谁能告诉我咋开这玩意啊？就在他呼叫过后，那个浑厚的声音再次响起：混蛋，你是华国第一批飞行员，你是怎么从学校毕业的？回想你在学校跟毛熊老师学的知识，你要相信自己，你们是华国的精英。 MMP 啊，鸡毛精英可没有教过他开飞机啊。听到电台中的声音，王长胜心里开始骂娘：马勒戈壁，人还是得靠自己啊。心里骂过之后，王长胜极力调整自己的呼吸，可是一张嘴就是一股冷风灌进肚子，这真他娘的是喝西北风啊！随着飞机越升越高，稀薄的空气中透着一股刺骨冷意。王长胜知道这是自己飞得太高了，不过凛冽的寒风却让他头脑清醒不少，甚至也冷静不少。冷静下来的王长胜开始尝试调整面前的操控杆，既然能升起，当然也能落下。总之而言，应该跟坦克差不多少。呀！卧槽，这咋又要坠机啊？游戏中，王长胜扯着个破锣般的嗓子，鬼哭狼嚎。他拼命的想要操控好屁股下的战机，却发现这玩意比坦克复杂的多，完全不是一个原理，以至于游戏中不少人可以看到一架老式战机在天空中像是冲浪一样，浪里个浪，轰轰轰。而就在这时，又一阵战机轰鸣声传来。通过几个转播屏幕，看台上的众人很快便注意到，远处的天边一架架战机排列整齐队形向战场这边飞来。而此时画面中的王长胜也注意到有东西过来，等到看清那些飞机后，当即傻了眼。敌机，是鬼子飞机！看到敌机来袭，王长胜恨不得立刻就能完美操控屁股下的战机，可结果呢？手和思想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他所驾驶的飞机就像是一个喝了二锅头的雄鹰。该说不说，就这飞法，
恐怕就算是敌人都很难击中。也许是听到他的喊话，不一会后，又一阵轰鸣声从他侧方传来。王长胜下意识看去，卧槽！老焦，你还会驾驶飞机？随着话语，就见与他相距不远的飞机中，一名有着熟悉面孔的军人正冲他摆着手。该说不说，看到这一幕，王长胜真的酸了。他与老焦算是老相熟，当初一同军训，下连队。这时，耳机中传来老焦的声音：“呵呵，没办法，撞了2次，学会了。我跟你说，别害怕，学飞机就跟学车一样，不撞2次，你永远学不会。好吧。”这歪理也是没谁了。就在两人说话之际，对面的敌机已经进入射程范围。按照老焦临场指导，王长胜按下射击按钮，砰砰砰砰砰砰，顷刻间，机载机关炮咆哮而起。可那些喷射而出的子弹没有击中一台敌机，直接成抛物线向下坠落。看到自己稀烂的射击，王长胜一脸尴尬。砰砰砰，下一刻，更加凶猛的射击声响起。卧槽！卧槽！卧槽！看着瞬间被射中冒烟的机翼，王长胜的脸色彻底大变起来。1秒钟前，他还觉得自己已经学会驾驶，就算无法击中敌人，自保应该没有问题。却不想打脸来得如此之快。看着逐渐变大、弥漫硝烟的战场，拼命操控坠机的王长胜彻底星沉谷底。几秒钟后，坠落的飞机蹭过一间房屋屋顶，直接在上面掀起无数尘埃，撞进硝烟弥漫的街区当中。下一秒，轰然一声爆炸响起，一片残骸当中火光冲天而起。王长胜终于坠机了。坐在看台上一众大佬看着宛如流星坠落的王长胜，脸上神色有些古怪。这一刻，所有人全都记住王长胜这个兵，一个为战场增添一笔浓重硝烟的士兵。这个兵是谁的手下？终于，坐在主位的郑老开口了：“报告，是我们连队的一个坦克兵，因为在环太平洋中表现突出，所以……”这时，一名军官立即站起身回答。不过这名军官的话没有说完，就被郑老打断。第176章，不会开飞机的飞行员不是个好厨子。坦克兵，不错，这小伙子胆大够大。测试要的就是这种胆大的年轻人。郑老看着场中表现尤为另类突出的王长胜，一脸和蔼的微笑道。那名军官闻言仔细瞧了眼郑老面色，见对方没有任何不悦，这才将心放到肚子里。他还真怕因为王长胜的格外优越表现，让自己在首长面前丢脸。现在看来，这担心完全多余。好的，我会多加考察。军官敬礼道。老式飞机发动机的引擎声再次吸引众人注意。就见先前与王长胜交流过的老焦驾驶着战机不断向着天空攀升。看台上一众大佬看着对方那娴熟动作，不由疑惑起来。今天测试人员有空军吗？报告首长，老焦是咱们军区做饭最好吃的厨师。啥玩意？厨师？这不胡闹吗？厨师开飞机？好家伙，不会开飞机的飞行员不是个好厨子。听到有人回话，看台上的一众大佬全都惊呆了。一个部队里烧饭的厨子居然将飞机玩得这么溜，说他们部队没有人才，还是说他们部队人才济济好呢？居然连个烧饭的都能开飞机。随着飞机攀升，下方战场的全貌也映入众人眼中。一条大河贯穿整座硝烟弥漫的老旧城市，仔细观察可以看到那条大河两岸有着不小码头。城市当中，两支完全不同的队伍于街头巷尾上展开巷战。老焦飞机的下方，几架敌军战机正在不断骚扰街上跑动的身影。看着眼前宛如真实般的画面，一众大佬再次为之感到惊叹。不得不说，林顾问做的游戏实在是太逼真。轰！就在这时，游戏中的老焦操控战机一个俯冲而下，朝着那群敌机袭去。伴随着下方大地不断扩大和嘈杂的飞机轰鸣，众人也跟着不由捏紧拳头。他们想要看看这个开飞机的厨子能给他们带来何种惊艳场面。而老焦也不负众望，调整一下带着的风镜，伴随着强劲有力的心跳声，俯冲杀到敌机上方，深深地吸了口流动的空气，却是灌了一肚子满是硝烟味道的冷空气。顷刻间，他精神不少，他竭尽全力，尽量稳住自己的飞机。小畜生们，尝尝爷爷的大机关炮吧，全都给老子去使！怒喝之间，老焦那颠勺的大手按下射击按钮，砰砰砰砰砰砰，机载机关炮发出粗犷的咆哮声，一道道宛若星火般的子弹组成蜿蜒弹道，朝着前方战机扫去。砰砰砰！下一秒，就见密集的子弹半数落到一架鬼子战机上面。
顷刻间，鬼子战机黑烟冒起，紧跟着便燃烧起火焰。好，干你娘！看到自己第一次就射中对方油箱和引擎，老焦重重的拍了下身旁机舱。好样的！是啊，这种士兵居然是个厨子，有点太可惜了。谁说不是？不行，等会调资料，把这个兵安排到我们连队。哎，你这明目张胆抢人，真的好吗？有什么不好？反正在你们那也是当厨子，来我这，我立刻给他提干。不是，你咋还蹬鼻子上脸？能不能要点脸？老焦的优越表现，让看台后方几名军官小声嘀咕起来。前面坐着一群大佬，他们不敢大声喧哗，只敢小声挤眉弄眼。而那名老焦连队的领导见到众人居然明目张胆讨论挖自己墙角，整张脸跟锅底一样黑。这名连长更是没有想到自己手下的厨子居然还有这种才能，这让他不由聚精会神观看起来。老焦操控着战机，如同雄鹰翱翔于天空一样。随着逐渐驾驶，他也愈发纯熟起来。虽然直至现在还没搞清楚飞机上的部分按钮，但是这完全不妨碍他肆意的浪。老焦想得明白，反正只是游戏而已，就算自己死了，也只是游戏人物死亡。既然这样，何不将瘾过足喽？也正因为他这种想法，此时才能够驾驶着身下这个杀气翱翔在天上。引擎的吼叫，不断扫射的机关炮，无情的收割着敌人的战机。仅仅这一会功夫，他又击落一架敌机。此时的老焦已经彻底沉浸在激战的乐趣当中，心中被激情填满的老焦，眼中除了敌人的战机，再也没有其他东西。无情的机关炮疯狂扫向鬼子战机。面对这群泯灭人性的畜生，他没有一丝手软，甚至在他看来，这群人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激情、愤怒的火焰升腾起来，子弹不断从枪口倾泻而出，砰砰砰，震耳欲聋的机关炮声划破天空。然而，已经注意到老焦的鬼子飞机编队在这一瞬间散开，每一架战机都开始尝试击落老焦。本来只是一点点机关炮声充斥的天空，霎时间响起更加密集、恐怖的声音。完了！看台上众人见状，心中一沉，再次攥紧拳头。而此时的老焦也是大脑一片空白，耳中所有声音消失，只剩下清晰可闻的心跳声。猛然间，他摆动操控杆，飞行着的战机侧身翻转过来。这个举动不过是他看到对方射击后的下意识之举。以前看电影里面的空战，飞机就是利用这个办法躲避射击。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电影和现实完全是两回事，而游戏和电影也不是一回事儿。就在他的飞机侧身翻转之际，风镜后的双眸骤然一缩，在他那宛如针芒的眼眸中，飞机左翼被飞射的子弹命中，数不清密密麻麻的孔洞出现在那里。擦的，完了！坐在飞机中的老焦明显能感觉出自己屁股下的飞机颠簸起来，而且机翼处已经冒起黑烟，甚至肉眼隐约可见机翼骨架上裹着的铁皮开始颤抖起来。此时的老焦已经忘了呼吸，只能死死地握着操控杆，试图让飞机稳定下来。可是下一刻，他就明显感觉出飞机逐渐向下坠去。妈的！老焦见状怒骂一声，跟着便用力拉起操控杆。猛然间，飞机飞跃而起，随着角度拉起，飞机也朝着天空飞去。鬼子战机见状，并没有打算要放过老焦。飞机集群中很快便有2架战机追出。第177章 Gamescom 科隆游戏展览会。噗噗噗！转播屏幕中的飞机引擎位置冒起黑烟，伴随着声响燃起火焰。而后面追击的鬼子飞机见状，并没有因此而放过这架飞机，宛如星链般的子弹狂扫而至。叮叮当当！顷刻间，老焦驾驶的飞机便又2次中弹，让本就不堪负重的战机猛然向下坠去，就像折翼的雄鹰。坐在看台上的众人见状，全都不由叹了口气，为此感到惋惜。虽然大家都已经猜到结局，但是看到火焰迅速将飞机吞噬的那一刻，脸上都不由得露出不忍神色。而此时，驾驶舱内的老焦却依然没有放弃，哪怕那火焰都已经烧到脸上，手依旧在死死地握着操控杆，试图想要继续驾驶飞机。他喉咙中爆发出无比绝望的怒吼，然而却已经是全无回天乏术。坠机的破风声响彻整个体育馆。轰！最终，老焦的战机还是在空中坠落到地上，撞进一栋房屋之中。随着一团火光升起，彻底融入硝烟弥漫的战场当中。可惜了！看着燃烧的房屋，郑老叹了口气，随后说道：“这种老式战机，就算是专业飞行员，恐怕一时也很难掌握啊。”听到郑老的话，一旁有人附和道：“是啊，咱们现在服役的战机都是新型战机，恐怕这群年轻人
还不如这个厨子。说起厨子，旁边的几位大佬不由再次感叹。听着众人讨论，郑老语重心长开口道：“像这种有能力的兵，就要好好培养，当厨子。你们这不是浪费人才呢吗？”听到郑老的话，周围众人不由沉默起来。这事儿能怨得着他们？若不是有这个游戏，谁又能想到一个厨子居然还会开飞机？不过对于郑老的话，可没人敢去反驳，所以众人只能纷纷点头，并保证回去以后好好筛选一下自己的队伍。听到众人保证，郑老这才和颜悦色起来，并扭头跟身旁坐着的林飞聊了起来。整整1小天时间，林飞都陪着一群军方大佬。等到一切结束，他又陪这群大佬在食堂吃了顿便饭，这才和马良等人离去。Gamescom 又称为科隆游戏展览会，算得上世界上最大规模、最权威的交互式娱乐游戏展会。这里不光集合了游戏，还有游戏硬件、软件等诸多展品，绝对算得上专业化展会。作为受邀人，林飞带着自己的团队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临近9月，夏末秋初季节，这个时期的科隆气候宜人，却是不想天公不作美，怎么会这么倒霉？上飞机时间还好好的，怎么下飞机就下雨啊？穿着一身如火般妖艳长裙的林洛摘下刚刚戴上的太阳镜，看了眼天空飘着的毛毛秋雨，一脸抱怨。谁知道，可能是知道某人来了呗。一旁的林飞耸了耸肩，刚想要继续对2句，马良却开了口：“林哥，咱们在网上订的车已经来了。”林飞闻言，这才转身朝着大厅门口走去。而他身后，除去跟来的林洛，还有客服娃娃脸贾珊珊，除此之外便是马良等人。虽然并不一定有人会害自己，但是小心总没有大错。更何况马良等人都是郑老无偿为自己提供的安保人员，而林飞因为现在钱多的花不完，所以平日里开销也是毫不吝啬。至此，马良等人也乐得待在他身边。连带林飞在内的10多个人出了大厅，便见到门口一名身材高挑的女人，举着个用打印机打印的汉字名字：“林先生。”一旁的马良见状，快速走上前去。双方短暂交流后，那名女子便带着他们向不远的停车场走去。我去，马良，你这安排可以啊！还别说，你现在越来越有管家气质了。怎么样，明年退役后来我这儿得了。豪华大巴上，林飞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向隔壁座位上的马良说道。看着林飞一脸享受的模样，马良微微一笑：“哼，电视里那些有钱人都是这样享受的，我倒是乐不得。可我对游戏也一窍不通啊。”听到马良的回答，林飞并没有睁开眼睛，说道：“一窍不通不要紧，会管理人，能安排事儿就可以。”他和马良接触时间也算短，对于马良这个年轻人，他还是比较中意。平日里话不多，但眼睛里却有事，而且也很有眼力见。譬如说，每次从林飞家中离开，都会下意识将垃圾全部带走。单单从这一点小举动就能够看得出，这是一个细心之人。更何况对方还有一手好功夫，有这样的人在身边，确实能给人带来安全感。难怪那些富豪出门都会带着随从和保镖，这感觉爽。而这时，那名先前接机的高挑女人走到林飞跟前，开口说出一口勉强算流利的汉语：“林先生您好，我是本次为您服务的管家伊娃，请问我们现在是先去预定好的酒店吗？”林飞睁开眼睛，诧异地打量起对方。女人戴着平光镜，穿着一身干练西服工装。白人女人身材高挑，但却一点不瘦，属于那种大骨架、丰满型。用现在网络用词来形容，就是微胖界的天花板。大家先去酒店休息下，晚上你可以为我们介绍几个好玩的地方。林飞扫了眼众人脸上疲态，直接开口说道：“好的，我这就去跟司机说一下，祝您旅途愉快。”伊娃微微欠身，随后便转身朝车前走去。看着对方背影和那紧裹着的曲线，确实很诱人。像是想到什么，林飞忽然看向马良：“我说你小子不会是学坏了吧？冤枉啊！我这都是按你吩咐在网上订的，我可不知道接待咱们的是美女啊。”马良闻言立即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无辜。随着与林飞接触时间越来越长，马良也摸清了前者脾气秉性，所以在预定服务时特意留言明确表示需要个赏心悦目的服务人员。随着林飞等人来到位于市中心的酒店，刚刚下车后便有一男一女迎了上来。林飞本以为是工作人员，可对方一开口才意识到自己想错了。第178章，这是游戏展还是个人秀？李先生您好，我是本次科隆游戏展览会的主办方工作人员，您可以称呼我为艾伦，这位是我们的会场负责人汤姆先生。一男一女迎了上来，女人率先开口道。林飞一怔，没想到在自己预定酒店门前
会遇到主办方工作人员。这时，贾珊珊熟悉的上前，与那女人微微握了下手，并开口替林飞回答：“你好，我是玩家国度的公关部经理。”说着，他示意向两人介绍道：“这位是我们玩家国度的创始人林飞先生，如果有事可以跟我谈，毕竟我们的执政官已经坐了一路飞机。”卧槽！确定这俏脸寒霜、一脸冷漠的小不点是自己认识那个贾珊珊？看到一路表现正常，突然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贾珊珊，林飞彻底一脸懵逼。就在这时，从豪华大巴上下来的林洛来到他身边，小声道：“怎么样？我训练的还可以吧？能拿得出手吧？你训练的？”林飞闻言一脸惊悚：“对啊。”说着，林洛便拽着林飞朝酒店内走去，边走边说：“咱们玩家国度现在可不是名不见传的小黑作坊，对外这一块你从没管过，你是不知道咱们现在的情况，所以在其他公司面前，你得拿出点高傲的态度。就拿这个主办方来说，咱们来就是给他脸，不来他也没办法。”听着林洛侃侃而谈的话，林飞彻底震惊了。他完全没想到，以前只懂得直播的老姐，现在居然变化如此之大。所有工作上的事儿全由贾珊珊处理，而林飞和林洛两人貌似真就好像是来玩的。第二天，游戏展开始。一早，在贾珊珊的安排下，众人来到会展体育馆。林先生，众人刚到门口，昨天酒店前那名女子便迎面来，走来众人身前，微微欠身后说道：“昨天贾经理说的要求，经过我们商议，已经全员达成一致。现在贵工作室的会展位置，我们已经搭建完成，现在就等。”按照林洛的要求，工作上的事，林飞全权交给贾珊珊处理，自己成了个真正的甩手大爷。而林飞在马良几人的陪同下，朝着会场内走去。说实话，像是这种游戏展，2辈子加一起，他都没有来过。不过，虽然没有亲身来过，但是从网络视频上还是得知，这种会展上可以见到各种考斯普雷的妹纸，而且穿着方面，一系系系，妙不可言。然而，就在几人刚要进入会场之时，一个略带惊喜的声音突然响起：“哦，买嘎达！上帝，米斯特林！”有人认出自己了。不说外国人对华国人有脸盲症吗？林飞诧异的转头望去，就见离自己不远的队伍中，一名白人老外正一脸惊喜的朝自己这边挥手，并且嘴里不断的喊着：“米斯特林，米斯特林，我见到活的米斯特林了！”看着棕褐色头发、碧绿眼睛、络腮胡子、身材圆润、略有些油腻的国际友人，林飞算是彻底愣住。什么叫活着的米斯特林？难道老子死了不成？还有你谁啊？这样大呼小叫，你不嫌丢人，老子还嫌丢人呢。然而，正当林飞心中想着的时候，周围人听到那哥们兴奋喊叫，全都下意识看了过去。等到这些人顺着那人目光看向林飞，好家伙，那眼神全都变了。林飞不记得自己曾经在哪看过一个评论，说：“正经人谁看游戏展？去看游戏展的有几个是看游戏的，不都是看人的吗？”以前林飞还不信这句话，现在面对这群人很不友善，甚至有点冒光的视线，属实感觉有点惊悚。林肥，是林肥，林肥，林肥。短暂的几秒过后，门口排队进入的人群变得骚乱起来。卧槽，不是说看游戏展都是看妹子的吗？这群人是咋回事？看着如狼似虎向这边靠拢的人群，林飞彻底慌了，下意识躲到马良几人身后。还好，主办方可能也考虑到这种情况。在人群骚动的同时，会场内便冲出身着保安制服的彪形大汉。看到救星驾到，林飞哪还敢在原地停留，直接趁着慌乱之际钻进会场。哼，林先生，这次会展观众的热情空前高涨呢。就在林飞进入会场时，一名戴着金丝眼镜、身材有些消瘦的男人拦住他的去路。看出他眼中疑惑神色，男人微微一笑，伸出手道：“您好，我是 Domo 工作室设计师王宇，能在这里见到你，很荣幸能在这里见到你。”看着对方脸上隐隐透着的兴奋神色，林飞一时间感觉有些头大。他没想到自己知名度居然会如此之大。至于对 Domo 这个游戏团队，可能有人会感觉陌生，但是一提到他制作过的游戏，作为一名华国游戏界崛起的黑马，还是如雷贯耳。轩辕剑曾经在这个世界可是红遍大江南北，不过这也成了 Domo 的最知名代表作。林飞很意外，没想到在克麦隆居然会见到同胞，顿时对这位来自湾湾省的同胞好奇起来。你们也有游戏参展？林飞礼貌地伸出手去和对方握了一下，疑惑道。这时展厅内眼尖的记者也注意到门口的林飞。此时的林飞
已经今非昔比，在社会上可能没有多少知名度，但不要怀疑他现在在游戏界的影响力。毕竟玩家国度每一次出手都是重拳出击，而玩家国度将要出席科隆游戏展览会的消息早已经被主办方公开出去。也正因为有着玩家国度这个热度，这次的游戏展吸引到许多厂商和玩家观众。我们工作室可比不了玩家国度。呵呵，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次来我主要是来看你的，毕竟见你一面实在是太难了。握着林飞的手，王宇一脸激动道：得，这又来一个。林飞闻言暗自翻了个白眼，心中极为纳闷，自己这是参加游戏展来了，还是游戏展览自己来了？第179章，我这是干啥来了？坐在自己展区休息的林飞，看着将自己这边围得水泄不通、乌泱泱的人群，顿时头大如斗。呵呵，别人想要这种效果都没有，林先生却在这苦恼。你这话要是让别的厂商听到，怕是得会被打死。这次来展览会，主要就是见林飞的王宇，听到林飞的抱怨，一脸哭笑不得。前来参加展会的厂商，哪个不是想着会被记者采访，巴不得被人包围？而林飞这边可倒好，不仅没有高兴，反而一脸很苦恼的样子。林飞叹了口气，别人他管不着，但他绝不想这样被人当猴一样看着，心里很无奈，但却没有任何办法。他又斜瞥一眼身旁的王宇，说道：你也很闲啊。呵呵，我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你。王宇微微一笑，又道：不过看样子你好像并没有感到疑惑。废话，你又不是美女。林飞闻言翻了个白眼，说道：现在想见我的人无非就是想要与玩家国度合作，如果你调查过，你应该知道玩家国度没有对外合作的打算。听到他的话，王宇丝毫不感觉意外。现在玩家国度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仅凭2款游戏便已经笼络全球无数玩家，而且玩家国度的粉丝数也在疯狂增长。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玩家国度这个名字已然成为高质量游戏的代言词，所有人都清楚。当然王宇也并非是傻子，他点了点头说：我从没想过要与玩家国度合作。说完他叹了口气道：其实这次来见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为我们团队谋个出路而已。什么意思啊？听到对方的话，林飞有些懵逼。呵，王宇脸上惨然一笑道：其实早在今年年初，随着王宇的叙述，林飞这才渐渐明白对方的意思。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对方活不下去了。起初对方的工作室还能利用手中一些有些勉强度日，可随着林飞的出现，游戏市场除去玩家国度，其余厂商全都进入寒冬之期。那些大厂商虽然也受到冲击，但是毕竟资本在那，而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小厂商和工作室可就惨了。同样，身在湾湾的王宇团队不仅受到市场冲击，并还受到一些外在因素影响。这样的情况，王宇便想带着团队去大陆发展。整个团队中有不少人看好玩家国度的前景，因此便有了此时想要加盟的想法。归根结底就是受大环境影响，活不下去了。搞明白事情始末，林飞并未开口回答。说实话，他有系统，根本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团队，只要能够维持工作室正常运转就够了。毕竟人多了，眼睛也杂，难免不会出现什么变故。想到这里，林飞摇头道：我的玩家国度并不需要任何团队加盟。虽然结果就在心中，但是请儿听到却又是另一回事。王宇没想到自己亲自不远万里来见，居然还是同样的结果。在他看来，自己的团队虽然做不出玩家国度那种品质的游戏，但是整个团队在技术方面也不会输于其他团队。说他没火，那纯属扯淡。但你要说他有火吧，有句俗话说得好，为了赚钱，低声下气不丢人。可在看到林飞那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他一时间又尴尬不已。处在原地，走也不是，不走又不是。随着游戏展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会场。各位老铁，猜猜我现在在哪？卧槽，这都看出来了，不愧是家人们。你们说的没错，我现在就开科隆游戏展。当今短视频直播盛行，各行各业都有做直播的主播。张扬就是一名户外会展主播，常年游走在各大城市各种会展中心上。当然，逛会展直播最大的目的还是为家人送福利。所谓的福利是什么？不说也罢，懂得都懂。举着自拍杆走进会场，他便被会场内热闹气氛吸引。近段时间，大大小小会展逛过不少，但却从没有像今日这般热闹。卧槽，老铁们，你们敢相信，作为全球最大电子游戏展会之一的科隆游戏展，居然比我上次去E3还热闹？我去，看那妖精穿的，
哎呀呀，这还有！进入会场的张扬再也忍不住，手机对着周围清凉妖精一阵猛拍。兄弟们，家人们，福利来了！张扬并非是什么游戏迷，也不是什么车迷，只能算是个模特迷，所以对于会场中那些厂商的广告牌还有厂商并不是很了解。随着直播摄像手机视角不断变换，直播间突然起屏来，而且还是那种效果炸裂的。注意到这种情况，张扬脸上露出喜色，不怕直播间人少，就怕直播间老铁不与你互动。不过这种刷屏的事还是很少见。他下意识看向另一个观看直播间的手机，当看到上面疯狂飞起的弹幕，整个人都懵了。卧槽，林飞是谁？难道是哪个考斯普雷的妹纸？面对张扬的询问，直播间观众并不买账，甚至刷屏更加凶猛。煞逼主播就在你右边那个展台。对，玩家国度几个字看不到吗？完了，主播是个瞎子，只盯着妖精屁股看。主播不干人事，我们举报他。对，举报他。看到一道道要举报自己的弹幕，张扬心里很慌，完全搞不明白这群观众是受啥刺激了。不过为了避免真有老六举报自己，赶紧转过头去寻找玩家国度的字样。卧槽，这是华国的游戏厂商。已经在国外混迹1年多的张扬并不知道国内游戏市场的消息，甚至连国际市场都不了解，但是看着那玩家国度的字样，始终觉得有点熟悉。卧槽，各位，这个名字不会就是前段时间一直霸占热搜的那个吧？虽然没有看过有关玩家国度的新闻，但是这时常在热搜上看到的名字却是十分熟悉。听到他的话，直播间观众难得没有嘲讽，而是刷了波小礼物，让他别瞎跑直播玩家国度在游戏展上的过程。说实话，看游戏哪里有看妹子好？可事实证明，没人会跟钱过意不去。看到老铁们的礼物，张扬便开始挤开人群，向玩家国度展台凑去。与此同时，上方音响响起：各位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玩家国度来的比较仓促，所以只是临时凑了几套 VR 装备，所有人都想体验，这是不可能的事。第180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手机？我这直播呢。卧槽，我听到了啥？尼玛，林老贼不做人啊！居然不声不响去国外参展，而且还拿新游戏，这家伙简直就是丧良心啊！弱弱的问一句，现在订机票还来得及吗？土豪大哥，带我一个！拎包、暖床、女装样样精通。通过户外展会主播张扬直播间，观众们听到会场内林飞的喊话声，全员震惊了。任谁也没想到，林老贼去参展，居然还放出个新游戏试玩，这尼玛也太突然了点吧！早知道这样，就订机票去参加科隆游戏展了。哼，科隆游戏展又不是一天，伙伴们完全可以买机票过来的。张扬看到直播间热度蹭蹭上涨，嘴都笑歪歪了。他没想到自己逛了1年多展会，直播间最高实际在线人数也就1-2千，现在可倒好，这么一会功夫居然涨到了7000多，而且这个数字还没停，看来今天有望突破1万。一想到这儿，张扬瞬间就将妹子的问题抛到脑后。妹子哪有真金白银香？心中像是吃了蜜的张扬拼着命的往里面凑。就在这时，前方展台又响起林飞的声音：我知道各位都想着率先体验，不过毕竟设备和位置有限，咱们这样，我在这直接选举幸运玩家。保安，赶紧拦一下！林飞不说还好，一说试玩是随机挑选，那些围在展台周围的国际玩家粉丝当即疯狂向前涌来，试图在林飞面前多露露脸，这样被选中的机会也大一些。然而这一举动全都被主播张扬拍到直播间当中。看着眼前这群像是抢超市免费鸡蛋大妈一样的外国友人，国内的观众朋友顿时感觉脸上倍有面子。顷刻间，连带张扬的直播间都跟着人气暴增起来。一群新涌入直播间的网友看着人满为患的展区，再也忍不住刷起弹幕来。卧槽，我看到了谁？林老贼，帅啊！居然去科隆游戏展了，而且这人气，这是要爆炸的节奏啊！多少钱我都要买。随着镜头的逐渐拉近，直播间观众的情绪无法控制，而此时整个展会现场仰望 LED 荧幕的玩家脸上全都是一种掩饰不住的激动神色。OMG， 太漂亮了！这是游戏吗？上帝，这是天堂吗？这也太漂亮了吧！谁能告诉我这是真实的吗？这个猴子是谁？好帅啊！我知道，这个是华国神话中的美猴王，好像叫孙悟空。美猴王？那是什么东西？是美猴王，他不是东西，他是东方的神仙。看到他手中那个棍子了吗？那个就是传说中的圣器。
好家伙，居然还有这说法吗？金箍棒，居然是圣器！听到台下一群国际友人的大呼小叫，台上的林飞心中一阵无语。东西方文化差异属实有点太大，不过有人能认出猴哥，倒是让他多少有些意外。然而，就在众人还沉浸在这位斗战胜佛的威严之中时，只见他的双耳微微抖动。与此同时，一声厉喝从天空云霄中荡开，妖吼！一声妖吼宛如滚雷，从荧幕旁边的索尼音响放射出来，顿时将会场所有人吓一跳。那个声音仿佛就在他们耳边一样。OMG， 这是什么音效？太赞了！不要说话，快看画面！伴随着那声怒喝，镜头一转，直接来到山边猴子上方。白云如浪，滚动如潮，随着剧烈的翻滚，那天边乳白浓郁的白云翻滚开来。随着云层缓缓退开，一群身影显露出来。一眼望去，不计其数，个个披甲戴盔，手持奇形兵刃，凶神恶煞。妖吼！你触犯天规，玉帝令我等来抓你回天庭受审，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听到对方的话，山巅的猴子不为所动。只见他双眸一睁，道道金光流传，闪现，一双火眼金睛，炯炯有神。猴子霸气侧漏的眼中，竟然丝毫没有一点畏惧之意，反倒是战意昂扬。卧槽，不愧是大圣，这画面太有感觉了！哈哈，这桥段我熟。操，大家都熟，全国男女老少都熟。经典一幕重现，让直播间观众全都回忆起童年。而此时，张扬这个户外展会主播的直播间人数正以每分钟近万人的速度疯狂增长着。那些新进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如此炸裂、熟悉且有逼真的画面，全都惊呆了。他们只是听说有人在直播玩家国度新游戏试玩，可万万没想到，居然会看到大圣。大圣在干什么？就在这时，观众们发现站在山巅之上的猴子嘴唇微动。众人疑惑之际，就见随着他嘴唇停下，那猴子一翻身，脚踏祥云腾空而起。卧槽，筋斗云，真帅啊！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特效，只是简简单单的脚踏白云而起。然而，就这样一个简单画面，却在那极尽逼真的画质下，让众人误以为真的有人会脚踏祥云而起。尤其是会场中的那些国际友人还有游戏厂商，此时他们全都张大嘴巴，完全说不出话来。在他们的认知中，即便是上帝也不曾有过如此能力，不需要多余华丽特效，也不需要任何酷炫镜头，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筋斗云便已经引爆全场。只见那手持铁棒的猴子脚踏祥云，以一个极尽压迫恐怖的速度瞬间拔高到与那群不速之客一齐。那双犀利带着凶性的眼眸毫不遮掩，带着滔天怒意，直视所有来犯的敌人。猴子眼中的杀意丝毫不加以掩饰，脸上却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根本没将眼前这群天兵天将放到眼中。哼，玉帝老儿就派你们这群虾兵蟹将前来捉拿俺老孙，未免也太看不起俺老孙了吧！话语间，猴子便张口一吞一吐，一口飓风从其口中吹出。下一秒，就见那天空之上，厚厚积云从四面八方而来，本来和风日照的艳阳天瞬间变得昏暗几分。然而仅仅又一息之后，这方天地便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景象。 OMG， 这是什么魔法？太酷炫了！是啊，这魔法太酷炫了，这是小说中的禁咒吗？会场之内，那些不了解东方文化的西方玩家全都不约而同地吸了一口冷气。这一番宛如末日般的景象，只能让他们哈利波特中的魔法。看着眼前宛如真正末日般的黑云景象，这帮老外全都感觉后脊背发凉。甚至有人在想象，这猴子如果真的存在，那自己国家那些漫威英雄能不能打过这只猴子？毕竟这猴子吹口气儿都这么恐怖，谁知道还有什么技能？隆隆隆！面对黑云压境，那群站在云彩里的天兵天将翘起战鼓，冥顽不灵，妖猴乖乖受死！随着震天战鼓声响，一声暴喝也跟着传来。下一刻，就见一个拿着长剑的虬须大汉从列队中飞出，朝着猴子这边飞来。来得好，吃俺老孙一棒！看到朝这边飞来的天王，猴子眼中不仅毫无畏惧，反而战意盎然。随着话语，当即抄起铁棒朝着魔里侵袭去。可下一刻，砰！一声闷响，全场人呆住，气势汹汹的猴子居然被一剑拍飞出去。同时，玩家国度展台上戴着 VR 头盔的张扬发出一声惊叫：卧槽啊，这咋就开干了呢？第183章，我觉得他们没有可比性。卧槽，
我只敢说一声卧槽！哈哈，主播真吉尔才逼一个呀！杀上南天门！我哥这儿测试游戏，你们却在那谈论生物物种问题，这样礼貌吗？看着下方拿孙大圣和西方诸神比较的一众友人，林飞脸色有些尴尬不已。自古以来，神话这种东西，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表现。至于这些神话人物孰强孰弱，这还真不好判定。不过在林飞心中，他认为还是东方的要强一点点。当众人讨论之际，游戏中一名外国玩家已经将这满天天兵天将杀得片甲不留。OMG， 可算是过关了。这游戏太好玩了。就在那名玩家松一口气时，眼前画面一转，被杀得丢盔弃甲的天兵天将鸣金收兵后，朝着南天门飞去。这时，半空中的猴子双眸微微眯起，迸射出一丝危险气息。玉帝老儿，真当俺老孙是好欺负的不成？天庭如此欺人太甚，待俺老孙闹上他一闹。说着，就见那猴子冲着下方花果山喊道：“猴子猴孙，带俺老孙去那天庭走一走，回来之后给你们带点土特产。”说话间，孙大圣一个筋斗而起，朝着南天门飞去。挖草 ！OMG， 太快，太快了，受不了！呜！随着孙大圣的飞起，周围景色瞬间模糊起来，这便是急速飞行的一种表现。然而，展台上的幸运玩家突然有一种坐过山车的感觉，尤其是随着飞行，他们脚下的移动台居然还模拟出那种飘飘忽忽的感觉。这种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让几人忍不住大叫起来。而看到画面中孙大圣脚踏白云飞行的场面，观众们坐不住了，一个个脸上露出兴奋且又向往的神色。OMG， 这个云彩好逼真，真的能飞行。是啊，这是我见过最牛的飞行游戏，比那些什么飞机模拟都要好。谢不肉，我估计我是不行了，我现在看着就晕，而且我还有恐高。猴子一路飞行，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技能。不过哪怕如此，那种脚踩白云飞行的场面，还是让这群国际友人露出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而林飞要的就是他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当初在策划参展游戏时，他就已经做好决定，既然要向外国友人展示东方文化，那就展示点狠活。可以说，整个游戏除去打斗场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猴子的筋斗云。在众人面前展示孙大圣的无比强大，同时也展示出东方道术的神奇。一个筋斗108000里，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一个字：快。至于多快，比3秒猴还要快。而想要凸显出这种急速，不需要多余镜头，只需要将那种极具压迫的速度原原本本展现出来就可以。唰！伴随着猴子从屏幕中划过，只见一道流光疾驰，朝着天外飞去，犀利到几乎能将耳膜撕裂的风声带起一连串的音爆声音。3秒没到，猴子突然停住。就在众人感觉疑惑之际，一阵音乐响起，伴随着宛如仙音般的奏乐声，视角慢慢的来到猴子身上，变成第一人称。随着视角转换，众人才意识到孙大圣为甚要停下。这是什么地方？天堂吗？ OMG， 不，就算天堂都不一定有这么美丽。哦，上帝啊，这就是东方的天堂。主啊，你看到了吗？简直太美妙了。这真是一个游戏吗？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了。随着大圣视角看到眼前景象的外国友人们再次露出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甚至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印象中主待着的天堂都没有眼前这座宫殿气派。望着那金光万道带着滚滚红霞的宫殿群，所有小老外的眼珠子都直了。尤其是此时孙大圣面前雕刻南天门字样的大门，更是碧沉如琉璃，明晃如玉。在那南天门两侧更是有着数十位威武镇守天兵，一个个执戟悬鞭，持刀仗剑。 OMG， 看看柱子，简直就是艺术品，太完美了。一名细心的观众看到南天门内的几根巨型石柱，忍不住惊呼起来。听到这名观众的话，众人这才注意到，那几根通天立柱，柱上缠着金鳞耀日赤须龙，在那通天立柱后又有几座长桥，桥上盘旋着彩羽凌空丹顶凤，明霞晃晃映天光，碧雾蒙蒙遮斗口。这天上的天宫宝殿彻底看呆这群小老外，甚至有的人都不由自觉地流出眼泪。你怎么哭了？呜，我妈妈癌症晚期，如果死后天堂也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谢不肉，你真孝心，我要有你这想法，我爸爸非得给我一条七匹狼不可。下方何人？这里是南天门，请速速离去。就在这时，那于南天门前镇守的天兵冲着下方吼道。天兵吼声带着无伤仙威，宛如滚雷一般炸裂开来。顷刻间，在场所有人观众，哪怕这群小老外听不明白，在这宛如雷音的声音下，
也不由感觉一阵心慌。尤其再配合上那画面，仿佛那荧幕中凶神恶煞的天兵下一刻就会从荧幕中走出来一样。然而，面对天兵的质问，孙大圣脸上却桀骜一笑。桀，大圣怪笑一声，蔑视道：“玉帝老儿派兵攻打我花果山，今日俺老孙也要在他的天庭闹上一闹。”说着，孙大圣丝毫没有犹豫，抄起手中铁棒，便朝着守镇守南天门的天兵天将杀去。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弼马温啊！就在这时，一个略带嘲讽的声音响起，跟着就见一个手托宝塔的巨型大汉出现在视野当中。看到那大汉，现场小老外们不由抽了口冷气。按照正常来判断，孙大圣的身高也就在1.7米到1.8米左右，而就这样的身高，看眼前的大汉居然要仰望。更可怕的是，孙大圣的身高居然只到大汉的膝盖。相比于那些没见识的小老外，国内通过直播看到画面的观众倒是淡定不少。不过对于托塔天王的体型，还是忍不住发起言论：我的鬼鬼，这托塔天王未免也有些太大了吧？废话，咋说也是个 BOSS。 随着观众们的讨论，托塔天王李靖的出现，幸运玩家们又再次获得孙大圣的掌控权。第185章，二郎显圣真君。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事实告诉所有人，玩家国度出品必是精品。那被幸运玩家操控的齐天大圣、斗战胜佛于巨人般的托塔天王身旁灵活穿梭，所有是大力神攻击全都被猴子那灵活的身法躲过，甚至时不时还会做出反击。行云流水般的动作，精致无比的画面，让人看着就赏心悦目，心中更是称赞这猴子三界五行当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而面对十分难缠的猴子，100丈高的托塔天王气得双眼无比通红，无比骇人，完全进入了暴走阶段。巨大身躯宛如山岳一般庞大，望着身前那如同苍蝇般渺小的猴头，猛地瞪大眼睛，暴喝起来：妖猴，看塔！随着响彻云霄的怒吼，就见其手臂抬起，手中托着的巨塔抛向空中。下一瞬间，那巨塔上面金光流转，仙音阵阵。与此同时，那座巨塔突然变大起来，刹那间，那悬于半空中的巨塔变化成数百丈高，带着一片阴暗朝下方孙大圣砸下。会展上的小老外根本不知东方文化，在看到先前被那巨人端在手里的小塔瞬间100丈来高，顿时吓得惊叫起来。顷刻间，全场都瞪大眼睛。卧槽，不是吧？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那么大点的一个塔，怎么转眼间就变得这么大？看着荧幕中那庞然高塔，所有小老外都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颠覆。难道这就是华夏文化中的神仙？我的主，这也太可怕了！是啊，如果现实中有这种魔法，那这一个猴子就能灭了所有国家。OMG！ 我的天，我再也不管东方人叫猴子了。这一刻，全场沸腾起来。而玩家国度展位旁展位中坐着的那群游戏厂商也全都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看着眼前流畅精美画质，他们都沉默起来。这怎么可能？从始至终，画面流畅至极，丝毫没有卡顿不说，里面的景色渲染根本挑不出一点毛病，真难让人相信这究竟是什么引擎。是啊，整个打斗画面让人看着好真实。这一刻，这些游戏厂商心中泛起百般滋味，他们相信从今以后，恐怕玩家国度是彻底在游戏市场站住脚步，甚至有可能这次展会结束，对方超越他们这些大厂商都有可能。一想到自己公司这样输给一个小小的工作室，众人脸上无奈的神色更浓。就在众人各怀心思之际，投影中那座巨塔已然来到大圣头顶。面对砸下来的巨塔，操控大圣的幸运玩家并没有一点慌乱，甚至抬起来的目光中都还透着一丝不屑。下一秒，就见大圣在万众瞩目中，整个身体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众人视野当中。而等众人再次见到大圣身影时，他已经来到那宛如泰坦巨人的大汉头顶，充满不屑与轻蔑的目光，仿佛那巨大的托塔天王在其眼中什么都不是。眼前的巨人除了体型庞大以外，根本一无是处。吃俺老孙一棒！充满桀骜的暴喝声同时，独属于猴子的大圣之威释放而出。那挥舞起来的金箍棒直接搅动周遭仙气，霎时间天地变色，风卷残云，仿佛就像是在这南天门前要掀起一股恐怖的风暴。砰！一声闷响，响彻整个南天门，金箍棒结结实实的落在巨人肩上。轰隆！那看似没有任何重量的金箍棒，实际重量吓死个人。一击之下，托塔天王承受不住其恐怖威力，摔倒在地。拿命来！看到对方被自己击倒，玩家眼中尽是一片兴奋，下意识便要乘胜追击。单手操着金箍棒，
肆意将其中恐怖的威力挥洒而出。顷刻间，道道霹雳闪电于那棍子周身冒了出来，就连周围的天色都暗淡不少。这一棒子若是打实了，眼前巨人就算不死，恐怕也得落个脑残下场。那名玩家却是丝毫没有一点怜悯，甚至眼中泛着一丝快意。此时张扬直播间内华国观众见到这种状况，都下意识惊呼起来：卧槽，剧情不是这样色儿的啊！对啊，这里应该有插曲。堂堂托塔天王怎么可能这么快领盒饭？谁说不是？不过该说不说，这个小老外可真狠。不光狠，技术也不错。操，就这还叫技术不错？这要是我早就过关了。拉倒吧，要是你恐怕南天门都上不来。而敢！就在直播间华国观众讨论之际，荧幕中响起一声厉喝。剧情正如那些华国观众所言，正出现插曲。眼看猴子手中金箍棒就要砸中李靖头颅，千钧一发之际，一杆三叉戟横到棍前，砰！嗡！闷响过后，两杆兵器都发出了震动声音。顺着玩家目光缓缓上移，卧槽，这家伙是谁？穿得好帅，好精致，好霸气 ！OMG， 这个家伙居然长着3只眼！上帝，难道是传说中的克苏鲁？少扯！这游戏是东方文化，怎么可能会出现克苏鲁生物？这分明就是东方的美杜莎。看着画面中仪容清俊、相貌堂堂、两耳垂肩、目射金光的3眼男子，会场内所有小老外都惊呆了。他们从没看过这么帅的 NPC， 尤其是对方那头戴3山飞凤帽，身披银甲，脚踏绿金靴，腰挎星月弹弓，手执3尖2刃枪的样子，简直是帅爆了！仿佛这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么帅的男人。什么人？那名幸运的小老外玩家并不认识眼前二郎神，看到对方挡下自己的攻击，下意识问道：“我乃二郎显圣真君。”妖猴，居然敢擅闯南天门，打伤仙界天王，你可知罪？位于猴子面前的男子手中3尖2刃枪一抖，横眉立目道：“二郎显圣真君，这是什么职业？”听到对方的话，操控大圣的玩家一脸茫然。不过从话里行间还是听明白，这家伙是来阻止自己的。看着眼前这个轻松挡下自己一击的3眼男，小老外心中暗想：这家伙怕是个劲敌啊。第186章，就让我来教教你怎么做人。事实证明，小老外一点都没想错，眼前的这个3眼怪男不仅是个劲敌，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 BOSS。 这名幸运的小老外玩家自问是个睾丸，可即便再牛逼的睾丸，在这个拿着3尖2刃枪家伙面前，也分分钟被叫做人道理。眼前这个3只眼，无论实力还是行动，都仿佛天衣无缝一般，直接将他拿捏死死。甚至往往他刚躲过一击，对方的下一击就接踵而至，完全让人防不胜防。上帝，你敢确定这是个 BOSS 而不是 bug？ 这让人咋玩啊？无论是现场还是直播中的观众，看到二郎真君如此凶悍，全都傻了眼。台上林飞看着下方一脸便秘似的观众，心里偷偷的乐起来。作为进入天庭最重要的关口 BOSS， 当然不会那么菜逼。可以说，在整个游戏世界内，二郎神杨戬的战斗力就是整个天庭的天花板。如果就这样轻轻松松被玩家解决，怎么能配得上二郎显圣真君？卧槽，我就知道林老贼他不是个人。谁说不是？一个二郎神居然设置这么难，后面还咋玩？这你就错了。游戏一点难度没有多没意思，我觉得这样挺好。我觉得也挺好。大圣之威，毁天灭地，可在面对二郎神时，直接被压得死死，这让人心里感觉憋屈至极。尤其是那名小老外玩家，连续死了4、5次。而就在这名玩家第6次死亡之后，打算复活再战之际，下面的观众终于忍不住了。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谁说不是？哥们，难道你们想霸占一天吗？对，赶紧下俩，我们还等着玩呢。谁说不是？我币都投了，轮也该轮到我们了吧？听到台下无数抱怨，林飞觉得也差不多了，向一旁的工作人员点头示意。得到指示的主办方工作人员立刻走到几台设备旁，在几名玩家不舍的表情下劝说下来：林哥，咱商量个事儿呗。从设备上下来的张扬一脸谄笑的来到林飞身旁，对那放在一旁直播的手机看都没看一眼。什么事儿？林飞疑惑的看向这个祖国同胞主播。听到他的话，张扬稍稍犹豫，便直接说道：你看咱们都是祖国人，要不你再让我多玩一会？再玩一会？林飞问道一怔，随后便开口说道：我倒是想。他示意张扬看一眼台下，继续道：你觉得我要是让你继续玩下去，这群人会不会拆了我的展台？
看到台下观众为了5个名额疯狂试投，张扬神色一僵，半晌后缩了缩脖子，笑道：“呵呵，那算了，你这游戏真好玩。”那是当然，林飞回答。游戏玩不上，张扬只能兴致缺缺地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卧槽！张扬惊恐地看着自己手机直播间，一张犹如河马般的面孔，满是惊骇神色。而直播间观众看到突然出现在屏幕前的河马脸，当即也被吓得惊叫起来：“我尼玛，这是什么生物？操！宝宝奔跑出来了！妖孽，看我大威天龙！尼玛，吓得老子手指掉茅坑里了！谁是技术学院的？求手指5毛钱！我不是，但是你可把地址告诉我，我给你东风快递过去。确定楼上这位不是竹子，你是真损！”面对直播间无数弹幕，张扬迟迟缓不过神儿来，甚至嘴里轻声在念叨着个10、100、1000。他不敢相信自己就玩游戏这么一阵功夫，直播间内的观众数居然达到700多万，这个数做梦他都不敢想，甚至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直播在线人数有突破500万的一天，而且现在人数还在增加，看这架势，怕是有突破1000万的可能。一瞬间，张扬抓到流量密码，脸上谄媚的神色更浓，看着林飞道：“林哥，我这几天可以在你这直播吗？虽然直播并不犯法，但是有的时候必须得经过本人同意，不然的话对方反咬你一口，那就BBQ了。”这种事他不是没有经历过，虽然林飞并不一定是那种人，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说清楚的好。林飞闻言扭头看着张扬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心里只感觉有点好笑，看得出对方很诚恳。直播这种事林飞倒不排斥，毕竟这也算是变相为自己打广告，他现在的成就不需要什么广告效应，但是帮助人这种事儿他还是比较愿意，何况对方还是同胞。不过有些事儿还是要说明白，直播可以，尽量不要让我出镜，同时也不要给我乱带节奏。听到林飞允许直播，张扬立刻点头如小鸡啄米。好，我保证不会乱拍，也不乱说话，我就拍整个游戏展过程。虽然不知道林飞为什么不喜欢出镜，但是这对张扬而言并不算什么苛刻条件，只要对方允许他在展区直播，那还愁没有流量？这年月流量就是钱，等他有钱了，也去做游戏主播，就玩玩家国度游戏。暂且不提咱这位奋发图强的户外主播，位于玩家国度旁边的游戏展区内，几名业内厂商此时脸色彻底如锅底一般，尤其是看着那些认为围在玩家国度看人家玩游戏，也不瞧他们这边一眼的观众玩家，他们心里那叫一个酸，蟹不肉。为什么主办方要邀请这个搅屎棍？有他在这里，我们的产品还怎么展示？一名厂商看着水泄不通的玩家国度展区，一脸愤怒道：“像这种破坏业内规则的人，我们就应该抵制他，让他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我说几位，别做梦了，这个东方小子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我们还是想想今后的出路吧。”“不，我不甘心，我这里可是带着新游戏来的。”这名说话的厂商说话之间便已经起身来到台前，看着不远正在自觉排队想要体验玩家国度游戏的观众，脸上泛起狠来。“东方小鬼，就算你游戏做得再好又如何？这个世界只做好游戏可是远远不够的。”自言自语之际，该男子从怀里掏出手机，随即按下一串号码拨了出去。等到电话接通，他向电话另端说了些什么，旋即就挂断电话，抬头朝对面台上的林飞望去，低声道：“小鬼，就让我来教教你怎么做人。”第187章黑白双煞。饿了吃饭要紧。有人突发心脏病，他们游戏被破译出现 bug， 这些都合理吧？几名游戏厂商惊讶地看着这位同行，在游戏界黑对方产品这种事并不少见，但是在展会上明着搞事儿的还是头一回见到。这家伙是疯了吗？以后不想在业内混了？这事儿若是被曝光出去，对方公司的名声可就完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游戏公司还能有玩家买账？这是自掘坟墓啊！疯了！不过对于这种作死做法，几个游戏厂商还是很大方的，在精神上支持道：“合理，很合理。”几位游戏厂商不断点头，附和着眼前这个气急败坏的家伙。哼！大卫冷哼一声，对眼前几人不满。他微微眯起眼睛，言语中带着如同刺刀般寒冷杀意：“我找的绝对是专业人士，是当地的黑手党。你们记住，这件事和我凯杰游戏没有任何瓜葛，你们明白吗？”看到对方眼中那毫不加掩饰的恶意，几名游戏厂商这时才想起对方公司的背景，
业内传言，凯杰游戏老板在涉足游戏业之前，是西班牙当地有名的街溜子。在众人印象中，西班牙人人脾气火爆。几个游戏厂商代表人当即点头如啄米，甚至一致认为那个林飞可能真的要倒霉了。毕竟人生地不熟。明白，明白，我们保证什么都不知道。得到几人保证，大卫脸上露出得意神色，旋即眼中期待地望向门口。与此同时，科隆市内，一辆宛如战损般的破轿车当中。好的，老板，这事儿交给我们兄弟，我们绝对会为您办得明明白白。贼眉鼠眼的男子看着手机信息中心的照片，在脑中记住对方长相，之后倒是并没像专业人士那样删掉照片，而是将电话揣进兜里，然后这才推了一把身旁正驾驶上打盹的强壮黑人。哥们，来活了！黑人男子闻言顿时来了精神，咧嘴抠出一口白牙。是吗？那太好了，我上个月买裤衩子的贷款钱还没着落呢。我们去修理谁？嘿，我说麦迪，不要天天想着打打杀杀，我们是黑手党，不是街边的混混。瘦猴白人一听老黑的话，当即反驳起来，甚至说话的同时还下意识地整理身上那像是细袍的灰西服。说实话，这种衣服有点像华国给死人穿的装老衣，无论是尺码还是穿身上的效果都像极了。不过这身衣服在瘦猴看来那就是门面，代表黑手党的门面，就像教父一样，这就叫专业。瘦猴整理一下，指挥道：来死狗，我们去体育场会展中心。 OMG， 兄弟，你没有说错吧？我们去那里做什么？玩游戏吗？黑人男子惊讶起来。当然是去赚钱。瘦猴将事情始末说了一遍，在听到是去会展中心一个展台捣乱，麦迪当即脸色有些不太好看。谢特，我是个打手，不是碰瓷的老太太。不要废话，你的裤衩子分期钱还没还呢，你现在就是老太太。好吧，希望不要太丢人。迫于生活，科隆当地自称为黑白双煞的黑手党。就这样，开着那辆战损风轿车向游戏展会方向飞驰而去。克隆游戏展现场，时间已经中午，即便是午休吃饭时间，排在玩家国度展位前的玩家丝毫没有一点减少迹象。不仅如此，反而有些人叫来亲朋好友，带着麦鸡快餐就地解决。饮料一喝多，尿也就多，尿多，这就让人有些为难，都怕一走之后位置让人抢去，没办法，只能憋着。这时候有亲朋好友给占位的，那才叫一个通透。看着热情不减的观众，林飞没想到能会是这样效果。将所有事交代给主办方安排的工作人员后，带着几人离开会场。毕竟大家都很少出国，被拴在会场多没意思。而参加游戏展能有林飞这般想法的，也是蝎子拉巴巴，独一份。嘿，看着点老兄。就在几人走出会展中心大门时，马良不小心撞到一名黑人男子。不好意思。马良抬头看了眼人高马大的黑人男子，下意识道了句歉，跟着便侧身挡住对方，给林飞开出一条道来。本来只是个平常举动，却引起黑人男子和身旁同伴注意。看着走过去的林飞，那名瘦猴白人立刻掏出手机，打开短信里一张照片。还好，莫专业的删除照片。看看林飞，看看手机，比对半响，当即拉住要进会场的同伴。伙计，我们不用进去了，我们要办事的展区就是那东方小子的。既然主人已经离场，我们进去也没什么必要。说到这，瘦猴眼睛一转，顿时来了主意。哥们，想不想赚大钱？想，当然想了。不要忘了，我还有分期没还呢。得到黑人同伴的同意，瘦猴双眼冒着贼光道：反正都是搞事，不如我们绑架他，让他无法出席展会。哦，谢特，我就知道你没好想法。黑人男子闻言当即一脸抱怨道：难道你没看到那小子身边有4、5个保镖吗？保镖？我说老兄。瘦猴捶了捶黑人胸口，你觉得那些东方人会是你的对手吗？就算是拳王泰3来了，对你来说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这话他爱听。听到瘦猴吹捧，黑人男子脸上不由得露出得意笑容。能不能打得过拳王暂且不说，但几个东方猴子还不是手拿把掐点事儿。一想到自己吃热狗都不放香肠的日子，黑人男子当即点头答应道：好，我们就绑架他，到时再要点赎金。窃窃私语的两人见林飞几人越走越远，当即结束话题，悄悄尾随而去。在他们看来，绑架一名东方人还不是手到擒来，何况听说做游戏的都富得流油。两人彻底改了主意。随着林飞几人上车离开，两人和开着那辆战损轿车跟了上来。
后面那辆车在跟踪我们。作为一名专业特种兵，而且还属于兵王级，马良立刻发现后面那辆战损轿车行径可疑。你没看错吧？身在国外，人生地不熟，林飞想不出什么人会跟踪自己。没错，马良一脸肯定，旋即问道：要不要解决？不用，先看看再说。莫名其妙被人跟踪，林飞感觉不可思议，想了下向马良说道：饿了，吃饭要紧。第188章，赚钱赚大钱。很快，林飞他们的汽车来到科隆市中心一家高档餐厅，几人下车，仿佛像是无所察觉一样走进餐厅。尾随而来的瘦猴两人同样将车停到停车场上。等到看到几人进入餐厅，两人顿时傻了眼。兄弟，怎么办？听到黑人男子问话，瘦猴看了眼不远的高级餐厅，手下意识在兜里摸了摸，最后只能一咬牙说道：等。听到同伴的话，黑人男子脸明显有些不爽，不过没办法，难道要指望两个吃热狗不家常的人去高档餐厅消费？那就等吧。10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1个小时过去，2个小时，哥们，我们还要等多久？2个多小时，迟迟不见林飞等人出来，黑人男子明显已经失去耐心，一脸苦逼神色的瘦猴也没想到，这群东方人吃个饭居然吃2个多小时，这吃的是什么玩意？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再等等吧，应该是吃完了。2个多小时都等了，就这样灰溜溜离开，瘦猴属实有点不甘心。谢特，如果他们还不出来呢？黑人男子已经不想再等了。早上起来他就没吃早饭，现在武藏庙已经饿得如肋骨一般，人家在里面肥吃肥喝，他却在外面瘪着肚子。应该快了，应该快了。瘦猴偏头看了眼一脸不耐烦的黑人兄弟，安慰道。然而就在瘦猴话音落下的同时，两人身后响起一个纯正的华式外语。真没想到，你们2个挺有耐心嘛。谁？听到身后传来声音，两人皆是一惊，下意识转身望去。怎么可能？当两人看到站在身后的东方人，全都愣住。半晌过后，他们俩下意识又朝餐厅大门看了一眼，脑袋中全是一片问号。这家伙是从哪出来的？怎么没有看到？马良看着2个笨贼，内心很是无语。就这种家伙，竟然还玩跟踪，这是得有多蠢啊！很惊讶，马良脸上噙着笑意，一步步朝两人走去。而两人看到眼前东方青年见到自己后，不仅没有离开，反而朝他们走来，心中一片诧异。小子，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小白脸呢？瘦猴看着走向自己的马良，脸上突然做出一副凶狠模样，恶狠狠地问道：怎么，有事？来到两人面前，马良毫无畏惧，冷笑道。瘦猴看着眼前比自己还要单薄的马良，并不认为对方会有什么威胁，当即开口道：转告你的同伴，我们科隆黑手党已经盯上他了。用你们华国的话来说。说到这，瘦猴掏出手机，打开软件，像是在查询什么。半晌后继续道：识相点，破财免灾。看着对方举动，马良脸上神色古怪至极，居然连破财免灾都知道。说实话，长这么大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蠢的家伙。看到这里，他下意识偏头瞥了眼那名人高马大的黑人男子，触及到他的目光，黑人男子脸上下意识做出凶狠模样。看到对方这种表现，马良更是无语，心中纳闷，这都是什么鸟？就这脑子是怎么在黑手党中混的？还是说黑手党是个医疗机构？对于这2个蠢蛋，他已经彻底失去兴趣，下意识便要出手打发两人，却是不想，这时从餐厅走过来的林飞已经将一切看在眼中，笑盈盈站在两人身后，开口道：我想知道是谁让你跟踪我的？突如其来的声音将两人吓一跳，等到回过身后，见到背后的林飞，当即瞪大眼睛。而那名黑人男子见到正主出现，下意识便要上前抓住林飞，却是不想，就在他刚抬起腿的同时，膝关节后被人踹了一脚，腿一麻，砰，硬生生的跪在林飞面前。我去！突如其来的变故，林飞也没反应过来，见到跪在自己面前的黑人壮汉，下意识惊呼一声。不等黑人行动，已经出手的马良直接用情拿手按住黑人男子。哦，谢特，我的手断了，痛，痛！黑人男子惨嚎的同时，一旁瘦猴见状不妙，下意识转身便要逃跑，却是不想有人比他动作还快。就在他转身之际，一条鞭腿从身侧扫来，砰的一声踢在他的小腹上。哦，破了音的嚎叫声响起，被踢飞出去的瘦猴捂着小腹，双眼翻白，疼得上气不接下气，随时都可能过去。这就是跟踪咱们的货色。
这时，款款而来的林洛和贾珊珊看到已经被马良制服的两人，脸上露出不屑神色，尤其是在见到那瘦猴捂着小腹死去活来的样子，眼中尽是鄙夷。死，一定很疼吧？林飞走到近前，瞥了眼倒地嗷嗷直叫的瘦猴，问道：“说吧，是谁让你们来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瘦猴疼得言语不清，话刚一说完，一旁马良的战友便要再次动手。瘦猴见状，当即吓得双腿蹬地向后退去，对方一脚就差点将他送走，这要再来一脚，怕是直接去见冥王了。林飞立即抬手阻止，跟着看向瘦猴：“这样，我不问你是谁指使你来的，想来跟展会上那些厂商也脱不开干系。”说着，他便蹲下身子，看着瘦猴道：“这样，我也不为难你，他们给你开什么条件，我出5倍。”已经腾出一脑门子冷汗的瘦猴闻言顿时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该死的东方人，居然这么有钱！”心中稍稍犹豫，瘦猴便开口说道：“他们给我俩1000，让我载你的。有更多的钱赚，即便是有职业操守的黑手党，瘦猴也不得不对钱低头。就这么现实。”他将事情始末，还有凯杰游戏代表大卫所交代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林飞。听到事情始末，林飞脸上一阵错愕，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居然只出1000块钱。不过看两人这智商，怕是也就值这个价。既然对方想搞事，那自己搞搞。像是想到什么，林飞看着眼前瘦猴，脸上露出一副和蔼，像是圣诞老爷爷的笑容。你们想不想赚钱？赚钱？对，赚钱，赚大钱。第189章，玩个游戏，咋还验上尸了呢？下午回到科隆游戏展上，按照林飞的打算，本来下午是打算逛逛科隆，领略一下风土人情。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接下来展会上还有一场好戏等着他观看，怎容错过？下午的游戏展依旧人山人海，当然，这种情况也仅限于林飞的玩家国度展台。至于其他游戏厂商，并不是没有顾客，只是两者一比，相形见绌。就在林飞几人刚刚回到展台不久，门口走进一批游客。林飞扫了一眼，并没有见到那2个蠢蛋的身影。还好，这2人还没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而这批进来的游客大约能有20余人，但是外表和年龄属实有点与当下环境不符。当然了，只要有门票，任何人都可以逛展会，保安并不会往外赶人。而且这群人，他们也赶不了。看着那一个个穿的跟菜市场商贩似的大爷大妈，林飞几人脸上神色都快要绷不住了。然而，这群刚刚进来的游客进入会场后，全都露出一副惊奇模样。本来有新游客进入是件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可那些厂商看到这群人，不仅没有任何高兴，反而是一脸的懵逼。一群别出一格的人，当即吸引不少目光。我的天，这是游戏展，这群大爷大妈干啥来了？难道游戏展会还免费发放鸡蛋？而就在众人疑惑之际，那名看似像是领头拄着拐杖的老大爷像是发现了什么，当即带着这群人直接杀向挂有凯杰游戏横幅的展位。哈哈，不行了，憋不住了！我说老弟，那里家伙也太有才了，你可真损！看到那群老年人行动，站在林飞身旁的林洛终于忍不住扭头笑了起来。看到林洛的样子，林飞翻了翻白眼道：“严肃点，我这也算是在帮同行，怎么能叫损呢？是，你不损，你看看那家伙的脸都变成啥色了。”林洛闻言，冲着凯杰游戏展位点头示意，几人朝不远的展台望去，就见那群大爷大妈已经呼到不远的凯杰游戏展台前。小伙子，你们这游戏好玩吗？我孙子天天在家嚷嚷要玩游戏，我也不知道啥游戏好玩，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对了，他3岁，我看这儿就不错，能买到你孙子玩的游戏。一群大爷大妈说着话的同时，已经走到凯杰游戏展位内坐下歇起脚来。顷刻间，整个展位人满为患。凯杰游戏展会负责人大卫看着眼前这一群祖宗级老年人，一脸的懵逼。谁能告诉他这是什么情况？然而此时没人能解答他的疑惑。面对七嘴八舌的一群老年人，大卫只能忍着怒意，和颜悦色解释道：“我说各位，咱这是游戏展会，你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怎么可能来错？你看我们连门票都有。”这时一名像是鱼贩子似的大妈扬了扬手中门票，抬手之间还真就散发着一股鱼腥味。赶紧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还得回市场看摊呢。我去，还真是市场鱼贩子。大卫皱了皱鼻子，一脸为难道：“
我说各位，就算我介绍，你们也不能明白啊，这游戏不适合老年。不等他说完，便又有一位大爷插嘴：你连介绍都不介绍，怎么知道我们玩不了？再者说，我们这是给孙子买。我先来试试。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甭管国内外。说话间，老爷子便走上前去。回想下当初看一些年轻人玩游戏，有模有样，拿起摆在展台上的 VR 头盔，老大爷这一举动可把大卫吓一跳，下意识便冲上前去。为了参加展会，公司可是加班加点，倾尽全力打造一款恐怖游戏。游戏内容老恐怖了，这要是将眼前大爷送走了，算谁的？可是大卫这刚一上前，那老头便直接抱住头盔：别动！你要干啥？你敢碰我，我就敢倒下！听听，大爷这话说的多有那个味儿！敢碰我，我就敢倒下！这就是专业。面对如此专业的大爷，大卫直接僵在原地，不是不敢上，是怕这老头真倒下。僵持半晌，大卫突然想到什么，他指着玩家国度展区说道：大爷，去哪？他们的游戏老好玩了，而且老少皆宜。听到大卫的话，大爷看了看林飞那边，跟着翻了大卫一眼道：少唬我，你个奸商！你看看那边那人，我们这群老胳膊老腿能抢上前，你是要谋杀我吗？说着，大爷便将头盔套到头上。这玩意怎么玩来着？大爷自言自语：哦，想起来，用这个操控开始游戏。别，不能玩，大爷，这是恐怖游戏。大卫见状，赶忙出言阻止：恐怖游戏？老头子我这辈子已经够恐怖的了，有啥还能比我恐怖？老头摇头晃脑，言语中透着强大自信。不一会，游戏开始了。我的天，这是什么玩意？脸咋还生疮流脓了呢？哎呦，这游戏可以。脸虽然难看，但这身材很符合我的口味。游戏刚开始没多久，大爷就在那自言自语，而且还挺嗨。看着大爷如此，大卫就懵逼了。难道弄错游戏了？可自己这儿除了游戏周边也没别的游戏啊。又观察半晌，即便老头惊呼，也都是对游戏里面人物身材有感而发。至于恐怖，貌似真的一点都不恐怖。看到这种情况，大卫下意识便走到站台后，打开电脑显示器，连接上老头的 VR 头盔。哦谢特！屏幕连接的一瞬间，一张惨白、乌青、充满病态的女人面孔贴了上来。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大卫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抬头惊悚地看向戴着头盔、自言自语的大爷，心里瞬间一阵寒意涌动。啧，好好个人，死的这个惨，看样子生前应该是被击中头部。还真猜对了，伤口在后脑，伤口破面应该是被类似锤子一样的东西敲的。游戏展会场内明明很热，大卫却不知为何感觉很冷。这老头到底是啥人啊？玩游戏咋还验上尸了呢？第190章，就是明目张胆的坑你。哈哈，这恐怖游戏好恐怖啊，吓死老头子我了。不行了，心脏病要犯了，赶紧跑啊！那边阿飘都过来了。各种惊呼声从凯杰游戏展台上响起，顿时吸引不少目光。看着那些表情浮夸的老年人，周围观众们一脸懵逼，眼中甚至透着好奇。这展会还有老年人游戏，要不买一个回家给爷爷奶奶玩？欧谢特，我被吓到了！扑通！就在这时，众人就见那戴着头盔的老头突然怪叫一声，摔倒在地，姿势有点慢动作。见到老头摔倒，就算是摔倒吧。剩余的老年人像是收到某种信号一般，全都纷纷以各种姿势慢动作或摔或坐到地上，而临倒下前还不忘惊叫2声：上帝，好吓人啊！不行了，我的心脏病犯了。那位卖鱼的肥胖大妈更是捂着伟岸的胸口喊着心绞痛。好家伙，这演技，专业的浮夸，真特么的辣眼睛。看到这群演技拙劣甚至没有演技的老年人，林飞等人是彻底笑翻了。此时他想收回先前对那俩蠢蛋的看法，蠢蛋到什么时候都是蠢蛋。虽然这群人的演技虽然拙劣，但他林飞却毫不在乎，他想要的就是恶心对方而已。事实证明，这群大爷大妈做到了，甚至做得很到位。至于对方会知道是他做的，很重要吗？他压根就没打算隐瞒。此时若再看不出什么，那就彻底是个傻子。看着眼前这群赖在自己展位上老年人，大卫的脸色已经黑得跟锅底灰一样。法克，你们这是闹事来了！然而对于老年人，大卫还真就不敢动手，只能恶狠狠地看着这群老人。保安，
保安，这里有人闹事。其实不用大卫喊，在那名老者倒地的时候，就已经有安保人员来到现场。而这些在游戏展上充当安保的当地人，早就注意到这群老人，在看到地上老人后，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就譬如说那个最先倒地的老头，没退休之前是他们这有名的法医，还有那卖鱼的大妈，别看穿的邋遢，家里老有钱了，当年更是这片的碰瓷风云人物，惹谁也不能惹这群人啊。因此保安们看着这群人也是跟着头疼，而展位上的大卫看着迟迟不动的保安，也是气得七窍生烟。与此同时，林飞他们那边肆无忌惮的笑声也传入他的耳中。听着那笑声，大卫抬头恶狠狠地看着林飞，隔着10多米怒吼起来：混蛋，这是你做的是不是？赶紧让这群老人滚蛋，不然我会让你好看。面对老人，大卫无法当众做任何举动，可面对林飞却是肆无忌惮。看着面红耳赤的大卫，林飞抬手用小拇指掏了掏耳朵，随后吹了一口什么都没有的指头，脸上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哼，我想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在这里我人生地不熟，怎么可能会认识这些老人？你这样说，小心我告你诽谤哦。这时那名坐在地上捂着胸口的大妈突然开口：哎呦，不行，心疼，我这钱可是给孙子买游戏的，不能买药啊。哎呦，我的腿疼，刚刚摔坏了。好家伙，你们敢信？还真是碰瓷无国界啊。看着展台上哼哼唧唧的一群老人，大卫脑门青筋鼓得跟蚯蚓一样。这位先生，我看你还是拿点钱把这群老人打发了吧。这时一名保安走到大卫身旁，小声说道：出钱？公司参展连根毛都没卖出去，甚至纪念品都没送出去，就已经搭1000。想到1000，大卫心中顿时又将那什么黑白双煞家里女性问候一遍。啥都没干就往外搭钱，想想都肉疼，但也跟着疼。没办法，总不能让这群老人一直闹下去，不然这展会没法待了。多少钱？大卫咬牙看向保安，心中暗骂：法克尤，你特么也不是什么好鸟，这些人我熟。保安闻言凑到大卫身旁，指着那些老人小声道：那个大妈贵一点，身份在那呢，他得500。之后是那个老头，对，就是最先躺地上那个，那老头有退休金，可以打8折，400。哦，谢特，这说的是人话吗？还带打折的。听到保安将每一位老人的价码说得明明白白，大卫的脸色彻底黑了。合着你们这还是团伙作案啊，而且明码标价的。与此同时，大卫心中大致算了一下，好家伙，想要打发眼前这群老人，没有1万来块都下不来，这特么是抢钱啊。一想到要出钱，大卫当即从兜里拿出电话，拨通展会主办方负责人电话。然而电话不打还好，他这边刚将情况反映上去，主办方负责人听到他展台上有老人倒地，当即让他停顿整改，只说他影响不好。我尼玛，这是合着火来坑他啊。他抬头看到林飞那人畜无害的模样，心中顿时明了，好，够狠。心中权衡一下，大卫直接将心一横，赔钱不可能，索性一扭身走了。哎，你别走，我孙子还要玩游戏呢。看到大卫离开，地上那群大爷大妈不干了，当即叫喊起来。保安也没想到大卫连展台都不管，直接离开。与此同时，林飞兜里的手机响起，他掏出手机，看都没看，直接接听起来。林先生，为了您，我们违规了，这样得罪厂商，属实有点不太明智。听到电话中传来主办方负责人声音，林飞微微一笑道：呵呵，我相信你们付出是的，值得的。等我回到华国项目定完，会通知你们的。随着他话音落下半响，电话中响起惊叫声。OMG， 林先生，不得不说，你是一个慷慨的东方人。你放心，我们会全力运作你的游戏，让它快速抢占西方市场。我相信我们永远合作下去。听到对方的话，林飞纠正道：不，我们这不叫合作，只能算是你们代理，我随时都有收回来的权利。第191章，颠覆小老外们的认知。每年科隆游戏展览会上，那些前来参展的厂商无一不都是将自己的展台布置得精美无比，甚至为了能给前来参展玩家留下好印象，都纷纷准备一些精美礼品。在这些厂商眼中，顾客就是上帝，只有伺候好上帝，他们的公司才会有钱赚。然而今年的科隆展览会却是让他们措手不及，就连展位都格外的冷清。当然这并不包括林飞的玩家国度，因为第一次参展，林飞等人也没有什么经验。可就这么一个临时被主办方安排在 C 位的玩家国度，硬生生凭借一款叫做大圣的游戏，吸引90%玩家目光。
并且现场还有不少玩家纷纷将第一手资料发到朋友圈。最后，林飞连打广告的钱都省了。玩家国度携新游重磅出击，横扫科隆游戏展。随着这条消息一出，全球无数玩家再次疯狂，而那些家里有条件的更是直接坐飞机直飞科隆，因为他们不想等，他们想提前体验游戏。林飞在科隆游戏展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从而凯捷游戏的事情也被人爆料出来。等玩家们看到文中提及说林飞在科隆游戏展上针对凯捷游戏，并且还雇一群人闹事，见到这条消息，玩家们彻底炸了。凯捷游戏那是什么？听都没听过。一个只会做些血浆游戏，要画面没画面，要质感没质感，甚至连细节都没有的游戏公司，玩家国度会针对你，有点臭不要脸了吧？现在玩家国度光是生化危机全国用户便多达7000多万，而全球用户更是达到恐怖的1亿3千多万。可以说现在玩家国度已经成为全球在线人数最多的游戏。实际上玩家国度的粉丝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得多。一个坐拥上亿粉丝和玩家的工作室会针对你个名不见传的小血浆游戏公司。对于这想要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公司，全球粉丝直接怒对起来。法克，玩家国度会针对你，你们配吗？老兄说的对，他们不配。你说零针对你，那就说明还是你有错在先。妈妈的，我电脑里还有凯捷游戏的恐怖游戏呢，现在看来该卸载了，太恶心了。谁说不是？什么东西还敢黑我们的玩家国度？要我说，这种游戏公司早就应该倒闭。各位网友，你们猜我找到了什么？废话不多说，上截图。在一名叫做黑客567分网友的回复下方，居然是一组截图。截图中是多副皮片拼接而成，图片上全都是一些3D 女性，其穿着要多清凉有多清凉，那姿势更是要多诱人有多诱人。更可怕的是，下面还标注着发行日期，居然是6年前的时间。而多幅图片中有一处让人用红色圆圈标记出来，在那圈中印着出品方凯捷游戏。看到这里，网友们全都明白，这是一款老游戏的光盘封面。也许一些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可是网络中永远不缺潜水的千年大佬。这个游戏包装封皮顿时勾起这些千年大佬的记忆。卧槽，这是黄油，我记起来了，这真是个黄油。对，我记得里面有个情节，和女 NPC 玩石头剪子布，赢了对方就脱衣服。操！我说怎么这么恶心，原来是做黄油出身的，抵制黄油健康游戏。我去，我都想玩了。废话不多说，赶紧上链接。有资源种子吗？网上虽然有人要资源，但是玩家们对凯捷游戏的攻击却是始终没有停下。网上喷爽后，甚至不少网友打算组织队伍直冲凯捷公司总部。当然，这种决定也仅仅是网友们的一时冲动。当这些人一查询，得知凯捷游戏总部在大洋彼岸时，纷纷又扬言道：“这次就放你一马。”不过嘴上说放过的同时，这群网友转身就又化身为剑仙，纷纷祭出自己的法宝机械键盘，又是狂轰乱炸。事实证明，得罪谁千万别得罪广大剑仙。骚瑞 BOSS， 这都是那个可恶的东方小子，要不是因为他，我们的科隆市中心酒店内的大卫拿着电话一个劲儿地向那头道歉，而那头不等他话说完，便又一顿臭骂。又过了一会，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好像是火气消了不少，声音冷漠道：“科隆的事儿你来处理，不要和那个家伙再起冲突，给我挺到展会节，到时我会联合其他厂商成立协会来抵制他。”该死的东方人！伴随着骂骂咧咧，电话终于被对方挂断。谢特，法克，再三确认电话已经被挂断，大卫气得直跺脚。一阵发泄过后，他的情绪也稳定不少，便又拿起电话安排起会场上的事情。时间总会在不经意间溜走，一转眼游戏展接近尾声。今日过后，如果再想参加，那么只有等到明年。若问整个会展最大的赢家是谁，那绝对非他林飞莫属。几天时间，玩家国度新游戏大胜，再次刷新外国人对游戏和东方神话体系的认知。当然，这对熟悉题材的华国人而言，玩的是真实和情怀；而对那些小老外来说，完全不亚于进入一个新世界，一个全新、完全如真实的神话世界。这些天来，让这些小老外印象最深的，并非是游戏的主角齐天大圣，而是那漫天神佛，尤其是如来佛祖。毫不夸张地说，比他们认知中的上帝还要恐怖，完全颠覆他们这些外国人认知。在他们理念中，神很强大，可以说无所不能。若是更贴切点形容，游戏中的齐天大圣就是他们认知中的神。可
就是一只如此恐怖、强大的猴子，居然连那如来手掌都翻不出去，最后更是被压在五指山下。那可是筋斗云啊！技能介绍说可以翻出108000里啊，可就这样一个强大技能，居然连人家手掌都没翻出去，上帝怕是也够呛能逃出去吧？还有那雷公电母，简直是完爆他们的雷神。为什么东方的神话体系会被林这个家伙用游戏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们却没有一款独属于自己的特色游戏？玩家国度以后会不会也做一款西方魔法游戏？好期待！无数的问题盘旋在这些老外脑中。林飞利用技术和东方文化又征服一批小老外，甚至因此，一些被翻译过的华夏古典书籍在国外书店都畅销起来，尤其是有关孙大圣的《西行记》更是脱销到一经难求。第192章，下架所有游戏。一年一度的科隆游戏展终于落幕，林飞成为全球最大的赢家。玩家国度这个名字此时已经风靡全球，而那些外国年轻人都以能玩玩家国度游戏引以为傲。这些小老外们每次聚会聊得最多的可能就是班上的女生或者是街区上的女生，而女生们的话题也依然如此，只是换了个性别而已。可是现在全都变了，小伙伴们一见面第一句铁定是：今天你生化危机或者大圣了吗？如果你回答不上来，你都不好意思出门。如果你说不知道，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和这个世界脱轨了，甚至即将面对朋友圈边缘化。以此可见玩家国度此时在国外的影响力。就问你可不可怕？当然，也正因为玩家国度的知名度提高，国外的游戏厂商们全都看到了危机。那些位于中层的游戏厂商们变得一筹莫展起来。至于为啥没有下层，因为他们早就处在死亡边缘，有没有玩家国度都一样，对他们来说倒闭是早晚的事儿。就在这时，一名叫做巴蒙德的男人站了出来，他呼吁那些中层游戏厂商同行来抵制玩家国度对西方入侵。对巴蒙德这个人，一些厂商可能会感到陌生，可一提对方公司名，所有人全都了然。毕竟此时凯杰游戏这个名字热度可不低，虽然全都是负面，但那也算出名不是？敌人的敌人就有朋友。这些人在巴蒙德的组织下，用了不到1个月时间，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游戏开发联盟协会的组织，而发起人巴蒙德没有任何意外成为第1任主席。对于这个协会，起初那些大厂商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联盟成立之后，最先遭殃的居然自己的西方游戏市场。在整个协会的运作下，哪怕那些老游戏也纷纷面临停顿整改，甚至有的已经面临停服危机。一款游戏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停服整改，因为一停服就势必会造成玩家流失，而一款游戏从重新审核再到开服运营，等待时间更是无限期。倒霉点，1年、2年也是他。而巴蒙德这样做，就是想着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联盟。他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想要在西方游戏市场上线游戏，就必须得经过联盟允许或加入联盟。而加入联盟，那么一切都将会由他这个主席说的算。不得不说，这个长得像是印第安人的西班牙，这波操作属实有点埋汰。可埋汰归埋汰，他见效够快，只是几个月时间，西方游戏市场便已经大变全貌，并且在巴蒙德的领导下拧成一股麻绳，只要入会就给你放行。而现在还没有加入协会的，只有亚洲地区的游戏厂商和那几个顶尖公司。而那些加入联盟的公司，有一家公司成为当下全球最热话题。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星际游戏，一个只做游戏平台的公司。这家公司之所以成为全球热点，全因为平台横幅上那个工作室的名字——玩家国度。不错，这个平台就是林飞当初选择上传游戏的平台。后期因为比较懒，他也就没找新平台或自建平台，一直在与星际游戏合作。却是万万没有料到，1年多之后，居然会出现这么个奇葩问题。游戏联盟协会居然联名要求其下架所有玩家国度游戏。你妈妈！闹呢？一个玩家国度能给平台带来多大利润？你说下架就下架，还能不能要点脸？对于联盟协会这种东西，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什么实质性权利都没有，一向以道德来绑架和威胁来行事。可以说，他们完全就是游戏界流氓，一群只会维护自己利益的流氓。那就下架好了。听到电话中星际游戏负责人的诉苦，林飞一脸无所谓道：“啊！”电话中传来对方惊呼，跟着又急道：“林先生，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我们会维护好您的利益，绝对不会让他们胡乱。下架吧。”不等对方说完，林飞再次说道：“不是，林先生，你是不是受到他们的威胁了？为什么要下架？”听到林飞再次说下架，
星际游戏负责人彻底急了。其实这件事儿还是很好解决，只要自己分出去一些利益，就完全能够贿赂好那帮吸血鬼。可一想到自己割舍利益，负责人也肉疼。所以他给林飞致电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想重新谈下价钱，却万万没有想到，对方会如此果断选择下架。剧情不应该这样演啊！然而对此，林飞并未做过多解释，直接挂断电话，坐在电脑前，毫不犹豫操作自己的星际游戏账号后台，终止所有游戏下载链接。瑞克是一名美丽国玩家，这几年来一直在名为山口山的游戏上奋战。可是最近不知怎么，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消失不见，甚至最近连一个5人本都打不了，因为无论发什么消息，群里就是没有人回答。好奇之下，他找出群消息记录，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小伙伴们全都换游戏了，而且貌似还是当下最火的游戏。在山口山上得到甜头的瑞克毫不犹豫，当即打开星际游戏平台，准备也下一个大圣看看。沃德发，为什么链接打不开？看着毫无响应的界面，瑞克以为是自己掉线了，立刻打开一个动作大片网站。还好，标靶们都在，网络全都正常。我的网络正常，那也就是说这个游戏下载不了。谢特！瑞克骂了一句，下意识向群里小伙伴求助。各位兄弟，求问大圣去哪下载？行迹平台链接无反应，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无法在平台下载，也就是说无法拿到正版授权。没有正版授权，还玩个尖儿啊！很快，群里弹出消息，比以往找人组队要快得多。怎么可能？玩家国度所有游戏都下载不了 ？OMG！ 真的？玩家国度怎么了？哦，天啊！你们敢相信？玩家国度所有链接都无响应了？难道服务器出问题了？随着第一条消息弹出，整个交流群里消息像是爆炸一般弹出。这时，一条消息引起所有人注意。OMG！ 震惊！玩家国度自己的平台要上架了。第193章，玩家国度上架。什么？玩家国度退出星际游戏平台了？我去，星际游戏是疯了吧？我看有可能，不然谁会把财神爷往外推啊？号外！玩家国度自己的平台今日上线了。卧槽！真的？这太牛逼了！卧槽！平台居然是 VR 模式的！操！兄弟们，赶紧上！该说不说，林老贼这波操作真牛逼！当天，随着玩家国度在星际游戏平台所有游戏链接失灵之后，林洛的微博就爆出一个劲爆消息：从今日起，玩家国度正式与星际游戏解除关系。同时，玩家国度自由平台正式上架，并开通下载和注册通道。见到这条消息的网友，起初看到注册会员2字后，还误认为林飞这是要学企鹅，想要以会员模式给大家来一波套娃。可不曾想，当这些人尝试下载名为玩家国度的游戏平台后，所有人都呆住了。抛开注册会员问题暂且不谈，整个游戏平台就让所有人全都眼前一亮。之所以如此，全因为玩家国度的游戏平台摒弃先前的游戏平台模式。说是平台，倒不如说是一款自由的 VR 沉浸式游戏。只要注册成为会员，便可以利用 VR 设备登录进入一个特殊的平台世界。看到如此魔幻的简介，众人都惊呆了。谢特！玩家国度退出西方市场，这该是一件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可巴蒙德怎么都高兴不起来。之所以如此，全都因为玩家国度与星际游戏终止合约。这种情况让人始料不及。他成立游戏协会初衷完全只是为了利益，可现在自己刀都磨完了，林飞这只肥羊直接跑了，而现在对方居然要自建游戏平台，这很明显是不打算跟他们接触了。巴蒙德就不明白对方为何会选择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你一个小工作室能做好游戏，但不代表就能运营好一个游戏平台。自不量力！那个华国小鬼就是自不量力，真就以为自己游戏火了可以肆意妄为吗？巴蒙德拿起桌上的雪茄点着，狠狠地吸了一口，浓烈的烟草气息冲进肺里，让其激动的情绪稍稍缓解一些。他这个是在自寻死路，相信我，用不了多久他便会自行灭亡。屋内一众协会高层闻言皱起眉来，事情真能如对方所说吗？今天对待玩家来说是最不开心的一天，因为就在上午，玩家国度的联网游戏全部停止服务。就在网上一片疑惑之声时，华国境内玩家国度的自有平台一经推出，就引起国内游戏主播注意。林洛因为工作原因已经很少直播，虽说没有掉粉，但是他已经离直播行业渐行渐远。没办法，现在玩家国度已经不是先前那个小作坊，步入正轨的玩家国度
虽说依旧还是以工作室自称，但在外人口中已经成为业内不可忽视的存在。而林洛逐渐淡出直播界，斗鱼的周姐隐隐有上位趋势。这不，一直与好大姐林洛有私交的周姐，第一时间便收到林洛的内部消息。这边平台刚开通下载，她便率先点击下载链接。然而，我尼玛！等到点击下载之后，看到名为玩家国度的软件居然高达1T，整个人都傻了。这是啥呀？这么大！然而，像是周姐这般表情的，整个网络并非只有她一个。可以说，此时但凡是下载玩家国度的人，看到那恐怖的 1T 后，也全都骂了。甚至，一时间，这些人都以为自己下错文件了。哎呦喂！我就下载个游戏平台，你这一个 T 是几个意思？网友们来到游戏下载区的回复评论区发表起震惊。我尼玛！你们敢信一个游戏平台就1T，这不要命的吗？看来我得换一盘了。靠，我已经在去买硬盘的路上了。这次买个最大的，不然以后玩家国度游戏都亦不定能玩。这是要弄啥嘞？为啥一个游戏平台会这么大？不清楚，但是我绝对知道林老贼要搞事。怎么讲？刚刚玩家国度平台开头下载时，所有游戏全都停了，而且公告说是移植平台。卧槽！难道林老贼真要搞事情？日啊！我正生化危机副本呢，咋就掉线了？操！我正在尸潮里呢。尼玛！林老贼坑我人头！玩家国度平台的开放导致所有有关游戏停止，网上当即出现一片抱怨。好在这时，林洛的微博公布了最新消息：玩家国度旗下游戏已经完成移植，请玩家下载游戏平台进行登录文明游戏。看到这条消息，网友们这才放下心来，纷纷开始下载起那大到离谱的游戏平台。文件虽然大，但是以当今网络速度，其实也用不上多长时间。等待是难熬的，可即便如此，也总比那些干瞪眼的强。因为下载玩家国度平台前，必须得注册成为玩家国度会员。然而，注册会员必须得有华国身份证、电话号，而且还是扫脸实名制。好家伙，这波操作，直接将那群小老外拒之门外。这一变故，彻底让那些小老外傻了眼，甚至有人气的连电脑都砸了。他们从没见过如此任性的游戏工作室，以致国内游戏交流区一片称赞，国际游戏交流区内一片怒骂。这时，作为玩家国度的形象大使林洛直接在微博辟谣，说不是玩家国度不对外开放注册，而是因为西方的游戏联盟协会有诸多不合理要求，玩家国度不敢开放注册，杀人诛心啊！一些游戏协会的成员看到这条消息，当即懵逼了。而那些冲动的外国小朋友，可不管你什么协会还是邪教，敢阻止他们玩游戏，那就等死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周姐。玩家国度平台下完，周姐便迫不及待开启直播，上来便给小伙伴们甩出一套课。押不押韵他不知道，反正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只能是别人。靠！大姐，咱要直播就好好直播，别整这些没用的吗？谁说不是？不知道我们都官升的吗？楼上的精辟，都别避避了，赶紧让新娘子上平台看看，我想看1T的游戏平台啥样。第194章，震撼！你敢相信这是游戏平台？都别避避了，周姐，赶紧给大家看看平台啥样。我这正上班呢。对，赶紧上去，让我们看看。我相信林老贼绝对不会做出一个普通平台。直播刚刚开启，不等登上平台，直播间网友便已经催促起来。周姐看到观众如此热情，也不矫情，直接点击登录，点击进入。因为玩家国度游戏平台是全新的 VR 平台，必须在 VR 设备上才可以登录，所以登录之后，观众眼中的直播间屏幕忽然黑了，眨眼之间，屏幕再次亮起。卧槽，这是啥？赛博朋克机械城？是啥东西？随着平台载入的进度条缓缓前进，画面背景也跟着缓缓动了起来。映入众人眼中的是一条充满机械科技感的宽阔街道，街道两旁店铺充满未来金属科幻风格，而那店铺牌匾全都是由 3D 投影组成，看到动画就能让人很直观知道店铺内是卖什么的。随着镜头推进，两侧店铺倒退而过，忽然间来到一处像是巨星广场般的十字路口，霎时间车水马龙景象映入众人眼中，行走穿着妖娆宛如真人的高挑美女不断穿梭在楼与楼间的悬浮汽车。然而这还不算，随着进度条的载入，视频中那种第一视角缓缓仰视望向天空，我操，那是宇宙飞船，还有飞行器。尼玛，我就知道
林老贼绝对不是做个平台那么简单。这是平台？怕是说游戏都有人会相信吧？作为一名职业主播，周姐的设备硬件配置相当的高。不等众人回味，进度条变已经加完成，而所有人眼前的动画也跟着一同消失。观众意犹未尽，可画面已经消失。随着画面一转，一个电子合成声音传入周杰耳朵：“欢迎玩家来到机械城，我是您的助手，编号 ZN01。检测到您是第一次登录该平台，请尽快去报到处签到。”周姐出现在一处空旷的巨型广场，还没来得及欣赏眼前景色，眼前便出现一个漂浮着的圆球。刚刚那个提示声便是由他面前机器人发出。卧槽，科技感，足足的科技感啊！是啊，太牛逼了！不行，我要去找老板请假。操，我也去！在一众观众狼嚎之中，周姐下意识伸出手，我去，这感觉好真。周姐摸着身前那白色圆球，感受手上反馈回来的丝滑感觉，脸上露出震撼神色。请玩家尽快签到，否则系统将会采取强制下线措施。卧槽，还带踢人的！再次听到身前圆球传出提示音，周杰脸上不由露出惊讶神色。跟着他注意到，在眼前圆球的顶部有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此时已经剩余29比16秒。看到这，他立刻猜到，这很有可能是给自己的签到时间。反正已经登上平台，他也就不着急观光。现在还是签到要紧，不然当着全国10几万观众的面被系统踢下线，那可真够丢人的。想到这里，周姐便不再犹豫，下意识向身前圆球问道：“请问签到的地方在哪？”签到地点位于白星街1号。随着圆球的回答，一道电子地图投影在周姐面前呈现出来，并且有一个醒目的叹号正在不断闪烁。呵呵，这个我懂。看到地图还有上面闪烁的叹号，周姐微微一笑，便按照地图指引离开广场。一路上，如果不是时间关系，周姐恨不得直接不走了。说啥都得看个够。一开始，她听到玩家国度自建平台消息，只是以为和那些平时建的游戏平台一样。然而，等到下载看到是一个 T 的大小时，一脑门子问号，误以为自己下错文件了。最终等到下载完毕，登录平台，她彻底震撼了。她从没想过，甚至做梦也没梦到过，自己居然能够见到一座如此科幻的城市。整座城市无处不透着一种金属风格，同时在这些冰冷的钢铁森林当中，又不缺少繁华与热闹。就这样一个世界，你敢信？它仅仅只是个游戏平台。随着一路前行，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座城市好像没有边际，甚至让人误以为这座机械城市就是整个世界。很快，在那白色圆球机器人的协助下，他来到一处位于十字街头的门店前，而那门店上方是一条投影的标语：“欢迎来到机械城。”看来应该是这里没错了。看到标语，周姐自言自语地推开玻璃门，走进门店。欢迎来到机械城。脚刚踏入房间，温柔的欢迎声便传入周姐耳中。周姐下意识望去，通过周姐视角看到房间内那说话之人，霎时间整个直播间炸了。对，就是炸了，而且是那种史无前例的爆炸。但凡是带把的观众，无一不疯狂地刷起弹幕。周姐，别走，今天你就在这屋待着吧。对，别走，我们给你刷礼物。看到直播间无数的疯狂弹幕，周姐的脸都黑了。这群王八犊子，这些年看老娘直播，从不见你们热情过，现在可倒好，一个 NPC 就能让你们这样。周姐此时心里很是怨念地望着眼前女性 NPC， 不得不说，那个位于吧台里的 NPC 女人属实美得令人窒息，甚至连周姐都对眼前女人产生某种想要揉捏的冲动。女子很成熟，身材也很高挑，紫色的衣衫将婀娜的身躯展露得令人血脉扩张。成熟的女人往那一站，即便是一个细微动作都能让人觉得妩媚无比。一双美眸紧紧盯着周姐，这位妹妹，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随着话语，女人从吧台后走出，一双修长、雪白、丰满的长腿从高叉旗袍中露出。好家伙！直播间所有男性观众直呼好家伙，太他娘的让人冲动了！我哭了，还是男人懂男人啊！林老贼，此刻我只想称你为再生父母啊！尼玛，我现在都不想恋爱了。不行，这还上鸡毛班？回家下载游戏平台去。成熟、妩媚、绝美的容颜，其中还带着几分玩味，可以说，这简直是就是所有雄性生物的杀手。然而，随着走动，对方胸前那呼之欲出的压迫感，让所有人都喘不上气来。太可怕！这个女人好有压迫感啊！
第195章，美的冒泡，详细登记。哦，不行了，我要上。你要上啥？当然是上平台注册会员看美女了。兄弟，你已经晚了，我现在正在下载呢。看到款款走来的美女，直播间雄性生物们荷尔蒙爆发。这是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小妹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江兰表情带着妩媚微笑，来到还在发愣的周姐面前。小妹妹，周姐猛地惊醒，看了看对面那傲人的凶器，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话她有点不爱听。哪里小？和正常人比起来，还是蛮大的。很显然，眼前这个女人才是不正常的那一类。算了，不和对方计较，适合自己就好。想到这里，周姐那颗吃过柠檬的心里稍稍舒服一些，当即开口问道：“请问这里是签到处吗？我是来签到的。”哦，呵，真是荣幸，我这里可是好久没来过外来者了。江兰兴致勃勃，再次仔细打量一下周姐，旋即这才开口说道：“不错，这里是白星街的签到处。”说着，他转身朝吧台走去，同时轻飘飘的话音也跟着传入周姐耳中：“过来吧。”擦，狐狸精啊！这女人不会好好走路吗？站在门口的周姐看着对方背影，尤其是那葫芦般的曲线，走路时让人大脑不由想到一个成语：扭腰摆臀。对，就是扭腰摆臀。作为一名女人，周姐承认自己又被酸到了，甚至心里都嫉妒起来。然而，与其相比，她直播间内的观众变得更加夸张。我第一个吗？这曲线必定生小子。哈哈，已经截图了，就这背影，做一辈子桌面都行。我去，楼上的哥们，你厚道吗？居然偷偷截图，为啥弹幕这么少？你们的手都在干什么？有亮点，无痕，还是没穿？我说你们够了呀！直播间一不注意就飙车，周姐无法忍受，咬牙切齿，脸色阴沉。你说你们这帮损人，看老娘直播也有几年了，咋就没人评论她的身材，反而竟拿她的声音说事？周姐随着江兰走到吧台前，这时她才发现整个吧台面全都是由玻璃构成。随着对方操作，下一秒透明的玻璃面消失，变成一个巨大的触屏。只见那个身材火爆的女人快速操作一番，打开一个页面。小妹妹，现在你可以录入信息了。只有录入信息，机械成才会赋予你正式公民身份，不然的话，24小时后你将会驱逐。驱逐？对方说的应是踢下线吧？听到对方介绍，周杰想到先前身旁辅助球所说的强制下线，并未多想，他便低头看向桌面一样的屏幕。好家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你管这叫填表格？确定不是调查祖宗18代？这也未免太详细了点吧？还有那仇人一栏是怎么回事？缺心眼儿才将仇人写在本上，尤其像他这样的，从幼儿园到社会和自己有仇的，怕是那表格都写不下。就问你怎么写？难道非得写个和世界有仇？江姐用全写吗？此时周姐就像去银行大厅填汇款单的大娘，小心翼翼看向大堂经理一样。然而接下来对方的举动却丝毫不像银行大堂经理，完全没有那种顾客就是上帝的态度，反而秀眉一挑，身体向后依靠，靠在墙上，轻笑道：“呵呵，如果你不想以后出错，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全填上。当然，你要不在乎，就当我没说。”周姐闻言稍稍犹豫，便决定老老实实填写姓名、性别、民族、家庭住址、联系方式。随着一条条信息填写下去，周姐觉得调查祖宗18代也不过如此。银行卡。周姐手上动作突然停下，好奇的抬头看向江兰：“姐，这怎么还需要填银行卡呀？”呵呵，当然是方便你以后的生活。手指夹着女士香烟的江兰将烟灰磕到烟灰缸中，大致扫了眼周姐填写的表格内容。机械城拍卖行支持货币转换，所以每一位外来者必须要绑定自己的个人账户。还有，江兰长得漂亮，而且还是贼漂亮的那种。然而这个美得令人窒息的女人却很没有耐心，介绍一小会就露出不耐烦表情，甚至最后连介绍都不介绍，直接从吧台里走出，朝门口走去。算了，我去透透气，你自己琢磨吧。随着吧字音落下，人已经消失，房门关闭的声音响起。卧槽，不是吧，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周姐一双美眸瞪得滚圆，不敢相信居然会有这么不负责的 NPC， 这咋比他还随性？站在吧台前，周姐风中凌乱一阵。真走了？看着门口迟迟不见对方回来，周姐彻底无语，最终无奈下只能自己琢磨这填写。
终于勉强填写完毕。对不对不知道，反正别落空就对了。OK， 提交。本想检查一下，可真看不下去，周姐直接选择提交按钮。数据提交中，请稍后。数据提交完毕，信息已经加入档案库。数据无问题，请 JXC01 号公民周姐领取个人手环。我去，还有奖品！周姐刚刚提交表格，下一秒响起好几道提示音，尤其是最后一条，让她脸上露出惊喜神色。手环在哪呢？周姐四下看了一圈，也没见到那提示音说的手环，不由抱怨道：“靠 ！NPC 随性也就算了，这咋连个提示？”不等周姐话说完，就见吧台左边突然打开，下一刻，一个小台子缓缓从那孔洞升上来，而那上面正摆着一款精美的银色手环，好漂亮！看到手环的瞬间，周姐眼中便冒起了小星星。整个手环没有多余复杂设计，简约大气的外观下，配上那亮银的颜色，顿时让整个手环变得高端起来。尤其是那屏幕上亮着的操作界面，给人一种浓浓的科技感。我去，这手环可以啊，多少钱我都买，赶紧上黄车！直播间有华强北的哥们吗？开整！卧槽，你小子脑瓜子转得快啊！你真行！看着手环，周姐忍不住将其拿了起来，并下意识戴到手腕上。叮！检测目标，确认目标为 JXC01 号公民，开始绑定。叮！绑定成功。叮！有新的任务信息，请 JXC01 号公民查看手环。第196章。混蛋，居然让老娘带你找奶牛！还有任务！周姐惊讶地抬起手腕，下一秒，一道全息立体屏幕投影到她面前，上面详细写着任务信息：恭喜用户周姐签到成功，请用户前往太阳广场核对个人成就，完成任务获得积分+1。太阳广场，那是什么地方？看着任务信息，周姐一脸疑惑。这时，她眼前的任务信息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张全息地图。好家伙，够智能！瞬间将科技感拉得满满。仔细查看半晌，终于在地图中看到标注为绿点的自己，看了下距离太阳广场距离，我的个娘，好远！确定没标记错？看着太阳广场位置，周姐彻底都惊呆了。以刚刚她的出生地到签到处判断，那个所谓的太阳广场距离这里少说的有数公里远。这完呢？就算自己长着大长腿，可也走不到地方啊！这时，她突然想起自己身旁还有个漂浮的圆球，下意识转身向圆球询问道：“知道怎么去太阳广场吗？”您可以在白星街搭乘空中列车直达太阳广场，还可以选择传送功能。可以选择。不负所望，白色圆球引导机器人给他介绍好几种前往太阳广场的方法。为了发扬华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周姐毫不犹豫选择第一种，乘坐免费列车。空中列车听着名头很吓人，当然实际上这种列车在周姐和小伙伴的眼中确实很高大上。按照指引，周姐来到一栋标注列车的金属高塔，乘坐电梯来到近100米高的塔顶，站在候车区。没一会，一艘30多长、遍布岁月斑驳的银灰色飞船驶入站台。好家伙，眼前这像是星际飞船的东西，居然被称作列车。等到舱门打开，周姐小心翼翼踏了上去。周姐叫刚刚站稳，一个青涩疑惑的声音传入她耳中。周姐下意识转头看去，是个陌生的男生。对方虽然陌生，但是周姐还是瞬间认出这应该是一名玩家。不过对方认识他，他却不认识对方。像这种见到熟人被人打招呼的事，以前不少遇到，所以周姐很快便反应过来，脸上挂起笑意，下意识抬手打招呼。可却不想对方再见到真是他，整个人看上去都尤为激动。看到对方的模样，周姐有点害怕遇到狂热粉。不等她有所反应，对方便快速来到她身前，一把握住她抬起的手。周姐心里一惊，下意识想要将手抽回，同时心里暗道：这粉丝也未免太热情了吧，这拉着人家的手算是怎么回事吗？不过该说不说，小伙长得倒是溜光水滑。然而就在周姐内心浮想联翩之际，一句话将她拉回现实。周姐，能帮我个忙吗？帮忙？周姐疑惑地看向男生，要签名吗？以前大街上被人当众要签名的事不是没有发生，再怎么说大小不计，她也算是业内一姐了。对于粉丝的要求，能满足就要尽量满足。想到这，周姐下意识就要掏笔。忘了，这是在玩家国度里面，
而他控制的人物角色身上没有任何多余物品。他抬头，略带歉意看向对方，想要开口解释，却不想，对方却是率先开了口。只见一脸纠结的男生扭捏地问道：“那个，洛姐，能带我去你出生地吗？”出生地？听到对方的话，周姐愣了一下，旋即幡然醒悟道：“哦，你有朋友在这个街区？”通过系统介绍，周姐了解到，为了减缓区域冲击，整个玩家国度平台世界，用户登录后会被系统自动分流到不同区域，所以哪怕是2个人坐在一起，同时第一次登录玩家国度，也未必会同时出生在一个区域。随着登录玩家国度的用户越来越多，像是男生这样寻找朋友的并不在少数。本来有任务在身的周姐稍稍犹豫后，便决定先带对方去自己的出生地，反正已经签到完毕，任务也没有时间限制。2人从列车中走出，周姐带着对方来到自己的出生地。虽然服务器已经将登录用户分流，但是此时整个出生地也已经人满为患，整个小广场挤得满满登登，可见国人的热情程度。呵呵，看样子你想要找到朋友并不容易啊。看着人山人海的场景，周姐感叹一句，心里暗自庆幸自己上线早。可男生在听到她的话后，明显感觉有些疑惑。找朋友？我没说我要找朋友啊。不找朋友，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周姐闻言也是一脸疑惑看向对方。我是来找那个叫做江兰 NPC 的。卧槽，什么玩意儿？周姐闻言当即宛如春雷般炸了，瞪着对方，你说你是来找江兰的？你特么骗老娘，你还特么让老娘带你找娘们，把你家庭地址私信我，我要找你真人 PK。 看着不知受到啥刺激直接炸毛的周姐，男生吓得后退2步，同时男生心里满是疑惑，我啥时候说是来找朋友了？周姐看着男生，心里气不打一处来，这人有点缺心眼。一个 NPC 有啥好看的？除了大点还有啥？此时周姐直播间的观众看着已经快要黑化，开着怨气立场的周姐当即笑开了，哈哈，笑死朕了。我说新娘子，你这算不算一厢情愿？不行了，现在让笑一会，快岔气了。真行，周姐和这哥们简直是卧龙凤雏啊，逗死我也。这哥们也够牛逼，居然让周姐带着找大奶牛。是啊，你这不纯纯打击周姐的吗？操，难道你们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吗？这哥们很明显就是咱直播间的网友啊。卧槽，你这么一说我也反应过来了，第一批登录玩家国度的只有周姐直播那个美女啊，真可谓是一弹激起千层浪。随着直播间观众讨论，周姐也察觉出眼前这个男生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直播间粉丝，带粉丝找妞 MMP， 他也算是主播界的清流了。操，老娘懒得搭理你。周姐瞪了一眼对方，旋即便转身离开，朝着称作空中列车的高塔走去。然而他却没有料到，接下来这才仅仅只是噩梦的开端。第197章，游戏有人就代表有福利。你们这群混蛋，有没有考虑过老娘的感受？周姐掐腰于站台上，望着眼前这些询问自己的网友，脸色阴沉至极。直播间观众见他如此，全都笑岔气了。哈哈，太搞笑了吧！整整半个多小时，周姐这是一步都没挪啊，乐死我了。现在我只想知道周姐心里阴影面积。阴影？我想周姐这辈子算是恨上江兰那个御姐 NPC 了。周姐，实在不行咱挂个牌儿，写上问路10元吧，10元一个人。这么一会功夫，向周姐打听江兰下落的，没有100也得有80了吧？谁数学好，给算算。一个人10元，那100个人不就是1万？一天下来有1000人问路，那就是10万元入账了。这是要发呀！楼上的数学真牛逼。我也感觉这数学算的有问题，但就说不上来。与一群网友对峙的周姐看到直播间弹幕，额上绷起个紧字，不可以生气，为一个 NPC 犯不上，而且眼前这群损人没准就有人在自己直播间。周姐愤恨地盯着一众网友，一遍遍在心里安慰自己冷静。呀，周姐！就在这时，一个奶萌的声音响起，当即打破僵硬的局面。小团团！看着从空列车走出的妹纸，周姐眼底闪过一抹欣喜，她完全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小团团。哈哈，可算找到你了呢。小团团兴高采烈走到周姐身旁，要是再找不到你这位置，我可能就要吐了。听小团团的意思，好像是在特意寻找自己。周姐一头疑惑，你特意来找我的？对哈。小团团点头说道，不光是你，咱们团里的人
全都有人负责联络和寻找。哦，周姐一脸疑惑。小团团见状也不多做解释，拉着周姐，在一众网友不舍的目光下，又钻进即将启动空列车。周姐你真行啊，这么多粉丝围攻你。进入列车，小团团长出一口气。别看刚才他一副淡定自若的样子，实际上心里紧张的要死。毕竟周姐的事儿已经在各大主播直播间传开。少扯！空列车缓缓启动，看着窗外缓缓倒退的环境，周姐这才开口询问道：“老马在召集所有人？”“对哈。”小团团点点头，又说道：“不久前，马老师上线收到洛姐的私信，说咱们救世军组织在玩家国度社区中有自己的大本营。”通过小团团的介绍，周姐明白事情经过，同时心里也不由感叹：内部有人就是好。这不，玩家国度的平台刚上线，曾经救世军组织就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位置正巧在太阳广场附近，正好与他任务地点在一个地方。空列车看着科技感爆棚，不过速度却并没有像想象那般迅捷。不过若不是乘坐空中列车，周姐也欣赏不到眼前这座机械城市的震撼面貌。整座由金属构建而成的城市，即便坐在空中列车中，也未能窥得全貌。放眼望去，那些充满科技感、凌厉的金属大厦，就像延绵万里的山峰一般，宛如利剑，贯彻天地之间。空中列车穿梭在高楼大厦缝隙间，隔着窗户可以清晰看到那些高楼大厦虽然亮着灯光，可那楼层里却空无一人。列车已抵达太阳广场站，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下一站月亮街。不知不觉，头顶响起列车广播声音。随着声音的落下，一栋比之先前更加庞大的高楼出现在视野当中。站在车窗前的周姐，一双美眸忽然瞪大起来，里面充满不可置信及震撼神色。好繁华！此时，周姐心中的震撼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在她这辆空列车外，无数的各种交通工具驶入那栋巨型大厦。粗略的看了一眼，仅仅只是她所见，就有不下于34个空列车，而这些空列车全都是朝一个方向前进。那里正是他身下这辆空列车即将驶入的大厦。整座大厦已经不能用大来形容。这时，小团团像是看出他眼中震撼，开口解释道：“怎么样？怎么样？震惊吧？我跟你说，马老师，我们刚来这里时也跟你一个表情。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是一处交通枢纽中心，太阳广场连接着8个区域。”听到小团团的介绍，周姐心里更加震撼，完全没想到救世军的总部会设立的这种繁华地带。列车靠站，周姐带着无比震撼，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般走出空中列车。整座高塔内部空间庞大无比，周姐甚至都见到有人在走廊内开车。好家伙，确定这真是一座大厦？相比周姐，小团团脸上虽然一副淡然神色，但实际上心里也是震撼无比。每一次看到这座交通枢纽大厦，她都会泛起一种震惊的情绪。前面的靠边。就在两人前行之际，身后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周姐下意识回头，卧槽，卧槽啊！太特么酷了！我就知道，老贼出品必属精品。我不相信，这绝对不是什么游戏平台。随着周姐转身，她和直播间观众看到身后的中年男人，不准确点来说，只能算是半个人类。为什么说半个人呢？因为此时出现在他们身后的中年，除去脑袋和身躯具有人类特征，剩余其他部位全都是由黑色金属和精密的线路、油管构成。男孩喜欢机器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而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独眼、全身机械一只的中年人，瞬间便将直播间男性观众情绪拉满。周姐，赶紧搭个讪，问问他这身装备哪弄的，我也要弄一个。对对，赶紧问问，太酷了！操，你们这群老六，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个残废。周姐看到直播间弹幕，眼角抽搐，心中无语。她想不明白，为啥这群损人好好的人不做，偏要做个废物。眼看那男人离自己越来越近，周姐和小团团都下意识的向一旁避让。然而就在他们俩挪到旁边时，猛地再次瞪大眼睛，惊恐的看着被那中年人拖在身后的东西。同时两人心里也泛起一个想法，这不是游戏世界吧？第198章，非法入境玩家会被驱逐的。这家伙是 NPC 吧？是啊，那被拖着的家伙也太倒霉了吧！曹啊，你看，那被拖着的不是 NPC， 玩家国度的注册用户。直播间的观众随着周姐视角看到那宛如铁塔般的中年人身后拖着一个昏迷不醒的角色，仔细观察，众人这才发现
那被拖着的并非是玩家国度中的土著角色 ，NPC 打玩家，这正常吗？不正常吗？一时间，众人脑子都无法运转。不过想想今年玩的玩家国度所有游戏，好吧 ，NPC 做出点啥反常举动，都实属正常范畴之内。可凭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个铁塔般的 NPC 为啥要拖着一名玩家。而就在这时，那名铁塔 NPC 拽着那名玩家来到几条走廊汇聚的大厅处。铁塔半机械壮汉停下，冷漠凶狠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众人，凶厉的目光下，气氛顿时凝滞下来。所有人窃窃私语，在讨论眼前情况。而就在这时，那名凶厉的中年开口了：“诸位！”仅仅2个字，甚至声音都不怎么大，可现场却是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全都紧张盯着中年，忌惮的目光并未让中年有所反应，继续说道：“这个人。”随着话语，中年人拎着腿将那名玩家倒提起来，旋即像是丢个破娃娃般随意扔到众人面前。这位刚刚入境的人类，经过盘查，已经确定这人的信息是假的。樱花国不在我们机械城接受范围之内，这人不仅提供虚假信息。随着中年人宣布将眼前玩家驱逐出机械城，网友们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该玩家是一名樱花国网友，利用关系和非法手段弄到一套华国信息，可不想在签到上传信息时被检测出与信息不符。在城卫兵赶到后，不仅不听劝阻，反而还挟持登记官。现在好了，被 NPC 暴揍一顿不算，还会被永远关进小黑屋。死！弄清事情经过的一众网友不由抽了口冷气，他们完全没想到玩家国度平台的实名检测程序居然会这样恐怖。暴打玩家真好，看着樱花国玩家被打，大家觉得比自己中彩票头等奖都高兴。哈哈，这程序真牛逼，可以哦。哎，只是打一顿有点便宜这家伙了。是啊，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网络这东西封 IP 也就算了，最大处理了。是啊，要我说，把樱花国 IP 全封了，那群人渣不配玩我们的游戏。仅仅只是几个小时，玩家国度平台空间就有3000多万用户登录。当然，这些人中并非只有这一个樱花国玩家，有的外国网友收到系统提示便自觉自动下线离开，有的干脆就直接跑到华国斗鱼直播来观看各路主播直播。不是他们不想玩，而是没有身份证。不，就算有身份证，你不是华国人也依然无法正常游戏。尤其像他们这些西方人，一看就不是华国人种，就算冒充都冒充不了。此时他们只恨自己没投个好胎，为啥就没生在华国呢？与此同时，就在周姐直播间观众们猜测那名樱花国玩家会被踢下线时，那凶厉的中年人再次开口：该樱花国玩家对系统 NPC 构成威胁，现根据机械城法典驱逐该玩家进入黑狱。直播间观众听到中年人的话，有人发起弹幕：真没意思，就关个小黑。我操！可不等几名观众牢骚完毕，就见那凶厉壮汉拿出一个遥控装置，随着装置按下，一个黑色的洞口出现众人眼前。黑洞出现，壮汉毫不迟疑，伴随几声机械声音走到那名樱花国玩家身前，当即一脚踢出，将其踢进黑洞。与此同时，那名一直撞死的樱花国玩家在壮汉踢中的瞬间发出一声惨叫。啊！随着樱花国玩家进入黑洞，那展开的洞口收缩消失。而就在众人以为这就完事之际，那壮汉又再次开口：各位稍等！听到声音，那些想要离开的人下意识停下。壮汉扫视一下狰狞的面孔，露出一丝残忍冷笑：各位就不想看看黑狱是什么地方吗？这样你们以后想做什么也能三思而行。毕竟我张铁掌管城南治安问题，让你们见识见识黑狱，也能让我减轻点负担。整个大厅少说的有上千人，听到壮汉张铁的话，全都一脸惊讶。任谁也没想到，眼前这个长相狰狞凶厉的壮汉居然是掌控一片区域的高级 NPC。 近1年时间，绝大部分网友已经熟悉林飞游戏的尿性，那就是你不能将 NPC 当作单纯的 NPC。 所以这些人听到张铁拥有权力，暂时也不着急离开，全都顿足观看起来。见到众人举动，张铁也不含糊，当即抬起手腕摆弄2下，比常人要大上1号的腕表。不一会，一道巨大投影便在大厅中展开，呈现在众人眼前。与此同时，张铁的声音也跟着响起：下面你们会见到被驱逐进黑狱的后果，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进入黑狱。说话之间，那投放在众人眼前的荧幕中画面清晰起来，
昏黄的环境中，一条宽阔的河流流淌着，宛如墨汁般的河水。众人虽然听不到那河水流淌的声音，但那湍急无比的河水宛如一条蜿蜒黑龙在游走，而那黑色的浪花就像是其身上的龙鳞一般。这是小黑屋。看到眼前宛如地狱幽冥般的场景，无论是玩家国度中的网友，亦或者是直播间的观众，全都被眼前这幅画面震撼到。这特么哪是什么小黑屋，简直就是黑山老沟啊！试问，如果被驱逐关在这里，心里能受得了？你们看，那个家伙在哪？很快，便有人从画面中找到先前被丢过去的樱花国玩家。听到这人叫喊，不少人也跟着搜寻起来。不一会，所有人都见到那名樱花国玩家。在那条蜿蜒黑河边，那名樱花国玩家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一般，傻傻呆呆地坐在岸边，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一个方向。第199章放逐之地，黑玉之龙。看着发呆的樱花国玩家，众人屏住了呼吸。对方那目瞪口呆的表情已经告诉他们，那家伙可能见到了什么可怕或者震撼的东西。站在一旁的张铁并没有让众人多等，利用手腕上的装置移动起屏幕中视角。那是什么？龙？卧槽！真的假的？太牛逼了吧！不得不说，林老贼这设计可以，简直是吊炸天啊！随着视角的转移，众人看到令樱花国玩家目瞪口呆的目标，那是一条黑色、遍布荧光绿纹路的巨型生物。看着那头角似鹿、头似驼、牛耳须髯的机械生物，所有人全都惊呆了。这个形象，作为华夏子孙，再熟悉不过。这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生物，是华夏的象征。视频中，黑色江水翻滚，一头巨型生物从江水中缓缓升起，正是华夏的神龙的形象。本就不怒自威的狰狞面目和庞大的身躯，配上那一身荧光绿纹路，顿时显得神秘无比。这一刻，无论是直播间的观众，还是玩家国度中的用户，在看到黑色神龙的瞬间，都感觉体内有什么东西燃烧起来。大家感觉血液都好像沸腾一样，身上更是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连带头皮都发麻起来。黑色的神龙让所有华国网友感到气血翻涌，一个个激动的手脚抑制不住颤抖，甚至有的人眼里都泛起泪光。龙一直是存在于传说中的生物，即便有的电影或游戏中出现过，但却没有一个能做到玩家国度这么真实。哪怕眼前这条黑色神龙只是一尊机械生物，那它也是华国神龙卡米。而那名樱花国玩家看看缓缓升起并且看向自己的机械黑龙，吓得惊慌失措，手刨脚蹬地往后退去。然而下一秒，仅仅只是一个眼神，那宛如一轮红日的眼球中凶光大盛。随着机械黑龙注意到樱花国玩家，其面上露出狰狞神色，跟着一张黑漆漆的大口张开。即便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观众们还是从樱花国玩家惨白的面容上看出，那条机械龙应该是在龙吟。虽然听不到机械龙的嘶吼有些遗憾，但是看到那名樱花国玩家屁滚尿流的样子，众人还是感觉心里很爽。那种爽，那是一种不亚于欺负樱花国女玩家听着对方寒雅灭蝶的爽。卧槽！射了！射了！射了！激光！就在这时，投影中机械龙的口中亮起灼热光芒，跟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那道光线直奔樱花国玩家而去。下一刻，就见樱花国玩家在那道恐怖粗犷的射线中瞬间化为飞灰。卧槽！这就灭了，这死的也太痛快了吧！听到周围的讨论声，张铁脸上那道伤疤宛如蜈蚣般游走起来，他露出一个狞笑，缓缓说道：“呵呵，这只是开始。黑狱中遍布危机，岂是这么简单结束？”众人听到张铁的话，脸上不由露出疑惑神色。人都被轰成渣渣了，就算还有惩罚也没用啊！然而就在这时，画面中那名被已经化为飞灰的樱花国玩家又再一次的出现，位置就在刚刚被轰中的深坑旁边。面色惨白的樱花国玩家痛苦的脸上略带一丝茫然。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这不过是玩家国度空间，并非是现实世界。而处在这个空间的网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可以说即便是死了也会原地复活。轰！就在众人心中思索之际，灼热的吐息射线又从那黑龙口中喷出。面对黑龙，樱花国玩家再次死亡。不一会后，那名樱花国玩家再次复活。看到再次复活的樱花国玩家，不少人觉得并没有什么，反而觉得林飞射击的这个惩罚有 bug。一个杀不死的玩家，你杀他千万遍又有什么意义？然而这个世界上从不缺少细心之人，这时已经有人察觉到不对劲儿，
看着画面中樱花国玩家，惊叫道：“卧槽！林老贼，这也太狠了吧！”听到这名观众的惊叫，有人忍不住问道：“怎么了，哥们？你是看出什么了吗？”这人没有任何隐瞒，指着屏幕中樱花国玩家猜测道：“如果我没观察错，林老贼这个惩罚是带痛感的，而这处地图应该是一个单独的副本，玩家在里面死亡会通过骨传感反馈到痛感。现在只是不知道林老贼给痛感设置到多少，不过看这家伙的面色，怕是应该不低。”听到这名玩家的分析，众人也相继察觉出来。随着那名樱花国玩家每次的死亡，其脸上的神色都比先前多了一些痛苦和苍白。这是一个不用玩家操控、自动复活的空间。死，这招够狠，关小黑屋不算，还让你痛并快乐着。不得不说，林老贼够狠，也够损。这位朋友说的没错。这时，站在那里的张铁开口解释道：“黑域是一片特殊区域，它处在4大城中央的遗迹山脉中，凡是被驱逐、流放到那里的人，永生无法走出，而且也永生不灭。”死！听到眼前这个铁塔汉子的话，网友们都惊呆了。可怕，太可怕了！这特么不是永久封号吗？不，这比封号更可怕。封号是直接断了你的念想，而这还给你上线的机会。只不过你上线除了被杀还是被杀，这也就说明不光你这号废了，甚至因为实名制原因，你连玩玩家国度游戏的资格都失去了。看着一遍遍被土系蒸发的樱花国王家，网友们不寒而栗起来。直至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和林飞比起来还是太仁慈了。与此同时，那些怀有别样心思的网友此时也不得不慎重考虑起来。玩家国度的游戏并不是不能获利，而且利益还很高，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永远不会嫌利益多。可如果仅仅只为多出的那一点利益就断送自己的资格，这种做法实属不太明智。想到这里，那些游戏中尝到甜头的华国工作室或散人彻底断歪心思，他们决定从今天起晚睡早起，努力搬砖。而那名樱花国的老六被折磨得不得不下线，他已经疼得满脸是汗，再不下线可能得真挂喽。对方下线，观众们失去兴趣。哈哈，兄弟们，我找到游戏入口了，还说这他妈不是游戏，我现在就在游戏大厅，快来，这里老牛逼了。就在众人打算离开之际，突然一道广播声响起。听到这件嗖嗖的声音，周杰脸色一阵古怪。骚猪第200章新游戏废土核爆前夕，游戏内有广播功能。当然，为了游戏秩序，广播功能并非是随便使用，当然也不需要氪金，是需要你具备资格和拥有相应积分。而那个拥有资格和积分的土豪，此时正站在一处门口，笑眯眯地看着进来的2个妹纸。哈哈，周姐，我听某人说自己上线是最早的，可出新手村却是最慢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看到周姐和小团团2人，骚猪那小胖子一脸欠揍地凑到2人跟前，看着眼前油腻腻的死肥佬，周姐有种想要暴揍对方一顿的冲动。不过她并没有选择动手，而是沉声怒道：“你是不是想死？”江兰的事怕是已经成为周姐的心理阴影。骚猪闻言眨巴下眼，一脸和善地笑道：“别介，咱们都是文明人，文明人不打文明人。”看着对方那一脸贱笑模样，周姐撇嘴转过头去，打量起眼前这座巨型大厅。大厅的陈设很简单，并没有任何复杂东西，不，可以说是没有东西。整座大厅估摸着面积得有4到5个足球场大小，而就这样一个高达50多米的巨型空旷大厅，此时却已经进入数千用户。整座大厅除去入口，剩余3面墙壁前都立着4道钢铁拱门，每扇拱门可以容纳2辆卡车并排通过。透着乌黑金属光泽的拱门上刻印着一种古怪纹路，隐隐透着柔光。周姐下意识朝离她最近的一扇拱门走去，彻底走到金属拱门前，周姐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站在宽阔的拱门前，她就像是一只蚂蚁般巨小。缓缓收回仰望的目光，将视线转移到拱门旁的一台设备上。走到跟前，她发现这个设备和先前在江兰那里签到的设备类似，同样都有一个巨大触控屏。看到这里，她下意识碰触激活屏幕，屏幕亮起，一个简介界面映入几人眼中。我是传奇 V2 开放自由世界，该世界受到病毒肆虐，全球人口灭绝。这是一个被一种叫做夜魔的怪物侵占的世界，玩家可以选择单独或组队进入。拥有携带装置的玩家可以将里面的一切带到玩家国度。有些的介绍一改玩家国度朦胧形态，整个介绍可谓是详细无比。我日，真的假的？这未免也太牛逼了点吧！
这大门就是去游戏世界的大门。贵了，贵了！终于在有生之年体验一把穿越了。是啊，穿越可以，金手指就别想了，弄不好会被送到黑狱的。靠！难道你们就只关注游戏了吗？看到如此详细的信息，周姐身旁的网友们全都骂了，甚至有人从那介绍的字里行间嗅到一个不同的契机，那就是游戏世界的东西可以带到现在的玩家国度空间。那也就是说，东西能带出来，也同样能带进去东西。相比于荒凉已经成为废土的生化危机世界，我是传奇的游戏世界中，所有军备和武器还完好无损。虽然那个世界有着比丧尸更可怕的夜魔，可是有钱赚啊！这年月有啥比穷还可怕？那些依靠玩家国度已经步入小康的散人和工作室，立刻嗅到强大商机，甚至有可能，岂不是说可以去悟空传的世界学个法术出来，之后便可以横扫整个生化危机世界？想到这点的人，已经开始行动，在大厅12座大门中寻找起悟空传。然而，结果却是很失望。游戏简介中已经明确标注，游戏内所有物品暂时无法带出。看到这条信息，众人稍稍有些遗憾，不过也仅仅只是遗憾一下而已。卧槽，这是新游戏！随着12座拱门前的触屏相继激活，有人发现其中一块屏幕上也有着简介信息：核战废土，该世界位于核爆前夕，玩家进入将要面临核打击。该世界属于单人世界，玩家进入游戏将会随机生成身份，有可能是富豪，有可能是流浪汉，亦或者孤儿。游戏内物品可带出。我妈了，林老贼这是在放大招啊！是啊，被人都是10年磨一剑，林老贼这是1年磨10剑啊！林老贼携悟空传参展回来这才多久，居然又出新游戏了！这条消息无疑又再次刷爆朋友圈和微博，甚至有的网友纷纷在下方留言：林老贼，咱可以放慢点速度，我们不需要高产，别把身体累垮了，不然以后我们就没得玩了。是啊，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样累啊！求求你歇歇吧，实在不行找个妹子嫁了吧。本人岛主一枚，诚邀林老贼来海岛做客，3包。与华国的网友相比，那些翻墙而来蹲在各大主播直播间的小老外们脸上全是眼泪。为什么林飞是华国人？为什么我们就不是华国人？这是歧视，赤裸裸的歧视。不，这和林没有关系，全都是那个该死游戏协会的问题。这群外国友人一想到自己只是因为游戏协会就被玩家国度拒之门外，心里怒火宛如即将喷发的火山。若是以前一款游戏玩不了，他们大可不玩，直接换其他游戏。可那都是在没有玩家国度的前提下。现在玩过玩家国度的游戏后，再看其他游戏，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别说玩，就算看都不愿意看一眼。完了，玩家国度有毒啊！就在这群外国网友狼嚎之际，樱花国和思密达们也纷纷发声。同处亚洲地区的他们并不受玩家协会的约束，然而却同样无法登录玩家国度平台空间，这才是赤裸裸的歧视。我思密达强烈谴责玩家国度，游戏界不需要搞歧视，不需要特殊对待，不需要有色眼镜。思密达支持。我查阅过资料，玩家国度创始人林的爸爸是我思密达国人民。姆卡刺哭，林桑这个人对我樱花国人民有大大的敌意。巴卡亚洛，我在游戏里死了好几遍，痛死了！我要起诉玩家国度公司，我要和他们打官司。相比于网上吵的冒烟咕咚，处在游戏大厅内的一众华国网友全都将目光盯到那个名为废土的新游戏上面。哪怕游戏世界大门够大，也架不住国人热情。随着消息的传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游戏大厅。我去，这是要急死老娘啊！周姐环视一圈周围网友，并回头瞥向身后的死胖子，警告道：我告诉你，在我后边给我站好了，老娘要是被人摸了屁股，唯你是问。哎，不是。骚猪闻言无语地看着已经把头转回头的周姐，一脸气急败坏。合着无论是谁摸你屁股，都要算老子身上啊！骚猪想要离开，可看着越来越近的大门，算了，为了新游戏，忍忍吧。这样想着，他的目光鬼使神差，向身前的下面看去。还别说，挺圆。